饿呀，饿得两眼冒光。小白菜呀，地里黄呀，2、3岁呀，为了娘呀。套蛋人生，不想努力，穿越你妈，重生你大爷，奶奶个腿呀！哎，小兔乖乖，你别跑呀，野外求生不容易，跟姐姐回家呀。半人参的草坑里躺着一个受伤的黑衣少年。救我！有鬼啊！笨女人，她都喊救命了，她还喊鬼？哪个鬼会这样凄惨？哪个鬼大白天的说话？妈耶，幸好姐跑得快，可以捡蘑菇，不能捡男人。轻者家破人亡，重者全家灭亡。唉，人呀，不要随便介入别人的因果，做好自己就很棒了。天知道，他从物资丰饶的现代穿到物资匮乏的古代，他是有多绝望啊！立夏，快来搭把手。小雪，你从哪儿捡回来的野男人？小雪，野男人哪儿捡的，赶紧扔回哪儿去。立夏，爷爷常说，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狗屁！你要是救回来个麻烦，很有可能一家人都凉。姑娘，在下并非坏人，在下会报恩于你们。贵人，你醒了。公子哪里人？多大年纪？姓甚名谁？身上可带足枕巾？立夏，你无妨，在下龚行泰，京城人，年23，无枕巾可用这个抵债。贵人收好玉佩，枕巾等贵人有了再给。贵人，您既然醒了，我先扶你回去找我爷爷止血。林小雪，龚行泰，野眉山，我操，姐这是传书啊！一本名叫《窃平子规》的小妾升级文，扶着野男人走的林小雪就是这本书中的女主，一个温柔善良的纯洁小白花。大狱公办遇难的工部郎中龚行泰贴身照顾中，两人珠胎暗结，回到京中给龚行泰生下龙凤胎。后来被龚行泰的正妻报复，中元节的月圆之夜，林小雪娘家11口亲人一夜之间全被灭门。现在离端午节还有3天，那么她只剩下不到3个月的命。自救第一步，拆 CP， 给恋爱脑堂姐换个对象，1只羊2只羊都是放。堂姐一捡回个野男人，也不差多捡一个，何况草窝里的更俊更年轻。林立夏吭叽吭叽又朝山上跑。喂，还活着不？喂，你醒醒！这个笨女人竟敢打我的脸！你有没有婚配？林立夏手指戳着男人的胸口，脸长得不错，身上肌肉也挺硬。林小雪是艳福不浅呢。他莫不是想要我以身相许？区区一个山野丫头，他倒是真敢想。哎，你半晌不说话是几个意思？没婚配。笨女人，毛都没长齐的豆芽菜，给她做通房丫头，她都嫌硌牙。别动啊，我看看你的伤。你这个腿伤若不及时救治，8成后半生就废了。现在正值毒蛇出没的季节，山上各种毒蛇多不胜数，听说还有手臂粗的菜花蛇，一口下去咬掉。姑娘，说出你的条件。你身中软筋散，还摔断2条腿，你答应我一件事，我立刻救你。什么事？我有个堂姐，捡回个已婚的野男人，长得不如你好看，我要你对我堂姐用美男计。让她对一个民女用美男计，哼，真是老寿星上吊嫌命长啊。若不成呢？那只怪我堂姐眼瞎喽。林立夏勾唇一笑，拆不开 CP， 那就当背锅侠。民不与官斗，林家平头百姓斗不过龚行泰正妻娘家，可以把矛盾转移到这个背锅侠身上。你付枕巾后，咱们就算是两清。好，我答应你。你去喊人抬我下山。不急，你这条腿只是脱臼，等我先给你复位。笨女人，竟敢诓骗我！好了，林立夏拍拍手，等我一下，我找点药，顺道把软筋散给你解了。姬慎半信半疑，林立夏刚走又回过头。我是林立夏，你姓甚名谁？姬慎啊，姓陆。啥？鲁姬慎？你家取名可真不讲究。这山野丫头真是粗鄙无知，竟然是上古贵族姓氏，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哪里人？京城人。认识一个叫龚行泰的不？他堂姐捡到的已婚男是龚行泰。害过他的仇人，他怎么可能不认识？不认识，但是听说过。说说看，他是个怎么样的人？你不采药？哦，差点忘了。
这里的山路18弯。这个笨女人，知不知道自己的歌声很渗人啊？爱对爱，蜜蜂采花深山里来，蜜蜂本为采花死。呸呸呸，不吉利，童言无忌，童言无忌，山神莫怪。又笨又疯的香眼丫头。喂，你醒醒，不想死就撑着。这山上的风还挺冷。来，张嘴。见姬慎不动，林立夏捏住姬慎的下巴，顺势将草药汁挤进他嘴里。吃了，你上半身至少能动了。一股清凉的草木味道冲得姬慎胃中直翻腾，他才干呕一声，笨女人抬起他的下巴，又将草药汁灌了回去。什么毛病？不许吐，都给我咽下去。粗鄙无知的香眼丫头，竟敢用这么粗暴的手段喂药！瞪什么瞪？鼻眼大吗？你知不知道这些药材的很辛苦？看看，这是采药时磕到石头了。咦，粗鄙无知的香眼丫头，这脚踝岂可随便露给夫君以外的男子看？这就对了。这个笨女人竟敢拿我的衣服当抹布！别瞪了，我这不都是为了你？陆基慎，山上蛇虫多，我只有一个驱虫香囊，你拿树枝应对一下，我回去叫人抬你。姬慎想起他被菜花蛇咬坏命根子的事，气得心头一梗。你将驱虫香囊留给我。那不行，我比你更怕蛇。说完飞奔朝山下跑去。你这个笨女人，你知不知道我的命很金贵啊？真叫菜花蛇再伤了我，这方圆10里人都得死。林立夏刚跑到山下，听见自己空腹冥想的饥饿声，忍不住抬头看看天。传来3天，要问他最大的感受是什么？3天饿9顿的滋味实在是不好受。应该到饭点了。糟糕，背篓这么空，回家要被二婶找事的。采蘑菇的小姑娘。为给家中3个童生攒秋考的费用，林家已经连吃3个月的野菜，全家人打嗝放屁都是野菜味儿。立春，你去看看夏夏咋还没回来？立夏，让你去挖野菜，谁让你背回一大捆野芦苇？这玩意儿喂猪，猪都不吃。奶，不要动我的芦苇，我有大用。好，奶奶不动，夏夏先吃饭。一家人等他一个，他倒好，背回一大捆野芦苇糊弄人，干啥不行，喂个猪把头磕了，洗个碗把碗打了，做个饭还把锅捅个窟窿。你有完没完？那也比你家闺女强，至少啊，她没捡回个人回来吃闲饭。草坑的男人，他捡还是不捡呢？娘，那人一身贵气，不会少了咱们的枕巾。以后的事谁能说得清？至少啊，现在是吃闲饭。奶奶，怎么又是野菜开会？咱们能吃点好的不？夏夏，再忍忍，等你大哥考中秀才呀，奶奶就给你做肉吃啊。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不行，他要改善伙食。宫形态那块玉佩，还有山上野男人的衣服，都能当点银子。奶奶，小雪捡回来的人呢？在西厢房，身上啊带着2个血窟窿。你爷爷和你爹饭都顾不上吃，忙着给拔剑呢。你说他那伤啊，我下山的时候碰见他了，一看就要搭进去不少药材。书中只顾描写林小雪的真善美，直到宫形态带着怀孕的林小雪走，都没有提过给林家枕巾。直到林小雪与宫形态的正妻撕逼时，才写到林家全家被灭门的事。林家这一大子炮灰呀，可是真惨。他掏出个玉佩做枕巾，我还没来得及拿，就被小雪还给那人了，说等他有钱再给。我看呀，8成没戏了。这个吃里扒外的小雪，咱们过冬的粮食都还没攒够呢。一阵咕咕的叫声传来，声音听得又急切又愤怒，惊得姬慎一激灵，手撑着地一用力，他猛地坐起身子。软筋散的毒解了。他还来不及高兴，便看到正前方一条体型壮实的菜花蛇卷起一只没长大的小兔，正在愤怒地与老兔子博弈。老兔子被缠得直扑腾，姬慎心中又气又慌，他摸索着在草坑里寻找林立夏留下的树枝，却抓出一条死去的菜花蛇幼蛇。从菜花蛇的位置不难判断，是他从山中滚落下来砸死的菜花蛇。蛇类报复心最强，难怪他前世被咬成那样惨。一阵嘶嘶声传来，他连忙扔掉死去的菜花蛇，却还是晚了一步。一条菜花蛇丢下死去的老兔子，一口咬在他不能动的脚踝上，疼得他倒吸一口凉气，一把抓住菜花蛇的7寸，死死捏紧不松手。菜花蛇的蛇尾攀在了他的胳膊上，手上这条还没捏死，又一条菜花蛇直接朝他的脖子袭来。
大哥，你快看，前面的路上有只野兔子！哇，好大一条会飞的蛇！二哥，快逮住那条蛇！等会儿我吃兔肉，你们吃蛇羹。这个笨女人就记得吃，忘了草坑里还有个人呢。笑笑，你说的那个人呢？大哥，就在左边的草坑里。二哥，你行不行？嘘！咻的一声，剑好似钉子一样将游走的菜花蛇紧紧地钉在地上。蛇不停地扭动身子，林立春再次拉满，瞄准的方向正是姬慎所在的草坑。哇，二哥，你好厉害呀！这位兄台，你没事吧？陆姬慎，你还真是个福星，才这么一会儿的功夫，3条菜花蛇。姬慎气得不想说话，只觉得脚踝被蛇咬的地方很疼很疼。夏夏，来给大哥搭把手，先将门板放下来。你干什么呀？将你固定住呀！林立夏理直气壮道：“山路颠簸，万一你掉下去造成2次伤害，来个神仙也救不了你。”不用，我自己会抓稳这门板的。行，腿是你的，命也是你的，不绑就不绑。林家许桃花撅着屁股到处找门板，一扭脸就看见自家2个孙子用门板抬回2个人。老太太快要蹦了起来：“夏夏，你咋也捡回个吃白饭的？”奶奶不算白吃饭，你看3大1小，4条菜花蛇，足足34斤呢，还有1大1小2只兔子，也有10来斤。奶奶，咱们晚上吃肉吧。奶奶，你不用看它，东西在我手上，就是我说了算。我要杀了吃肉。夏夏，兔子咱们杀了吃肉，菜花蛇让你2哥送城里换大米。好，下午咱们就吃大米饭。林立夏进去的时候，林家老爷子正在给姬慎检查伤口，一旁的床上，龚行泰已经被包扎好伤口，睡得正熟。爷爷，你吃饭没？还没。爷爷，他的腿伤一时半会儿要不了命，你吃过饭再给他看也不迟。林立夏说着，拿起一个野菜疙瘩馍。爷爷，饿久了对胃不好。林家老爷子哭笑不得，在一旁盆里洗手，拿下嘴里的馍。小伙子，你的腿伤被处理过，晚点接骨不碍事。姬慎不想说话，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来，小伙子，先吃个馍垫垫，山野人家都是粗茶淡饭，别嫌弃。吃吧，毒不死你。陆姬慎，你看到了，我家不富裕，养不起你这个吃白饭的。林立夏眼睛紧紧盯着姬慎大拇指上的玉扳指，后悔没早些看到这个玉扳指。要不你把这个玉扳指当了算枕巾？这个笨女人，你活腻了吧？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玉扳指是他的生辰礼物，上面刻着他的名字，岂能随便拿去当？我看你是没饿过肚子，等你尝过饿肚子的滋味，就知道这世上再好的宝贝也没有填饱肚子重要。林家老爷子目瞪口呆，他老实本分一辈子，向来好客，宁愿自己不吃，也要让客人吃饱吃好。没想到他养出来的孙女却想用个野菜疙瘩馍换人家身上的玉扳指，那样成色的玉扳指，少说也要几百两银子。他轻叹一口气，舍不得呵斥这个从小没娘的孙女。李东，去让你奶奶给这位小伙子做点吃的来。爷爷，咱家过冬的粮食都没攒够，那也不能让客人饿肚子。林老爷子笑着抽出自己的袖子，不然会让人笑话。这是什么迂腐道理？林立夏揉揉眉心，老爷子坚持的事，他也争不赢啊。眼不见心不烦，他刚走到门口，就遇见满头大汗的许桃花。立春，你赶紧将菜花蛇背到城里换成大米。林立夏眼睛一亮，他传来3天都还没进过城呢。奶奶，我陪二哥去。菜花蛇就卖不上好价钱了。奶奶，那我去大爷爷家借个小毛驴，来回快点。行，赶紧去。许桃花想了想道：你去的时候带2个鸡蛋。奶奶，咱们攒了多少鸡蛋？许桃花停下脚步。夏夏，鸡蛋呀不能吃，要攒着换钱，买纸买墨呢。林立夏争了半天，他实在不想天天吃野菜开会呀。他这具身体都已经27年华了，连月事都还没来，可见有多亏。奶奶，纸和墨咱们自己做，鸡蛋能给我吃不？许桃花愣住，想摸摸孙女的额头，看孙女是不是发烧说胡话。纸和墨多金贵呀，平日里给家中3个读书人买一次纸墨，都够一家人半个月的口粮了。林立春拿着2个鸡蛋。奶奶，夏夏想吃鸡蛋，你就煮个给他吃嘛，大不了我以后多上几回山。哟，立夏，你可真行，为了吃个鸡蛋，大言不惭的说自己做纸墨。你要是做得出来啊，我把头摘下来给你垫脚。谁稀罕把你头摘下来垫脚啊？奶奶，我要是做出纸和墨来，我要每天吃1个蒸鸡蛋。别说1个，每天2个都行。娘，你真信他？干
啥啥不行，他能做得出来才怪。二婶，我做出来，你给我洗1个月的衣裳；做不出来，我给你洗1个月。别说1个月。陈菊花一脸轻蔑。哼，你做得出来，我给你洗1年的衣裳都行。林立春拉拉妹妹的袖子。夏夏，你不就是想吃一个鸡蛋吗？犯不着。二哥，你赶紧进城。陈菊花翻了个白眼。找你大哥也没用，你大哥要是会做纸啊，咱家也不至于天天吃野菜。林立夏捂住耳朵，转进屋里，将看热闹的林立东给拉了出来。兄妹2人挑选长又粗的芦苇干子，将芦苇去皮，得到内部的纤维部分，将其泡在不常用的盆子里，用大石头压住。夏夏，还要怎么做？大哥，你歇歇，剩下的我来。哼，你这样就能做出纸来？我把头摘下来呀，给你垫脚。林立夏嘴角一抽，他二婶这个口头禅真是让人一言难尽啊。他将搅匀的糊状物倒入纸张模具中，用手轻轻地拍打，让水分渗透出去。夏夏，我再去做几个模具。不急。林立夏抬头，等太阳把这些晒干，纸取下来，剩余的纸模具再捋一次也来得及。夏夏，那我再去挖点野芦苇。哎，夏夏，你大哥干啥去了？去挖野芦苇。奶奶，晚上的饭我来做。哎，别，我来。咱家的锅呀刚补好。林立夏扶额，把锅捅个窟窿的事儿真不怪他，他都没用多大劲儿。主要呢还是林家的锅到了快坏的时候，正好给他赶了个凑巧。娘，这么多的兔肉都煮了？陈菊花狠狠吞咽一口，对，都煮了。许桃花从儿媳手中夺过盆子，一脸暖意地看向林立夏的方向。夏夏，去村口看看，你二哥咋还没回来？哎，立夏，你去哪儿啊？周婶子笑盈盈地挡着他的路，挤眉弄眼。听说你堂姐捡回个年轻的男人，哎，你大哥和二哥也捡回个俊俏男人。总不能见死不救吧？我爷爷常说，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说完，林立夏绕开周婶，转身要走。哎，立夏，我可看见了啊！你堂姐捡回来那个男人，哎呦，长得是白白净净的。你堂姐呀，羞的是一脸通红。哎，你猜他现在在哪儿？在哪儿？我放羊回来的时候，看见你堂姐在沟浑河抓鱼呢。你不过去看看？抓鱼？林立夏倒吸一口凉气，难怪他这么久没看到林小雪。沟浑河是野眉山最凶的一条河，传闻那条河里曾淹死过的人一双手都数不过来。林小雪真够拼的，为了不知名的野男人，竟然跑到沟浑河里去抓鱼，这算是顶级恋爱脑了吧？周婶子是村里有名的大嘴巴，若是让她知晓林小雪是抓鱼给野男人，全村的大娘很快都知道了，林家姑娘的名声一损俱损呐。哦，我想起来了，早上起来我二婶说想吃鱼，小雪可真孝顺。不能够吧？周婶子一脸狐疑，以前怎么不见你堂姐这么孝顺？我堂姐以前还小，现在长大了。周婶儿，改天聊，我要去找我二哥。小雪，沟浑河多危险呐！死在那儿的人一双手都数不过来，你就算是再想吃鱼，也不能一个人跑去啊！今天要不是我路过，你命都没了。下次想吃鱼跟二哥说，二哥会游泳。林立夏撇嘴，林小雪那是自己想吃鱼，那分明是抓鱼讨好了宫形态呀。她变成了林小雪的炮灰家人。林小雪与宫形态的每一次亲密接触，都是林家这一大家子炮灰的夺命符呀。今晚不能让二哥睡，让二哥守着宫形态，再让那个鲁基慎发挥一下美男余生，去勾一勾林小雪这个恋爱脑。只要拆了林小雪与宫形态的这对 CP， 林家人就不会在中元节团灭。二哥，夏夏，你怎么来了？奶奶让我看看，你咋还没回家？我都以为你卷钱跑路了。又胡说，我能跑哪儿去啊？二哥，菜花蛇卖了多少钱？能有多少钱呢？林立春环顾一周，眼中只差没写傻妹妹财不露白呀。都换成这包大米了。不是吧，那么多的蛇肉就换回1包大米，还不如留着吃肉呢，至少肉比大米有营养。夏夏，你肚子饿不饿？我闻着挺香的，就给你带回来一块。就一块？哎，不应该报复老板呀，不然他现在应该是吃着烧烤，喝着快乐的肥皂水，吹着空调，看着电视，要有多惬意就有多惬意呀。林小雪狠狠地吞咽一口，满眼羡慕地看着堂妹林立夏。她就比堂妹大半岁，却同姓不同命。大伯母难产一尸两命后，大伯及堂哥们就把所有的宠爱都给了长得最像大伯母的堂妹，就连爷爷奶奶也都是无条件地宠着堂妹。她也好想有个哥哥，像大堂哥和二堂哥一样宠着立夏那样宠着她。立夏，林立夏瞥林小雪一眼，他不想把饼分给顶级恋爱脑，怕与恋爱脑吃一块饼传染，他直接将1/4的饼子塞到了林立春的嘴里。二哥，你也吃。林立春猝不及防地被塞了一嘴饼，旁边还有只咽口水的堂妹，想把饼拿出来给堂妹，可又沾了她的口水。
他无奈只能吃下白面饼。夏夏，给小雪吃一块啊。二哥，你走快些，奶奶等着大米下锅。小雪，等二哥下次打连麦前了，一定记得给你也买一块。林小雪咬唇，堂妹永远比不上亲妹。二堂哥每次都这样说，却一次都没有给他买过。有好东西一向只惦记着林立夏，二堂哥如此，大堂哥如此，大伯父亦是如此，就连爷爷奶奶也直宠林立夏。在这个家中，他永远都比不过林立夏，可能只有嫁人，他能比堂妹林立夏过得好一些吧。二哥，不用了，我又不是小孩子。还是小雪懂事，不像你就知道贪吃。当年他横扫夜市一条街的时候，进去扶墙走，出来亦是扶墙走，那才称得上贪吃呢。二哥，走快些，周婶在他家梧桐树下等着看咱们家的热闹呢。哎，立春，买啥好东西了？让婶儿看看。哎呦，婶儿又不吃。婶儿，小毛溜闹肚子，我急着带他去后山方便。周婶僵在原地，一张脸黑得难看。林立夏憋着笑。二哥，你这招高。嘿嘿，夏夏，你别看你二哥我书读的不多，但是胜在这里好使。还行吧。夏夏，你回来了，成了。成了。林立夏一脸欢喜。我去看看什么成了。一转身，二哥扛起驴背上的米，紧追着林立夏走了。他咬咬牙，刚从驴背上跳下来，二堂哥一脸惊诧地看着他。小雪，你怎么自己下来了？林小雪咬咬唇，将驴背上的鱼拿下来，一瘸一拐地朝院子里走去。夏夏，你是怎么想到用野芦苇做吃的？靠这儿联想到的。哎呦，我们夏夏呀就是聪明，等会儿啊，奶奶就给夏夏蒸鸡蛋羹吃。奶奶，鸡蛋羹留着明天吃，二哥就舍得买一个。大哥，你也尝尝。哎呦，我家夏夏真是孝顺，就一个白面饼子，还记着给奶奶留着呢。奶奶，我就算自己不吃，也要给奶奶留着，谁让咱家奶奶最辛苦？哎呦，还是我们夏夏最贴心。林小雪咬紧唇，委屈的眼泪打转，拎着竹篮一瘸一拐地朝厨房走，竟无一人看见他。哎，夏夏，这个兔肉你想怎么吃啊？奶奶怎么做我就怎么吃。林立夏半蹲着身子，正在教林立东和林立春如何滤纸。夏夏，你来一下。爷爷，什么事儿？夏夏，他腿脱臼，你复位的。这不好好的吗？林家老爷子一脸狐疑。夏夏，你什么时候学会这样？爷爷，你给周婶复位时，我在旁边，我照着你的手法咔嚓一下，她就复位好了呀。姬慎咬紧牙根，好一个胆大包天的乡野丫头，竟然拿她练手，知不知道她的命很金贵的？夏夏，你跟爷爷说，除了这个，你还会什么？不知道。小伙子，我家夏夏看一次就会，他若是男儿身，定是学医的好苗子。爷爷，我大哥有个好东西给你看，你快去看看。陆姬慎，别忘了你答应我的事。我不会。你不会？你长这么俊一张脸，你只要对他笑一笑，对他说几句暖心的话，就能迷得他晕头转向的。我不会。他不会说暖心话。姬慎表情阴沉。前世未遭劫难前，他也曾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郎。后来他双腿锯断，一伤到了男人的命根子，沦为京城笑柄。他连笑都不会，更别提暖心话啊！那我教你。林立夏有种找了个猪队友的恼怒。你试试看。姬慎垂眸，眼中的戾气一闪而过。姑娘，我有些口渴，可以？不可以。林立夏没好气地打断宫形态的话。他最讨厌这种背着正妻勾搭小姑娘的花心大萝卜，连看他一眼都嫌辣眼睛。男女授受不亲，我又不是你的丫鬟，你最好安分守己。立夏，不可以对宫贵人无礼。林小雪一副老母鸡护鸡仔的模样，护着宫形态，看到林立夏很是来火。呸！他一没扶我减亲，二没给我搭青云梯，他算哪门子的贵人？还宫贵人？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喊皇帝后宫的嫔妃呢。姑娘，可这有个词叫祸从口出。不知道。林立夏不耐烦地看着宫形态。不如你解释一下，我哪句话不对？立夏，你方才那番话若是被传到宫中，是要杀头的。怎么传？你会跑到宫中跟人说？怎么可能？粗鄙无知的乡野丫头，着实令人可敬。还是你认识皇亲国戚，跑过去跟人告状？别动不动就拿杀头吓唬，真当谁都能进宫？哎，立夏，有些话就算是玩笑也不能随便乱说的，说的跟你多懂似的。你有本事混进宫中，当个娘娘给我看看。当个娘娘，至少不会连累一家人被团灭。世上怎有你这般无理取闹的女人？林立夏咂舌，不愧是袁叔 CP， 这么快就要为林小雪打抱不平，太会拉林小雪的好感了。
林小雪略带羞涩的目光不停地瞄着宫形态的做派，让林立夏顿时觉得生命线又短了一截。他一巴掌拍在看戏的姬慎腿上，学着点儿，你看人家这怜香惜玉的手段。又打他，笨女人活腻了。挺难。什么挺难？我说以你堂姐这样的性子，想进宫做个宫女都挺难。宫中的嬷嬷最不喜哭唧唧的宫女。林立夏一脸看傻子似的看着姬慎，让你学会如何怜香惜玉，又不是让你补一套。刘姬慎，你快尝尝，我堂姐做的鱼汤味道好极了，最好全都喝了，一点都别给顾心太留。背着正妻招蜂引蝶的男人不配喝鱼汤。立夏，林小雪哭着跑开，又没走多远，就听见林立夏的话，又连忙跑了回来。小雪，你找夫婿要找他这样脸长得俊还没娶妻的。林小雪抬眸，羞涩地看向姬慎，她最烦哭唧唧的女人，在她腹中，这样的女人活不过3日。让她对着这样的女人用美男计，还不如让她一刀结束对方来得痛快。立夏，婚姻大事不能当玩笑胡说的。林小雪有种被毒蛇盯上的感觉，垂着头不敢看姬慎。两人相比，她还是更喜欢温文尔雅又会为她说话的宫形态。林立夏露出地铁老爷爷看手机的表情，随手将鱼汤放在桌子上。是林小雪眼瞎，还是剧本 CP 不好拆？论颜值，姬慎更俊俏，林小雪看都不看，对着伪君子宫形态发笑。不是有一句话叫锄头挥得好，没有挖不到的墙角？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宫形态舔舔唇，实在是渴得忍不住，一脸窘迫地看向林小雪。姑娘，能否给我端杯水？好，我这就去厨房。等等，姬慎突然开口，鱼汤给他喝。林小雪愣在原地，羞涩地看着宫形态。宫形态看着姬慎，好似在探究着什么。我一口为度。林立夏气得在姬慎胳膊上扭开关，他就没见过这么笨的人。他捡他回来拆 CP 的，没让他当助攻。鲁姬慎，你是猪啊！笨女人，找死！竟然用手拧他，又瞪我！林立夏双手掐腰，踮起脚尖回瞪着姬慎，吵架气势不能输。我劝你认清自己的处境。罢了，秀才遇到兵。那鱼汤你闻闻。林立夏一脸疑惑，上前几步，凑到鱼汤跟前，使劲吸吸鼻子，一股又腥又臭的味道扑面而来。林立夏干呕一声，捂着嘴就朝外跑，蹲在墙角的菜地，差点把隔夜饭给吐出来。又腥又臭的鱼汤，宫形态怎么喝得一脸坦然？莫非这就是剧本 CP 的魅力？夏夏，你怎么了？吃什么吃坏肚子了？爷爷，我没吃坏肚子啊，就是受不了鱼汤的腥味儿。受不了咱就不喝，你们兄妹几人打小就不喜欢鱼腥味儿。林立夏愣神一瞬，朝厨房跑去。他很好奇林小雪是如何把鱼做得又腥又臭。看看你教的好女儿，为个外人将厨房弄得又腥又臭的。陈菊花低着头，被训斥得一脸憋闷，看见林立夏就好似看见救星一样。立夏，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没破肚子？林立夏一脸诧异，回看着许桃花。奶奶，咱们这儿煮鱼都不给鱼开膛破肚吗？夏夏，你见谁吃鱼开膛破肚？童言无忌，童言无忌，求龙神莫要跟孩子一般计较。奶奶，咱们这儿吃鱼有什么讲究？夏夏，鱼啊是龙神的祭品，咱们抢了龙神的祭品，整条煮鱼，表达对龙神的敬意和感激之情。吃鱼这么多讲究啊？奶奶，咱们这儿都不爱吃鱼。夏夏，能吃得上野菜糊糊呀，都没人去捞鱼，除非家里有孩子等着下奶呢。夏夏，你可别学你堂姐，净瞎折腾。你看，把厨房弄得又腥又臭的。奶奶，咱家剪刀放在哪儿？夏夏，你要剪刀做什么？奶奶你别管，我有大用。哦，在我屋里柜子上。夏夏，用完记得给我放回去啊。知道啦。把粗麻绳拆开，来回试了许多次，终于编织成了网状。夏夏，你在做什么呢？爹，你帮我一下。林立夏正手疼，看见林文耀，顺势把手中的活交给了林文耀。爹，你学我这样的手法，给我编一个渔网。明天我让二哥去捕鱼，我晚上呀给爹做鱼吃。夏夏，爹不爱吃鱼，这渔网咱们不编了。不行，爹，网要编。看着与王琦一模一样的脸，
林文耀说不出拒绝的话。好，编，爹现在就给你编。林立东和林立春两兄弟一人背着一捆野芦苇回来，就看到自家爹坐在小凳子上，一脸认真的在忙活，而自家妹妹则手撑着下巴，像个监工一样，一会儿这儿不对，一会儿那儿不对。爹，你在做什么呢？夏夏要编个渔网去捞鱼。你不是不喜欢那又腥又臭的鱼吗？爹，你赶紧编，别墨迹。看见自家爹一脸生无可恋又无可奈何的模样，林立春轻咳两声，压住笑意。夏夏，你想吃鱼，二哥明天就给你抓。二哥水性可好了，不用网。夏夏，你等着，二哥去就回。二哥你回来，沟浑河很危险，没网不准去。没事儿，二哥水性很好。那也不行，你敢去，我以后就再也不喊你二哥了。好，不去。这才对嘛。二哥，你再帮我个忙。什么忙？二哥，你去西厢房守着，别让那个叫宫行太的靠近小雪。为什么呀？我被猪拱倒的那一晚，做了一个好真切的梦，梦里小雪成为了宫行太的小妾，跟着宫行太一起回到京中。咱们一家人在中元节被宫行太正妻派来的人给杀了。夏夏，做梦而已，别太当真。二哥，一开始我也没当真，直到我看见宫行太与梦中一模一样的脸，我心中直发怵。夏夏，明日二哥带你去龙隐寺拜一拜龙神嘛。二哥，你不信我？没有，二哥没有不信你，二哥是怕你沾上脏东西。夏夏，你别委屈啊，二哥信你，二哥听你的，今晚就去守着那个宫什么太的。真的？二哥保证，绝不让二人越过雷池一步。夏夏，来，最后一块啊，给你。夏夏，下次吃饭呀，别发呆。没了。加上许桃花夹来的这一块一大盆兔肉，他才吃到2块。哎，夏夏，你去哪儿啊？许桃花一脸焦急。哎呦，李川，快跟出去看看，夏夏是不是生气了？林立夏端着碗进屋，看见两人各自在床上摆了个干净的小板凳，小板凳上放着半碗兔肉，还有装满碗的白米饭，他顿时就气炸了，将自己的碗重重地放在一旁的桌子上，一把抢过两人小板凳上的兔肉，瞪大双眸看着两人。你们两个吃闲饭的，凭什么吃的比我多？枕巾付了吗？饭钱付了吗？他活2世都没经历的事儿，全在林立夏身上体验了个遍，扇他脸，跟他谈条件，诓骗他，拧他肉，抢他饭，还威胁他。这世上还有什么林立夏不敢的？枕巾带本，我日后双倍还你。不行。林立夏紧盯着姬慎手中的玉扳指，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姬慎蹙眉，用探究的眼神看着林立夏，他真的是个乡野丫头。这个不能给你。我看你是饿青了。林立夏端起自己的碗，看着自己抢回来的2碗兔肉，看了又看，他嫌宫行太他脏，选择加姬慎那一碗，落在姬慎眼底，就以为林立夏故意针对他，他气得暗自磨牙。夏夏，你做什么呀？你爱吃兔肉，二哥明天再去打。信你才怪，我派了3天，你什么也没打到。夏夏，打猎讲究的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嘛。二哥，你吃尽兴了？林立夏不想聊什么天时地利人和，他只知道靠山山倒，靠水水跑，想每天吃新鲜的兔肉还得靠自己。夏夏，那你也不能抢客人的兔肉啊。二哥，你要学会爱自己。你看看他们，举止谈吐都不差，一看就是受过良好教育。可他们是怎么做的？明明身上都有宝贝，就是舍不得拿出来付咱们家的枕巾。咱们都这么穷了，他们还有脸白吃白喝？他们算哪门子的客人？姬慎磨牙，笨女人，她会差林家这点枕巾，一点都不懂得放长线钓大鱼。林姑娘，我落难时钱袋子丢了，借用这个抵枕巾。口说无凭，立个字据，你将玉佩抵给我家做枕巾，我拿去当铺换钱后字据给你，你有钱自己去赎回。林姑娘，此事不妥，在下被仇人追杀，这块玉佩恐给林家带来灾祸。你也有仇家追杀？姬慎点头。能联系上你们的家人不？不易联络。我亦是。陆公子因何落难？争家产，兄弟戏强。兄弟戏强？那你家大人不管？你呢？动到不该动之人的利益，被人灭口。所以你们2人都是孤立无援？暂时这样，待我回京后，一定会报答林家的救命之恩。哼，农夫与蛇，两位听过没？一个农夫在冬天捡到了一条冻僵的蛇，出于善良和怜悯之心，他就把蛇拾起来，用自己身体的温暖将蛇唤醒。然而这条蛇是条毒蛇，清醒后不仅没有感激农夫的救助，反而咬了农夫一口，导致农夫中毒身亡。我年纪小，但不傻，从救你们2个人回来到现在，没看出你们有一点的感激之心。谁又知道你们是不是那条毒蛇？姬慎磨牙，他见识过林立夏的趁人之危能力，
头一次他向林立夏求救，他呼叫一声鬼后就将他扔在草坑不管。后来上山救他前先谈好各种条件，若非他身上有利用价值，林立夏都不会回头救他。这个岁数不大的乡野丫头是林家这一家中最有心眼的人，眼下铺垫这么多，肯定是想好了条件。你想如何？对天起誓，日后你若对林家恩将仇报，你就双腿永远不能行走，命根子被菜花蛇咬坏，永失男人雄风，凄惨度日。你放肆！又瞪我，怎么不敢起誓？你唏嘘了，还是说你本就是那条毒蛇？哼！二哥，他不敢对天起誓，你就将他扔到沟浑河。林立夏，你敢！一个乡野丫头怎会如此不知羞，脱口而出如此恶毒的话？陆基慎，你想试试吗？宫形态，我不管你什么来历，你对天起誓，日后林家若是因为你遭受到了一点点伤害，你宫家将遭受灭门横祸，断子绝孙，一家人死不瞑目，血流成河。林姑娘，你身为一个女子，怎会如此恶毒？恶毒？哼！林立夏要被这句话给气笑了。要是不知晓林家炮灰的命运，他还真以为自己是恶毒女配。在原书的情节中，林家可不就是那个被反咬一口的农夫吗？你若无反咬之心，怎会质疑我恶毒？夏夏，二哥，你站哪一边？夏夏，二哥永远站你这边。很难抉择，还是两位想去沟浑河洗个澡？我陆基慎今日落难，得林家搭救之恩，我对天起誓，今后绝不会对林家恩将仇报。若有违誓言，我将双腿永远不能行走，永失男人雄风，凄惨度日。好，爽快！我宫形态今日落难，得林家搭救之恩，我对天起誓，今后绝不会对林家恩将仇报。停！你是不是记性不好？绝不让林家人因你受到一点点伤害，绝不会让林家因我受到一点点伤害。有违誓言，我宫家将遭受灭门横祸，断子绝孙，一家人死不瞑目。你们不必觉得屈辱，若无反咬之心，刚才的誓言就是个屁。接下来该谈一谈做工抵债的事。做工抵债？别急，知道你们的腿受伤了，你们的手不是还好好的？姑娘想要做什么工？两位气质不凡，衣着华贵，一看就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那就默书抵饭钱吧。默书？将你们学过的知识全部默写下来，给我家3个童生学习。夏夏，你怎么这么聪明啊？别高兴太早，谁知道他们两人是不是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乡野丫头，说谁是绣花枕头？默书这有何难？默书易如反掌。好，优秀！哇哦，这才是巅峰人生。这个疯丫头笑得一脸的春心荡漾，是又想到什么折磨人的坏主意了？林立夏，我的兔肉呢？卧床不能起，消化功能会减弱，吃肉你消化得了吗？等着，我再去给你多拿几个野菜疙瘩馍，有助于恢复。你们怎么在这儿？夏夏，那2位公子真答应帮咱们家默书？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大哥，那2人身份不一般，你这些天近身照顾他们，凡是你学问上不懂的，只管请教他们。俗话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夏夏，这番话谁教你的？忘记是哪儿听见的了。夏夏，那你在屋内威胁那2人的话，又是谁教你的？爷爷，那还要教？留守威胁他老伴儿时，不都用的这招？夏夏呀，你刘婶是村里出了名的悍妇，你没事不要跟他学。夏夏，你年岁还小，落个悍妇的名声，日后不好嫁人呐。以后有什么不如意要出头的事情，都交给你大哥。不行，你大哥要做官，名声也很重要，还是交给你二哥吧。爹，我是捡来的。你小子还有脸说呢？让你看着妹妹，你怎么事事都让你妹妹出头呢？我脑子没反应过来。爹，你是没看见咱家夏夏伶牙俐齿的将屋里那2个人堵的是憋屈的很又不得不答应让你妹妹出头，你还很自豪。爹，你怎么又打我呀？我要是出头，谁给你默书啊？也是啊，你没夏夏脑子好使。屋内的基慎耳朵微动，靠着内力将林家外面几人的对话全部收入耳中。他嘴角勾起，心中冷笑，难怪一个乡野丫头这么胆大，原来是被这几个蠢货男人给惯的，敢处处算计他，迟早有一天他要让林立夏哭着跟他认错。阁下口音像是京城人，关清何事啊？咱们同时落难于此，也是缘分。缘分？我给2位送吃的，端过来。劳烦2位先生先磨2页书再吃饭，谁先磨完，谁可以吃大碗野菜疙瘩馍。没有笔墨？家穷买不起。陆公子别慌啊，我准备的足。好了，公公子，大碗是你的。陆兄，承让。等等，爹，你看看他们谁写的有用？夏夏，这不妥吧？爹，
不检查质量不公平。爹，你看，他们一个默写《三字经》，一个默写《论语》，这能一样吗？你很擅长钻营。你又没说要默什么内容。我说过，你们默书内容是让我家几个童生学习。莫不是你以为我们这里考中童生连《三字经》都不曾学？学过不代表学通，我以为打好基础很重要。输了便是输了，你别灰心，这样的比试每天都有，你明天加油。承让。小雪，别藏了，你手中端着什么？没什么。哪儿来的兔肉？我把兔肉给我。不能给你，你不给我，我喊奶奶了。我给你。陛下，你不要告诉奶奶。陛下，圣堂姐求你行不行？可以，你要答应我一件事，不许给宫刑太偷送吃食。陛下，能不能换个条件？陛下，你欺负你堂姐了？好啊，陛下，你竟敢偷藏吃食！二婶，你再贼喊抓贼，我就让奶奶来评评理。陛下，你娘是孤女，你没有娘舅亲戚帮扶，又正值议亲的年龄，少不了让二婶操持你的婚事。小雪，别藏了，你手中端着什么？没什么。哪儿来的兔肉？我把兔肉给我。不能给你，你不给我，我喊奶奶了。我给你。陛下，你不要告诉奶奶。陛下，圣堂姐求你行不行？可以，你要答应我一件事，不许给宫刑太偷送吃食。陛下，能不能换个条件？陛下，你欺负你堂姐了？好啊，陛下，你竟敢偷藏吃食！二婶，你再贼喊抓贼，我就让奶奶来评评理。陛下，你娘是孤女，你没有娘舅亲戚帮扶，又正值议亲的年龄，少不了让二婶操持你的婚事。二婶，你在威胁我？奶奶、爷爷、爹、大哥、二哥，你们快来！二婶她威胁我。老二家的，是谁给你的胆子威胁夏夏？二婶，别向着我们家夏夏。夏夏，别哭，受什么委屈跟爹说，爹在，爹给你做主。二婶，不知夏夏哪儿得罪你啊？夏夏，奶奶在。哼，我看谁敢威胁你？爷爷奶奶，家丑不可外扬，咱们找个隔音好的地方坐下来聊。老二家的，你还有没有点长辈样啊？你拿婚事要挟夏夏，你对得起你早逝的大嫂吗？你忘了当初她对你的照拂？你个没良心的东西！当初你生小雪时难产，是你大嫂拿出她绣花得来的所有的积蓄，买根肾虚吊着你的命，这样的恩情你全忘了。又没分家，他的就是家里的，买肾虚给难产媳妇救命，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老二家的，你个坏良心的，你这些年藏起来的私房钱，我说过你一句没有啊？当初你大嫂难产，你想过用自己的私房钱救她的命吗？娘，家里倾家荡产救她的银子也有我们二房的一份儿，为了救她，咱们全家吃糠咽菜，省吃俭用3年才把买身的债给还清，我有什么对不起她的？娘，这些年你联系立夏生母早逝，处处偏心她，你可想过我的小雪？都是你的孙女儿，你只偏疼立夏一个，我的小雪也会伤心，也会失落。立夏喊一句委屈，你们看看，你们有多少个人站出来维护她？我的小雪呢？她被立夏欺负哭了，你们有谁为她出头？老二家的，你连这都要攀比？你怪我偏心夏夏，那你要不要随你大嫂？慎言，老二家的，若非你今日把话说开，我不知你心中憋着这么多的不满。唉，立春，你走一趟，去把你二叔他们喊回来。爹，这个时候把他们喊回来，我娘家的麦子怎么办？二婶，你想让小雪攀高枝？有你什么事儿？你想攀还攀不上呢。小雪，你怎么想？爷爷，我娘不会害我。夏夏，你怎么想？爷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连累我名声受损事小，大不了我可以不嫁。林家有个攀高枝做妾的姑娘，二叔日后做官少不了被人取笑。
笑话，就你二叔这个榆木疙瘩，他要是能当官，我把头摘下来给你垫脚。二婶，你有几个头？上午做纸时你刚说过这句话。哼，就你二叔的笨脑袋，他这辈子也当不了官。爷爷，我二叔他们不笨，没有考中秀才，那是因为咱家的资源不足。夏夏说的对，是咱家穷，没有余钱送你二叔去好的书院。我们同村的张秀才跟他同一个教书先生，人家一次就考中秀才，他考3次都不中，证明啊，他就不是读书的那块料。老二媳妇，你有脸提张秀才，怎么没脸拿你与秀才娘子比啊？人家张秀才家的娘子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相夫教子，样样比你强。你呢，一到农忙就让老二带着几个孩子回你娘家帮忙，平日里有点啥事儿都非要把文辉忙得脚不沾地儿。像你这样的媳妇儿，她哪来的时间读书？她能考得中才怪。娘，你说这话就诛心了。每年农忙，大哥可没去我娘家干活，大哥考不中又怪谁？怪我书读的不精。二婶，说来说去，你就是看不上我二叔呗。既然看不上，为何要嫁？我眼瞎。爹，娘，大哥，老二，跪下。老大，跪下。树大分支，是爹错了。爹，爷爷，就算分家，咱们还是一家人。这个时候分家，我不同意。陈菊花，你到底在闹什么？我同意分家，但不是现在。二婶，有所得必有所失，你以为的高枝，有时候它很可能是催命符。夏夏，什么意思？你二婶为何不想现在分家？二叔，西厢房住着2个京城落难的读书人，二婶想让小雪给人当妾。陈菊花，让小雪给人当妾，亏你想得出来。当妾有什么不好？给有钱人家当妾，吃得好，穿得好，夏天热不着，冬天冻不着，怎么都比嫁给你这样的泥腿子当正妻强。说到底，你就是看见你手帕交给城中周员外当妾，过得比你好，你心中不平衡了。对，我就是不平衡了。当初我嫁给你，日盼夜盼，盼你考中秀才，能让我在他面前扬眉吐气。可最后呢，我那手帕交长得不如我，给城中周员外当妾，他养的是珠圆玉润，他生的儿子一年到头的肉不断，养得高大白净，在城中最好的书院读书。我嫁给你，饿的是面黄肌瘦，我生的儿子一年到头的吃糠咽菜，养得骨瘦如柴。我在这个山沟沟里上足学，林文慧，我这辈子选错路毁了，我万不能让小雪再走我的老路。小雪给人当妾，那就是主家的一个玩意儿，这条路没有你想象中的好走呀。什么不好？给有钱人家当妾，吃得好，穿得好，夏天热不着，冬天冻不着，怎么都比嫁给你这样的泥腿子当正妻强。说到底，你就是看见你手帕交给城中周员外当妾，过得比你好，你心中不平衡了。对，我就是不平衡了。当初我嫁给你，日盼夜盼，盼你考中秀才，能让我在他面前扬眉吐气。可最后呢，我那手帕交长得不如我，给城中周员外当妾，他养的是珠圆玉润，他生的儿子一年到头的肉不断，养得高大白净，在城中最好的书院读书。我嫁给你，饿的是面黄肌瘦，我生的儿子一年到头的吃糠咽菜，养得骨瘦如柴。我在这个山沟沟里上足学，林文慧，我这辈子选错路毁了，我万不能让小雪再走我的老路。小雪给人当妾，那就是主家的一个玩意儿，这条路没有你想象中的好走呀。那也比嫁给泥腿子强。林文慧，你毁了我，万不能再毁了我的小雪，不然我跟你没完。二婶，我们不拦着小雪盼高枝，但你们也不能破坏我的默书计划。你凭什么跟我提条件？二婶，你不配合我，我就让我大哥二哥日夜的谨慎照顾那2个人，没有机会，我看你们去哪儿攀高枝。哼，配合你就能给小雪提供机会？这要看对象是谁。那个姓龚的年岁大，一看家中就有正妻，若是给他当妾，
他的正妻或许会报复咱们。哼，难不成他还敢杀人放火？我那手帕交的家中同样有正妻，过得还不如他好呢。女子嫁人夫为天，只要小雪得宠，再生下个一儿半女，将来他的儿女有出息，咱们娘家也跟着风光。二婶，那为何不选那个姓陆的？年轻未婚，小雪的机会岂不是更大？你懂个屁！那个姓陆的样子一脸寡情相，这样的男人呀，一看就不好驾驭。二婶，我听刘婶说，越寡情的男人动感情越认真，不如让小雪都试试。你真的愿意帮助你堂姐？爹，我想分家，现在就分。大哥，老二，分吧。爹想多活2年。爹，我想休妻。林文慧，你凭什么休我？你毁了我一生，你凭什么休我？凭什么？爹，你往后退退，别影响他们发挥。爷爷奶奶，我扶你们出去吹吹风吧，让他们好好打。刘婶说，打是情，骂是爱，夫妻床头打架床尾和的。夏夏，以后少与长舌妇混在一处。老二，你住手！爷爷，你别急。刘婶说，牙齿还经常咬到舌头，夫妻间有矛盾很正常，你气坏自己就不知道了。老二媳妇儿，我家老二手善，舍不得对你下死手，瞅瞅你把他脸给抓的。哎，奶奶，打不得。刘婶说，夫妻床头打架床尾和，婆婆帮儿子，矛盾会升级，后果更严重。你看看他把你二叔挠的，这还能见人吗？不能。西厢房那2人看见我二叔这张脸，就算小雪再温柔体贴，他们怕是也不敢亲近。林文辉，为了我家小雪，我暂且放你一马。我吃糠咽菜这么多年，供你读书，给你生下2儿2女，你凭什么休妻？一你不孝顺父母，二你煽动，三你口出恶言，7出7项休妻理由，你已经触犯其中3条。呸！你少拿这个吓唬我！你毁了我一辈子，想休妻，先问问我娘家答不答应。今日之事，你们谁都不能说出去，坏了我家小雪好事，我跟你们没完。那我二叔这张脸出去怎么解释？那就别出去晃，正好去我娘家收麦子，等脸上的伤好了再回来。二叔，你看二婶的战斗力多高呀！你一打不赢她，二不能与她和离，总不能让爷爷奶奶跟着受气，还是分家吧。林立夏，二婶，我没二叔那么多顾忌，而且呢，下手没轻没重的。你要是敢动我们家夏夏一下，我这拳头那可就不长眼了。林文辉，你这个窝囊废，你是死人啊！任由你侄儿欺负我。爹，儿子不孝，儿子无能，儿子娶了个无理取闹的泼妇，让你们受委屈了。文辉，是娘错了，娘当初眼下给你选错了媳妇儿，这真是作孽呀！娘，不怪你，怪儿子没用，他看不上儿子，才敢如此作践。老二，别哭，男儿有泪不轻弹。大哥，弟弟没用，爹娘养老就靠你了。文辉啊，无论你做任何决定，我和爹娘都支持你。日子啊，总得朝前看嘛。谢谢大哥。爹，娘，分家吧，以后你们就跟着大哥。儿子不孝。不行，我不同意这个时候分家。分不分家，轮不到你说话。你不同意就回娘家去。林文辉，你给我等着。二婶，等一下。林立夏，今晚的闹剧你满意了？二婶，你一人私赢了一屋子人，你怎么还委屈上了？死丫头，要不是你多事，我又何须与你二叔撕破脸？二婶，你与二叔的事是你们自己积怨已久，你可别倒打一耙哦。死丫头，仗着你爹你哥宠着你，你就目无尊长，顶撞长辈，以后谁敢娶你？不劳二婶费心，提醒二婶别忘初心。死丫头，你敢胡咧咧，我就……死丫头，你到底想怎么样？二婶，分家，我给小雪创造机会。二婶，逼急我不介意让你鸡飞蛋打，竹篮打水一场空。二婶，不信
你可以试试看。陛下，这时候分家，公子问起来，我该如何跟他解释啊？小雪说的对，这个时候分家肯定会惹人猜忌。那就等麦子收了再分家，到时候直接跟人解释，这是咱们早就计划好的。叶立夏，你回来！我打眼你还不行？二婶，既然大家已经撕破脸，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也不耐烦，不如咱们先分灶，各吃各的。可以，我要现在的灶，你们另起炉灶。行，小锅归你，大锅归我们。不行，大锅归我，小锅归你们。奶奶，小锅就小锅，大锅咱们买新的。我要小锅，大锅你给我买新的。你奶奶，气坏身子不值得，蒸完麦子咱们就彻底分开过，以后呀，眼不见他心不烦。哎，还是我们夏夏懂事大气。奶奶听你的。穷大气有屁用！奶奶别理他，他自己没本事就会怨旁人。等咱们与他分家了，我肯定赚好多银子，给你穿金戴银，咱们眼红死他。哼，就凭你痴人说梦。陆基善，你右腿歇一晚上，明天就应该能正常使用。你想不想要一副拐杖？拐杖有什么用？特制的拐杖，你能移动几步，亦或者你想要推着走的椅子，也不是不可以。你有什么条件？公子，你想不想要拐杖或者是移动的椅子？你有什么条件？我想要一份秋闱考试秘诀，比如秋闱会考哪些项目，考生应该熟练的掌握什么。这不难，给我3日时间，我要会移动的椅子。蠢货，会移动的椅子没人推，还是不会动。不用3日，笔墨准备够2日即可。我要特制拐杖。二婶，分家，我给小雪创造机会。二婶，逼急我不介意让你鸡飞蛋打，竹篮打水一场空。二婶，不信你可以试试看。陛下，这时候分家，公子问起来，我该如何跟他解释啊？小雪说的对，这个时候分家肯定会惹人猜忌。那就等麦子收了再分家，到时候直接跟人解释，这是咱们早就计划好的。叶立夏，你回来！我打眼你还不行？二婶，既然大家已经撕破脸，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也不耐烦，不如咱们先分灶，各吃各的。可以，我要现在的灶，你们另起炉灶。行，小锅归你，大锅归我们。不行，大锅归我，小锅归你们。奶奶，小锅就小锅，大锅咱们买新的。我要小锅，大锅你给我买新的。你奶奶，气坏身子不值得，蒸完麦子咱们就彻底分开过，以后呀，眼不见他心不烦。哎，还是我们夏夏懂事大气。奶奶听你的。穷大气有屁用！奶奶别理他，他自己没本事就会怨旁人。等咱们与他分家了，我肯定赚好多银子，给你穿金戴银，咱们眼红死他。哼，就凭你痴人说梦。陆基善，你右腿歇一晚上，明天就应该能正常使用。你想不想要一副拐杖？拐杖有什么用？特制的拐杖，你能移动几步，亦或者你想要推着走的椅子，也不是不可以。你有什么条件？公子，你想不想要拐杖或者是移动的椅子？你有什么条件？我想要一份秋闱考试秘诀，比如秋闱会考哪些项目，考生应该熟练的掌握什么。这不难，给我3日时间，我要会移动的椅子。蠢货，会移动的椅子没人推，还是不会动。不用3日，笔墨准备够2日即可。我要特制拐杖。没问题，3天时间，你们各自写一份，谁写的最快最好，谁有优先选择权。椅子和拐杖随便挑。当度假还不错，当渡劫那就全身上下哪都不好。夏夏，你不睡觉，坐在那儿干什么？二叔，你这么晚去哪儿？上山找几块能用的石头，明日垒灶台用。二叔，天黑，山上蛇虫多，你若是出点事儿，堂弟怎么办？二叔，要不我跟你一起上山，再喊上我大哥二哥。不用，夏夏说的对，晚上蛇虫多，不去了。二叔，你帮我个忙。什么事？二叔，你在这儿等着我。二叔，你手巧不巧？夏夏，这是什么？网呀，编得好，用处可大了。二叔，我教你，你先接着这个编，咱们呀先编个小的抓鱼。夏夏，鱼又腥又臭，不好吃。二叔，没事儿，这个编完，你再给我编个大的，咱们逮兔子，兔子肉好吃。二叔，你先编，我去就来。二叔，你吃兔肉？夏夏，哪儿来的兔肉？山上捡的兔子。兔子从菜花蛇嘴里抢的。二叔，今天是小雪给你藏了兔肉，我跟她争论起来，
才有后面那些纠纷的。二叔，今天是小雪给你藏了兔肉，我跟她争论起来，才有后面那些纠纷的。夏夏，二叔心中有数，今日之事不怪你。夏夏，二叔是不是很没用？二叔，那你觉得什么人有用？二叔读书近20年，屡考屡不中，一事无成。张秀才与二叔同期，他只考1次就考中秀才。二叔觉得像张秀才那样就是一个有用的人了？夏夏觉得不是吗？二叔，听你的口吻，张秀才考中秀才也有10年左右了吧？有。那他没考中举人，跟别人比，他是不是也很没用？话不能这么说，他考中秀才，他家农田能全部免税。二叔，农田的麦子都同一时期种下，为何有些早熟，有些晚熟？有些地肥沃，有些地贫瘠，有些除草及时，有些除草不及时，各种因素造成了差异。二叔与张秀才能一样吗？二叔，就说奶奶养的大公鸡吧，一开始红毛鸡长得快，花毛鸡不咋长，你看现在长不过花毛鸡的红毛鸡早就被奶奶卖了换银子，只剩下个头最大的花毛鸡。二叔，只要你不放弃，好好读书，说不定你就是那只留到最后的花毛鸡，咱直接从秀才一路考到举人。夏夏，咋能将二叔比作花毛鸡？二叔，我就是打个比方，别在意细节。我是想说，二叔大器什么来着？大器晚成。夏夏，你怎么让你二叔摸黑给你编渔网啊？大哥，夏夏是好意，忙起来我心里就没有那么乱。夏夏，你早点去睡，能长高。爹，天天啃野菜疙瘩馍，睡一整天我也长不高。夏夏，是爹没用，没能早日考中秀才。哎呀，爹，我刚刚好不容易说服二叔，你咋也开始自暴自弃了？爹，你别灰心，等麦子熟了，我就想法子赚钱，让咱们全家都能吃上肉。你们读书人每天都能吃上个蒸鸡蛋补补脑。哎，咋蒸鸡蛋还能补脑？哎，夏夏，你听谁说的？忘记了。哎呦，他爹，早知道蒸鸡蛋能补脑，我就不卖鸡蛋换银子了。说不定啊，他们早就考中秀才了。明天起，鸡蛋留着给他们吃。爷爷奶奶，爹，平时这个点儿，你们不是早就睡了？嗨，你进屋翻找渔网，动静那么大，哪儿还能睡得着？老二，夏夏说的对，你呀就是那个大器晚成者，千万可别灰心呐。娘，你不嫌弃我这些年拖累这个家？你这孩子说什么傻话呢？没考中秀才的人多了去了，个个都不活了。奶奶，我上山挖野菜去了。哎，夏夏，等一等，今天咱们喝白米粥，奶奶啊给你烙个白面饼。不挖野菜了？哎，先不挖，家里呀还有一些。你爷爷说这2天呀可能有雨，咱们得赶紧把地里的麦子给抢收回来。奶，那我帮你做饭。夏夏，你爷爷和你爹他们都已经下地了，奶奶也想去地里帮忙。奶，我明白了，早饭交给我，绝不让大家饿着。夏夏，饭呀能做熟就行。立夏，咱们能不能先不分灶？为什么？立夏，奶奶他们忙着收麦子，你做饭，我怕公公子吃不惯。你嫌我做饭不好吃？你怕我饿着你的公贵人？立夏，咱们不分灶，我帮你做，你还省劲儿。谁稀罕？一边去，别耽误我发挥。做饭很难吗？哎，立夏，鸡蛋要留着卖钱，给爹他们读书用。你放这么多鸡蛋，你管好你自己吧。这么长时间，你的锅烧热没？立夏，这些野菜是我昨天挖回来的，你灶台下的柴火还是我二哥上山捡回来劈好的，我说什么了？立夏，没有野菜，我娘回来吃什么？咱家出门就是后山，山坡上野菜一茬一茬的，我给你看着火，你再去挖些回来。
不行，后山的野菜太老了，我娘吃出来会骂我的。哎呀，给你，林小雪，你不准动我的火，也不准动我的锅，我去就回。啦啦啦啦啦啦啦。哎，难道这儿的人不吃木耳？正好挖回去烙韭菜饼。一转身正要朝回走，就看见林家厨房的方向冒起了浓浓大烟。他撒开腿一路狂奔。林夏，我还好没着火。林小雪，怎么回事儿？林夏，我看你把火弄到最小，我怕你的饭煮不熟，我就想帮你把火升大些，谁知道你这么久都不回来，我又怕你把饭煮糊，就想着把火再弄小一些，所以你用水扑到我的灶台下。看着林小雪点头，林立夏扶额。你这么闲，你自己的饭煮好了没？林夏，我不是故意的，你是不是生气了？林夏，你别生气，我把我煮好的粥让给你。不许哭！林小雪，你真是个人才。林夏，要不我跟你换换，不能让公子吃糊的。滚一边！林夏，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是想帮你。林小雪，你再哭，我用柴火堵你嘴了。林夏，你怎么这么凶？林小雪，你再哭，信不信我给你的公贵人碗里下泻药？林小雪，咱们井水不犯河水。林夏，你烙的饼好香啊，香也不给你吃，做你自己的饭去。林夏，你放进饼里的野菜，咱们从没吃过，有没有毒啊？有毒，剧毒无比。林夏，那万一吃坏公……哎呀，赶紧做你的饭去！你要是担心，就让龚信泰吃你做的饭。林夏，你说真的？林夏，黑菜不能吃，有毒的。你放心，绝对不会让你的公贵人吃。哎呦，夏夏，你做什么饭菜呀？怎么这么香？奶奶呀，口水呀都快掉下来了。奶奶，快尝尝，好吃不好吃？好吃。我们夏夏长大了，做饭呀比奶奶做的都好吃。你爹他们有口福了。放那么多的鸡蛋，又放那么多的猪油，能不好吃吗？奶奶，咱们吃饭吧。我去给他们检查一下伤口，看看恢复的怎么样。哎呀，糟糕！我早上出门急忘了他们两个。李春，过来给我搭把手。没成亲，这性功能就是好。这个不知羞的乡野丫头，怎么可以肆无忌惮地盯着男人那个地方看呢？还看得目不转睛的。这林家人到底怎么教女儿的？连女儿家的基本礼仪廉耻都不懂。嘿，又瞪我！陆金慎，寄人篱下，别太嚣张。夏夏，吃饭。爹，我去给他们送饭。夏夏，人都有落难的时候，今日你帮他们，他日咱们落难也能遇到贵人帮忙。爹，我不奚落他。站住！我家我还不能进？再换药。换药就不能进去？男女授受不亲，你们不教他这些？我们山野地方没那么多讲究。饭后进来，我教你。你教我什么啊？礼记。我不学。为什么不学？不想学，哪有那么多的为什么？你这样不知礼数，没有好人家敢娶。关清何事？陆金慎，你做好答应我的事，其他的别操你不该操的闲心。不知好歹的女人。伤口已经结痂，不要扯住伤口，再有10天半个月就能长好。多谢，快看看陆公子的伤。陆金慎，别挡着门，快进去。别进来，我要换药。要赶在下雨前把麦子给收回来，来不及换洗衣裳。多谢先生出手救治，今日之恩，来日必将重金酬谢。不必如此，药方是师傅教的，药材是山上挖的，没花什么银子。爷爷，话不能这么说。正值农忙抢收麦子，咱们的时间比黄金还珍贵。有些人书读到狗肚子里，我爷爷农忙回来饭都顾不上吃，先给他换药，他还有脸嫌弃我爷爷汗味重，什么人品？没有教养的乡野粗鄙丫头，说话真挑人痛处戳。一家子没见识的粗人。
不知道讨好我能得到的好处，远比什么地里的农活多。愚蠢至极。夏夏，你肚子饿了吧？夏夏，爷爷饿了。好，咱们这就去吃饭。林兄，失礼了。公公子稍等，我出去看看。林兄，我想洗个手。林兄，我也想洗个手。不好吧？我们山野人家的水脏，省得寻找公子。林兄，方才是在下失礼，在下平日爱整洁，对不住老先生，给林兄赔不是。就用这个洗吧。这公公子啊，我们山野人家的水取之不易。二哥，让公公子用这盆干净的水吧。公公子，你先洗手，我去给你端饭。有劳林姑娘。不麻烦。像公公子这般年岁，家中孩子是否已经启蒙？林姑娘，我肚子饿了。啊，饭马上来。林兄，像我这般家世，3妻4妾实属正常。林家姑娘能进公家门，也是林家的造化。呵呵，好大的恩赐哟！你公家多高的门槛，一个妾室都是造化。陆基善，都是京城人，你应该听说过公家。说说看，他们公家什么来历？陆基善，吃人嘴短，拿人手软。想继续吃我做的饭，最好配合些。京城公家几年前好像出过一个探花郎，他很幸运，比你早出生几年。什么意思？你学识比他好，长得比他俊。若是同期考试，皇上要是眼不瞎，应该会点你做探花郎。林立夏，学长，放肆！林姑娘，你知不知道，你刚才那句话会让林家灭门之灾？我们山野姑娘没有那么多的讲究，两位应该也不会无聊到去告状吧？就算去告，皇上日理万机，应该也没空搭理我一个山野姑娘。再说，我刚才就是打个比方，我们寻常百姓的日子过得这么苦，一天2顿饭都吃不饱，偶尔骂一骂皇上，情有可原吧？强词夺理，大逆不道。百姓过不好，为何骂皇上？欲戴皇冠，必承其重。他是皇上，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就应该承担起治理国家的责任，让百姓吃饱穿暖。欲戴皇冠，必承其重。林姑娘，这句话谁教你的？我听别人说的，难道不对？何人能说出这样有深度的话？不知林姑娘可为在下引荐？不可以，因为我也不知道去哪儿寻他。你在哪儿遇见那人？那人长什么样？多大年岁？山间碰巧遇见，仙风道骨，看着少说也有100来岁。他在山上做什么？他说采药炼丹。公公子，你先吃饭吧。为何饭菜不一样？林姑娘，我想与陆公子吃一样的。公子是嫌弃小雪做饭不好吃吗？公子，这是小雪特意为你准备的。公子竟然如此嫌弃。对呀，真不知好歹。小雪，她不吃，你就让她饿着，亦或者给鲁基慎吃也行。没有嫌弃，味道很好。陆公子，真的很好吃，你要不要尝尝？不用，你喜欢就好。那公子晚上想吃什么？我给公子煮鱼汤怎么样？好，陆公子要不要喝鱼汤？不用，我喝不惯。鲁基慎，你脑子被驴踢了？是，你还有脸吃？你是不是忘了答应我的事儿？我不会，我敷枕巾。你跟人家顾行泰学着点儿。哎呦，他怎么找了个这么笨的猪队友呢？鲁基慎，你怎么这么笨？小心孤独终老。唉，夏夏，谁惹你生气了？一个笨蛋。夏夏，你怎么用起阳草做饼？起阳草？哦，爷爷，这个没毒，我早就尝过。夏夏，以后莫要用起阳草做饼。为何？爷爷，我打算将这个起阳草种在院子里，咱们10天半个月就能收一茬。方才的饼是起阳草做的，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家夏夏做的饼很香，很好吃啊。传闻起阳草对男人眼疾有奇效，不可多食。爷爷，不是吧？就因为起阳草有壮阳之效，你们就都不吃了？夏夏，女孩子不要开口就是不雅之词。爷爷，你说的对。他爹，这起阳草没毒吧？没事。没毒，你这么严肃干什么？我们夏夏忙活一早上，做一大桌子饭，你不夸他2句，怎么还怪他？夏夏，爷爷帮你种起阳草。不用，很快就种好。爷爷，我没生气。夏夏不怪爷爷。不怪爷爷，这里的人都不吃起阳草。没事，吃那个会被人笑话。夏夏，咱们也不吃吧？不行，爷爷，不要人云亦云。
启阳草对肝脏好，还可以补肾阳，吃了强身健体。夏夏，传扬出去。爷爷，咱们关上门过日子，为何总在意别人的看法？爹，我先去地里了。夏夏，天热，那个启阳草的饼不宜多吃，晚上还是弄点其他吃的。奶奶，还有镰刀吗？我也去地里割麦子。哎，不用，你留在家里做饭。黎川，你挑满水呀，再去地里啊。奶奶，我能去割麦子。笑笑，咱家割麦镰刀不够。二哥，不好啦！笑笑，别慌，喘口气儿，慢点说。二哥，有人在搜村，赶紧将他们挪到地窖中。笑笑，那要是被人搜到咱家地窖，他们也藏不住啊。二哥，你快背他们下去，我想办法把那些人支走。二哥，先背鲁吉慎下去。好，抓稳了。林姑娘，那些人穿着什么样的衣服？黑衣锦服，具体没敢细看，可是寻你的。劳驾林姑娘扶我一下，以免给林家招惹麻烦。公子，小雪扶你。走水啦！走水啦！快帮我救火呀！这群丧天良的外乡人，我们家好心救他们，他们不但不付诊金，还烧我们家的房子。人呢？跑了，烧了我们家的房子跑了。好汉，能不能帮我救救火呀？松开！那人朝哪儿跑？不知道。大哥，求你帮忙救火。滚开！仔细搜，不要错过任何蛛丝马迹。遵命。哎，丽夏，你在哪儿呢？哎呀，这好端端的，怎么着火了？周婶儿，是我家救的那2个外乡人，他们放火烧了我们家。哎呦，这好端端的，为何烧你家呀？不知道呀，这把火烧的我心里乱糟糟的。他们烧到哪儿？我爷爷说，一个中了软筋散，摔断了一个胳膊，另外一个胳膊和腰上各中了一箭。2个人。好汉，你派人帮我救火，我再告诉你另外一件别人不知道的事。敢跟我谈条件？好汉要杀就杀吧，我家房子着火烧光了，我不死也会被我爹打死的。这些够不够？说。一开始是2个人，昨天夜里后半夜我起床去茅厕的时候，看见后山藏着好几个黑衣人，好像是来接应他们的。有多少个人？不知道，天黑我不敢数。小丫头，你最好没骗我。不敢，银子还你。搜山。我家的房子啊！我好心没好报，这丧天良的外乡人。哎呦，夏夏，别哭了。幸好啊，你家西厢房是石头盖的。哎呦，就是可惜了屋内的床和桌椅呀。是啊，幸好是石头房子，只有屋内家具在燃烧，不然这火烧起来那不得了啦。哎，夏夏，你快看，那些人又回来了。好汉，你们是帮我救火的吗？我家的火灭了。爷爷说的没错，世上还是好人多。好汉，你们渴不渴？我给你们倒点水。小姑娘，你在何处救回那人？好汉，我帮你带路，你能不能帮我找到那个外乡人，让他赔我家的家具钱？这些银子你拿着。好汉，你的银子我不要，我怕你等会儿又抽刀。好汉，冤有头债有主，我给你带路，你找到那人，让他把银子赔给我。让你拿你就拿着。谢谢好汉。好汉，那个外乡人就掉在这个坑里，你快看，地上的血还是他流的。对了，他掉下来的时候还砸死了一条菜花蛇，然后来了3条菜花蛇咬他，幸好被我二哥救了。可恨这个外乡人恩将仇报，烧我家的房子。好汉，你们真的能帮我抓到？闭嘴，聒噪！他越跑越快，扭头一看，身后无人追拦。夏夏，这好端端的西厢房怎么着火了？西厢房的2位公子呢？爹，他们跑了，跑之前还把咱们家的房子给烧了。这他们怕仇家追杀，趁机弄出一些乱子好脱身，恐怕也是无奈之举啊。爹，大哥，虚惊一场，你们赶紧去地里收麦子，西厢房我来收。夏夏，你二哥呢？还有你堂姐呢？去沟浑河抓鱼了。爹，你们先去地里割麦子，我下午给你们送饭。夏夏，你吓死二哥了！你怎么把房子给点了？二哥，不点房子，我怕他们搜得太仔细，就搜到咱家地窖了。也是，幸好夏夏机警，他们怎么办？挖个坑埋了。
陛下，林小雪满脸震惊地看着他，半个身子靠在宫刑太身上。有我在，绝不许你伤害公公子，一边去！林立夏一肚子火，都什么时候了，林小雪还只顾勾搭宫刑太。姓宫的，你到底是什么人？林姑娘，在下不是坏人，在下乃朝廷命官。朝廷命官？你，朝廷命官？为何被人追杀？方才那些人，也可能是寻陆兄的。姓陆的，你又是什么来历？镇北军陆家。你是镇北军陆家二公子陆定坤。镇北军二公子？我最崇拜镇北军了。二公子，不知可否能推荐我去镇北军营啊？二哥，他满嘴胡咧咧，头次见面就用假名忽悠咱们，谁知道哪句真哪句假？我小时候爱吃鸡肾，陆鸡肾是我的小名。这个扳指上的肾字又是怎么回事？这扳指是我表弟的。表弟？宫大人，你可知陆二公子的表弟是谁？名字是否带一个肾字的？不知道。镇北军陆家是当朝权贵，与之结亲亦是权贵。四皇子生母出自陆家，他若真是陆定坤，他表弟的名讳在下不知，也实属正常。这么说来，你还是皇亲国戚？掌心的茧是常青沃剑磨的？是。堂堂镇北军也会兄弟戏强？林姑娘，说话揪着别人的痛处戳，实属不妥。夏夏，宫大人说的对呀，你看他这气度，看他这身量，应该就是陆家二公子没错了。陆公子，追杀你的人不会善罢甘休，你们有何打算？不知林二公子可否帮个忙？二哥，你跟我出来。夏夏，我不许说话。林立夏凶巴巴地打断林立春的话。二哥，你傻不傻？下次别人请你帮忙，你至少等别人把话说完。夏夏，你不想二哥帮他？二哥，那些黑衣人的腰间个个都带着刀，稍有不慎就拔刀相向，那是一般人吗？你有几个脑袋够他们砍的？夏夏，那陆家二公子总不能让二哥去送命吧？最多就是让二哥跑个腿儿。谁知道呢？人心叵测。二哥，每个人的命都只有一次，不要做一腔孤勇的事。陆兄，夏夏，那你想二哥怎么做？二哥，凡事不要冲动，要学会权衡利与弊，利大于弊又不伤及性命，可做。夏夏，这样岂不是唯利是图啊？唯利是图好过搭上性命。反正地窖的那两个人都不是什么善茬。你听我的没错。夏夏，你担心那个梦？二哥，咱们先下去。宫大人，陆公子，我不管你们两个人有何来历，之前你们发过的毒誓一样作数。我想护家人平安，与你们平安度过此劫，可谓是目标一致。我可以让二哥帮你们，前提是我二哥必须安然无恙。传信而已，没有危险。可以，等麦子收完就去。不行，现在就去，必须尽快将你说的谎圆过去。我说的谎？你在地窖竟能听到上面的对话？哼，书中说习武之人听力极好，竟是真的。夏夏，我上去给他拿笔墨。小雪，宫大人已娶妻，你近身照顾他，会污了宫大人的清名。小雪，镇北军驻守边境劳苦功高，陆公子此番遇难，也恰是咱们感恩镇北军的时候，你应当尽心尽力地照顾陆公子。陛下，我照顾宫大人，你照顾陆公子。宫大人，我堂姐温柔体贴，善于照顾受伤的病人，我善于给人添堵。以你之见，让谁照顾陆公子合适？既然知道自己善于给人添堵，就应该闭上嘴，少说话，多做事，学着做一个温柔体贴的女子。宫大人，你不想让我堂姐照顾陆公子，你怕抢不赢陆公子？你不要瞎说，我没有与陆公子争抢。小雪，听懂了没有？宫大人让你近身照顾陆公子，你还不过来？宫大人，哼，小雪，陆公子又不是洪水猛兽。林立夏，我不喜女子靠我太近，欠下林家的枕巾，我10倍偿还。鲁基慎，你说话不算数，出尔反尔。夏夏，这有我呢，你去忙别的吧。不去，我就在这儿看着，免得你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背过身，龙飞凤舞地写满了一张纸，用拇指上的扳指盖上了一个印记，示意林立春靠近。林二公子，记下方才的地址，此信不可拆开，不可丢失，可毁尸灭迹，否则这林家是灭门之祸。那这封信我二哥不送了。不送？
你们或许活不到明天。危险早在你捡回我们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照我吩咐做，我保林家余生无忧。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谁反悔谁是小狗。二哥，这些钱你带上，记住，信可以毁，命不可以丢。林立夏不放心二哥，将早上省下来的韭菜饼全都给林立春带上，一直看着林立春骑着小毛驴出村，才掉头朝着勾魂河的方向走去。各吃一顿啦！好汉，你们是不是抓到外乡人了？我家的枕巾。聒噪，可曾捡到令牌？没有。林立夏连连摇头，一脸的失望。我家的枕巾又飞了，要赶紧将这些鱼处理了，给那些寻找令牌的黑衣好汉们喝。要是他们喝得高兴，就能帮我快些追回枕巾。什么味道？这么臭！好汉，这是鱼，我想煮个鱼汤，报答好汉方才银子的恩情。于墨嘴角一抽，这么腥臭的东西，确定是报恩，不是报仇。仔细搜。好汉，你别走啊，我还没报恩呢。快上山再找找。有那么臭吗？一个个比兔子跑得还快。找不到令牌还会再回来吗？林立夏不停地朝山上张望，确认那些黑衣人不会再回来，背起背篓上山去挖野菜。这是块烫手山芋吧？林立夏翻来覆去看了许久，决定将令牌就地埋在他捡到的地方。立夏，你不是不喜欢吃鱼吗？立夏，你是不是生气了？是。立夏，你为何总是撮合我跟陆公子呢？你为何总是认准那个已婚的？立夏，陆公子太可怕了，他的眼神就像刀子一样。我喜欢龚大人这样的。小雪，龚大人家已有正妻。立夏，就算是换做陆公子，以咱们的出身，也只配给他当妾。立夏，我不想一辈子窝在山野，同样是当妾，我想选一个自己喜欢的。立夏，既然你这么欣赏陆公子，不如你给他当妾。滚一边，我给他当祖宗。立夏，我是为了你好，你怎么凶我？像咱们这样的人家，你错过这次机会，你一辈子也寻不到这么好的人。我谢谢你啊，你可以闭嘴了吗？林小雪，你再敢当我的面嘤嘤嘤，我就把你的糗事儿说给那个姓龚的听。立夏，你不管陆公子和龚大人了，不是还有你吗？地窖中的两人没有闻过林立夏煮的鱼汤味儿，或许还能吃下他煮的鱼汤。立夏，你至少告诉我，你的鱼汤是怎么煮的这样香？去内脏。夏夏，今日怎么这么早送饭啊？爹，喊爷爷他们先吃饭。夏夏，你是不是记错时间了？吃太早呀，晚上容易饿。奶奶，农忙，吃饱肚子干活不伤身。哎呦，夏夏长大了，懂得心疼人了。哟，夏夏，你这鱼汤是怎么煮的？奶奶头一次喝这么鲜美的鱼汤呢。夏夏煮的鱼汤也太好喝了。林文慧，同样是做鱼汤，咱家小雪用个厨房，你娘能奚落许久。你再看看换成林立夏，同样是又腥又臭的鱼汤，一家人都能夸出花来。哼，这偏心眼儿都快拼到胳肢窝了。二叔，喝点鱼汤，补充点体力。夏夏，已经分灶，二叔吃你辛苦备来的鱼汤，不妥。二叔，我捞鱼的网还是你给我编的，你不喝是不想给我编网了？二叔喝。夏夏，你如何将鱼汤做得如此鲜美？哼，又一个偏心眼儿。哼，老儿媳妇儿，我家夏夏做的鱼汤味道怎么样啊？没尝出味儿。立夏，你再给二婶倒点尝尝。脸皮真厚。林立夏懒得搭理陈菊花，转个身朝着农田走。夏夏，你二哥呢？夏夏，你说他们一个是龚大人，一个是陆家二公子。爷爷，我怕那些黑衣人回来，人啊藏在咱家地窖呢。夏夏，人藏在家中地窖，太委屈他们。能保住命已是大幸。爷爷，咱们野梅山有没有什么隐蔽的山洞？还真有一个，不过得等你二哥回来才能背他们过去。等吧。
姓陆的，你到底让我二哥去哪儿了？为何一走5日都没有音信？莫急，他若机警，再有3、5日就能回来。还要3、5日？我家粮食都快被你俩吃光了，你们见多识广，快给我想个生财之道。林姑娘，本官乃正经的读书人，怎么会营营苟且的经商之道？你看不起经商者，凭什么？本官没有看不起经商者，只是觉得经商之道与读书人无关。你用蝇营狗苟形容经商，本就是瞧不起经商者。做什么能无本万利呢？卖字，卖画。不行，这玩意儿要人死了才值钱。对了，画本子。不会。有手一学就会。你取个笔名，没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不写，待你二哥回来，我自会把枕巾付给你。不写也行，我做的饭一口也不给你们吃。我可以给你画字画。不要，那玩意儿华而不实，找不到冤大头，卖不出高价。林姑娘，本官可以给你写画本子抵饭钱，但你不能向外人透露一句。放心，不透露，绝不透露。待你们2人商好离去时，咱们桥归桥，路归路，见面不相识。龚大人，写画本子不是做学问，你要写得通俗易懂，雅俗共赏。你若不懂，先看看我大哥写的，再看看人家陆二公子写的。实在不行，你就提炼我大哥这本书的精髓，换个身份，换个花样，用你的写作风格再写一次。林姑娘，你看这段可以吗？龚大人，你是不是故意的？你怎么连抄都抄不明白？你看看人家鲁基慎，我只跟他讲过1次写画本子的要点，人家就能写出穷书生靠读书考中状元，得到公主赏识，一跃成为驸马爷的畅快人生。你再看看你写的，人生是什么？落魄穷书生，清贫农家女。故事线呢？清贫农家女吃糠咽菜，供落魄的穷书生读书。你搁这儿感动谁呢？林姑娘，本官用这个抵饭钱。拿走拿走。龚大人，我拜托你上点心，我要钱，要很多钱，要买粮过冬。林姑娘，再有1个月，本官商好就能回京，彼时在下定会重金酬谢。你干脆画饼充饥得了，想搁我这儿空手套白狼，做梦！龚大人，我不管你多大的官，你想吃我做的饭，就想法子给我挣钱抵饭去。陆公子，你甘心被一个乡野丫头奴役？没人逼你，你可以不吃他做的饭。陆公子，林立夏放着咱们这样的富贵人家不攀附，一门心思奴役咱们，给他挣这点小钱，他是不是傻？你可以说他唯利是图，亦可以说他无利不起早，但唯独不能说他傻。说他傻呢，就是变相承认你比他更傻。陆二公子，你太夸张了，想必你在边境住的久了，见过的女子太少。谁给你底气说这样的话？陆公子，你若不嫌弃，在下可把舍妹许给你为妻。大可不必。陆公子，你拒绝的如此之快，莫不是家中已经为你定好了正妻人选？上尉，那你是看不上龚家的门楣？是。陆公子，若你不嫌弃，舍妹为妾也行。你是想攀附陆家，还是想投靠四皇子？在下对当今四皇子十分敬仰。停！姬慎冷冽地看着龚行泰。林立夏说的没错，龚行泰确实是个善于钻营的人。龚行泰，你这次为何遇害？我无意间发现修缮望龙河的工程有人贪墨偷换材料，中饱私囊。你可有证据？证据在被人追杀的途中遗失。陆公子，我看过修缮望龙河所用的材料，放任不管，望龙河撑不到5年。龚行泰，我不答应，你这次回京当如何？实不相瞒，龚家势单力薄，绝非背后之人的对手。我只有2个选择，宁死不屈，或同流合污。林立夏，进来，你都听见了，那你说，他会如何选择？这还用说？以他善于钻营的性格，宁死不屈，哼，他可没那气节。同流合污、官升一级比较像他的做派。龚行泰，望龙河贪墨证据，算你的投名状了。陆公子放心，在下绝不辜负四皇子的信任。为何在外偷听？你搞清楚，这是我家，他要将妹妹许给你为妾，你为何不答应？我为何要答应？龚大人，是我狭义了。我方才想了想，
你写不出画本子，或许可以尝试着写其他有用的书籍，只要能换银子就成。林姑娘，在下试试看。更大人，马上就要秋闱了，许多书生都会为科考努力奋斗，你就针对这些人写一些对他们科考有帮助的书籍。若是卖出去的银子超出你的诊金，我还可以给你分成。不用。龚大人，加油，努力。晚上吃谁做的饭菜，就看你的表现哦。咱老百姓今儿晚上真呀真高兴。陆公子，世间怎会有林立夏这样的女子？她听见咱们的对话，要不要将她？忘了你发过的毒誓。如此心机深重的乡野丫头，日后谁敢娶？同为林家姑娘，还是温柔体贴的小雪更讨人喜欢。这个又凶又野的林立夏，谁娶谁倒霉。能闭嘴吗？爹，你知道朝廷修缮望龙河的事儿不？夏夏，这好端端的怎么提及望龙河呀？望龙河在青阳城外，离咱们这儿有200多里路呢。青阳城？爹，宫邢太是修缮望龙河的工部郎中，200多里路呢。他是怎么调到咱们这个鸟不拉屎的偏僻地方的？夏夏，野眉山的另一头连着官道，许是他走小路逃跑，阴差阳错落入咱们这儿的。爹，官路通往哪儿？夏夏，别想了，通往官路的小道非常的难走，而且呢危险重重。夏夏，这次秋闱啊，爹不去考试了，让你二叔和你大哥去，省下来的银钱啊，咱们买粮过冬。那怎么行？银子是挣出来的，不是省出来的。爹，村里谁的木匠活好？夏夏，你想做什么？你三爷爷的木工活最好，你二哥就是跟他学了点皮毛。爹，你将这个拿过去，看三爷爷能不能做出来。夏夏，这个是什么呀？爹，等三爷爷做出来就知晓了。夏夏，这怎么用啊？三爷爷的手很巧呀。那当然，你三爷爷年轻时给大户人家做镂空家具的，雕刻手艺一绝，可惜你二哥没学会。爷爷，你看这个拐杖如何？这是拐杖，夏夏，你如何想出来的？看板凳联想到的。我怎么没想到啊？三爷爷，快屋里坐，我正好有个事情想请您帮忙。陆基善，你要的拐杖，注意啊，你受伤的腿不能用力，挪动的时候要靠拐杖的力量支撑住身体。林立夏，你想雕刻什么字？你会雕刻，陆基善，你行呀。你这手雕刻的绝活，给人做个门牌门匾什么的，用不了1年就能攒够娶媳妇儿的钱。林立夏，你用这个做什么？你等着，是不是比抄书快？扩印书籍是个好法子啊，但是你扩印画本子不划算呐，费时费力还不一定能够卖出去。有道理，我应该扩印科考所用书籍，比一般的书铺成本低廉，我可以降低价格售卖，还能让更多的人读得起书，功德无量呀。陆基善，你去哪儿？我扶你。不用，我自己能走。陆基善，你们世家公子见识不俗，看问题能够一眼看到本质，想必你也不嫌银子扎手吧？陆基善，喝了这么多鱼汤，你想不想改善生活？三字经一共没多少个字，是孩子启蒙必读物，你帮我雕刻三字经，我给你做个你从未吃过的美食。你又想用野菜糊弄我啊？这次不用野菜糊弄你，你帮我雕刻出三字经，我买猪肉给你做饺子。饺子有何稀奇？陆基善，我调的饺子馅儿特别香，保证你吃过以后还想再吃。林立夏，你无权无势的，你确定扩印出来的三字经不会给林家惹来更大的麻烦？陆公子，咱们可以合作，我分你2成利。林立夏，你逼迫我写的画本子不要了？要，当然要。等我二哥回来，我们就进城，把画本子换成现银。林立夏，我给你指一条赚钱的快路，你敢不敢干？你先说说看。陪我在山上走走，我与你慢慢说。你等等，爹，我下山抓兔子去。夏夏，赶紧回来。知道啦。陆基善，什么赚快钱的路子？陆基善，什么赚快钱的路子？翻过野眉山，朝东5里路，有座天然的银矿。银矿？你说话就说话，你靠我这么近做什么？陆基善，你说的银矿有没有人开采？无人开采。林立夏，你若能寻到银矿，我在林家养伤期间，你能搬回来多少算多少。银矿搬回来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当银钱用？不是，要提炼。那你说个屁呀！你看我家，谁像是会提炼的样子？嘿嘿，
谁让你吃的这么肥硕，跑不动吧？兔兔这么可爱，怎么可以吃兔兔呢？小兔子乖乖，把门儿开开，快点儿开开。林立夏，山中野鸡都快被你吓死了。拿稳了，今晚带你吃鸡，鸡翅膀我喜欢吃。大吉大利，今晚吃鸡，不管用，那换一首。小兔子乖乖，把门儿开开，快点儿开开。罗金善，你看我是不是个打猎小天才？做人不能太贪心，一只兔子，一只野鸡，也算是收获颇丰。咱们回家。哎呦，我们夏夏可真厉害，能抓回活的兔子，这价格呀肯定是更高。奶奶，我想吃兔肉和鸡汤。娘，你快看看，这兔子不对劲儿啊！哎呦，夏夏，这兔子吃不得。吃不得？奶奶，咱们养兔子吧。夏夏，爹去给你搭个兔子窝。爹，干脆一步到位，搭一个大的兔子窝。咱们养它个180只。哼，说得轻巧，180只，谁割草呗？又不用你割，你操哪门子心？偏心眼儿，偏当胳肢窝。走开，别挡路。夏夏，陆公子，你腿伤没事吧？喂，陆公子，对不起。二婶，你推我干什么？要不是陆公子习武底盘稳，砸到他身上，他那条腿就废了，咱们整个林家都不够给他抵命的。我都没用多大的劲儿，谁知道你是不是故意朝人怀里钻？你个坏良心的，我家夏夏哪儿招你惹你了啊？你一天到晚逮着夏夏不放，你有气就冲着我这老婆子来呀！你冲着我们夏夏撒什么气？你个丧气鬼，差点害了人家陆公子，差点害了整个林家为你陪葬。他爹，你快出来，分家马上就分。李东，去喊你二叔回来，立刻回来。良言3冬暖，恶言6月寒。弟妹，分家之后，你再敢侮辱我家夏夏名声，休怪我上陈家讨说法。夏夏，他日后再敢欺辱你，你告诉爹，爹去他们陈家村讨说法，看他陈家的女儿将来如何说亲。林立夏，我腿疼。哪儿疼？你出来的时候锁门啦？龚行泰，开门！龚行泰，你个老不要脸的，你快开门！林小雪，开门！陆公子，我扶你去西厢房上药。爹，你先扶陆公子去西厢房。龚行泰，你再不开门，我放火烧了！大人，怎么办？雪儿，别怕，万事有本官在。龚行泰，你哥林家耍什么威风？今日这事儿你不给林家一个交代，我去京城告一状也要让你好看。夏夏，算了，这事儿啊，让你二叔处理吧。狠狠的一脚踹了上去。恶心至极啊！林立夏，你做什么？关你屁事！我踹自家的门，碍你们这对狗男女什么事？林立夏，慎言！似你这般凶悍的女人，哪家男人敢娶？关你屁事！又不吃你家的大米。立夏，你别骂龚大人，是我爱慕大人，情难自禁。大伯，立夏，一切都是小雪自愿的，小雪愿意给大人当妾，愿意给大人生儿育女。还请你们不要阻拦，请你们成全小雪，请不要为难大人。夏夏，咱们走，分家后他与咱们不相干。你们两人畜生配驴，至死不渝。爷爷，你会不会研制毒药？夏夏，杀人犯法，犯不着为他们2个搭上你的命。林立夏，莫要冲动。夏夏，咱们与你堂姐一刀2断，犯不着为她搭上命。爷爷，爹，我不是杀人，我要毒药防身。夏夏，防身也不行，毒药误伤自己，让爹怎么办呢？哼哼，你们就使劲儿灌吧，把他灌得无法无天，祸及整个林家，就等着后悔吧。好你个林文慧，你竟然敢打我，我跟你拼了！
陈菊花，你敢？哎呦，死丫头，你想谋杀呀？是谁想谋杀？你想撞死我娘？林文辉，你个窝囊废，一家人欺负我一个，我娘家人绝不会放过你们。老二，去请郑理来一趟，咱们将他送回陈家村。爷爷、二叔，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去喊李正来。夏夏，家丑不外扬，我自己送他回陈家村。爹，不要，娘都是为了我好。爷爷，不能让我爹休气。爷爷，求你看在我们姐弟的份上，不能让我爹休气。爷爷，休气，弟弟们不好娶媳妇，妹妹们也不好说亲。小雪，哎呦，我的心肝啊，你这是怎么了？林文辉，虎毒不食子，你个烂心肝的！闭嘴！爹，你给小雪看看。爹，小雪怎么样？她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啊？爹，小雪她……闭嘴！死不了，扶她回去休息。夏夏，我爷爷出去转转。爷爷，咱们顺便给兔子割点草。好。夏夏，打铁还需自身硬，人要想过得好，靠自己比靠旁人稳妥得多。爷爷，我知晓，攀高枝不如努力让自己成为高枝。我家夏夏有志气。爷爷，我爹说野梅山那头通着官路，你去过没有啊？好不好走？去过，不好走。爷爷，怎么个不好走法？山中荆棘多，除了毒蛇毒虫外，还有野狼猛虎出没。夏夏，你可不要逞能误闯。爷爷，你不会是故意吓唬我吧？吓唬你干什么？不信你问陆公子。你腿疼，跟着我们干什么？吹风，能给我换间房不？可以。陈菊花，咱们和离吧。这次分家所得的银钱，全给你。嘿，你个窝囊废！耽误我一辈子，还要耽误我几个孩子的前程。想和离，除非我死。娘，是你爹推我，他可傻欠刀的，他想跟我和离。哼，爹，你这个时候和离，让公大人怎么看我？哼，你个窝囊废，我忍你10几年，你问小雪为几个孩子，你就不能忍一忍我？爹，求你不要和离，分家后娘见不到立夏，不会再起事端的。夏夏，快住手，不能割，幸好没有损坏。爷爷，你懂得种植白芨？师傅教过我，白芨3年才能收。爷爷当年跟着郑军医时，许多士兵常常因为止血药不够，死伤惨重。六公子，咱们谈笔买卖。疯丫头又想算计他什么？怎么用这种眼神看着我？双赢的事，我保证你不吃亏。什么买卖？你先说说看，我不一定会答应。陆金善，你们镇北军很缺止血药吧？我们林家可以帮你们种植白芨，专供你们镇北军。什么条件？预付1000两白银做定金。夏夏，陆公子莫怪，我家夏夏年纪小不懂事，你千万不要跟他一般见识。林夏，这1000两定金不算难事儿，但是你可知，你若拿了镇北军的定金，到期交不出保质保量的白芨，会祸及林家满门抄斩呢。算了，这买卖不谈也罢。爷爷，咱们回家吧。爹，我有事跟你商量。爹，我不和离了，为了孩子们。糊涂啊，你糊涂啊。爹，我都这个岁数了，熬一熬孩子们就成亲了。再熬一熬，一辈子就过去了。夏夏，你认同二叔这样做？二叔，我不认同你就和离吗？二叔，话说回来，你和离后过得好不好，我又不能为你兜底。你问我等于白问。你自己的人生自己做主，自己选择的路自己跪着也要走完。爷爷劝你和离，他也不能为你兜底，他更不能为了堂弟堂妹未来兜底。你没有必要跟爷爷商量。
为难自己，也为难别人。爹，谁惹夏夏了？夏夏说的对，你的人生你自己做主，别来为难我。立冬，过来，今晚让陆公子住你的房间。陆公子，你睡床，我拆个门板将就一下。陆继慎，我大哥对你这么好，你是不是应该表示一下？怎么表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你教我大哥读书，明天早上我把鸡腿给你吃，怎么不愿意？大哥，让他继续住北厢房。陆公子，夏夏真的生气了，你看，我教。挖不成野菜，再睡一会儿。哎呀，又吵什么？林文辉，你个窝囊废！这只兔子是没分家的时候逮回来的，我说有我一半，哪儿错了？你这个坏良心的，处处针对夏夏，还恬不知耻，想要分夏夏的兔子，传出去也不怕丢人。没分家前，兔子就是家中公账的东西，任谁来了，我想要分一半兔子也占理。有道理。爷爷，二婶床底下的陶罐里藏着的银子也是家中公账的，也应该分。不就是比无耻吗？他都敢去拍老板与小财务的车震，还怕治不住一个闹事的陈菊花？爷爷，还有龚大人答应给林小雪的纳妾买资，也是家中公账上的，也应该分一分。死丫头，分家有你说话的份儿吗？玉梅啊，又管不住嘴了。分家本就是男人的事儿，是你一直在搅事儿。大哥说的对，你再搅事，我不分家，直接休妻。娘，不能休妻，就按爷爷说的分。行，林文辉，你能耐了。爹，咱们搬点石头把墙围起来吧。围，今天就围，我看着你更堵心。堵心就闭上眼。夏夏，走，咱们做饭去。夏夏，别跟眼皮子浅的人计较，平时啊就属他会算计，一到农忙就将你二叔和几个堂弟们带回娘家干活。这次小满和大寒回他娘家干活，算这时间呀都快20多天了，他还不喊他们回来。夏夏，分家后你爹和你大哥都要参加秋闱，奶奶想把那只野鸡给卖了，换粮食过冬。换吧，等会儿我跟大哥一起进城。立冬，进城后啊，看紧夏夏，千万不能让咱家夏夏让拐子给拐走了。夏夏，你呀长得好看，拐子最容易盯上你。进城后可得紧紧地跟着你大哥，不要随便与陌生人说话啊！奶奶，我保证听话，平安回来。夏夏，想吃咱就买，来一个白面饼。哎，你只要一个，烫拿稳。夏夏，趁热吃。大哥，吃撑了，剩下的你吃。瞎说，这点饼怎么会撑？大哥太累了，胃口不好，赶紧吃。哎呀，大哥你快吃，吃完呀咱们去药铺。夏夏，你怎么了？大哥，这只野鸡能卖多少？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这平时呢我收20文一斤，今天呢给你算30文一斤。夏夏，野鸡咱们卖了80文，咱们去买10斤糙米吧。厉掌柜，买不到冰你就别回来。袁小娇，城里的冰早就卖空了，我去哪儿买？厉掌柜，敢问冰什么价格？去，问了你也买不起。厉掌柜，价格合适，我可以卖冰给你。小姑娘，你真有冰？让开，小姑娘，你真有。姐姐，冰什么价格？小姑娘嘴挺甜的，跟我女儿的年岁却喊我姐姐，把我喊的呀怪不好意思的。你女儿跟我同样年岁，那你可真显年轻，这或许就是长得好看的缘故。哎呦，你这小姑娘的嘴呀真喜人。这样吧，你呢喊我袁姨，冰呢我给你算50文一块。袁姨，不知道你说的一块冰是多大，你能要多少？小姑娘不光嘴甜，做事还谨慎，就脸盆这么大，有多少要多少。袁姨，你等一下，我去取冰。夏夏，咱家没有冰啊，你拿什么卖给人家？一会儿就有了。你去问问酒铺多少钱卖。夏夏，咱们哪有银子买啊？一会儿就有了。夏夏，会不会打出来的？你只管去问，他敢打我就敢报官。骆子素，妹妹，这酒铺啊，280两白银出售。骆公子，你认识我大哥？同期同生，妹妹，买不？哥哥给你便宜10两银子。
买不起，能租我3天不？妹妹，你看哥哥像是缺这点租金的人不？骆公子，你这家酒铺为何转让？这穷乡僻野的事儿多，卖了酒铺，哥哥就能专心读书，赶明儿再考个状元郎什么的，就有机会娶公主了。有志气。骆公子，我看你这身穿衣打扮，好似不缺银子啊。谁说的？哥哥缺银子，可缺银子了，不出租，270两，最低价。骆公子，我给你变个戏法。妹妹啊，这天儿这么热，再好看的戏法，哥哥也是没心思看呐。骆公子，你借我2个盆，我给你变1盆冰。妹妹，你确定你这不是吸引哥哥的手段？骆公子放心，在我眼中，你比不上银子好看实用。后院的盆儿，妹妹随便用。妹妹真给哥哥变出冰来，哥哥认你当干妹妹。笑笑，这骆子素不好惹呀，变不出冰，咱们就麻烦了。大哥，不要急。夏夏，这水好冰啊。大哥，那个骆子素是什么来历？不知道。上次童声考试的时候，我亲眼看见他将一个出言不逊的考生踹得吐血了。后来呢？这后来呀，他给受伤的考生赔了50两银子。出手挺大方啊。骆公子，我进来方便吗？哎呀，小姑娘，我家店伙计果然没有说错，你真在这儿啊。元爷，你怎么来了？哎呦，小姑娘，我急着用冰呢。冰在盆中。哎呀，小姑娘，真的有冰呀。小姑娘，你这神情什么意思？哎，这人不能说话不算数呀。妹妹，你真变出冰来了？还要1盏茶的时间。变出冰？小姑娘，先别说话。妹妹，你这费尽心思的变冰给哥哥看，是想把这治冰的法子卖给哥哥吧？妹妹，我把这家店给你，你说说看，再添多少银子，你才肯把手里的治冰法子卖给我？骆公子想要独家秘方，亦或者仅仅想要知晓治冰的法子？这两者有何不同啊？价格是天壤之别。我这个治冰的法子虽然工序繁琐些，但可谓是一本万利。怎么个一本万利呀？就拿元姨来说吧，夏季天热，他的克莱仙许多食材都放不了太久，需要大量的买冰。对，是这样的。我要有制冰的法子，能节省不少的成本呢。不止如此，元姨，你还可以在店中增加些冰点心，客流量倍增。对呀，骆公子，咱们联手买下这制冰的法子。妹妹，你到底想怎么样啊？制冰法子是我受高人指点得知，轻易将法子卖了，我怕来日高人怪罪。妹妹，哥哥可是忘了跟你说了啊，哥哥外祖家那可是世代经商的，1000两银子独家。夏夏，嘿嘿，我大哥怕我卖制冰法子被高人责怪。哼，小姑娘，你可真敢开口，就不怕走不出这梅花城？元姨说笑了。元姨，你怎知我背后无靠山呢？骆公子，1000两银子独家，你怎么看？银子不够。哼，看来天意如此。元姨，制冰的法子我不卖了，这盆冰你还要不？要就50文拿盆装走。等等，掌柜娘子啊，这梅花城到处买不到冰，冰贵如黄金，你竟然用50文来糊弄妹妹？元姨，我把你当亲姨，你糊弄我？哟，小姑娘，别装了。哼，这样的假话，老娘说的嘴都秃噜皮了。骆公子，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你想要小姑娘的制冰法子，你就自个儿还价，别踩着我讨好她。这些年我在梅花城开店，还是认识不少达官贵人的，凑个钱买个制冰法子不算难事。不过我看在与你舅舅相熟的份上，这制冰法子就让你优先，你不买我再找人买。妹妹，这制冰的法子呀，哥哥要了，但是呢，哥哥现银花光了，底铺子给你行不行？骆公子说说看。哥哥呀，在梅花城一共有3间铺子，3间铺子加在一块儿，地契价值1100多两，全部抵押给妹妹。骆公子，实不相瞒，我缺银子，还是很缺的那种。你3间店铺，我最多吃下2家。总得给他留点做生意的启动资金呀。
这地里刨食太难，空有3间店铺，他什么时候才能攒够做生意的本金？这样，治病的法子呢不急于一时，你不如趁着这2天找一些相熟的朋友，分卖治病的法子给他们。等我2日后来梅花城，咱们再成交。骆公子，我看小姑娘说的在理，不如这治病的法子算我一份儿，我再帮你找几个相熟的朋友。不用，妹妹，就按照你说的办。哥哥这2天尽快去筹银子。立字为凭，你先付我50两定金。这只剩下48两，能行不？大哥，这够买2头小毛驴不？够！你呀想买个小毛驴，我可以给你介绍卖主呀。骆公子，我之前答应过袁姨要卖冰给他，可以让他把这盆冰以市价买走不？掌柜娘子，市场价哦。那这是100文。哎，袁姨，盆一会儿让小二送过来。妹妹，这仙客来掌柜娘子是素来精明，你水中消食味道这么重，她怕是早就窥探到其中奥秘了吧？骆公子，消食制冰有许多禁忌，他若不知晓这些，不但制不出冰，还会闹出大乱子。骆公子，我得去一趟克莱仙，免得他闹出乱子扣在我的那盆冰上。妹妹反应还挺快，先把协议签了，哥哥同你一起去。克莱仙，袁姨，这盆冰我不卖了。哎，小姑娘，卖出去的东西怎能反悔？袁姨，我怕你投机取巧，自己制冰不成，反而让我的这盆冰背黑锅。你什么意思啊？袁姨，若无正确的法子，你偷偷制冰闹出乱子，毁了你家的克莱仙，可跟我们没有关系。哎，小姑娘，把冰留下，把话说清楚。掌柜娘子，妹妹重诺，与你方便，你反而偷人家制冰方子。今日啊，这冰我端走了，你不服呢，可以去告官。骆公子，别这样，只要你承诺每日卖一些冰给我，消食我可以给你全部带走。她是我骆子素刚认下来的干妹妹，这盆冰暂且给你留下。你敢跟我干妹妹玩花样，后果你知道的。骆公子，你舅舅知晓吗？掌柜娘子，你方才说的冰我答应你，还请掌柜娘子明白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小姑娘，你去西三巷找一个姓单的老头，就说是我介绍的，他会给你挑一头又温顺又好使的驴。妹妹，哥哥受不了这个味儿，就不陪你们进去了。夏夏，这骆子素人还怪好的嘞。没想到是个重诺的，下次还他一个人情。单爷爷，我们兄妹2人不懂毛驴，我爷爷可是行家，你一定要给我挑选2头耐用又性情温顺的。小姑娘啊，我瞅着你们怎么有些眼熟啊？你们2人是哪里人呐？单爷爷，我们是林家村的，我爷爷擅长跌打损伤。哦，原来你们是林家村林骨头的孙子孙女啊，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你认识我爷爷？认识，早些年呀，我被一头倔牛拱断了锁子骨，还是你爷爷给我接好的呢。单爷爷，我看你一直揉肩膀，是不是肩膀还会疼？这刮风下雨冻着的时候都疼。哦，等我爷爷攒够药材，我带一份他的药酒给你用，就不疼了。真有药酒止疼？有，不过药材难寻，还贵。有多贵呀？差什么药材？我出钱买行不行啊？林立夏绷住，他本是想用药酒吊着单老头，让对方给他挑好用的毛驴，却没想到对方急成这个样子。单爷爷，套药酒需要1个月之久，你实在疼得受不了，你明天去我家，我拿个东西给你缓缓。哎呦，等什么明天呀？单爷爷今天就给你去。单爷爷，我还要去买东西。不怕，梅花城啊，单爷爷熟。你想买什么，旁人都要给我几分薄面，绝对吃不了亏的。那就有劳单爷爷了。毛驴多少银子？急什么呀？我得先让你爷爷长长眼，再付银子呀。立冬啊，你家立夏说婆家没有啊？单爷爷，好端端的问这个做什么？你家立夏能说会道，是持家过日子的好手啊。我家大孙子啊，今年刚考中秀才，人品相貌也都不错。单爷爷，我爹说立夏还小，要多留几年。懂了，回去啊，我就催我家大孙子用功读书，争取考个举人，再去提亲。这次来到梅花城，他算是看出来了，他家妹妹心中有着大主意呢。大哥，来搭把手。夏夏，你这是把人家铁铺搬回家了？大哥，
挣钱就是给家人花的，马上要翻地种秋，这些工具能省不少力呢。说得对，还要买别的不？单爷爷，这2头毛驴多少银子呀？我算算我的钱够不够买头牛？单爷爷收个成本价，给你算4000文一头，2头呢，给你8000文整。单爷爷，8000文够买牛不？用不了这么多，单爷爷带你去。立冬啊，你光吊着驴不给他吃一口也不行，你得学我这样，给他吃一口，再吊着他走一段路。夏夏，你陪单爷爷慢点，我回去让奶奶多炒个菜。你个臭小子，你是不是将我的夏夏给卖了？奶奶，夏夏在后面，你快去把猪肉拿下来，晚上多炒个菜待客。什么客？我来不及细说。陆公子，你说林家哪来的银子卖驴又买这么多的肉？陆公子，不知在下何时得罪你？莫不是你也喜欢林家大姑娘？你闭嘴，少说话。爷爷奶奶，爹，我回来啦！夏夏，你们哪儿来的钱买毛驴？爷爷，我还给你买了1头牛。夏夏，你哪儿来的银子？爷爷，银子是光明正大来的，你别担心。你先与单爷爷叙叙旧，我去拿点东西。你是梅花城卖牛的那个？早就不卖牛了，我和牛犯冲，该卖驴了。哦，这2头驴钱付了没？没付，这不得让林老哥长长眼再付银子呀？牛付银子了？付了。林老哥，我赶他一路有些累，你将驴拴好，这头叫牛交给你了。他肚子饿，就让他吃一会儿。文耀，牛吃饱你牵回去。爹，你让让，我把夏夏买的农具搬回来。咋还买这么多的农具？爷爷，我拦不住，银子是夏夏赚的，他说买这些种地省力。林老哥呀，我这个锁子骨啊，一到刮风下雨就有点疼得受不了。你的药酒还差什么药材啊？老弟自个儿想想办法凑个钱儿。单爷爷，找到了，你快进屋，让我爷爷教你怎么用。哎，立夏呀，这不就是山野处处可见的黄草啊？能止疼？能，这是我爷爷特制的灸棒，可以温经散寒、活血通络、祛风止痛。单老弟，别听这孩子胡说，酒棒就是他自己卷来哄他奶奶的。我爷爷为人谦虚，灸棒止痛，你试试就知晓了。行，试试。我这锁子骨啊，下午就开始疼，我估摸着今夜有雨呀。爷爷，你用生姜片垫在单爷爷感觉疼痛的地方，点燃这个灸棒，隔着姜给他灸一灸，可以驱寒、舒筋活血。爷爷，灸的时候小心别烫着。哎呦，夏夏，天这么热，猪肉放不住，你一次性还买这么多，真是太浪费了。奶奶，留2斤肉给我包饺子，剩下的煮熟，等会儿我弄点冰冻上。傻孩子，这么热的天，去哪儿弄冰？夏夏，你怎会这个？小时候蹲茅厕，从墙上抠下来玩，发现能让水变冷，就试了试。奶奶，城里真好，随便弄点东西都能换钱。咱们以后住城里吧。不行，哎，你爷爷说这儿旺家，他呀是不会同意搬家的。哎，夏夏，你是不是喜欢住城里啊？夏夏，等农忙结束，你大哥和你爹啊去城中读书，你呢跟着他们一道去。再说吧，奶奶，我来煮，你烧火。哎，夏夏，留一些自己吃。奶奶，单爷爷送我一路回来，我陪他吃个饭聊聊天。哎，林家嫂子，咱们不讲那些虚礼。单爷爷，灸棒有效果吧？有，灸完呀，单爷爷觉得暖暖的很舒服，也不疼了。单爷爷，灸棒灸完不能吹风，你晚上就在林家歇一晚，明天再回城里吧。哎，不行不行，今晚会下雨，这雨呀一下就好几天，我家里还有事儿呢。单爷爷，你穿我爹这件衣裳回去，路上尽量不要冻着，回家后用热毛巾敷敷。这孩子真贴心呐，衣裳我拿着，你再去梅花城一定要去单爷爷家坐坐呀。肯定去。单爷爷，毛驴的钱。李夏，你先把灸棒的银子扣出来。单爷爷给我省了这么多的银子，这次的灸棒怎么好收单爷爷的银子？这怎么好意思呢？那这样，单爷爷用得好，帮我介绍一些买主，5文钱一根。那行。夏夏，单老头之前问我你的婚事，说他有个大孙子刚考中秀才。单老头为人豪爽，性子也挺好。他说他家大孙子从小就是读书的料，将来能榜上有名。爷爷，你不会答应他了吧？为什么不答应？
大哥，快去牵驴，陪我去追单爷爷，把话说清楚。说什么？说爷爷应承的婚事不算。爷爷，你骗我。对，不动脑子想想，你爹把你看得跟眼珠子一样，没有你爹点头，爷爷怎好越过你爹？爹，我答应过芸娘，孩子婚事得他们自己点头。文耀，咱家院墙太矮，偷牛贼容易进来。今夜咱们爷俩别睡，轮流守着。爷爷，方才走的人是谁呀？夏夏，你哪来的钱买这些？关你屁事！爷爷，不如让姓龚的搬走，先把牛和驴关我二哥房里。怎么可以这样？你怎么能让龚大人给牲口腾屋子？别哭了，这不正好方便你？立夏，你怎么老是揪住错事不放呢？别哭了，你爷我还没死呢。哎呦，我说，你家立夏进城一趟，这又是买牛又是买驴的。哎呦，哎，谁让小雪受这么大委屈？哎呦，吴婶，你炒的菜真香，这菜底子的油水呀，比我这1个月吃的油水都多呢。哎呦，我本想明早做个糊汤面的。哎呀，吴婶，我可是看见了啊，夏夏买了那么大一坨肉呢，根本吃不完，这坏了也是浪费，这不如让我解解馋呗。哎呦，别把我盘子给摔了。哎，立夏，跟婶子说说，你呀哪儿来的钱？婶子想赚钱？想。等着，婶子，我收这个干净不加杂草的干黄草叶，5文钱一斤。多少？5文钱一斤？立夏，这种黄草漫山遍野都是，你说5文钱一斤，周婶子一天能给你弄回来100斤。婶子，我只要干叶子，杆子不要。那婶子也能给你弄回来100斤，婶子干活可麻利了。立夏，真的5文钱一斤？那你要多少斤？哎呀，立夏，我可以卖给你不？刘婶干活啊也很麻利的。大家别急，先听我说。大家若是能保证黄草叶不掺假，我会把它发展成咱们林家村的产业，让大家一直有钱赚。五哥呀，你家立夏说的是真的不？清泉，立夏说的是，先容我们林家商议一下，再给大家一个具体的方案。五哥呀，这2年税重，大家都是咬紧牙根过日子，都不容易呀。清泉，你意思我明白，若能成，肯定带大家一起。五哥，那我先回去。爹，你偏心眼儿，故意昧下赚钱的营生给大哥，我家文辉是不是捡来的？老二，你也这么想？爹，我没有。腰上就被陈菊花狠狠地拧了一把。哎呀，我怎么嫁你这个窝囊废？我给你大哥吃肉，你连汤都喝不上。看不上我，你可以和离。好啊，你们整个林家都看不上我，你们是故意的。我明天就去找我娘家人。立冬，把门关上。娘，你怎么又闹呀？你让我如何进去见龚大人？哼！列文辉，进去跟你爹说，让龚大人搬到咱们家。像什么话？让你去你就去，你个窝囊废，哪来那么多废话？爷爷，收黄草叶的本金我有，我也有法子让这个买卖做下去。夏夏，你不懂人性，这些年税重，大家日子过得紧巴巴。我估摸着现在不少人都已经上山去割黄草。爷爷，你有什么建议？每家只收100斤，500文钱能买不少粗粮，也不至于把黄草割绝种。爷爷，这个办法好。爷爷，生米都煮成熟饭了，留着那个龚行泰在咱们家也膈应得慌，不如把他送到二叔家。立冬，你去开门，帮你二叔把人弄过去。在林家养伤10几天，龚行泰好不容易吃上一顿猪肉，就被人很嫌弃的送到了隔壁。得知送走他给牲口腾屋子，龚行泰是气得睡不着呀，把全部的怒火都发泄在了林小雪的身上。陆吉善，好端端的你不睡屋里，在这儿干什么？夏夏，起来了。爷爷，小毛驴呢？你爹拉出去吃草了，牛也饿了。夏夏，
我早上上山的时候呀，你周婶已经背了一筐的黄草叶下山，你刘婶也割了不少，用不了几日呀，山都要被割秃噜了。都挺勤快的。陆金婶，我家不养吃白饭的，过来帮忙摘韭菜。就这样，把黄叶处理干净。两个人一个擀皮，一个包饺子。陆公子第一次擀皮就能跟上夏夏的速度，真是个聪明好学的。陆金婶，饺子包完了，一会儿你给我烧火，我再煮个蘑菇汤。烧火？你教我一下。烧火很简单，就跟你野外生火一样，动一动木柴，让火大一些。那你也尝尝。哦，忘了，吃。一抬头就对上了林立夏笑盈盈的眼神。香不香？香。那你好好给我家干活，有我一口好吃的，我绝对不让你馋着。幸好他的属下不在，不然看见他给林家烧火做饭，还不得惊成什么样子。爷爷奶奶、爹、大哥、夏夏，我回来了。二哥回来啦。主子，属下冤枉很2万。林立春，你们林家怎么能让我主子干下等人干的粗活呀？不会说话就闭嘴。陆金婶，问问你上等人的属下兜里有多少银子，赶紧把枕巾付了，一别两宽。主子，属下途经梅花城，遇见幼时的好友，他缺银子周转。所以说你这个上等人也付不起枕巾？夏夏，做什么呢？这么香？二哥，洗手再吃。好。夏夏，我这段时间过得可惊心动魄了。给你的银子还剩多少？夏夏，你怎么都不关心一下二哥呀？二哥差点把命丢了。陆金婶，不是说只传讯吗？袁无痕，解释一下。夏夏，不关他们的事儿，是二哥没见过大场面，就想跟着去看看。夏夏，这陆二公子有个属下叫徐天行，脑子聪明得很，把搜村的黑衣人呢，这是玩得团团转，折损了数半个人手，直奔着边境去了。二哥，把剩下的银子给我。夏夏，我骑大爷爷家的毛驴出门，给大爷爷5两银子，剩下的银子都花光了。毛驴呢？半道累死了，不过云大哥给我买了一匹马，咱们不亏。马呢？在门口拴着。二哥，你给鲁金慎传讯，他的属下不知道给你银子答谢。二哥没好意思要。好吃。云大哥你也尝尝。不吃，这种东西也就你们乡下人爱吃。乡下人说你呢。还有，还没过年，咋行这么大的礼？起来，别丢人现眼。主子，闲的没事做，上山弄点肉回来。遵命。云大哥，吃完饺子再去不吃？主子，没想到这农家饭很好吃啊。洗碗去。主子，洗好了。打猎去。遵命。云大哥，等等我。林立春，你妹妹好凶啊！你才凶呢，你全家都凶。我不给你带路，等着你被山猪叼走。二哥，你怎么回来啦？不想去了。夏夏，你弄这些做什么？做肥皂。二哥，帮我挑点水。好嘞。夏夏，你这盆子里又是草木灰又是石头灰的，你要做什么呀？二哥，这个给你洗脸用。陆二公子，什么事儿？二哥，让你试，你喊人家干什么？陆金慎，这块给你用。你走的时候能带走几块，就看你上山打猎的属下能打回多少猎物。不用我干活，不用雕刻三字经，不用我教你哥读书，你就这么想我走？林立夏，我腿伤还没好。骑马又不耽误，拖2个人跑得动。路上腿有闪失，你们林家赔。不走，你们又付不起枕巾，还多一个白吃饭的。我们家余粮不够。不白吃你家饭，你等着瞧。你不想走？陆金慎，你进来，我有话问你。二哥在门外守着，不要让人靠近。夏夏，你做什么？男女有别，你们孤男寡女。二哥，就我这身量，你的担忧是不是为时过早了？二哥你放心，我可以对天起誓，我对他绝无任何男女之情。那也不行，万一他对你起心不正。二哥，人家是京城陆家的二公子，什么样的大家闺秀没见过？二哥，不许偷听。林立夏，你到底是谁？你怎么了？问得好奇怪。林立夏，谁教你的治病？世外高人呀。谁教你做肥皂？世外高人呀。陆金慎，你不愿意离开我家，莫不是想借着我家的掩护打一座银矿的主意？果真如此，私采银矿是抄家灭门的大罪。林立夏，这天下迟早属于我，你要不要现在就投靠我，分一杯羹？
笑笑，你们到底在做什么呀？陆公子说笑了。早在我二哥跟你传讯的那一刻起，不，或者说从我救你时，咱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人。陆公子啊，既然都是一条船上的人，你可一定要用心的教我大哥，再让云无痕教我二哥，将他们培养起来，你就多2个帮手。出去！我不想与你说话。谁出去？这是我家。阴晴不定的男人，我方才的话有何不对？对，你说的很对，培养你哥多2个帮手。这还差不多。私采矿小心些，莫要将我们林家牵扯进去。好，绝不牵扯林家。可以开门了吗？笑笑，你没事吧？聊什么聊这么久啊？二哥，他同意让云无痕教你武功了。真的？你说云无痕就会答应？松手。我一时激动。笑笑，明日二哥随你一同进城。二哥，你将来想做游侠还是想走仕途？夏夏，你想把店铺落你二哥名下？落我名下？夏夏，不行，二哥想当将军。二哥，俗话说不想当将军的兵不是好兵。你跟我说说，你知道怎样当好一个将军吗？你凭什么当将军？夏夏，二哥就不能有个志向？二哥，志向可以有，但要看咱自身的情况切不切合实际呀。二哥，如果我说我的志向是想当皇后呢？你看切合实际不？不契合，你连皇冠门槛都够不着。二哥，当将军武功要好，你打猎还凑合；当将军要用兵如神，你勉强识字，还没读过什么兵书。二哥，别去遥想那不切实际的将军梦，跟我一起做个富甲天下的奸商，高兴的时候做个行侠仗义的游侠，不高兴的时候开启粮仓救济灾民。二哥，你收获的快乐和崇拜一点也不亚于当什么将军。你咋没学会走就想跑了？对呀，这生意还没开始呢，你就想做富甲天下的奸商？夏夏，你糊弄你二哥的话从哪儿学的？一套一套的，单老头教你的？夏夏，别逼你二哥，你想当富甲天下的奸商，爹陪你，商铺挂爹名下。文耀，你要弃文从商。爹，我辜负您给我起的名字了，我本来就不是读书的料，不能给林家光宗耀祖。立冬立春还年轻呢，未来有无数可能性。爷爷，光宗耀祖可不只读书这一条，等我跟我爹经商做出名堂，手里有钱，接济一下受苦受难的百姓，一不小心成为远近闻名的大善人，这也是光宗耀祖啊。经商哪有那么容易？爷爷，路是人走出来的。昨晚的猪肉香吧？今早的饺子味道也很好吧？爷爷，你看我这几天是不是长个儿了？是不是比以前好看啦？爷爷，什么是农工商？都是上位者用来框住咱们的枷锁。普经商就靠地里的粮食填饱肚子都困难，普经商哪来的银子？没有银子谁给你肉吃？爷爷，不吃好哪儿来的好身体？没有好身体，就算当上皇帝也白搭。夏夏，饭可以乱吃，话不可以乱说。爷爷，您同意我爹经商啦？文耀，你真想清楚了？爹，我昨晚就想清楚了。许是爹错了，爹不该对经商有偏见和歧视。五哥，你在不在家？快去帮忙啊！清泉，何事如此欣喜？五哥，你家有亲戚在啊？哦，对，孩子舅家表兄。李正爷爷，何事如此欣喜？五哥，你家亲戚杀死好几头野猪，一个人搬不回来，你快让立春他们去帮忙啊！清泉，他进深山了，你们怎么不拦着点儿？这要是闹出人命，如何是好？夏夏，快去找些干草来。许桃花给兔子喂草，很快就发现兔子的不对劲。奶奶，小兔子什么时候长毛啊？大概3、5天吧。一共10只小兔子，再加上老兔子呀，刚好11。刚好11只。奶奶，我出去逛逛。林立夏觉得小兔子的数量不吉利，
决定出去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再抓回来一只。云无痕好像还挺厉害的，一次性猎到5头野猪，真有些不可思议。有何稀奇？又不是你猎的，你骄傲个什么劲儿？李夏，快把路让开！主子，6头野猪凑个吉利数，不知道肉够不够？不够的话，属下立刻再去一趟。林夏，肉够不够？够。五哥呀，这野猪如何处理呀？不如我们让大伙儿帮忙把野猪拉到城里卖了。好，清泉卖5头，另外1头杀了给帮忙的人，每人分5斤野猪肉。好嘞，剩余的以后补上。立春，跑一趟，喊你二叔来。他爹，我也心疼老二，可你只喊老二来，他回去又要吵架，不如送些菜。奶奶，我大哥不去，他累了一天了，也该歇一歇，让林小雪自己来端。李川，你这堂妹腿脚不好。哎呦，夏夏，慢点吃，没人抢。夏夏，来点水缓一缓。李川，云无痕，多吃饭，少说话。云无痕，吃饱了就去将院子里的柴劈了，再将水缸挑满。陆公子、云公子打猎累了一整天，怎好让他再干活？林家爷爷，我不累，有的是力气。爷爷，别有负担。云公子的武功这么好，想必就是这样练出来的。云大哥，我跟你一起练。小心乐极生悲哦。夏夏，你就这么喜欢银子？喜欢啊，兜里有银子很踏实。爷爷，真金你说好。夏夏，真金多了。爷爷，人家京城陆家2公子的命可金贵了，你要是像其他村民一样只收个几百文，那才是对人家的羞辱。夏夏，这不能够吧？爷爷，你不信？那我去问问，看看陆2公子怎么说。夏夏，别去问，爷爷收。林夏知晓吗？爷爷不敢让他知晓。爷说救你总共没花多少药材，你又干活又教我读书，不能拿这个钱。林夏原话是怎么说的？林夏说的没错，我的命呢确实金贵，这些银子不值一提。爷爷，你昨晚没睡好？夏夏，爷爷从未收过这么多的真金，36两，够咱家买5年嚼头。爷爷，你不能这样想，咱家就陆基慎担着被人寻仇的风险，可谓是把一家人的命都悬在裤腰带上了。夏夏，没这么严重吧？爷爷，当初黑衣人搜村的那阵仗，你是没有看见，可吓人了。要我说，36两太少了，至少要他3600两。夏夏，你越说越吓人了。陆公子，我家夏夏年幼，嘴上没个把门的，你莫要信他胡说。怎么，是你的命不值3600两，还是林家人不值3600？话还没说完，就被一阵急切的驴叫声给打断。林老哥，在家不？夏夏，莫不是酒棒出问题了？这不可能。单爷爷，你几点赶路的？这天不亮，城门刚开就出门了。李夏呀，快把你的酒棒给单爷爷多来一些，越多越好。不是来算账的。林老哥呀，我这个酒棒刚拿回去，还没暖热呢，就被一帮老兄弟给抢光了。我那帮老兄弟呀，年轻时也都是走南闯北，没少糟践自个儿的身体呢。这经常在下雨天啊，就疼得睡不着觉。你猜怎么着？用过这个酒棒之后啊，一觉到天明。林老哥呀，老弟呀，想跟你商量件事儿，你能不能把这酒棒放到我店里去卖呀？单爷爷，你这个提议太棒了。我有个提议，酒棒市场价格就按咱们说好的5文钱一根，你拿货100根，给你算4.5文一根；你拿货1000根，给你算4文一根；你拿货1万根，给你算3.5文一根；你拿货10万根，给你算3文钱一根。3文钱也是最低价。李夏，我先要1000根。单爷爷，我如今只有56根存货，剩余的争取在半个月内供给你。哎呀，这么少啊！李夏，这回去根本就不够分呐。单爷爷，明日我先给你送100根，
这样行，一个人先分2根，顶2天。单爷爷，你人脉广，回去帮我打听一下络子素。哎呦，夏夏，没有干黄草叶，去哪儿卷100根灸棒出来呀？奶奶，让二哥进城去药铺买。哎，是个好主意，就是钱花的冤枉啊。奶奶，如今咱家不缺银子，每天就吃好点儿，用昨日猪骨炖个白菜粥，再烙2个葱油饼。行，夏夏说了算。夏夏，早饭你自己做吧，奶奶喊你哥哥们一起上山，多割一些黄草叶回来。罗吉善，过来给我烧火。咋没有看见云无痕呢？我让他去查点事儿。若是望龙河的事，隔壁宫形态的伤差不多好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不懂你在说什么？林立夏，你早晨说的事儿，我同意。什么你同意3600两。你听不出来那是安慰我爷爷吗？但是你数银子时很开心呐。谁数银子不开心？抽2根木柴放到这个灶内，烙饼火不能太大，你看着火。林立夏，你夏夏，你快来看看，这些黄草叶够不够做100根灸棒？爷爷，你从哪儿弄来的干黄草叶？挨家挨户去收的，够不够？不够，爷爷再去隔壁村收。够了够了，爷爷，钱给他们没？没，这2天天好，大家说先记账，凑个整数一起给。爷爷，我过段时间要跟我爹去梅花城，灸棒你帮我打理行不行？行，爷爷闲着也是闲着。立夏，宫大人想吃你做的饭菜，让他滚，有多远滚多远。立夏，你也滚，别扰我吃饭的兴致。那我用钱跟你买行不行？滚！立夏，你能给陆公子吃得，为什么宫大人就吃不得？立夏，宫大人自从吃过你做的饭，就嫌弃我做的饭不好吃，人都瘦了。立夏，要不你教我做饭吧？不行，看见你我心情不好。立夏，你好狠的心，一点都不念姐妹情。林小雪，你无媒苟合，上赶着给人家做妾，连累我败坏名声的时候，你念姐妹情了？立夏，说话不揭短，打人不打脸，今日之耻我记下，以后你最好不要有求我的时候。林小雪，你且回京慢慢等着，看看将来是你回来求我，还是我去求你。你哭哭哭，整日就知道哭，福气都被他哭没了。奶奶，儿孙自有儿孙福，你别管他。吃饱饭，你帮忙找几个干活麻利的。做什么？弄个灸棒作坊。夏夏，总共才100根，奶奶呀，一会儿就给你卷完喽。奶奶，100根只是开头，以后啊，可能每天都要卷几千根、几万根的。这能有这么多？那还得挣多少文呢？你岂不是要整天数钱了？奶奶，我不数，灸棒生意啊，给你和爷爷，你数。我数。哎呦，从前呀，有人给奶奶看手相，说奶奶这双手是数钱的手，没想到在我们夏夏这儿给兑现喽。哎呦，说起算命啊，咱们夏夏命格是最好的。什么命啊？你们想听就出来听。你不去听？不去，我不信这个。夏夏，你快出来！奶奶站在太阳底下，只说一遍啊。为啥？你出来，出来，奶奶才能说。他拄着拐杖，一步一步走到院子里，望着头顶的大太阳，心情莫名的舒畅起来。夏夏，龙隐寺的高僧说，你命中有一场大劫，度过此劫乃是涅槃的奉命。娘，之前咋没听你提起啊？人高僧说了，天机不可随意泄露，只能在太阳底下说一回。娘，那之前怎么不说？人高僧说了，要在夏夏出漏什么风什么忙的时候说，不然奉命就转移了。娘，是出入锋芒啊！对，我看呀，现在的夏夏可不就与高僧说的对上了。奶奶，你被高僧套路了。这怎么说？人家呀，就是顺着寻常人望子成龙、盼女成凤的心思说的，玄机在后半句。对上了，那就是算准了。
对不上就说是奉命转移了。正是如此。佳佳，还要拿什么不？都拿好了。单爷爷，我还有事。上次托你打听的事，不适应，跟单爷爷到家中坐坐，咱们慢慢说。我要啊，这是我的大孙子单书墨。哎呦，好名字啊，一听就知道是读书人呐、书墨呀，快给你林叔叔见礼。我们书墨见过林叔叔。叔叔来的匆忙，也没有。爹，这个书墨呀，这个呢可以沐浴洗脸，当见面礼，还请你别嫌弃啊。谢谢林叔叔。单爷爷，托你打听的是，立夏呀，你要我打听的骆子素啊，是青阳城胡记粮铺胡志豪的外甥，是个出身显赫的京城公子哥呀。单爷爷，那他名下铺子是什么情况？他名下一共有3家铺子，一个酒铺，一个书铺，还有一家茶铺，生意都不好。为什么？他时运不济，梅花城酒铺少说也有5、6家，但唯独他的酒铺喝死过人，还半夜闹鬼呢，没人敢去他的酒铺做工。立夏，喝死过人的酒铺，你就算接手了，也很难将店盘活呀。单爷爷言之有理，我会慎重考虑一下，来日再登门拜访。妹妹，你终于来了，你再不来，哥哥都打算去林家村寻你了。骆公子急着要兵。妹妹真聪明，哥哥都快被那个克莱仙掌柜娘子烦死了。骆公子，咱们先把方子协议敲定下来，我把制兵流程交给你一起做。妹妹，哥哥名下3间铺子，把书铺和茶铺给你，这间酒铺转让出去。这是为何？妹妹呀，哥哥这酒铺喝死过人，还闹鬼，时不时的还有婴孩的哭声，哥哥可不能坑你呀。骆公子，怎么办？我不怕闹鬼，而且就看中你这间酒铺的小院。妹妹啊，哥哥也喜欢这个小院，哥哥不信鬼，哥哥看你已经这么穷了，不好把喝死过人很难盘活的店铺给你呀。骆公子，你最想留哪一间？哥哥一间都不留。妹妹啊，哥哥那就不是做生意的料，没有多余的银钱亏损了。妹妹，哥哥这些银票呀，还是找一个幼时的好友借的呢。子素哥哥，不如这样，你把酒铺和茶铺转给我，书铺留着咱俩合作，用不了半年时间，我保证让你赚得盆满钵满。你终于肯认我这个哥哥了。小周，你家公子有妹妹了。公子啊，小的求你了，给小的留条活路，小的还没娶媳妇呢。夏庄，撒手，快撒手！你敢让我在妹妹面前丢人，我扒了你的皮。夏夏呀，你想与骆子素做生意，爹不拦着你，但是你怎么能真喊他哥哥呢？这若是传扬出去，你的名声就坏了。夏夏，你跟爹说，你是不是看中这个俊俏的骆子素了？爹，他因为一个玩笑话把我当妹妹真诚相待，是个重诺又重情的人，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夏夏，不会是对你有想法吧？爹，你太高看你女儿了，人家京城来的公子哥，什么样的大家闺秀没见过？你看看我，又矮又瘦，也就你和奶奶觉得我好看。不是这样，夏夏，你长得像你娘，你娘啊，可是咱们10里8乡最美的。爹，他这么讲义气，我也不好附议，不如就当个亲戚走着。那个鲁基慎，你不还给他扯出个舅家表兄的身份？爹，你就当骆子素也是我娘那边的亲戚，旁人要是问起来，你就说是我舅家表兄。夏夏，你当人是傻子呀？冒出一个姓陆的，又冒出来一个姓骆的，人家若问我，你舅家为何姓氏不一样啊？一个亲舅，一个表舅，谁亲谁表，让他们自己去猜。爹，别发愁，也别皱眉，天塌下来大个子顶着，咱家平头百姓吃不了亏。子素哥哥，让你的胖随从别嚎了，咱们谈一谈书铺合作的事项。好嘞。骆子素一脚将拽着自己的胖随从踢开，别耽误你家公子谈生意。公子，我跟你言默。子素哥哥，既然你把我当妹妹，我也不能看着自家哥哥跟人借钱，银子你快些还给你幼时好友，我手里还有20多两银子，足够把书铺盘活。20两，20两你就想盘活书铺，你痴心妄想的嘛！小庄，不得对妹妹无礼。妹妹啊，哥哥长这么大，那除了哥哥的家人，你是第一个不坑我的人。公子，你听不出他在糊弄你啊？滚！当你家公子眼瞎，看不出谁真心谁假意啊！子素哥哥，你把酒铺和茶铺转给我，再把书铺地契转我一半，书铺的生意盈利部分咱们俩5-5分。听见没？妹妹说5-5分成。
公子啊，赚不到银子，他就算给你91分成也没用啊。紫苏哥哥，别打了，咱们聊正事儿。行，看在妹妹的份上，就饶你一回。妹妹啊，这些银票呢，你拿着，哥哥不差这几百两碎银票。治兵法子若有效，哥哥回京就能拿回来更多的奖赏。紫苏哥哥，银子你先收起来。你看看这个画本子，卖给京城的富家公子，可有市场？妹妹，你这画本子哪儿来的？哥哥可是许久没见过这么好的书法了。紫苏哥哥，你还能看出书法好坏？废话，你也不看看我家公子的祖父是谁？是谁？妹妹，哥哥来自京城的骆家，祖父呢曾经是帝师。哥哥不争气呀，在京城惹出事儿，这才被家人流放到这儿的。祖父是帝师？紫苏哥哥，那你怎么才考童生？妹妹，咱说话能不戳心窝子吗？这非要哥哥承认哥哥不是读书的料。子苏啊，你也别伤心，我胡子都快烤白了，也还只是个童生。爹，你别沮丧，此路不通，咱换条路。读书不成器，咱还可以做生意。紫苏哥哥，你也别沮丧，咱们文不成可以习武，以后混个将军，惊煞旁人。你这还不如不安慰呢。我家公子提刀都费劲，怎么当将军呀？哎呀，我大哥说呀，哥哥全身上下就这张脸拿得出手了。紫苏哥哥，你看这画本子卖到京城有没有市场？我再看看。小钟，你随我学习治兵。夏夏，这闹鬼鬼啊！公子，公子，哎，公子，你快跑啊！小的感觉被鬼上身了，这大周五的脑袋透心凉啊！恶鬼，你快跑！休想伤小周的身，对公子不利。公子，你快跑啊！小周宁死都不会伤害你的。夏夏，咱们赶紧走吧，有鬼的铺子说啥也不能要啊！妹妹，林叔说的对，有鬼的铺子不能要，还是100两专给卖棺材的吧。小钟，老人说太阳底下的水能驱邪，你快来洗脸。驱邪，我要驱邪！不管你是什么鬼魅，都休想伤害我家公子。小钟，还凉不？哎，不凉了，你这个驱邪的法子还真管用呢。夏夏，你笑什么呀？莫不是也中邪了？爹，哪来的中邪？你家公子差点被你吓死。公子，你小的不知道水会那么凉，又最怕鬼。大白天哪来的鬼？紫苏哥哥，你大概是被人下套了。哥哥被人下套了。紫苏哥哥，实锤了，不是什么闹鬼，是你被人算计了。妹妹，你知道是什么？知道，但要把它弄出来有点费劲儿。妹妹，你要什么？只管开口。小钟，让铁铺按照这个打，越快越好。再想办法弄点鱼回来。陆公子，兵我先端走了。等等，厉掌柜，你能帮我把鱼穿在钩子上吗？这有何难？爹，快来帮我一把。我来。夏夏，这是什么怪东西啊？小钟，快拿个盆子来。公子，小的腿软。没用的东西。妹妹，这到底是什么怪东西啊？看着怪瘆人的，长得也挺凶。听说深山中有一种鱼，形似孩童，叫声与孩童的哭声也很相似，又名娃娃鱼或者是孩儿鱼。这鱼估计是饿狠了。爹，你帮我按住鱼身，我先将它嘴里的鱼拉出来。夏夏，这个孩儿鱼牙齿又尖又密，咬住鱼都不松口，万一咬住你，那可咋办呀？妹妹，这么多男人呢，这种危险的活怎么好让你个姑娘来做呀？哥哥来。公子，让小的来。拉！将拿着棍子的厉掌柜吓得脚下一凉，丢下棍子就跑。公子，这是谁在背后算计咱们呀？要不要请胡老爷帮忙啊？查，慢着，这幕后真凶一时片刻也跑不了，先把铺子过户的事情办了要紧。公子，小的不想挨打。陆公子，能把这个鱼卖给我吧？紫苏哥哥，鱼不能卖，要留着自证清白。陆公子，等你自证清白后，什么时候想卖鱼了，派人送到克莱县。不卖。妹妹，这鱼有脚，放在盆子里会不会跑啊？那就找人编个笼子，套在盆子上，还能透气，以后留着给我当镇店之宝。妹妹，你用这么瘆人的鱼镇店，确定不会将客人吓跑？你等着瞧，该过户了吧？紫苏哥哥，书你看完没有？还差一点。妹妹，你怎么认得娃娃鱼呀？紫苏哥哥，你要多读书，自然有见识。不信你写信回去问问你祖父，他应该听过这种鱼的传说。说的有理，我现在就写信给我祖父，顺便呢再把这鱼给画出来。
你画的是什么啊？娃娃鱼啊，不像吗？你自己拿画比一比。有尾巴，有脚，没错呀。你再比一比。这有什么好比的？这一模一样啊，简直！妹妹，你这画技是谁教的呀？世外高人。妹妹，你在哪儿认识的世外高人呐？能给哥哥引荐一下不？不能，因为我也找不到他。妹妹，那你能将这种画技教我不？可以啊，等以后我有钱有闲了，慢慢教你也不迟。行，妹妹，你看我写的怎么样？苏哥哥，你这家书写的不行。那应该怎么写啊？紫苏哥哥，我说你写，咱们书铺第一桶金能不能捞到，就看你的这份家书了。妹妹，我祖父可没那么好糊弄。谁要糊弄你祖父？咱们要以真心换真心。你什么时候回京？不知道，我大哥说呀，我不考中秀才不准回京。我让小钟明日随商队回去送治兵法子。妹妹，这家书会不会太煽情啦？不够，手沾水后用这个打在掌心搓一搓。哎，妹妹，这个叫什么？怎么会有泡泡？怎么会洗得如此干净？怎么会如此好闻呢？就是寻常野花做的香皂。哎呦，大公子啊，小的命人跑遍了京城，都买不到冰啊，家中冰只够用3日了。宁伯，把冰先紧着祖父用，让人多跑几个地方买，实在不行跟亲戚借，无论如何不能让祖父热中暑。大公子能想的办法，小的都已经试过了。今年天啊特别的热，冰消耗的比往年都快。京城与咱们交好的世家呀，那家中的冰都是所剩不多了。给骆家所有的亲戚去信，务必弄来冰，让祖父扛过这个夏天。这总之啊，落红尘酒铺闹鬼，那纯属是胡乱编造的，就是一条会发出孩童哭声的怪鱼在作祟呢。那只怪鱼呀，足有，比你怀中的儿子还要长，还长脚，牙齿是又尖又利，一口能咬掉你的手。骆公子身边那个胖随从，比我还高半个头呢，被怪鱼吓得直哆嗦呀。我不是给你们吹啊，要不是我年轻的时候杀过熊瞎子，还真没那个胆子。厉掌柜，你吹嘘这么多，还没说你咋知道不是闹鬼，而是怪鱼作祟？陆大爸，你要是不信，你自己去瞧吧。怪鱼就在落红尘酒铺，我一个杀过熊的，还会诓你不成？去看就去看，说你杀过熊，老子信；说你识破怪鱼，老子觉得你没那脑子。怪鱼呢？哎呦，有孩子那么大？牙齿真的是又尖又利。鱼真的长脚？骆公子咋不给看呢？厉掌柜把那条鱼吹嘘的可厉害了。等铺子再开张时，定让大伙儿看个够。谁许你们进来的？都给我出去！再不出去，我就报官了。妹妹，你是不是早就料到众人会对这怪鱼产生好奇呀？想用怪鱼来招揽客人？我知晓世人都爱新奇，爱看热闹，爱听别人的是非，却没想过在这个时候就让他们来看热闹。是厉掌柜！叫了，怪鱼叫了！哎呀，我也听见了，就在院子里。是盆子里发出的声音，真的像孩童在哭。落红尘的酒铺啊，不闹鬼。你们说啊，这怪鱼真的有脚吗？不知道，反正我没见过有脚的鱼，我只听说过龙有脚。好想挤进去看一眼呀！看着众人热情不退，林立夏开始犯愁。紫苏哥哥，马上就要秋种，我不能进城，鱼放在店里会不会被人偷走？没事，等会儿啊，我让小钟把鱼带到家里去。都围在这儿做什么呀？让一让，让一让！想不到小钟这么厉害。这有啥呀？这是我打小跟我家公子几花楼练出来的。想不到你玩的挺花。妹妹，你听我说呀，他不是这样的。你们再看我热闹，我就用烧水泼你们。长着毛的烧水被胖中一晃悠，一股难以形容的气味随风回荡在空气之中。夏夏，国壶已办好，咱们回家。妹妹，哥哥不是浪荡子，哥哥去花楼就是单纯听听曲儿。哥哥祖父管得很严，不让碰外面的脏女人。哥哥没找到称心如意的同房丫头，哥哥到现在还是厨呢。够了，夏夏，你还没说清呢，万不可让这样的浪荡子坏你的名声。咱们走。妹妹，坏你名声，哥哥娶你。美的你。小叶丫头，你凭什么不同意啊？你知道京城有多少闺阁千金排着队想嫁给我家公子吗？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骆子素，你若还想认我这个妹妹，咱们2个人约法3章。妹妹，你说，我都听你的。第一，咱俩对外宣称是表兄妹，你是我娘舅家的表兄。公子不能答应，老爷知晓会打死小的的。滚，妹妹，我答应。第二，表兄妹就一辈子的表兄妹，不可以对我有非分之想。啊呸！要是有非分之想，也是你对我家公子。闭嘴，妹妹。哥哥也答应。那第3章呢？第三，你以后不可以流连烟花之地，不可以做欺男霸女的伤风败俗之事。妹妹，这是为何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若是这种人，自然会连累我的名声。哦，妹妹，好有道理呀。妹妹，哥哥就爱去花楼听听曲儿，喝喝酒，顺带着呢再听别人吹吹牛。这个好办，等以后有钱了，咱们开一间大酒楼，吃饭、唱歌、听曲、说书，应有尽有。你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咱们什么时候有钱呐？快了。妹妹，你再跟哥哥说说，咱们那能听曲儿，能唱歌。嘘，子素哥哥，那是咱们的商业机密，说出来让旁人抢先去。哥哥懂，那就赚不到银子了。哎呀，妹妹，这天色还早，要不你和林叔去我家吃个饭再走？改天吧。掌柜的，有没有那种撒在空气中就能毒晕野狼猛虎的药？没有，有毒死老鼠的砒霜，你要不要？妹妹，烈性软筋散要不要？只要一点点就能够毒倒熊瞎子了。要。子素哥哥，你知道哪儿有？走，跟哥哥回家拿。落梅居，名字你取的？嘿嘿，好听吗？还行。公子，你怎么还把人带到家里来了？多嘴，去拿2瓶烈性软筋散给妹妹防身，别忘记拿解药。卢刀疤东一拐西一转，钻进了暗巷内，从院墙外跳了进去。主子，咱们给骆子素下的套被一对山野妇女暗中破坏。什么来历？就是寻常百姓，许是在深山中见过孩儿鱼，父女2人不会武，看坏爷的好事，杀！主子，父女2人都杀了，动静怕是不小。那个丫头虽然瘦小，脸蛋儿长得却是不俗。那老的就杀了，姑娘卖去花楼，伪装成山匪劫道行凶。遵命，一定办得漂亮。妹妹，你用烈性软筋散的时候啊，一定要先自己吞下解药。妹妹，把这香皂穿身上都省了熏香了。妹妹，这儿呢一共有380两银票，你拿着呢做启动资金。等咱们有钱了呀，你千万可别忘了，哥哥呢能听曲儿，能喝酒。子素哥哥，这个银子说啥我也不能收。你听我说，趁着硝石没涨价，你让胖中带几个人从梅花城一路买到京城，等到制冰的法子卖出去，你能赚个2、3倍。妹妹，你简直就是个经商天才呀！妹妹，你等着瞧，哥哥把宅子的地契当出去，干一票大的。子素哥哥真有魄力，家里还有一窝兔子等着我喂呢，责任重大，我先走了。夏夏，你掐爹一下。爹，你咋了？中暑了？夏夏，咱家有2间铺子啦。哎呀呀呀呀！哎呦，夏夏，你咋用这么大劲拧啊？爹，疼才真实。夏夏，细面家里还有，不用买50斤这么多。爹，咱们回家。爹，走快些，跟着人流走。骆子素，你不是说穷的要去卖身了吗？怎么还能当出来500两？云无寒，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你废话，你把我家底儿都搜刮光了，害得我去深山打野猪卖银子，我不得想想法子呀？正好我娘留给我的玉佩不用当了，大男人的熏什么香啊？云无寒，银票你不能拿走，我等着翻本呢。骆子素，你还赌博？钱更不能给你。云无寒，银票不给我，你去哪儿我去哪儿。哼，跟我耍无赖是吧？我不信你能耗过我。夏夏，爹拖着他们。爹，你别说话。这位好汉想必是遇上坎了，咱们能帮就帮一把。好汉，粮食连同毛驴，你们想要就都牵走，咱们结个善缘。夏夏，爹听人说呀，山匪劫道不蒙面就是要灭口。爹，我知道，你别激怒他们，我想办法。杠子、磊子，老子交给你们一棒打死，别弄太大动静，扫老子的兴。栓子，你去给老子望风。怂包，把头乖乖的伸过来。我给你们钱，求你们放过我女儿。你们不要过来啊！大哥，这小娘皮用软筋散，她肯定不知道咱们有解药啊。小娘皮的，
老子常年行走江湖，怎能不带点防身药？刀哥，这小娘皮用面粉对付咱们。区面粉，就当给老子助兴了。老子一会儿让他尝尝老子的厉害。刀哥，你爽完，让小的也爽爽呗。滚一边去！先将老子处理了。卢刀疤正说着，被一阵昂昂的驴叫声给打断。栓子，快过来帮忙！刀哥，我怕这驴太邪门了，专门踹人蛋的，小的还没儿子，香火不能断呢。让你过来扶老子一把，你怕个鸟啊！干得漂亮！刀哥，怎么办？打！栓子，你用棍子打，老子就不信了，这驴挨打还不跑？刀哥，我怕。怂包，你活生生个人还怕两头畜生？刀哥，你们不怂，不还是被驴踹得起不来？你看不出驴在护食啊？你从驴屁股后面绕过去，给他一下子。对呀。刀哥，2对1，我怕打不赢啊。怂包，你打不赢我杀你全家。刀哥，我跟你们拼了！爹，你让开，让我来。云无寒，你骑快点，我好像听见妹妹家的驴在叫。云无寒，你快去帮忙。林姑娘，把劫匪送官吧。他们是给紫苏哥哥下套的人。你知道？给我下套的人为何要追杀你啊？好啊，你们给我下套，还记恨妹妹破局。说，你们想对妹妹做什么？你们肯定是没想什么好事儿。云无寒，刀借我用一用，我阉了他们。骆子素又胡闹，你不想回京啦？那也不能放过他们。报官，让官府去查。袁公子，我脚被他们伤到了，可以拿他们银子做补偿不？当然可以，有一行马队来了。刀哥，咱们的救兵来了！发什么愣呀？快打晕他们！干得漂亮！袁公子，还有2个，你一个，我一个，加油！胜利之光属于我们，厉害！骆子素，你带他们走，我断后。小周，你来的正好，方才这些给你家公子下套的人，差点杀了你家公子。公子，你伤哪儿了？几位官爷，要不是我们父女2人拼命搏斗，要不是云公子武功高强，今天躺在这儿的还不知道是谁呢，太可怕了！可恶，我就买个饼的时间，你们竟敢掳走我家公子！要不是我报官追得紧，要被你们害死了。公子，小的看见你被人掳走，小的饼都来不及吃，就赶紧报官带人来救你了。切，站远点吃。官爷，我们错了，求你快带我们走。官爷，快给我请个大夫。怎么了这是？驴踢的。你怎么还骂人呢？官爷，真是驴踢的，你看驴蹄子印儿还在呢。骂谁驴蹄子呢？对哦，你骂谁驴蹄子呢？官爷，求求你们带上我们走吧。我们承认给骆红尘酒铺下毒，想要低价接手骆红尘的铺子，我们就丢了一条海鱼在井中，我们罪不至死啊！骆公子，带走，好好审一审。妹妹是被我牵连的，谁敢找她麻烦，我骆子素让她悔不当初。骆子素，她就是你方才一直念叨着很厉害的妹妹。对啊，妹妹，哥哥送你回家。不用，紫苏哥哥，你快回城，我骑驴回家。云无寒，你跟着我妹妹做甚？你们为何认识啊？主子，你以后可得离这林立夏远一点，那萧野丫头凶悍的很呐。闭嘴，跟我进来。主子，林立夏凶悍的很，那几个被打得直不起腰来的劫匪都不敢跟衙役说真相，一口咬定是驴踢的。云无寒，你亲眼所见，萧野丫头下手没分寸，万一伤到您，杀光林家也是于事无补的。主子，咱们还是早些离开林家吧。哎呦，夏夏，你脚是怎么了？他受伤了，就是崴脚。主子，他崴脚还不忘拿棍子将劫匪打晕呢。愚蠢，不打晕等劫匪报复啊！老虎搏兔，尚全力以赴。主子，你等等我。夏夏，来，奶奶给你用热毛巾敷一敷，能舒服点。奶奶，热水敷疼，用冰水敷镇痛。夏夏，您等着，大哥去端冰水。二哥去端。包一块布，你想冰死你妹妹？二哥，我自己来。哎呦，夏夏，疼不疼啊？啊，哎呦，凉不凉？好点没？哎呦，奶奶呀，去给你炖个鸡蛋补补啊！不就崴个脚，至于吗？至于。夏夏，好端端的怎么就崴脚了？爹，我们路上遇见劫道的，差点把命丢路上啊！不对呀，
我早年间给山上劫道的结果，那些人承诺不对咱们林家村的人下手，你没报爹的名号。爹不是一路人。爷爷，你还有这人脉？爷爷，山上劫道的武功怎么样啊？一个人能打几个？你能不能请他们下山？夏夏，山上劫道的阴晴不定，咱们尽量不招惹他们。子素哥哥，你这个药效太寻常了，很多道上混的都有劫药，今天就差点翻车。要不是我撒面粉引得我家驴护食踢倒几个劫匪，我们父女2人就完了。真是驴踢的。哦，晚上给驴喂点好的，得好好感谢这2个大功臣。爹，咱家驴踢人的是跟谁学的呀？滚！你问我，我问谁啊？难不成是我教的？爹，你要有那本事，还能被劫匪抓一脸伤。早就跟您说过了，读书不如习武管用，您非不听。今儿要是换我在，不用驴帮忙，我一个人就能打发4个劫匪，夏夏也不会崴到脚。李春，爹现在习武还来得及不？云无痕踉跄一下，被林家人奇特的脑回路震惊的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主子，他们一直这样宠你，跟我进来。主子，您有何吩咐？云无寒，骆家那个不成器的纨绔怎么回事？主子，他是属下幼时好友。姬慎竖起耳朵，听到外面林家人对骆子素的认可，心情有些烦躁。主子，我按照您杜撰的身份跟骆子素说，被派到陆家二公子身边的。骆子素见过我。主子，那都是幼时的事了。您本来与陆家二公子长得有几分相像，又去边境3年，骆子素未必能认得出您。云无寒，你喊他进来。遵命。云无寒，在林家这些日子，一切礼仪从简。主子，属下已经拿回银票，咱们还了林家救命之恩，尽快离去吧。属下进去，请主子责罚。起来。陆鼎宽，你是陆鼎宽？你怎么跟你那个皇子表弟越长越像了？陆鼎宽，你知道我说谁吧？陆鼎宽，你知道我说谁吧？想当年啊，你那个表弟还只是皇孙呢，长得瘦瘦弱弱的，被我骑在地上打的是鼻青脸肿，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子素哥哥，你与皇子打过架，还平安长大了？那当然，我祖父可是帝师呢。姬慎冷笑，我怎么听说你回家被板子打得卧床半个月呢？陆鼎宽，你就不能在妹妹面前给我留点面子啊？骆子素，主子腿还伤着呢。哎呀，对呀，我就是来拿拐杖的。陆鼎宽，你这个拐杖借我妹妹用一用。妹妹，你看这个行不？拐杖先借我用用。夏夏，你太矮，这个用着不顺手，我去找三爷爷再给你做个新的。大哥，咱说话就说话，能不揭短不？还有，你打算让我一辈子拄着拐？我就崴个脚，凑合对付几天就好了。哎呀，不用凑合，让三爷爷做个新的，等你不用了给奶奶用。不用，你奶我腿好着呢。喂，奶奶不用拐杖。奶奶，我们晚上吃什么？夏夏想吃什么呀？我想喝鸡汤。那奶奶就杀一只鸡给你补补。不用，二哥出去给你练。我刚才哪里说的不对啊？你不该说妹妹矮，虽然是真话，但是她不爱听。夏夏年岁小，还会再长个呀。骆子素，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你以后莫要一口一个妹妹，等下村里人听了乱传闲话，会坏夏夏名声的。不喊妹妹喊什么呀？我凭本事认的妹妹，为啥不能喊？云无寒，你出去猎2只野鸡回来，顺便带骆子素长长见识。遵命。打猎？有什么新奇啊？我不去，我去帮妹妹做饭，还要妹妹再跟我说说那能听曲儿能喝酒。云无寒，送骆子素回城，莫要让他留在这儿败坏人家姑娘名声。还是陆公子考虑的周到。主子，林林夏太过分了，你抢你的拐杖就跟拿自己东西一样，还不走？主子，你去哪儿啊？我扶你。主子，我马上就送骆子素走。云无寒，你大爷的！你要干什么？你快松开我！妹妹，快来救我！鲁吉善，快管管你家随从，干什么呢？怎么对待我家贵客呢？贵客？他在林家背书、写画本子、摘菜、擀饺子皮、烧火，累得像个长工。骆子素那个汉子什么都不做，怎么一来就变成了林家的贵客？云无寒，你快松开子素哥哥，不然我晚上不让你主子吃饭。乡野丫头，你敢？你知道我家主子有多金贵啊？话音刚落，就看见自家金贵的主子熟练地坐在林家厨房的小板凳上烧火。云无寒，那就不让你吃饭。好你个云无寒，我从小待你不薄，你竟敢对我下如此黑手，你还讲不讲兄弟情义啊？骆傻的，我都是为你好。好你大爷啊！分明是你对我妹妹图谋不轨。哦，我明白了，
是陆定坤，他对我妹妹。不想我明年给你上坟，你就闭嘴。呸！难不成陆定坤还敢杀了我？我们都是给四皇子办差，你干坏事儿，不怕四皇子新仇旧恨一起算？陆定坤，我这有500两银子，够你在梅花城买个小院子了。你别连累妹妹卷入你们那没人性的皇权之争啊！子素哥哥，快收起来，人家陆家二公子还会差你这500两银子？子素哥哥，硝石才8文钱1斤，500两银子足够你从梅花城一路买到京城。等制冰的方子卖出去以后，你借着垄断硝石再涨一波价。胖中嘴里念叨着你那败出去的5000两，差不多就能回本了。妹妹，赚钱的事不急，哥哥跟你说啊，陆定坤是四皇子的表哥，他们陆家肯定是四皇子一派。你留陆定坤这个祸害在家，容易给林家招祸。子素哥哥，我心中有数。子素哥哥，你对四皇子了解多不多？他人怎么样啊？皇权之争，他有几分胜算？妹妹，皇家事不可非议，容易招来杀身之祸，谁做皇帝跟咱没关系啊。子素哥哥说的有道理，管他谁当皇帝呢，又不能给咱们免税。妹妹，哥哥这次赚到银子呀，咱们是不是就可以早些将内能听曲儿能喝酒？500两翻本赚5000两的大好事，你得抓住机会，我送你回城筹谋。云火寒，我还没吃饭呢。陆傻子，少吃一顿饿不死。云火寒，我还有话跟妹妹说呢。又不急着投胎，留着下次说。云火寒，我肚子饿。半路上给你烤着兔子吃。林夏，你喜欢骆子素？好好烧火，别瞎说。骆子素立着上公主呢。哼，不学无术的纨绔，他拿什么去上公主？又不是娶你妹妹，你急什么眼？哎，难不成是有你看中的公主？你怕她跟你抢？龙鳞国上公主还能掌兵权吗？谁要上公主？你在试探什么？这不是看你《公主与驸马》的话本子写的挺好的，以为这是你的志向呢。林夏，你从未走出过梅花城，怎会想到垄断硝石的上策？陆基慎，你第一次来野梅山，又如何知晓银矿的事？立夏，六公子的腿伤还没有好，你怎么让他烧火啊？一边去！林立夏现在是看见林小雪，就好似看见林家快空的雪槽一样。你想怎么跪舔男人是你自己的选择，你别来这儿恶心我。立夏，我都是为你好，你怎么还凶我？陆基慎，我让你干活他心疼了，你要不要也搬去二叔家？不搬，我知廉耻，不吃白饭，干点活干他什么事儿？陆公子，你这是在说龚大人不知廉耻吗？他知不知廉耻，你心中没数。哼，谁家知廉耻的男人背着正妻在外做出丢人现眼的事儿？奶奶，都是你的孙女儿，你从小就偏疼立夏，她做什么你都说好，我做什么你都看不上。我娘说的对，你们偏心眼儿，都偏到胳肢窝了。哼，我就是看不上你做的事儿。你做的事儿啊，哪一桩哪一件比得上我们夏夏？就说朝家里捡男人，咱夏夏捡回来的男人呀，长得俊，还有眼色，眼里看得到活，放得下身段，能干的活人家都干。你瞅瞅这火烧得多旺呀！再看看你捡回来的是个什么东西？哼，没脸没皮的，光吃不干也就罢了，还做出毁人清白姑娘的丑事儿。这幸好呀是分了家，不然我一天能数落你3顿。立冬，过来搭把手。奶奶，做什么？立冬，捏住鸡翅膀。奶奶，鸡血都溅我脸上了。不然呢？为何喊你搭把手？不准松手啊！夏夏呢，最近时运不济，吃大公鸡可以带来好运，这可是你大爷爷养了5年的大公鸡，鸡血也很补的。奶奶，这鸡血是不是也驱邪？夏夏，这个鸡血你想怎么吃呀？都行。林小雪，你到底来做什么啊？奶奶，龚大人说，女子应该安分守己，不应在外抛头露面。你本就将立夏养得如此的泼辣凶悍，还让她在外挣不3不4的银子，她日后嫁不出去，你能养她一辈子？谁挣不3不4的银子啦？不会说话就闭上你的臭嘴！
立夏，我是为你好才规劝奶奶这些，你怎么还用拐杖打我呢？还有你妈，快滚！我不走，除非你把做鱼的手艺交给我。你是属赖皮狗的啊？刚诋毁完夏夏，还赖上夏夏了，你还要不要脸？也对，你那脸皮，你做的鱼哪儿不对？奶奶，我做的鱼不是腥就是苦，宫大人不爱喝。那是你的鱼没有处理干净，你杀鱼的时候呀要注意，不要弄破苦胆啊。还有鱼鳃记得清理干净，做鱼的时候呀记得放姜，回去做做看，不对再来问我。还有别去烦夏夏。谢谢奶奶。娘，奶奶今天教我做鱼了。两个老东西藏着掖着一辈子，非要等到分家才交给林立夏。你上点心，没事多跑跑。男人征服世界，女人征服男人。娘，我想明天给大人包饺子，您能给我点钱买肉吗？小雪，隔壁姓陆的已经把枕巾结清了，你去问问宫大人，他那枕巾。娘，你怎么也这么俗气？哼，你跟我要银子的时候不俗气？夏夏，5年的大公鸡给炖上了，奶奶出去给干活的人再添点水。奶奶，干活的人是什么情况？哎呦，这不是你李正爷爷听说你爷爷呀要盖个旧棒作坊，召集村民把攒下来的木头都搬到了咱家。大家听说房盖好后可以做工挣钱，一个个呢可积极了，连工钱和木头钱都不要。夏夏，大家呢都很热情很积极，这也是你爷爷呀平时攒下来的威望和人品。咱家的旧棒作坊能一直办下去不？能，必须能。奶奶，让大家好好干，我保证让跟着咱们干的人呀，家中的老人吃饱饭穿暖衣，家中的孩子读书识字。夏夏，宁吃过头饭，莫说过头话。能把旧棒作坊办下去，今年冬天村里能少死很多老人。奶奶，我懂了。林立夏，你办作坊与村里少死很多老人有什么关系啊？陆基善，你见过民间疾苦吗？浮尸百里算吗？战场上的不算。陆基善，火再稍旺些。林立夏，你最想要什么？我想要金手指，你有吗？好啦，陆基善，我跟你开玩笑的。金手指那玩意儿得看天意。姬慎嘴角勾起，山野女子许是没见过金子，区金手指还用得着看天意？等他回京，就命人打1箱子送过来。你想看民间疾苦，那明天早饭的时间让大哥带你转一圈，你自然明白。陆傻子，你以后少去林家，没事更不要去惹陆定坤。我偏不，陆定坤对妹妹没安好心。陆傻子，人家什么样的大家闺秀没见过呀？眼瞎了都看不上你那又瘦又柴的妹妹。你才又瘦又柴，你全家都又瘦又柴，敢说妹妹的坏话，看我不撕烂你的嘴！你怎么惹毛他了？主子，他非说你对那个又瘦又柴的林立夏图谋不轨。袁无寒，出去！主子，属下被陆傻子气狠了，回来的路上忘记买饼了，失礼了。人家厨房给你留了饭菜。主子，你对属下太好了。是林家人非要给你留。主子，属下从骆家出来的时候碰到县衙的人，那几个劫匪被驴踢废了，他们背后肯定另有主谋，属下怕他们会报复林家。云无寒，你去查查骆子素为何被流放于此。这个属下知道，骆傻子2年前去花楼与大黄妃的弟弟争花魁，一脚下去就把人家大黄妃的弟弟给踹废了。骆子素有那本事？主子，据说陆家小子正欲行房，被骆傻子一脚踹在命根子上，直接给踹废了。无寒，你带上望龙河的罪证回京去找骆子博，他知道如何做。遵命。主子，你对属下的恩情，属下无以回报，我有一颗忠心，表达对您无尽的感激。无寒，你去寻一寻林立春。途中遇见不敢进山的林立东父子，3言2语就把人给支了回来，接着朝上次打野猪的深山走。刚进去没多久，就看见一只猛虎在树下咆哮，老虎好似被气得不轻。云无痕吓得踉跄一下，正想着绕开老虎还是顺手把猛虎给杀了，没办法，只能挥刀硬上了。云无痕精疲力竭地将猛虎杀死，林立春从树上爬下来，怀中还揣着一只虎崽子。
云大哥，你快看，我给夏夏抓了一只猫，你看它可爱不？可爱？你妈！林立春，你个二傻子，你连猫和虎崽子都分不清吗？你咋长这么大的？一天遇见2个傻子，一个明知老虎尾巴摸不得，非要去招惹不起的人。林立春，你就更牛逼了，猎野鸡就猎野鸡，谁让你去偷虎崽子了？林立春一脸的委屈。云大哥，我对天发誓，我要是知道这小东西是虎崽子，打死我都不要。现在该怎么办呀？怎么办？先带回去吧。林立夏，快出来！你二哥给你抓了一只猫，你快来看看，喜不喜欢？二哥，你给我抓的猫呢？林立春，猫呢？你拿出来呀！吴痕，发生何事？主子，你可得为属下做主啊！属下差点被林立春这个二傻子害死。你这小子，小时候认错奶奶就算了，你长这么大，怎么连猫和老虎都分不清？立春呐，就你这眼神，咱以后少进深山。爷爷怕你下次把狼崽子当狗崽子往回报，咱们一家人不够喂狼群的。哎呀，二哥，虎崽子呢？夏夏，你看看，与猫真的很像。二哥，你见过奶猫长什么样吗？夏夏，你二哥连豹猫和家猫都分不清呢。抓错不稀奇，母老虎死得冤。奶奶，咋办？这玩意儿养不熟吧？爷爷，怎么办？猛虎杀了就杀了，省得跑出来伤人，还得请官府派人来围剿。至于这个虎崽子，李正家的牛刚生过牛犊子，要点牛奶先养着，养得再大点儿，找个有钱人家卖了。鲁岐山，过来按住老虎。二傻子，8两银子给你压压惊，下次再进山抓猫崽子，一定要等我回来。说完，不等林立春反应，袁无痕拍马朝着京中的方向赶路。半路上遇见赶夜路的胖忠，在胖忠的再三哀求中，带上胖忠这个拖油瓶。2人快马加鞭5天，终于赶回了京城。哦，爹，儿子差点见不到你了。无痕，许久未见，别来无恙。子伯哥，别这么见外，我从小到大跟在你屁股后面长大，早已经把你当哥哥了。无痕，任哥哥，洛姐也不站队。子伯哥，谁要你站队啊？我是想让你好好管管洛子素，那个傻子迟早将小命玩丢了。无痕，子素又做了什么离谱事儿，值得你跑我书房告状？他呀，子伯哥，洛子素踢废卢宣伟的事儿，卢家派人追到梅花城寻仇，瞅着目前的架势啊，卢家不敢闹出人命，只想温水煮青蛙，试试洛家的底线。你绕了这么大圈子，不会只跟我说子素与卢家的恩怨吧？子伯哥，这是卢家在望龙河贪墨的罪证，拔掉卢家，子素就可以回京了。你主子想单纯借刀杀人，还是想拉洛家站队？子伯哥，你太多疑了。主子重视我，知晓洛家对我有恩，打乱部署，助洛家一臂之力，你居然怀疑主子别有用心？别生气，洛家祖训不参与任何皇子皇权之争。我主子知晓，未要你们洛家站队。无痕，洛家一旦接受这份罪证，那与站队有何分别？行，罪证我拿走，等卢家在青阳城势力做大，慢慢玩死洛子素那个傻子。罪证留下，洛家递交的这份望龙河贪墨罪证得有个好说辞。忠儿，你先松开爹，爹要出去借兵。爹，你要出去借兵啊？爹，借什么兵啊？以后洛家想用多少兵，那就有多少兵。不少啊，咋开始说胡话呢？爹，我这次可是奉公子之命给大公子送治兵法子的，你要让人给我找盆子。子伯，你来得正好，快来看看，咱家子素长大了，知晓惦念家人，知晓读书有用，知晓为家中出力。你明个拨5000两银子给子素，再整理一些科考书籍。祖父，可否把信借我1月？小钟，你主子在梅花城有没有认识特别厉害的人？有，主子认下个很凶悍的义妹，父女2人加上2头驴，踢爆了4个恶人的蛋蛋。骆家祖孙2人下意识地夹紧腿，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老爷，大公子，你们看，兵成了。是兵，真的是兵。老爷，公子说您下次写字画画时手上沾染墨迹，用这个洗手特别干净。好好好，子素真孝顺。子伯，
你来闻闻，香皂是香的，比熏香还好闻。子伯，你画技不俗，你给爷爷看看，这样的画技你可曾见过？未曾见过。小钟，这张画谁画的？书信是小的封面过后铺子时，公子在店铺写的，身边只有那个凶悍的义妹。子伯，祖父想去梅花城。祖父，如今天热难耐，您身子骨又不好，路上经不起折腾，您待孙儿尽快处置完与卢家的恩怨，早些接子素回来。小钟，你主子看上林姑娘了？没有。罗子素，你真将这些书给林立夏，不怕来日被你祖父打板子？罗典宽，你再敢当着妹妹面提我挨板子的事儿，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偷看花魁洗澡的事儿宣扬的人尽皆知？罗子素，你知道你将这些书送来的意义吗？知道啊，妹妹说可以扩印，造福天下读书人，让祖父贤名远扬。贤名远扬的后果你考虑过没？妹妹说就是世家墨守成规，守着藏书不肯外泄，这才让穷苦百姓读书变得异常的艰难。妹妹还说世家在搞人才垄断，限制龙陵国的发展，我们应该把水搅浑，打破规则，让寒门的子弟也能够出人头地。妹妹又说让寒门子弟去激励世家子弟努力，大家一起力争上游，分享彼此的学习经验，我们龙陵国的人才只会越来越多，是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儿。祖父功德无量，定会受到万千读书人爱戴的。文耀，有这些书，爹觉得咱们林家一定能出一个秀才。立冬啊，地里的活也忙完了，你以后啊就安心在家读书，林家光宗耀祖就靠你了。立冬啊，你年轻，脑子比爹好使，你仔细拜读，比爹更容易考中。夏夏，你觉得谁更容易考中啊？爷爷，我爹和我大哥都挺聪明，你看他们谁更容易考中？文耀啊，最近揪棒的生意不错，爹攒下不少银子，够你和文辉还有立冬的考试费用。你们3个都去考。爹，我名下挂着夏夏的商铺，还要跟夏夏一起做生意，哪有时间考秀才啊？爹，不妨碍，您名下挂着书铺一半的经营权，咱考个功名，做生意别人也会高看您一眼。大哥，你仔细拜读帝师注解的书，咱们从秀才一路考到状元，凭借着你还算清秀的模样，说不定也有机会上公主。小陆啊，这个你见识广，我家夏夏说的对不对呀？咱们泥腿子考中状元也能上公主？能考中状元都是万里挑一的人才，前朝驸马亦是寒门出身。哎呦，立冬，你一定要用功读书，你要是能上公主呀，咱们林家祖坟都冒青烟了。我努力。夏夏，你给大哥定的目标，大哥爬到房顶再搭个梯子都够不着啊。大哥，目标定得高，你就会有更多的动力去努力，我相信你可以的。爹，改变命运、跨越阶级的机会，我已经给你们弄来了，你们一定要努力哦。罗子素，你后退个什么劲儿啊？不是说立志上公主？哎，妹妹，哥哥这次赚的银子呢，再加上家中给的银子，能凑够1万两银子，够开那个能唱曲儿。不够，差得远呢。子素哥哥，你梦寐以求的酒楼手里没个几十万两银子，咱想都不要想。竟要这么多银子啊？那哥哥有生之年还能等到那能听曲儿、能喝酒、能唱歌的酒楼不？必须能。子素哥哥，你给我3年，我一定把酒楼给你开起来。3年？竟有3年？子素哥哥，咱们这个院子里就你出身书香世家，文化底蕴深厚，又最聪明。若只有一个人能考中秀才，那非你莫属。陆鼎宽，你听见没？子素哥哥，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咱们书铺想声名远扬，让诸多的寒门子弟出人头地，你这个书铺的领头人义不容辞。对，义不容辞。妹妹，哥哥不想读书，哥哥这次的治病方子立了大功，大哥说摆平京中事，就让哥哥回京了。子素哥哥，你这么优秀，怎么能只满足眼前的成就呢？你想想看，这次你垄断硝石，赚得盆满钵满时，是不是周围所有人都在夸奖你？就连家人也对你格外认可。祖父来信足足夸了哥哥半页纸，大哥和舅舅也是对我赞不绝口的。子素哥哥，扬眉吐气的感觉很爽吧？很爽。子素哥哥就不想一直扬眉吐气下去？想。妹妹，
哥哥不想读书，累。子素哥哥，你眼下能活得这般逍遥自在，是因为有人在负重前行，扛着大山为你撑着。你想一想，他们累不累？子素哥哥，人有祸福旦夕，月有阴晴圆缺。你试想一下，有一天你的祖父、你的大哥累了，他们需要歇一歇，或者需要找个人依靠，需要你撑起骆家的门楣时，你是不是除了眼泪和悔恨一无所有？你想这样吗？不想。他看向眼眶湿润的骆子素，这可是坏了骆家一锅粥的老鼠屎呀。他的哥哥骆子博天纵英才，博学多闻，是龙鳞国最年轻的状元郎，曾拿着棍子逼着骆子素都学不出来。骆家纨绔要是能认真读书，考中秀才，他已经能想到京城中许多纨绔惊掉下巴的场景。妹妹，哥哥不想做了除了眼泪一无所有的人。妹妹，哥哥要做为家人撑起一座山的男子汉。林立夏露出了迷之微笑，很好，有他当年被人洗脑后的状态。遥想当年，他被这一剂强心针给打的，好似不努力工作就对不起家人一样，含着眼泪当众立誓要努力奋斗。结果，狗逼老板年底喜提一辆宝马，小财务新增一款名牌包包，而承诺给员工的年终奖是一扣再扣，到他手中连加班费都不够。傻呀，是真傻呀！夏夏，爹一定努力读书。林文耀是想起了上次面对劫匪时，他不会武功，打不赢劫匪，只能苦苦哀求劫匪，真的是除了眼泪和悔恨，他一无所有。夏夏，大哥也会努力读书，就算考不上状元，大哥一定会考中进士。难怪狗逼老板喜欢给员工洗脑，随便洗一洗都能洗出这样的效果，谁不爱洗呀？爹，大哥，子素哥哥，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一个唾沫一个雕。你们应该把自己今天说的话当作承诺写下来，日日夜夜研读一遍，目标达成才能松懈。妹妹，你真觉得哥哥能考中进士啊？必须能。子素哥哥，人都说长得好看的人都聪明，你是觉得自己长得不够好看吗？那怎么可能？哥哥这长相在京城那也是出了名的俊俏的。子素哥哥，就冲你这俊朗的长相，怎么也是状元之姿。加油，我看好你。罗定宽，你看到没？妹妹说我是状元之姿。努力啊，我等你状元簪花。妹妹，哥哥这1万两银票，既然不能开着能听曲能唱歌的酒楼，就全部投入书铺，造福天下寒门读书人。妹妹，银票你拿着呀。夏夏，这么多的银票，咱可不能乱拿。哎呦，这1万两银票够买多少过冬的粮食呀？林家一辈子也吃不完。子素哥哥，这是你第2次来我家，我都没带你好好的逛一逛。你将银票都收好，我带你去一个地方。慎迟疑一下，拄着拐杖跟上。他想看看这林立夏算计落憨子什么，为什么不找他？子素哥哥，你看这些刚刚培育出来的水稻秧苗，青翠欲滴，生机勃勃，给人带来无限的希望和期待。你能想象它们结出水稻的场景吗？金黄色的稻田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稻穗低垂，向你展示着丰收的成果。随风轻轻摇曳，会发出沙沙的声音。骆子素是一脸懵，妹妹看着地上刚露个头的青嫩芽，是如何想象出丰收的景象？妹妹，你到底想要哥哥做什么呀？子素哥哥，把你的1万两都买成农田吧，我刚才描绘的一切必定让你震撼所有人。震撼所有人？反正1万两银票也都是妹妹的功劳，就让妹妹拿着玩去吧。妹妹，买，哥哥听你的。林立夏，你培育的这些水稻秧苗与那些直接撒在地中的有何不同啊？子素哥哥，你想知道吗？鸡甚磨牙，林立夏，区别对待还能再明显一些不？是不是非要用银子砸，他才能得到落憨子这样的待遇？骆子素是对农田的事儿一点都不感兴趣，但架不住妹妹期待的眼神呢，更架不住陆定坤憋闷的模样。妹妹，你说，哥哥听着呢。子素哥哥，我这样种植有把握让水稻的产量在现有的基础上提升30%，提升的这部分粮食，咱们2人5-5分。好啊。林立夏，我名下亦有几个农庄，你若能保证水稻提升30%，我愿意分你一半。林立夏失笑，他下一个套逮住了2只大飞机，他可太有成就感了。陆金山，先说好啊，
我只提供技术指导，具体详细的农庄安排管理得你们自己出人管理。对了，你预备跟多少亩地？比骆子素只多不少。你买多少地，我多他1倍。多1倍？子素哥哥的银票购买200亩上等良田，还购买600亩的中等农田。林林夏，我出2000亩上等良田。陆定宽，我舅舅那是开粮行的，他手下有不少的农庄，我让我舅舅都参与，你跟得起吗？你试试看，看我跟不跟得起。陆定宽，你给我等着，我回去就找我舅舅跟5000亩。那我就跟10000亩。姬慎嘴角似笑非笑地看着骆子素。可是骆子素，你舅舅凭什么相信你这个纨绔的话呀？陆定宽，你应该庆幸你的腿尚未好。骆子素，你大可以试试看。试试就试试，陆定宽，我还不信打不赢你一条腿的。生平第一次有男人为他决斗，竟是为了攀比谁手中的农田更多。哎，子素哥哥，打不得。妹妹，别拉哥哥，哥哥今天非得给陆定宽一个教训。子素哥哥，别打，你这么俊的脸，一会儿误伤了多可惜。妹妹，别担心，哥哥从小就跟人打架，可有经验了，伤不到脸的。林林夏，松开。他倒要看看谁给谁一个教训。不行，不能打架。林立夏对骆纨绔是一口一个子素哥哥，叫的是比亲哥还亲呢。喊他就跟喊家中长工一个口吻，一口一句鲁吉慎，真是气得心口疼。林林夏，你让开。不让。鲁吉慎，你少说2句。农田就按方才说的，子素哥哥800亩，你2000亩，大家都是兄弟，有钱一起赚嘛。谁要跟他做兄弟啊？好，是我跟你们做兄弟，好不好？谁要跟你做兄弟啊？谁要跟你做兄弟啊？鲁吉慎、骆子素，你们没完了是吧？是不是非要打一架你们才能消停啊？男子汉大丈夫，呼吼算什么本事？想比高下，咱们来点真格的。比什么？比什么？鲁吉慎、骆子素，你们没完了是吧？是不是非要打一架你们才能消停啊？男子汉大丈夫，呼吼算什么本事？想比高下，咱们来点真格的。比什么？比什么？比打猎，谁打得多就算谁赢，算谁英勇，算谁更强，谁更有男子汉气概。那必定是哥哥。陆定宽，看在你腿伤的份上，给你一个主动认输的机会。哼，骆子素，少废话，手下见真章。林林夏，去拿弓来。林林夏，你偏心还能再偏得明显些不？我看你的腿受伤，怕你拉不动大弓。骆子素，朝哪儿走？你说了算。上山。上什么山？就打那些麻雀，正好除害。好，听妹妹的。陆定宽，你是不是故意的？那么多鸟你不打，每次故意瞧我瞄准的鸟打。你看出来了，罗汉子不比了。怎么不比了？才比这么一会儿，很难看出胜负。你们再多比一会儿，说不定呀，子素哥哥就翻盘了。妹妹说的对，我还有机会翻盘呢。做梦！不好啦，子素哥哥，他射中了一只灰兔子，能抵得上你射中的好多只麻雀。陆定宽，你不讲规则，说好射麻雀的。林林夏，谁输谁赢？你赢了。骆子素，你服不服？哼！子素哥哥，想开点儿，咱书香世家跟人家武将世家比勇，明显不占优势。陆定宽，有本事你敢跟我文斗不？好啊，你想怎么文斗？妹妹，你说怎么斗？斗什么斗？该做饭了，鲁吉慎，回家烧火。哎，妹妹，你等等我。妹妹，我还没尝过你做饭的手艺呢，我给你烧火。嘿，陆定宽，你赢一次要上天了是吧？你敢用拐杖敲我，我今天不让你尝尝我的厉害，我就不姓骆。骆傻子，你咋这么能做？于文涵，你松开！陆定宽他算计我，还用拐杖敲我，我打死！主子，你别跟骆傻子一般计较，属下带他去行刑场。哎，等等，你怎么又带来一个吃白饭的？当我们林家是什么啊？免费的客栈吗？谁要吃白饭？这些够不够？子素哥哥，你快给我看看，这个银票是真的不？天行，一路辛苦，进屋说话。子素哥哥，那个鲁吉慎深不可测，背后还有四皇子撑腰，你以后呀莫要招惹他。妹妹，哥哥才不怕陆定宽呢，哥哥迟早要把今天输的面子都找回来。子素哥哥，你知道四皇子什么情况？知道啊，哥哥小时候的手下败将。不过呢，3年前不知道他发什么疯，堂堂皇子之尊竟然跑到边境从军去了。哥哥呀，估计他不受宠。四皇子跑去边境从军，出身高贵还能吃苦，看来是个狠人无疑，惹不得，真惹不得。
哥哥知晓啊，所以哥哥没去惹四皇子。可恨！陆定坤他凭什么嚣张啊？紫苏哥哥，陆定坤跟四皇子的关系好吗？陆家有没有可能会谋反？妹妹，陆家怎么可能谋反呀？陆家世代忠君爱国。别看陆定乾和陆定坤比四皇子大，两人在四皇子面前那都不敢大声说话呢，不像我还打过四皇子呢。妹妹，刚才哥哥没有料到陆定坤会这么阴险，这才会输给他的。你等哥哥再找云无痕练一练，下次定能赢他赢得漂亮。紫苏哥哥，晚上给你做个香酥麻雀。妹妹，你是不是不信哥哥能打赢陆定坤？紫苏哥哥，人家在边境那么多年，手上的剑术啊，稍微差一点小命就丢了。我们应该在自己擅长的地方去战胜别人。妹妹说的好有道理啊，哥哥出身书香世家，应该在文采上胜过他。妹妹，等哥哥考中状元，看他陆定坤还敢不敢用鼻孔看人。紫苏哥哥，我觉得他肯定不敢。我已经能够想象到你考中状元，皇上给你簪花时，他那惊掉下巴的糗态了。林夏，晚上吃什么？先烧点水，将这些猎物处理了，做一个红烧兔肉，再做一个香酥麻雀。军营3年，看见村光都赛天仙。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天祥，借我点银票，我这就进城给主子买个小院。无痕，莽夫，牛过河拽尾巴，晚了。主子，无痕作甚？他说给你买个小院。哦，天祥，把猎物处理好，吃完饭后你进一趟城，要比骆子宿住的院子大。主子，这是属下来之前让账房支出来的银票，您看多少？一共2万两。多少？禀主子，属下想着梅花城物价不高，只从您账上支出个零头，2万两不够，待属下再回去给你拿。陆金善，你们装逼过头了，2万两一个零头，难不成你账上有202万两？你一个武将拿这么多钱做甚？谋反？林姑娘慎言，陆家忠君爱国，天塌了我家主子都不会谋反，在下没有夸大，我家主子私产确实不少，这一点只是零星碎银。好，很好，你们一个两个的都在我面前炫富，给我等着，迟早有一天我用钱砸晕你们。妹妹，哥哥没跟你炫富，哥哥1万两银子还多亏你帮哥哥挣的。妹妹，是陆定坤在炫富，你好心收留他，他还拿银子出来气人。要我说呀，今晚就别让他吃饭了。林夏，我给你烧火了，野兔是我猎的，猎物是我属下处理的。紫苏哥哥，他干活了，吃饭天经地义。妹妹，哥哥去读书了。可恶，陆定坤，吃过妹妹做的饭，我这才知道你为何赖在林家不走。陆二公子，在下伤好的差不多了，明天准备启程离开，临行前有事与你相商。妹妹，外边那人是谁啊？你好似很厌恶他。哼，一个不守妇道的狗男人。妹妹，你是不是用错词儿了？女人要守妇道，男人就不用守妇道。我说的是丈夫的夫。妹妹，没人规定男人要守妇道。当然没有，男尊女卑的规则都是男人定的，谁会定对自己不利的规则？夏夏，龚大人回京，你堂姐是不是也要跟着走？是。唉，这一走岂不是一辈子都见不着？是。夏夏，跟奶奶去看看，你堂姐是不是一起来了？奶奶呀，有话跟她说。奶奶，这1个月咱们吃得好，我好像长高了一点儿。长高好。夏夏，奶奶听别人说呀，这富贵人家的妾都是主母手中的玩意儿，比丫鬟地位高不了多少。你说你堂姐这么一走啊，是生死难料啊。夏夏，等会儿不管小雪说什么，你都别跟她起争执。她这一走啊，你们姐妹缘尽于此了。她呀，不似你2个姑姑嫁得近，逢年过节还能见上一面。奶奶，我明白，我不跟她起争执，不让她带着疙瘩走。好，好，我们夏夏呀最懂事了。夏夏，去开门。陛下，我明天就随大人进京了。小雪，奶奶有话跟你说。大人，您一个人进屋可以吗？可以，欠下林家的忍金，待本官回京之后会如数奉上，你不许为难小雪。大人，龚大人，我很好奇，你做事是不是一向是这样抓不住重点，主次不分？乡野丫头，牙尖嘴利。呸！小雪、夏夏，你们坐。奶奶，罐子里装的是什么啊？你们姐妹的嫁妆不多，都是咱们从牙缝里省出来的。
从你们出生啊，奶奶每个月朝陶罐子里放2文钱，奶奶没事儿就拿出来数了数，记得可清楚了。小雪呢，一共是352文钱，夏夏是340文钱，小暑240文。小雪、夏夏，这嫁妆代表娘家人的心意，也决定了夫家对你们的重视程度。这个时代待咱们女人不公，奶奶原本想着陶罐里的钱给你们姐妹压箱底，等你们出嫁时是咱家的情况，再给你们置办一些陪嫁。如今小雪，这些年呀，你总是说奶奶偏爱夏夏，那是因为你有娘疼，夏夏没娘疼啊。你大伯母去的时候，你大伯父好似天塌了一样，顾不上他，我们都忙着给你大伯母处理后事，一个没看住，夏夏一个人就爬到了你大伯母的怀里，你大伯母人都凉了，她窝在你大伯母身边，也不知道睡了多久。给你大伯母办完时候，这夏夏呀有大病的异常，差点就没了。奶奶就以为是你大伯母要带走夏夏，奶奶是一趟一趟的带着夏夏去你大伯母坟前，给你大伯母承诺，奶奶亲自抚养夏夏长大，夏夏才慢慢的好起来的。小雪呀，奶奶给你说这些是想让你知晓，奶奶是偏疼夏夏一些，但奶奶真的是尽量一碗水端平呀。奶奶林小雪哭得泣不成声，她不知道老太太给她攒嫁妆，更不知道堂妹的这些过往。奶奶，从来都没有人跟我讲过这些。自然是没人讲的，你大伯母后事一办完，你娘就迫不及待带着你们回娘家。若非是怕你带着心结走，夏夏小时候这些过往呀，奶奶是一个字儿也不想跟人提。奶奶怕呀，真的怕夏夏不好说亲，怕你大伯他。当年若非你大伯母留下夏夏，你大伯怕是要跟着你大伯母一同去的。这些年你总觉得爷爷奶奶还有你大伯、大堂哥、二堂哥都偏疼夏夏，不疼你。小雪，你是二房长女，你有爹疼，有娘爱，你还有一大堆的表兄表妹可亲近，你有很多夏夏没有的。小雪，是奶奶的错，奶奶应该早些与你把话说清楚，或许你就不会选这条最难走的路了。与人为妾不容易呀，这些钱你带上防身吧。奶奶，不难走，大人待小雪很好。堂姐，幸福是自己构建出来的，就如奶奶说的那样，你拥有很多我没有的，但你偏听偏信二婶的话，觉得爷爷奶奶我爹我哥都疼我不疼你，觉得你自己很委屈很可怜。可你仔细想一想，这些年二婶性子强悍，事事都看不起二叔，连带着你们几个对二叔是不是也很忽视？你忽略了二叔对你的爱超过我，这是什么啊？这是亲疏有别。我从来不会奢望二叔疼我多过疼于你这个亲生女儿，更不会要求小满、小韩、小暑他们敬我这个堂姐多过于你这个亲姐。立夏，你同我说这些，我明白了。等我到京城，我一定尽最大的能力照顾你们。堂姐，我说的这些用意是想让你明白，你一直都有人爱，有人敬，你不用总把自己置于受害者，以至于让宫刑太几句的甜言蜜语就哄得团团转。立夏，大人对我是真情，他从未哄骗过我，我不许你这样说大人。堂姐，你毫无保留地把心掏给宫刑太，倘若有一天他对你的爱消失了呢？你靠什么度日？不会的，大人说他会怜我、疼我、惜我、护我一辈子的。堂姐，你再想一想，这样的话他当初是不是也对他的正妻说过？立夏，你为何同我说这些？你是不是见不得我好？你好与不好与我有一文钱的关系吗？堂姐，再劝你的话你也不爱听。这些钱是我们大房给你的天庄，堂姐，从此咱们两姐妹一别两宽，各自安好，家里人也不用你照拂。立夏，行了，别哭了。我问你，宫刑太身无分文，
你们这次回京的盘缠从哪儿来？原本我娘给了一些，不是很宽裕，如今加上奶奶和你给的，我去！夏夏，兔子草还有，晚点喂，饿不着。你呀，把钱给小雪。奶奶，你听见没？她说要把咱们给她的防身钱全都贴给龚兴泰做盘缠。夏夏，咱们给她的天庄钱，她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只要有一日呀，她自个儿不后悔。夏夏，奶奶给她攒嫁妆是尽的长辈心意，你给她添妆是尽的堂妹的心意，至于其他的，全凭她个人造化。小雪呀，奶奶能力有限，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家里你不用招呼，你在京城照顾好自己啊。夏夏，走，咱们啊去喂小兔子。等等奶奶，小雪，二哥这人不靠谱，10句承诺呢，大概也只能兑现1、2句。二哥知道你心中有怨气，如今呢说啥也晚了。二哥出趟门才知道外面开销大，这是二哥攒的10两银子，你拿着防身用吧。二哥，二哥，都给我了。那夏夏呢？林立春豪气冲天，夏夏还小呢，不急着嫁人，二哥再慢慢给她。小雪，爷爷近些日子攒了3两银子，全在这儿了。小雪啊，大伯只攒了2两银子，委屈你了。小雪，大哥最没用，只攒了1两银子，全在这儿了。你们都攒私房钱？夏夏，爷爷是这阵子做揪棒生意，才攒了点钱。夏夏，爹偷偷攒了10几年，才攒2两银子，先给你堂姐，以后爹再给你攒啊。林立东挠挠后脑勺，很不好意思。夏夏，大哥跟爹差不多。我去喂兔子。龚大人，望龙河的罪证早已递交到京中，很快就有人彻查此事，你只需要配合就好。多谢陆二公子肯为在下周旋，愿意给在下一个为4皇子尽忠的机会。看在林家人的面子上，我只是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至于尽忠，那就要看你日后有没有资格了。洪大人，在下徐天行，剩余的事儿在下与你细说。林立夏，你一次给兔子喂这么多，不怕把兔子撑死啊？林立夏，你是不是舍不得你父兄给你堂姐的钱？陆基慎，你又仗着那列好偷听墙角？你们说那么大声，我总不能把耳朵堵上啊，多奇怪呀！夏夏，你是不是在担心你做的梦啊？什么梦？夏夏梦见小雪会给龚兴泰当妾，然后林家在中元节被龚兴泰正妻灭门，预知梦。林立夏，我说过会护下林家，你还在怕什么呢？哼，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夏夏，你去哪儿啊？上山采药，研制毒药，没有解药的那种。陆公子，我妹妹说啥？李川，若是你妹妹的预知梦应验，你准备如何应对啊？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毒毒毒毒，你给我说清楚，我要啃掉你的骨。这怎么可能啊？我们对龚兴泰有恩，他妻子不应该感谢我们，为何会派人杀我们呀？明天我带夏夏去龙隐寺拜拜。李川，龚兴泰为征得正妻同意，便私自纳你堂妹为妾，你小瞧女人的妒忌心了。哎，陆定宽，妹妹呢？我就上个茅厕，怎么就不见人了？我跟你很熟。好你个陆定宽啊！我没跟你记仇，你还跟我记仇啊？骆子硕，你不回城，晚上打算睡牛棚还是睡驴棚啊？要你管！陆定宽，我今晚不回去了，明天上午还能吃上妹妹做的饭。天行，送骆子素回城。骆公子，近来京城发生许多趣事，我路上好好跟你说说。好啊，好啊，陆定宽，我明天还会来的。裸汉子。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毒毒毒毒，打死不认输，还假装不在乎。陆定宽，你帮我看着马，我去给妹妹打个招呼再走。妹妹，你唱的什么歌呀？好有趣啊！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毒毒毒毒，你给我说清楚，我要啃掉你的骨。骆子素脚下一顿，掉个头就往回跑。陆定宽，谁惹妹妹了？我感觉她好似憋着气呢。是不是妹妹说的那个不守妇道的男人？陆定宽，那人是谁？我怎么看他有些眼熟呢？骆子素，你的话还真多，这么好奇，你自己过去问呀。妹妹，哥哥回城了，明天再来看你。子素哥哥一路平安。林立夏，我信你的预知梦。你来做什么？林立夏，你真的在研制毒药？林立夏，想杀他不难。陆吉慎，如果我担心别人会给我带来威胁，就会先出手弄死他。那我很快将会失去本性，成为令人惧怕的杀人狂魔。林立夏，你这是妇人之仁。鲁基慎，你懂个屁！人一旦开了恶的口子，就再也止不住。这个恶的口子会越撕越大，最终成为自己都厌弃的人。林立夏，我可以帮你。
帮我？好呀，中元节那天你多借2个像袁永恒那样的高手给我。什么东西啊？林夏，你为何不将这个令牌还给于墨？于墨是谁？陆基胜，我承认是我埋的，不过令牌是他们走后我才捡到，我不想添麻烦。林夏，把令牌给我。你想做什么？人不能忘恩负义。我二哥当初给你送信的盘缠还是于墨出的。小雪，待本官回到京中，一定3倍4倍补偿你的这些嫁妆，绝不亏待你。大人，妾不要你的补偿。大人，陛下今日问了妾一句话，让妾心生不安。那个悍妇又说什么了？大人，陛下问妾，倘若有一天你对妾的爱消失了呢？妾靠什么度日？小雪，不存在这个假设。早在你救我时，我就在心中暗暗发誓，这一辈子怜你、惜你、疼你、护你。大人，妾信你。小雪，你弟弟妹妹回来了。大人，这些日子我娘为了撮合咱们，一直让小满、小韩和小鼠他们住在我外祖家。咱们明日就要走了，这是妾最后一次见他们，妾想让大人也见见他们。好，只要是小雪说的，我都答应。娘，这么多年您一直在误导我，爷爷奶奶、大伯、大堂哥、二堂哥还有立夏，他们一直待我不错。我的傻女儿，你怎么又上当了？娘，我上什么当？小雪，你不动动脑子想一想，你大伯家最近办制棒作坊，这房子是哪儿来的？哪儿来的？你爷爷偏心眼儿，私下给你大伯的。按道理，这本来就有你爹的一部分。哎，小雪，娘不会害你。别看你爷爷奶奶、大伯他们给你这么多添庄，娘敢说，以后等林立夏那个死丫头出阁，他们给的更多。小雪，你万不可被这点小钱迷了心窍。对了，他们肯定是看你要进京做贵人了，想用这些银子呀攀附你。你先出去，我有话跟小雪讲。有什么话是我不能听的？小雪，这是爹跟人借的，不多，只有5两银子。京城开销大，爹尽力了。林文慧，区5两银子，你这个当爹的好意思拿出来？小雪，你看你爹那个窝囊样。陆基慎，这块令牌不能给你，全当我偿还他那10两银子的恩情。我不掺和你们之间的恩怨。林夏，那块令牌到了，能当不少银子呢。鲁吉慎，你当我傻呀？这令牌一看就是麻烦。林夏，我用500两跟你买这块令牌，5万两都不卖，这是原则问题。林夏，你可知黑鹰卫丢了令牌会怎么样？怎样？轻者逐出黑鹰卫，重者连累全家，命丧黄泉。这么说，他已经遭遇不幸。鲁吉慎，令牌可以给你，不过得等你离开林家之时。夏，赶紧回家，你2个姑姑来了。好嘞，鲁吉慎。想要令牌不难，你2个属下不是都来了？弄个马车来，你这腿伤离开林家村完全没问题。林夏，你就这么想我走？废话，不走，难不成留你给林家招祸？爹，姑姑怎么有空回来？好像是你二婶儿让人给你姑姑传讯，说让回来给小雪添妆呢。她可真有脸，大哥、小哥，哎呦，是立夏呀！哎，娘，大哥，这才半年不见，咱们立夏长高了，也长肉了。这都快长成大姑娘啦！是呀，越长越好看。玉大嫂呀，简直是一模一样。夏夏呀，比小雪小半岁，现在呀还矮小雪半个头呢，许是小时候亏着了。小雪呀，早长个儿，立夏晚长个儿。我想也是。文香，安康最近咋样啊？亲事又着落了没？哎呀，还没。娘，大哥，要不让咱家立夏侄女随姑。夏怎么了？我们夏还小呢，你别吓着我们夏。大哥，我家安康哪儿差了？怎么说呢，也是读书人，我又是夏亲姑，还能亏待他不成？没说安康差，娘，夏年岁小，等上面2个哥哥成亲，再考虑夏的婚事也不迟。对，文香说安康的婚事呢，就说安康，你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哎，相看过2、3个。安康自己呀都不满意，长得呀都不如咱家立夏。大哥，你要是愿意把立夏许给安康，我们多等2年也无妨。我这个做姑的呀，肯定不会亏待立夏。文瑶，安康怎么说也是知根知底的自家人。不行，绝对不行！奶奶，爹，我听人说，血缘越近的人结亲，越容易生出傻子和残疾。胡说！说话就说话，你们那么大声干什么？差点吓着我家夏了。夏，你跟奶奶说，你方才的话是从哪儿听的？立夏，就算你不想嫁给你表哥，也不能随口胡说。立夏呀，
你刚才的话呀，没凭没据，可不行乱说。大姑小姑，你们不是来给堂姐添妆的吗？江湖救急，帮个忙，明天呀给你做好吃的。奶奶，大姑小姑，我方才的话是陆公子说的，人家是京城贵公子，见多识广，他说的肯定没错。陆公子，我大姑想把我许给他大儿子，我和大表哥血缘亲近，我记得你曾说过，血缘越近的结亲越容易生出傻子和残疾。陆公子，方才那话真的是你跟夏夏说的？陆公子，你说过的，你怎么不承认了？娘，这家里什么时候住了一个这么俊俏的京城贵公子呀？怎么没听你说呀？文香，收起你那些乱七八糟的心思，人家小陆是正经贵公子。娘，正经贵公子怎么会跟立夏说那些有的没的？不是跟我说，是他跟我表兄聊这个的时候，被我无意中听见的。哦，是有这么回事儿，我竟不知林姑娘也听见了，失礼了。奶奶，你听，人家陆公子亲口承认了。奶奶，你若不信，你等明日我那个姓骆的表兄来了，你再问一问他。爹，你说句话。说什么？夏夏，你自己不愿意就不愿意，不用找任何借口。爹答应过你娘，你们兄妹的婚事啊，都要你们自己点头才行。大姑小姑，大表哥人很好，表姐人也很好，但是为了下一代更优秀，真的不能随意结亲。你们若是不信陆公子的话，可以派人去了解一下，那些生出傻子和残疾的，不是孩子父母近亲结婚，就是孩子的祖父祖母近亲结婚。总之，近亲结婚不是害下一代，就是害下下代。京城底蕴深厚的世家呢，为了下一代更优秀，确实不会随意结亲。对，大姑小姑，陆公子见识和谈吐都不凡，这通身的气派不似咱们平民百姓。他说的这些很好打听，结亲是一辈子的大事，自然是越谨慎越好。大姑，你给堂姐添妆了没？还没，这不想着先过来和你奶奶聊聊吗？娘，传讯的人只说了一个大概，我手中不宽裕，给800文，你看合适不？娘，我婆婆前一段时间病了，花了不少银子，我只拿得出600文。各尽各的心意，你们两个当姑姑的本就不富裕，能拿出这些添妆啊，在咱们林家村说出去也是有面子的。大哥，你给小雪添了多少？文香啊，娘说的对，咱们各尽各的心意。小雪是个懂事的孩子，她能体谅这些。文香，你知道你大哥的，那有时候一冲动就考虑不周全。他呀，掏空了10几年给夏夏攒的私房钱。大哥，那你可要一碗水端平。等我家安康结亲的时候，我尽力啊。爹，今天山风很大，不算多热，你咋出这么多汗？哎呦，夏夏呀，你教教爹如何能快速挣到银子呀？爹，挣银子做什么？你大姑家4个，你二叔家还有3个，你小姑家还有4个，再加上你们兄妹3人，每人2两银子，你把爹卖了也不够分呐。爹，你把私房钱全掏出来的时候，就没想过你有很多个侄女侄儿、外甥外甥女？夏夏，你爹这个人呢，经常是想一出是一出，脑子一热，做事就不管不顾的。当年进城去考试啊，半路上捡到你娘，不管不顾的就直接将人给带回来了。幸好你娘醒后呀，没把他当拐子。奶奶，那我爹是英雄救美救了我娘，还是……文耀，当年芸娘不是单纯落水，是自杀被你救起来的，对不对？哎，芸娘是遇上坎儿了。爹，我娘都存心求死，咋又嫁给了你，还生下了我们？不会是你强迫我娘的吧？没有，我是你娘真心嫁我的。夏夏，这个呀，奶奶可以作证。奶奶也没想到会生出你爹这么个情种，把你娘看得哟比眼珠子还重呢。怕你娘受一点委屈，就把你爷、你奶、你姑、你叔都给威胁了一遍。你娘啊，就算再硬的心肠，也被你爹给暖化喽。你娘啊，是心甘情愿的嫁给你爹，心甘情愿的生下你们几个。就是，你娘都顺产你们3个了，怎么会难产呢？我娘生弟弟前有没有摔过或者其他异常？没有摔过。哎呦，夏夏，不说这些了，你爹呀，他听不得。我拉牛去吃会儿草。天色不早了，你带个驱虫药再上山。爹，
想赚银子不难，正好我最近想再弄个造纸造墨的作坊，你帮我合计合计，看找谁牵头做这件事合适。夏夏，有爹和你大哥做还不够吗？你要弄多大的作坊呀？爹，你和大哥要进城读书，我前期至少要7、8个信得过的人，以后再慢慢的加人。夏夏，爹去找你清泉爷爷，先给咱们再搞一块地方搞作坊，找人的事儿啊交给你爷爷，他人缘好，识人能力不错。夏夏，牛你自己放吧。娘，小雪到底找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呀？架子大得很，连面都不露。娘，那人是不是长得很丑，所以不敢出来见人呀？人呀，长得不如小鹿好看，没眼色，眼底里看不到活，架子还贼大，反正不讨喜，没啥好看的。鲁金山，让你教我大哥读书，你在这儿玩虎崽子，你明天是不是不想吃饭了？鲁金山，你怎么没有一点眼色啊？赶紧回屋去教我大哥读书，明天给你做好吃的。陆公子，你今年多大呀？家中可有婚配？陆公子，听说你们京城的贵公子身边的丫鬟1个月都有2两银子，那书童1个月有几两银子？两位姑姑，我的家教很严，婚配、丫鬟、书童的事儿都是父母提前半年安排好的，我完全说不上话呀。大户人家这连个书童都不能自己做主呀？不能。纳妾也要父母同意？这个更不能了，我家家教甚严，未娶正妻不提纳妾。那正妻？列文香，你哪儿来的脸？文香，人家陆公子是京城贵人，你都不看看自己什么条件，你就上赶着朝上攀，也不怕摔死你？娘，我就是随口问问，也没说自己要攀。我是给咱家立夏问问。停，大姑，我年岁还小呢，你可别乱把帽子朝我身上扣。陆基善，我可以对天发誓，我绝无攀附你之意。基善的神情一顿，心口堵得难受呀，抓着虎崽子的手一用力，这虎崽子疼得直嗷呜嗷呜的直叫。你干啥拿他撒气啊？娘，这猫叫得好奇怪呀，长得也奇怪。那是虎崽子，夏夏，我看刚才陆公子还在喂他，怎么感觉他好似又饿了？那我去给他弄个鸡蛋羹。大姑小姑，你们肚子饿不饿？我煮个手擀面吃，要不要带你们一碗？鸡蛋羹、手擀面。娘，你不给大哥他们攒银子读书啦？要攒，吃饭上也不能亏待夏夏。夏夏，你上次做的臊子味道不错，给你大姑和小姑做个尝尝。文雅，你擀面条擀得又快又好，你来和面擀面。文香，你绣工拿得出手，给夏夏的新衣服上绣个花。小姑，你是不是学过？是学过，我以前在梅花城给人家面馆做过帮厨，后来生意不好，面馆关了。小姑，面馆1个月给你多少银子？按天算的，1天40文。小姑，那你现在有差事做吗？没有。小姑现在呀年岁大了，不好找事做。小姑，那你跟我干，咱们开个面馆，我1天给你算50文，月底根据营收再给你发一部分奖金，你看行不行？不烧呀，咋说胡话呢？小姑，我认真的。立夏，你知道开个面馆要多少本金吗？小姑，我知道，我有。姐，你说夏夏怎么这么大能耐？文雅，你还记得咱大嫂吗？刚跟大哥回来时，那美得跟天仙一样，一看就不是普通人。难怪你想让安康娶立夏。想总归是想，你看咱大哥那架势，摆明谁面子都不给。姐，立夏说的近亲结亲生傻子的事儿是不是真的？打听一下就知道了。文雅，你跟姐说，是不是你婆婆又磨搓你们家小贤了？姐，我不像你命好，头胎就是儿子，我连着生下小贤小慧2个姑娘，还生下5名5亮。小贤小慧在家的日子不好过。文雅，你糊涂呀，再不好过也不能这么早让孩子成亲呀。我记得小贤还小立夏2个月呢。姐，咱大哥日子过得不错，你说我把小贤小慧放在大哥家住一段时间，咱娘能同意吗？文雅，咱娘外孙女亲孙女分得很清，想让娘带小贤跟带立夏一样，那肯定是不可能。这个我知道，立夏是咱大哥的眼珠子，又是娘带大，自然不一样。文雅，你去跟娘商量，还不如去跟立夏商议，只要立夏点头，我估计咱爹咱娘咱大哥都不会反对。那我再等等，以前呀咱娘牙缝里省银子，咱们回娘家呀饭都不敢吃饱。文雅，要不咱们再等等，今日小雪出发去京城，总能看见那贵人长什么样。姐，那咱们又在娘家吃一顿饭，
娘会不会？陛下，你怎么起得这么早？大姑小姑早上好，奶奶说让你们吃完饭再走，我上山去挖点新鲜野菜。陛下，我跟你一起去，那我就去帮咱娘做饭。哎，做饭不急，文香，你再给你大哥还有立冬的衣裳上也绣个花。娘，这还没到过年，你们都做新衣裳了。哎呦，夏夏这孩子赚点钱手就松的不行，非要给我给你爹你大哥还有2个侄儿做新衣裳，偏偏呢夏夏自己又不会做，这阵子啊可把我给忙坏了。娘，那咱家立夏可真孝顺。那可不，你娘我呀辛苦了一辈子，没想到儿子福，没想到女儿福，临到老先想上了孙女福。文香，你瞅瞅，我都这么大年纪了，夏夏呀非要我也做个红的跟她一样的颜色，非说穿红色的吉利会行好运。娘，立夏孝顺你呀是应该的，想想当年大嫂去的时候，立夏才一丁点大，是你辛辛苦苦把她拉扯大。呸，你和文雅也是我拉扯大的，咋没见你俩给我做件新衣裳？我这不是手头不宽裕吗？我怪你了，知道揪棒作坊哪儿来的？那是我腿疼，夏夏想办法让缓解腿疼给弄出来的，对外宣称是你爹研制的。你就是不想承认，夏夏呀比你们对我上心，比你们对我孝顺。咋，夸夏夏一句很难吗？娘，我没说立夏不好，我方才话的意思是你跟立夏的好是相互的。娘，我觉得立夏说的对，一穿红色吉利，会行好运，还显得你年轻。真的啊？哎，等小雪离京后，娘就换身新衣裳，省得陈菊花又多心。姐，我们挖野菜回来的时候啊，碰见二嫂跟立夏炫耀小雪做的新衣裳，才吃个饭的功夫，咱大哥一家子都穿上了新衣裳。我看咱娘跟立夏身上衣裳的颜色呀，比小雪穿的还要鲜亮鲜活。姐，你说二嫂看了还不得气死？咱娘呀，现在恨不得满村的跟人炫耀立夏孝顺，你再看看咱爹那脸，嘴都快笑僵了吧？是啊，你看那个京城来的贵公子，也笑的是一点都不矜持。夏夏，三爷爷把你要的新车做好了，你快出来看看。二哥，你快把马牵来试试。二叔，你这是去二婶娘家借的车？二哥，二叔，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我有马，我可以先送小雪他们进城，等到了城里，他们再租一辆马车就可以回京了。不用，借都借来了。陆吉慎，他有必要这么夸张吗？害怕被仇家追杀。大人，你等我一下，我去跟大伯商议，让他用新的马车送咱们进城。小雪，不用了，那辆马车太新太扎眼，对咱们来说不安全。哼，就说你爹娘偏心眼儿，你看看，一家人都穿上新衣裳，有人惦记过你吗？今天小雪离家，我不想跟你吵。谁想跟你吵？小雪，女儿家最大的福气就是找个好夫君，你能找到龚大人这样的好夫君啊，养在家里是100个放心。小雪，你到京城不要惦记家里，赶紧给龚大人生个一儿半女，就能在京城站稳脚跟了。有些人呀，就算再能折腾，也找不到像龚大人这样的好夫婿，找不到一个在京城站稳脚跟的机会。当妾骄傲成这样，也算是稀奇。我就喜欢这种正红色，能穿正红色又怎么样？我家小雪将来的孩子一出生就能锦衣玉食，在京城上最好的学院，一辈子都……有完没完？不好意思啊，让陆二公子见笑。林林夏，你怎么得罪他了？不知道呀，记忆中他一直都找我茬。立夏，你越长越似大嫂，他把对大嫂的不满呀，全都转移到你身上了。奶奶，我娘跟二婶不和。哼，他嫉妒你娘。陈菊花，你那张嘴呀，迟早把福气都给败没了。娘，少说2句。龚大人，你等着我去接主子了，赶紧朝后退一退。主子，属下给你在梅花城买了一座小院。这俗话说，大隐隐于市，小院虽不大，坐落在闹市中，酒馆饭馆应有尽有。天行呢？被落傻子缠着讲了一夜的京中事，2人都病倒了。难怪子素哥哥今早没来。二哥，你用马车先送大姑小姑回家。爹，大哥，你们去收拾行李，咱们今日就进城，把咱家的面馆开起来。小姑，等你到家收拾好，就来城中落红尘酒铺寻我。主子，看林姑娘这架势，是要搬到城中住一阵子了。你留在林家，谁做饭呀？
主子，不如咱们也进城，富察腿伤时，属下来接林老爷子进城。主子，咱们今日进城，马车上还能多载一个人，正好帮林姑娘他们分担一二。不然你看他拿那么多东西，肯定带不走啊！哎呦，林姑娘，你看能不能帮我劝劝主子呀？没空劝。林姑娘，真不帮忙？哇哦！刘吉善，我们要在梅花村住一段时间，我爷爷我奶奶要忙旧棒作坊的事，你不进城，我能不能把家中喂兔子、喂老虎、喂鸡的事都托付给你？吴痕，你去收拾行李，我们今日就进城。立夏，好端端的，云公子为何给你一锭银子？银子是他2人的伙食费，不信你去问云无痕。对，那100两是我跟主子这段时间的生活费。100两呢？夏夏，快把银子还给云公子，人家小鹿天天帮着干活，咱们怎么好收他银子呢？夏夏，爷爷上次拿他那么多真金，已经很不踏实，你再收人家100两，爷爷怕是晚上睡不着觉了。哎呀，夏夏呀，你喜欢银子，爹想法子给你赚，咱不白拿别人银子。夏夏，陆公子教大哥读书，大哥心里很过意不去，再拿人家银子，大哥也睡不着觉啊。夏夏，你喜欢银子，二哥给你赚，不该拿的银子咱不要。立夏，送你堂姐呀？不是，我进城做生意，凑巧顺路。哎呦，立夏，咋不见你堂姐露面呢？京城贵人长啥样啊？害羞，就2个眼睛1个鼻子，也没比咱们多长什么。大人，你会不会嫌弃小雪不如立夏的人缘好？小雪，我不喜欢女子抛头露面，四处张扬。主子，林姑娘让你教她大哥读书，等会儿发现你没教，她又要说你吃白饭了，哪儿不会？骑着我心爱的小毛驴，它永远不堵车。琅琊寨打劫，留下钱财，留下马车，饶你们一条命。爹，咱们遇上琅琊寨的真山匪了。哎呦，三当家呀，误会，我们是林家村的人，林骨头呢是家父，曾经给你们大当家、二当家都治疗过刀伤呢。你是林家老爷子大儿子，你们林家何时发达了？没发达。这辆马车呀是梅花城内租的，里面坐着我孩子舅家的表兄。那辆马车呀是我三伯新坐的，里面坐着我家2个妹妹。三当家呀，我们都是给我侄女送嫁的。当初我爹救你们的时候，你们可是答应过不对林家村下手的。三哥，咱们琅琊寨已经没米下锅了，放过他们，咱们今天晚上就要喝西北风了。闭嘴，不嫌丢人。方才虎子的话你也听见了，我答应过你家老爷子不对林家村动手，但你那2个亲戚不是林家村的人，你让他们下马，留下身上的银子，我就放你们安全离开。这肯定不行。三当家，我是林骨头的孙女儿，方才听这位大哥说你们山寨都没米下锅了，不如咱们打个商量，结个善缘如何？我想起来了，你是林家老爷子那个2孙女，小时候长得又瘦又小，我喝过你端的水，给你个面子。三当家，车上坐着的是我舅家表兄，一把年纪收不到亲事，特意租个马车装门面，实际上没什么银子。你看他身上的衣裳还是我奶奶给做的，没钱。姬慎撩开马车帘子的手一顿，微微皱起了眉头。云无痕是嘴角狠狠地抽了一下。林立夏呀，你真行，敢说主子说不到亲事，还敢说主子没钱。三当家，你抢我表兄，我们肯定亲戚都没得做。你看这样行不？让我表兄和他的朋友每人给你留下10两银子，算是你们护送我们进城的保护费。好，所有不属于林家村的人，1人10两银子。虎子，你去认一认。车内坐着的是我表兄，帮他赶车的是他的兄弟，还有一个是我大哥。这辆车是我家的，里面坐着我大姑和我小姑。你们看面相就知道，我爷爷的亲闺女肯定是林家村的人。这个是谁啊？赶车的是我二叔，瑟瑟发抖的是我堂姐，包严实的是他夫君，风俗跟咱不一样。三个外村人，1人10两银子，够咱们山寨买8个月的粮食了。回去跟老爷子打个招呼，我们实在是揭不开锅，才不得已。你去10两银子。立夏，你早上才给他120两银子，我一共就没有多少陪嫁。
谁有120两？小丫头，你敢骗我们！云无痕，擒贼先擒王。遵命。陆吉慎，别忘记你发过的毒誓，你要不能斩草除根，就别轻举妄动。这便是你与他们周旋的原因。我说会护住林家，你从未信过我呀。陆吉慎，我不是不信你，我习惯我二哥说话不靠谱，我怕你考虑不周详。姬慎的肌肉紧绷，山野丫头说话就说话，靠他这么近做甚？陆吉慎，你不是要挖矿吗？你快看看，那些山匪个个长得膘肥体壮。你是想让……姬慎满脸震惊，一回头，唇就擦到了林立夏嫩滑的脸上。谁让你转头啦？哎呀，算了，你也不是故意的，就不跟你计较了。方才的事你考虑的怎样？你怎么还发愣呢？问你考虑的怎么样啊？说话就说话，不要动手动脚。关键时刻你怎么还拖泥带水？你到底行不行？行。林立夏，云无痕打山匪手到擒来，就怕打斗中山匪会误伤你的家人。打什么打啊？打打杀杀的多不安全呀！给我120两银票，我去骗他们，乖乖给你挖矿。你只要把人给我看好，绝不能放跑一个出来，不然我林家被报复，你就等着誓言应验吧。看看，都说结个善缘，你们非要贪心不足，差点害死我们林家的人。实话跟你说，那根本不是我表兄，是京城的贵人，身份我们惹不起，你们狼牙寨也惹不起。贪心不足蛇吞象。看清没？车里贵人的。看清了，不认识。据说是京中什么皇子的黑鹰卫，武功好到一个人可以杀光你们整个狼牙寨。林姑娘，我们最多谋财，从未害过人性命，能不能跟贵人说，饶了我们这一次？唉，三当家，我就是认出你们曾受我爷爷恩惠，我才冒着性命危险，想做个结善缘的中间人。林姑娘，求你，求你，再跟贵人说说，再给我们一次机会。三当家，这次机会你真能把握住？能，必须能。是这样的，贵人来咱们这儿办差，意外摔断了腿，如今人手不够，想找一群身形魁梧、英勇不凡的好汉协助。事成之后，一个人给200两赏金。200两奖赏？我们山寨的兄弟个个都身形魁梧，英勇不凡。但这样不够，贵人说还要口风紧。我口风很紧，连我老娘问我都不会多说一句。贵人要的人手多，我怕你们不够。够！我们狼牙寨一共53个弟兄，加上2个煮饭婆子，要是还不够，你说个数，我想办法让道上的兄弟凑一凑。那你等一等，我去问一问贵人，把耳列好，都听见了没？听见了，不是误人。刘吉慎，再给你出个法子，平时在伙食上别亏待他们，统一口径，赏金是后节。偶尔呢，点几个小火堆，将他们聚在一起唱歌跳舞，时不时的再搞一些表彰大会，给挖矿又好又快的人发个奖牌，账上给一大笔奖赏，将账上金额最高的3个人连同名字和赏金一同挂在最明显的位置，保证他们个个都听话，拼死了给你挖矿。陆吉慎，你怎么又发愣了？让他们什么时候会合？在哪儿会合？你人手够不够？够，今夜子时，位置你定。这10两银子算我的中间费。陆吉慎，看清楚了，我们林家人不白拿别人的银子，少于还你。三当家，你们要不要再考虑一下？贵人说那任务有点累，至少需要半年，可以先给你们每人2两银子做定金。你们都是我爷爷的病人，我就怕你们去了之后嫌弃累，在背后骂我。不用考虑，一人200两银子的奖赏，我们什么苦都能吃，绝对不嫌弃累，只会感激你。三当家，你不会拿着银子跑路，让我们林家被贵人责罚吧？不会，我53刀对天发誓，我若拿了银子跑路，就让我不得好死，死后下18层地狱。停，我相信你。三当家，贵人说煮饭婆子不用出力气，只给50两奖赏，要你今夜子时带上所有人在城外等他。50两奖赏，不少了。贵人好走，贵人，咱们晚上见。贵人，我们狼牙寨言出必行。今天是个好日子。夏夏，你跟山匪说啥了？没啥，给他们找了份好差事。陆公子，我家夏夏方才与你说什么了？啊，没说什么。
方才教你的都学会没？没，我再温习温习。大人，你的嘴角怎么流血了？小雪，你方才为何要那样说？大人，妾怕银子不够咱们回京的盘缠。好了，小雪，别哭。大人，方才那群山匪呢？怎么解决的？小雪，我有些累了，你帮我揉揉肩头。到了。爹，你不送我们进城吗？小雪，爹无能，帮不上你，以后的路要靠你自己走。龚大人，林家不敢挟恩求报，倘若有一日你对小女的联系不在，还请你给草民来一封书信，草民自会接回女儿。爹，我肚子饿了，你先去给我买个白面饼吧。立夏，你等等我们。主子，要不要给他雇个车呀？不用管。大人。小雪，不怕，万事有本官在，我们租个马车回京。吴三道，你的义气都被狗吃了。林骨头是谁呀？那可救过咱们山寨不少人的命呢。大哥，我没动手，林骨头孙女还给咱们介绍了活，赏金200两呢，就是有点累。废话，这做啥不累呀？咱们当山贼不累？你看看人家林家人多厚道呀！通知弟兄们，中午吃顿好的，去了给人好好干活，万不可让人家林姑娘因为咱们受连累。小姐，饼还热着，趁热吃。啊，对了，你堂姐呢？哦，没见人呀，应该是跟那个姓龚的租马车走了。那你二叔呢？咋也不见人呢？爹，我看见二叔在城门口掉头回去了。哎呦，这怎么也不打声招呼啊！大家，毛溜要拴到院子里。袁无痕，银子我焐热都还给你了，你可别想赖在我们家里蹭饭。林姑娘，这是你家酒铺？你家酒铺怎么会在这儿呀？你这话好奇怪啊！我家酒铺不在这儿，应该在哪儿？大哥，吃不完。陆公子，要不要小店内看看？不用了。陆吉善，我家小店一共3间房，我爹和大哥住一间，我和小姑一间，还有一间给我二哥暂时落脚。林立夏，我腿伤还没好呢。你不是买小院了？买在哪儿？赶紧带你家主子回去住。吴痕，怎么回事？小院就买在那儿。吴痕，这次差事办得不错啊，回京后官升1级，月俸加3成。陆吉善，你迟早要回京的吧？林立夏，你什么意思啊？这儿开个门，我可以把这几间房全改成面馆。陆吉善，看在我方才帮你大忙的份上，带你回京时把这个小院转给我呗。林立夏，你看我像是缺你这点银子的人吗？陆吉善，那我能去你的小院看看不？还不带路？陆吉善，就你和云无痕2个人，请个婆子做饭不划算，在外面吃又不卫生。所以呢？你让人在这儿开个门，你把那片空地借我用，我免费管你们2个人的饭。这不合适吧？哎呀，邻里邻居的，理应该互助，节省资源嘛。你找人砸个门出来，我去买牛脊骨，晚上给你做牛肉面，有利于你的腿骨恢复。吴痕，你怎么看？主子，属下觉得林姑娘言之有理。属下听说喝牛骨汤确实有利于恢复腿伤。去办。劳烦单爷爷帮我引荐一位既杀猪又杀牛的屠夫，我喜欢吃牛肉。夏夏，你看那是不是小雪呀？夏夏，你站在这儿别走开啊，跟着你单爷爷安全。我去看看你堂姐。爹，西市是单爷爷的地盘，你让单爷爷去走一趟，不比你去瞎忙活强。堂姐妹怎么长得不像啊？堂姐妹2个孩子呢，都长得随娘。夏夏她娘啊，年轻时模样出挑。哎，这确实啊，立夏长得更讨喜。夏夏，爹，你站着别动。单爷爷，那个哭唧唧的是我堂姐，旁边包的跟坐月子一样的是她男人，2人要进京，劳烦你推荐个靠谱的马夫，该出钱的就让他们出，只要安全到京就行。哎呀，文耀啊，这马氏门路多得很，你去不顶用，还是我去。爹，看到没？单爷爷出马1个顶3，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夏夏，爹要不要再过去跟他们打个招呼啊？去吧，顺便告诉他们，你看见他们办不成事儿的丑态，
再告诉他们是咱们托人给他们解决的。那爹不去了，咱们在这儿等你单爷爷。原来你盘下了落红尘酒铺啊！你那个会发出孩童哭叫声的鱼呢？那个鱼等面馆开业就能看见了。那你什么时候开业？暂定2日后。夏夏，这是人家最大的锅了。妹妹，你锅里炖什么呢？闻着好香啊！哥哥昨晚喝醉了，还冻感冒了，到现在都没吃东西呢。先进来再说。你们喝酒吹风啦？昨夜与洛兄聊京城的事儿，洛兄拿来许多酒，还在屋里摆满了冰盆子。两人聊着聊着就醉酒睡过去了。洛傻子，你该不会为了炫富故意摆上冰盆子，这才冻感冒的吧？子素哥哥，我给你把个脉。云无寒，带骆子素去对面的药店看。陆定宽，你有完没完？妹妹给我把个脉怎么了？碍着你什么事了？骆子素，你祖父没教你礼记。骆傻子，男女授受不亲，你这个当义兄的怎么不顾及妹妹名节呢？我们山野女子不讲究这些。子素哥哥，伸手。妹妹不用了，哥哥方才来的时候才去过对面的药铺看过。药呢？拿来我看看。他嫌苦，没药。子素哥哥，你在这儿坐会儿，我去给你煮一碗葱白生姜大枣汤，这个不难喝，具有发散风寒的功效。妹妹，你对哥哥真好。我小时候风寒，我祖母也会给我煮这个汤呢。林姑娘，我家主子方才来的时候差点摔了一跤，你快看看是不是腿伤复发了？子素哥哥，你等一下，我先给他看看腿，一会儿给你煮汤。林姑娘，你给我家主子看腿，我去给骆傻子煮汤。你会煮吗？会，我跟他一块儿长大，连他喜欢放几颗枣都一清二楚的。灵儿傻子，过来给我烧火，不就煮个汤吗？至于4个人一起吗？灵儿傻子，你上次说的那个刀法，来了。疼不疼？疼。这儿呢？疼不疼？疼。这儿疼不疼？疼。也疼呀，疼不疼？林夏，马车颠了我一路，颠得我浑身哪儿都疼。信你才怪，你就是故意给子素哥哥找不痛快。云无痕，别告诉我墙后边就是你给主子买的小院。徐军师还是这么睿智。云无痕，你的初衷了，你的节操呢？天祥，这不怪我，这个真的是个巧合。好吧，我承认，主子说回京给我升官加禄。云无痕，把我的钱袋子还我。你不怪我？怪你做甚？主子的决定岂是咱们这些当下属能够扭转的？天祥，主子找你来，你来就来，怎么还把骆傻子带来？你嫌他命长？脚长在他腿上，我拦得住？我冬天都未曾染上风寒。想不到山野农女竟还有这般别出心裁的思路，是个好法子，一箭3雕，既解决周围匪患，也解决他做生意后顾之忧，还能替主子分忧。可惜出身太差了，怕是连个侧妃都不够格。天祥，这么远，我声音这么小，主子应该听不见吧？你看咱主子的眼神，你升官加禄要保不住了。属下失言，请主子责罚。无痕，今夜的差事你去办。陆金慎，你让他去监督呀。武功好，长得也像个好人，嘴皮子也挺利索，鼓舞士气怎么样？不行，我完全不会。这个天行可以，他最擅长鼓舞士气了。陆金慎，那群山匪能哄尽量哄，能让他们开心干活，肯定比拿着鞭子抽着干活效率高。徐天祥，过来喝驱寒汤。主子，属下愿意去。徐天祥，快来喝驱寒汤，特意给你多放了点姜，驱寒效果比我喝的强1倍呢。不用，我喝中药。袁无痕，谁家煮姜汤用2斤姜呢？袁无痕，谁家煮姜汤用1斤枣？我没有，不是我干的。骆傻子，是不是你干的？妹妹，这姜和枣都用完了，哥哥去给你买。哥哥喜欢甜的，就多放了点枣。徐天行风寒严重，就给他多放点姜。我谢谢你，但真的不用。子素哥哥，2斤姜你都放到他碗里，你不是想给他驱寒，你是想把他送走。主子，不管什么差事，让属下去吧。无痕，你送天晴先去，等风随影到了，你赶紧回来。遵命。起来，去买姜买红糖，把骆子素带上。骆傻子，你咋这么能造啊？刘涵，快松手，要被你勒死了。骆傻子，我就出去一会儿，你就将2斤姜都放进了锅里。你想辣死天行，还是辣死你自己啊？我想辣死你。妹妹，你还买别的不？凡是能用得上的，多买不会出错。这话没错。连夏，你做什么？煮驱寒汤。二哥，你怎么不拦着他？二哥，你怎么了？夏夏，云大哥方才传授我的刀法，妙得很。得，又傻一个。二哥，这么妙的刀法，你在院子里练才够发挥。
不错，还是这么有眼色。林林夏，你经常煮祛寒汤？我也不爱喝中药，我从小到大受风寒都喝这个。什么味儿啊？能给我尝一下不？可以呀。哎，那是我喝。这个确实比中药好喝多了。林林夏，真的好喝，给我再盛一碗。幼稚，这是祛寒汤，你又没风寒，连这个也要跟子苏哥哥抢。沿途山风那么大，给我吹得浑身都疼，许是风寒了。徐天祥，不想你家主子明天内热，就赶紧将他拉出去。主子，驱寒汤喝多了内热。天祥，为何就我没喝过驱寒汤？主子，这是民间驱寒的土方子。主子，虽说是林姑娘给骆子素煮的驱寒汤，可您喝了出锅的第一碗，骆子素都是喝您剩下的。言之有理。天祥，你也病着，你多喝2碗驱寒汤，最好都喝完，别给骆傻子留。主子，属下实在是喝不下了。再说属下都喝完了，等会儿林姑娘还得再煮。主子，龙林国5品以上的官员亲眷才有参加选秀的资格。若是林姑娘的兄长……天祥，你看着火，我去看看林立东叔温的怎么样了。幸好他聪明，不然这一锅的驱寒汤灌下去，他明天肯定要内热的嗓子疼呀。今天教你的都学会了吗？还差一点点，那你还有心思打瞌睡？今天教的学不会，晚上不许吃饭了。还发什么愣啊？赶紧温书，我一会儿过来检查。你父亲呢？我父亲去找木头了。夏夏说让立春刻个门匾。夏夏，你快来看看这块木头怎么样？爹，这是什么木啊？梨花木。梨花木？哪来的梨花木？隔壁院子里捡的。捡得好。夏夏，刻什么字啊？一碗好面。夏夏，不起个有文化内涵的名字吗？一碗好面，这个名字好，简单直白。有眼光，有品位。窦金山，你要帮我刻门匾？只要你以后也给我煮驱寒汤，刻门匾不是什么难事儿。可以呀，等你风寒了，我就给你煮驱寒汤，快刻吧。大哥，快来帮个忙。爹，是我让小姑帮忙定制的碗筷到了。哎呦，不是说京城的贵人吗？怎么还会雕刻呀？艺多不压身，多好的后生呀！哎，可惜出身门第太高了，就怕呀咱家立夏嫁过去受委屈。你别说啊，在这么多后生中，就属他长得最俊、最有才华，是有些可惜了。林伯父，离院士没多长时间了，你赶紧去温书吧。爹，他说的对，你赶紧去读书，剩下的活有我和二哥在，忙得完。对呀，大哥，你赶紧去读书吧。立夏，我帮你和面。都起来吧。陆金善，这都是你的属下，心说好啊。你给我刻门匾，徐天行给我搬酒坛子，云无痕叫我二哥武功，我只管你们几个人的饭。他们想吃面得掏钱。无痕掏银子。林姑娘，多少钱一碗面呀？大碗50文，中碗40文，小碗30文。看他们这身量，得大碗，可能还得吃2碗。立夏呀，这个定价可比我之前的面馆贵1倍不止。小郭，咱们一碗好面走中高端路线，讲究味鲜料足，还是限量供应，一天只卖400碗面，就是早晚各卖200碗，这么贵呀？能卖出去10碗都稀奇。夏夏，这些人呢，都是陆公子的下属，咱们今晚就不收银子了吧？林家伯父，这骨头汤闻着很香，面好吃，这个价格啊，一点都不贵。小哥，你看，这不就开张啦？妹妹，你做的牛肉面，哥哥天天吃都不会腻的。真的？那你帮我个忙。妹妹，你说，但凡哥哥能做的事儿，一定给你办得漂漂亮亮的。林姑娘，我家主子比骆傻子更靠谱。不行，在梅花城，子素哥哥的名气大。等我再喝碗汤，咱们慢慢。听见没？我名气更大。陆鼎宽，你争不赢我的。主子，我能反悔吗？徐天行赶紧转移注意力。我舍不得这美味的一碗好面。天行，等一切步入正轨，你尽快回来。骆傻子，我要出门办差，没个10天半个月，许是回不来。你这段时间不许惹他。永无痕，你大爷的！你不要动不动就捂我的嘴，还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拖我出来，我不要面子的。骆傻子，我这是为你好，子博哥没教你，不该问的一句都不要多问。那你跟我说，陆定坤故意将院子买在这儿，是不是在打妹妹的主意啊？骆傻子，走，陪我去买点好酒。大人放心，我们狼牙寨的人最讲义气，林家老爷子对我们有恩，他孙女介绍的差事，我们保证玩命给你们干好。洛红尘酒馆改成面馆，开业酬宾，前3天凭才华免费吃面，还有机会赢得20两赏金。这上联酒香面熟笑相迎，下联我对菜美汤鲜心相印。恭喜阁下，您通过了第1关，可享受半价吃面的权益。您还可以继续闯关，通过第2关，您享受1折吃面的权益。不是说凭才华免费吃面吗？难不成还有第3关？有，通过第3关可以免费吃面。诸位，
丁某去会会第二关。丁兄，你先去。骆子素，你与面馆什么关系？你守第一关，岂不是让我等畅通无阻啊？单兄，第二关怎会是你？丁兄，这家面馆主人与在下祖父关系交好。单兄，请。丁兄，请。上联雄心壮志守擂台，那我对下联铁血豪情战天下。妙啊！恭喜丁兄通过第二关，丁兄可要继续闯关。齐山长，怎会是您？为何不能是老夫？学生只是太惊讶了。上联民心如水，天下归一。山长，容学生想一想。有了。下联国运如舟，乘风破浪。好一个国运如舟，乘风破浪！你是第一个对上此联的人。恭喜阁下，您拥有本店免费吃面的权益，并有机会呢赢得20两银子的赏金。有机会赢得20两银子赏金？还有什么条件？阁下吃完面，在下再与您细说。学生给出的下联至理如山，稳重长远。好一个至理如山，稳重长远！敢问林兄，那20两银子的赏金要如何才能得到？孙兄不急，您先吃面，等吃完面后，在下再与您细说。抬头对着他露出了窘迫的笑。让丁兄见笑了，这一碗好面实在太好吃。孙兄，你是为那20两银子赏金来的吧？那在下退出这场竞争。慢着，外面都是读书人，不想叫他们吓跑，你有什么话就躲在这儿说。第1名的赏赐有2种选择，一种是20两现银，一种是当朝探花郎亲手撰写的秋闱考试心得。不知是哪个探花郎？不知道他是哪一年的探花郎，只知道他书中自称宫行太，任职当朝工部郎中。此次负责监管望龙河的朝廷命官，不是说他失踪遇难了吗？敢问林姑娘，你方才说龚大人亲手撰写的秋闱考试心得，可属实？你从何处得来？齐山长，这是家兄在深山中机缘巧合捡到的，劳烦您帮着看看真伪。齐山长，您再翻一翻，全记住了，我这奖赏可就毫无吸引力了。小丫头，你先拿第10的书，吊着我给你做守关的第3人，又拿出探花郎亲手撰写的首级，只为了一个面馆做噱头，未免大材小用。何为大，何为小？我今日这样一折腾，明日指定传遍梅花城。一来我店铺一下子扬名，二来梅花城的百姓皆羡慕能免费吃面的读书人，大家都知读书好。来日我与子素哥哥的书铺趁机半价卖出启蒙书籍，再邀几位善心的读书人，日日在书铺门前免费的教授启蒙书籍，岂不是大善？你这个小丫头，谁教你这些的？世外高人。敢问外边方才要退出的公子，现在是否要退出？不对，敢问姑娘，怎样才有机会赢得探花郎的首级？方才本店的面如何？汤鲜味美。那让你帮着做一幅画，夸几句本店面的口感，不算违心之举吧？自然不算。那劳烦公子现场发挥，本店将会将你们的字画长期的挂在面馆的外墙，请食客瞻仰，且点评谁写的最好，按上手指印儿。1个月后得到点评认可最多的公子，第1名可以在20两银子和当朝探花郎的首级中做选择，第2名得赏金10两银子，第3名得赏金5两银子。姑娘好手段，在下也算见识不俗，第一次见人开店玩连环计的，一环扣一环，在下佩服。拿笔墨来。公子请，公子请，您后面呢还有3位公子等着发挥呢。洛基慎，你说这个梅山书院第一才子的画技如何？洛基慎，是不是我弄块帕子蒙上脸，就不会将这些书生吓跑了？不行，林立夏，你是不是还有后招？什么后招？这个才子的仪态真好，作画的姿态好流畅，好优美，本身就像一幅画。赚了哦，有后招，不过那是1个月之后的事儿。陆金婶，你要不要猜猜看？林立夏这个不将世俗礼教放在眼底的疯丫头，哪有未出阁的女子这样明目张胆地盯着一个大男人看？林立夏，你明日跟我学礼记。不学，这是我家的店铺，你看不惯，大可以现在就回你自己的小院，管得比我爹还多。哎，早知道让奶奶给我做一套男装了，这样我就能光明正大的去看。小郭，快再煮10碗，6个半价吃面，3个1成吃面，还有1个免费吃面。小佳，大哥方才算了算，一共有6个免费吃面，25个1成吃面，这样下去咱们亏得起吗？亏得起，你尽管把心放到肚子里。妹妹，哥哥肚子里的墨水都用尽了，只拦住少部分才启蒙的人。子素哥哥做得很好，这就是我想要的效果。晚上呀，给你做大碗的牛肉面。哼，陆鼎宽，你听见没？妹妹夸我做得很棒，比你这个在这儿只会烧火的强。摊子。26个免费吃面，
135个一成价格吃面，营收是675文；239个半价吃面，营收是5975文，一共营收6650文。1碗面的材料成本约10文钱，综合算下来，今天的毛利润营收2650文。咱们一人按照50文一天工钱结算，除去400文的人工成本，一共营收2250文。陛下，你的意思是说，咱们今日没亏？夏夏，咱们不仅没亏，还赚了2250文。像咱们这样的铺子，一个月的租金最少也要3两银子，分担到每一天100文，净利润在2150文。委实有点少。夏夏，半价销售还能挣2000文，那等活动结束，一天不得挣4、5千文呢？肯定不止，后期等活动结束，就我和小姑还有二哥3个人就够了。一天卖400碗，我们能净赚15000多文，一个月下来少收也有40多两银子。一个月能赚40多两，这块赶上咱家好几年收成了。咱爷爷给人看病，一年到头也攒不下5两银子，我忙活一整年打猎，也攒不到6两银子。林伯父，你家女儿明年及笄吧？对，明年立夏及笄。那你有何打算？总不能让她这样一直抛头露面吧？自然不行。为人父母的，自然希望孩子有个幸福美满的人生啊。林伯父，今日你家女儿非要出去看那些书生作画，我觉得不妥，硬是拦下她。这自然不妥，幸好你来得及时啊。看来呀，我以后要教一教她礼记，让她有点男女大防的意识。林伯父想得周到，他今日还念叨着忘记做套男装，我看他的意思呀，明天想女扮男装去看那些书生作画呢。那怎么行啊？这传扬出去，我家夏夏名声不就毁了吗？正是如此，我才邀林伯父过来聊聊。林伯父，林家对我有救命之恩，我不能看着你家女儿误入歧途。林伯父，如今呀，也只有您能约束她了。这怎么约束啊？我最受不了夏夏受委屈了。林伯父啊，据我观察呢，你家女儿也是最怕人流眼泪。她要女扮男装，您就哭，您一哭啊，她一准妥协。哭？这男子汉大丈夫的，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啊？林伯父，您可有别的招数能拦住她女扮男装？可我哭不出来怎么办呢？听闻用姜汁泡过的帕子稍微擦一擦眼，泪水就止不住流。陆公子，你是如何知晓这种不入流的手段呢？之前在军中有个新兵不想训练，就用了此种法子。哦，我家夏夏聪明得很呐，我就怕找不到机会用姜汁泡帕子。林伯父，你稍坐一会儿。林伯父，你用完之后随时过来取。这能行吗？林伯父，您若是从我这儿哭着回去，等会儿您女儿还不得找我算账呢？我就试一下，没想到这么管用啊！哎，林伯父，您还是在这儿温习一会儿书吧。哎呀，林伯父，您这样回去定然是瞒不过您女儿的，得想个说辞。爹，我决定了，从明天开始你就多个小儿子。爹，你眼睛怎么这么红？哦，困的。林伯父在这儿温书，困得不行，就一个劲儿揉眼睛，揉着揉着就成这样了。对，困的。今天忙活一整天，累得直打瞌睡。下次再回家呀，就带点薄荷，在困的时候抹一抹，提神醒脑。提神醒脑？爹，我过几天就给你做个提神醒脑的风油精。爹，你看我穿男装俊俏不？咱们这条街的成衣店买的，要不要给你们也买几身？夏夏呀，你女扮男装出去换了名声，找不到好亲事，让爹死后如何跟你娘交代呀？爹，男子汉大丈夫流血不流泪，你咋哭得这般瘆人？老天爷呀，他才把嘤嘤嘤哭的小哭包堂姐给送走，咋又多了个嘤嘤嘤哭的老爹？夏夏呀，爹也知道男子汉大丈夫流血不流泪，可你这般不顾自己的名声，爹只要一想到九泉之下没脸去见你娘，爹这眼泪就止不住啊！芸娘啊，我对不起你呀！哎，停！爹，你别嚎了，男装我不穿了。真的不穿了？不穿了，爹。为啥我能光明正大的去街上买东西，不能在咱们家的后院派那些书生作画呢？夏夏，那不一样。大街上姑娘小媳妇很多，你上街呢，大家都不认识你，只要不做出出格的事，不会坏名声的。夏夏呀，在咱家小院你一出去，那些人就知道你是一碗好面掌柜的女儿，人多眼杂的，你说一句他说一句，坏了你的名声，爹如何跟你死去的娘交代呀？爹，
你咋又哭上了？我不穿男装了，不做出格的事儿，咱不哭了，行不行？夏夏呀，爹想你娘了。爹，要不我给你画一幅娘的画像，让你睹画思人。你骗人！你娘去的时候你才3岁，你许是连你娘的模样都记不住啊！爹，你们都说我长得像我娘，我可以照着镜子照着我这张脸画。林伯父，我带你去我院子里洗洗脸，你哭成这样不好见人呐。奇怪，这不就有水盆吗？为啥要到隔壁的院子去洗脸？这两人搞什么啊？林伯父，读书呢需要循序渐进，眼睛对读书很重要，下次万不可暴力揉眼睛了。爹，鲁基慎说的很对，下次再困的时候先眯一会儿，再温习书就事半功倍了。林伯父，您女儿说的在理，下次困的时候先眯一会儿。林文耀是一脸的懵，陆公子昨晚逼着他读书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瞧着那架势，比他爹还盼着他早些考中秀才，怎么这会儿就变了呢？鲁基慎，这天才黑一点儿，你院子里就点这么多灯笼呀，真奢侈。鲁基慎，袁无痕和徐天行都不在，你的腿又不方便，谁给你挂的灯笼？卖灯笼的人挂的呀。爹，你洗好没？趁着天还没完全黑，咱们也去买几个灯笼，这样你和大哥晚上还能多学一会儿，我晚上也能看一会儿书。夏夏，没必要吧？夏夏，这要是让你奶奶知道啊，咱们在城里这么浪费，她肯定又要心疼许久了。爹，咱不告诉奶奶。林夏，我觉得林伯父言之有理，你若不介意，可以到这边来读书。借光读书不必了，区区几个灯笼我还是用得起的。爹，你身上怎么这么大的姜味儿？许是帮林姑娘洗姜染上的。爹，下次做事的时候小心着点儿，等会儿去成衣店给你买身新衣裳。哎呦，夏夏，爹不用新衣裳。林夏，你回去换一套女装，我照着你的模样帮你临摹一幅你娘的画像如何？你画，我看行。林伯父，您万不可让方才的事传报，不然呢，您女儿明天就穿着男装四处晃悠了。这是您想看到的吗？不想。陆公子啊，我不忍心骗我家夏夏呀。林伯父，这不是骗，这是你的拳拳爱女之心呐。林伯父，你把方才怕的还给我，你赶紧回去换一套干净的衣裳，这件事闭口不提就过去了。陆金善，你作画要多久啊？今日能画完吗？林丽夏，你就不能将头发好好梳一梳啊？太麻烦了。夏夏，让你小姑给你梳个头发。文雅，你给夏夏梳个你大嫂常梳的随云髻，这是你大嫂生前用的簪子。爹，这是你给我娘雕刻的？哎，爹本来攒钱给你娘买了个银簪子，又被你娘拿去退了，她非说这个比银簪子好。这是大哥呀亲手雕刻的，对于大嫂来说，比花钱买的银簪子更有意义。陆公子，劳烦你回避一下。哎呀，大哥，夏夏梳随云髻更像大嫂了，就是身量呀比大嫂矮一些，也比大嫂消瘦了许多。小姑，有没有镜子？我想看看。南屋有铜镜。听见陆基慎的声音，林丽夏提起裙子就朝南屋跑。林丽夏，将你的羡慕嫉妒化作努力追赶的动力，总有一天能在财富上狠狠压外面的鲁基慎一头。哎呀，换个发型确实不一样呀，衬得我都温婉了几分，再高一点，再圆润一点，这张脸应该会更耐看。我娘是个美人无疑。林丽夏坦率自信的做派，乍一听半句没夸自己，细一琢磨又每句都在自夸。陆公子啊，这是你的房间，丽夏看够了就赶紧出来，动作轻一点。陆基善品味不错，有空帮我列个单子，1年后我要照着你屋内的标准给自己也置办一套装门面。好，天祥，你说谁在想我呢？你想谁在想你？无痕，等你回去的时候记得跟主子多汇报一下这边他们的情况。我也觉得他们挺好的，嘴里老念叨着林家对他们的救命之恩，生怕咱们为难林丽夏，干活很是卖力呢，憨得让人不忍心呐。你把他们老念叨的话多跟主子说一说，说不定主子对他们另有安排。言之有理。唉，也不知道我走前托影中置办的那些摆设，主子喜不喜欢。陆基慎，你到底会不会画？今日天太黑了，我看不真切，等明日天亮了我再画。算了，我就不该指望你，等明日天亮了我自己画。陆公子啊，没关系，我也不擅长作画，怎么学都学不到其中的精髓啊。
次日清晨，天刚大亮，暗卫遵循吩咐，将桌子搬到了院里最明亮的位置，蘸上一点墨，开始在宣纸上勾画出一个女子的轮廓。看着陆基胜不俗的画技，他懊悔的像损失了1个亿。这样的画技，只要买客眼不瞎，都能给高价。早知道陆基胜画技这么厉害，他早就薅到创业启动资金了。之所以愿意画这幅画，估计是看他爹昨日哭得太惨，要不让他爹再哭一哭，哄着陆基胜多画几幅。林林夏，你何时来的？陆基胜，我以为你昨天糊弄我呢，没想到你的画技这么好，可惜啊，少了作画的颜料。陆基胜，我送一套作画的颜料给你，你帮我多画几幅画，最好是山水画。基胜脸上的笑僵住，怎么什么东西到林立夏的眼中都是能换钱的俗物？林林夏，多少银子能将我曾经写给你的画本子买回来？你开个价。陆基胜，你看我像是缺你那点银子的人吗？不跟你浪费时间了，爹，你快去隔壁小院，陆基胜答应你的画画好了，他画技不错，应该能卖很多银子。夏夏，我要人家能给我们吗？爹，他不给你就哭，你一哭呀，没准他就心软了。哎呀，夏夏，爹脸皮薄，怎好为一幅画就哭呢？像什么样子？爹过去看看画。哎，妹妹，早上好呀！哥哥昨晚温习输到后半夜，哥哥今天可以发挥得更好。子苏哥哥真有上进心，过几天呀，送你个提神醒脑的好东西，让你读书事半功倍。陆公子啊，你这画画得极好，把我家夏夏画的是栩栩如生啊，人好似在画中活过来一样。不过呢，并非是我想要的。听见林文耀这话，齐山长对画很是好奇。不知可否借老夫一观？恐是不便。听闻你夸奖他画技不俗，老夫一时心痒，失礼。这怎能怪齐山长？是在家招呼不周啊！不知齐山长您用过早膳没？林掌柜，我观这位公子好面相，莫非他是你看中的乘龙快婿？哎，齐山长，你这什么眼神啊？这个姓陆的浑身麻烦事儿，哪里配得上我家妹妹啊？姓陆的，你瞪我做什么？我哪句话说错了？你是不是浑身麻烦事儿？骆子素，我的事儿何时轮到你评说？此话一出，周遭空气莫名的冷冽了几分，在场所有人都沉默了，心底暗骂：他大爷的陆定坤，上过战场了不起呀，气势竟这般渗人，莫非真敢杀了他不成？老夫失言，昨日见林姑娘聪慧灵动，老夫家中有个世侄，人品模样皆不错，老夫想保个媒。的话还将他吓得打了个冷战，他是哪句话没有说对吗？怎么感觉陆公子的气势比刚才更加渗人？陆公子息怒啊！齐山长不知您身份尊贵，不过您放心，我以及小女呢都有自知之明，绝不敢攀附。吃饭啦！夏夏，你的画像还在他手中。爹，不着急，我手中有他更想要的，逃不了。哦，那爹先回去帮忙了。陆基胜，今天的牛脊骨汤比昨日的味道更浓，画我帮你拿着，你赶紧洗个手，别趁热才好吃。陆基胜，人不能言而无信呀，你答应给我爹画的。陆基胜，你放心，我现在不缺银子，你写的那些画本子，我暂时不会拿去变现。林林夏，我不缺银子，你只管开价。不急不急，等你离开梅花城之际，你写的画本子还有你想要的令牌，只要价格公道合适，都给你。林林夏，方才我听见齐山长好似想给你保媒。保媒？陆基胜，我爹咋说？他没答应吧？陆基胜，你怎么不说话呀？我爹到底咋说的？林林夏，梅山书院可是这附近最好的书院了，似你这般年岁的女子，应该很向往齐山长保媒才是，你怎会如此惧怕？我现在就去跟我爹说，未满18，谁来提亲我都不嫁。听见林立夏这样说，吉身紧绷的心逐渐的松缓下来，嘴角微微上扬。离林立夏满18还有4年，足够他筹谋好一切。林立东，书文写得怎么样？我吃过饭就去文书啊，我现在就去文书。以后不管谁跟你提及我的亲事，你一律用未满18不谈婚嫁来搪塞过去。夏夏，18就是老姑娘了。爹，画像您先收好，等我再练一练画技，过段时间呀，给您画我娘的画像。陆基胜，你莫不是又在偷听？偷听什么？算了，也没啥见不得人的。陆基胜，过来帮我烧火。夏夏，咱们现在收档时间挺早的，要不要把400碗面提高到500碗呢？爹，你书文记得怎么样了？这次有几成把握能考中秀才？林伯父，昨日教你的内容可记熟了？
差一点点。林伯父，这是今日要温习的内容。陆二公子啊，是不是我考中秀才就不必这么辛苦读书了？林伯父，不好好读书，当你的女儿有天需要你，你想除了眼泪和悔恨一无所有吗？陆二公子啊，我不是一无所有，我还有这家面馆呢。林伯父，不努力读书，你女儿家的门楣烧高些，你们谁能给她撑腰？林伯父，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你女儿好不容易才给你拿到这些书籍，你只考个秀才，对得起她的期望吗？我尽力啊，尽力不让我家夏夏失望。这就对啦，把这一篇抄3遍。陆吉善，你腿伤恢复的如何了？等会儿我要回林家村，要不要顺道带你回去复诊？陆公子啊，你腿上耽搁不起的，赶紧回去复查一下，心里就踏实了。林伯父，我就算回去复查腿伤，你该温习的功课也不能偷懒。不偷懒，绝不偷懒，你只管放心好了。哎呦，夏夏，你回来了！奶奶听你清泉爷爷说呀，咱家的面馆生意可好了。那是自然。哎呦，夏夏，快给奶奶说说咱家的生意是如何一个好法。奶奶，现在梅花城的人都以吃到咱家面馆的面为荣，排队吃饭的人能从咱家一直排到清泉爷爷家门口。哎呦，这么多客人呐，那你们几个人忙不忙得过来？这样情况下呢，是忙不过来的。不过呢，咱家面馆啊，一天只卖400碗面，每天不到申时就卖完了。哎呦，那不是少赚了很多钱？不可惜，咱家面馆贵精不贵多，反正银子没少赚。那能挣多少，赚多少关你什么事？奶奶，我给你买了一个银簪子，还有一副银耳环，你快看看喜不喜欢？哎呦，夏夏，才赚点钱，你咋就给奶奶买这么贵重的东西？哎呦，还是实心的，这要好几两银子吧？忘记多少钱了。奶奶，这个银簪子你先将就着戴，等过年了，我给奶奶买一套金簪子戴。哟，那可舍不得，就这个实心的银簪子呀，咱村都没几个人能戴得起。奶奶要是带出去呀，保准大家都夸夏夏孝顺，夸奶奶有福气。奶奶，陆吉慎教我爹我大哥读书可认真了，你让爷爷赶紧给他检查一下腿伤。哎呦，我去喊你爷爷回来。陆吉慎，如今你也不缺银子，不如我将虎崽子半价卖给你。半价多少？上次云无痕那只死老虎就卖了88两，左右是忍痛割爱，倒不如卖给饲养过虎崽子的陆吉慎。像这般大的虎崽子，你亲手喂养长大，肯定和你很亲，这样的机会可遇不可求。陆吉慎，原本这样的虎崽子呢，最少也要卖200两银子，给你个友情价，100两银子，我忍痛割爱。林林夏，你会的成语还挺多呀，既然你这般不舍，我怎好夺人所爱呀？哎，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呢？莫非是想还价？陆吉慎，你真的不要虎崽子？那我只能把它卖给我那个财大气粗的义兄了。哎呀，我那财大气粗的义兄性子最爱张扬，带只老虎出门肯定是万众瞩目。陆吉慎，你心甘情愿的？是。夏夏，你咋又跟陆公子？爷爷，我没有白拿他银子，爷爷，这是他要买虎崽子的银票。夏夏，一个猫大的虎崽子，你就收人家200两银票？爷爷，那是虎崽子，从小喂大的虎崽子，关键时刻能护主，可遇不可求的。陆吉慎，你快跟我爷爷说说，我方才说的对不对？虎崽子是不是可遇不可求？林家爷爷，他说的没错，亲手喂养长大的虎崽子会护主，区区200两银子真的不多。李春，趁着天没黑，你要不再进一趟山，再给夏夏抱一只虎崽子回来？爷爷，我是您亲孙子不？再知道害怕了。爷爷，我要知道他是虎崽子，你借我100个胆子，我也不敢去偷啊。二哥，先陪我去看看秧苗，晚点咱们去找清泉爷爷，这200两全买成稻田，就挂二哥名下。先说好啊，稻田种什么我说了算。买地好啊。奶奶，200两银子能买多少地？这咱们村没听说有人要卖地呀，不过可以让你清泉爷爷帮忙打听打听，看隔壁村子里有没有人卖田。五嫂啊，这陈家村的地行不行啊？哎，不要不要。奶奶，为什么不要陈家村的地？这陈家村的李正啊，是你二婶的大哥，你二婶这么见不得你好，就怕他们暗中给你使绊子。哦，还是奶奶考虑周详。五嫂啊，你家现在有牛，又不缺劳动力，只要是肯开荒啊，勾浑河边上的荒地呀，是个好选择。清泉爷爷，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勾浑河那边的荒地多少银子一亩？2两银子一亩。夏夏，勾浑河附近啊都是乱葬岗，加上勾浑河死过不少人，不少在那边耕田的人起太早都能听见鬼哭声。奶奶，咱们又没做亏心事，怕什么鬼哭声？清泉爷爷，地契写我二哥的名字，我先种一季水稻，情况不妙我就会全部种成荷花。
荷叶和莲子皆可入药，亏不了钱。林清泉满脸的震惊。对呀，我怎么没有想到可以大片种植莲藕呢？爷爷，我这里一共有236两，你就再借我30两，就能一起买了。磨磨唧唧什么？别以为我不知晓，你这段时间呀，偷偷攒了快40两银子。那是给文耀、文辉、立冬读书用的。爷爷，我面馆的生意很稳定，等爹去考试，经费只多不少。听见没？赶紧把钱拿出来。买，清泉，就按夏夏说的办，全买。孩子他娘，下次在外人跟前给我留点面子，不要当着孩子的面拧我。谁让你掏钱磨磨唧唧的？当初呀，咱家夏夏多爽快，说把旧棒作坊给你就给你了。你再看看你，我不是舍不得银子给夏夏，我怕文耀他们没钱报名考试。就你歪理多。孩子他娘，你等等我。夏夏，幸好没让奶奶发现，不然非得拿笤帚打死我。二哥，你名下一下子多了100多亩田，激不激动？想不想去看看？好啊，这个时候去，奶奶问起来，正好能跟她解释清楚，咱们为何比他们晚。夏夏，你说大哥知晓，你一下子买这么多田挂在我名下，他会不会吃味啊？你想他吃味还是不想？娃娃鱼，娃娃鱼的叫声戛然而止。二哥，你快看看鱼在哪儿？这个娃娃鱼能卖钱不？能卖不少钱呢。二哥，咱回家拿渔网来。今天晚上咱们吃鸡不吃鱼了。奶奶，勾魂河不闹鬼，是有娃娃鱼。等我二哥把娃娃鱼网上来，借爷爷的银子就回来了。二哥，看样子咱们运气很好，一网就将那娃娃鱼捞起来了。夏夏，一条娃娃鱼能卖多少钱呢？二哥，捞起来后放咱们面馆，让鲁基慎给娃娃鱼编个凄美的故事，先把娃娃鱼的话题炒一炒，等话题度上去了，咱们再找个机会让那些有钱的书生来竞拍。夏夏，为何找陆公子写？咱大哥不行吗？咱们认识的人中，就属鲁基慎的画技最好，文采最好。林家爷爷，你肚子不舒服，不如就在这儿歇一歇，我过去看看他们。喂，许是我方才跑得太快，岔气了，我过去。哦，李春，你唠叨什么了？二哥，咱快跑，网不要了。不行，得把他打死。咱家刚买的地在这边呢。李春，你们唠叨了什么？爷爷，捞到一条水桶粗的蟒蛇。我觉得呀，以前掉入河中的人，许都是被这条蟒蛇给害了。哎，李春，打不得，这条蟒蛇是勾魂河的神灵，伤到它会招来灾祸。爷爷，不打它，咱家新买的地怎么办？夏夏，你信爷爷说的什么神灵吗？爷爷，他要是真是神灵，又怎么会伤人呢？我觉得二哥说的对，得找人把他打死，省得以后祸害咱家地里的庄稼。夏夏，爷爷走得好好的，突然岔气，现在腹痛难忍，许是触怒了神灵的惩罚。爷爷，听你的，我们不打。我现在扶你找个地方坐下，你调整一下呼吸。爷爷，你哪儿疼？我给你揉揉。不用，李春，你过来给爷爷揉。鲁基慎，你说我用烈性软筋散能不能将蟒蛇弄晕？林夏，你想做什么？为民除害。鲁基慎，林家村都知道这条河恐怖，淹死过许多人，有些人连尸首都找不到。我觉得与这个蟒蛇脱不了干系。你爷爷不会同意的。我知道老人迷信，今晚你帮我拖住爷爷，我带着二哥他们偷偷摸摸就把这事儿办了。蟒蛇的尸首你准备怎么处理？我爷爷和奶奶迷信，我们也不好做得太过，就将这蟒蛇迷晕，将它的嘴捆上，扔到野梅山的深处喂狼。拿蟒蛇喂狼群？就你二哥那身手能回来吗？不对，你不是要你二哥做。真聪明，这儿离你的银矿不远，将你的亲卫召回来，让他们一起帮个忙好不好？鲁基慎，你这个腿伤好了之后，若遇上刮风下雨天还会隐隐作痛的。只要你帮我这个忙，我就写一套康复的法子，让你减轻痛苦。林夏，如果没有蟒蛇，你打算什么时候将这个法子与我交换？你既然问了，那我就实话实说。这段时间接触下来，我觉得你这人挺好的，是个值得交心的朋友。原本是打算等你离开之际，就把这套康复的法子赠予你的。当真？当真。如今我手中也没有别的筹码请你相助了，无奈之举。区区蟒蛇，何须你与我讨价还价？今夜我就没人处理了。够意思。走，回家，晚上给你炖鸡汤。我正愁打什么猎物给他们改善伙食呢，这个蟒蛇来得正好，一起去。主子在林家，身边一个暗卫足矣。夏夏，爷爷昨天晚上叫我看得很紧，我早才有空去勾魂河，刚才一看那蟒蛇跑了，那咱们新买的地怎么办呀？李春，
你对勾魂和神灵做了什么？爷爷，我刚才去捡网的时候，那条蟒蛇已经跑了。跑了好，跑了好啊！爷爷，你最近是不是哪儿不舒服？没事儿，就是肚子有点疼。奶奶，我看爷爷一直在揉肚子，你知道他怎么了吗？哦，他说呀，夜里冻着了，有些拉肚子。我让他吃药，他说没事。奶奶，你给爷爷救一救肚子。奶奶，我去找三爷爷做个小工具来。李夏，你没摔着吧？二叔，你昨夜就睡在这儿。二叔，你先跟我回家，让爷爷给你上点药。二叔，我爷爷肚子不舒服，奶奶说都窜了好几天了，你不回去看看他？吃药了没？爷爷没当一回事儿。哎，那可不行。当年林老七他爹那就是拉肚子没当一回事儿，最后人都直接拉没了。二叔，那你好好劝一劝爷爷，我去找三爷爷有点事儿。文辉，你跟娘说，这次打架又是为什么？文辉，因为夏夏给我买银簪子，他回去跟你闹了。娘，我爹肚子不舒服，吃药没？你爹死不了，你不说清楚，我都要给你气死了。娘，你别管。你想气死我啊？文辉，你个子也不小，人也不文弱，你咋就打不赢一个陈菊花呢？读书人打媳妇像什么样子？文辉啊，等会儿跟爹走一趟，咱们去陈家村问问他们怎么教女儿的。爹，算了，3个孩子还在陈家村上小学呢。文辉，你也是娘的心头肉，你心疼你的孩子，你忍气吞声。你有没有想过，娘看见你受委屈，娘也心疼的跟有人拿刀子扎一样啊？文辉，你跟娘说，你是打不赢他，还是顾念着读书人的身份，不敢跟他动手？亦或者是顾忌着几个孩子？爹，娘，我想进城找个差事。文辉呀，你大哥是发家了，但这些都是夏夏的功劳。若非你媳妇当初处处挑夏夏的刺，也不会将你们分出去。爹，我知道立夏能干，大哥越过越好，他善妒，我想进城找个差事避开他。文辉，你总不能避开一辈子吧？他爹你怎么看？文辉啊，你先去你大哥屋里歇歇，你说的事儿让爹考虑一下。对，你先去歇歇。陆公子，云大哥，你们早上想吃什么？灵儿傻子，闹成这样，你爷又没能力解决，你觉得最后谁受累？管他谁受累，我家夏夏说天大地大，吃饭最大。我先去挑水了。主子，要不要属下？我看这是别人的家事。想不到娶媳妇这么可怕，自己不得安生，连家人也跟着受累。幸好主子出身尊贵，将来有一天一定会娶个温柔贤惠的主母的。主子，那群山匪有些难办呐，处处念叨着林家对他们有恩，生怕他们为难林姑娘，一个个干活可卖力了。哦，吴涵，这些山匪一直这么识时务，告知风翠影可以考虑将他们收编。主子，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雍公子，你还没说蟒蛇与狼群到底谁赢了？千万别跟我爷爷说漏嘴哦。什么别跟我说漏嘴？夏夏，你瞒爷爷什么事儿了？爷爷，袁公子说带我二哥再进一趟深山，怕你担心，本想瞒着你的，却被你给听见了。云大哥，夏夏说的是真的，你愿意再带我进一趟深山？罗吉善，一会儿给你做鸡蛋葱油饼吃，顺便多做几个，让你的下属带回去吃。好。鲁吉善，调小火。鲁吉善，这个锅的火挪到隔壁灶内，要一直小火。二哥，你上山帮我多割一些薄荷回来，我一会儿有用。夏夏，你们今天不回面馆了？不回，我小姑会炒料，跟我爹和我大哥忙得过来。夏夏，一杯老薄荷够不够？爷爷，让我二哥去，你把这碗鸡蛋面糊糊喝了，暖暖胃，肚子就没那么疼了。还是夏夏最孝顺呐。爷爷，你赶紧喝，喝完等1个时辰再救一救肚子，要是还不好，晚上就跟我进城看大夫。看什么大夫？爷爷自己就是大夫。小五啊，立夏说你肚子疼，要我给你做个坐垫，说是给你揪肚子用的。我和智山呀，连饭都没来得及吃，你快看看这个合适不？三哥，你跟智山那先吃个饼垫垫。夏夏这孩子人不大，就爱瞎操心，看见我闹肚子，非要给我做个鸡蛋面糊糊，说养胃。三哥，我都不知道他还跑去麻烦你，闹得你饭都没吃。二叔，锅里给你留了饭。我没胃口。立夏，你在做什么？我帮你吧。你等我，二叔，你累了就歇歇。
林文辉点头，干的是一脸认真，好似忙起来就不会想起烦心事。二叔，先喝点水养养胃，晚上想吃什么我给你做。我不。二叔，你要是不吃饭，我可不敢让你帮我干活了。二叔，你以后有何打算？我早上还跟你爷爷商量，我想进城找份差事。二叔，找什么差事啊？你跟我干，我保你3年后在梅花城买座小院。夏夏，你二叔还要烤秀才，不冲突啊。二叔每天工作4个时辰，剩下的时间他可以自由安排。爷爷读书读一整天会读傻的，应该劳逸结合。歪理呀，辉，你怎么想？爹，夏夏的好意我心领了，我不能给大哥添麻烦。他若知道我给夏夏干活，定会过来闹得你们不得安生。夏夏，你二叔说的对，以你二婶的性子，绝对干得出来。爷爷，这事儿好办，只要二叔狠得下心，舍得小满、小韩、小鼠他们，我能解决。这有什么舍不得？他们本就看不上我这个爹，与我一点也不亲。文辉呀，你好好读书，等你考中了秀才，小满他们自会对你改观。二叔，我缺个信任的人管事。立夏，二叔真的不会给你添麻烦。只要二叔听话。哎，你死到外头了，家里的水缸没水了，你赶紧回来给我挑水。小陆，进屋，我给你腿换药。立夏，只要不给你添麻烦，二叔想离开这儿，保证什么都听你的。李文辉，你个窝囊废，读书10几年考不中秀才，现在连家里的活都不干，你怎么不去死啊？你怎么不去死？吃了多少屎啊，这么臭！死丫头，敢把水朝我身上泼，看我今天不打死你！陈菊花，你住手！你有什么火冲我来，不准你对立夏动手！你个窝囊废，快给我松手！我今天非要打死这个没大没小的死丫头！死丫头，我跟你二叔吵架，关你屁事！你上来就泼我一身污水，还敢用棍子打我！我泼我家门口，关你屁事！死丫头，你要跑死我！你最好过来给我打2下，不然今天的事没完！你休想！二哥，二婶打我！死丫头，我都没打着你！婶儿，您欺负我二叔，那是你们2口子的事儿，我管不着。你敢欺负我们家夏夏，你别怪我手上没轻没重的。你敢？二婶儿，我1不读书，2不考秀才，没那么多讲究。你要不要试试啊？看我敢不敢？陈菊花气得咬牙，这可是将虎崽子当猫崽子抱回来的愣头青啊！硬碰硬，肯定是他吃亏。叶立春，你睁大眼睛看看，是立夏这个死丫头，先泼我一身黑水，又用棍子打我胳膊，还不许我打她。不许！水泼在我家门口的，肯定是你先惹夏夏。你袁文辉，限你半个时辰将水缸挑满，不然你就死在外头，别回来了。松开我，我要回去。没大没小的愣头青，看日后谁家姑娘敢嫁你，你就等着打光棍吧。我打光棍也不娶你们陈家村的姑娘。呸！你这段时间天天骂我二叔，村里不少人都在说，宁可打光棍也不娶你这样的泼妇。顺手关上了门。李文辉，你个窝囊废，看着你的侄儿侄女欺负我啊！你是不是个死人？你再骂，我就出个盘缠，让二叔去京城投奔林小雪。林立夏的话音一落，院子外陈菊花的叫骂声戛然而止。林立夏失笑，打蛇打7寸，林小雪就是陈菊花的7寸。唉，二叔，对不起啊，刚才是我冲动了，一会儿你回家，他肯定又要打你。立夏，不怨你，是二叔没用。林文辉打断了林立夏的话。我想今夜就走。可以，你连夜进城找我大哥，找个客栈住下来，等我后天进城寻你。立夏，二叔真的不会给你添麻烦。不会的，只要你别让他知晓你是来投奔我，我定能让你考前安稳避开他。行，二叔听你的，真若被他寻到，也绝不会拖累你和大哥。林立夏不放心，与林立春对视一眼，兄妹2人探头探脑地跟在林文辉身后，同时还伴有焦急的呼喊声：爹娘大哥，你们快起来找找，李文辉出去挑水，到现在还没回来。哎呦，文辉啥时候去挑水的？我哪知道啊，立夏这个死丫头把我跑得累死了，一觉醒来想洗个澡，水缸还是空的。死丫头，是不是你给你二叔盘缠，让他进京去寻小雪了？我的盐渍奶农田都用光了，你下午一个劲儿的骂，让我二叔去死，怕不是你把我二叔骂得想不开了吧？不可能，我又不是第一次让他去死，怎么不见他之前去死？最好不是，不然你等着偿命。二哥，你去拿个盆，村子里面敲一敲，喊着大家一起帮忙找找二叔。好。立春啊，这么晚了，
山中蛇虫多，莫要连累旁人被蛇咬。易文辉的性子，不论是寻死还是离家出走，他都不愿意给人添麻烦。立春，带上火把，带上驱蛇药，咱们自己先找一找，实在找不到了，再请其他人帮忙。立春、立夏，不用点火把了，年儿叔给咱留信了。我说，我真不知道文辉哥跟我借银子是要离家出走去青阳城讨生活的。季常啊，这事不怨你，老二媳妇，你看见没有？你日日骂文辉，骂得他受不了了，宁愿一个人去青阳城讨生活，都不愿意留在家里。李文辉跟你借了多少？300文。我说，文辉哥跟我说，这个银子不用你还，让我找。休想，我1文钱也不会替他还。可恶，还得我自己挑水。季常，今日的事谢谢你，这钱你先拿着。我说，文辉哥不让我跟您要钱。爹，我先去厨房帮小姑，车上的东西你和二哥搬到我房间。立夏呀，小姑想求你一件事儿。什么事儿？能让你表妹在这儿住几天吗？这儿住不下呀。立夏姐姐，我可以洗碗，可以烧柴，也可以擀面条。立夏姐姐，我会摘菜洗衣服，能不能留我们在这儿？可以，丑话说到前头啊，活干不好的人我可不留。小贤1天40文，小慧1天30文。哎呀，立夏，不用开工钱的，让他们吃饱就行了。那不行，小姑，我给他们开工钱，才好要求他们把活干得漂亮。你也一样，活干不好，你是我小姑，我也不留你。你这孩子，刀子嘴豆腐心。夏夏，这晚上怎么睡呀？周，看来你这段时间在京中过得很滋润呀。那是自然。子苏哥哥呢？该不会还在睡懒觉吧？你找我家公子什么事啊？我家公子寝居怎可乱闯？带子苏哥哥赚钱也不行。行，很行。公子起床了，发财机会来了。公子你快醒醒啊，林姑娘来了，她说要带公子赚钱，你赶紧起来。妹妹来了。妹妹啊，哥哥昨晚温书太晚了。哥哥这么聪明，又这么努力，这次考秀才稳了。妹妹，你找哥哥什么事啊？子苏哥哥，我手里有一笔大买卖，你只要租个房子出场地，我出秘方，利润我分你2成，保你只赚不赔。胖忠，赶紧去租房。林姑娘，应该租多大的院子呀？对地段有什么要求不？子苏哥哥，2进的院子3套，一套离一碗好面越近越好。哎呀，可恶啊！最好的位置竟然被陆定坤给先占了。小庄，借用舅舅的人脉，赶紧去办，越快越好。林立夏挨个看完后，忍不住怀疑这骆子素是在跟陆吉慎较劲儿啊，因为最后一个院子是紧挨着陆吉慎的小院，若是再开一道门，林立夏就直接可以从自家的面馆穿过陆吉慎的小院，直通香皂作坊。妹妹，你看这儿够不够宽敞啊？妹妹，你说我搬到这个小院来住能行吗？当然可以啦，这一间改成灶房，这一间改成工作间，这一间改成库房，剩余你和我爹我大哥一人一间。正好他大哥空出来的房间，让小姑母女3人搬过去住，这样他就能一人住一间了。妹妹，我现在就让小庄给你搬。就连藏身在客栈的林文辉，也在林立东的安排下住进了烧制碱水的小院。日去绣庄交货很是顺利，冯锦红验货后，很快就将剩余500块的香皂的定金给付了。薛静婉满心期待地迎接外出公差的丈夫回家，跑得头上的珠钗都直打结，却看见丈夫龚行泰举止亲昵地挽着一个娇弱的妙龄女子，迎面朝着她走来。相公，她是谁？龚行泰不悦地皱起眉头。娘说的没错，她就是太惯着薛静婉，才会让她蹬鼻子上脸。静婉，她叫林小雪，是为夫新纳的姨娘，以后府中人就唤她雪姨娘。龚行泰眼眸从府中下人身上扫过，他娘说薛静婉仗着娘家有钱有势，经常笼络府中下人，欺负她的侍妾和通房丫鬟，是得给这些人一些警示了，免得这些捧高踩低的下人在府中欺负雪儿。你们都跟本官听好了，雪姨娘对本官有救命之恩，谁敢怠慢雪姨娘，本官立刻将她抽筋扒皮卖了。听见龚行泰当众敲打府中的下人，林小雪是感动得热泪盈眶，一脸娇羞道：大人，小雪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认识您。这话听得龚行泰是通体舒畅，他太享受这种女子以他为天的恋慕。他抓紧林小雪的手，嘴角的笑容不停地上扬。雪儿，快给你薛姐姐见礼。林小雪依依不舍地松开了龚行泰的手，一脸娇羞无措地看着薛静婉。小雪见过薛姐姐。薛静婉心中的愤怒和羞辱
如火山爆发般汹涌而出。丈夫离家一走3个多月，她既要侍奉公婆，照顾女儿，打理公家产业，还要处理公家在京中的各种人脉关系。她累死累活为公家奔波走动。龚行泰就是这样回报她的，带回一个小妾给她添堵也就罢了，还当着公家这么多下人的面让她脸上无光。相公，你此举不妥，林姑娘对你有救命之恩，咱们大可以拿银子回报她，你怎可恩将仇报，让她做一个低贱的妾呢？听见这话，林小雪委屈的眼泪直打转转，紧紧地拉着龚行泰的手。大人，给您做妾很低贱吗？慎言。龚行泰又强调一次。雪姨娘对为夫有救命之恩，为夫以身相许，纳她为妾，又怎会低贱？相公，咱们这条街的沈太医医术高明，对不少人都有救命之恩。若是每个人都像你这样报答恩人，那你应该换沈太医一句后爹。毕竟娘的命就是沈太医救的。薛家就是这样教女儿诋毁婆母的。你打我，你竟敢打我！薛静婉捂住脸，泪如雨下，满脸的不敢置信。龚行泰，当初你去薛家求亲时，你说过会怜我、惜我、疼我、护我一辈子。如今你为了一个上不了台面的妾，你竟当着全府这么多下人的面打我！薛静婉，男子汉大丈夫3妻4妾很正常，是你善妒容不下雪姨娘，还辱骂婆母在先，是你理亏在先。薛静婉哽住，身后又传来了婆母不悦的指责声。吵什么吵？胎儿刚到家，奔波了一路，你就不能让他安安心心的喝口热茶吗？娘，胎儿啊，你怎么受了这么多呀？哎呀，我的儿啊，出门在外，你怎么不会照顾自己呢？娘，儿子这次遇难了，肩膀和大腿各中一箭，多亏雪姨娘搭救。哎呀，我的儿啊，这要心疼死娘呢！来人，将席园收拾出来，让雪姨娘搬进去。连翠、连喜，你们去侍奉雪姨娘。听见婆母越过自己给雪姨娘安排住处，又安排了2个丫鬟贴身侍奉，薛静婉就再也绷不住了，当即掉头就带着陪嫁丫鬟回了娘家。薛母听完了整个事情经过后，一边心疼女儿，一边数落女儿。哎呀，婉婉啊，我的儿啊，你洒嫁人这么多年，依然是这般藏不住心思的性子。我就一个乡下来的村姑嘛，犯得着你与女婿伤和气？娘，龚行泰看着那个林小雪的眼神，是女儿从不曾见过的温柔和怜惜。林小雪对她又有救命之恩，不一样，真的不一样。我的傻婉婉，一个村姑能有什么见识？你何必拿自己这块玉石去碰那石头？女婿后院的阮姨娘、柳姨娘，哪个是善茬？让他们先斗一斗，你再坐收渔翁之利。娘，我心里憋屈。婉婉，你看咱们左邻右舍这些官家太太，哪个后院里没有1个2个糟心的玩意儿？听娘说，你当下最要紧的事就是给女婿生个嫡子。林立东，妹妹这几日在做什么呢？为什么一直待在陆定坤的小院啊？喂鸡，喂鸡，一喂一整天，不如我们过去看看。不去。林立东连连摇头。陆二公子盯他功课盯得可紧了，昨日要他记熟的内容，他只记住一小部分，这时候过去背不上来，又要被数落。林立东，你为何这么怕陆定坤啊？你不怕，你倒是一个人去啊！别喊我，去就去，我不信他还能吃了我。骆子素是一脸的不服气，刚走出几步，又回头拿了一本书在手上。我带本书，可不是怕陆定坤，我是怕妹妹知道我没有用功读书，她会失望。林立东笑笑，没有拆穿骆子素，继续埋头读手中的书，心思却早已飞了。不是说喂鸡吗？为何没有听见鸡的叫声？骆子素蹑手蹑脚，在小院里寻找一圈，看见林立夏坐在一个小板凳上，手中拿着一本书，看一下书，再看一下地上的鸡。那些鸡一个个东倒西歪的躺在地上，眼睛闭得紧紧的，好似死去了多时。妹妹，这死去的鸡有什么好看的？难道在研究怎么吃？话音刚落，地上的鸡一个个缓缓醒来，扑腾着翅膀就朝骆子素的方向飞来，吓得骆子素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叫声：救命啊！鸡疯了！听见骆子素的惊呼声，云无痕身形一闪，超出手中未出鞘的刀，一边将飞向骆子素的风鸡打飞，一边拉着骆子素避开扑腾来的鸡。不一会儿时间，那些飞向骆子素的鸡东一个西一个，全都落在地上，摇摇晃晃，像喝醉了酒。骆傻子，你又在干什么啦？我什么都没干。没干？那些鸡为何都袭击你？骆子素攥紧手中的书，看看方才逃得飞快的林立夏，想不通鸡为何袭击他。妹妹，子素哥哥，对不起。林立夏拍拍心口，他也没想过这些鸡还挺记仇的。林姑娘，这些鸡为何袭击骆傻子呀？我拿鸡试药，就站在那儿撒药的。骆傻子，你不好好读书，偷偷摸摸溜到这儿来做什么？妹妹，你给鸡喂的什么药啊？改良版的迷药，鸡才晕2个时辰，不知道用在人身上能晕多久。还想用在人的身上？云无痕瞪大双眸一瞬，拉着骆子素就要跑。骆傻子，你不跑是想留下来试药？你才傻，妹妹才不会拿我试药的，你个没良心的！
早知道刚才就让鸡刀死你。妹妹，你再撒个迷药，我看看这些鸡是如何被迷晕的。子素哥哥，今天再撒迷药，这些鸡就活不成了，让他们缓2天排毒，再过3天我喊你来给他们撒药。妹妹，哥哥就想看看药效怎么样。要不哥哥让小钟再买一批鸡。骆子素，你当我这是什么？姬慎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凉凉的瞥了云无痕一眼，嫌弃云无痕多事，就该让洛汉子给鸡啄一下，省得跑到他这儿闹腾。谁稀罕呀？妹妹，你还要什么试药？哥哥让小钟多买一些，反正哥哥的落梅菊闲着也是闲着，咱们去哥哥院子里慢慢试。无痕，把骆子素丢出去。姬慎不耐烦地打断了骆子素的话，看见主子脸色不对，云无痕赶紧捂住了骆子素的嘴，拽着骆子素朝一碗好面走去。林殿下，中元节我会派人护住林家，你不必做这些无用功。陆吉慎，我们村刘婶你知道吧？姬慎一脸懵，刘婶就是林家老爷子口中的那个悍妇，提她做甚？当初刘婶生头胎的时候胎位不正，林大柱请2个产婆稳妥，结果林大柱信誓旦旦地说请了附近最好的王产婆，一个人足以应付，结果刘婶生孩子的当天，王产婆摔跤了，摔得爬都爬不起来。林大柱连哭带求的把我爷爷奶奶都喊去，我爷爷又不擅长接生，最后勉强救下了刘婶的命，孩子却没保住。后来刘婶无数次的埋怨，不应该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林大柱身上，若是他自己早些请好2个产婆，腹中的孩子或许能活下来。小姑，你到底说不说？主子，咱们换个时间再来。徐天行听出了不对，连忙拉着主子掉头就走。谁知姬慎走到自家小院就不肯走了，竖起了耳朵听林立夏是为何愤怒。小贤，你来说，小姑身上的伤痕是哪儿来的？立夏，小姑没事，早就不疼了。小姑，你在我店里干活弄了一身的伤痕，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虐待你呢。这怎么可能呢？有眼的人都能看得出，你待我们母女极好，真不是在店里伤的，那就是采买的时候伤到的。小姑，谁伤你的？我找他算账去。不是，是小姑父家暴你。从血脉上讲，林文雅是他小姑，是林家嫁出去的姑娘，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从雇佣关系上来说，林文雅是他聘请的员工，他不可能看着自家员工被欺负而坐视不理。这件事他管定了，但是管之前得先弄清楚林文雅是想离婚还是想继续过，免得日后他里外不是人。小姑，咱们林家嫁出去的姑娘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你放任小姑父欺负你，旁人就以为我们林家的姑娘好欺负，以为小贤小慧好欺负。难道你想看到我和小贤小慧也过你这样忍气吞声的日子吗？不会。只要一想到女儿也会过他这样的日子，他的心里就跟被人扎一刀一样难受。小贤，你想以后过小姑这样的日子？不想，我宁愿在表姐店里做工，都不想嫁我爹这样的人。小姑，我爷爷在咱们村威望很高，咱们家的男丁也不少，你为何在婆家吃了亏不敢回家说？刚挨打的时候，娘家还是很穷，他娘又是牙缝里省银子，他怎么好回家让娘家多添一张嘴？杨兴志会打他，却不会饿着他。立夏，你年纪还小，你不懂什么？牙齿与舌头还会打架，夫妻间吵吵闹闹很正常，忍一忍，一辈子就过去了。行，很正常，那我不管了，明天我就招人。小姑你不用来了，立夏，小贤小慧也不用来了。哼，省得我看见你们这样的受气包生气。立夏姐姐，你别生气。这段时间在面馆，她吃得饱，不用被奶奶搓磨，不用被爹打，她不想离开面馆。我娘不跟你们说，是怕影响舅舅和表哥读书，怕给外公外婆添麻烦，说等5明5亮长大了，我爹就不敢跟我娘动手了。这是什么歪理？小贤，小姑挨打挨多少年了？我记事起，奶奶稍有不如意，娘就会被爹打。林立夏气得颤抖。小姑，你挨打这么多年，为何不求助娘家？林文雅哭着道：立夏，以前你们的日子也不好过，我怎么好给你们添麻烦？连肚子都填不饱，哪有资格谈尊严？以林家2顿野菜的生活水平，林文雅宁愿忍气吞声的过日子，也不愿回去拖累娘家，是这个时代大多数女人的正常想法。老贤，我问你，我给你们的工钱1周结一次，你们的工钱谁在保管？立夏姐姐，我都告诉你，求你不要赶我走，我想留在面馆干活。小贤，只要你听话，可以一直干。谢谢立夏姐姐。立夏姐姐，我们的工钱都交给了奶奶，奶奶不信小慧只有30文一天，就怀疑我娘偷藏私房钱，爹就动手打了我娘和小慧。所以小慧没有生病。她从隔壁小院溜回来的时候，恰好听见杨小慧问林文雅疼不疼，进屋才看见正在用鸡蛋滚着淤青呢。这母女3人是真能忍呀。
鲁吉善，你又偷听墙角！什么？姬慎皱眉，他才不屑于偷听杨家母女的事，他就是想知道林立夏为何生气。于无痕哪儿去了？他把子素哥哥带哪儿去了？林立夏，你不要事事都找罗子素。姬慎现在听见骆子素这个名字从林立夏嘴里喊出来就心烦，看见了不远处憋着笑的徐天行，灵机一动。那你借我2个人。姬慎嘴角上扬，可以。做什么？打人，最好能掌控力度那种，就是那种明明骨子里疼得死去活来，外边愣是找不到一点伤痕的。可以，带上我。你就这么爱凑热闹？我带人去打群架，你也要跟上？我养成闲着也是闲着，正好我还没见过打群架呢。行吧，你到时候护住自己，别把你好不容易长好的腿又伤着。林姑娘放心，我们定会护好主子。随你。林立夏身形一闪，一下将藏在身后的影中给拍了出来。这位大哥，我看见你会飞，你去隔壁喊我爹和我大哥回来。影中是一脸的惶恐，跪下来向自家主子请罪。属下行事不周，请主子责罚。影中是他身边轻功最好的暗卫，隐蔽能力在整个京城都算得上是翘楚。林立夏，你怎么发现的？陆吉慎，我说你别罚他，实在不行你把他让给我，我给你银子。从他跟主子身边以来，主子身边的暗卫一旦被人发现，将会处以严厉的鞭刑。影中怕是躲不开这一劫。陆吉慎，以咱们俩的关系，被我发现不严重，正好你们可以查漏补缺，及时纠正。咱俩什么关系啊？前几天我才去你的庄子上教你的属下人育秧苗，咱们是有共同利益的合作者。林姑娘，你还没说你如何发现他的？林立夏的眼眸一转，看向另外一个黑衣人藏身的位置。他们用我家的香皂沐浴，路过的时候香味会顺风飘出来，鼻子灵敏一点，发现他们不难。姬慎走近2步，果然闻见若隐若无的香味。主子，属下没偷你的香皂，属下们是自己去绣庄买的。爹，大哥，你们快回来，我找你们有急事。爹，大哥。影中，你去喊。影中整个人愣住，主子不罚他，他的命保住了。还不快去！徐天行推了一下愣住的影中，再看看林立夏的眼神很是复杂。影中缓过神，纵身一跃，从林立夏旁边的院墙跳到对面的小院。夏夏呀，这件事儿我和你大哥二哥去，你就不要出面了。爹，为什么？这种事儿对你名声不好，爹不想影响你日后说亲呐。爹，那我更得去，就该让这些人知晓，咱们林家的姑娘不好惹，正好吓退一些懒人。夏夏，陆公子，你帮我劝一劝夏夏。姬慎是目瞪口呆，林文耀是什么脑回路？当爹的都劝不住自家女儿，让他站在什么立场劝？上次他劝林立夏，被一句管得比我爹还多给怼了回来。爹，你让谁劝都没有用。小贤，以后不要捡客人吃剩的，他们可能会有传染病，下次要回家就从汤锅里捞骨头。怎么不接着？立夏姐姐，我娘说她之前做工的时候，有人偷店铺的食材，被店铺给赶了出去。小贤，这不是偷，我给你你就拿着，算我给你们的福利。林立夏将小桶递给了杨小贤，想揉揉表妹的头表示安慰，结果他手一伸才发现，只比他小2个月的表妹还比他高小半个头，真扎心。林立夏双手伸平，僵尸跳出了厨房，跳一跳，长得高。夏夏，你这是做什么？林文耀越发感觉自己是老了，琢磨不透女儿的想法。林立夏不想解释，伸着手在院子里继续僵尸跳，谁问都不搭理。直到林立春回来，林立夏才停下来，转身进屋，拿出了一把精致的匕首，很霸气的看着林立春。二哥，抄家伙，一会儿我说怎么打你就怎么打，千万别心慈手软。立夏姐姐，我怕什么？怕我打死你爹？不是，我怕事后我爹下手更狠。小贤，这世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肋，捏住他的软肋，一次就把他给收拾明白，收拾到他想想都打寒战，收拾到他日后不敢再犯。想着每天50文的额外营收，想着村里能少死很多老人，杨大河卖力地拍打着门。杨兴志，开门，快开门！杨兴志，快开门！我三婶他们吃饭锁门，这生怕别人去他们家蹭菜吃。这个时代大家都不富裕，难得做顿好吃的，生怕别人来蹭点。杨大伯，你再喊3声，若里面还无人开门，我就让人把这门给砸了。砸门？这么生猛吗？开门的声音也更加的急切。杨兴志，你再不开门，你家门就保不住了。这道声音刚落下没多久，哐当一声响，是门栓被人从里面抽掉的声音。刚要开口，就见林立夏唰的一下抽出别在腰间的刀。二哥，将他拿下！这林立夏是跟谁学的词？金氏的嘴角勾起，不是说打群架吗？怎么弄得跟官兵抓逃犯一样？他越看是越有趣呀。同时一个眼神给影中，影中心领神会，立刻护在了林立夏跟前。夏夏，
拿下是什么意思啊？按住他！李春，我是你小姑父，是你们长辈，你们这是对长辈不敬。二哥，打，朝脸上打！林立夏冷笑，这个时候喊长辈没用的，将咱们小姑这些年挨的打，一巴掌一巴掌都给我先打回来！立春，住手！听见林文雅开枪阻拦，林立夏的心是咯噔一下悬起。不是吧？还没打，他小姑就心疼了？那这怎么收场？林立夏不敢置信的回头，只要他小姑敢心疼杨兴志，他就带人立刻就走，以后就当没有这个不争气的小姑。李春，听见没？我是你小姑父，是你小姑的男人，是你小姑的天，你快！啪的一声响，一巴掌指住了杨兴志嚣张的叫嚣声。立夏、立春总归是晚辈，你们为小姑出头，小姑怎好再让你们背上不好的名声？说完，又是啪啪啪啪一连串的巴掌声，众人都惊呆了，林立夏也是愣住了，眼睛里都是兴奋和畅快，甚至为刚才怀疑小姑下不了手而羞愧。谁能想过他的软包子小姑为顾念侄儿侄女的名声，竟亲自动手打。林文雅，你疯了！一脸羞愧的恨不得吃人，看着丈夫吃人的目光，又看看一脸伤走出来的小慧，还有2个骨瘦如柴的儿子。林文雅这一刻积压多年的情绪彻底是爆发了。杨志兴，你这个愚孝男，你为了让你娘夸你一句孝顺，他稍有不义，你就对我们娘几个拳脚相向。今天我要趁着我娘家侄儿侄女在，把我这些年受的委屈全都打回来。林文雅怒吼完，转身将走出来的5名5亮给拉了过来，又将一脸懵的小慧也拉了过来。小贤，照顾好他们。见4个孩子竟无一人上前阻拦，无一人上前为他求情，杨兴志是彻底绷不住了。比起他被林立春按住，被妻子当众扇脸，4个孩子的反应更让他气得气血翻腾。白眼狼，都是白眼狼，怎么会这样？杨家村的李正怎会带着一群外人来杨家打他？还有林文家娘家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吓人了？明明过年去的时候，丈母娘家连像样的饭菜都舍不得给他们吃，现在竟然还有2辆马车，这么多带刀的黑衣大汉，还有好几个穿着锦服的贵人。不是说就开个面馆吗？不是说就办个什么草黄作坊？怎么能弄出这么吓人的阵仗？杨兴志是不甘心，又挣扎着看向自家大哥、自家大嫂、自家弟弟和自家弟媳妇儿，就连他老娘都是站在堂屋里不敢出来。杨兴志是越想越气，一口鲜血喷了出来，滋了林文雅一身。出血了！立夏，小郭别慌，你看他脸色红润，意识清明，就知道他无大碍。接着打，小贤。平时你爹打你娘的时候，你大伯、你叔叔可有规劝你爹？杨大伯，是不是有2句话是这么说的？子不教，父之过，长兄如父。不是吧？林家侄女这么生猛吗？把杨兴志打妻儿的事怪在杨兴志大哥杨兴宗的头上，看这架势是要连杨兴宗一起打呀！哎呦，林姑娘，是我没做好，竟让杨家村发生这种有辱村里声誉的事儿。你放心，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杨大伯深明大义，他今天是必须要让杨兴志家人知晓，他小姑林文雅惹不起，以后连半分报复之心都不敢生，只能将他小姑给供着。小贤，去给姐姐搬个凳子，再抱一捆干柴回来。杨小贤示意，林立夏掏出火折子，熟练的在杨家正门口生火，将带回来的肉骨头小桶直接放在了火桶上加热。这嚣张的态度将杨家一大家子人给气得满脸涨红。秀宗，你去看看，你与老二媳妇的大哥一同读过几天书，你去看看这林家到底要做啥？娘，刀剑不长眼，儿子怕。娘，您去，您是长辈，他们不敢动你。屁话！秀宗，你去找林文耀说说，你们读书人都是要名声的。娘，你看林文耀给他女儿添柴火的样子，有一点要阻拦的意思不？又不是他打弟媳妇，凭什么让他出去抵挡林家人的怒火？没看到连杨家村李正都对弟媳妇的侄女满脸的谄媚，光瞅着架势都不是他们杨家人能抵抗的。不然以他老娘的撒泼劲儿，早就出去找弟媳妇家人扯头发了。星宇，你去问问你二嫂。娘，我不去，外面那些拿刀的一看就不好惹，连大和哥都全程陪着笑呢。养母又看向大儿媳妇，结果不等他开口，大儿媳妇就拉着孩子赶紧离开了是非之地。一群白眼狼！养母气得咬着牙咒骂，一抬头就看见5名5亮，一人抱着一个大骨头，啃的是津津有味。吃，饿死鬼投胎啊！你们爹在一旁挨打，你们还吃得进去？立夏姐姐，别怕。林立夏一边安慰2个表弟，一边抓起一根木柴，朝着养母的方向就扔了过去。给我安分些，再敢搅事，下一次扔过去的就不是木柴了。从杨家大门口到杨家人站立的位置不算远，
林立夏竖起耳朵，大致能听到这几句话。他嘴唇勾起了一抹冷笑，还以为杨家人有多团结呢，会过来跟他比划2下。他刀都准备好了，结果这些人看见他们是杨大河带过来的，是一个比一个怂。小贤，再去搬张椅子，让小姑歇一歇，等会儿继续打。还打？哼，一次不把你招呼够，你下次手再痒怎么办？孩子他娘，你别打了，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对你动手。挨打了才保证，晚了再说话，下次塞刀子。杨兴志瞳孔放大数倍，他之前怎么没有发现大舅子家这个女儿这么凶悍？瞪什么瞪？眼珠子不想要啦？小贤小慧，你们看到没有？施暴者也怕被别人施暴，以后有人敢欺负你们，要么找帮手收拾他们，要么趁他们睡着了敲闷棍打他个半死不活。总之你们记住，女人不能软弱，你一软弱就会有人骑在你头上耀武扬威，让你受一辈子的欺负。立夏姐姐，奶奶无缘无故打我，我也能趁她睡着了敲闷棍吗？林立夏愣了一下，没想到表妹这么快就学会举一反三了。不可以！林文耀连忙道：晚辈不可以跟长辈动手。爹，摊上为老不尊的长辈该怎么办？等着被活活打死吗？这话把林文耀给问住了。他看了看杨母的方向，又看了看杨兴志。夏夏，不至于，虎毒不食子，孩子不打不成器呀。老爹的话让林立夏沉默了。他知道龙林国有很多人追捧棍棒底下出孝子，孩子不打不成器。爹，言传身教是什么意思？林文耀听明白女儿话中的意思，他哽住半晌，不知如何回答。听见身后有动静，回头一看，杨大河带着几个拄着拐杖的人走了过来。哎呦，夏夏呀，长辈们做的不对，可以找宗族的族长约束他们。反正呢，不到万不得已，晚辈不可以跟长辈动手的。爹，一会儿你别说话，这事儿我来处理。林姑娘啊，这就是我们杨家村的族长杨文昌，按照辈分呢，小仙应该喊他太爷爷。杨太爷爷好。好，这就是大河口中说的林家这次主事的小姑娘。林姑娘，你小姑的事儿，大河都跟我说了，我绝不允许有人败坏我们杨家村的声誉。杨太爷爷，您来的正好，请教一下，摊上为老不尊的长辈该怎么办？等着被活活打死吗？林立夏笑盈盈地看着杨文昌，把父女2人争论不出结果的问题给抛了出去。杨文昌咽下口水，这林家的小姑娘果真是牙尖嘴利啊，一上来就问这么刁钻的问题。想起了杨大河路上说的卖花营生，杨文昌很快做出决定。林姑娘，杨兴志听从他老娘所使，动手打妻女，破坏我杨家村声誉。我罚杨兴志老娘跪祠堂3天，再罚杨兴志关在祠堂1个月，你看可好？不好，杨太爷爷，他们一大家人看着我小姑表妹表弟挨打，没有一个人出来阻拦，不罚说得过去吗？杨文昌皱起眉头，这小姑娘好刁钻，她小姑一个人挨打就要罚人家一大家子人。杨大河着急，想起了全村可以卖野花的营生，当即道：哎呦，说不过去，要不也一起关在祠堂？你们关祠堂给吃饭吗？杨大河瞪大眼睛，不给吃饭还关3天，那岂不是要把人给饿死？光关祠堂是轻了点，要不先打一顿再关祠堂？杨大伯，他们从祠堂出来会不会报复小姑？他绝不允许有人破坏杨家村的整体利益。林姑娘放心，他们要敢报复啊，我就找族长将他们开除祖籍。林立夏表示很是满意，在这个时代，宗族除名是一种非常严厉的惩罚。杨大伯，今天这个动静整得有点大，我怕这以后一个锅里吃饭，我小姑他们被穿小鞋。还想分家？杨大河是擦擦额头的汗，看看吓得直哆嗦的杨母，又看看沉着脸的杨兴宗，再看看嘴里被塞着大骨头打得鼻青脸肿的杨兴志，突然觉得这分家也挺好的。七爷爷啊，我三叔去世后，三婶越发的随性了，不如您做主，让兴志他分出来单独过。树大分枝，是该分了，分了就能清静不少。兴志啊，你想好再说。大河哥，我不分家，我死都不分家。林姑娘，你看这……杨大伯，天色不早了，分家的事儿不急。你方才说他们那些人先打过之后再关祠堂。林姑娘，现在就打。你若下不了手，我可以找人代劳。您放心，我带来的人个个都是绝顶高手，可以打得他们痛入骨髓，外面却看不到一丁点的伤痕，也不伤及性命。哎呦，林姑娘，总归是我们杨家村约束不周，怎好让您代劳呢？
来人呐，按住杨兴宗、杨兴余、杨兴多，给我打！随着杨大河的一声令下，他身后出来好几个壮小伙，按住杨兴志的兄弟们就打。杨家几个兄弟连反抗都不敢，是生怕稍有反抗就会被除族。七叔啊，我错了，求你饶过我们，饶过我们！这打在儿身，痛在娘心啊！你要剜我的肉呀！兴志他娘，看见儿子挨打你心疼，你说是儿子打媳妇，你没想过人家爹娘也心疼啊！七叔，村里谁家媳妇不是这样熬过来的？就老二媳妇金贵得很，我年轻时也被婆婆搓磨过来的。什么歪理？你受过罪，就要儿媳妇也受一遍？小姑，你那几个妯娌也挨打吗？也挨的，不过他那几个兄弟没有他下手下的狠。兴志，你分不分家？不分家，那咱们就和离，4个孩子归我。你休想！都是我杨兴志的种，生是我杨家的人，死是我杨家的。闭嘴！你这个蠢货！你不分家是想等你几个兄弟被打死再独占家产吗？娘，我同意分家。爷爷，我同意把二哥分出去。二哥，求你赶快同意分家，我们都快被打死了。七叔，是不是我同意分家，你就不再打兴宗他们了？林姑娘，我向你保证，分家后杨兴志再敢。不，我不分家，我死都不分家。杨太爷爷，你看他如此固执，不如就依他不分家。您做主，让我小姑与他和离，让孩子们跟着我小姑过。我表弟杨武明已经10岁了，让他当户主也说得过去。待他日后读书考中功名，也是为杨家村光宗耀祖。陛下，我想乞巧节带着小贤去龙隐寺求姻缘，你要不要一起去？那不就是明日？为了破解林家的炮灰命，林立夏每天都是数着日子过。对，许多未婚女子都会去攀龙女峰，在半山腰的桂树下祈求月老赐予姻缘，人很多很多，附近的适婚女子都会去的。唉，来不及了。林立夏满脸懊悔地拍着脑袋，多好的赚钱机会呀！他把时间都用在应对中元节的事情，就无任何准备和策划。立夏，以咱们面馆现在关店的时间，咱们完全来得及的。小姑，我手里还有点要紧事儿，你带小贤去。立夏，那天常州许多未婚女子都会去的，你还能结识2个手帕交呢。夏夏，冯锦红给爹500两定金，让咱们在乞巧节当晚能赶出多少香皂就给他送多少。林立夏眼眸一亮，好一个心思活络的冯景红呀！定是要用他的香皂在乞巧节大卖一场。爹，明早给他送1000。夏夏，要爹做什么不？要，你赶紧回去温书。文雅，爹，我好像听见奶奶的声音了。话音刚落，就看见许桃花跟着林立春身后一起进了院子。文雅，你这个孩子受这么大委屈，你咋不跟娘说呢？你可担心死我了。许桃花一巴掌拍在了林文雅肩头上，心疼的眼泪都止不住。怎么回事？爹，我什么都没说，我就按照夏夏说的回去给爷爷奶奶送肉，顺道再把收的花拉回来。文耀，你们把事情闹那么大，还想瞒住我跟你爹，你这脑袋是摆设吗？奶奶，看见老太太连林文耀都打，你饿不饿呀？今天有牛骨汤，我给你煮碗牛肉面。哎呦，还是夏夏孝顺，他娘这个心眼儿确实长偏到胳肢窝了。你这个爹是咋当的啊？这种事怎好让夏夏出头？你知道外边现在怎么传咱家夏夏吗？怎么传的？这下没人敢提亲了吧？晚点再给你算账，怕孙女听见流言不开心。夏夏，你别听外边的流言蜚语。奶奶听说呀，乞巧节去龙隐寺桂树下求姻缘，灵验的很呢。这个吃人的社会，不婚不育才能保平安。奶奶，我爹刚接了一张大订单，我急着去赶货。多大的订单？1000块香皂。林立夏的话音刚落，许桃花眼底都瞪圆了，那就是1000两啊！哎呦，夏夏，奶奶帮你。奶奶，香皂的事儿不着急，您吃碗面再忙。行。外头咋传夏夏？爹，那可多了，有人将您和夏夏遇山匪的事儿添油加醋的又编排一番，加上夏夏给小姑出气的事儿。哎，爹，别打，我说啊，人家都说咱家夏夏凶悍的很，一般人镇不住夏夏，除非是打胜仗的大将军，除非是高贵的皇亲国戚。爹，夏夏以后的婚事难喽。林文耀眉头紧蹙，后悔没有抵住女儿的威胁，放任女儿为妹妹出头。要是她为妹妹出头，就不会有这些糟心事。爹，要不你让我去边境从军，等我给夏夏拐个打胜仗的将军回来。林文耀凉凉地瞥了儿子一眼，气得不想说话。林立夏表示他笑不活了，他二哥连虎崽子和猫崽子都分不清，还敢大言不惭地给他拐个将军回来。二哥，你打算如何拐？夏夏，你真喜欢打胜仗的大将军啊？鸡肾脚下一顿，看向笑盈盈的林立夏，难道他喜欢打胜仗的大将军？二哥拐回来的可以考虑一下。
前提是二哥你说说怎么管。夏夏，二哥现在的剑术和刀法都精进不少，你叔父爹同意我从军，不出3年，二哥就能有跟大将军说话的机会。要3年才能有跟大将军说话的机会，二哥，那你可别费神了，我用超能力开路，半年就能成为大将军的座上宾。姬慎瞳孔放大，这林立夏到底想做什么？半年就坐上边？妹妹，什么是超能力啊？二哥再跟我做半年生意就知道了。等度过中元节的死节，他二哥要是还想从军，他就用超能力开路，将二哥送到军营。林立春是当即傻眼，还要再做半年的生意，这要少立多少军功？夏夏，你现在凶名远扬，二哥不去从军，你以后可怎么办呢？奶奶，你个混小子，我家夏夏哪里凶了？我家夏夏好着呢。等忙完了，我就带夏夏去灵隐寺求个姻缘。龙隐寺求姻缘？对，听说呀可灵验了。哎呦，可惜呀，小鹿你这腿脚爬山不太方便。再说龙隐寺那天人特别多，你就别去了。多好的小伙呀，可惜家世太好，够不着。想到这儿，许桃花又想起进京给人为妾的另外一个孙女，哎，也不知道小雪咋样了。应该是锦衣玉食，算这时间，她说不定已有身孕。许桃花僵住了，有身孕也好，日子能好过一点。一算日子，就想起当天抓奸的尴尬场景，他一脸尴尬地看着孙女，这夏夏怎么什么都知道？再看看一脸诧异的小鹿，许桃花连忙给孙女打圆场。夏夏年岁小，不懂这些，胡蒙的。夏夏，咱们去做香皂。夏夏，这1000两能买多少粮食呀？很多很多。奶奶，你进城咋不带爷爷一起来？他来了，咱家那么多牲口怎么办呀？可以请三爷爷和智山哥帮着照顾一晚上呀。那多麻烦呀！奶奶呀，这次来是有任务的。罢了，就当陪老太太出去散个心。夏夏，你二叔好不好呀？奶奶，等夜再深一点，我让二叔来面馆见你。好。哎呦，算了，你二婶啊闹腾过几回，谁知道她有没有找人跟着我？她闹腾什么？要钱，说是要交陈家村祖学的钱。拿走多少？2两银子。哎，你二婶她大哥是李正，你堂弟在陈家村上祖学，比你爹那会儿啊便宜了很多。便宜多少？你爹那会儿是2两银子1个月，你堂弟他们只用1两银子1个月。奶奶，咱们林家村为何不办祖学呢？夏夏呀，咱们村太穷了，能读书的人不多，没出过秀才，办祖学谁来？奶奶，我让人给二叔送信，咱们明天在龙隐寺见面。也行，让你二叔去拜拜，说不定啊，这次就能考中秀才呢。文雅，我看呀，来咱家面馆吃饭的客人很多都是读书人呀。娘，是夏夏搞的那个活动，都冲着第1名来的。夏夏就是能干。许桃花提到孙女就赞不绝口，她不是不操心河里的女儿，而是昨天从立春嘴里逼问后，觉得女儿如今更好。文雅，你们呢就跟着夏夏好好的干，这日子比杨家有盼头。娘，我知道，唉，就是误了夏夏的名声。陛下正扶着老太太上马车，袁无痕赶着马车就停在他们旁边。哎，小鹿，你也去求姻缘，这该回答是还是不是？这林立夏会怎么想呢？林家奶奶，我家主子姻缘不用求，满京城的闺阁千金做梦都盼着嫁主子呢。这么畅销？林立夏惊醒的瞳孔一亮，卖2家陆公子的画像应该能挣不少吧？等忙完了这阵子，就把他初中水平的素描画技再练练手，到时候给老爹画一幅娘的肖像，再多攒一些陆基慎的画像。等他大哥进京赶考的时候，他又能赚不少。看见林立夏狡黠的目光，基慎眼眸一紧，这林立夏又要算计他了。不求姻缘，那你们去做什么？许桃花满脸的不解，这小鹿的腿脚又不方便，总不能你们是上山观光吧？不是，林家奶奶，我听说平安符自己求才最灵验，而且呢，我们有备软轿。哎，做软轿好。奶奶，夏夏，你们2个坐稳。奶奶，这个时辰太早，咱们现在就进去，等到月亮出来要等到什么时候？夏夏，咱们呀先去拜龙神，等拜一圈下来，咱们再上山，时间刚刚好。大殿气势磅礴，屋顶特制的瓦片好似一片片的龙鳞，在阳光下闪烁着五彩斑斓的光泽，好似一声低沉的龙吟，让人本能地生出敬畏。殿内供奉着一尊威严的龙神像，雕刻精美，栩栩如生。夏夏，不可这样盯着龙神看。许桃花拉拉看失神的孙女，很虔诚地跪在殿下，诚心祈祷：龙神在上，弟子心怀敬畏，特来许愿，一愿我儿林文耀这次能考中秀才，
2愿我儿林文辉这次能考中秀才，3愿我孙儿林立东这次能考中秀才。林立夏瞠目结舌，他奶奶真够节俭的，一炷香求3个愿望，龙神能答应吗？4愿我孙女林立夏能寻到如意郎君，5愿我孙儿林立春平安无忧，6愿我们2口子无病无灾。林立夏咽下吃惊的口水，草率了，他奶奶一炷香3个愿望怎么够？许桃花自己拜完还不算，非要拉着林立夏他们每个人都照着他祈祷的愿望再许一遍。看老太太态度虔诚又认真，林家几人也不敢惹老太太的不快，都照着许桃花祈愿又说了一遍。许完愿后，林立夏摸出了一锭10两的银子，在老太太满脸的赞许之下，给龙隐寺添香火钱。夏夏，咱们这次香火钱给的多，奶奶觉得咱们刚才许的愿望没准能成。能成。咱们一家5口跟龙神祈愿5次，龙神听到的概率更大。林立夏憋着笑，老太太真是太可爱了。听见林文雅带着2儿2女一炷香许了5个愿望，娘儿5个一人重复一遍，她已经不吃惊了。谁知陆基慎拄着拐杖，带着云无痕、徐天行还有2个暗卫也进去。龙神在上，弟子心怀敬畏，特来祈愿：1愿龙鳞国繁荣昌盛，2愿龙鳞国百姓安居乐业，3愿我能得偿所愿。龙神在上，弟子心怀敬畏，特来祈愿：1愿龙鳞国繁荣昌盛，2愿龙鳞国百姓安居乐业，3愿我主子能够得偿所愿。一炷香3个愿望，5个人各许一遍。许愿后，云无痕随手掏出100两添香火钱。林立夏瞳孔放大，这是跟他比财力，还是小学鸡什么都学？真可恶！比祈愿，他们一家人都是为自己祈，人家陆基慎一行人为国为民后才为自己祈，利益比他们高。比财力，他随手添10两银子香火钱，人家出手就是100两银子添香火钱，是他的10倍。越想越有一种被陆基慎装到的郁闷。前往龙女峰的路上，林立夏一直用眼睛瞪着陆基慎，基慎有种背后发寒的冷意，又不知道他哪儿又惹林立夏不快。快到龙女峰底下，林立夏看见有人抬软轿赚钱，他眼眸一亮，以他如今的财力，请2个人给他和老太太抬软轿上山，不算奢侈吧？大叔，多少银子抬1人上去？2两银子2人抬，5两银子4人抬。姑娘，你要几个人抬到？林立夏摸向口袋，看着前边坐着2人抬软轿的陆基慎，他要4人抬。来2个4人抬的。抬什么抬？夏夏，咱们自己攀上去才有诚意呢，你得诚意足，月老才会给你牵好姻缘。奶奶，嘘，龙女峰下不可乱说话。夏夏，传闻呀，龙女峰一共就299个台阶，寓意2人长长久久，自己走啊更有意义。说完，看看基慎的方向，人家小陆不求姻缘，坐着软轿上去就不在乎心成不成了。夏夏，奶奶年轻的时候啊，就是一个一个台阶自己攀上去的，之后啊就遇见了你爷爷。基慎思量片刻，突然开口道：营中，抬我下山。云无痕瞠目结舌，这主子到底想做什么？莫非相信了老太太的鬼话，要拄着拐杖攀上龙女峰？这也太傻了吧！等会儿老太太问起来，她该如何解释呢？哎，夏夏，奶奶咋记得小陆说她不求姻缘？许是脸皮薄。奶奶，咱们走快点。他们祖孙2人腿脚好的，再让一个拄着双拐的人超越了，可真就丢面了。哎，是啊，走快些。这万一啊，月老见他拄着双拐上山，觉得他诚意比咱们足，把好的姻缘赐给他，那咱可就白费功夫了。奶奶言之有理。爬了一阵子，林立夏回头看看，想看看他超陆基慎有多远。谁知陆基慎拄着拐杖，单靠着右脚跳跃爬龙女峰，都比他们祖孙2人快。奶奶，咱们得再快一些。哎呦，夏夏，小陆快上来了。喂，他可能是属猴的，跳得可快。林立夏大口大口地喘着气，龙神殿已经被陆基慎压了一头，龙女峰万不可再输。哎呦，夏夏，奶奶许是老了，你一个人先上去后呀，先对着龙女庙给拜一拜，再去那株最大的桂树下等着奶奶。算了，我还年轻，不着急。他年纪比较大，他更愁好姻缘，咱们让他。他年纪比较大。看见主子眼眸沉下来，云无痕琢磨了一下，才反应过来主子在介意什么。林姑娘，你此言差矣，我家主子生辰在冬季，仔细算起来也就大你3岁多一点儿。男人也会介意年龄，还不满18，那他如此着急做甚？妹妹，这个我知道。骆子素带着胖钟从龙女峰的台阶上朝下跑。
云无痕附额。为了今天能够清静，他出门前特意将落傻子给锁在了屋内。是谁把落傻子给放出来的？为什么落傻子比他主子更快上山？妹妹，哥哥听说陆家想上公主。哦，夏夏，这等小鹿成了驸马爷，咱们算是认识皇亲国戚吗？算吧。林立夏连连点头，小跑到姬慎跟前。陆姬慎，为上公主，你挺有拼搏精神的。姬慎是气得心头一梗，身份是他借用表弟的，偏偏他父皇却是想把皇妹许给陆定宽，彰显皇家与陆家之间的亲厚。这谁把落傻子给放出来的？骆子博办事效率怎会这么低？怎么还没有处理好卢家的事？陆姬慎眼神冷冽，看着云无痕。云无痕打了个冷颤，骆子素拼命的挣扎。云无痕不想放开骆子素时，无论他如何努力都是白搭，只好冷冷看向发愣的胖周。胖周愣了一下，追着两人的脚步上山。云公子，你快放开我家公子！哎，小鹿，你怎么不跳了？你得继续跳，这样诚意足才能得偿所愿呀！哎，我还等着看你当驸马爷呢。许桃花满脑畅想着，等陆姬慎成为了驸马爷，他就又有许多跟人吹嘘的资本了。驸马爷是林家救的，驸马爷给林家烧过火，驸马爷给林家擀过饺子皮，驸马爷给林家摘过菜，驸马爷还教过他儿子孙子读过书呢。他们林家跟驸马爷一个锅里吃过饭，驸马爷吃他孙女做的饭能吃2大碗。小鹿啊，你呀是我见过最优秀的少年，你长得俊，学问好，还有眼色。我认识的人中呀，你最有机会上公主，你可要努力啊！徐天行憋笑憋得咳了起来，得到了主子一个冷眼，连忙道：林家奶奶，您家对主子有救命之恩，主子不……奶奶，别听胡诌。你看，那么多人都上去了，他先我先都落在旁人身后。不一样，旁人去龙神殿呀，可没你俩添的香火钱多。林家奶奶说的对，一个是情窦未开，一心只想在财富上压主子一头；一个是惦记别人，又因为身份差距大，怕把人吓走，不敢贸然开口。他要是推一把，让主子得偿所愿，他是不是也能升官加禄？想到这儿，徐天行很热切地扶着许桃花。林奶奶，我扶着您向上走，让我家主子与林姑娘齐肩并行，等会儿月老一看也迷糊。哎，这俩人是不是一家人呢？那就各赐一份好姻缘。许桃花眼睛一亮，孙女添10两香火钱，陆公子添100两香火钱，月老将他们看作一家人，各赐一份好姻缘，孙女不吃亏呀。夏夏，我觉得小徐说的对，这事儿啊，咱们不吃亏。我看齐肩并行可以。姬慎嘴角微微上扬，徐天行深得他心呐，该加俸禄，要比云无痕加得多。90两银子的差距，就想让他一个好手好脚的正常人故意放慢速度，等陆姬慎齐肩并行，怎么算都是他亏。我跑得比他跳得快，我为什么要等他？看着林立夏不按约定，一个人吭叽吭叽的朝山上跑，落下黑脸的主子。林姑娘，你等等，我家主子有一笔大买卖要跟你谈。林立夏是立刻顿住了脚步，一脸惊喜的回头。多大的买卖？陆姬慎，你快点，别磨磨唧唧的。你刚才不是跳得很快吗？听见有大买卖，许桃花眼睛亮得不亚于孙女。夏夏，你别心急，奶奶爬这么多台阶都累，人家小鹿腿脚还不好。行，我下来接你。林立夏掉头跑到陆姬慎跟前，你快说，多大的买卖？见他上一个台阶，林立夏跟着上一个台阶。姬慎眼底全是藏不住的笑意，不管林立夏是为钱还是为大生意，总之两人齐肩并行的感觉真的很好。微风带着林立夏的馨香环绕在他周遭，明明他与林立夏用的是同款香皂，但带着林立夏的香就是好闻，令他沉醉，令他心跳加速，仿佛要跳出胸膛。他一本正经地看向台阶，余光将林立夏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收入眼底。陆姬慎，你卖什么关子啊？到底是什么买卖？比你现在所有的生意都大。林立夏眼眸一转，看向身后的影中。你看中我的香皂生意，想要分销？姬慎低沉的声音满是愉悦。可以吗？太可以了！林立夏激动的想要转圈圈。他认识的人中，就属陆姬慎最有权有势。这小子再成为了驸马爷，镇北军只要不造反，他就能借用陆姬慎的手，把香皂卖遍龙鳞国，还不愁有人来抢他的香皂秘方。不过陆姬慎如此精明，他若答应的太快，这小子可能会压他的价呀。敌不动，他不动。姬慎余光将林立夏眼底的狡黠看在眼底，他心底的笑意是越来越大。却故意不再追问林立夏，一直等攀上龙女峰后，姬慎才又问一遍：林夏，可以吗？可以，但是嘛，
我现在的产量供不应求。林立夏拿腔作势道：“你让我考虑10天半个月，中元节之后咱们再议。”姬慎眼眸微闪，林立夏还在担忧林家中元节灭门的预知梦。可以，那走吧。在脑海里盘算着他该如何跟陆吉慎合作，是在京城另外建一个作坊，还是扩大这边的作坊规模。姬慎腿伤还未好完全，尚不能做出跪下的动作，全程站着拜龙女庙。林立夏心不在焉，潜意识跟着陆吉慎的动作走，他拜他就拜，他走他就走，将外边等待的人都给看傻了。待两人走后没多久，就开始有人议论：这两人好奇怪呀，是求姻缘的还是来拜堂的？我瞅着那男的很虔诚啊，想必是腿脚不好，娶媳妇不容易。我瞅着那个姑娘呀，心不在焉，压根就没将那个男的放在心上。林立夏方才拜龙女庙的时候心不在焉，是回去再拜一拜，还是……林立夏，你不添点儿？林立夏摸出银子正想添，转念一想，他又不求姻缘，添什么添？赶紧将银子装了回去。陆吉慎，快走，奶奶还在桂树下等我。姬慎脚下一顿，想想又摸出了200两银子添做香油钱。周围人个个瞠目结舌，就连负责管理龙女庙香火、接待信徒、维护寺庙日常的香火姑也惊得回不过神。两位等等，你们二人与龙女有缘，这是龙女赠予二位的，请二位各自收好。给钱就有缘呐！姬慎压下了心中的震惊，接过桃木珠串，赶紧套在自己的手腕上，爱不释手。这400两银子真值。还有赠礼，很专业，难怪香火鼎盛。夏夏，拜了没有啊？许桃花看见两人走来，满脸关切迎了上来。林立夏扬起手中的珠串，奶奶拜了，还白得了一个桃木珠串。夏夏，这是龙女庙的香火姑赠你的。奶奶，桃木珠串可以调节气血，促进睡眠等等，给您戴对身体好。林立夏正要摘下桃木珠串孝敬许桃花，一旁的姬慎顿时脸黑。夏夏，摘不得，在龙鳞国呀，桃木可以驱邪避凶，将桃木磨成滚圆的珠子，穿成珠串可结良缘。家下呀，每年的乞巧节，龙女庙的桃木珠串只送出去10串，寓意十全十美。林立夏方才只顾着想事情，没有注意到陆吉慎添了多少香火钱。陆吉慎，你方才添了多少香火钱？这时，一个青衣的女子身形轻盈飘逸地朝着两人飞奔而来。还不等女子靠近吉慎，就见影中身形一闪，2招就擒住了青衣女子，将女子的手背在身后。何方小小？青衣女子愣了一下，挣扎着看向吉慎的方向，满脸的邹媚讨好。这位公子，我看你出手阔绰，要不要给你心爱的女子买个防身武器？什么防身武器？2道声音异口同声。林立夏回头一看，与他同时开口的正是他那便宜的义兄骆子素。骆子素撒欢似的朝着青衣女子跑来，他要买个防身武器，专门对付捂他嘴的云无痕。妹妹，什么防身武器啊？快给哥哥看看，能不能撂倒皇宫培养出来的亲卫啊？青衣脸上的笑僵住，抬脚就朝骆子素给踹了过去。喊谁妹妹呢？你占谁便宜呢？哪儿来的纨绔？青衣女子虽然被影中按住手，却不妨碍她脚上的力道，一脚踹在骆子素的大腿上，将他踹得倒退了好几步。幸好云无痕来得及时，拦住了骆子素，他才没摔倒。骆傻子，活该！早就跟你说过，改一改你这见到漂亮姑娘就喊妹妹的破毛病。这么凶，小优不买了，看你卖给谁！说完，一瘸一拐地朝林立夏走来。妹妹，哥哥不买，你也不买，看他卖给谁！看见骆子素被踹，姬慎的嘴角笑的是越来越大。营中，松开他。本来对防身武器不感兴趣的姬慎，这会儿倒是有了几分兴致。什么防身武器啊？陆定。骆子素气鼓鼓的要喊出陆定坤3个字，便觉察不妥，连忙改口：陆儿，你是故意跟我作对，明明你错在先，为何要断人财路？云无痕抢在主子开口前，先拦住了骆子素。你不买，别影响我家公子买。还是这位公子有眼光，手环的内侧设计的有一套巧妙的机关，青衣女子轻轻一触动机关，立刻弹出了几根绣花针。林立夏顺着针的方向看去，只见绣花针凌空射进了骆子素与云无痕的身上。原本正在拉拉扯扯的骆子素和云无痕瞬间僵住不动了。针上有毒？林立夏瞠目结舌，小姐姐的报复心还挺强的。影中心中一紧，迅速将青衣女主给擒住。你是幽影谷的人，快把解药交出来！你放开我！我若想要他命，就淬见血封喉的剧毒。解药交出来！又不致命，要什么解药？江西毒能让人从内到外僵硬1炷香的时间，很适合女子防身逃命用。能让人僵住1炷香的时间，还不能说话？小姐姐，我叫林立夏，你怎么称呼？你这个防身武器怎么卖？清幽，你连香火钱都舍不得掏，能舍得花50两银子买防身武器？舍得，钱得花在刀刃上。你这个防身宝贝管用，我一定买。
清幽姐姐，买的多可以便宜吗？你想要多少个，姐姐就有多少个。清幽姐姐，金用完了可以补吗？你包售后吗？清幽低头看着攥着自己的小手，一脸的懵。自他出谷后，头一次遇见这么热情的小姑娘。什么是售后？清幽姐姐，你看，像我大哥那样的读书人，能教会他如何使用吗？可以，不过要等5天后。5天后也行。林立夏拉着清幽的手，清幽姐姐，你还没告诉我能便宜多少呢？我这次出来只带了8个，之前卖掉2个，现在只剩下6个，算你250吧。林立夏的笑容僵住，要不是看小姐姐一脸认真的模样，她都怀疑小姐姐是在骂人。清幽姐姐，我这次出门急，身上只剩了100两，你能不能同我回家取？不行不行，一来一回鲜花皂卖完了，我要银子何用？鲜花皂可是沐浴用的鲜花皂。清幽姐姐，你说的鲜花皂多少钱一块？100两还不够买鲜花皂。林姑娘，我之前去绣庄买就要5两银子一块，还供不应求。你花5两银子去绣庄买？你不知道香皂是我做的？知道呀，但那时他是暗卫，不能暴露身份。想用不去绣庄买，总不能偷主子的。等等，你说香皂是你做的，那你肯定有很多存货吧？我可以给清幽姐姐做。林立夏很想结交这个看着很冷很飒的小姐姐。清幽姐姐，你喜欢什么香味儿？我还可以给你特别定做。我喜欢莲香的，也能做。能。桃花香的也能做。现在不行，明年3月桃花盛开的时候可以。我有晒干的桃花瓣。那可以。啊，对了，你方才说你叫什么名字？林立夏。清幽姐姐，你可以唤我立夏。立夏，这些防身武器你拿着，里边的针用完了，你跟姐姐说要多少，姐姐给你补多少。谢谢清幽姐姐。林立夏满脸甜笑，她的第3道保命措施有了。3道保命措施加持，应该可以避开林家人的炮灰命吧？他将清幽递上来的包裹斜挎在了自己的身上。清幽姐姐，你想要多少香皂？我家管够。鲜花皂10两银子一块，我的桃影追魂50两银子一个，我最多能拿你30块。多少？10两银子一块。许桃花震惊的差点站不稳。夏夏，卖这么贵，有人买吗？他家1两银子出去的，人家卖10两银子。没人买还好，要是有人买，别人就白赚9两差价。老太太越想心越疼，连让孙女跪树下祈福的事情都给忘了。夏夏，咱们去看看。姬慎皱眉，看看头顶刚刚升起来的月亮，顺着主子的眸光，徐天行瞬间明白了主子的心意。林家奶奶，您快看，月亮升上来了，祈福后咱们再去也不迟。看见姬慎站在林立夏身边，对着桂树上头的月亮祈祷，骆子素心中气得直冒烟，偏偏连舌头动一下都艰难。云无痕瞪大双眸，看见主子祈愿后，偷偷看着林立夏笑，他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清幽姐姐，来都来了，你不祈愿吗？没兴趣。清幽刚说完，就见2道身影向他袭来，正是江西毒药效已过的2人。云无痕动作迅捷如闪电，身姿轻盈如风。清幽不是其对手，勾起了一抹冷笑。哼，阁下腹中是否翻腾？你又下毒？云无痕的手一僵，腹中翻腾的难受啊！提醒你们2人，不想出糗，现在去寻茅房还来得及。骆子素一手捂着肚子，顾不上找清幽算账，朝着龙女庙左边的方向跑过去。哎呦，肚子好疼，好疼啊！一会儿再给你算账。云无痕松开清幽，一路小跑。清幽姐姐，他们是……林立夏想起他用鸡试药，鸡药效发作后也会拉肚子，江西毒的残余药效至少要拉3回肚子才能排干净。比起见血封喉的毒药，这个呀更适合女子防身。厉害厉害！他的半吊子迷药在撒向别人的时候很容易波及自己，使用前要先服下解药，而江西毒是涂在针上，下手时不会波及自己，还快准狠。连云无痕这样的高手方才都没能躲过江西毒。哎呦，人靠衣装，马靠鞍。立夏，这真是你做的？清幽姐姐，你是自己用还是拿回去送人？有何分别？你要是拿回去送人，我就进去买些丝帕和荷包，给你包装的好看一些。不必，我只要里边的鲜花皂。走，跟我回家拿，管够。云无痕，我走不动了。要不是你，我就不会跟小钟走丢了。骆傻子，若非你与我拉扯，有影谷的女子又岂能伤到我？我不管，是你害我跟小钟走散，你得背我回去。骆傻子，你给我下来！云无痕刚将骆子素扒拉下来，就被胖钟撞得头昏目眩。
骆子素看见小钟，本来很开心有人能背他回家，结果就看见胖钟整张脸憋得通红。云无痕，你快看看小钟怎么了？又来一个傻子。看见胖钟另外一只手攥着的糖葫芦，云无痕瞬间全明白了。能够短时间内缓解腹泻症状，同时迅速补充体力。他吞下一颗后对胖钟吼：弯腰！公子，我可算是找到你了，公子。小钟还以为把你弄丢了，回家要被责罚的。越想越害怕，越怕肚子就越饿。说着，胖钟又将手中剩余的2个糖葫芦一口咬到嘴里，快速的咀嚼起来，很快吐出了一地的山楂子。有什么样的主子，就有什么样的奴才呀，一样的不靠谱。老傻子，你走不走？走不动，上来。云无痕是一脸的无奈。我背你。一阵急切的敲门声，一下将姬慎惊得是一全无。何事？禀主子，军中急信。影中长着灯过来，姬慎拆开了书信，一目3行看完后，紧紧的握住拳头。天下，去安排，本王需要回军中一趟，即刻出发。那林家这边？姬慎转动着手中的桃木珠串，沉默许久。他这一趟回军中还不知道要耽误多久，想起林立夏日夜发愁的预知梦，他思量许久道：影中，你和无痕留在林家，务必在中元节护林家周全，违者斩。遵命。影中满脸诧异，想不通林家有什么事比让他护主子周全还重要。影中，你主子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影中摇摇头，心情很是复杂。林姑娘，这是主子答应给你的，他说不够，以后他回到京城再补给你。影中从怀中掏出一个精致的红木盒子，递到了林立夏跟前。林立夏闭眼又睁眼的瞬间，整个人懵住。一盒赤金打造的手指，两人相处的点滴犹如幻灯片一样在林立夏脑海中闪过。终于想起他脚受伤之时，陆基慎问他最想要什么。我想要金手指，我想要金手指，你有吗？好啦，陆基慎，我跟你开玩笑的，金手指那玩意儿得看天意。林立夏懵了，谁能想到陆基慎这么豪气，竟给他送一盒的金手指。虽然吧，此金手指非彼金手指，但谁又能抗拒金子的诱惑？林姑娘，你喜欢吗？喜欢，很喜欢。影中，从这儿到边境需要多长时间？快马加鞭，沿途换马，7日可到。我家主子有腿伤，坐马车需要10来天。那挺辛苦的。影中看一眼林立夏的背影，当即回到了屋内提笔写信。林姑娘看到主子送的礼物，两眼放金光，说喜欢，很喜欢，抱在怀里，半晌都舍不得松开。夏夏，咋不见小鹿来吃面呢？哎，你手里拿的是啥呀？哎，你手里拿的是啥呀？奶奶，鲁基慎回军中了，他昨日跟我刚谈了一笔大买卖，这是他付的定金。说完，赶紧回到屋内，关上房门，倒出盒子里的金手指，数了一遍又一遍，笑的是根本停不下来呀。立夏，我先回幽影谷了，把这些送给我的同门师兄师姐们，等我5日后再来寻你。等等，清幽姐姐，我听说你们幽影谷的人擅长毒术和机关术，能做护心甲吗？当然，我大师兄做的护心甲，许多王孙贵族千金难求呢。啊，千金难求呀！你想要？要多久？我大师兄手里有一件现成的。立夏，你等我下次来的时候，顺便带给你。林姑娘，主子走之前说让你照顾他。给我吧，知道你饿了。林立夏轻声笑起来，抱着虎崽子去厨房。郑重，虎崽子交给我，你可以去忙的。主子吩咐我务必护好你们林家人的安全。这姬慎是怎么回事？送他金手指，还把贴身护卫留下来。他对着水盆照了照，确认他这张没长开的脸没有资本让人对他神魂颠倒，他轻声笑了起来。林立夏呀，林立夏，刚挣点钱，你人就飘了，竟敢幻想京城世家贵公子对你别有所图，谁给你的勇气？你主子挺知恩图报呀。影中的嘴角一抽，不知该赞林姑娘有自知之明，还是该叹自家主子追妻遥遥无期啊。妹妹，那个青幽女侠呢？走了。妹妹，她那个咻一下就能让人僵住的武器，你转卖一个给哥哥呀。你要那个做甚？对付我的。说着很熟练的拿碗从汤锅里给自己盛了一碗龙骨汤。林姑娘，主子让我护你们林家人周全，你若不想出岔子，千万要防骆傻子。林立夏很是赞同。骆子素从小被家人保护得很好，好奇心很重，情绪稳定的时候拎得清，情绪上头的时候又很拎不清。
能将他的迷药顺走，要晕他自己的马，绝对是个人才呀！子素哥哥，我家凭才华免费吃面的活动，明日是最后一天，后日就是咱们书铺一飞冲天的大日子，你这个东家是不是应该忙起来？一飞冲天？妹妹，哥哥要做什么呀？林姑娘，冯掌柜，你怎么来啦？你们等一下，我去搬个椅子。立夏，我来。林姑娘，这位段公子来自南边，看中你家的香皂，想与你合作，特委托我引荐一番。在下段子怀，来自南西城，听闻林家香皂生意是姑娘做主。对。林立夏收起眼底的惊艳。段公子，我家的香皂作坊目前供不应求，公子诚心想与我合作，1个月后再议如何？还是头一次见人用菊花和枸杞子泡茶的。菊花枸杞茶清甘明目，适合我家几个读书的人喝。段公子若是喝不惯，我给你换白开水。不用。段子怀优雅品茶，一举一动都好似一幅很好看的美男画。林立夏看着段子怀，欣赏着对方的美貌，静等对方回答。林姑娘，可否为在下再续一杯？可以。谁知段子怀是又让他续一杯，一杯续一杯，一连在他这儿喝下了10杯茶，还不离去。段公子，你对我方才的提议到底是哪儿不满意？可否先让段某带走100块香皂，其他事情咱们1个月后再议。段子怀看着文质彬彬，一副病娇美男的做派，但行事却是个狠人呐，一连灌下10杯茶水，只为在这场博弈中索要100块香皂做样品。他若不同意，他不会再灌10杯茶吧？罢了，100块就100块，人家又不是不给钱。段公子，50两定金，你留个地址，1日后我让人给你送货上门。好，可否借姑娘的笔墨一用？好。在下失礼，林姑娘，你这画技精妙绝伦，可否？妹妹，哥哥回来了。妹妹，你猜猜咱们书铺今天的销量？怎么又来一个长得比他还俊的人？手里拿着什么？你谁呀？穿得跟花孔雀一样，有没有读过《礼记》啊？知不知道男女大防啊？骆子素说着，上手就去扯段子怀手中的画。2个人一个扯一个护，滋啦一声，画被2人一撕2半，一人手中各持半张碎片，2人都呆若木鸡。大哥，那个段公子是来找咱们谈香皂合作的，刚给了立夏50两定金，本来写个地址就走，谁知生出这种变故。林姑娘，对不起，在下爱画心切，一时莽撞毁了您的画作，请您责罚。对，你不光莽撞，你还孟浪，你还居心不良呢。松手！妹妹的画像你拿着合适吗？你松不松手？再不松手，我喊人了。云武，妹妹，女子的画像不可给外男看，容易招惹居心不良的人。大子，刚才叫我做什么？云武汉，你来的正好，快把这个居心不良的人丢出去。云武汉，他刚才偷看妹妹画像时，眼珠子都看直了。而且你看看他，长得跟个狐狸精一样，趁我们不在，故意找妹妹谈生意，茶壶里的水都喝空了。谁知道他想做什么？段子怀眼底的笑僵住了，谁家的莽撞少年？云无痕上下打量着段子怀，这从哪儿冒出来一个长得与他家主子各有千秋的公子？云无涵，你发什么愣啊？你要再不动手，我就不认你这个兄弟了。罗傻子，他是林姑娘的客人，是想跟林姑娘合作香皂生意的。花孔雀，我是妹妹的合伙人，我不想跟你做生意，你走吧。段某方才付过定金了。多少定金？我赔你。子素哥哥，开门做生意诚信很重要，我方才答应他卖给他100块样品，其余的事项1个月以后再议。妹妹，那咱们只卖他100块香皂，1个月后不跟他做生意。行，段公子，子素哥哥是我的合伙人，我得尊重他的意见，只合作1次。这100块香皂你还要吗？要。再看我也不卖给你。妹妹，你猜咱们书铺今天卖了多少本书啊？多少？妹妹，光是启蒙用的三字经啊，咱们就卖出去500多本。那不稀奇，别家2两银子一本，你们才卖500文一本，就算卖500多本，你们也赚不了多少钱。你懂个屁呀！妹妹说这叫惠民，卖500多本启蒙用的三字经，就有500多个家庭有让孩子读书的打算，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儿。妹妹，插秧排列这么整齐，什么用意啊？整齐的秧苗行间距有利于通风透光，能让秧苗长得更好，提高产量，也有利于后期的施肥、除虫、收割。妹妹可真聪明，什么都懂。吴婶儿，吴婶儿，大喜事啊！小雪的男人派人给你们送礼啦。吴婶儿啊，
可是满满当当的2大车，还有我们没见过的布料呢。哎呦，还有很多漂亮衣服，看着可让人眼红了。吴婶儿，你再不回去呀，东西可都让陈菊花的一个人霸占了。哎呦，夏夏，公家肯送回礼来啊，是不是代表小雪她在公家过得还不错？奶奶，我们回去看看。夏夏，你看公家给咱家送回礼了，你的梦是反的。你高兴得太早了，我先回去看看，你扶着奶奶慢慢走。妹妹，等等我。看到没？要不是沾我家小雪的光，这样精美的衣裳呀，你们一辈子也没命穿。妹妹，这样的布料那都是京城5年前的旧样式了，咱们不要。哥哥明天就写信回去，让人给你送京城今年的最新款。哼，说大话谁不会？你说谁说大话呢？就你身上这衣服，我家管事的婆子3年前就嫌弃过时了。子素哥哥，你再说说看，车上这些又是怎么回事？我祖母在世时，每年都会让人把府中过时的衣裳整理出来，有些捐赠出去，有些送给府中的下人，还有一些就直接销毁了。妹妹，这送你的人呐，不是啥好人，送你们的这些衣裳那都是下人穿的款式。妹妹，咱不要啊！哥哥这就让庞中回京给你买京中最新款的。下人款式怎么了？那也比你们身上穿的好。二婶喜欢，二婶全拿去。公家送礼的人呢？看样子是刚上过茅房，没过多久又出来2个像是赶车的车夫。嬷嬷怎么称呼啊？府中都唤我薛嬷嬷。薛嬷嬷好。公家送2车破烂货，可是觉得你们龚大人的命就只值这2车破烂货？大胆，胆敢羞辱朝廷命官！小丫头，不要命了！薛嬷嬷，我给你指个路，告诉你梅花城的县衙怎么走。你去告，看看这里的地方官根据咱们方才的话会如何下定论呀？收起你的牙尖嘴利，长辈在，轮不到你说话。行，你是长辈，你来说。林立夏转身进屋。林立夏，薛嬷嬷，你这是什么意思？这50两银子是龚大人付你们家的枕巾。哦，那这一车别人穿剩下的破烂货又是怎么回事？别跟我说这也是龚大人的谢礼。谁说这是破烂？是不是咱们可以去衙门断一断？死丫头，当衙门是你家开的？薛嬷嬷气得咬紧牙关。罢了，反正林家这一大家子也活不过中元节，他就没有必要与一个将死的乡野丫头浪费口舌。我等奉命行事，既然事已经办成，我等这就回京复命。等等，我让你回去了吗？当我林家村是什么地方？说着，一个眼神就有许多林家村的人站出来拦住几人的去路。你们做什么？我们是奉命办事，都有记录的。我们若是折损在这儿，你们谁也别想善终。林立夏，你不要胡来！哐哐哐！这是回来了。从未见过陈菊花对自己这么热切，许桃花整个人都愣了。娘，你快管管立夏，他拿着铜盆敲的是咣咣咣响，不让我跟小雪婆家人说话，还让村里人叫他们堵在这儿。少胡说，我们夏夏多懂事的孩子，他这样做肯定有自己的用意。夏夏，奶奶说的对不对呀？对，奶奶，鲁吉慎说京城贵族间亲戚往来都要登记造册，公家费尽心思送了这么多的礼物来，咱们也得登记造册。林家当着村里人的面要将他这2车破烂货登记造册，一旦传扬出去，公家这次笑话就闹大了，他肯定是吃不了兜着走的。哎呦，瞧我这记性，少夫人是让我把这2车衣裳捐给灾民，结果我好心办坏事，既然林姑娘看不上东西呀，我让人拉走。薛嬷嬷，这么一车破烂货，你们用这么好的箱子装，又大张旗鼓的送来，莫不是想故意给我林家招来祸事？子素哥哥，你的字写得好看，你帮我登记造册可好？好啊。哎呦，林姑娘不可，这是我们送给灾民。货既然是送到林家门口，无论是要拉走还是留下，都要登记造册，让你们画押，免得你们回去之后阳奉阴违。林家老夫人，你快管管你孙女，她这样行事，你们不怕开罪龚大人？气得不想说话，一甩衣袖进屋，任孙女处理。嘿，少拿你们大人压我！你们大人回京没跟你们说，当初他落难在林家时，曾拿公家满门性命对天发誓，不可伤我林家人分毫。薛嬷嬷，3年以上陈年旧布7匹，府中下人瑕疵衣裳36件，府中姨娘淘汰下来的衣裳13件，府中下人的旧衣裳58件，发霉发臭的破被褥6床。你要不要再清点一遍？不用。薛嬷嬷只想快些将这件事了结，去通知杀手取消计划，很爽快的在册子上按了手印。薛嬷嬷，我家小雪怎么样？龚大人在京中给雪姨娘置办了一套价值900两的小院，雪姨娘呢已经有了身孕，如今在龚老夫人院里养胎。小雪已有身孕，龚大人还给小雪置办了一个价值900两的小院。谁稀罕？ 900两买的小院，
是买的成交了吧？有你什么事？妹妹，这京城可是寸土寸金呐，想要在城中心买个小院，不光得有钱，还得有人脉。不过呢，妹妹你也别愁，等你要去京城了，哥哥名下有3处小院，妹妹你随便挑。子苏哥哥真好，到时我比市场价高1成，给子苏哥哥算钱。妹妹，算钱那就生分了，我骆子素像差钱的人吗？公子是京城骆家的小公子。你认得我？不行，他得赶紧走，林家人不能动。京城谁人不知，帝师孙子骆子素在花楼一脚踢飞大皇子妃的弟弟，混小子骆子素护着的人，少夫人感动，怕是薛家和公家都不能善了。林家老夫人，林姑娘，我还要回京向主子复命，就先告辞了。那怎么可以？几位奔波这么远，我们林家不留几位住几天，岂不是招待不周？林姑娘，住不得，住不得，延误了时间，我们回京就没命了。几位莫慌，我爷爷对你们大人有救命之恩，你们身为他家的下人，替主子报恩天经地义。正巧我家农忙要插秧，几位留下来帮忙个3、5天，等农忙结束，我让大哥给龚大人写一封书信。龚大人若是因此责怪你们，那就是他不识大体，不通情达理。围观的村民都是得到林家好处的人，自然是向着林立夏说话。是该帮忙，当初林家呀，为了救小雪的男人，正值农忙的时候，耽误了很多农活。对呀，还有那些搜村的黑衣人，好可怕，都对着立夏挥刀了。哎呦，林姑娘，我错了，求你放我们回去，我干不了这个活。还想不想吃饭？天黑干不完活，就将你们丢进河里喂蟒蛇。薛嬷嬷，要替你们主子报恩，这活呢就得干得漂亮，这泥呀就得踩得稀碎。哎呀，云无寒，这插秧没什么好玩的，你陪我进山去打猎吧。不去。云无寒，今晚是中元节，咱们进山打几只猎物，给妹妹家祭祖用。不去。云无寒，你不陪我去，等你家洛儿回来，我就天天寻他麻烦。行，你赶紧闭嘴，咱给你们打2头野猪回来祭祖。好啊，你们快去快回，无论有没有打到猎物，天黑一定要回来。林姑娘放心，出不了岔子。迎庄，我带着罗傻子进山转一转，林姑娘一家人的安全就交给你了。早去早回。云无寒，你看我这剑术如何？比生子有进步。云无寒，你看我能赢过陆定坤不？再练100年吧。云无痕一盆冷水泼了上去，骆子素得意的笑僵在脸上。余光看见一头鹿从前方树林穿过，他眼睛一亮，提起弓箭就要去追，结果跑太快，被一块凸起来的石头绊了一脚，整个人朝山坡栽了下去。骆傻子！余光看见一个凸起的石头正对着骆子素的后心，云无痕强行调换2个人的位置，用自己的身子护住了骆子素。云无寒流血了。云无痕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得赶紧止血，以免血腥味引来猛兽。对不起。哎，骆傻子，我没事，男子汉大丈夫，流血不流泪，这点小伤，你哭什么哭啊？说着解下自己的腰带，掏出亲卫随身携带的止血药，紧急的为自己止血。骆傻子，我没事，你拿我的刀去给我砍个树枝做拐杖，咱们回去。那你拿我的弓箭防身。云无寒，你不能再走了，我背你下山。骆傻子，就你读书人的小身板，你怎么背得动我呀？你让我试试嘛！听话，别胡闹。等会儿再摔了，咱们就真回不去了。那我扶着你走，你受伤的腿不能再用力了。好，骆傻子，你别哭了。你若真觉得对不起我，以后不可再胡闹。只要你没事，我都答应你。以后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那你好好读书，考个秀才。好，无寒，怎么办？骆傻子，我拖住野猪，你赶紧爬树。不行，我爬树，你怎么办呀？你再废话，我们都得死在这儿。你先上去，你相信我，我有自救能力。骆子素颤抖着朝大树走过去，好在大树长得很高，分叉很大，抓着分叉，他轻易地爬到了大树的中间。他探下头看着下方，只见野猪凶猛地朝着云无痕撞过来。云无痕举着刀站在原地，静等野猪撞过来的一刹那，挥刀砍断了野猪的脖颈。云无痕咬牙，忍着大腿的疼痛，抓着分叉的树枝，迅速地爬上大树。没过多久，伴随着一阵哼哼哼声音，跑来2、3头野猪。野猪在树下凶猛地撞着大树。无寒，怎么办呀？云无痕摸着怀中专用的求救信号，思量半晌后，向空中发出了求救信号。正在农田的影中看见信号的一瞬，神情变得凝重起来。林姑娘，不好了，云无痕和骆子素遇见十分危险的事情，请您抉择。林立夏心中咯噔一下，莫非剧情的推动不可逆，林家炮灰命运改不了？云无痕徒手可以杀猛虎的人，怎么就恰好在这个时候出事？他抬头看看天色，这个时候让影中带人去救云无痕，
林家这一家子炮灰逆天改命，就只能靠自己了。影中，你跟我来。深山地界复杂，其他人去了只会成为你的拖累。你将这些药带上，若是遇见猛兽，只管撒。影中不敢耽误，接过东西，以极快的速度朝云无痕求救的位置奔跑。他跳跃在一棵树上，看见成群的野猪聚集在一起，有拼命拱地刨树根的，有一个接一个去撞树的。好在云无痕爬上去的树够大，被拱出了一半的树根，树还屹立不倒。无痕，屏住呼吸。影中大喊一声，拿起了特效迷药，手法熟练地撒在下面的野猪群，野猪一个又一个倒下。云无痕半个身子靠在树上，看见影中解决野猪群后，云无痕想起银矿离这儿不远，生怕风随影为了救他让银矿那边出乱子，连忙又发出讯号。赶路到一半的风随影看见云无痕这个信号后，想着开采银矿的山匪很乖，就决定去探一探究竟。无痕，你的腿还在流血，先止血。没有呀，影中，麻烦你带落沙子下。云无痕话还没说完，整个人就彻底失去了意识。云无痕，你醒醒啊！一脸嫌弃的瞥了骆子素一眼。别哭，人没死，但再这么流血下去，命保住了，腿也要废。那赶紧止血呀！骆子素从未像现在这般惊慌。我背他走，你自己能走吗？能走，我们得尽快回去。夕阳渐渐落下，天边泛起了一片淡淡的橘红色。祠堂外，女人们聚集在门口，虽然不能进入祠堂，却一个个严肃与专注，双手合十，口中默念着祈祷词，祈求祖先保佑家族平安，五谷丰登。祠堂内，林家村的男人们衣衫整洁，肃穆地站在供桌前，他们脸上写满了敬畏与虔诚，目光紧盯着供桌上的祖宗牌位。咔嗒一声异响，引得众人抬头望去，空气瞬间凝固，所有人心跳都好似停止了一般。爹，林家村祠堂牌位这么多，为何单单是他爹的牌位摔坏，还摔在他的脚下？似乎是一种不祥的预兆呀。五哥，年伯生前最宠爱你，许是他给你的警示啊。警示？难道林家有大祸？夏夏，奶奶心底慌得很，好端端的，你祖父的牌位怎么会摔在你爷爷的脚下？奶奶，咱们回家说。爷爷，咱们回家说。他准备了3套保命方案，第一套是靠云无痕和影中庇佑，第二套靠他特制的迷药自救，第3套靠清幽的逃影追魂逃生。谁能料到云无痕和骆子素遇险，他一下就折损了2套保命方案。快进家门前，林立夏看向深山方向，林家若真避不开这场劫难，他的便宜义兄肯定会为林家讨回公道吧。夏夏，究竟是怎么回事？爷爷，2个月前，我的脑袋刻在猪圈石头的那天，我梦见咱们林家在中元节被灭门了。不可能，不可能，做梦哪能当真？你闭嘴，夏夏，我的傻孙女，你怎么不早些跟奶奶说呀？你说奶奶一定帮你，奶奶呀，肠子都悔青了。这不可能，做梦的事儿哪能当真？我们快走，离开林家村，我们回陈家村就能避开这一切。谁都不准走！陈菊花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你养的好女儿给林家招祸，你竟想带着几个孩子拍拍屁股走人，可恨呀！我掏心掏肺把这些年从牙缝里省出来的银子都贴给了林小雪做嫁妆，你们就是这样对家人的？今日谁也别想走。二哥，让他们走。宫邢泰的正妻要报复的是林小雪的家人，他们不怕连累陈家一起死，就只管回陈家村。不可能，不可能！这世上怎有这般恶毒的女人？不就是拿个妾吗？她就要派人杀我们全家！这么狠毒的女人，我的小雪怎么办？我为何不把这狠毒的女人休了？闭嘴！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在埋怨旁人。陈菊花，你指责别人的时候，你先拿镜子照一照你自己。都别吵了，想想如何活命。爷爷，我有个想法。夏夏，你说，你让二哥往东，二哥绝不往西。爷爷、奶奶、爹，林小雪出嫁前，我给她了2325文做嫁妆，也算是全了这份姐妹情。今日中元节一过，无论她在公家是荣华富贵集一身，亦或者是被人百般磨搓，都与我没有半分关系。我与她的姐妹情断在今晚，没有道理她攀高枝，让我受她的拖累，被人一次又一次的追杀。爹娘文慧，我支持夏夏的决定。小雪进京前，我掏光了积蓄，给了她2两银子做陪嫁，对得起她这个侄女了。
今日中元节下的梦应验，以后我全当没有她这个侄女。爷爷、奶奶、二叔，糟糠之妻不可弃，小雪与人为妾，注定卷入妻妾之争。今日之后，我只有夏夏一个妹妹。爷爷、奶奶、二叔，林小雪与人为妾，我掏光了所有积蓄，给她10两银子做陪嫁，我也对得起她这个堂妹。结果呢，我们凑银子给他们当盘缠，他们派人来杀我们全家。越想越觉得我自己就是冤大头。今日这一节应验，无论是生是死，我只有夏夏一个妹妹。以后凡是与我有血缘关系的人与人为妾，我都要断亲。我支持二哥。以后凡是与我有血缘关系的人与人为妾，我也都断亲。孩子他爹，我们掏光家底给小雪，对得起他这个孙女。今日之节应验，我以后就没有他这个孙女。文辉，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咱们这样的人家凑出这么多给她陪嫁，已经仁至义尽。爹，我明白这场祸事终究是儿子不孝，没有教好女儿演来的。林家对小雪仁至义尽，今日之后，林家全当没有这个女儿。易文慧，你还是不是人？龚兴泰的正妻如此狠毒，你们都不管小雪，他还有活路吗？这会儿着急了。当初劝你龚兴泰有正妻，或许会报复咱们，你咋说的？林立夏故意学陈菊花当初的口吻。哼，难不成他还敢杀人放火？我那手帕交家中同样有正妻，过得还不如他好呢。女子嫁人夫为天，只要小雪得宠，再生下个一儿半女，咱们娘家也跟着风光。二婶，你看，这不都遂你心愿？你想跟着风光，你自己去，你别绑架我们受累，我还嫌弃丢人现眼呢。死丫头，这么好的记性，全用来记仇了。立夏姐姐，你说的自救法子是什么？二哥，抄家伙，爹，你就算了。二叔，来，这里边有毒针，关键时刻可以将对方毒僵住。爷爷，你见过大世面，比我爹能扛事儿。最后一个桃影追魂你拿着。夏夏，这样对不对？被冷落的林文耀一脸的不甘心，转身进厨房，拿着菜刀就出来。夏夏，爹这次绝不拖后腿。夏夏，谁敢伤你，奶奶就用剪子把他的皮给剪下来。不错不错。想到这儿，他喊上二哥，转身去了驴棚子里，将捆在柱子上的车夫给押了过来。你招不招？招。车夫一脸的迷茫，也不知道他要招什么，反正先硬着才不挨打。大声点，招不招？招！车夫扯着嗓子吼。林立夏冷笑，将旧衣服重新塞到车夫嘴里，一棍子将车夫给敲晕了。薛嬷嬷，方才那位车夫招供说你奉命买凶要杀我们全家。薛嬷嬷本来就心虚害怕，加上累一天又被人捆在驴棚，还要提防被驴踢，精神紧绷着2天1夜。不可能，他怎么知道？他说你做梦的时候说梦话说出来的。你到底请了几个杀手？起初呢，那个车夫也不愿意招供，我就先挑断他的手筋，再挑断他的脚筋，然后正在挖他的眼珠子，他就受不了了。薛嬷嬷，你想先从哪儿开始呢？挑手筋，挑脚筋，挖眼珠子，或是割耳朵？林立春懵了，太可怕了！谁教他妹妹这样唬人的？若是被外人看见，误以为他妹妹很凶悍，以后还能找到好婆家吗？薛嬷嬷，我看你脸上的褶皱比较多，要不先帮你把这些褶皱割了？嬷嬷别怕，我给鱼剥皮可是熟练的很，才一刀你就吓尿了。就你这把老骨头，嘴再硬一点，能撑到我挖你的眼睛吗？撑不到。林姑娘，我都招，我只请了4个杀手，你能给我一个痛快不？杀手什么来历？京城绝命阁的人。没听说过。这绝命阁不是江湖门派，他们藏身在京城暗巷，只接京城权贵的生意，专门处置内宅的阿杂事。定在什么时辰？这个我们没要求，少夫人只给我们200两，只够请4个最低等的杀手，中元节夜晚灭门就好。200两就买我林家11条人命？不止200两，还有送给你们林家的100两酬金，伪装成山匪劫财。听完薛嬷嬷招供的话，陈菊花像一滩烂泥一样躺在地上，回想起昨日她的显摆，就像是一场笑话。许桃花惊恐地握不住剪刀，是真的，孙女的梦竟是真的。200两就想买我林家11条人命？林立春将他的刀重重地插在地上。今日我让他们有来无回。二哥，将这3个人都打晕，塞住嘴，扔在咱家地窖中，顺便绑起。爷爷奶奶爹，你们藏身在左边的房间。二叔，你带着二婶和小满他们藏身在右边房间。记住，顶住门，堵住窗，不要发出声音，以守为攻，用桃影追魂偷袭杀手。大哥二哥，咱们3人去厨房，一边炖肉一边等杀手，以守为攻，用桃影追魂偷袭杀手。一阵夜风袭来，云无痕微微睁开眼睛，
一阵剧痛从腿部传来，疼得他倒吸一口凉气，胳膊被人紧紧地抓着。他努力回头去看，发现骆子素拄着树枝一瘸一拐地跟在他身后，而他正趴在影中的背上，缓缓地向前移动。周围被漆黑的夜幕吞噬，他内心莫名一慌，想起主子走前千交代万嘱托，让他们在中元节务必护好林家人的事。影中，放下我，快回林家。听见云无痕的话，影中的身子一僵，继续背着他朝林家走。无痕，你腿伤很严重，骆子素背不动你，我不能放任你逞能，不然你这条腿会废的。影中，林家若出事，咱们两人的脑袋都不够主子砍的。影中，一条腿与咱们两人的命以及林家全家人的命孰轻孰重啊！无痕，你不要逞能，等我救完林家人，我就回来背你。说完，不等云无痕回应，快速地朝着林家的方向赶路。云无痕，你醒醒啊！我害怕。骆子素慌乱地去掐云无痕的人中穴，掐了好久不见云无痕醒来。骆子素伸手一摸，发现云无痕的大腿又开始流血。他咬咬牙，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将云无痕背在肩上，拄着树枝一步一步缓慢地朝着林家的方向移动。风随影正行走在密林间，突然一阵腥风扑面而来，他顺着气味走过去，眼前的一幕让他惊呆了。原来云无痕遇见野猪群了，这野猪死得蹊跷，像是被人迷晕之后用乱刀砍死的。看这刀法，倒是像主子身边的暗卫影中的手笔。风随影又举着火把，顺着树根朝上看，看见树枝上也是沾满了鲜红的血迹。他纵身一跃，跳到树上，从树上取下来一块碎布。谁让无痕舍命相救？灵机一动，他原路返回银矿，带着几个亲卫，带着一部分山匪，将野猪一半抬回了银矿，让山匪打牙祭，一半打算送到林家，顺道见一见让主子惦记的姑娘。亥时3刻，夜色已深，林家村笼罩在一片静谧之中，村里许多的村民早已进入了梦乡，只有偶尔传来的几声虫鸣声打破夜的宁静。林家厨房内肉香四溢，4个穿着夜行衣的杀手顺着肉香一路摸到了林家小院外。4人看看林家院墙，纵身一跃，跳入林家小院子里，一眼就看见了厨房有个烧火的小丫头在打瞌睡。英哥，那100两我不分了，我要这个小丫头解解馋。2天前就来林家踩过点儿，早已记住林家小院的布局。小毛、黑狗，你们2人若无意见，就按瘦猴说的办。瘦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个年纪的小姑娘嫩的能掐出水来，怎能就便宜你一个？毛哥说的有道理，待会儿咱们先杀了其他人后再来众乐乐。你们是谁？为什么在我家？是来找我爷爷看诊吗？你们受伤严重吗？我爷爷腰疼，疼的连晚饭都没吃，我正给爷爷炖肉呢。你们能不能等我爷爷睡一会儿，再喊他起来给你们诊治？英哥，我先看中的，我要尝第一口。看着林立夏笑的是一脸的荡漾，林立夏佯装恐慌，借着衣袖遮掩，快速的按下陶影追魂。针瞬间刺进瘦猴的身体，一脸荡笑的瘦猴僵在原地。慢一步进来的山猫没觉察到瘦猴异样，只顾与瘦猴争先后。我先来。山猫的话音刚落，便感觉后背一痛，整个人僵在原地。得手后的林立春从门后出来，将躲在水缸后的林立东给拉出来。林立夏用手比划着，让大哥林立东留在厨房看着2个僵硬的杀手，他和2哥继续诱敌。坏人啊！不要过来啊！不要过来！平静的夜里，林立夏故意扯着嗓子的尖叫声尤为瘆人，将正在朝回赶的影中吓得一顿，生怕林家出大事，拼尽全身的力气朝林家冲。林立夏的叫声将2个正要吹迷烟的杀手给吓得脚下一顿。秃鹰低声咒骂一声，转过头准备先杀林立夏，结果一脚踩在窗下的老鼠夹上，疼得他踮着脚跳个不停。看见秃头的杀手被老鼠夹伤到脚，林立春满脸的兴奋，完全忘记了妹妹交代要用陶影追魂来偷袭，竟举着新买的大刀砍了过去，战意十足的冲着对方喊：犊子，吃我一刀！听见自家2哥打架前虎了吧唧的先跟对方通风报信，林立夏脚下一顿，快速的朝这边跑来，正好看见另外一个杀手在偷袭自家傻2哥，他快速按下陶影追魂，将对方僵在原地。阴沟里翻船了！秃鹰一脚将林立春踹倒在地，正准备袭击林立夏，余光看见一道身影快速的冲进林家小院。操，还有好手！秃鹰是顾不上脚底剧痛，纵身一跃跳上屋顶，刚跑1步就被人从屋顶一脚踹了下来。他重重砸在地上，发出一声闷哼，努力挣扎起身。
脖子上一阵刺痛，整个人就僵住不能动。好呀，你再跑一个给我看看。林姑娘，可还有歹人？都被毒僵了，妖言蛊的东西果真好使。林姑娘，云无痕腿伤严重，你们无碍，我回去背他。等等，拆个门板，让我二哥去帮你，以免加重云无痕的伤势。不行啊，夏夏，我被秃子踹得闪到腰了，不知道疼。林立成一脸的好奇，正摆弄手中的桃影追魂，却不小心触动开关，一根针瞬间刺在了林小满的身上。林小满立刻僵在原地不能动弹。李春，你对小满下毒手，你好狠的心，你还是不是人？看见陈菊花去撕扯二哥，林立夏嗤笑一下，直接将桃影追魂最后一根毒针用在了陈菊花身上。满脸狰狞又张牙舞爪的陈菊花像一座恐怖的雕塑屹立在墙角。所有人齐刷刷地看向林立夏。夏夏，二哥方才是不小心刺到小满的。我看见了，我是故意的。若非你给狗男女守门，让他们两个人勾搭成奸，怎么会有林家今日的灭门之祸？若非夫妻一体，打你会伤及二叔的体面，我早就想揍你了。若非我准备充分，今日林家血流成河，我也躲不开被玷污的命运。我扎你一针，你冤吗？不冤，潘高枝无福消受，强求必遭报应。林立夏点头。原书中，林小雪踩着一家人的尸骨，得到了宫刑太怜惜一生，最终儿女双全，成为人生赢家。他想看看，现在有他这只外来蝴蝶的推动，救下林家炮灰后，林小雪还能得到宫刑太怜惜吗？只有千日做贼，没有千日防贼。今日林家侥幸躲过这一劫，来日他们再派杀手，我们当如何？看见林家所有人都陷入沉思中，林立夏默默地转身去解决内急。爹，婶儿子不孝，婶儿子教女无方，才给林家招来祸事。爹，民不与官斗，咱们林家平头百姓斗不赢宫夫人，我明早就带他们离开林家村。文辉呀，是爹娘糊涂，结错一门亲，毁3代人呐。文耀，这场祸事本与你无关，你带着立冬、立春、立夏，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隐姓埋名的活下去。林文耀满眼的错愕。爹，你要我带着夏夏他们去逃命？对，人是爹救的，儿媳妇也是爹娘给你弟弟选的，就算要遭报应，也不该让你们父子4人受累。林立夏从茅舍出来，看见老爹背上挎着好几个包袱，满脸惊慌无措的模样，他惊得脚下一顿。爹，你做什么啊？夏夏，爹带你逃命，咱们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隐姓埋名，宫家再派杀手，他们肯定找不到咱们。爹，不至于。夏夏，难道你有办法啊？林家爷爷，林家爷爷，你快出来看看无痕的腿。爷爷，你别慌，我有对策。你先看看云无痕的伤。话音刚落，将吸毒药效时间到了，自动失效。瘦猴子男人故意恐吓林家人：你放开我们，敢动绝命阁的人，追杀你们到天涯海角。听见这话，林立夏想起瘦猴子男人对他的不轨之心，他转身进驴棚，拿出给驴拌草的粗棍子，冷笑着一棍子敲在瘦猴子男人的裆部。瘦猴子男人疼的是面目狰狞，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惊吼声，瞬间吵醒了林家村不少沉睡的村民。就连躺在门板上的云无痕也被这声凄惨的叫声给惊醒了。他睁开眼睛，顺着声音看过去，正好看见林立夏扬起粗棍子，又狠狠一棍子敲在另一个杀手的裆下。咦，好可怕！云无痕下意识的夹紧腿，满眼震惊的看着林立夏扬起粗棍子，一棍又一棍的敲在杀手的裆部。4个杀手的鸡叫声是一个比一个瘆人。影中，就问你怕不怕？听着杀手凄惨的叫声，影中下意识的夹紧腿。怕！杀手凄惨的叫声回荡在山间，惊得兔子的慌神，惊得抬着野猪的山匪们脚下一顿。五哥叫发生何事啊？怎会有人叫得比阉猪还要凄惨呢？去看看。刚才是怎么威胁我的？来，你敢不敢再说一句？你这个疯人，你敢对我们绝命阁的人下手，你就等着被追杀吧！我好怕哦，还再来不？来你妈呀，蛋都碎了！看见林立夏连爆4人的蛋，刚解江西毒的陈菊花拉着儿子默默地退到角落。这会儿他相信林立夏没揍他是看在林文慧的面子上。夏夏，林家老爷子狠狠地吞咽一口，也是下意识地夹紧腿。谁来告诉他，他家乖巧可人的孙女怎么会变得如此凶悍？糟糕，还被外人看见，传扬出去以后还能寻到好婆家吗？云公子、应公子，
骆公子，你们千万别误会，我家夏夏平时不这样，今晚被歹人给吓坏了。云无痕叹息，别解释了，没人信。影中是一脸的发愁，下意识的夹紧腿，看着林立夏发呆。主子让他汇报林立夏的事，今晚林姑娘的举动，他该不该写到信中？主子会如何想？妹妹，你怎么惹上绝命阁的人了？你有没有受伤啊？云无痕扶额，落傻子，林立夏生龙活虎的样子，连爆4个人的蛋，像是受伤的样子吗？我才是受伤的人。哦，林家爷爷，你快看看无痕的伤势，你一定要帮他保住这条腿。他失血过多，又患热毒之症，腿上伤口已经溃烂，只怕这条腿是难以保全了。对不起，对不起，都怪我莽撞，都怪我莽撞。无痕，对不起，是我没有处理好你的伤口。林家爷爷，不必再救，少一条腿，我活着有什么意义？林立夏一脸的诧异，算着时间，云无痕从受伤到现在，最多不超过4个时辰，不该这么快就发烧呀。云无痕，既然你连死都不怕，不如搏一搏，或许能保住腿。林姑娘，你有办法？死马当活马医吧。林姑娘，男女授受不亲。若让林姑娘看了她的大腿，给主子知晓，怕是她腿保住了，命没了。影中，我说你来做，将她伤口上的腐肉全部用刀一点一点的剔除干净，然后用高浓度的酒精消毒，整个过程会很痛。只要能保住这条腿，什么样的痛我都能忍。要不是将吸毒副作用的拉肚子也太厉害，那个东西止痛挺好。话音刚落，我这有不拉肚子还止痛的药，立夏，你要不要？清幽姐姐，你怎么来啦？答应你前2天就来的，遇上了点事儿，傍晚的时候才到梅花城，这一路打听到了林家村，赶夜路又迷路了，所以这会儿才来。清幽姐姐，你方才说的药有没有其他的副作用？没有，倒一点在帕子上，捂住他的口鼻，他就感觉不到疼了。麻沸散？麻沸散，挺好听的，以后就叫这个名字。清幽姐姐，你能掌控药量不？他失血比较多，我怕他一定要清理干净，宁可多刮，不可遗漏。想想，把不确定是不是腐肉的部分，干脆一起顺便都给刮了。影中，用酒精给他伤口消毒，一定要消干净，最后再上止血药，然后用烈酒给他擦擦身子，退热。一番折腾下来，影中感觉他比打了一场胜仗还累。还没喘口气，外头响起了风随影的声音：“云无痕，云无痕，别喊了！”立夏和清幽跟着出去，看见10来个人抬着5、6头野猪停在了林家院子外边，还围着许多的村民。家里来了几个偷牛贼，被我家立春给制服了。哪里是立春制服的，分明是立夏那个凶悍的丫头制服的。你闭嘴！你们别听老二媳妇胡咧咧，我家立夏呀很乖巧，哪有那本领？对，就是我制服的。无论如何，夏夏不能再传出凶悍的名声了。清泉爷爷，你看我为了跟偷牛贼搏斗，还扭伤了腰呢。没事就好，听见你家院子里传来尖叫声，我们这才赶过来帮忙的。林立夏定睛一看，来林家村看热闹的村民手里都拿着家伙事儿呢，不枉他带大家一起赚钱。影中，那些野猪是用我给你的迷药药晕的吧？影中一脸迷惑的点头。那好，野猪有我1半的分配权，你没有意见吧？没有意见，都是你的。连他都是奉命保护林姑娘的野猪，他哪有分配权？清泉爷爷，感谢大家深夜来帮忙，麻烦你找几个人将那几头野猪杀了，给大伙儿分一分。听见林立夏这话，林清泉满脸震惊，外加惊喜。立夏呀，这么多野猪都分给村民吗？分。好。林姑娘，还记得我不？不记得呢。林立夏尴尬的笑。记得。林姑娘，你给我们介绍的差事真不错，我们吃得好，干得也开心，以后前途无量。那就好。你们不嫌弃累就好。咦，干什么不累？徐公子说了，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云公子说我们行大运了，遇见你给介绍好差事，日后表现得好，还能混个一官半职的。林姑娘，我们狼牙寨的兄弟最讲义气，等我武三刀以后做官了，肯定罩着你。那我先谢过三当家了。林姑娘，明天早上轮到我武三刀主持会议了，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带给兄弟们？心有多大，路就有多宽。正确的选择永远大过于无谓的努力。人生辉煌的秘诀就是跟对人，做对事，分对钱。风随影脚下一顿，满脸敬佩地看着林立夏。主子品味不俗呀，连看中个乡野姑娘都有如此高的人生境界。这些话回去就命人雕刻在银矿的墙上，让山匪们每日念3遍，
这样干活会更卖力吧。营帐外，战马嘶鸣，蹄声阵阵，士兵们训练有素，充满了紧张而有序的气氛。营帐内，姬慎坐在书桌前，把玩着手中的桃木珠串，眼神迷离，思绪飘得很远。这时，徐天行一脸喜色进来，手中抓着一个信鸽。殿下，影中来信了。呈上来。姬慎眼中一喜，迫不及待地看完书信后，手重重地拍在桌子上，眼神中皆是冷冽。云无痕啊，云无痕，迟早有一天你会死在洛汗的手里。看见主子很生气，徐天行心中为云无痕捏了一把汗，刚想再问，外头陆定坤抓着一只信鸽进来。殿下，又来一只信鸽。呈上来。姬慎皱着眉头，看见是云无痕请罪信，他的眉头蹙得更紧，直到看完云无痕的将功补过，他眉头才舒展几分。天行，传讯到京中，让人把绝命阁连根拔起，本王绝不许有一条漏网之鱼。遵命。徐天行命人退出军营，陆定坤就追了上去。天行，殿下手上那串很宝贝的桃木珠串是谁送的呀？好奇，你自己去问。问。你说，殿下这次遇难，在外借用我的身份，应该没给我惹什么风流债吧？惹了。徐天行笑起来，脑海里想起了自家殿下这段时间荒唐至极的行为，比如给林家烧火，比如为蒸一碗驱寒汤差点把自己灌得内热。陆将军，劝你日后离姓林的姑娘远一点，惹不起。啊，懂了，殿下手上的那串桃木珠子是林姑娘送的。陆定坤恍然大悟。天行啊，你是不是见过那姓林的姑娘啊？性子怎么样？徐天行想了想道，与咱们殿下旗鼓相当。什么是旗鼓相当啊？陆定坤琢磨许久都没有琢磨明白，直到营中来到军营，看见林立夏给姬慎准备的礼物，陆定坤羡慕的口水都要流下来。殿下，这是幽影谷千金难求的护心甲。正是。姬慎说话的声音里都是藏不住的笑意，整个护心甲线条流畅，造型独特，每一处细节都凝聚着幽影谷最高的技艺和智慧。本王试试。姬慎站起身，伸开双臂，影中按照青幽教的方法将护心甲穿在了姬慎身上。殿下，让我摸摸。陆定坤一脸眼馋，刚伸出手就被姬慎冷酷地拍开。别摸坏了，刀枪不入的护心甲怎么可能磨坏呀？陆定坤又伸出手，再一次被姬慎一巴掌拍开。天行，将他拉出去。别！陆定坤嬉笑着躲开徐天行，让我看看还有什么没见过的。殿下，这是林姑娘特意让属下带给你的。林姑娘说天气已经渐冷，让你每晚用这个灸腿，方子她已经写下来。听见这话，姬慎眼底笑得柔情似水，却有些不敢置信。他在林家那段时间，林立夏对他是吆五喝六的，整日把他当个免费的长工使，如今怎么突然对他这样好，给他送艾灸垫子，送艾灸棒，还送护心甲？莫非他情窦初开？林立夏他可有想我？影中震惊一瞬，殿下身为皇子，从小被人教导喜怒神色自若，他跟在殿下身边多年，头一次看见殿下笑成这样。实话实说，他还能走出营帐吗？影中余光偷偷地看了一眼徐天行和陆定坤，两人与他一样很震惊的表情看着殿下。影中震惊一瞬，殿下身为皇子，从小被人教导喜怒神色自若，他跟在殿下身边多年，头一次看见殿下笑成这样。实话实说，他还能走出营帐吗？影中余光偷偷地看了一眼徐天行和陆定坤，两人与他一样很震惊的表情看着殿下。殿下好面子，他若跟殿下说林立夏忙着种田，忙着教好清幽，忙着监督作坊运作，忙着挣银子，根本没空想殿下，他会怎样？影中不敢想象。回禀陛下，属下愚笨，不敢盯着林姑娘看，这儿有林姑娘写给殿下的书信，快呈上来。姬慎嘴角的笑顿住一瞬，又笑起来。林立夏还给他写信了，这个不肯学礼器的乡野丫头，她怎会如此大胆？她笑逐颜开，拆开书信。乐大人，展信阅。姬慎点头，阅就是陆大人三个字，听起来挺刺耳的，还不如陆姬慎三个字亲切。一别多日，你腿伤好的差不多了吧？记得每晚睡觉前灸腿，灸完之后多喝热水。我的预知梦应验了，宫刑太的正妻派杀手来了，林家已经平安的度过了中元节，而且云将军已经处理好了后续的告官事项，感谢陆大人的慷慨相助。姬慎点头，云无痕将功补过，做得不错，功过相抵，不罚了。你送我的金手指，我非常非常喜欢。姬慎欣喜若狂，连用2个非常，这是有多喜欢？疯丫头不害臊。既然他如此喜欢金手指，那他以后命人多送一些。回赠你的礼物，我也用了颇多心思，你没亏吧？姬慎笑出声，
手情不自禁地摸着护心甲。幽影谷的护心甲千金难求，林立夏已经对他如此用心了，除了金手指，他还能回赠一些什么礼物呢？咱们上次谈的香皂合作事项，我打算让你一成立，具体情况我们再商议。姬慎不敢置信，林立夏要主动让利给他。具体情况我们再商议。姬慎不敢置信，林立夏要主动让利给他。他把最后一句又读一遍，确认自己没有看错，除了艾灸方子，这是林立夏写给他书信的最后一句。他一脸惊愕地看着影中。林立夏的香皂生意是不是遇到不顺利的事情了？没有。影中一脸懵，殿下看信一会儿笑一会儿沉思，脸上表情比唱戏的还丰富，怎么突然问这个？回殿下，您走后没几天，一碗好面来个长得很好看的红衣公子，想跟林姑娘合作香皂的生意，被罗子素撵出去了。姬慎皱眉一瞬，摸着身上的护心甲，顿时安心不少。林家父子书读的怎么样？回殿下，林姑娘通过罗子素的关系弄来了好多历年考卷，并请来眉山书院齐宗明指导，说什么题海战术。听见这话，姬慎的心情像阳光一样明媚。他向来聪明，看见殿下心情正好，陆丁坤又凑上前，刚伸手就被拍开。他不死心，反手抽出了一根艾灸棒，放在鼻尖一闻，很是好奇。这是黄草味道，谁准你碰了？不悦地瞪了陆丁坤一眼。陆丁坤满脸的惊讶。殿下，您小时候最宝贝的桃木剑上人借我耍两下，这不过是一个黄草卷的草棒子，至于吗？至于。姬慎一脸宝贝地收起艾灸棒，瞥了陆丁坤一眼，看见陆丁坤就想起信中的陆大人三个字，很不舒服。到底是哪儿不对？好端端的林立夏为何唤他陆大人？看看外边的天色，影中想起兜里还有一个烫手山芋。殿下，你看外面天已经黑了，要不要属下给您把灸棒点上，您先灸一灸腿呀？姬慎看看影中，察觉出不对。这是他交代的？是林姑娘吩咐的。影中点头。林姑娘教他的时候说，艾灸的时候人的心情会变好。既然他如此关心我，那就点上吧。殿下，暖不暖？暖。殿下，林姑娘还交代属下一件事，属下不知如何办。何事啊？殿下，这是清幽姑娘研制的麻沸散，林姑娘想把这个卖到镇北军，让属下帮忙找找门路。姬慎盯着小木盒的眼神逐渐冷冽起来。为何他信中不提？这话属下也问过，林姑娘说她之前跟您提过合作药材的事儿，您拿她全家性命要挟她估计您没有话语权，让属下找找其他门路。真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呀！姬慎转转手中的桃木珠串。他给你什么好处？属下没敢拿林姑娘好处，是清幽姑娘送属下几套桃影追魂，都在这儿了。看着影中掏出桃影追魂，姬慎沉默一瞬，等了半晌，不见主子回答，影中心中越发的忐忑。主子，这俗话说拿人手短，吃人嘴短，属下在林家又吃又拿的，应该把这事办妥。又吃又拿？姬慎看向影中，你拿林家什么了？影中犹豫了一下，将肉干摊在了自家殿下眼前。殿下，属下对天发誓，属下拿的是林家奶奶做的肉干，绝对没有拿林姑娘做的。呈上来。殿下。影中一脸肉疼，将林立夏给他的肉干递到主子跟前。只剩这些了。麻沸散的事儿，你拿去给郑俊一看，若实用就促成此事，就说本王吩咐的。谢殿下。影中满脸欢喜，刚想拿回肉干，就被主子一巴掌拍开。这个肉干，本王在林家时怎么从未吃过？回殿下，那是因为无痕遇到了野猪群，属下打死了太多的野猪，风随影将野猪送到了林家，猪肉多到吃不完，林姑娘这才想着做肉干的。这是林立夏做的。姬慎抓住重点，心头有些不舒服。林立夏送他那么多宝贝，为何肉干舍不得送他？姬慎翻开书信再看，与第一次的感觉全然不同。明明同样的文字，这次却读出了客套与疏离。以往他在林家，林立夏算计他之前也是这样，先拉近关系，然后趁机提出要求，一切都是自我陶醉。姬慎心底的热逐渐凉下来，摸着受伤的腿陷入了沉思之中。两个人相处的点点滴滴不断回旋在脑海里，越想心底越失望。看见主子脸色越来越难看，影中吓得心中越来越紧绷，语无伦次的解释。殿下，做肉干是林姑娘提议的，林家奶奶和清幽姑娘也有一起帮着做，连肉都是属下和云无痕切的。殿下，属下拿的是林家奶奶做的，真没拿林姑娘做的。姬慎眼眸一冷，做肉干的时候刻字了？没有。影中一愣，肉干上为何要刻字？你如何区分谁做的？姬慎抽出一根肉干，凶狠的一口咬下，他看中的就是他的，谁敢跟他抢，死！主子莫名的冷意将影中吓得身子一颤，立刻跪下请罪。殿下言之有理，属下错了。
请殿下责罚。等了半晌，没有等到主子的话，应中吓得额头冒汗。见状，营帐内的陆定坤神情逐渐严肃起来。徐天行眼眸看看护心甲，看看艾灸棒，再看看自家主子恶狠狠嚼着肉干的脸，逐渐明白过来，殿下这是意识到自己的一厢情愿，心底难以接受，才会突然生这么大的气。不解开殿下心中的结，影中这次怕是无妄之灾躲不过去了。自从殿下受伤后，他便发现殿下性子变化很大。昔日的殿下鲜衣怒马少年郎，活得朝气蓬勃，如今的殿下好似经过岁月的沉淀，看透了世间沧桑，性子是越发的冷厉，时而阴郁暴戾，唯有在林丽夏面前还有几分莽撞少年的样子。殿下，林家姑娘尚年幼，情窦未开，这是好事。她不懂殿下的好，亦不懂其他人的好，您可以徐徐图之。殿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谁又争得过您呢？听见这话，积甚暴戾的情绪逐渐冷静下来。尚有4年，足矣。与虎啸国的冲突是时候结束了，本王要尽快回京。与虎啸国的冲突是时候结束了，本王要尽快回京。龚行泰，若非你宠妾莫妻，今晚又怎会行差大错？明明是薛姐娇女不严，善妒，品行不端，心生恶念，岳父怎还有脸怪我？龚行泰，你这话说的不亏心呐！今晚尚未嫁给你时，连一只蚂蚁都舍不得踩死，是你将他的心一点点磨狠厉了。岳父，男子汉大丈夫3妻4妾实属正常，仔细算起来，您后院比我多1倍还不止呢，怎么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薛展被堵得接不上话，恶狠狠地松开了龚行泰的衣领，一脸愤恨离开。薛敬晚买凶杀人未遂，被大理寺公开杖责50棍后，屁股被打得皮开肉绽，奄奄一息地抬到宫家，整个人彻底失去意识。孩儿，干脆将这个毒妇休了。不行，娘，这个节骨眼上，所有人都盯着儿子，我若休妻，便坐实了薄情寡义，宠妾灭亲。龚行泰痛苦地抱紧头，不就那个妾，怎会闹得满城风雨？娘，如此一来，儿子今生就毁了，再也无缘做官。那怎么办？公母慌了，丈夫早逝，她一个人拉扯大儿子，也没经历过这样的事。龚行泰揉揉头，娘，去请最好的大夫，一定要把薛敬晚治好。这段时间，儿子亲自照料他。听见这话的林小雪委屈的眼泪都快掉下来，手抚摸着肚子，一脸无措地站在门外，不敢靠近。公母一出门，就看见林小雪这副委屈巴巴的样子，顿时气不打一处来。整日哭哭泣泣，都是你这个丧门星，将晦气带到公家，才连累我儿丢了官。什么？大人丢了官？林小雪惊恐地瞪大双眸，手紧紧地捂住心口。她不顾脸面才攀上的高枝还没站稳脚跟，怎么高枝就被人一下子砍断了？她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她的孩子尚未出世，就已经失去官家子弟的身份，怎会如此严重？看见林小雪满是惊恐的眼，龚行泰眼底不复之前的怜爱，反而生出了一股莫名的厌烦。云无痕为何在林家？绝命阁为何会失手？明明是暗杀林家，为何云无痕要将此事闹得满城风雨？以云无痕的官职，还没有将绝命阁连根拔起的能力，这般行事倒是一点都不怕得罪京中的权贵啊！谁敢如此猖狂？云无痕是正五品将军，那个被云无痕一口一个主子的，从内心尊敬的人，真的是陆家二公子陆定坤吗？龚行泰越想越慌。龙鳞国尚未立太子，皇子的名字被严格保密，只有极少数亲信和宫廷人员才知晓。他只知道四皇子3年前请命去往镇北军，四皇子在边境立下了赫赫战功，不可能出现在林家村，更不可能看上林立夏，就怕凡事有例外。雪儿，给你堂妹写一封书信，问问中元节的始末，顺便问问陆家二公子的去向。林小雪眼泪僵住，要他去讨好堂妹，当年的堂妹义气之争这么快就应验了。林小雪捂着脸，觉得脸好疼，周身的力气被抽空。不可能，她努力了这么久，为何一切又回到原点？到底哪儿出问题了？该不会她连嫁人都不如堂妹？那她此生又有何意义？雪儿，你怎么了？龚行泰扶住林小雪，只是让你给林立夏写一封信问问，你怎会如此沮丧？立夏他不待见我。听见这话，龚行泰开始后悔得罪了林立夏。雪儿，你们血脉相连，大断骨头连着筋，总归是姐妹，亲情是割不断的。林立夏最爱钱，你这样，我送他1000两银子赔罪，你顺便挽回下姐妹情。林小雪不敢置信地看着龚行泰。啊，1000两银子赔罪？
他对宫刑太倾尽一切，掏空了所有的陪嫁，送他返京，为他孕育子嗣，也不过是落了个城郊小院。为什么？你听我说，我怀疑当初与我一同落难之人并非陆家二公子。林小雪内心对宫刑太的崇拜和爱慕在逐渐的崩塌。那是谁？我怀疑他是龙鳞国的四皇子，不然云无痕不能对他如此恭敬，事情不会闹得这么大。啊，四皇子？林小雪回忆起堂妹三番几次想促成她与陆公子的好事，都被她以陆公子太凶拒绝。若是陆公子是四皇子，天哪，她错过了什么？不可能，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若是四皇子，怎会允许立夏对他如此放肆？他若是四皇子，怎会给立夏写画本子？他若是四皇子，又怎会给立夏擀饺子皮烧火？他若是四皇子，怎会帮立夏喂兔子喂老虎？听着林小雪一件一件数落着过往，宫刑太的心中越来越迷茫。他与对方同时落难在林家，林家老太太数次夸奖陆公子比他有眼色，比他会做事，堂堂的皇子怎会屈尊做那些连他都不屑做的粗活？都是男人。陆公子看林立夏的眼神，没人比他更清楚。当初他若没被赶去林文辉家，或许能早些察觉不对，也不会将林立夏得罪的那么狠。如今只能寄予林家姐妹情了。雪儿，你听我说，就算陆公子不是四皇子，以他与四皇子的关系，也对我将来仕途大有助益。你要讨好林立夏。疯了吧？林小雪手抚摸着小腹，泪如雨下。雪儿，若非逼得没有法子，为夫也不想让你对林立夏低头，为夫也心疼你。林小雪甩开宫刑太的手，她才不要写信回去求堂妹。当初我劝立夏给陆公子做妾，立夏说给陆公子做祖宗，他的性子是不会给人做妾的。雪儿，就算不做妾，做外室，林立夏说的话也比你我有分量。林小雪泪如雨下。雪儿，为夫是因为太过宠爱你，惹得靖婉嫉妒，才会对林家下手，为夫才会丢官。就算你不为为夫着想，也该为我们的孩子着想啊！现在唯有跟林立夏说情，让他说服陆公子不追究为夫，为夫才有机会重新做官。雪儿，为夫答应你，只要你帮为夫跟林立夏说情，待为夫恢复官职之后，就让你当平妻。那妾试试，你看像不？像。林文耀捧着妻子的画像，一脸的爱不释手。这幅画像爹初见你娘时的模样。听见老爹说像，林立夏终于松了一口气。看看天色还早，提笔又开始画。林文耀拿着画像看了又看，一脸宝贝的放在屋里藏好。等到出来，女儿新画的画像已经基本能看出轮廓，心中不由咯噔一下。夏夏，你在画谁呀？陆记，不对，是陆大人。林文耀心底慢慢沉下来。女儿画陆公子的画像，怎会画得如此娴熟？夏夏，咱家与陆家天壤之别，爹舍不得你受委屈啊。林立夏画的手一顿，抬头看看老爹一脸忧心的模样，才知道对方误会了。爹，我画他的画纯粹是因为袁无痕说京城爱慕他的女子很多，我猜呀，这画一定很好卖。听见这话，林文耀心中暗自松了一口气，偏头看女儿继续画。夏夏，为何你画他的画一次就画得如此相像啊？爹，他的画像很值钱。真是这般？妹妹，骆子素疯跑着进入小院，整个人都很慌。青幽女侠呢？妹妹，你还有多少桃影追魂啊？妹妹，护心甲你还能不能弄来呀？子素哥哥，你定定神，慢慢说，何事让你如此慌张？青幽姐姐刚走，回了幽影谷。妹妹，要打仗了！陆鼎坤那个王八蛋找吴痕回边境，要他上战场呢。妹妹，吴痕是为救我，把自己腿撞伤的。他在床上躺这么久，武功恐怕是荒废了不少啊。他若是在战场上出事儿，哥哥一辈子良心不安呐。妹妹，你有没有法子呀？要打仗了。林立夏瞪大双眸，失神片刻。打仗会让粮食、药材、马、盐、铁等战争所需物资价格上涨。打仗会引起社会动荡，阻碍经济发展，会让人口骤减，重新征兵。妹妹，有没有法子呀？这实在不行，妹妹把手上所有的桃影追魂全给我。云无痕紧追着骆子素身后，听见这话，他哭笑不得。骆傻子，我上战场拿女子防身武器作战，保命啊！武器还分男女？云无痕愣了一下，看着骆子素焦急又愤怒的样子，他心中竟觉得很暖。骆傻子，你怕我死在战场上，你会愧疚对吗？我呸！你敢死在战场上，我连纸都不给你烧。你放心吧，我死不了的。我不去战场，如何立功，如何升官啊？骆傻子，你这么能惹祸，我不爬得高一点，以后谁罩着你啊？你管，谁要你罩啊？云无寒，你给我等着，等我好好读书，我罩着你。林立夏瞪大眼，看看骆子素，又看看云无痕，能看出云无痕想罩着骆子素是认真的。
骆子素放出狂言是一时口嗨，还是认真的，有待商榷。突然间，他有些羡慕两人这样真挚的兄弟情。你俩感情可真好。好屁！两人异口同声，又同时别开眼，场面是有些尴尬。林将军，骆公子说的没错，带个桃影追魂呐，关键时刻可以保命的。我带，我左手右手各带一个上战场，行不行？算你识相。妹妹，先转卖给哥哥2个印籍。子素哥哥，不用银子，云将军对林家有恩，这2个桃影追魂算是我送他的。骆子素拿着银票的手一顿，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妹妹，你不让哥哥给银票，哥哥欠他的情难还呐，哥哥这心里就不踏实。妹妹，你这桃影追魂算是哥哥送他的，林家欠他的人情呢，你再送他别的成不成啊？云将军，你何时出发？今夜就走。这下你放心了吧？上战场也不许取下来。不取啊，老傻子，我练武多年，刀光剑影杀出来的，不会因为受伤就荒废的。说完，折下一根树枝，当场舞得虎虎生威。像荒废的样子吗？不像。林立夏是第一次看见有人拿树枝舞剑。好，太好啦！要是再配个音乐，那就更完美了。殊不知，他热切又直白的赞叹，将3人吓得脸色大变。骆子素瞠目结舌，妹妹该不会看上云无痕了吧？云无痕僵住，糟糕！若让主子知晓林姑娘这样夸他，他还有命从战场上回来吗？云无痕的大脑一片空白，慌乱中手上的树枝失控，一下将桌上的画扫在地上。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云无痕赶紧收起树枝，去帮林立夏捡地上的画。余光看见画上的轮廓很熟悉，是他家主子，他心中一片狂喜。幸好林姑娘不是爱慕他，不然他真怕没命回来呀。把这幅画偷偷给主子送过去，主子的心情应该很好吧？林姑娘，你快看看画有没有毁，若是毁了，在下愿用银子补偿你。啊，无妨。林立夏有些心虚，幸好云无痕没看清画上的人呐，不然他这个业余赚钱门路又要胎死腹中。随手一画，即兴制作，谈钱就伤感情了。云将军这次对林家有大恩，我多给你备些军需品吧。云无痕又是一阵狂喜，随手一画，即兴制作，画的就是主子画像，可见林姑娘情窦已开，还要送她军需，这是什么？文人口中的爱屋及乌吗？林姑娘，在下不过是奉命行事，你应该感谢主子。啊，对，是该答谢你的主子。林立夏暗赞云无痕忠诚，一再提起陆基慎，怕是想要2份军需呀。听见林立夏这话，云无痕的心思活络起来。天行来信说，主子对他这份受伤颇有些不满，若非他替林家处理好后续的事，怕是要被重罚。还说影中因为肉干差点吓破胆，林姑娘暴诞凶猛，主子罚人更凶残，他得把这件事处理得更好，让主子挑不出错来。林姑娘，宫行泰和他岳父都已经被罢官，宫行泰的妻子薛静婉被杖责50棍，颜面尽失。要不要我再推波助澜一把，帮你堂姐扶上？打住！林立夏脸色大变，当即打断了云无痕的话。云将军，这样的结果我很满意，不要节外生枝。开玩笑，宫行泰大男人主义，想左拥右抱，享其人之福，妥妥的不顾糟糠之妻的感受的大渣男。林小雪想不劳而获，通过嫁人跨越阶级，恋爱脑加上没皮没脸的小白花，这样的狗男女他一个都看不上，恨不得有多远离多远，才不想掺和这些破烂事儿。远离烂人烂事儿，不内耗，生活才过得更惬意。满意就好，满意就好。既然林姑娘这么满意，给我家主子备礼的时候可得大方些。大方，绝对大方。林立夏是忍着肉疼，将刚做出来还没来得及大卖的方便面，连同他攒下来的肉干，给云无痕满满当当的装了2大包。云无痕趁着林立夏忙，顺手将桌上的画像揣在了怀里，将礼物翻翻。他有桃影追魂，主子没有，他的还能保得住吗？林姑娘，再加2个桃影追魂，为林家不被报复，主子将绝命阁连根拔起了，消耗了不少人力物力呢。文耀、文辉、李东，马上要进去考试了，你们再检查一下有没有什么遗漏。都准备齐全了。好，考试的时候不要紧张，尽力就好。夏夏，你说这次你爹、你二叔和你大哥，谁最有希望考中啊？爷爷，我爹他们这次准备得很充分，3人至少有1人能考中，你就放宽心吧。
好，好，好。林家老爷子连连点头，送儿子进考场这件事他已经重复了10几年。他们有一人考中秀才，爷爷死后也能给你曾祖父一个交代。爷爷，我想去药铺买点草药，你随我去看看。林家老爷子停顿一下，夏夏，你想要什么药啊？何必去药铺浪费钱呢？你跟爷爷说，爷爷去给你挖。来不及去挖。林立夏哄着老爷子进入药铺，换坐诊的大夫给老爷子把脉。老爷子手一顿，神情有些不自然。我身体好着呢。请个平安脉。您家孙女啊，真孝顺。我家夏夏一向孝顺。脉象紊乱，心情郁结已久，情志不舒，气机不畅，血脉不和，需要调理一段时日。吃药期间不可情绪波动太大。没那么严重吧？刘大夫，你尽管开药，开好之后让人送到面馆。他扶着老爷子朝回走。爷爷，你最近睡不好，是操心我爹考试，还是纠棒作坊的事？爷爷，纠棒作坊就交给大爷爷家的文雷叔，你和奶奶就陪我住一段时间吧。夏夏，面馆不是还有你二哥、你小姑和表妹陪着你吗？咋没看见你二哥呢？对哦，他明明比咱们先回来，怎么不见人呢？小姑，你看见我二哥没？看见了，他从考场回来呀，就进屋提了一大包的东西，说是要干什么？哇，我一时记不清了。李夏，你二哥不会是偷偷的跑去从军了吧？不会的，爷爷你别急，我想办法传个书信给陆大人，让他在军中找一找。夏夏，你二哥一个人孤身上路，半路上遇见劫匪怎么办？爷爷，你要相信傻人有傻福，我二哥进山偷虎崽子都全虚全伪的回来了，这次他带着防身武器，肯定没事儿。唉，你二哥这心养大了，养野了。爷爷，我们去单爷爷家坐坐，他认识的人多。对，单老头认识马贩子，说不定能将你二哥找回来。林老哥，这事儿有点复杂，有点难办呐。半个月前我这店里来过一个姓温的马正官，常年奔波送马，一到阴雨天就膝盖疼，在我这儿揪腿。那天你家立春正好过来送货，听见人家说要去西一巷马市采购一匹精壮的马送到镇北去。当时立春的眼睛亮的就跟饿了3天的狼看见兔子一样，硬缠着让我给他引荐说好话。林老哥，这事儿都怪我，我要早知道你们不愿立春从军我就不该多嘴给两人引荐单爷爷，不怪你，少年壮志，我二哥一心憧憬当将军，我们怕他莽撞丢命，才一直拦着他，没想到他会偷跑。不过幸好有单爷爷帮衬，我二哥跟着马正官走，至少比他孤身上路安全得多。哎，小丫头你这么说，单爷爷心里踏实多了。不过他连书信都不留，说跑就跑，回来得给他点教训。对，给他点教训。林立夏扶着老爷子站起身，等他回来，我帮爷爷揍他，打他满脸包。咋又胡说了？这孩子就会哄我，我家夏夏最乖巧可人，舍不得对他哥下狠手。单老头尴尬地笑着，他这儿3教9流什么人都有，流言传播的速度最快了。林家父女2人路遇山粉，林立夏带人上门为小姑出气，林家中元节杀手上门，他每桩事都知道的门清。况且他觉得女孩子凶悍点，能扛事儿，没啥不好的。林老哥呀，你家夏夏是个好姑娘，谁家能娶到那是谁家的福气。爹，大哥，你们怎么这么臭？夏夏，我们抽到茅厕旁边的考位，幸好你给我们备好口罩了。大哥，你也在茅厕旁边的考位？林立东也点点头。好巧不巧，我也抽到茅厕旁边的位置。这也太巧合了吧？林立夏带着疑惑看向林文辉。二叔，你呢？我在考场进门处。立夏，我不臭吧？没敢闻。林立夏连连摇头，方才差点被老爹身上的味儿给熏晕。骆子素好似被抽干精气神一样走过来。妹妹，有人整我们。你也抽到茅厕旁边的位置？哥哥臭死了，哥哥这几天都没吃过1顿饱饭，还是忍着痛苦考完了。不管是否被算计，眼下都不是追究的好时机。子素哥哥，你能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把考题都答完，可见你有超强的毅力，非一般人可比。不论这次考试的结果如何，就子素哥哥这超强的毅力，你已经胜出其他人许多了。妹妹，你知道吧？就云无痕的身量，上次哥哥背他走了好远呐。说话间，就见胖忠驾着马车过来。
哎呀，这其实啊，比起上次深山的凶险，这茅厕边上的拷问不算事儿。林立夏一边心中吐槽骆子素装逼装过头，一边还要佯装恍然大悟的模样。哦，原来那个时候紫苏哥哥就已经展现出超强的毅力啦！哎呀，我们关注点全在袁无痕的腿上。这事后无痕也说，若非哥哥将他及时背回来，他那条腿未必能够保住。紫苏哥哥，先回家沐浴更衣，一会儿来我家吃饭，我给你们做点养胃的，调理一下脾胃。饭桌上，林立夏看见几人狼吞虎咽的样子，才真正明白这个时代科考的辛苦。夏夏呀，这段时间就你跟你小姑几人在面馆吗？爹，你不担心二哥？爷爷这几天住在二哥的屋，我们安全。你二哥一个臭小子，有什么好担忧的？让他在外面吃点亏，正好长记性。林立夏失笑，都说他奶奶心长偏了，他爹这心也没正过呀。紫苏哥哥，你有没有与袁无痕联络的方式？没有，他没有给你留，还是你不肯要？他不肯留。他说呀，战事将近，军中往来书信查询很严格，怕我被有心人利用。他考虑得很周到。紫苏哥哥，你知道其他的联络方式吗？要不我明日问问我舅舅，看看他是否有与镇北军熟悉的。紫苏哥哥，上次影中说他主子乘坐马车到镇北军需要10来天，若是买粮运粮过去要多久呢？妹妹，你什么意思啊？我想买一批粮食捐给镇北军，顺便再传个信。夏夏，你说的法子行不通，粮食目标太大，运不到镇北军，半路就被人劫走了。那药材呢？夏夏，一时半会儿去哪儿买这么多药材回来？夏夏，你二哥跟着马长官，路上出不了事的。等他到军营，生死咱们也无法左右了。营帐内，姬慎正在看公文，余光看见云无痕背着2个大包，一脸热切的进来。云魂参见殿下，无需多礼。姬慎眼底隐隐有些期待的看着云无痕。云无痕取下背上的包，掏出了包内他搜刮来的东西。殿下，这些都是林姑娘托属下带给您的，可沉了。姬慎眼睛一眨不眨，盯着云无痕带回来的东西，嘴角勾起的笑意越来越明显，脸上还刻意端着架子，声音中已经压抑不住笑意。都有什么呀？这是林姑娘研究的方便面，还有肉干。云无痕转身吩咐营帐内候着的亲兵，去给殿下备一个火炉，再备一个小锅，几副碗筷。云无痕神神秘秘掏出了林立夏画了一半的画。殿下，这林姑娘可大胆了，她竟敢偷偷画您的画像，幸好属下发现及时，偷偷给您带回来了。林立夏画本王的画像，看着画像中熟悉的轮廓，他整个人内心涌起一阵狂喜。莫非林立夏与他一般，感情内敛，藏在心中？无痕，女子在什么情况下会偷画一个男子画像啊？属下不知。云无痕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一脸小心谨慎的模样。殿下，属下曾问过林姑娘如何处置林小雪和光贤泰后续的事儿，她说对属下办的事儿很满意，说不想节外生枝。殿下，属下揣摩了一路，也没能够明白林姑娘的心思，还请殿下明示。行了，中元节的事儿你没酿成大错，算你功过相抵，不罚你了。姬慎一眼看透云无痕这背后的心思，不禁怀疑起手中画的真伪。无痕，这幅画真的是林立夏所画？茂密的森林中，一个穿着狼皮的少年跨坐在大树的分叉上沉睡着，仿佛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少年正是失踪的林立春。算着日子，他被困在这群山内已经有1个多月。那匹带着他迷路的红马，在他夜间爬上大树休息时，就被追赶他的狼群分食而亡。白天打猎填饱肚子，顺着水流赶路，夜晚爬上大树休养生息。突然，一阵刺耳的尖叫声将少年从梦中惊醒。有人，终于碰见人了！林立春一脸兴奋，从大树上缓缓落下，看见一个青衣女子一脚跌到他布下的陷阱中，人昏倒在坑外边。林立春当即愣在原地。姑娘醒来，会不会让他赔药钱？昨天太阳落山，他在附近发现了一个适合布置陷阱的深坑，就想着偷个懒，不用打猎。怎会掉进去一个姑娘啊？林立春涨红脸，将姑娘从坑里抱出来，看见姑娘脚踝伤口不深，他暗自松了一口气，坐在一旁不敢盯着人家姑娘脸看，静等姑娘身上迷药药性过去。突然，一只笨兔子从草丛中一蹦一跳地吃着前方的草。林立春眼前一亮，站起身，抽起深坑的树枝，朝着兔子的方向一甩，精准地插在了兔子的身上。夏夏说的没错，人不逼自己一把，都不知道自己潜力有多大。清幽在一阵粗犷的笑声中惊醒，
抬头看清了那张胡子拉碴的脸，正是他认识的林立春。他嘴角狠狠地抽了一下。林立春，那个陷阱是你做的？你怎么在我幽影谷附近？青幽姑娘，对不起啊，我本来想偷个懒猎个笨兔子的，却没想到。骂谁笨兔子呢？知道将我从坑里抱出来，不知道给我止血呀！林立春挠挠后脑勺，脸涨得通红。我早就没止血药了。青幽上下打量着林立春，只见林立春狼皮里面穿着那破烂不堪的衣裳，手背上还有几道渗血的伤痕，脸上的胡子跟狗啃过一样，一看就是他用刀割的，狼狈的好似一个野人，看上去是又滑稽又搞笑。向来清冷的青幽有些憋不住笑，掏出了止血药。你不是偷摸着跟马正官去从军呢？怎么摸到我们幽影谷谷外？路上遇见山匪，马跑散了，我去追马，又遇见狼群，逃命时马带着我迷路了，我夜里睡觉的时候马又被狼群吃了，我一个人顺着水流走啊走啊，就走到这儿了，真是倒霉透顶啊！林立春有多委屈，青幽就有多想笑，怼人也不客气，活该，自找的。林立春被怼得接不上话，沉默一瞬，去溪边将兔子处理好后，架起了火，默默烤兔子。看出林立春在讨好他，青幽也没客气，接过烤兔腿就吃，一连吃完3个兔腿，他才抬起头看着林立春。你想问什么？夏夏知道我走后有没有生气啊？当然，他贴出去不少钱托人照顾你。我家里人还好吧？半个月前还好，现在不清楚。林立春愣了一下，啃完了剩余的兔肉才开口。青幽姑娘，你能不能给我指个路啊？指哪儿？镇北郡。林立春的神情未有一分动摇，这也让青幽有些意外。寻常人困在山里，颠沛流离这么久，早就想回家歇着了。你为何执意从军？从军立战功，升官快啊！我若能成为将军，那我家夏夏就是官眷，将来也能找个好婆家。青幽愣了一瞬，你莫不是看我与夏夏交好，故意拿这话诓我？没有诓你啊！林立春抬起双眸，看青幽一瞬，低下了头。习武之人，谁还没个将军梦啊？还有呢？林立春沉默一瞬。从小我爷爷送大哥去读书，对大哥寄予厚望，希望大哥能够考中功名，甚至希望大哥能做官。我读书没有天赋，也不爱整天关在家里背书，就学习打猎、采药、木工。爷爷说我长大能养得起自己和媳妇儿，他就心满意足了。可我也想做那个被家中寄予厚望的人，哪怕是用命去搏，我也想庇护家人。林立春低吼出来的话，让青幽的心中有了几分触动。他抬眸看看林立春，神情复杂。眼前这个狼狈的像野人一样的少年，过去用大大咧咧的外表掩饰内心。困在深山1个多月，是他最脆弱的时候，终于在他的逼问下说出了最真实的想法。他很狼狈，却不颓废。他很欣赏林立春这种勇气，更欣赏他想庇护家人的责任心。想去就去，你能从雀岭山走到这儿，还在这片深山之中活下来，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在战场上活下来。2日后，我们幽影谷正好给镇北军送药，到时你随送药的队伍一起去。青幽姑娘，你腿还能不能走？要不要我背你啊？青幽抬眸看了看林立春，林立春尴尬的红着脸，不停的挠后脑勺。我不是想占你便宜，我就是想感激你啊。林立春，我问你，有一天我和你妹妹发生矛盾，你帮谁？不可能，夏夏那么喜欢你，讨好你还来不及呢，她才不会跟你发生矛盾呢。我说如果。青幽拧紧眉头，咬中最后2个字。他想找一个永远将他看得最重的人。林立春挠挠后脑勺，脸涨得通红，心激动得快跳出来。青幽为何这样问？林立春心中隐隐有个答案，这个答案激动到他不敢承认，却又不好回答这个问题。他红了脸，想了许久。谁有道理，我帮谁？青幽僵住一瞬，他以为林立春羞涩半晌会跟他说帮他，亦或者是林立夏，没想到却得到了一个谁也不讨好的中立答案。青幽姑娘，我家夏夏很明事理，又很聪明，旁人对她好1分，她对旁人好3分。傻子，他想要的是偏爱啊！偏偏这个傻子真至实诚的让人觉得好笑。背我。好嘞，青幽姑娘，你用帕子掩一下鼻子，我怕身上的血腥气熏到你。爬上林立春的背。还行。你别看我风餐露宿的，我每隔2天呀都用香皂洗澡，就是没经验，出门衣裳带少了。林立春背着青幽，心中激动的像个傻子，手烫的好似烙铁，却又不敢乱动。林立春越拘束紧张，青幽就越觉得他憨得可爱。营帐内，姬慎眉头紧蹙，不知如何给林立夏写信。林立春跟随的马正官全员被杀死在丛林中，他派出去的人寻找林立春这么久，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看着主子焦躁的模样，云无痕心中很是着急。边境摩擦的战士，他们已经胜利过好几回，却迟迟不见林立春那个二傻子，搞得殿下想跟林立夏回信，又迟迟无法落笔。殿下，长痛不如短痛，不如把实情告诉林姑娘。不行，他们兄妹感情那么好，他肯定受不了。
就算要告诉林立夏实情，也该等他结束这边战事，回去梅花城，亲口跟林立夏说。殿下，宫形态给属下送来一封致歉信，里面还夹着一封写给您的书信，扔了。殿下，宫形态给属下的致歉信中提到，他给林家送去1000两银票，林姑娘已经原谅宫家了。听到林姑娘3个字，姬慎顿时有了几分兴致，却满脸质疑。林立夏那么讨厌宫形态，区1000两银子就原谅宫家？拆开念，遵命。殿下，是林姑娘所写。林立夏写的。姬慎伸手抽出信纸，看清里面很潦草的字迹，确实是林立夏所写。他嘴角微微上扬，将林立夏给林小雪的信看了一遍又一遍，很快琢磨出味道来。林立夏为寻找他二哥，能通过幽影谷将信送到他手中，就同样能将宫家求情的信送来。没有送，就说明林立夏并未有为宫家求情的意思。赵烧事儿不办，看来呀，宫家将林立夏得罪狠了。殿下，还念吗？扔了。姬慎小心翼翼合上林立夏写的书信，放进了营帐一个精美的红木盒中。云无痕震惊地瞪大双眸，殿下这么宝贝林立夏写的书信，就连写给林小雪的，殿下也要小心翼翼保存起来。殿下，宫形态那人善于钻营，您不回他，就把他去烦林姑娘，不如将他打发远点。姬慎点头，示意继续说。殿下，龙鳞国的南西城紧挨着凤鸣国，离梅花城很远，属下保证他没空去烦林姑娘，将他贬去南西城做县令。不错，你尽快去安排。行礼退出营帐，高兴地哼着小曲儿，差点撞上徐天行。何事如此高兴？殿下，我给主子献策，主子不但采用了，还夸我了。与林姑娘有关吧？对，是宫形态的事儿。无痕，南城酷暑难耐，又动荡不断，像宫形态那么爱钻营的人，他能乖乖的去吗？对哦，他若不愿意去，又生出别的风波，殿下肯定要责罚我办事不力了。天下，你有没有法子呀？无痕，你可以参考林姑娘给殿下的银矿管理方式。怎么参考啊？殿下，你给我想过说辞。幽影谷3面环山，1面靠水，坐落在群山环抱之间，重岭叠嶂，静谧而神秘。林立春背着清幽走了许久，才找到幽影谷隐蔽的入口。通过守门弟子的盘问，林立春背着清幽踏入了谷中。才走没多久，就看见一个锦衣男子满脸怒火，朝着2人奔来，拦住了2人去路。来人盯着清幽看一瞬，发现他脚踝伤口已经止血，顿时心生不满。清幽，就这一点伤，你故意找个野男人背你回来，你是不是在为早上的事报复我？他从林立春背上下来，唐辉，你少自作多情，我爱让谁背就让谁背，你有什么资格管我？清幽，你怎么可以随便带外人进入咱们幽影谷？唐辉上前抓住清幽的胳膊，清幽一把甩开唐辉的手，挽住林立春的胳膊。唐辉，世上不止你这一棵歪脖子树。清幽，唐辉上下打量林立春一番，眼中满是轻蔑不屑。你就是想找个人气我，也换个像样的呀？说谁不像样呢？林立春气鼓鼓地怒视着唐辉，撸撸袖子看向清幽，能揍他不？你打不赢。清幽的话刚落，唐辉嗤笑一声，挥拳朝林立春脸上砸过来。找打！他没想到让林立春背他回来，二师兄唐辉的反应竟如此激烈，出招狠毒，似乎要将所有的愤怒都倾斜在林立春的身上。他本以为林立春扛不住，正要开口拦一下二师兄，却见林立春身形灵活，躲过唐辉猛烈攻击后，还能不断的发动反击。这时林立春找到一个破绽，一记重拳将其打倒在地。他双手摩擦着拳头，露出搏斗胜利后的骄傲。输在我手里啊，你不快，我打死过老虎，杀死过野猪，斗死过狼犬，还追赶过狮子呢。唐辉倒在地上，喘着粗气，眼中满是不甘和怨恨，从怀中掏出一个带毒的飞镖，就朝林立春身上甩。他顾不上脚上的伤势，拉着林立春一闪，2人避开唐辉致命的飞镖，一同落在草丛中。唐辉，你输不起！面对清幽的指责，唐辉愤怒地咬紧牙关。众目睽睽之下，清幽不顾他的颜面，竟如此维护一个野男人，是要与他决裂吗？他环顾四周，看见师父莫音迈着优雅的步伐朝这边缓缓走来，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师父，早膳时清幽与舍妹发生口角，我不过说他2句，他就带个野男人将我打成重伤。师父，他如此羞辱我，请您一定要为我做主，重罚他带回来的这个野男人。师父，是二师兄先挑事儿，他没打赢，还企图用毒镖伤人，一点都不光明磊落。看见清幽跪，林立春愣了一下，也随着清幽跪，却不敢抬头看莫音。莫音缓步走到2人跟前，上下打量林立春一番。幽儿，你可知道你在做什么？知道。清幽抿着唇看向唐辉，他们2人青梅竹马，相伴11载，互生情愫。本打算等他年满16岁，就请师父主持婚事。半年前，唐辉寻找到失散多年的妹妹，从此2人就争吵不断。只要他留在谷中，唐辉的妹妹唐福就找他不痛快。
原本属于他的偏爱，唐辉找到唐福之后，全都给了唐福。这样的日子他过够了。师父，今日之后，我与二师兄这一辈子仅是师兄妹，师妹不可能看上这样一个野男人，一定是故意气他。清幽，我与夫儿失散多年，你身为他未来大嫂，谦让他几分，怎么就不行了？我不想谦让，你让开。就因为我训斥你2句，你就抛下我们多年的感情，找这样一个粗犷的野人气我？你出去问问看，哪个做嫂子的不谦让小姑子的？你怎么就这么任性？我叫不用。林立春是实在听不下去了，一把拉开唐辉，将清幽护在身后。你还想找打？你找死！唐辉满脸的愤恨，从怀中掏出毒镖。让开，这是我与清幽的事，除非清幽姑娘说让，那我就杀。唐辉一脸凶狠地扬起了手中的毒镖，莫音身形一闪，一把抓住唐辉的手。辉儿，你如此做是想与幼儿连师兄妹都没得做吗？师父，分明是师妹做事太绝，一点都不顾及我的脸面。唉，辉儿，你早上训斥幼儿时，你可曾顾及他的脸面？他连饭都没吃，一个人独自跑去谷外，你现在才想起寻他，失望攒够了，心会冷。莫音的这番话正好说到清幽心坎里，他勉强憋住的眼泪瞬间像开闸的水库流个不停。莫音迟疑一瞬，将清幽揽在怀中，轻轻拍打着他的背，任清幽在他怀中可劲儿的哭。看着唐辉离去，清幽还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林立春心中难受的不知所措。清幽姑娘，你别哭了，我奶奶说哭多了眼会瞎，你要是瞎了……你才瞎，你会不会安慰人？不会。清幽姑娘，你先别哭，等我学会安慰人，你再哭。傻子，师父，他是林立夏的二哥林立春，你最喜欢的桃花香皂就是他妹妹做的。这个傻子要去从军，在雀岭山迷路了，顺着水流阴差阳错的走到咱们谷外，徒儿想让他2日后随莫叔他们一同前往镇北军。挺能走啊，命也挺大，难怪能打赢辉儿。困在这片山1个多月，差点喂狼。幽儿，你愿意用性命为他担风险？师父，他值得信赖。幽儿，带他去沐浴更衣。谢谢师父。清幽姑娘，林立春心中憋着很多的疑问，还带着几分期待。你今日是故意用我来气你二师兄，还是……清幽的心情复杂，脑子乱哄哄的。早晨被唐辉训斥一顿，饭都没吃就跑出山谷外散心，掉到了林立春布的陷阱里，吃掉林立春半只烤兔肉。在林立春说想要庇护家人的那一瞬，对林立春心生好感，同意让林立春背他回来。也许正如师父所说，是攒够了失望，想为自己做个了断。林立春，今日之事算我欠你一个人情，你在幽影谷这段时间，我护你安全，并送你到镇北军。清幽姑娘。林立春在清幽转身的那一刹，伸手拉住了清幽的衣袖。林立春，男子汉大丈夫，切莫做事磨磨唧唧的，你有什么话直说。林立春低着头，不敢直视清幽的眼睛。我想当上将军后对你负责。这个以后再说，你先沐浴更衣，我给立夏回一封信，省得他为你操心。瑞亲王骁勇善战，带着镇北军连夺虎啸国3座城池，我们胜利了。瑞亲王是谁？客栈的掌柜一脸的热切。5日前四皇子生辰，皇上派人送来圣旨，赐字承运，册封他为瑞亲王。奉天承运的承运。看见客栈掌柜点头，林立夏满眼震惊。回去房间的路上都在琢磨这件事。四皇子成了瑞亲王，成为皇位最热门的继承人。陆继慎身为四皇子的表兄，那妥妥的皇亲国戚呀。饭桌上，林立夏想得正入神，骆子素轻轻地颤抖起来。妹妹，我们明日就回梅花城吧。看着骆子素一脸惧怕的样子，林立夏突然想起骆子素吹牛打过四皇子的事。子素哥哥，你是不是怕遇见四皇子？没有，主要是这寒雪城太冷了，哥哥受不住这么冷的地方。看见骆子素还在嘴硬，林立夏笑着安慰他。子素哥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冤家宜解不宜结，你不如趁着这次机会早日化解幼时的仇怨。妹妹，你不知道，那小子记仇的很呐。林立夏撩开帷幕，小口小口喝着碗底的羊肉汤。子素哥哥，你换个思路想想，你打过他的事儿，那都是小时候的事儿。人家现在是带兵打胜仗的瑞亲王，是未来天子，总不可能连这点度量都没有吧？林立夏这么一说，骆子素觉得挺有道理。妹妹，那哥哥牺牲一下，先给陆定坤低个头，让他帮哥哥在瑞亲王面前美言几句。不错，子素哥哥现在考虑问题越来越周全了。妹妹，我们要在寒雪城待多久啊？要不要买个院子啊？
紫苏哥哥，今晚好好休息，明天咱们去逛逛，遇见合适的就买下来。大雪天，云无痕跑出一身冷汗，匆匆进入营帐内。殿下，方才属下收到孟都运派人送来的信，好像林姑娘来韩雪城了。什么？姬慎震惊的手中的书都掉在了地上。林立夏来韩雪城了？这么冷的天，她一个小姑娘如何受得住？她不知道这韩雪城天寒地冻吗？不知道沿途有多凶险。殿下，信是孟都运3日前送来的，好像洛傻子和林立东都在。殿下，这算着时间，他们此刻应该已经在韩雪城了。云无痕的话还没说完，姬慎便有些坐不住了。来人，备马，本王要去韩雪城一趟。看见自家主子如此急切的模样，云无痕追上前提醒道：殿下，您要不要换一身寻常的衣服啊？姬慎垂眸，看着自己身上做工精细考究的亲王服。来人，给本王更衣。2个照顾姬慎的亲兵一连拿出了5套衣服，姬慎对此都不是很满意。云无痕趁机提议：殿下，话本子常说少女慕英雄，不如您就穿着战服去见她。殿下，林姑娘看着您穿着战服去，知晓您得知她消息就赶了过去，肯定很感动的。去拿本王的战服来。殿下，瑞亲王的战服太过耀眼，容易暴露您的身份。看着主子穿着那身最耀眼的瑞亲王战服，徐天行硬着头皮上前建议：倒不如穿寻常将军战服，这一袭银铠甲，衬得您威风凛凛且俊朗不凡。对，殿下呢，再给林姑娘5个箭，保证让林姑娘看得目不转睛的。姬慎猛然回头，眼神中带着一抹审视和锐利。你怎知他喜欢看舞剑？你给他5个箭。看着主子越发冷冽的眼神，云无痕打个冷战，恨不得抽自己一耳光。殿下，属下为证明腿上无碍，在洛傻的面前用树枝比划了几下，被林姑娘当初夸奖过几句。他如何夸你？姬慎神情紧紧锁定云无痕，云无痕吓得心都提到嗓子眼，一字不差的道：林姑娘说好，太好了，要是再配个音乐，那就更完美了。姬慎凝眉，凉凉的扫了一眼云无痕。你记性倒挺好呀。云无痕擦擦额头的冷汗，笑的是一脸的讨好。殿下，那是林姑娘未曾见过您舞剑的英姿啊，这才会夸奖属下这蹩脚的舞剑水平。姬慎眼神幽冷，他听出这番话是云无痕刻意讨好自己的说辞，细想一番又觉得挺有道理。相识以来，林立夏见过他最狼狈的样子，却从未见过他最风光的样子，他是不是该展示一下？可那样做会不会又显得太刻意了，有失他身份？前往客栈的路上，姬慎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夜幕降临，万籁俱寂，客栈内一片宁静。2名穿着夜行衣的男人轻车熟路地摸到客栈内，其中一个悄悄地靠近窗户，他轻轻地吹出了一阵迷烟，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屋内的动静。2个人静等一会儿，趁着迷药发挥药效，用刀挑开了门栓，缓缓进入屋内。吹迷烟的男人悄悄地摸到骆子素床头，在他眼前用手绕了绕，发现骆子素睡得很熟，便开始小心翼翼地翻找荷包。这时另外一个人一不小心踢翻了一个椅子，发出咣当一声异响。2个人对视一眼，吹迷烟的男人用手示意另外一个同伴小心点，同伴指了指床上的骆子素，扬扬手中的迷烟，好似在说他吸入迷烟睡得很沉。2人将骆子素身上值钱的东西全都搜刮到自己的怀中，正要离去，踢翻椅子的那个男人又指了指林立东的房间。2个人都是很心动。2个人故技重施，算着时间，迷烟开始发挥药效。林立东睡得很熟，2个人快速地拿走了林立东的钱财。这时另外一个黑衣人对着里边的一间又吹了吹迷烟，片刻之后摸到里间，刚伸出手去撩开床帘，就见一根针咻地飞出来，直接扎在他脸上。他惊恐地瞪大双眸，整个人僵持在原地，一动也不动。另外一个黑衣人进来，人还未靠近，便发现床帘从内撩开，他当即抽出腰间的匕首，刚扬起手，一根飞针就插在了他的胸前。他整个人也僵住不动，惊恐地瞪大双眸，看着2个黑衣人身中江西毒。林立夏不确定对方还有没有同伴，又静静地等候了一会儿，直到听不见屋内有动静，抓起了床头的火折子，点上蜡烛，出门在外，一住客栈，林立夏就睡不踏实。早在黑衣人踢翻椅子的那一瞬，林立夏就已经醒了，轻手轻脚的到外间，抓起桌上茶壶里的水，直接淋到了大哥林立东的脸上。看见林立东依然睡得很沉，一时之间他不知道黑衣人给大哥弄的什么迷药，转身进屋，想先把2个黑衣人捆起来，再好好的审一审他们。他费尽力气，分别将2人手绑好。客栈外就响起了一阵喧哗声，有人朝他这个方向走来了。还有同伙啊！林姑娘听见熟悉的声音，林立夏连忙撩开帷帽朝外看，四目相视，2人同时愣住。林立夏没有料到，他方才偷看的威风凛凛的男人，正是前段时间拄着拐杖的陆基慎。
姬慎也没有料到，深更半夜，林立夏穿戴整齐，戴着围帽，小心翼翼地戒备着他们。林立夏，发生何事？林立夏定定神，手指着身后的房间道：屋内进了2个贼，把我大哥他迷晕了。听见林立夏说屋内进贼，姬慎当即心揪作一团，上前一把扶住林立夏的肩头，急切地问道：你有没有受伤？看着姬慎灼热的目光，感受到肩头冰冷的双手，林立夏不自在地抽开了身子。他后退一步，拉开了与姬慎的距离，扬起手腕上的桃影追魂。我睡得比较警醒，他们还没动手就被我用这个制服了。听见林立夏的话，在场的姬慎、云无痕、徐天行还有身后的2个护卫全都暗自松了一口气。姬慎垂眸看着双手，才发现他方才太急切的举动对林立夏来说很是冒犯。林立夏，我不是故意要占你便宜，你若介意，我可以……我不介意。陆将军，可否进屋一叙？我大哥昏迷不醒，子素哥哥可能也遭到了毒手，那2个贼人还在我屋。陆傻子住哪个屋？隔壁。走，去看看这2个贼人。几人转身进入了林立夏住的客房内，看见2个贼人被不太娴熟的手法捆着手脚，一看就知道是林立夏在很慌乱的情况下将2人给绑住的。姬慎的眼眸冷得像刀子，愤怒的火焰在胸中燃烧。他不敢想象，若非林立夏本身就是比较警觉的人，今晚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吴涵，将这2人带下去，抽筋扒皮。等等，我觉得这件事很蹊跷，这2个人对这家客栈很熟，应该好好查查。云无痕听出了林立夏话中深意，他上前从贼人怀中一掏出了一大堆属于骆子素和林立东的钱财，还有几个迷烟竹筒及几个药瓶子。等我找到解药，把陆傻子弄醒，就审他们。云无痕说着，拔掉瓶塞，放到鼻尖一闻，人缓缓向后倒去。林立夏内心对云无痕这莽撞的行为震惊的说不出话，真勇啊，啥玩意儿都敢闻。幸好陆基慎和徐天行躲得够快，不然又放倒2个。徐天行屏住呼吸，夺过云无痕手里的药瓶子，默默地将瓶塞给塞了回去。几人的注意力全在将自己迷倒的云无痕的身上，全然不知2个贼人身上的江西毒药效已过。2人十分娴熟地褪去手上的绳子，缓缓解开脚上的绳子，从袖口掏出一个飞镖，就朝林立夏的心口袭去。黑暗中，姬慎觉察出不对，伸手一挥，打飞贼人甩出来的飞镖，身形一闪，猛然地朝2个贼人袭去，迅速将2个人制服，带下去严审。姬慎一声令下，他身后的2个护卫好似拖死狗一样，将2个贼人拖出了房间。一转头看见陆基慎捂着胳膊，他心中一紧，想起了陆基慎挥动胳膊帮他打落飞镖的事儿。陆将军，方才多谢你及时打飞那个暗器，你的胳膊有没有受伤？我给你检查一下。姬慎神情顿住一瞬，本想说无碍的，想着林立夏的性格，他话到嗓子眼拐了个弯。穿着铠甲没受伤，就是胳膊这根筋疼得难受。林立夏最不爱欠人人情，迟疑一步上前扶住姬慎的胳膊。那我帮你揉揉。见这话，徐天行很识时务地退出屋内，同时还不忘把莽撞的云无痕给拖出去。屋内昏暗的灯光下，林立夏一脸认真，手指按在姬慎被飞镖打中的地方，缓缓揉着。有没有好一点？姬慎低沉应下一声后，侧目看着林立夏的脸，他笑得嘴角微微上扬。林立夏，这天寒地冻的，你怎么会来汉血城啊？来给我2哥收尸。林立夏的声音有些低沉。陆将军，你可知我2哥在雀岭山的什么位置遇害的？姬慎抽出胳膊，眼神很是复杂。林立夏，你没有收到幽影谷的信？幽影谷的信？林立夏想起了那封掉到井里糊掉的信。收到了，被我小姑掉到井里自糊了，与我2哥有什么关系？难道我2哥他还活着？原来是林立夏阴差阳错，没有收到林立春的消息，独自跑到韩雪城就为林立春收尸。姬慎想想，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又很心疼。你2哥在雀岭山迷路，迷到了幽影谷谷外，正好赶上大战前到军中，现在已经是百户长了。林立夏满脸狂喜，抓住姬慎的胳膊，不敢置信的又追问一遍：陆姬慎，你说我2哥没死，还成了百户长？姬慎点头。听惯了林立夏喊他陆姬慎，喊他陆将军就跟喊别人一样。太好了，我2哥还活着。
林立夏疯狂地摇晃着姬慎的胳膊，从大悲到大喜，激动得难以自持。我要赶紧写信，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爷爷，告诉我爹他们。对了，陆姬慎，百户长在龙鳞国算几品官？从7品。姬慎抚摸着方才被林立夏抓过的胳膊，笑得嘴角微微上扬，眼底柔和。听到自家二哥已经混成百户长，真是没想到，我家最先做官的竟是我二哥。这封信送回家，怕是我们整个林家村都要沸腾呢。林立夏念叨着，转身就要去林立东屋内拿笔墨，被姬慎拦下。林立夏，夜深对眼睛不好，写信呢不急于一时。林立夏看看微弱的灯光，觉得这话也挺有道理。回眸看着姬慎，昏黄的灯光下，一身银铠甲的陆姬慎，俊朗的犹如天神下凡，异常耀眼。黑夜中，两个未婚男女映着灯光对面而坐，有种说不出的暧昧和尴尬。这一刻，林立夏突然明白什么叫做制服的诱惑。幸好他这具身子还未长开，还未到情动的年龄。林立夏定定神，告诫自己，陆姬慎是要撕开银矿的人，是要上公主的人。告诫自己，这个世上最稳固的关系就是利益关系。告诫自己，在男权当道的时代，嫁人犹如豪赌，一旦赌输，将万劫不复。想到这儿，林立夏悄悄站起身，走到窗前，打开了窗户，吹着冷风，看着窗外的白雪，让自己逐渐冷静下来。林立夏，窗口不冷？不冷。林立夏没有回头，静静地看着窗外。陆将军，夜色不早了，你早些安歇吧。林立夏，你怎么突然这样见外？姬慎神情一顿，不紧不慢道：你不问问我为何会深夜来此？他脑海里全是对方抓住他肩膀急切的画面，还有陆姬慎送他一箱金手指的画面。莫非陆姬慎真的对他有救命之恩以外的其他情愫？不行，绝对不行！陆姬慎俊朗归俊朗，身上麻烦的事情太多了，且心眼子也太多。陆将军，我困了，有什么话等明天天亮再说。姬慎拧紧眉头，这林立夏在逃避什么？他若是直言，会不会吓得林立夏再也不理他？夏夏，陆将军怎会在你屋内啊？大哥，你醒了，你中了贼人的迷药，幸好陆将军他们来得及时，他们应该是收到孟多运的信了。夏夏，都怪大哥睡得太死，这才会着了贼人的道。你没事吧？没事，贼人被我放倒了。大哥，二哥没死，就在军中，现在是从7品的百户长。陆将军，不知可否让我们见见李川？还不等姬慎回应，门外便响起了徐天行的声音：主子，审出来了。进来。如林姑娘所说的一样，这家客栈的掌柜听出他们外地人的口音，又见骆子素出手大方，就与这2个贼人串通一气，用迷言迷倒几人，顺走几人的银钱。主子，据店掌柜的供词所说，2个贼人用的是安魂香，身中安魂香的人，无论外界如何吵闹，他们都不会醒，非要等安魂香半个时辰药效过后才会醒。大哥，你去隔壁屋内看看子素哥哥行不行？林立东出去没多久，再进来时便带着打哈欠的骆子素。妹妹，哥哥不是在做梦吧？哥哥好像看到陆定坤了。你掐自己一把，就知道是不是在做梦了。哎呀，不是在做梦，我睡觉前才念叨过你，没想到这么快就见面了。哦，这个憨子念叨他做什么？骆子素一屁股坐在林立夏之前坐的椅子上，与姬慎面对面道：陆定官，四皇子成了睿亲王，还被赐子成岳。妹妹说这2个消息结合在一块儿，他很有可能就是未来皇位继承人呐。姬慎看向站在窗口的林立夏，他嘴角微微勾起，就是不知他平白无故与骆憨子分析这个做什么？陆定官，我小时候不懂事儿，与睿亲王动过手，这事儿你知晓吧？骆憨子，我记得在林家村之时，你还跟我炫耀过这件事，现在不炫耀了？看着对方得意的样子，骆子素气得咬紧牙关，想转身就走。见骆子素有些下不来台，林立夏转过身看向姬慎：陆将军，睿亲王是什么样的人？你觉得他是什么样的人？姬慎压住嘴角的笑意，反问林立夏：沿途听了不少关于这位睿亲王的消息，从他命人剿匪来看，他应该是位行事果断、有仇必报的大英雄。听见林立夏对自己评价这么高，姬慎的眼底多了几分笑意。但骆子素听见有仇必报这4个字，顿时觉得哪儿都不好了。妹妹，你看陆定坤这个德行，他肯定等着看我笑话呢，肯定不会帮我跟睿亲王求情的。妹妹，要不咱们明天就离开寒雪城，回梅花城算了。子素哥哥，我觉得你不用太泄气，指不定人家睿亲王心胸宽广，早就忘记幼时发生过的事了。他要是没忘怎么办呀？骆子素哭丧着脸，像斗败的公鸡。那他就是小肚鸡肠。子素哥哥，你完蛋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那哥哥该怎么办呀？姬慎便不耐烦道：有完没完？当谁都跟你这么闲啊？什么意思啊？骆子素还想追问，就被刚醒来的云无痕趁机捂住了嘴。
罗傻子，瑞亲王心胸宽广，若想收拾你，早就收拾了。说完，云无痕半拖半拽将骆子素拉到了屋外。没收拾你，你就别自己找不痛快了。说过多少回了，不要捂我的嘴，你怎么总改不了啊？出去！姬慎嫌弃地瞥了骆子素一眼，云无痕赶紧将人拉出屋外。姬慎看向林立夏的眼神十分复杂，内心有些吃味，说出来很可笑，他竟然吃自己的味。他以陆定坤的身份与林立夏相处这么久，林立夏只有算计他的时候才会夸奖他，讨好他。林立夏从未见过瑞亲王，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夸这么多，莫非林立夏也与京城中那些女子一样，看中了瑞亲王的身份？你从未见过瑞亲王，却刻意在我面前夸他，你有什么企图啊？莫非对瑞亲王妃没兴趣？我只对赚钱感兴趣。这个答案就很林立夏。姬慎的神情僵住一瞬，他真是疯了，怎会对眼中只有钱的林立夏有期待呢？看着神情僵住的陆姬慎，林立夏的眼底有些迷惑，这个中二少年又怎么了？难不成听见他夸奖瑞亲王没有夸他，他心中不舒坦？陆将军，你不必沮丧，听闻瑞亲王配你剿匪，你智勇双全，一连端掉了好几个土匪窝，许多百姓提起你来亦是赞不绝口。像陆将军这般文武双全，将来定是庇佑一方百姓的大将军，是许多人心目中的大英雄。停！姬慎有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憋闷感，他扶额看了一旁的林立东，一旁的徐天行心领神会。林公子，那2个贼人偷了你不少银子，你随我下去清点一番。好的。屋内又只剩下林立夏和姬慎2人，姬慎眼眸定定地看着林立夏。林立夏，你突然夸我这么多，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啊？还是又想算计我啦？林立夏尬笑，陆姬慎何时把他心思揣摩得如此透彻了？莫非他在梅花城有眼线？肯定有眼线，怕是眼线早就将他的所作所为报告给他了。这小子心机深沉得很呢，他若此时开口提香皂作坊的事，定会让对方趁机坐地起价。陆姬慎，你的老虎还要不要？你知不知道他现在很能吃？姬慎瞳孔微闪，林立夏拿老虎说事儿，是想站在博弈的上风吧？他不接话，看林立夏如何往下说。陆姬慎，幽影谷的人说我给你送的信你都收到了。林立夏，我收到你信的时候正值备战的关键时期，军中信件管控很严，你想我如何不查念？成了。当初我误以为二哥身死，悲痛难忍，又不敢让爷爷知晓，便借酒消愁，饮下了半坛酒。林立夏，你竟饮酒？你不知饮酒伤身啊？悲痛难忍嘛。林立夏快要压不住嘴角的笑，用帕子轻轻地遮掩一下。后来又遇上了一个自称是皇亲国戚的卢宣伟，找上门逼我要香皂的秘方，我悲痛难忍，再加上酒劲上头，就怎么了？姬慎焦急的追问，完全没察觉自己又被牵着鼻子走。就谎称你是我香皂作坊的合伙人，谎称你在庇护香皂作坊。陆将军，借用你的名头震慑宵小之辈，是我当时的无奈之举。我愿意与你深度合作香皂作坊的生意。林立夏哭了，还哭得肩头一颤一颤的，这怎么不像林立夏的性格呢？姬慎察觉有异，迅速地绕到林立夏正面，正好看见林立夏勾起的嘴角。林立夏，你可真行，竟学假哭示弱，趁我愧疚为自己争取利益。没假哭，想起我得知二哥身死的心情，真的悲痛难忍。想起二哥没死，又成了从七品的百户长，又欣喜不已。这复杂的心情，变化莫测呀。姬慎是一个字儿也不细。说嘛，你打算如何深度合作？看见姬慎主动将话茬给递过来，林立夏转过身，双眼亮得像璀璨的星光。陆姬慎，你是瑞亲王的表兄，定然与他关系不错吧？还行。姬慎别开眼，林立夏提到钱的时候，眼睛亮得出奇的好看。那你能不能帮我问问瑞亲王，看他对赚钱感不感兴趣？姬慎自嘲一笑，所以林立夏方才那样夸瑞亲王，竟是想拉他做靠山，这脑回路也没别人了。陆姬慎，这世上最稳固的关系就是利益牵扯关系。你若能拉瑞亲王加入咱们的生意，你与他的关系更稳固。林立夏，你不必再多言。姬慎重新坐回位置上，直视着林立夏的双眸，郑重道：我与你合作，亦代表着瑞亲王与你合作，同样可以庇护你。四目相视一瞬，林立夏满眼的吃惊。陆姬慎，你能代表瑞亲王？陆姬慎，你也知晓，我的香皂是一个消耗品，一个人洗澡洗的勤，一块香皂用2个月，
按照一个人1年用2到5块计算，市场需求量很大的。当然，这个东西并非普通百姓用得起，所以我的市场就锁定各国的世家贵族，咱们专门赚他们的银子。各国？对。林立夏暗赞，跟聪明人说话就是省劲儿。瑞亲王刚打完胜仗，正好涉及抢来的3座城池分配的问题。你可以尝试说服瑞亲王，在新占领的城池中选一个互通商贸。听到这话，姬慎不禁笑了起来。林立夏为赚钱，连国事都给操心上了。他现在非常确定，以林立夏的见识和聪慧，绝非一般的乡野女子。她到底什么来历？姬慎心痒的像猫爪一样，却不敢问，因为他能看得出林立夏一直在遮掩他的聪明和不凡。林立夏，互通商贸这么大的事儿，必须朝中大臣商议之后才能抉择。林立夏，谁跟你说最稳固的关系是利益关系啊？姬慎抽开了衣袖，觉得林立夏这话刺耳得很。难道他与林立夏之间除了利益就没有别的关系了吗？林立夏，这世上有很多关系都比利益关系更稳固。这是重点吗？你还是太年轻了，不懂这中间的弯弯道道。他太年轻，不懂弯弯绕绕。姬慎满眼诧异地看着林立夏，谁给他的底气说这话？陆姬慎，瑞亲王登基后，身边肯定有很多的重臣，他凭什么对你高看一眼？凭你是表兄吗？这肯定不够。你应该趁着他还没有登基之前，拉他跟咱们做合伙人，带着他赚钱。这样，你比起其他的重臣，在他心目中就多了一层关系。他能看见你，才有机会发现你的才能，适当拉近与上峰的距离，有利于自己的仕途走得更高更远。姬慎瞠目结舌，林立夏从哪儿学来的这些，都快赶上朝中的老滑头了。但细想一番，又好有道理。若非他就是瑞亲王本人，肯定要被林立夏这番话给说服了。不过这番话也透露出林立夏的小心思。林立夏，互通商贸这么大的事儿，必须朝中大臣商议之后才能抉择。陆姬慎，你这样说，是不是你也赞成互通商贸这件事？姬慎沉默一瞬，本想说他没有这方面的打算，但看出林立夏在找他认同，他鬼使神差的点了点头。我就知道你有远见，一味的打打杀杀，除了满足上位者的胜负欲外，简直是劳民伤财。其实啊，要满足上位者的胜负欲，满足上位者想要做出功绩的野心，不一定非要通过征战。那通过什么？姬慎从未想过，有一日他竟在深夜与一个女子探讨这种问题。林立夏说的有些口渴，想要打开门跟店小二要一壶茶水，却看见徐天行不知何时端来了一个托盘，上面还备着几个小菜，还有一壶茶。林姑娘，主子收到你的消息来的匆忙，饭都没顾上吃。林立夏回头看向陆姬慎，这人莫非真的对他别有所图？不是吧？不是说男人都是视觉动物，怎么会有人对他这副没长开的小身板起心思？莫非这陆姬慎是有受虐倾向，在他这碰壁太多，反对他生出了征服欲？无聊，男人真无聊。见林立夏蹙眉，徐天行反而有些迷惑不解。他刻意的强调主子没吃饭，就来看林姑娘，这林姑娘不应该很感动吗？怎么会无动于衷？好像还有点小气闷。到底这问题出在哪儿？林姑娘，方才我端着饭菜走来，正好听到你说互通商贸的事儿。说来也巧，主子一直在琢磨这件事儿。林姑娘，我给你倒一杯茶水，润润口，继续说。听见徐天行说陆姬慎一直在琢磨互通商贸的事儿，林立夏好似找到了共鸣一样，自己拎起了茶壶，倒了一杯水，同时还不忘给陆姬慎也倒了一杯递过去。看在你高深远虑的份上，我继续说，开放商贸，鼓励大家经商，深化农耕，带动国民富起来，百姓能吃饱饭穿暖衣，孩子们能读书识字，百姓们对上位者一片赞赏，做到真正的国富民强，让百姓安居乐业，开创盛世太平，这才是真正的胜利。姬慎眼中满是欣喜，这就是林立夏所期盼的盛世太平吗？主子，林姑娘说的太好了。姬慎侧目看向徐天行，主子是嫌弃他碍眼吗？徐天行悄悄地站起身，正想出门，但想着他转身出门后，以主子的性格，怕是不知道如何跟林姑娘开口。主子经常在吃饭的时候摸着桃木珠串发呆，定是早就想与林姑娘一同吃饭了。想到这儿，徐天行满脸带着笑，给姬慎递上筷子，又递了一双给林立夏。林姑娘，你今夜下得不轻，又折腾了这么久，怕是早就饿了吧？徐天行这样的下属好会来事儿啊，他想要一沓这样的下属怎么办？主子，天寒地冻，属下再去给你温一壶酒，暖暖身子。
林立夏拿着筷子，看看屋内的蜡烛，再看看一身银铠甲的姬慎，突然有种两人吃烛光晚餐的感觉，好尴尬呀！还是吃饭不说话的好。林立夏，你慢点吃，吃太急，等会儿肚子不舒服。这样更尴尬了。林立夏夹菜的筷子一顿，手上的动作却并未慢半分。姬慎微微蹙眉，感觉好似有一双手在挤捏他的心脏，心疼难忍啊。罢了，她再聪慧也不过是个二七年华的小姑娘。林立夏，互通商贸的事儿，你若有想法，可以写个具体方策，我一定促成互通商贸这件事儿。林立夏抬起头，咬着筷子，露出了不敢置信的目光。这好端端的陆姬慎怎么会突然开口应承他这么艰难的一个诉求？陆姬慎，我们深化合作，我保你只赚不赔。你出人分3成利润，子素哥哥出钱分2成利润，我出技术和配方占5成利润，不知你意下如何？姬慎的嘴角微微勾起，他占3成利润，比骆子素还多1成，是不是代表在林立夏的心中，他比骆子素还要重1分？陆姬慎，你应该知晓，我手中的香皂秘方市场前景很大，稳赚不赔的买卖，拉你合作也是因为信任你。好，算你有眼光。明天我和子素哥哥去找小院，你安排几个信得过的心腹，咱们在韩雪城成立一个大的香皂作坊。好，韩雪城的作坊专供这一带的市场，等打通虎啸国的关系，咱们又能从虎啸国的富户身上狠狠地赚一笔。好，林立夏，我在韩雪城有个小院，不如你们先去我那儿安歇。这不妥，今夜你们动静闹得这么大，想必是再有贼也不敢再光顾这家客栈了。我就去那屋里睡一会儿，等明天天亮了，我就去买个小院，将来我二哥也有个落脚的地方。说着，林立夏打着哈欠走到床边，回头看看陆姬慎：“你不困？你去睡，我守在这儿。”姬慎怕林立夏不自在，默默地转过了身。随你。林立夏吃饱饭后，一阵困意袭来，实在是忍不住了，倒在床上没多久就呼吸均匀。听着林立夏均匀的呼吸声，姬慎想转过身看看，又觉得此行为非君子所为，强忍住心中的激动，低头转动着手中的桃木珠串。林立夏对他如此放心，是不懂男女大防，还是对他很信任？天香，主子白日里从战场上下来，傍晚就骑马赶到这儿，他是铁打的马。徐天行打了个哈欠，不想接话。就主子一天转动桃木珠串的样子，就算3天3夜不睡觉，此刻见到心上人也不会觉得累得慌。天香，你说主子此刻做什么呢？以林姑娘的性子，谈完要紧事，定然不会与主子多费口舌。主子许是给林姑娘守夜。这林姑娘也不知道走什么运，竟能让主子给她守夜。这要是传扬到京中，她不知成为多少闺阁女子的公敌呢。很稀奇嘛，主子还给她烧过火呢。无痕，我睡一会儿，你守夜。天香，你别睡呀，陪我再聊一会儿。我从白天到现在都没合过眼，你喊骆子素陪你聊。你们都中过安魂香，补过觉。他睡得那么沉，像是能叫醒的吗？云无痕此时有些后悔，不该将骆子素也灌醉。这漫漫长夜，就他一个人守夜，多无聊啊！一觉醒来，神清气爽，躺在床上睡觉，就是比睡在马车上舒服得多。一扫连日来奔波的疲惫感，他撩开床帘，一眼看见靠在椅子上睡着的陆姬慎，呼吸均匀而轻柔，脸颊上还有些红晕。他竟守在这儿一夜，静静凝视着姬慎的睡颜。林立夏的心中涌起了一股暖流，转身拿了兔毛毯，缓缓地靠近陆姬慎，将兔毛毯轻手轻脚地盖在他身上。陆姬慎，你醒醒，你快醒醒，你发烧了，你不能这样睡。感受到胳膊被人猛烈摇晃，姬慎猛然睁开眼，好似刚睡醒的雄狮，其强大的气场和威严犀利而警觉。他盯着林立夏看了一会儿，缓过神后，眼中的犀利收起了几分。你醒了？陆姬慎，你发烧了，你解开袖子，我帮你看看。姬慎揉揉额头，将手伸到了林立夏跟前。我可能受风寒了。林立夏，你答应过我要给我熬驱寒汤。你是不是从战场上下来就直奔这儿了？林立夏，我头疼。正常，风寒都头疼。你这个风寒有点严重，光喝驱寒汤好得慢。我就喝驱寒汤。你是不是想赖账啊？林立夏，是你把窗户打开的。一阵凉风袭来，好似在帮陆姬慎一起控诉，是林立夏开窗造成的陆姬慎风寒。行，去你小院给你煮驱寒汤，顺便再给你做个艾灸驱寒。白雪皑皑的街道，寒风凛凛，路上的行人很少。姬慎裹着兔毛毯，坐在林立夏的马车上，是东瞅瞅西看看，好似怎么都看不够。马车停在了平康街，林立夏缓缓地下了马车，
看着眼前这座宽敞又雄壮的府邸，脑海里发出了一个疑问：这古代做将军是不是能捞偏财呀？这么大的府邸可不像是将军岳凤能够置办得起的。进大门，一座被白雪覆盖的宽敞庭院展现在眼前。再朝前走，是一座在冬日里绽放的傲雪红梅，在白雪的映衬下，红梅的花朵更加的鲜艳夺目。林立夏走近几步，便能闻见红梅散发出的淡淡香气。这种香气清新而不刺鼻，让人感到心旷神怡。他喜欢这个香味，伸手想要摘下一株开得最灿烂的梅花，刚踮起脚，就有一只修长的手比他快了一步。他回头看见陆基慎脸上带着发热的红晕站在他身后，手里拿着那株他看中的梅花，眼神幽深地看着他。林立夏，你也喜欢梅花？傲雪红梅又有顽强的生命力和不屈的精神，很受人追捧。林立夏说着，不等对方回应，就夺过了陆基慎手中的红梅，放到鼻尖闻了闻，香味很独特，用这个研制一款限量款的香皂，专供那些自视清高的文人和闺阁千金，应该能赚不少钱。基慎愣住，果然不能对林立夏有期待呀。在龙鳞国，男子赠红梅给女子，代表的是对女子品格的赞美和敬仰，以及男子对女子的倾慕之情。陆基，林立夏本想唤他陆基慎，一开口看见好几个下人用诡异的眼神看着他，他瞬间改口：陆将军，再给我摘几株红梅，等梅花香皂做出来，我第一个送给你用。听见林立夏说做出的梅花香皂第一个给他用，基慎失落的心情瞬间又兴奋起来。这一束梅花花谢花开好凄凉，还是做香皂使用。云无痕是瞠目结舌，殿下不是最宝贝这片红梅吗？去年他在梅林边上练武，不小心削断了一根梅花枝，足足被罚扫了3天的马棚。殿下那么宝贝这片梅花，怎么会亲手摘下给林立夏随意践踏？云无痕看向同样震惊到不敢相信的徐天行，两人交换了一个彼此都懂的眼神。殿下算是栽在林立夏手上了，就算林立夏要天上的星星，他家殿下也会搬个梯子去摘。基慎嗓子痒得抑制不住，轻咳2声，用拳头捂上嘴。抱歉，我忘了你还病着。林立夏抓紧手中的红梅，一脸歉意地看着陆基慎。你赶紧进屋，府中的厨房在哪儿？我去给你煮驱寒汤。不急一时。基慎的眼底闪过一丝笑意，招手喊了一个婆子，带着林立夏在靠近梅林的屋子内安置了下来。林立夏打开窗口，就能闻见一阵梅花香。他笑得嘴角上扬，伸手抓住了窗边的一枝梅花。隔壁的房间内传来了一阵急切的咳嗽声，林立夏探头，正好看见陆基慎也探头看了过来。四目相对的那一瞬，林立夏微微皱起了眉头。陆将军，风寒不宜吹风，你快把窗户关起来。说着，林立夏随手将梅花枝插到了桌子上的空瓶内，转身就去隔壁。陆基慎已经换下银铠甲，穿着一身白底绣暗纹的锦衣，颇有几分京城世家公子的金贵，很是养眼。林立夏一边点燃艾灸，一边欣赏着基慎的盛世美颜，心道：就陆基慎这娇俏的模样，想要上公主，那是10拿9稳呢。陆将军，你先艾灸，我去给你煮驱寒汤，千万不要再吹冷风了。基慎点头，声音里都透着愉悦。郑嬷嬷，你带林姑娘去，她要什么你备什么。厨房内，林立夏煮上了满满的一锅驱寒汤。郑嬷嬷看得目瞪口呆，想问又不敢问。郑嬷嬷，劳烦你多备一些碗来，天寒地冻，让大家都喝点驱寒汤。郑嬷嬷一脸的诧异，林姑娘，你不是单独煮给我家主子的？看出嬷嬷的打抱不平，是单独煮给你家主子的，其他人都是沾你主子的光。郑嬷嬷皱眉，主子这么用心待这位林姑娘，好似这位林姑娘对主子很是不上心呢。林姑娘，我家主子身份高贵，她的吃穿用度呀，都是特别用心准备的，您这样不够尊重她。郑嬷嬷，驱寒汤大锅煮的味道更好，你要是觉得我不够重视你家主子，那我把第一碗给他喝。郑嬷嬷的神情僵住一瞬，第一碗不是试毒者先喝的吗？主子把那么宝贝的梅花都摘给他，他拿主子当试毒者？看着林立夏将驱寒汤盛出2大碗，一手端着一碗驱寒汤，很不讲究的朝着主子屋内走去。郑嬷嬷的嘴角一抽，思索了片刻，快步跟在了林立夏身后。林立夏进屋，将最大碗的驱寒汤递给陆基慎，直言不讳道：陆将军，我煮了1大锅的驱寒汤，这第一碗就盛给你喝，在我们那儿给你吃第一碗饭或是第一碗汤，以示尊重和崇敬。刚进屋的郑嬷嬷瞳孔放大一瞬，这么蹩脚的理由，主子应该不会信吧？第一碗汤，基慎端着驱寒汤，满眼不敢置信的欣喜，以示尊重和崇敬。他记得在林家村时，大多数的情况下，林家的第一碗饭都是端给林家老爷子吃的。
林立夏现在这么重视他了。这个结论让姬慎很是愉悦，他低头将碗里的驱寒汤一口饮下，抬起头时笑的是嘴角上扬。郑嬷嬷脚下踉跄，她不敢置信地看看主子，又看看林立夏，这林姑娘给主子下了什么蛊？她记得主子可不是这么好说话、这么好糊弄的主子呀。在郑嬷嬷一脸吃惊的注视下，林立夏接过了空碗，摸摸姬慎的额头，比之前更烫了。骆将军，你刚艾灸过，又喝过驱寒汤，你好好睡一觉发发汗，若是身体足够好，一觉醒来就能退烧了。我身体很好，肯定能退烧。胜负欲还很强。林立夏嘴角勾起一抹笑，转身回屋去捣鼓梅花。林姑娘，门没锁，请进。林立夏随手将梅花都摘了下来，回头看着站在门口的郑嬷嬷。嬷嬷有事？无事，就想看看老奴能否为姑娘分担一二。林立夏定神看了郑嬷嬷一眼，从对方眼中看出了讨好和真诚，他忍不住笑了起来。他还以为跟狗血剧一样，郑嬷嬷得知他农女出身来踩他找茬的，没想到是来示好的。郑嬷嬷将手擦干净，一脸热切地看着林立夏。林姑娘，这个点儿主子应该退烧了吧？我去看看。他刚伸出手，还没有碰到陆基慎的额头，就被他抓住胳膊，翻身压在了身下。陆基慎的大手紧紧地按住他的胳膊，眸光好似刚睡醒的雄狮，眼神犀利而警觉，好似把他当成刺客。林立夏吓得心尖一颤。陆基慎，你醒醒，我是林立夏。林立夏。基慎的眼神幽深，盯着林立夏看了一会儿，缓缓地松开了手，躺在床上的另外一侧道：对不起啊，我做梦有人刺杀我。真的假的？林立夏起身盯着陆基慎看了一会儿，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冷战。他还是离他远点吧，太危险了。林立夏夺门而出，基慎焦急道：林立夏，我头疼。林立夏咬牙：你这么大的别院，应该有府医吧？府医告假了。基慎的声音里都透露着虚弱。我浑身都疼。看在你是我合伙人的份上。林立夏回头在基慎的额头上一摸，又按住他的手腕，感受了脉象片刻。退烧了，死不了了，慢慢养着。说完，头也不回的就出门。基慎低头看着双手，眼底有些懊恼。他许久都没有做噩梦了，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梦见被人刺杀？林立夏是被他吓坏了吧？林立夏回到屋内，想起了没有香皂模具的事，咬着牙又转回到了陆基慎屋内。陆基慎，我看你心中杀业很大，不如帮我雕刻几个香皂的模具泄泄愤。好。郑嬷嬷是一脸诧异，询问一旁看热闹的徐天行：主子何时学会木工活？不知道，应该是在林家学的。他这边刚弄完，云无痕骑着快马带着林立春就来了。林立春从未见过这么奢华的院子，看得失神片刻，便看见自家妹妹从梅花林里走出来，一脸欣喜道：夏夏，二哥升百户长了，龙将军说是从7品官。夏夏，你以后不再是农女，你是官眷了。夏夏，你怎么哭了？快擦擦。二哥。林立夏拖长尾音喊了一句，伸手就在林立春的胳膊上扭开关。你出息了，还会离家出走了。哎呀，疼疼疼！哎呀，疼！林立春疼的是龇牙咧嘴，又蹦又跳。哎，夏夏，你快松手，快松手啊！二哥知道错了。我以为你死了，冒着寒风大雪跑来给你收尸，你知不知道你很混蛋？夏夏，二哥错了。说，你为何非要偷摸着来从军？我说好半年后给你铺路，你怎么连半年都等不及？夏夏，仗打完了就挣不到军功了，二哥想给你做靠山。傻子！林立夏啼笑皆非。你妹妹我会挣钱，咱们用钱开路，什么靠山找不到？需要你拿命去搏吗？就算你真要搏，也要学会利用身边的人脉啊！什么意思啊？林立春疼的表情扭曲，他妹妹拧人得他奶奶真传，拧的是真疼啊！林立夏压低声音，示意二哥看向梅树林下的陆基慎。他是瑞亲王的表兄，欠着咱们救命之恩，又是咱们林家香皂作坊的合伙人，你依附他比你被人当垫背好得多。听见这话，基慎眸光幽深，隐含笑意看着林立夏。像林立夏这般用钱依附权贵，依附的这么坦然，连表面功夫都不做的，龙鳞国也就他独一份了。夏夏，我与他不在一处，依附他也没用。夏夏，我在荣将军麾下，没人把我当做垫背，荣将军对我极为赏识，对我很好。难道傻二哥真遇上好上风了？林立夏越想越觉得事情不像他想象中这么简单。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江湖的水深着呢。像他二哥这样的龙门子弟，一般情况下都是牺牲的垫脚石，一入镇北军就得到荣将军赏识，还升为百户长，肯定是有人在暗中助他二哥呀。难道是陆基慎？站着别动！林立夏用脚在雪地里画个圈。我不喊停，你不准出圈，这是代替爷爷惩罚你的。好。林立春揉着胳膊，笑得憨憨地看着自家妹妹。夏夏，你要不解气，二哥再给你多拧2下。不拧了，皮糙肉厚的很累手。夏夏，这个给你。林立春想起他的赏赐，接下钱袋子扔过来。二哥杀敌得到的赏金。林立夏接过钱袋子，打开一看，大吃一惊。夏夏，你怎么不数数啊？看出自家二哥在等他夸奖，林立夏很想说，二哥呀，为了你，我倒贴出去500两银子。但想着他说出此话会让收他银子的人不自在，他转身又在二哥的胳膊上拧了一把。出门在外财不露白，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懂？懂。林立春是龇牙咧嘴呀，赶紧转移了注意力。夏夏，你不是说大哥也来了，他人呢？和子素哥哥一起去找房子了，咱们要在韩雪城再办个香皂作坊，到时候你负责给我查账。陆将军，是你帮我二哥疏通关系的？基慎低沉应着，心想林立夏见到他二哥，果然这么快就琢磨明白其中的弯弯绕绕，不像林立春傻乎乎的，从头到尾都没有怀疑半分。军中若无他宝剑，像林立春这样的新兵，定会吃不少苦头。也是你特意让袁无痕将我二哥带过来见我的？你天寒地冻来韩雪城，不就是为了见他？陆将军，我见你晚上吃的很少，你是不是没有胃口吃饭？基慎点头，一脸期待地看着林立夏，他会给他做个养胃糊糊吗？林姑娘有所不知，我家主子从小到大风寒过后啊，都没有胃口吃饭，这次怕是又要瘦好几斤呢。陆将军，你想吃什么？给你煮个健脾开胃的粥。养胃糊糊，就是你给林家爷爷做的那种。鸡蛋面糊糊。林立夏刚问完，就看见基慎连连点头。你等着。林立夏觉得有点好笑，明明他府中郑嬷嬷做的饭菜更可口，他就是想吃农家饭。你来做什么？烧火啊，用哪个锅？这个小的。林立夏的话音刚落，基慎便熟练的生好火，将跟上来的郑嬷嬷惊得脚下踉跄。这主子何时学会烧火了？这可是府中下等丫鬟的粗活呀！主子，让老奴来。郑嬷嬷顶着一头的冷汗，刚要上前帮忙，就被主子一个眼神扫来，她吓得一颤，连忙看向忙碌的林立夏。林姑娘，需要老奴帮忙吗？不用，嬷嬷忙活一天也累了，早点回去歇着，我忙完顺手把厨房收拾干净。哎呦，那怎么舍得？郑嬷嬷一脸忐忑看向自家主子，基慎暗自给郑嬷嬷摆手，示意她快些离去。郑嬷嬷愣了一会儿，连忙转身出去，换个位置偷偷观看，一边看一边揣摩主子的心意。主子这么喜欢林姑娘，是想与林姑娘过这种寻常夫妻的小日子。也不知道传到京中，他这个专门派来伺候主子的老奴会不会被娘娘给责罚。厨房内，基慎不紧不慢的添柴，余光紧盯着忙碌的林立夏的身影，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满足和踏实。在边境这几个月，他回想最多的不是前世仇恨，而是在林家那点平常又温馨的寻常日子。那段时间，他每天被林立夏像使唤长工一样使唤的团团转，很狼狈，却又很踏实。只要他干活，林立夏就不会为难他，就会对他态度很好。你大哥这次考得怎么样？不知道，我们出发前秀才榜单还没公布，要是没考中，就明年春天再考。比起死读书，我大哥应该开阔眼界，提高胆识。基慎拧紧眉头，林立夏的话言之有理，但他更焦急林家何时才能出个五品官。单靠林立春一个人升官不靠谱，还是两个人都督促，他才更有机会达成目标。带你大哥回来，我考考他。陆继善，你腿好的怎么样？太过劳累的时候，腿会麻木刺痛。等你吃过饭后，用艾灸灸腿，再配合一套按摩手法，可以缓解你这种症状。什么按摩手法？林立夏要亲自给他按揉双腿吗？这个念头，他光是想一想都激动得心潮澎湃。等会儿你找个善医术的人过来，我教他。甫一告假，别的都是粗人。基慎端着热腾腾的鸡蛋面糊糊，感觉都热到了心坎上。林立夏，我让吴涵把你二哥借调过来，你在韩雪城这段时间，你兄妹可以天天见面。另外呢，这段时间我会让吴涵训练你二哥武功，让天行再教你二哥一些兵法。林立夏，你看我这些安排可妥当？妥当，太妥当了。为了回馈你，我在韩雪城这段时间亲自给你按揉双腿。会不会不妥呀？是有点不妥，所以你要保密，
不能让我大哥二哥知晓。好。姬慎喜悦的无法言喻，明知此举非君子所为，却无法说出拒绝的话，甚至在心里暗暗的说服自己，娘子为夫君按揉双腿很是合理。不是，再下一点。连丽夏，中元节那一晚你怕不怕？又怕又兴奋，应该与你们第一次上战场的心情差不多。连丽夏，如今你的预知梦已经破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连丽夏愣了一瞬，陆基慎怎么会突然跟他聊起这个？难道是合作伙伴在跟他确认未来的商业愿景吗？挣钱，做跺一跺脚就能撼动龙鳞国经济命脉的富商。姬慎表情僵持一瞬，情不自禁地吞咽一口。李立夏是认真的吗？这么宏大的目标，难道他不知道若无人保他，他随时都是那只待宰的羔羊吗？陆基慎，你这是什么表情？不相信我能办得到？没有，我只是没想到你一个姑娘家竟然有如此雄心壮志。陆基慎，你明日清晨就把心腹派过来，要那种绝对的心腹。我把香皂秘方传给他，趁着子素哥哥去找住所，咱们把香皂作坊要用的原料赶紧都准备起来，赚钱不能耽误。好。姬慎一脸复杂的表情。他们男未婚，女未嫁，又都是适婚年龄，两人独处一室，林立夏对他没有半分女儿家的羞涩，还这么坦然地跟他谈赚钱。难道他在林立夏的眼中只是合伙人？林立夏，除了赚钱，你对自己的人生大事毫无打算？陆基慎，我嫁不嫁人都不影响分你三成利，你在担忧什么啊？姬慎咬牙看着林立夏，嫁人？她想嫁给谁？他绝不允许林立夏嫁给除他之外任何一个人。光是想一想林立夏要嫁给旁人，他胸腔中堆积的怒火就恨不得屠戮林立夏看中的每个男人，眼中凶狠的杀意好似一把锋利的刀刃，随时刺向敌人。林立夏打了个冷战，这个中二少年又在发什么疯？阴晴不定的，他方才哪句话没说对？至于让他有这么大的杀意吗？想到这儿，林立夏也憋着一口气，暗自加大按揉穴位的力度。他就不信了，他还治不住一个中二期的少年吗？陆将军，按揉的力度越大，效果越好。这个力道你要是受不住，你就大声喊出来。你还可以再大力一些。还大力？林立夏的神情僵住。这个陆基慎腿上肌肉练得硬邦邦的，他按的手都疼死了，他竟然还嫌弃力道不够。这人是属野猪的吧？皮这么厚，不会是痛觉迟钝吧？想到这儿，林立夏反手捏起了陆基慎膝关节后的一撮软肉，使劲地拧了一圈。看见陆基慎只是微微蹙眉，他顿时停下了手中的动作。陆基慎，你感受不到疼？你莫不是有什么隐疾？男子汉大丈夫，岂可因为一点疼痛就哀嚎不停？所以你能感觉到疼？是个狠人。林立夏甘拜下风。今日的康复治疗结束了。说完，林立夏头也不回的就出门，刚走出屋子就开始摩擦自己的虎口穴。看见林立夏消失在他视线内，姬氏的脸上顿时露出了痛苦的表情，暗自揉了揉林立夏拧过的软肉。下手真狠呐！姬慎想起许桃花生气时也是这样拧林家老爷子的，拧这么狠，他手不疼吗？郑嬷嬷，将母妃送来的紫金膏送一片给林姑娘。遵命。郑嬷嬷一脸吃惊。紫金膏极其珍贵，是娘娘特别命人送来给主子治疗腿伤的。主子自己都舍不得用，现在竟拿给林姑娘用。郑嬷嬷带着这个疑问，将紫金膏送到了林立夏的屋内。看见林立夏正在缓揉虎口穴的位置，林姑娘，你手怎么了？面对郑嬷嬷一脸关心的模样，林立夏说不出口，是在人家主子身上用太大劲儿给累着了，有点手酸。郑嬷嬷瞳孔放大一瞬，震惊的狠狠地吞咽一口。目不转睛地看着林立夏的双手，仅仅是手酸，就让他家主子拿出这么珍贵的紫金膏相赠，他家主子疯了吗？娘娘若是知道他费尽心思弄来的紫金膏竟被主子拿来讨好一个乡野姑娘，会怎么想？郑嬷嬷，你有事？不是，林姑娘，这是千金难寻的紫金膏，主子让我拿来给你。千金难寻？林立夏的眼眸一亮，抓住千金这个关键词，伸手接过紫金膏，打开盖子。里边的膏体色泽深紫，透着淡淡的药香。林立夏放到鼻尖轻轻一闻，郑嬷嬷，这个紫金膏有何功效？为何千金难寻？这紫金膏呀，取自珍贵的紫金草，精心炮制而成，有助于舒筋活络、活血化瘀。这是宫中陆贵妃特意为主子寻来辅助治疗腿伤的。舒筋活络、活血化瘀。林立夏嘀咕着，挖出了一块指甲盖大小的紫金膏，抹在了自己酸疼的手上，轻轻按摩着吸收。不一会儿，他再活动一下手，好似没有之前那样酸疼。
这药效如此明显，你家主子的腿伤怎么还会痛？这老奴不知，真是奇了怪了。走动的时候不小心被绊了一下脚，手就磕在了桌边，磕掉了一层表皮，渗出鲜红的血迹。他却好似感觉不到疼。林丽夏脸色大变，不对，紫金膏不对，快喊你家主子来！耳力极好的姬慎与林丽夏仅有1墙之隔，觉察到不对，便披上一件狐狸毛的披风，直接过来。陆姬慎，这个紫金膏内应该被人加入过麻沸散相同的药材，可以让使用者暂时感觉不到疼。你一共用过几回？郑嬷嬷吓得神情一变，难道娘娘送来的紫金膏被人刻意动过手脚？姬慎的眼神很是复杂。他到边境后，日思夜想着林丽夏对他送来的艾灸垫情有独钟。我怕这个紫金膏与你的艾灸相冲，未曾用过。林丽夏暗自松了一口气，幸好你没用，不然你这条腿废了，怪到我们林家头上，我们林家可是冤枉死了。听见林丽夏这样说，姬慎意识到这个紫金膏的问题很是严重，他不禁有些后悔拿给林丽夏用。林丽夏，那你的手？无碍。林丽夏打开窗户，伸手抓了一团血球，狠狠地按在手上，用血水洗去了手上的药膏。这个紫金膏具体有什么毒我分辨不出来，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对你的腿伤无益。若是清幽姐姐在此，她定能分辨出紫金膏内的毒。林丽夏，我若是用了紫金膏会怎样？紫金膏可以暂且屏蔽你的痛觉，让你感觉不到腿上复发。在这种冰天雪地的地方，你可能会感觉不到受凉，感觉不到腿劳累。一旦停用紫金膏，这些问题就会集中爆发，你的腿可能会废。主子，何人如此歹毒？查！姬慎咬牙切齿，背后算计他的人所图无非是皇位，只要他的双腿废了，父皇便不会把皇位传给他这个废人。无论他曾做过多少功绩，都会功亏一篑。是林丽夏又一次让他避开了前世残废一生的宿命。林丽夏，你又救我一回，这次你想要什么？四目相视，陆姬慎垂眸看着林丽夏，那双本该冷冽的眼眸，此刻深邃的好似不见底的一汪深泉。林丽夏赶紧别开眼，糟糕，中二少年如此热切地看着他，千万不要错把恩情当爱情啊！陆将军，你这话说得太见外了，咱们可是并肩作战的合作伙伴，不亚于你们战场同袍之情。这林丽夏开始躲避他的目光，还急于将两人定性为合作关系，看来是已经明白他的心思，招惹他后想逃，晚了。直视着林丽夏的双眸，再送你一项金手指。不必麻烦。陆贵妃是陆姬慎的姑姑，特意送加料的紫金膏，谁知道这背后的用意？反正水浑着呢，他可掺和不起。陆姬慎，你若是真想感激我，紫金膏的事不要暴露我分毫。依你。姬慎听出了林丽夏的话中深意，也看出了林丽夏的担忧。林丽夏，你放心，我永远不会让你及你们林家失险的。我相信你，毕竟你发过那么狠毒的誓言。陆将军，夜深了。陆将军，我困了。陆将军，你该走了。你早些安歇。姬慎的嘴角微微上扬，深深看林丽夏一眼，转身出门，伸手折下一株开得十分艳丽的红梅，想转送给林丽夏。一转身，门就被从里面死死地拴牢。竟如此防备我！他转身进屋，将红梅插在房中的花盆中，闻着花香，缓缓入眠。梦里，他梦见林丽夏穿着一袭大红嫁衣，他欣喜若狂地迎了上去。画面一闪，花轿却越行越远，林丽夏竟不是嫁给他。他又气又怒，恨不得带着御林军踏破整个龙鳞国。林丽夏，你给我回来！姬慎疯狂地朝前一扑，膝盖一阵痛意传来。原来是梦啊！来人，更衣。半晌后，他梳洗穿戴好，刚走出自己的院子，就看见郑嬷嬷一脸惶恐地跑来请罪。主子，老奴办事不力，竟忘记交代门房。这林姑娘她天不亮就走了，还请主子责罚。林丽夏走了？姬慎的神情凝滞。谁与她一同走的？回主子，门房说林家二公子、骆公子还有云将军都跟着林姑娘。郑嬷嬷，本王要离开府中一段时日，你照顾好林姑娘，以及呢帮她办妥香皂作坊的事情。遵命。郑嬷嬷，我们买到住所了，现在就搬走。你家主子呢？我跟他打个招呼。林姑娘，军中有要紧事，我家主子临走前特意嘱咐老奴要照顾好你。你若此刻搬走，老奴定会被主子责罚的。林丽夏想着打工人也不容易啊，也不好为难郑嬷嬷，便留在这儿住了下来。这一住就是半个月之久。郑嬷嬷，真的不能再拖了，这个时候出发，我们还能赶上回家过年。林姑娘，这天寒地冻的，你们就带这点人出门，这万一路上遇点事儿，老奴也不好跟主子交代呀。郑嬷嬷，不如这样，你派几个人跟着我们，我们每走一段时间，你的人就回来报个信，我再给你主子留个信说明情况。郑嬷嬷，你家主子了解我的性子。这依林姑娘所言，
这可是他家主子都让几分的姑娘啊。林姑娘，容老奴为您准备一些吃食，还有一些御寒的衣物。有劳郑嬷嬷，那我们明日随韩雪城的商队一起走。清晨，林立夏的马车还未走出韩雪城，便撞上了瑞亲王返回韩雪城的车驾。满大街的百姓一个比一个兴奋，跪在雪地里叩拜着瑞亲王。林立夏连帷帽都来不及戴，只能随着大众从马车上下来，跪坐在雪地上，一边叩拜一边懊悔，应该早几日出发，这样就不用跪坐在雪地里了。他讨厌向人下跪，偏偏这个破时代阶级分明，遇到这种大场面是必须要跪拜的。看着瑞亲王的车驾越行越远，林立夏长舒一口气，站起身。大家为何这样兴奋？哎呦，据说呀，瑞亲王是未来的皇帝，若是能提前瞻仰圣言呢，可以驱邪保平安，增添福气呢。姑娘不信这个？我看阁下的打扮像是读书人，莫非你信这个？在下亦是不信。听闻啊，瑞亲王这段时间一直在忙着处理虎啸国求和之事呢。两国争斗多年，每年因战事死伤不少人，劳民伤财呀。这次可是多亏了瑞亲王连夺虎啸国的3座城，才有对方这次的求和。和谈结果如何？姑娘你猜？我猜你大爷！林立夏最讨厌爆料爆一半的，他转身就走。姑娘莫走，听闻啊，这次和谈很是成功，瑞亲王即刻班师回朝。公子，你方才说瑞亲王即刻班师回朝，那方才的队伍是返京的。大哥，咱们车队跟在瑞亲王返京的队伍后面，安全不用发愁。夏夏，就不知瑞亲王会不会派兵驱赶咱们？大哥，伸手不打笑脸人，待咱们出城后，你追上瑞亲王返京的队伍，提一下咱们来自梅花城，还给他们镇北军送过药材。与此同时，姬慎轻装快马，乔装打扮回到府中，得知林立夏等人已经返程，二话不说就带人去追。韩雪城门口，林立夏满脸的不解：二哥，你将我拉到这儿已经站了快1炷香了，你到底有什么事儿？能不能爽快些？夏夏，这次回去，大哥若考中秀才，是不是就该说亲了？二哥，咱大哥要说亲，你搁这儿脸红个什么劲儿？夏夏，二哥有件事儿想让你帮忙。娶媳妇免谈，你年岁不够，等你年满18岁再说。夏夏，不娶，小仙定亲。二哥，你看上谁了？你如此焦急，莫不是女方比你的年岁大，等不及？我比他大半岁。说，你如此急切，该不会是学林小雪新斩后奏了吧？没有，绝对没有，绝对没有，没有3媒6聘，二哥绝对不敢越雷池一步，二哥舍不得让他委屈。那就好。二哥，那姑娘是谁？人家知道你如此焦急吗？是清幽姑娘。妈耶，他二哥这个野山猪还拱到了一颗高山白菜。二哥，我没听错吧？是清幽姐姐，她怎么看得上你这个憨货？夏夏，二哥真的有那么差吗？这要看跟谁比。林立夏上下打量他二哥一番。二哥，你长得不差，走臭狗屎院混了个百夫长，在咱们村很拿得出手，但是跟人家清幽姐姐比，你着实属于高攀人家。林立夏满脸狐疑。二哥，想让我帮你，你得把你们之间的事儿全盘托出，省得他二哥剃头挑子一头热，他夹在中间里外不是人呢。清幽会做暗器，会研制毒药，能挣钱能自保，性子清冷又潇洒，咋看咋觉得他二哥配不上人家。夏夏，二哥不是迷路了吗？林立春满脸兴奋地诉说着他与清幽发生的点点滴滴。清幽与青梅竹马的师兄感情受挫，拉他二哥做挡箭牌，然后对他二哥有了几分亏欠。二哥不是迷路了吗？林立春满脸兴奋地诉说着他与清幽发生的点点滴滴。清幽与青梅竹马的师兄感情受挫，拉他二哥做挡箭牌，然后对他二哥有了几分亏欠。二哥，你有多喜欢清幽？假如他变成咱二婶那样，对你哪都看不上，你又当如何做？一听这话，林立春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他二叔被二婶挠成花脸猫的样子。他不停摇头，脸上露出了惊恐既不能接受的表情。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清幽不会变成那样的泼妇的。二哥，以你对咱爷咱奶的了解，他们若是知晓二婶是泼妇，你觉得他们会同意这门亲事吗？肯定不会同意啊。夏夏，你想跟二哥说，二婶是因为觉得二叔配不上他，才会如此嫌弃二叔？二哥，二婶会成为怨妇和泼妇，是日积月累的不满堆积出来的。倒不是说咱二叔不好，而是二婶心目中对于伴侣的期待一定有一个更高的标准。相信二婶在选择二叔的时候，她期待的是二叔能够达到她心目中的标准，而不是当年议亲时二叔的状况。成亲后，二叔一直达不到她心目中的标准，她就开始埋怨、牢骚、不满，以至于成为现在的怨妇二婶。
夏夏，你都快把二哥绕晕了，你说具体一些。二哥，等你的成就让清幽姐姐很满意，就算你以后止步于此，她也不会心生不满，那你们两个人就可以一亲了。换言之，就是当前的你虽然小有成就，但是与清幽姐姐相比，你还差人家一大截呢。清幽与他师兄的事多多少少有点赌气的成分在，这件事他不能让他二哥操之过急，酿下苦果。二哥，你好好想想。他本想说服妹妹，让妹妹说服奶奶和老爹，为他跟清幽先把亲事给定下来。结果妹妹这一盆冷水直接将他浇了个透心凉。难受归难受，却也明白妹妹的这番话句句说在要害之上。夏夏，二哥该怎么办？二哥，你有时候很不靠谱，但胜在能听进去劝，再加上咱家今非昔比，银钱上很宽裕，以你的资质，好好的努力一番，成为文武双全的好男人，指日可待。夏夏，你给二哥定的要求太高了。高吗？二哥，那你与清幽的事就此作罢。以你现在的条件，咱们10里8乡的村花随便娶。那不行，夏夏，二哥读书头疼，想睡觉。我教你个办法，每当你看不进去书时，你就想想清幽另嫁旁人的场景，保证你精神抖擞，浑身有劲儿。难道这就是化悲愤为力量？夏夏，二哥学，二哥读，二哥要多久才能文武双全呢？二哥，这要看你有多想娶清幽姐姐，你越想就越努力，越努力就越能拉短你们之间的距离。二哥，清幽姐姐已经年满16岁，她最多还能再等你2年，等到她年满18还未嫁人，她承受的压力可就很大了。2年就想成为一个文武双全的好男人，这实在是太难了吧？娶村花不难，你可以不必为难自己。二哥，你别沮丧，等我回到梅花城，我给你列个书单，再派人给你送一部分书过来。还是夏夏带二哥好，这次二哥一定会努力读书的。二哥，你又不是给我读书，是你想娶清幽姐姐，又不是我想娶，你努不努力关我什么事？夏夏，二哥将回军营，二哥与清幽的事儿，你先不要急着跟大哥说。知道了。夏夏，立春与你说什么？神神秘秘的，还不让我知道。哦，二哥说他要默默的努力，成为文武双全的好男人，赶超大哥你这个只会读书的。林立夏一本认真道：大哥，我看二哥这回是认真的，你再不努力就被二哥比下去了。林立东一脸的不信，很怀疑他妹妹是在用激将法让他努力。夏夏，天冷，吹这么久的冷风，赶紧上车内暖和暖和。大哥，你不着急？林立夏一脸的疑惑：你不怕被二哥赶超？林立东看向林立夏身后：夏夏，你看陆公子怎么来了？大哥，你别想转移我的注意力。林立夏拉着林立东的衣袖，笑的是一脸灿烂。你快说，你也要成为文武双全的好男人。夏夏，大哥现在练武晚了。林立东一脸无奈的笑着，看向林立夏身后那个越走越近的人道：你不信，你问陆公子。只见一男子披着一件白狐狸毛的长披风，牵着一匹毛色纯白的战马，踏着白雪缓缓走来。妥妥的一张古装美男图呀，就是这美男的眸光深幽的，好似锁定猎物的雄狮一般。陆将军，你怎么来了？我要返京，正好顺路。瑞亲王给你放假了？看见对方点头，林立夏想起了他之前的盘算。陆将军，劳烦你帮个忙。何事？我们想跟在瑞亲王返京的队伍后面，本来准备让我大哥去跟对方交涉，你来了，我大哥正好省事。姬慎眼底闪过一丝笑意，正好与他盘算的一致。这不难，你们快些跟上。说完，骑上马刚要走，就被林立夏给喊住。陆将军，你的腿伤刚好，不宜长途跋涉吹冷风，坐马车能避免旧伤位置疼痛。好，夏夏，你有没有觉得陆公子有些奇怪呀？不奇怪啊，陆定坤看妹妹的眼神一直都图谋不轨。不至于，人家是京城的贵公子，将来可是要上公主的。人家看我的眼神热切些，许是把我当成财神爷了。当财神爷？怎么？难道你们2个人在怀疑我赚钱的能力？没有。林立夏掀开车帘，看着外面美如一张壁画的天然景致，美真的很美，但冷也真的很冷。林立夏，你们可以跟在瑞亲王返京的队伍后面，他定会保你们平安返回梅花城的。陆将军，你没马车吗？林立夏看着他头上的冰碴子，都觉得外边冷得让人心寒。有，马车行得慢，等晚点才能追上来。姬慎一边说话一边搓手，似真的冷到了极致。陆将军，那你去我大哥的马车里挤一挤，顺便……啊切！姬慎背过身，打出了一个很响亮的喷嚏，打断了林立夏要说的话。他一脸的尴尬，失礼了。那你先上来暖暖身子吧。坐在了没有铺兔毛长毯的那一侧，速度快的好似演练过一样。陆姬慎是真的不客气，看来是冻坏了。喏，
喝点姜茶驱寒。姬慎一手握着手炉，一手端着姜茶，暖得心底热乎乎的。林林夏，我刚才上马车的时候，腿上的位置刺痛了一下。这段时间没艾灸吧？没有，一直忙着处理虎啸国求和的事项，抽不开身。你坐在炉前烤烤火，等一会儿我给你按揉一下穴位。好。陆将军，今日我们在韩雪城遇见瑞亲王的车驾了。哦，陆将军，瑞亲王的身后有个很厉害的谋士吧？为何这样说？我发现瑞亲王很会造势，今天有好几个书生打扮的人混迹在百姓中，专门歌颂瑞亲王的功绩，夸奖瑞亲王的人品，手段很高。哦，你怎么看出来的？姬慎微微挑眉，这徐天行找人的水平不行啊，竟被林立夏一眼就看破了。那个书生太刻意了，他都不想想，以他的身份怎么会知晓这么严密的消息？不过城中的百姓很淳朴，照单全收，满街的百姓呼呼啦啦的跪了一大地的人，一个个跟吃了兴奋剂一样，狂喊着愿瑞亲王千岁千岁千岁。那你喊了没有？不过话说回来，书生造势造得有些刻意，但人家瑞亲王凭借着皇子的身份，14岁便上战场保家卫国，确实令人可敬。林林夏，你真心夸。林林夏，我记得你在林家村时，连当今你都骂。没骂他，还夸他，就挺不可思议的。打人不打脸，说话不揭短，生活苦闷时2句牢骚话，至于让你挂在嘴边吗？他怎么会突然生气了？看着对方像个做错事被训斥的孩子一样不出声，林立夏反而有些不好意思。陆吉慎，将腿翘在这上面，我给你松缓松缓腿部的穴位。他又摸到了林立夏的一根软肋，他是吃软不吃硬啊。林立夏，你本就是带着你大哥游学，有没有想过干脆跟着瑞亲王的车驾去一趟京城？不去，我将大皇子的小舅子得罪得那么惨，我才不会傻到去送人头呢。林立夏，有我护着你们，保你安然无恙。那也不去，老虎都有打盹的时候，仇家的权势太高了，万一出个意外，我后悔都来不及。他这次回京一定要将卢家这颗钉子给拔了，免得让林立夏瞻前顾后，不敢带他大哥进京。若我大哥考中秀才，我年后带他去南溪城看看。林立夏，你不是不待见你堂家，去南溪城做甚？我去南溪城与林小雪有什么关系？难不成林小雪在南溪城？宫行泰被贬去南溪城了。你怎知宫行泰被贬？莫非他求你了？我知道你不喜欢他们2人，所以宫行泰送来你写给林小雪的回信，我就动用了一些关系，将他们贬去了南溪城，省得他们去烦你。他可真是恬不知耻，他想将宫行泰贬官就贬官，关他什么事？凭什么一副为他好的样子？他求过他吗？想让他欠人情，没门儿。陆将军，咱们丑话说到前头，对于宫行泰和林小雪，我向来是避而远之，他们就算是想给我找事儿，也别想在我手中讨到便宜，所以我是不会为这样的2个人欠你半分人情。你动用关系将宫行泰那样厚颜无耻的人贬去南溪城做父母官，与我没有半分关系，我也不承担这个因果。陆将军，我困了，想歇息，麻烦你下车去我大哥的马车上避一避风雪。听见林立夏冰冷的逐客令，看着林立夏紧闭的双眸，姬慎气得直磨牙，未有人敢这样驱赶他。林立夏真不知好歹，谁稀罕在他马车上避风雪？姬慎的心口堵得难受，一甩身后的披风，潇洒地从马车上跳了下去。马车行得再快些。车轮扬起的飞雪正好朝他脸的方向飞来，他身子一转，避开了溅过来的飞雪。一转身，林立夏的马车就行出了很远，一点也不在意他是不是在寒风飞雪天受冻。影中赶着一辆马车停在了姬慎跟前。主子，天冷，你上马车暖暖身子，怎么才来？姬慎不悦的皱眉，缓步上了马车。马车内一侧铺着白狐狸毛毯子，一侧摆放着暖炉，马车角落的小桌上还备着茶水和点心。明明他的马车比林立夏的马车更奢华，他却怎么都不满意。影中，车子赶得再快一些，与班师会朝的队伍同行。影中怀疑自己是听差了，他家主子眼巴巴的赶来，不就是想与林姑娘并行一路返程吗？主子，你不与林姑娘同行，公事要紧。每一个字中都带着怨气，他家主子怕是与林姑娘吵架了，正斗气呢。以他这段时间受罚的经验来看，主子对林姑娘上心着呢。眼下生气的时候，说出去的话都是在气头上，做不得真。他要是赶车太快，真追上了大队伍，他家主子见不到林姑娘，等会儿肯定是气上加气呀。主子，路太窄，我加快速度就会撞上林姑娘的马车，真要将林姑娘撞成个好歹，你敢？影中憋着笑，庆幸他亏吃多了，跟徐天行讨教了几招。属下不敢，属下紧跟在林姑娘的马车后，一定会保持均匀的车速，绝不敢撞上林姑娘。聒噪！影中，怎么回事？不知道啊，就是那天主子被林姑娘赶下马车后，2人就一直这样。人家林姑娘跟没事人一样，有说有笑，吃吃喝喝的，每天都开开心心的。这咱家主子就压抑着怒火，表面上装着不在意，这背地里时刻关注着人家林姑娘一举一动，怒火全撒在我们几个身上了。
解铃还需系铃人，看我的，林姑娘，大老远就闻见你锅里煮着的汤很香，在下嘴馋了。大哥，你给徐公子盛一碗。真香啊！林姑娘，你与我家主子怎么了？林姑娘借一步说话。林姑娘，我家主子这几天憋着一口气，饭也不好好吃，觉也不好好睡，还偶尔的吹冷风。我听营中说，看见主子揉过好几回腿，我怕他腿上复发，砸你家老爷子的招牌。他疯了！一个行军打仗的将军，自己的腿有多重要他不知道。林姑娘有所不知啊，我家主子出身高贵，向来他给别人气受，甚少有人敢给他气受。谁给他气受了？我又没说什么过分的话，他至于吗？赶主子下车还不过分？林姑娘，那你为何突然赶主子下马车呀？你是不是不满意宫刑太的处理结果？徐公子，你家主子平时看着挺精明的，关键时刻怎么会犯傻？为何要动用自己的人脉将宫刑太贬到南西城做县令？宫刑太他配吗？最可气的是，你家主子还说省得宫刑太去烦我，打着一副为我好的样子。怎么，他还想让我欠他一个人情？我求他没有。宫刑太对结发妻子背信弃义，人品那样差，留他在朝堂中自生自灭就好。他升官也好，被贬也好，都是朝堂决定。你家主子倒好，提上自己的人脉，将宫刑太弄到南西城。万一宫刑太成了鱼肉百姓的大贪官，这份因果算谁的？林姑娘，南西城紧挨着凤鸣国，酷暑难耐，又动荡不断，并非是个好去处。当初主子接到宫刑太送来的信，并不想理会他，但架不住他拿着你的书信，说你已经原谅了宫家的所作所为。他胡说，宫家想杀我全家，我怎么可能原谅他们？我只是接受他们的精神赔偿费而已。是不该原谅，主子时刻记得欠下你们林家的救命之恩，怕宫刑太得不到回应，又去骚扰你们林家。正好无痕跟主子建议，说南西城县令死于动荡，将宫刑太派去南西城，省得烦你。主子觉得这个提议挺好的，最终将宫刑太贬到了南西城，是当今睿亲王做出的决定。林姑娘，你若觉得睿亲王这个安排不妥，可以让我家主子……不用，既是睿亲王的决策，那便是朝堂的决策。宫刑太是清官还是贪官，这份因果属于睿亲王。林姑娘说的是，林姑娘，我家主子从军很早，又不善言辞，如今我真怕他把自己给气坏了。他气性真大。林立夏说到一半，一只雪白的幼狐从雪地里探出脑袋，瞪着圆溜溜的眼睛看着他，悄悄挪动2步，见他没有伤害他的意思，又悄悄挪了2步。雪白幼狐蠢萌的模样吸走了林立夏所有的注意力。这时，靠着极佳耳力的姬慎听完林立夏与徐天行的对话后，有些按耐不住性子。他顺着林立夏的视线，看看地上雪白的幼狐，转身拿来了一根鸡腿，走到林立夏身旁，将手上的鸡腿扔给了雪白的幼狐。幼狐闻见肉香，瞪着圆溜溜的大眼睛，看看姬慎，看看林立夏，又看看徐天行，确认几人没有危险，才抱着鸡腿开始啃。雪白的幼狐小心翼翼地咬下一口鸡腿肉，顿时眼睛里闪烁着满足和兴奋的光芒，小模样很惹人怜爱。林立夏忍不住蹲下身子，见林立夏蹲在幼狐跟前，闪烁着漆黑的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幼狐啃鸡腿，姬慎的心中升起了一个念头。林立夏，白狐是一种非常有灵性的动物，它们非常的聪明，拥有很强的感知能力。这只幼狐它喜欢你。听见主子蹩脚的说辞，徐天行忍不住笑起来。主子，到底是你喜欢林立夏，还是幼狐喜欢林立夏？姬慎蹲在林立夏的旁边，悄悄地靠近幼狐。幼狐抬头看了他一眼，继续埋头吃鸡腿。林立夏，大雪封山，这只幼狐找不到食物，可能挨不了几日就会成为其他猛兽的食物，你要不要将它带走？听见这话，林立夏对幼狐心生几分怜惜。幼狐与2个月猫崽子大小差不多，目测也就2斤左右，真要是遇见猛虎，这只幼狐还不够塞牙缝的。你这么小就独自出来找吃的，是不是父母遇难了？你要不要跟我走啊？幼狐吃完鸡腿，伸出了粉红色的小舌头，轻轻舔舐着小爪子，好似在回味鸡腿的美味。林立夏将手轻轻地抚在幼狐头上，幼狐扬起头，圆溜溜的大眼睛看了林立夏一眼，转身避开他的手。幼狐发出清脆悦耳的叫声后，将毛茸茸的脑袋伸到了姬慎的手下，摇着尾巴讨好的蹭了蹭。林立夏有种满腔热情被辜负的挫败感，他悠悠地看着一脸惊讶的陆姬慎。陆姬慎，你骗人，他明明更喜欢你。看看林立夏幽怨的控诉，再看看自家主子手足无措的模样，徐天行再也憋不住笑，赶紧转身就走，生怕晚一点笑出声来被主子给责罚了。姬慎一脸的无措，抱起地上的幼狐，赶紧想说辞招呼一下。
林夏，他讨好我是因为我手上有鸡腿的味道，不信你拿这个鸡腿试试。小白团子，你吃我拿来的鸡肉，你可要跟我走哟。他会跟你走的。姬慎暗暗看着幼狐，这个小东西若不知好歹，他就打晕他，再送给林立夏。陆姬慎，这个小东西能长多大？长大后会不会扑人？陆姬慎，你途经梅花城的时候，顺道把你的老虎带走吧，它长大了喜欢扑人。林立夏，你不喜欢白狐扑人，我给你送个擅长养狐的驯兽师来调教它。那倒不用，陆姬慎，我那天没转过弯，让你下马车的口吻冷了些，但我也没有说什么过分的话，你至于赌气这么多天吗？姬慎神情僵住，这林立夏怎么还倒打一耙？明明就是他态度不好，怎么还指责起他来？从未有人那样干过我。赶紧去吃饭，吃完饭等会儿上来，我看一下你腿伤恢复的如何了。好。看热闹的徐天行摇了摇头，心道：就他家主子这不值钱的笑，完全是被林立夏给拿捏了呀。林立夏，我走之前老虎还不扑人，后来为什么喜欢扑人呢？姬慎追上林立夏的脚步，想跟林立夏多说几句话。我不知道，你见到他自己问。带着这个疑虑，姬慎回到了梅花城自己的小院。刚站稳身子，老虎就迫不及待地朝他扑来。姬慎揉揉老虎毛茸茸的大脑袋，这才发现老虎比他离开的时候长大了不少。看来林立夏喂得很尽心呐，将你养的毛发增亮，膘肥体壮的。饿了，要吃肉，对不对？别急，我去隔壁给你拿。他刚转过身，还没走到面馆，就看见林立夏拎了一桶肉骨头走过来。林立夏放下桶，老虎十分熟练地用爪子将桶掀翻，咬起了一根肉骨头，咬的是嘎嘣嘎嘣的响。像这样的桶，我小姑说她一天要吃5、6桶。哦，姬慎憋着笑，这会儿他算是看明白了，林立夏是来找他要老虎的伙食费呢。陆姬慎，亲兄弟明算账，咱们合伙人也不例外。你的老虎这么能吃，还扑人伤到过我的客人，我连同伙食费、饲养费、赔偿费，跟你要500两银子，不过分吧？不过分，很合理。陆姬，这块黑鹰卫的令牌要你500两银子，合理不？合理合理。林立夏，于墨被大皇兄的人废了，你若看得中他，我把他送来给你当护院。废了还怎么当护院？林立夏满脸的震惊，怀疑对方糊弄他。姬慎脸色一红，不是武功废了，而是他非完整男人了。阉了呀！于墨为什么被阉？是因为令牌丢失吗？听见林立夏如此直白的话，姬慎愣了一会儿。林立夏怎么不知羞耻呢？不止，他奉命追杀我不成，办事不力。我不要他，你有空帮我还他20两银子，我与他恩怨两清。好，林立夏，当初我写那些话本子，你一并开个价给我。陆姬慎，这个有点不好开价。你这个话本子写的还不错，如果打开市场销售，能给我赚多少银钱，还真是不好估算。你只管开价，林立夏，只要你敢开口，我就敢给。陆姬慎该不会在暗戳戳的威胁他吧？林立夏抓住画本子的手一顿，认真的打量着对方的神情。陆姬慎，你认真的？林立夏，算上紫金膏，你2次令我避开残废的命运。林立夏，凡我所有，你想要，必于你。陆姬慎，你暗中助我二哥的事，我记在心底。一口价，我只要你这套小院。姬慎神情僵住，他千算万算都没有算到林立夏只要他这套小院。这套小院承载他在梅花城很多快乐的时光，他也想留下这套小院，怎么办？林立夏，我给你5000两银票，你重新置办一套小院。这套小院我想自己留下。为什么？天行找的风水先生说，这套小院旺我，可以让我前程似锦，达成所愿。旺你？陆姬慎，咱们先说好啊，我可没有狮子大张口，是你非要给我5000两银票的。是我失信于你。他方才那句凡我所有，你想要，必于你，说的太草率了。是我愿意用5000两银票补偿你的。林立夏，你还可以向我提一个要求。真是地主家的傻儿子呀，没救了。林立夏，5000两银票你不满意，那我回京让人再给你送一项金手指来。还送金手指？陆姬慎，我给你个建议，以后凡是要谈判的，你让徐天行上。似你这般谈判方式，难怪你要4采银矿，你采10座金矿也兜不住你这样败家。陆姬慎懵了，怎么回事？林立夏嫌弃他败家？莫不是林立夏以为他对谁都如此大方？林立夏，我罢了，金手指就算了。他与陆姬慎谈判，就好似大学生欺负小学生一样，没意思的很。5000两银票呢，我也不要了。画本子看在合作关系的份上，我免费赠与你。你若过意不去，以后多关照我二哥几分。想到这儿，姬慎的心中泛起了阵阵涟漪，恨不得把他私库全都搬出来给林立夏。林立夏，不差银票，你先拿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陆姬慎，我只收老虎的伙食费和令牌的费用，一共1000两银票，剩余的银票你拿着。说完，仓皇而逃。
回到了自家面馆，林立夏紧张地拍拍心口，这地主家的傻儿子太可怕了。夏夏，你猜大哥这次考得怎样？林立夏扶额，又傻一个。就他大哥这欢喜的模样，是个傻子也能看出是考中了呀。爹，你考中没？夏夏，无妨，爹这次运气不佳，好场病倒，能捡回一条命已是极为幸运的事。听见女儿连借口都给他找好了，林文耀满脸的愧疚。夏夏，爹看到罗榜消息，已经在努力温书了，争取明年春天考中秀才。爹不必太辛苦，您的身体要紧，您以后呀就跟女儿做一个富甲天下的奸商也不错。读书的事让大哥去努力。爹，夏夏说的对，您身子要紧，光宗耀祖的事儿有我和立春呢。爹，我的傻二哥走狗屎运，已经混成了百夫长，据说是从七品的官。从七品的官？夏夏，你大哥和你二叔考上秀才的事儿，你爷爷已经在村里办过一回流水席了。你二哥是从七品官的事儿，要不要在村里再办一回流水席啊？林立夏抓到了一个关键信息。爹，我二叔也考中秀才啦。爹，我在韩雪城曾托人给你送信，你没收到？没有啊，有什么要紧事没？没有，本来想提前跟你说一声我二哥的消息。夏夏，你二哥成为从七品官的流水席办不办呢？大哥，咱爹给二哥办一次流水席，你会不会羡慕不舒服？怎么会？立春的战功是拿命拼出来的，文官与武官的风险不一样。爹，你听见大哥怎么说的没？二哥拿命拼出来的军功，流水席不但要办，还要办得很好，让来吃席的自家人都吃得开心。好，爹这就去置办。陆将军，我明日要在村里办升官宴，庆祝我家立春当上了从七品的百户长，不知道您有没有空呢？有空，那我去备点贺礼。不用，若非陆将军照拂啊，我家立春肯定没有这个命的。您应该做上座。陆将军，您能不能联络一下云将军？他也是我家立春的贵人呐。若非他教立春武功，爹别说了，爹，人家陆将军和云将军都要随瑞亲王班师回朝的，哪有时间去咱们村里吃流水席？有空。林家伯父，班师回朝的队伍走得很慢，我们吃席后骑快马追，不耽误事的。你别后悔哦，吃席那天我们村我们家所有的七大姑八大姨都会来。姬慎满脸疑惑，不懂林立夏为何不想让他去实习。有什么关系啊？明天呀，你自然知晓。说完，他转身进屋，将刚得来的银票放到了金手指的钱匣子里。林家伯父，林立夏方才的话是什么意思啊？陆将军莫怕，夏夏方才的意思是说，村里人见到陆将军这样年轻有为的人，喜欢给你做媒。做媒？姬慎想起林家两个姑姑初次见他时的热切，顿时觉得明天吃席是一场挑战呢。林家伯父，我突然想起来还有点事，我先回去一下。陆将军，明日吃席你来不来？来，肯定来。姬慎答得很是爽快，回到自己的小院就召集人紧急议事。议事主题就是他明天去林家村吃席时，如何避开给他牵媒拉线的七大姑八大姨。哎，看见没？吴婶戴着金首饰，全都是实心的。那可不，他家立夏那么会赚钱，还能买空心不成？这吴婶啊，牙缝里省银子多年，可算是熬出头了。这次子和长孙都考中了秀才，这次孙还成了从七品的百户长呢。你是不是漏算了孙女儿啊？我听说呀，林家这么大的家业，可全是人家立夏挣来的。许桃花穿着一袭正红色的新衣裳，像一只忙碌的老蝴蝶一样穿梭在人群中进进出出，惹得不少村民羡慕不已。哎，是呀，吴婶家的儿子孙子都有出息，这孙女也很有出息，一个这么会赚钱，一个有本事嫁到京城。要我说呀，嫁到京城的林小雪不算，她一个人嫁去京城享清福，吴婶金武书可没沾她半分光，听说还差点连累娘家人被灭门呢。哎，听你这么说，我也觉得立夏比小雪强。人家立夏还没出嫁，就给娘家置办下这么大的家业，强个屁！人立夏再厉害，迟早有一天要嫁人，就她那凶悍的样子，以后谁敢娶？凑热闹的众人看到陈菊花这副急眼的模样，顿时个个找个理由散开。哎呦，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周婶翻了个白眼，转身避开陈菊花的方向。向来与周婶爱拌嘴的刘婶也很认同这句话。对，恼羞成怒的人呀，这发起疯来耽误吃席。陈菊花满眼怨毒地瞪着许桃花，两个老东西藏着掖着一辈子，非要分家才露真本事。他们是不是早就知道了？老二媳妇儿，今天是我家立春成为从七品百户长的流水席，你敢闹幺蛾子，别怪我今天不给你娘家人面子。陈菊花咬紧牙，怒视着许桃花，心中气得牙痒痒。老东西，去年跟他说话的时候还不敢这么硬气，今年下半年发家后就越发嚣张的不知天高地厚，怎么不去死呢？老二媳妇儿，
我家老二已经考中了秀才，村里谁不羡慕你这个秀才娘子？你还有什么不满的？看着许桃花手腕上明晃晃的金镯子，陈菊花嫉妒的要发狂。他谋算了一辈子，吃糠咽菜这么多年，连个空心的金镯子都没有，凭什么这个死老太婆有一身实心的金首饰？这老太婆若有个意外，这场流水席就办不成了吧？娘，你看我这个秀才娘子连一件像样的金首饰都没有，把你这个金镯子借我戴戴。陈菊花的目的很明确，抢许桃花的金手镯是假，在抢夺的过程中令许桃花摔跤才是真。哎呀娘，你别那么小气嘛，你借我撑撑门面又戴不坏。老儿媳妇儿，你做什么？吴婶儿，这金手镯又戴不坏，你就让你儿媳妇试试呗。吴嫂，咱们上了年纪的人呐，戴这些呀都是累赘，要是我有这些呀，肯定都送了儿媳妇戴。对呀，吴婶儿，你就给儿媳妇戴戴呗，省得拉扯过程中摔倒了就得不偿失了。听见许桃花惊恐的声音，林立夏赶紧从屋里出来，正好看见陈菊花满眼怨毒，对老太太伸出罪恶的双手。他瞬间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想也没想，对陈菊花就按下了手腕上的桃影追魂。却因两人距离太远，桃影追魂擦着陈菊花的衣服，就插在了身后的门上。就在林立夏满眼担忧中，一只半大的黄狗狂叫2声，一跃咬在了陈菊花的手上。死狗，你快松开我！再不松开我，我打死你！陈菊花是又打又踹，黄狗就是不松口，紧紧地咬着陈菊花的手，护住的样子看得林立夏满眼赞赏。小黄干得好，等会儿给你加肉骨头。二叔、二婶刚才想将我奶奶推倒，别胡说，我就是想借娘的金镯子戴戴。老二，他差点将娘推倒，娘年纪大了，这一跤摔下去，肯定是吃不上孙子的升官宴了。娘，是儿子不孝，今日立春的升官宴重要，我先将他送回娘家，等今日过后再议。好，还是我儿顾全大局。林菊花，你敢在这个场合叫骂，就别怪我这个时候当众休息。窝囊废林文辉才考中秀才，就敢跟他耀武扬威。想到这儿，陈菊花用膝盖猛地撞了林文辉一下，林文辉被这猛的一撞，撞得松开手几分。陈菊花张嘴狠狠地咬在了林文辉的手背上，疼得林文辉面目狰狞，不停跳脚。看见这一幕的林小满涨得满脸通红，上前拉住陈菊花的胳膊，咬牙切齿道：娘，你不要脸面，我们几个还要脸面呢。凭什么？明明他被恶狗咬了，他的夫君不关心他，他儿子也不关心他，一个个都跑来指责他，他到底做错了什么？娘，你再这样，我们以后几个就没脸在林家村待了。不待就不待，人家村有什么好的？人家升官宴有你什么事儿？走。留下黑脸的林文辉追也不是，喊也不是。奶奶，您说句公道话，我二叔对我二婶有我爹对我娘那样好吗？夏夏，不能这样比，你娘与你二婶啊，本就是2种不同性子的人。你娘初到林家时啊，性子很冷淡，却从不会出口伤人。就拿落榜这件事来说，你爹比你二叔落榜的次数更多，你娘却从未对你爹说过丧气话。你爹待你娘啊是越来越好，而你二婶呢，却是各种嫌弃不满，渐渐的也浇灭了你二叔对她的热情。这时间久了，你二婶啊，一边羡慕你爹对你娘的好，一边又暗恨你二叔待他不如你爹对你娘好。想想，他都不动脑子想一想，这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呢。他们的姻缘，光你二叔一人热是不长久的。哎，他们刚成婚的时候，你二叔对你二婶的好，不亚于最初你爹对你娘的好。你二婶1年没怀上孩子，我也没说过他一句不是。许桃花想起了二儿子这些年受的委屈，就忍不住的后悔抹泪。看着老太太哭得伤心，林立夏拿了个帕子给老太太擦擦眼泪。奶奶，听你这样说，当初你给我二叔做媒的时候，我二叔也是看上我二婶的。看上的？陈家村啊，就在咱村隔壁。你二婶未出嫁时，名声是相当的不错，与她大嫂的关系也处得很好。她大嫂呀，每逢见到人都夸自家的小姑子贤惠能干，夸她性格好，夸她会操持家务。总之，像你二婶那样能够得到亲大嫂夸奖的姑娘啊，咱们方圆10里找不出第2个。听到这儿，林立夏觉得这个套路很是熟悉，这不就是造势吗？奶奶，你就因为二婶得到她大嫂的夸奖，就给我二叔提亲？提亲前呢，我让你二叔去他们家借镰刀，你二叔看过很满意，我才托媒人去提亲的。借镰刀？林立夏满眼震惊，
古人能用借镰刀相会，也不是完全的盲婚盲嫁呀。奶奶，听你这么一说，我二叔二婶婚前都见过，两人也都同意这门亲事，过成这样，怨他们自己，不怨你和我爷爷。你们少为他们两个人的错误自责。夏夏，儿女都是债，儿女过得不好，做父母的有几个人不自责？许桃花说完，看了一眼旁边吃糖的杨武明和杨武亮，你小姑多亏有你相助，如今带着几个孩子，日子过得也舒心。不像你二叔，4个孩子跟他都不亲，他老了指望谁呀？奶奶，我二叔已经考上秀才了，只要他接着考下去，将来考中举人，考中进士，未尝不可。唉，考再好都不如枕边人贴心过得舒坦呢。奶奶，那我大哥的亲事，你打算让他借镰刀还是去借书？夏夏，自从咱家发家后，就有不少人上门提及你大哥的亲事，奶奶一概用考秀才推脱出去。前段时间你大哥考中秀才，来说亲的人啊就更多了，奶奶又用等你大哥回来推脱出去。今日呀，奶奶故意带着这一身招摇的金手。夏夏，不能这样比，你娘与你二婶啊本就是2种不同性子的人。你娘初到林家时啊，性子很冷淡，却从不会出口伤人。就拿落榜这件事来说，你爹比你二叔落榜的次数更多，你娘却从未对你爹说过丧气话。你爹待你娘啊是越来越好，而你二婶呢，却是各种嫌弃不满，渐渐的也浇灭了你二叔对她的热情。这时间久了，你二婶啊，一边羡慕你爹对你娘的好，一边又暗恨你二叔待她不如你爹对你娘好。夏夏，她都不动脑子想一想，这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呢。他们的姻缘，光你二叔一人热是不长久的。唉，他们刚成婚的时候，你二叔对你二婶的好，不亚于最初你爹对你娘的好。你二婶1年没怀上孩子，我也没说过她一句不是。许桃花想起了二儿子这些年受的委屈，就忍不住的后悔抹泪。看着老太太哭得伤心，黎立夏拿了个帕子给老太太擦擦眼泪。奶奶，听你这样说，当初你给我二叔做媒的时候，我二叔也是看上我二婶的。看上的？陈家村啊，就在咱村隔壁。你二婶未出嫁时，名声是相当的不错，与她大嫂的关系也处得很好。她大嫂呀，每逢见到人都夸自家的小姑子贤惠能干，夸她性格好，夸她会操持家务。总之，像你二婶那样能够得到亲大嫂夸奖的姑娘啊，咱们方圆10里找不出第2个。听到这儿，黎立夏觉得这个套路很是熟悉，这不就是造势吗？奶奶，你就因为二婶得到她大嫂的夸奖，就给我二叔提亲？提亲前呢，我让你二叔去他们家借镰刀，你二叔看过很满意，我才托媒人去提亲的。借镰刀？黎立夏满眼震惊，古人能用借镰刀相会，也不是完全的盲婚盲嫁呀。奶奶，听你这么一说，我二叔二婶婚前都见过，两人也都同意这门亲事，过成这样，怨他们自己，不怨你和我爷爷。你们少为他们两个人的错误自责。夏夏，儿女都是债，儿女过得不好，做父母的有几个人不自责？许桃花说完，看了一眼旁边吃糖的杨武明和杨武亮，你小姑多亏有你相助，如今带着几个孩子，日子过得也舒心。不像你二叔，4个孩子跟他都不亲，他老了指望谁呀？奶奶，我二叔已经考上秀才了，只要他接着考下去，将来考中举人，考中进士，未尝不可。唉，考再好都不如枕边人贴心过得舒坦呢。奶奶，那我大哥的亲事，你打算让他借镰刀还是去借书？夏夏，有人想破坏你二哥的升官宴，奶奶呀，偏不让他们如意。奶奶，刚才说酸话鼓弄二婶的人，你还记得不？列个名单，年后不让他们在咱们的作坊干活。哎，那倒不必，不让他们来作坊干活，断了他们赚钱的门路，容易生出别的事端。他们想说酸话就说吧，奶奶呀，全当他们在羡慕和嫉妒，不在意。见老太太如此想得开，黎立夏转念一想，觉得挺有道理。老太太此时的心情，这不就应了网上那句最喜欢看你讨厌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立夏姐姐，我爹来找过我娘。什么时候？就是半个月前，我爹在面馆前跪着说他自己知道错了，求我娘再给他一个机会。你娘怎么说？我娘说狗改不了吃屎，她现在过得挺好，不想见到我爹。林立夏心中暗自松了一口气，他小姑还不糊涂。农宁国的流水宴一般在下午3、4点左右，也就是晚饭时间。杨武亮慌慌张张的来敲他的门。
丽夏姐姐，你快出去看看，外面好吓人，好多明晃晃的刀，好多明晃晃的刀。林丽夏一脸懵地打开门，这才发现本来闹哄哄的流水宴此刻一片寂静，还在忙碌的人都好似被按下了定格键一样愣在原地，一脸惊恐地看向他家院子外。我去看看。2排带刀护卫，陆基慎一脸严肃，披着一件红狐狸毛的长披风，颇有派头地走在最前面，身后跟着云无痕、骆子素、徐天行、影中等人。一行俊俏少年郎愣是在他家门口走出了红毯的架势，1个2个，一边10个，一共20个护卫，用20个带刀护卫开路，陆基慎真是大手笔呀！敢问陆将军，你是来吃席呢，还是来抄家？听见林丽夏这开场白，基慎足足愣了一瞬，不知道该如何接话。还是一旁的徐天行反应快：林姑娘，恭喜恭喜啊！我们特意来参加你兄长的升官宴，顺道再让林家老爷子给我主子看看腿伤。至于这些护卫，是为了保护我家主子安全，只要大家不靠近我家主子太近，就可以安然无恙。真是个人才！林丽夏竖起了拇指，他万万没想到陆基慎为了躲避7大姑8大姨，带来了2排带刀护卫保驾护航。爹，陆将军他们是要坐在上位的宾客，在咱们家的堂屋摆一桌，我和大哥亲自招待他们。至于他带来的护卫，就在堂屋的门外支2桌，招待好他们。林家堂屋的大桌子，主位坐着基慎，左边坐着林立东、林立夏、骆子素、云无痕，右边坐着徐天行、影中。看着还空一个位置，徐天行一个眼神让影中挪个位置，看着夹在2个人中间的林立东。立东，我新得到一本手札，你过来咱们探讨一二。一听这话，林立东想也没想就挪到了徐天行旁边的位置上。门外，林文香姗姗来迟，想跟林丽夏说说话，刚走到堂屋门口，就看见了2桌护卫同时拿起刀，吓得掉头就跑。这一幕看得林丽夏憋笑不已。陆基慎，你这招厉害。林丽夏，你大姑没死心？死心什么？林丽夏一时有点懵，跟不上陆基慎的思路。结亲的事儿。好，那个呀，他早就打消了。自从我跟大姑说近亲结亲容易生出傻子和残废，我大姑派人去打听了一番，恰好有几个傻子与我说的都对上。那他刚才来寻你有什么事儿？不知道。林丽夏是有点怕他这个爱做媒的大姑。丽夏，你出来一下，大姑有事儿找你。丽夏，你快出来一下，大姑真的有很急的事儿找你。我出去看看。看见林丽夏走出去，基慎迟疑了一瞬，连忙抬脚追了上去。基慎这一追，外边被训练过的护卫个个拿刀齐刷刷的站成一排，将列文香吓得打了个冷战。丽夏，他们这是做什么？文香，你找丽夏什么事？娘，我又不会吃了丽夏，你能让我跟丽夏单独说几句话不？不行，你别为难夏夏。娘，丽夏能帮文雅出气，能接纳文雅一家人，轮到我这儿帮点小忙怎么就不行了？大姑，去我屋内说。看见姑侄2人朝林丽夏的屋内走，基慎迟疑了一下，干脆站在林丽夏的窗外等着。林丽夏则听见了外边的脚步声，知晓陆基慎喜欢听墙角的毛病又犯了，也懒得与他计较。大姑，到底什么事儿？丽夏，你表姐呀到了适婚的年龄，现在一直都没有看中合适的人选，能不能让她进城跟你住一段时间？大姑，你看中与我家交好的几位贵公子，想让我给表姐创造机会？对，丽夏，都是一家人，你一定要帮帮你表姐。大姑，这个忙我不能帮。为什么？你带刀给你小姑出气的荒唐事儿都做了，就不能帮帮你表姐？不能，2件事情的意义不一样。让我给表姐找个活干行，帮她创造条件攀高枝绝对不行。大姑，今天做堂屋的那些人都是世家贵公子，目前都有官职在身，咱们这样的人家做正妻够不上，做妾，你忘记林小雪的前车之鉴了吗？既然都像你说的那么厉害，那他们为什么要来咱家吃流水宴？丽夏，你那一大桌子老爷们儿，讲究起来你一个姑娘也不该上桌。反正你那桌还有一个空位，你就让你表姐坐你边上陪着，成不成呀，全看她的造化。林文香的这番话很是有道理，林丽夏也知道，她若顾及名声，就该与几人分开做。不过一边是没有边界感的7大姑8大姨，一边是能落个清闲的熟人，她自然是选择后者了。至于名声嘛，她当初游学的时候也没少与几个人席地而坐用餐，加上她经过山匪的事，她小姑的事，中元节的事，她的凶悍早就声名远扬，也不怕多这一桩。丽夏，就一顿饭的事儿，大姑，这事儿我做不了主，等我先去问问屋内的几位将军。行，大姑看见那位陆将军就在外边。丽夏，你朝我这边挪个位置，让他坐你旁边。林丽夏一愣，
这陆基慎哪根筋没接对，竟要他表姐跟着一起做。等等，他挨着陆基慎坐，他表姐挨着他坐，这旁边就是骆子素呀。好一个阴险的陆基慎，竟想把他表姐推给他便宜义兄，那怎么行？两个人的身份相差悬殊，让亲表姐给义兄做妾，这算什么糟心事？哎呀，立夏，你看人家陆将军都同意了，就让你安宁姐呀陪着你。安宁，照顾好妹妹。立夏，走，进屋吧。温安宁跟在林立夏的身后进屋，看见满屋子都是外男，紧张的同手同脚，连耳朵尖都是红的。安宁姐，别怕，你挨着我坐，挨着我大哥坐，咱们都是有血缘关系的一家人。见林立夏如愿以偿的坐在他身边，基慎嘴角的笑意越来越大。林姑娘，我们这次返京路上还得走一段时间，能否把你做的速食面给我们备一些？可以啊，正好我小姑前段时间又积攒了一批，还没来得及卖呢，都让你们带走。那可真是太好了呀！你的面馆开得如此好，有没有兴趣在京城也开一家分店？店铺我可以帮你选。徐天行这番话正好说在了基慎的心坎上，他眼底洋溢着笑，一脸期待地看着林立夏。可转念一想，京城还有他得罪过的卢宣伟，顿时垮脸。妹妹，你想去京城只管去，哥哥这次考中秀才，正好跟吴痕一起回京过春节，有哥哥在，卢宣伟就是想找麻烦也得先找哥哥。傻子，咱们先说好啊，你跟我回京可以，但是你不许再招惹卢宣伟。卢家就这一个嫡子，被你一脚踢废之后，做梦都想弄死你呢。我怕他，他敢来我弄死他。骆傻子，谁给你的错觉啊？卢宣伟会一个跟头栽2次。还有骆傻子，你父亲和你大哥知晓你这次回京要惹事的话，我估计啊，他们连夜会派人把你送回梅花城的。岳武汉，就你张嘴了。子素哥哥，你们这个时候出发，快马加鞭也赶不上除夕夜吧？妹妹，哥哥也在琢磨，是在梅花城过完除夕再出发，还是现在出发，元宵节能团圆？子素哥哥，你肯定是跟着云将军走更安全，而且过节热闹最重要。你们这么多人一起过节，氛围到位，应该也很有趣。妹妹，要不你带着大哥一起，咱们去京城游学，我带着你去见见我祖父。骆子素这个提议不错。基慎是头一次觉得骆子素还是蛮顺眼的。林姑娘，其实你去京城开面馆不一定亲力亲为，我可以帮你推荐很靠谱的做饭婆子。不行，我人手不够。立夏，我可以。你们游学这段时间，我在店里帮小姨做过几天，无论是炒料还是擀面条，我都会。立夏，我从小就给家里干活，我做事也很麻利勤快的。安宁姐姐，我知道。安宁姐姐，你不嫁人了？立夏，我给你开面馆，你是不是带我像小姨一样，管吃管喝还管住，还给买新衣裳，还有月钱？那是自然。立夏，小姨给你干活不挨打不受气，还没有人搓磨她。小姨说，遇不见合适的人，与其让小慧在婆家受气，还不如给你开面馆。立夏，我也怕嫁人，不如给你开面馆好。安宁姐姐，大姑和大姑父能同意吗？不同意。立夏，我爹只想要50两聘金。50两聘金？在梅花城，像温安宁这样的姑娘，就算是卖给大户人家做丫鬟，撑死了20两到头。立夏，一开始我爹定下的是20两聘金，后来他见小雪都值50两，就……他疯了。大姑呢？他不管。我娘不想和离，她说像小姨那般闹，我大哥将来不好说亲。林立夏嗤笑，所以大姑为了儿子舍弃你这个女儿？也不算。立夏，娘说你有本事，让你给我谋个去处，肯定比被我爹指给旁人靠谱。夏夏，我去找咱爹，让爹去找大姑父。有什么用？大姑不出头，咱们名不正言不顺。毕竟安宁姐她姓温，是温家的姑娘。那只能给大姑父50两。这是解决问题最简单、最有效且最快的方式。安宁姐，你怎么想？立夏，小姨跟我说，你给她的月俸加年底分红，一年差不多有25两。你能不能先借我50两，然后从我月俸中抵扣？不行，难道你想2年后再被卖一次？妹妹，要不让他……不行，把钱赶紧收起来。好男人谁纳妾？妹妹，我没说纳妾。他就算再荒唐，也不会让义妹的表姐给他当妾呀。我想说，让他把卖身契给我，我给他50两银票，等他到京城，我就让他恢复自由之身。这个主意不错。子素哥哥，对不起啊，我错怪你了。你这个办法真好，算我欠你一个人情。什么人情不人情的，能帮妹妹的忙就好。基慎凉凉地看了骆子素一眼，脑海里反复琢磨林立夏那一句好男人谁纳妾。妹妹，那他怎么安排？哥哥带他回京，还是将他留在青阳城？京城我还不能去，年后我去青阳城开面馆。立夏，谢谢你，我一定会好好干活。这时已经开始上菜，
酒塞一打开，一阵酒香四溢，屋内几个人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夏夏，还有酒吗？给爹那一桌的同窗也拿2瓶尝尝。泡好的药酒没有了，还剩下一些提纯的高度酒，给你们一坛，这个度数很高，你兑点水再喝。好。夏夏，能不能给二叔一坛？可以啊。想着二叔在陈菊花那儿受了很大的委屈，林丽夏也不好下二叔的面子。文辉，这么好的酒，兑水就没味了。不让他兑水的人叫姚世峰，是陈菊花大嫂姚时幸的弟弟，平时对林文辉也颇看不上。自从林文辉考中秀才后，才对林文辉的态度好了几分。姚兄，我侄女说这个酒度数很高，直接喝很容易醉酒的。我酒量好着呢。这酒够味，我喜欢。再给我来一碗。姚兄，这个酒容易醉，我姚世峰长这么大从未醉过。姚师傅，这是人家林文辉侄儿的升官宴，你节制点。他林文辉算个屁！姚师傅，你不就是个账房先生吗？有什么好显摆的？我文辉哥还管着一家作坊呢。算个屁！他就是个扶不上墙的窝囊废。你说谁窝囊废呢？喝点猫尿你就胡咧咧。他就是窝囊废，他无后，他断嗣，他迟早是绝户。林兄啊，姚兄他喝多了，他妒忌你，故意在这瞎说呢。对呀，林兄，大家都知晓你膝下有2儿2女，你怎么绝户啊？狗屁，他就是绝户。那几个孩子都不是他，不是他的。姚师傅，你胡说，我打死你个酒疯子！说着，砰的一拳打在了姚世峰的脸上。我没胡说，花儿没嫁给你之前就已经是我的女人，是你抢了我的女人。话还没说完，就看见陈菊花的大哥陈茂林上前一把捂住姚世峰的嘴，赶紧给林文辉赔个不是。文辉啊，你别听他瞎说，他这个人有个坏毛病，喝点酒就管不住嘴，整日里胡咧咧。松开他，让他说。林文辉抓起地上的一个酒坛子，哐当一下砸在地上，顿时吃席的众人好似被人按下了暂停键一样。听见外边酒坛子的声音，林立夏赶紧朝外跑，看见他二叔铁青着一张脸，好似天要塌一样。他一脸懵地看向一旁的林继昌。继昌叔，发生何事？立夏，他说你二叔的孩子是他的，还说你二叔是绝户。哎呦，没有。陆将军，帮个忙，借2个护卫给我用用。随便用。姬慎拧紧眉头，站在林立夏身旁。很快，他带来的护卫齐刷刷地拿着刀朝这边涌来。林立夏上前扶住摇摇欲坠的林文辉。二叔，你想当众审，还是带他们去屋内审？我要当众审。立夏，我想要个真相。护卫大哥们，帮忙把这个老头拉走，堵上嘴。话音刚落，2个带刀的护卫立刻将陈茂林给拉走。已经醉酒的陈世峰离开了陈茂林的支撑，像一滩烂泥一样瘫坐在地上，一个劲儿地傻笑着。林立夏转身拿来给驴拌料的棍子，递给了林文辉。二叔，揍他，狠狠地揍他，揍到他求饶为止。好。林文辉抡起棍子，使出吃奶的力气朝姚世峰的身上打，将姚世峰打的是撕心裂肺。姚世峰，你敢当众污我的名声，当众造谣说孩子不是我的，我今天非打死你！姚世峰踉跄着站起来，捂着身上被打的地方，恼羞成怒地指着林文辉骂：你就是个窝囊废，4个孩子没有1个是你的，不信你让大家看看4个孩子哪个长得像你？你就算是考中秀才，考中举人，你还是个绝后的窝囊废。听见姚世峰说4个孩子没1个像自己的，林文辉的心揪作一团，紧紧地盯着姚世峰看，越看越心如死灰。看见二叔心如死灰的模样，林立夏一边端详姚世峰的长相，一边回想林小雪姐弟4人还有陈菊花的长相，越想越愤怒。难怪陈菊花与他大嫂关系好，这给他大嫂弟弟生下了4个孩子呀。难怪陈菊花常年将孩子丢到自己娘家上私塾，也不见娘家人嫌弃。感情这陈家人都是明白人啊，陈家太可恶了，陈菊花太恶心了，让他二叔做这么多年冤大头，还整日骂他二叔窝囊废，世上怎会有如此无耻的人？一想到原书的剧情，林家这一大家子炮灰为一个野种当妾而团灭，他心中的怒火就犹如火山爆发一样。文辉呀，天塌下来有爹娘在，你千万要挺住啊！我的儿啊，这太欺负人了！爹娘，我现在就喊大家抄家伙，咱们去陈家村算账去。听见自家老爹要带村里人去陈家村打群架，林立夏连忙拦住：爹，村里人不会武功，容易受伤，咱们跟陆将军借人。立夏，我们不怕受伤。村里人异口同声，满脸愤怒地看着被按住的陈茂林。我们林家村的人绝不许他们陈家村这样的作践。对，陈菊花这个不要脸的荡妇，他太欺负人了，绝不让他好过。对，他们陈家的女儿不知羞耻，做这种天怒人怨的事情，应该把他进猪笼。林家本该热闹的升官宴，
却因一坛烈酒解开了隐藏多年的秘密。爹，不能让大家打群架，万一误伤死人，会成为你二叔以及大哥履历中的污点。看着林立夏满脸凝重的模样，林文辉逐渐缓过神，赶紧站起身道：诸位敬将，你们听我说，这件事我亲自处理，请大家放下武器，切莫因为此事造成恶劣的后果，影响咱们林家村的声誉。这个村里的人，我们不可能看你受屈辱置之不理的。对呀，这样的事换到任何一个男人身上都受不了的。看着大家还很激动，林立夏将酒坛子摔在地上，发出哐当一声巨响。趁着大家冷静的间隙，他提高音量道：各位爷爷、叔叔、伯伯、哥哥们，仇咱们肯定要报，但不能这样去报，这样伤敌1000，自损800，还断咱们林家村好儿郎前程的报仇方式，着实不划算。你们放心，有我林立夏在，我绝对不放过给我二叔带来屈辱的人，我定让他们悔不当初。听见林立夏铿锵有力的声音，愤怒的众人逐渐安静下来，林清泉也逐渐冷静下来。立夏说的对，咱们不能用伤敌1000，自损800的方式报仇。大家应该相信立夏，立夏上次为他小姑出气就做得很好，咱们10里8乡的谁不夸？看见一向凶悍出名的刘婶都站出来维护林立夏，林清泉连忙又道：对，立夏这么会赚钱，做事比咱们都周全，咱们应该听立夏安排。见林家村的人不再坚持打群架，林立夏满眼凝重地看向陈茂林，心中有个巨大的疑惑。这陈菊花未出嫁时就与他大嫂的弟弟姚石峰勾搭成奸，可为何要同意嫁给他二叔呢？这其中有什么缘故？为何陈菊花能理直气壮地说林文辉毁了他的人生？对上周围满是仇恨的目光，他紧紧地捂住心口，试图平息疯狂跳动的心脏，恨不得将地上鼻青脸肿昏睡着的姚石峰给扒皮抽筋。陈立正，我问你，17年前陈菊花给予你小舅子已有私情？没有，他喝多了，胡咧咧呢。你糊弄谁呢？见陈茂林想把这件事给搪塞过去，陈立正，事已至此，你小舅子都当众承认了，你还想狡辩？你觉得在场的人都是傻子吗？哼，陈立正，你若想保住自己的命，保住你们陈家村村民的命，保住你几个孩子的命，你最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不然我将利用一切资源对你们整个陈家村展开疯狂报复。比如说，我可以让整个青阳城地界内无人敢用你们陈家村的人做工，比如说我还可以让青阳城界内所有的书院不敢收你们陈家村的学生，粮铺不敢卖你们陈家村的粮食，布店不敢卖你们陈家村的布料。陈理正，到那时你这个陈家村的理正如何跟这些缺衣少粮又断前程的村民交代？林姑娘，我们陈家村村民是无辜的呀，是在下没有管教好妹妹，我这就回去把她和几个孩子进猪笼给林家泄愤可好？像呢？陈菊花为何做出这等不要脸的丑事？林立夏一脚踹在陈茂林的身上，你带路去陈家村。林立夏转身扶起地上2个愤怒又悲痛的老人。爷爷奶奶二叔，事情已经很糟糕了，你们切莫因此气坏了身子，雪上加霜。爷爷，你是咱家的主心骨，你在边境目睹过战场上的血雨腥风，比起生死大事，咱家现在这个坎儿算不上末路。五哥呀，立夏说的对，这算不上什么末路，我陪你去陈家村要个真相，大不了咱们给文辉再娶一房新媳妇儿。对呀，吴叔，文辉如今才考中秀才，离开陈菊花那个泼妇，日子只会越来越好呢。吴婶儿啊，你也振作起来，等这件事儿过了，我给你介绍个温柔乖巧的儿媳妇儿。二叔，咱们去陈家找陈菊花要一个真相。对，要一个真相。文辉，咱们不能就这样便宜他。文辉，你该振作起来呀。是夏夏临危不乱，分析利于弊后，站出来控制住整个场面，不能因为陈菊花做错事，再让孙女背负一个不好的名声。文辉，咱们不能让夏夏一个未出阁的姑娘来处理这件事儿啊！自家女儿又摔酒坛子，又拿刀威胁陈茂林，坐实了凶悍的名声。哎，这以后如何说起呢？夏夏，爹对不住你啊，是爹没用，关键时刻又让你站出来。虱子多了不怕痒，他凶悍的名声早就摘不掉了。爷，现在不是煽情的时候，你和大哥留下来照顾爷爷奶奶，安置好过来吃酒宴的客人。二叔，你也进屋拿件披风，咱们去陈家村讨公道。林文耀着急，夏夏，爹怎好放心让你一个姑娘掺和呀？林家伯父无需担忧，我跟去看看。我们也去看看。爹，你留下来照顾爷爷奶奶，我跟去看看。李东啊，万事你出头，
切莫让你妹妹什么事都顶在前头，她是个姑娘，以后不好说亲呐。爹怎么跟你娘交代呀？爹，我知晓。听见林文耀这话，姬慎的脚下一顿，快步的追上林立夏。他嘴角勾起一抹浅笑，凶悍点挺好。主子，您冷不冷？不冷。徐天行暗自拍拍脑袋，他又犯傻了。他主子这会儿心可热了，又怎么会冷呢？主子，你渴不渴？姬慎顿住脚步，回眸看了两人一眼。今日这两人怎会如此聒噪？听见徐天行和云无痕的话，林立夏顿下脚步，满脸愧疚地看着姬慎。陆将军，天寒地冻，不如你先回林家。我同你一起去。姬慎打断了林立夏的话，直指前方陈家村的房屋。前面就到了。那你用暖炉暖暖手。不用，我。姬慎的话都没说完，林立夏直接将暖炉塞到他手中。你先暖，等会儿再给我。看着手上被强塞过来的暖炉，姬慎满眼的不敢置信。林立夏竟要与他共用一个暖炉，这也太亲昵了吧。徐天行瞳孔放大一瞬，他家主子被姑娘宠了。云无痕看看潇洒离去的林立夏背影，再看看快要抑制不住笑意的主子，他快步凑上前，压低声音道：主子，林姑娘真关心你啊。用你说，用什么暖炉啊？姓陆的，你披这么厚的红狐狸毛披风还怕冷？你是不是肾虚不抗冻？陆傻子，你活腻了。他稍有松懈，陆傻子就来挑衅主子。主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啊，他就是妒忌你有暖炉，他没有。哎呀，我也不想要啊，他硬塞给我，许是怕我冻坏了。哎呀，好暖啊，好烫啊。听见主子刻意炫耀的声音，看见主子紧追林立夏的背影，徐天行嘴角狠狠地抽了一下。主子气人的做派和后宫争宠的娘娘有过之而无不及呀。骆子素，你呀，没事少惹主子不快，不然我怕你以后悔的肠子都青了，也买不到后悔药。陆傻子，你管不住嘴，我不带你回京城了，不回就不回，我今年就留在妹妹家过年。无痕，这样惹怒主子风险更大。天强，你帮我跟主子告个假。结果他话还没有说完，就看见骆子素小跑追上林立夏，扯着嗓子道：妹妹，哥哥也冷，你让姓陆的把暖炉给哥哥暖暖手。云无痕无语，骆傻子，你可真会花样找死呀。还有多久到？前面就是。快点，你家柴房在哪儿？这边就是。林立夏从衣袖中掏出了一个火折子，冷着小脸看向陈茂林：把你的袄子脱下来，我要生火。快脱！袄子一落地，林立夏手中的火折子就扔在袄子上，不一会儿就有火苗窜出来。林立夏顺势拿着旁边的木材朝点燃的袄子上一放，这一变故看得林立东瞠目结舌，想拦又怕耽误事儿。子素哥哥，你看这个火堆够不够暖？林立东懵了，这夏夏在做什么？为何要点陈家房子给骆子素取暖？够！骆子素满眼欣喜，他长这么大第一次有人点房子给他取暖。姓陆的，你看看，你手中的暖炉可抵得上妹妹给我点房子取暖呢。汉子，骆汉子连林立夏在与陈家用攻心计都看不出来，还想跟他比？陈立正，我带来的这些人个个可以以1敌100，和你们陈家村全力也不是他们的对手。既然林立夏这样说，那他以后就按以1敌100的标准严格训练他们。你要不要试试？是个屁呀！林姑娘，我们不敢呐。陈立正，我来的用意很简单，我们林家要个真相，咱们做个小游戏吧。你们什么时候将真相说明白，我允许你们什么时候带人救火，以及允许你什么时候穿上袄子。陈立正，也不知道是你扛冻一些呢，还是你家的院子更扛烧一些。疯子，这么老实的林家怎么会养出林立夏这么疯的女儿？你们陈家让我们林家给你们养了这么多年的野种，烧你家一座院子着实是便宜你们了。夏夏，烧一座房子不够，咱们就把他几兄弟的房子全都给烧了。大哥，这个主意甚好。都怪你，若非你经常接弟弟来家里住，又怎会生出今天的祸事？姚时兴看一眼被打得看不出生死的亲弟弟，也是满腔的怒火都憋不住。事情既然已经败落，他只想把他的弟弟和他的孩子摘出来。林秀才，我家石峰婚前就与陈菊花已经断干净了，是陈菊花嫌弃你没考中秀才，刻意勾引我家石峰。这种事儿，男人怎么能把持得住呢？林秀才，你也是男人，你想想看，一个女人舔着脸脱光衣服朝男人床上爬，换成谁顶得住？林秀才，这俗话说得好，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够了，陈菊花呢？他人呢？
我听到这件事儿，就让他带着孩子跑了。好了，就让整个陈家村给他赎罪。陈茂林一听这话，急得额头青筋突起。胡闹！他跑哪儿去了？赶紧去追！人在后山的猪圈里。姚石信话还没说完，陈茂林便一脸焦急地喊儿子们去后山的猪圈里抓人。你为何不同意陈菊花嫁给你弟弟？他不配，我本就看不上他，再故意给他经营好名声。那你又如何说服他愿意嫁给我二叔？我知道他未必愿意嫁给林文辉，便一边安排我弟弟去梅花城读书，一边刻意在陈菊花面前夸林文辉有才华，夸林家条件比姚家好。说的次数多了，陈菊花果然觉得林家是个好归宿，便同意了林家上门提亲。你太可恶！林文辉，你们婚后也过了半年的恩爱日子，是你自己不争气，没考中秀才。你闭嘴！你那个不要脸的弟弟考中秀才多年，不也止步于此？我二叔的未来大有前程，我能看得出来你爱弟心切，不想让我报复整个姚家村，你最好全盘说出真相。你问陈菊花什么时候勾搭上你那个不要脸的弟弟？林文辉落榜，我弟弟考中秀才，他便回家埋怨我毁了他人生。我被他埋怨的受不了了，便说看错了林文辉。没想到林文辉是个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于是陈菊花一边嫌弃林文辉毁他人生，一边懊悔他当初在两人间做错了选择。林立夏冷笑一声，看着姚石兴，来呢？后来我万万没想到，陈菊花会趁着我弟弟农忙帮忙的时候爬上我弟弟的床。等我发现的时候，这陈菊花就说已经怀上了我弟弟的孩子。发生这种事，我只能咬着牙帮他瞒下一切。接着说，我只能尽量不让我弟弟和孩子同时出现在你们林家人面前。好在林小雪越长大，与陈菊花长得越相似，看不出与我弟弟的相似处，反倒是小满、小韩和小鼠的脸上都能找到我弟弟的影子。够了！这个打击对他来说太过沉重，他感到自己的心在滴血，自己的人生信念在崩塌。到最后，他在陈菊花那儿没有落下一分的好。人怎么可以无耻成这样？太欺负人了！林秀才，小雪与我弟弟无半分相似之处，我觉得她或许是你的亲生女儿。如何证明？她与我二叔长得也无半分相似。你弟弟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亲口承认孩子都是他的，还想让我二叔当冤大头？说着，林立夏将万念俱灰的林文辉给扶了起来。二叔，人生起起伏伏，有人早年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你不能因为别人的错误而否定你的人生意义。二叔，爷爷奶奶年纪大了，见不得儿女受痛苦，你忍心看着他们日夜睡不好觉吗？夏夏，如今真相二叔都已经知道了，剩下的事二叔想自己应对。二叔，这件事儿咱家是受害者，你只管放手处理，就算你把天捅个窟窿，我们也绝不责怪于你，我们只会想办法如何把天给补上。这件事他不是一个人在应对，他还有无条件支持他的爹娘、兄长、侄儿、侄女。二叔，你看，陈菊花母子被他大哥堵上嘴，像捆猪一样的押送来了，任你处置。林文辉接过木棍，一步一步朝陈菊花走过去，每一步都带着毁天灭地的愤怒。不等他开口，抡上手中的棍子，重重地打在他腿上。林文辉每一棍子都挤压着他多年以来的憋屈，一棍比一棍的声响大。陈菊花旁边被捆得结结实实的三个孩子，个个吓得脸色苍白，眼中又惊恐又害怕。他丢下棍子，拎起地上一盆冰得透心凉的水，猛地浇在陈菊花的头上。林文辉，你个窝囊废，你毁了我一生，你还敢打我，我要杀了你！林文辉拿着棍子的另一头向上一翘，强迫陈菊花抬头。荡妇，以你的所作所为，将你们母子都进猪笼，也难解我心头之恨。你睁大眼睛看着你的奸夫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说完，林文辉又从护卫的手中接过一桶冷水，直接浇在醉死过去的姚世峰头上。姚世峰打了个寒战，继续闭着眼昏睡过去。二叔，这样没用，你得给他灌烧水，让他催吐才会醒酒。姓姚的，是让我喊人给你弟弟灌粪水呢，还是你自己提烧水过来给他灌？灌烧水，我来灌。快去！就在众人以为姚世峰会被烧水恶心的想吐时，他竟然咕咚一下咽下烧水，吧唧一下嘴，眼睛都没睁开。来，再喝！哈哈哈哈哈哈！看看姚世兴手中的勺子，一巴掌甩了过去，将姚世兴打得嘴角流血。贱货，敢给我灌烧水！风儿，你惹出大祸了！看着他周围竟是举着刀的护卫，他吓得酒瞬间都醒了过来。你们要做什么？姚世峰，还记不记得你酒后说了什么？林文辉举着木棍，一步一步走到姚世峰的跟前。姚世峰，让我给你们养孽种养了15年，
今天这笔债你该还了。说完，林立辉扬起棍子，瞄准姚世峰的裆部，啪的一下，一棍子将姚世峰打得面目狰狞，夹着的腿不停地抖，且哀嚎不断。众人目瞪口呆，云无痕也暗暗吞了吞口水，与骆子素对视一眼，两人同时看向了林立夏。这林家人咋这么爱抱？看我做什么？他不该打？该打。这时姬慎一回头，看见林立夏在搓手，他立刻把暖手炉给递了过去。来，暖暖手。我不冷。林立夏没有接暖手炉，也不好意思说他有点手痒啊。拿着，咱们两人换着用。也行。林立夏捂紧暖手炉，移开视线，继续看林文辉暴打渣男。见林立夏没有拒绝与他共用一个暖手炉，姬慎眼底的笑意是越来越大。一边看戏一边揣摩主子心意的徐天行看见这一幕，忍不住摇摇头。别人都在看热闹，看林文辉暴打奸夫淫妇，唯有主子全程都在偷看林姑娘，也不怕被人看出端倪。唉，真是发愁。林文辉举着棍子静静地看着姚世峰，姚世峰夹着腿，疼得脸上青筋凸起，连话都说不出来，不停地低声哀嚎着。林文辉不确定姚世峰废没废，就想给对方补一刀。刀借我一用。林家二叔，默认那些阿杂事儿污了林姑娘的眼，你想要她的命，还是想废了她？我让护卫们去处理。还是陆将军考虑的周到，我不要他的命，我要他断了祸根。明白。主子，一言告。林文辉走到陈菊花跟前，拔掉他嘴里的棍子。林文辉，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下辈子给你做牛做马的赎罪，我求你，我求求你了，放过我的几个孩子吧，他们是无辜的，我不是人，我不要脸，你有气冲着我来，我求你放孩子们一条生路，他们是无辜的，看在他们喊你这么多年爹的份上，我求你啊，放孩子们一条生路吧。我是真的知道错了。陈菊花，17年来，这是你第一次承认错了。陈菊花的神情凝固一瞬，他觉得眼前这个露出讥讽之笑的林文辉好陌生，好可怕，他竟猜不出他的想法。林文辉，我也不想这样的，是姚世峰他强迫，对，就是他强迫了我。我也不想这样的。陈菊花，你能要点脸不？明明是你不知羞耻爬上我家凤儿的床，你反倒倒打一耙。这事儿你要是不愿意，刀都插不进刀鞘，你当在场人是傻子？林文辉，就是姚世峰他强迫我，我也是受害者，孩子们都是无辜的。陈菊花，事到临头，你还想把自己摘干净了？别忘了，你身上还有2条人命呢。什么2条命？说，我娘难产是不是与你有关？不是我，是陈菊花，是他推倒你娘，残害的你娘一尸2命。为何推倒我娘？他扬起匕首，狠狠插进陈菊花的手上。他胡说，我没有。就是他，陈菊花，我最讨厌你有错误就怪别人的样子。这个女人太可恶。对呀，这等恶妇千刀万剐都不足以泄愤，应该将他和他的野种全部都扔到火堆里，一把火烧了干净。对，烧了他。烧死他太便宜他了，应该将他送官查办，让他游街示众，受万人唾弃后再凌迟处死。二叔，等这件事处理后，咱们离开这儿，你给我做一辈子的工补偿我。夏。二叔，你死了，谁给我管作坊？已经没娘了，还要再没一个二叔吗？二叔，我娘要是活着，她肯定会给我备很多的嫁妆，这些你得补偿我。林家二叔，人犯错死最容易，活着为自己赎罪，这才是真正的勇士。林家说，蝼蚁尚且偷生，你怎可不惜命？你若以死谢罪，岂不是让林家又添了一桩伤心事？对啊，林家二叔，你就算要死，也得把林姑娘的嫁妆赚够，你才有资格去寻死。夏，二叔错了，二叔现在就将他们2人送官查办，为你娘和弟弟讨回公道。林立夏看向陈菊花，他们已经打断了陈菊花的双腿，扎废了陈菊花的双手，还阉割了姚世峰。二叔，该泄愤的咱们已经泄愤，剩下的交给龙鳞国的律法。你闭嘴！你闭嘴！林立夏反手一刀，又扎在了陈菊花另外一只手上，看向一脸怨恨不平的姚时兴。你来说，当年
甄菊花慌慌张张的回来，说被你娘撞见他越过弟弟的奸情，说拉扯间他将快临产的你娘推倒，造成了你娘生你弟弟时难产，一尸两命。林姑娘，他还跟我说，看见你越长越像你娘，他心情就很复杂。他每次在你身上占到上风后，都会回来跟我炫耀，还顺带讽刺你娘两句。自从你娘死后，他的性子是越来越泼辣，一边勾着我弟弟不放手，一边在你二叔面前作威作福，还专门欺负你们林家老实人。可他万万没想到你有天会反抗，不再忍气吞声，更没想到林家会突然发家。他今天在林家吃了大亏，回来还跟我说后悔没趁你小的时候把你弄死。甄菊花，我林家造什么孽，才娶了你这个祸害？夏夏，都怪二叔，怪二叔娶了个祸害，怪二叔有眼无珠，没早些发现他。夏夏，你杀了二叔吧，二叔不想活了。刘牛二叔，我们帮你将他们送官。有劳诸位，夏夏，你先回家，剩下的二叔办。二叔，我跟你一起去。陆将军，劳烦你将我妹妹送回家。好，天冷，我们先回家。二叔，你还欠我的债不还，敢偷偷去寻死？夏夏，二叔不寻死，二叔对天发誓，不给你置办嫁妆，不看你出嫁，绝不寻死。如有违誓言。好，我相信二叔。林立夏打断了林文辉的话，然后将暖手炉塞到他二叔手里。天冷，二叔办完事儿早些回来。好。林文辉握着暖手炉，掌心的温热顺着血液逐渐流向他心口，原本冷如寒冰的心一点点被温暖热起来。天行啊，你差事办得不错，回京赏你一座院子。徐天行瞠目结舌，不是吧？他给主子要个林姑娘的暖手炉，主子一高兴就赏他一座宅子。不够。够，多谢主子，属下欣喜若狂，都不知道如何感激主子。天行做什么了？怎么一下子就得到主子赏赐的一座小院？这要抵得上他多少年的俸禄呀？陆吉慎是京城的小院？是。出手真大方。当年他的狗逼老板有陆吉慎一半大方，送一套房子给他，别说陪大客户喝个酒，让他给大客户老婆伺候月子，他都绝无一句怨言呀。林立夏，你对我有救命之恩，我送一套京城小院给你做嫁妆。林立夏满眼探究地看着陆吉慎，这陆吉慎在算计他什么？为何总想送东西给他？不要，无功不受禄。我当初捡你回来本就有所图，虽然中间出点岔子，但结局不算坏。他本就是捡陆吉慎做背锅侠的，这小子也替他解决了不少问题。咱们两清。两清？吉慎心底窜起了一股无名之火。林立夏要与他划清关系吗？对，救命之恩两清，以后咱们就是最佳合作关系。吉慎松了一口气，嘴角微微勾起，不是与他划清关系就好。林立夏，如今你们林家发生这等事儿，日后少不了各种流言蜚语，不如随我们一同去京城。不要，我大哥要在户籍所在地考举人。我可以让你们在京城落户，还可以让你大哥进最好的书院。多谢陆将军好意，如今我们家出了这么多事，我爷爷我奶奶肯定受不了，再加上他们年纪大了，不宜沿途奔波，京城真的去不了。林立夏，我可以给你用最豪华的马车，配备最好的车夫。主子，临近除夕，确实不宜奔波。林姑娘，昨夜我家主子收到消息，说韩雪城的作坊出了点岔子，幸好你二哥及时解决。林姑娘，京城乃天子脚下，达官贵人多，赚钱机会多，主子想快些把香皂作坊办起来，怕再出韩雪城的岔子，才想让你进京。韩雪城出什么岔子？信中写的含糊，只说是林家的二公子解决了。林姑娘若想知晓，我写信问问。那倒不必，问题解决就好。那京城作坊的事儿，我们先办。若是出岔子，再让林家大公子去京城。可以，要是遇到什么问题，你们可以随时派人给我送信。夏夏，就你一个人回来的？你二叔还有你大哥呢？爹，我二叔和我大哥把那两个恶人送关了，晚点才能回来。送官啊？也是啊，这事儿是在咱家流水宴上闹出来的，想瞒也是瞒不住的。爹，我爷爷奶奶还好吧？哎，气坏了！我带着村里人刚把场子收拾好，让你大姑小姑陪着他们呢。夏夏，事情怎么样了呀？奶奶，我爷爷呢？让他给我煮点炙甘草汤喝喝。夏夏，你哪儿不舒服啊？
爷爷，我气得心口疼，你给我煮点汤药。好，爷爷去煮。夏夏，煮多少合适？手上的都煮了吧？不用这个锅。陆将军，你将火烧好后，把木柴拿给我。陆将军，天色不早，你们还要去追瑞亲王他们。不急。班师回朝的队伍会在紫竹城过完除夕才会继续返回京城，我还有些要紧事要处理。哦，懂了。矿的事确实要紧，你们现在去，天黑赶不回来。那正好，在林家休息一晚，明早再去也不迟。我家住不下这么多人，你们只能住隔壁的旧棒作坊，比沿途风餐露宿强不少呢。那是自然。我给你们煮个白菜肉片粥。那我给你烧火。人多，2个锅都烧。他从未见过一个姑娘能够在遇到这种大事后还是从容不迫地安排好一切。他认识的林立夏永远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能找出对他以及他家人最好的处理方式，做他的家人可真幸福呀。火再大些，火可以熄灭了。爷爷奶奶、爹、大姑、小姑，过来喝粥。听夏夏的，都去喝粥。陆将军，这是旧棒作坊的钥匙，你们早些去安置。好，铁匠，你觉得林立夏对本王是什么态度？以林姑娘这样的性格，她防备心很重，你太急切了，会加重她的防备心。那本王该如何做？林姑娘还小，林家尚未打算给她婚配，主子不妨区区吐之，先博得她对你的信任。帮她赚钱？对，主子，林姑娘已经把香皂作坊的秘方毫不保留地交给你，你先用这个方子给她赚很多钱，让她觉得你可信，或许下次就愿意进京了。有道理啊，本王应该帮她赚钱，而不是给她送钱。主子英明，获得林姑娘信任后，主子再送她一座京城的地基，就说是用分红趁便宜买到。这个法子好，如此一来，她便不会再拒绝本王的好意了。正是如此啊！林立东明年考中举人后，肯定要进京考进士。铁匠，查一查庆阳县内教书严格的先生，林立东明年一定要考中举人。属下明白。做得谨慎些，莫让林立夏看出是咱们安排。这个恶妇，你娘处处让着他，他怎么下得了手的？刀呢？刀在哪儿？我要去杀了他！爹，他那样的烂人不配咱们手染人命。爹，二叔已经将他送官查办，像他这样道德败坏、手染2条人命的人，龙陵国的律法足够他死前受一波折磨。文耀，夏夏说的对，娘心口疼。娘，我去盛药。文耀，爹心口也疼。爹，你喝完药去给我娘上坟，咱们明天去梅花城看陈菊花的下场。好。立夏，大姑就知道找你帮你安宁姐，这没错。大姑，你不再考虑一下吗？一旦卖身契签下，安宁姐就与温家没关系了。立夏，你姑父重男轻女，安宁跟着骆公子总比被你姑父许给旁人强。行，安宁姐明日跟我们走。爷爷奶奶，你们想哭就哭出来，但是先说好，等我二叔回来不许再哭。爷爷奶奶，这件事儿你们越是痛苦悲愤，二叔就越难受自责，咱们都得向前看。夏夏说的对，文辉才是这件事情受伤害最大的人。可是我忍不住。爷爷，咱们将作坊交给清泉爷爷和三爷爷他们，你和奶奶跟我一同去梅花城。咱们看完陈菊花的处之后，我想带你们去青阳城，咱们以后就定居在青阳城。为何呀？夏夏，你怕村里人说是非？夏夏，这村里人受咱们恩惠，应该不会拿这事刺咱们吧？那爷爷现在就去找你清泉爷爷，找你三爷爷他们。好，我扶您去。林家爷爷，我服你。林家爷爷，您这接骨的手艺是镇北军的郑军医教你的吧？你认识郑军医？不对，师傅早已过世，你说的是师傅的儿子。是他的嫡长孙，他儿子3年前死在军营。当年师傅想留我在军营，是我自己贪生怕死，非要回到这儿。师傅对我很失望。爷爷，你这话不对，若非你当年回到这儿，陆将军的腿就保不住了，龙陵国也因此失去一个打胜仗的将军。还可以这样算？自然可以。郑业旭看过我的腿伤，连他都说您的技术比他这个正经的嫡孙都好呢。爷爷，你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咱们去青阳城也会越来越好的。对，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林立夏，你当初为何去那么高的地方挖野菜？
逆向思维，爬山费劲，去的人少，野菜肯定多，或许还能挖到值钱的药材。结果最大的收获是捡到你。听见林立夏说他是他最大的收获时，姬慎嘴角的笑是越来越大。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敲开林清泉家的门，对方看着林老爷子的神情足足愣神好久。林清泉很疑惑，林家发生这种丢死人的大事，他五哥怎么还笑得出来？五哥呀，快屋里坐。清泉，我家夏夏要带我们去青阳城住，他在青阳书院旁置办了一套院子，说要给他二叔和大哥请最好的教书先生，准备考举人。五哥，这是好事啊。五哥，青阳城的大宅子要不少钱吧？我不知道，都是夏夏这孩子置办的。真羡慕五哥呀，有这么好的孙女，还有这么好的孙女婿。姬慎眼睛里闪烁着喜悦的光芒，嘴角上扬的收都收不住。这个老头真会说话。他不是。这么孝顺怎么不是啊？五伯，我明白了，你们这是还没走三媒六聘。你放心，这儿都是自家人，我们的嘴很严的，不说。姬昌，你真的误会了，人家陆将军是京城贵公子，那不也扶着您呐？林清泉打断了林老爷子的话。当年我那小女婿啊，也是他这般殷勤呐。对呀，五伯，这么冷的天，人家一路扶着你，不是孙女婿，他图啥呀？这爷俩戏可真多，看见麦子叫韭菜，看见陆继慎扶着他爷爷，就非说人家是孙女婿。我给小陆治过腿，这个孩子一直知恩图报，之前受伤住我家时，就给我家干不少活，是个有眼色的孩子。五哥呀，你们都去青阳城，家里的地和作坊是怎么打算的呀？这就是来找你的目的。夏夏，你来说。清泉爷爷，我想让季昌叔接替我二叔，给我管着梅花城的香皂作坊，您帮我管着作坊原料的事，月俸我按每月6两给，外加年终分红奖励。多少？他当理正，1年月俸加起来不足3两银子，给林立夏管作坊，1个月的收入都是他1年的2倍，1个月6两银子。清泉爷爷，我给你们的价格比梅花城最好的掌柜还高，所以我对你们的要求也高。立夏，我明白。立夏，你对我们有什么要求，你只管提，清泉爷爷尽最大力，都按照你的要求办好。好，我让二叔写给你们。陆将军，天太冷了，我们自己去三爷爷家，你早些回去休息。姬慎脚步一顿，林立夏这么着急把他赶走，定是怕三爷爷家也误会他是孙女婿，那他就更不能走了。林立夏，方才我也很诧异，他们怎么会误会我是你家孙女婿？那你看我要不要回去解释解释啊？那你为何当时不解释？算了，事后再回去解释，别人还会以为咱们是掩盖事实真相。哦，别误会啊，我真不是他家的孙女婿。林志山的瞳孔放大一瞬，整个人完全被惊呆了。他什么都没说，这个陆将军为何要解释？立夏，这是不是此地无银300两？林立夏扶额，这会儿他很确定这陆吉慎是猪队友啊。志山哥方才去清泉爷爷家，清泉爷爷开了个玩笑，他差点当真了，怕你们误会。趁着林志山扶着林老爷子进屋的间隙，林立夏狠狠地在姬慎的胳膊上扭开关。陆将军，该说话的时候你不说话，不该说话的时候你乱说，知不知道谣言越描越黑？那该怎么办呀？姬慎瞳孔放大一瞬，一脸不知所措，心中却快要笑出声了。越描越黑好呀，林家人都传他是林家孙女婿，以后肯定没人跟他抢林立夏。我去村里解释一下。你真是情商不高罢了。按照蓝星的标准来看，陆继慎在感情上就是个一根肠子通到底的直男，对直男还有什么期待？算了，明日我家搬去青阳城，你们也要返京，时间久了谣言定会不攻自破。哦，谣言定会不攻自破。一边听着林立夏与三爷爷商议把旧棒作坊交给三爷爷管理的事，一边暗自琢磨如何让谣言久传不破。陆将军，你什么时候来提亲呐？小五啊，你家经历几次大事之后啊，村里人都传立夏凶悍的很呐，都说一般人呐都镇不住立夏，非说只有打胜仗的大将军或者是皇亲国戚才镇得住立夏。最可恶的呀是这些人说完这些之后，又说咱们林家门槛低，说立夏遇不上大将军和皇亲国戚，说立夏嫁不出去，还说呀立夏要砸在手里变成老姑娘了。小五啊，你看这不就有个县城的将军吗？
我瞅着呀，和立夏挺有夫妻相的。小五，你快看看，他们都是2个眼睛，1个鼻子，1张嘴，还真的挺配的，挺配，真的挺配的。三爷爷像竹筒倒豆子一样，噼里啪啦，不等3人反应，就把想说的话全都说完了。空气中凝滞一瞬，姬慎轻咳一声，将拳头抵在唇间，掩住上扬的嘴角。真是瞌睡来了，有人送枕头。这个三爷爷就是个及时雨呀，竟说他与陆姬慎有夫妻相，谁不是2个眼睛1个鼻子1张嘴？三哥，你误会。小五啊，我记得立夏生辰在夏季，过完年就要及笄了，是该早些把婚事定下来。三哥，你小五，你先别说话。陆将军啊，你打算何时来提亲啊？是立夏及笄前还是立夏及笄后啊？这要看他的意思了。姬慎想压也压不住笑意，差点笑出声。三哥，你真的误。立夏，你喜欢什么样的柜子呀？趁三爷爷还能看见大件东西，三爷爷给你打个柜子做陪嫁。林老爷子急的是额头直冒冷汗，结果又被三爷爷开口打断。林立夏尴尬的笑着，他这个时候解释还能解释清楚吗？会不会是越解释，村民们越会往离谱的方向去猜？很有可能呀。哎，还是跑路要紧。三爷爷，我想起来了，出门前忘记叮嘱我奶奶吃药。三爷爷，我和爷爷先回家。看见林立夏扶着林老爷子出门，姬慎憋着笑，很殷勤地扶住林老爷子的另外一只胳膊。陆将军，使不得，使不得，等会儿又误会了。林家爷爷，您就让我扶着，不然明天又传出新谣言了。什么谣言？你刚才怎么不解释？我怕我解释，明天村里人说我对您始乱终弃，岂不是？姬慎话说到一半，说不下去了，忍不住轻声笑起来。有可能，夏夏，上回你周婶打水，把桶掉进井里，传一圈后变成你周婶打水把井掉到桶里。最离谱的是传谣言的人说的振振有词，还不觉得有错。志山呐，刚才那个陆将军说他什么时候来林家提亲？爷爷，陆将军说他看立夏的意思。志山呐，我看这个陆将军啊，脸皮薄，说话挺腼腆的。你明天跟村子里说一下，等陆将军跟立夏提亲的时候，让村里收敛些。好，他确实挺腼腆，我看立夏把他管得很严。方才我扶五爷爷进屋时，立夏拧他，他都全程陪着笑。懂得让着立夏挺好的，真的挺好。小五得这么好的孙女婿啊，我看着都为他高兴呢。什么东西啊？志山呐，你快来看看，快来看看，爷爷捡到什么了？爷爷，怎么了？志山，爷爷眼神不好，你给爷爷看看，这是个什么东西啊？金元宝，爷爷，是金元宝，是真的金元宝。哪儿来的金元宝啊？三爷爷揉揉眼睛，欢喜的心中不踏实，背着手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志山呐，咱们村能够拥有金元宝的人不多呀。昨天晚上你五爷爷带着立夏和他孙女婿来过，想必是他们不小心落下的。爷爷，我思量许久，他们昨晚没有来过这个屋，算是他们掉的，也不可能掉在你房门口啊。志山呐，咱们人穷志不穷，不该拿的咱就不拿，你去还给立夏。志山哥，哪来的金元宝？立夏，不是你掉的，那就是你未婚夫掉的。林立夏整个人僵住，他哪来的未婚夫？等等，志山哥嘴里的未婚夫，该不会是说陆继慎吧？啊，志山哥，你误会了。林立夏的话还没说完，林志山便看见从酒坊作坊走出来的季慎，顿时笑的是一脸热切，朝着季慎的方向跑过去。林立夏刚想追上去，却被从屋里出来的许桃花给拉住。夏夏，你给奶奶看看这个。妹夫，这是不是你昨夜掉在我家门口的金元宝？妹夫，发生了何事？这人为何喊他妹夫？啊，对不起，陆将军，你跟我堂妹立夏的事儿还没走3媒6聘，我这声妹夫是喊得早了一些。陆将军，我家昨晚就你和立夏去过，这个金元宝是你掉的吧？这个林志山看着很是顺眼，这声妹夫听着还蛮顺耳的。哎，别呀，怎么又改口了？陆将军，林志山等不到回应，便顺着姬慎的视线看过去，看见姬慎一直盯着林立夏看，他思量片刻后瞬间改口：妹夫，何事？妹夫，我就是想问问，这个金元宝是不是你掉在我家的？不是。姬慎的声音里满是喜悦，那是他命人特意送去的谢礼呀。这么会说话，一定金元宝怎么够？一会儿让影中再送2锭过去。妹夫，不是你的，那是谁的？既放在你家门口，那就是天家给你家的赏赐，拿着便是。天家赏赐？妹夫，你说这是老天爷给我爷爷的赏赐？志山哥，你别胡喊。志山哥，我跟他……立夏，我知道，我懂。你跟妹夫的事儿以后再细说，我要回家，赶紧把金元宝是老天爷给的赏赐告诉我爷爷。什么老天爷给的赏赐？陆将军，金元宝是怎么回事？你可别想拿老天爷糊弄我。真聪明，你送我的双拐是三爷爷做的，
那个双拐在边境对伤员很实用，算是我给三爷爷的赏赐。那你为何不当面送，又不直说？林丽夏，我当面送，你觉得以你三爷爷的性子会收吗？不会。陆将军，三爷爷有，我有没有？有，你跟我来，你看喜欢不？什么？陆将军，我知晓那副双拐的图纸比不上这盒珍珠贵重，不过我也不占你便宜，过段时间我还你一个回礼。是什么回礼？到时你便。夏夏，奶奶何事如此慌张？夏夏，这昨晚发生什么事了？怎么突然这么多人都跑来问奶奶，你跟陆将军什么时候走3媒6聘？怎么会这样？对呀，怎么会这样？方才你堂哥一来就直接喊我妹夫，我也懵了。林丽夏，我昨天跟他解释过，我真不是你家孙女婿，他为何就是不信，还开口喊我妹夫啊？你该说话的时候不说话，不该说话的时候乱说话。我也不知道会这样啊。林家奶奶，如今怎么办呀？我去跟众人解释我不是你家孙女婿，他们会不会说我对林丽夏始乱终弃啊？夏夏，陆将军说的也没错呀，他这个时候去解释，指不定惹出什么新的流言蜚语。夏夏，如今传成这样，这陆将军可以带着人一走返京，留下你背负这个名声，这如何说亲呢？林家奶奶，要不带我回京，安排好一切就派人上门。不用，婚姻是一辈子的大事，岂可因为流言蜚语而草率行事？奶奶，你别担心，村里这些流言蜚语对我够不上影响。咱家随我大哥考学，定然是一步步向上走的。等我到了成亲年龄，咱们早就搬到京城了。搬到京城？小陆，我家立冬要做多大的官才能与你家门当户对？奶奶，你在胡想什么？夏夏，我看陆将军挺好的，长得俊俏，眼底有活，人还没架子，是奶奶见过最好的孙女婿人选。奶奶，那是你没看到，他心眼子可多了。心眼多，说明他聪明，将来孩子也聪明。林丽夏无语扶额。奶奶，他要是想把我骗到京城卖了呢？你还帮他数钱？他敢卖我的夏夏，奶奶呀，找他拼命去。奶奶，村里谣言四起，未必没有他的功劳。这个时候你可千万别稀里糊涂的觉得他好。夏夏，村里人说看见小陆亲自给你送聘礼，是什么？奶奶，不是聘礼，是他给我的谢礼，是一盒珍珠。奶奶，等到青阳城，我找人给你做个项链，带着珍珠睡觉可以养颜，还可以助眠。这是小陆给你的？夏夏，你跟奶奶说，你对小陆到底是什么想法？合作伙伴。奶奶，我与他合作开作坊，生意场上的合作伙伴。他送我一盒珍珠，我还他别的回礼，礼尚往来，谁也不占谁便宜。看着孙女小嘴一张一合，说的振振有词，许桃花是一个字儿都不信。什么合作伙伴送珍珠？他活了一辈子，虽没见过这么好成色的珍珠。夏夏，这么好成色的珍珠啊，你留着做首饰自己戴。奶奶不喜欢珍珠，奶奶呀喜欢戴金项链。奶奶不喜欢珍珠。奶奶，这一盒珍珠够给咱们祖孙2个人做项链。夏夏，你把针线筐给找出来，等会儿啊，奶奶教你做针线活。奶奶，我不想学，针扎手很疼的。夏夏，小陆送你一盒这么好的珍珠，你回他个护腿，就是上次你让我给你爷爷做的那种。奶奶，我屋里还有些东西没有收拾完，我先去收拾东西。屋外，姬慎听见林丽夏这话，连忙转了个身朝门口走。姬慎边走边琢磨，刚走出林家院子，就听见许桃花喊他：“小陆，你过来一下。”林家奶奶。叫什么林家奶奶？太见外了，以后呀就跟夏夏一样喊我奶奶。奶奶，哎，你送我家夏夏的珍珠，奶奶看见了，你的心思奶奶明白。但是啊，我家夏夏受不了委屈，你和她的事儿不能着急。奶奶，我知道，不能着急，要循序渐进。小陆，我家立冬要做多大的官儿，才与你家门当户对？奶奶，这个世上没有绝对的门当户对，你家孙女这么优秀，咱们不应该用门当户对来衡量。说得好，小陆，奶奶才发现这不善言辞的你，有时候说话很是中听。奶奶，我去帮林丽夏干活。哎，去吧，夏夏和我一样啊，都是喜欢眼底能看见活的人。凡是林丽夏想让他干的活，他不等林丽夏开口主动干，林丽夏对他的态度就能好上许多。哎，小陆，等等，你给奶奶量一下你的腿。奶奶呀，让夏夏给你做个护腿，这样天寒地冻有护腿保暖，对你的伤有好处。奶奶，不用，她不爱做针线，不想她扎的手指流血。小陆，不错不错，挺会心疼人的。奶奶，那我去帮忙。不急，小陆，来，奶奶给你量，奶奶给你做护腿。这怎么行？林丽夏，小陆啊，这是奶奶给未来孙女婿做的，
你真不要？辛苦奶奶。这就对了。小鹿啊，奶奶怎么觉得你比在林家养伤时还瘦了？奶奶，你做什么？看向院子外头，一大堆探着头看热闹的村民，脸上的表情个个都很丰富，他的内心1万匹马奔腾啊！小鹿，你看，夏夏呀，脸皮薄，方才的事你知我知，暂时呀，不要说给旁人知晓。夏夏，你来帮奶奶一把，给奶奶剪一下。夏夏，小鹿的腿上啊，才没好多长时间，这天寒地冻的赶路，奶奶呀，怕他腿伤复发，给他做个护腿。林立夏的嘴角一抽，不想拆穿他奶奶想用护腿换人家陆基胜1盒珍珠的事。放心，我奶奶做的护腿不算我给你的回礼，我不占你便宜。陆将军，你想个办法，把我家院子外围着的人打发了。好，诸位，我家主子受伤这段时日，住在村里多有打扰，这是我家主子的一点心意，诸位拿去分一分。诸位要是觉得不好意思，拿了银子帮在下一个忙。什么忙啊？我们村里一共是132户。李正，我家主子脸皮薄，你将银子拿起来给诸位分分，让大家别在这围着我家主子。五哥，你看这……徐公子，咋还分银子？林家爷爷，我家主子的腿是您保住的，您就是龙鳞国的大功臣，我家主子不缺银子。我家主子在边境经常跟我说，林家村民风淳朴，这里的百姓个个都很老实厚道，这些银子对我家主人来说不值一提，却能改善你们的生活，是我家主子的一片心意。李正，这些银子劳烦你给大家分分。五哥呀，你孙女婿盛情难却，银子我收下，给大伙分分。五哥，我会让大家都记住，这是立夏带给大家的恩情。清泉不是孙女婿。我说，你家孙女婿出手真大方，我祝立夏和他白头偕老。林老爷子目瞪口呆，完了，解释不清了，夏夏的名声全完了。祝白头偕老了。陆将军，这事儿大家又误会了。林家爷爷，你不必担忧，我不会因为村民误会而生气的。陆将军，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林家爷爷，您别急，我现在就让徐天行去跟村里人解释。还解释什么？再解释，明天就该祝早生贵子了。陆将军，别耽误你正事儿。又赶他走。林姑娘，实在对不住，是在下没办好差事，你看在下该如何弥补？不怪你，你们忙。像陆基胜这样的男人，娶妻就跟家里添一个物件一样，添一个不够，还可以再添一个。他不愿的是，谁也别想用名声及道德来左右他。钱他要赚，事他要借，人他不嫁。夏夏，都怪爷爷，爷爷不该昨夜让他扶着。爷爷，没事儿。夏夏，陆将军现在极品官，不知道，管他极品官。夏夏，你长大总归要嫁人的，爹不会让你受委屈的。我知道爹不会让我受委屈。夏夏，爹这次不病倒，定能考中秀才的。爹只是时运不佳。夏夏，爹打算年后再考，先考秀才，再考举人，再考进士。夏夏，咱家2个做官的，你与陆将军也算是门当户对吧？他当然选择后者了。爹，等咱们到青阳城，我给你找最严厉的教书先生，争取让我爹一路考到进士。林文耀一脸欣喜的点头。夏夏，爹这次有经验，带个厚点的土毛毯，绝不动着自己。好。夏夏，在爹还没考中进士前，你能不能离陆将军远一些？看着自家老爹一副担忧自家白菜被猪拱了的表情，林立夏连连点头。远，必须远。文耀，你去地窖把夏夏弄回来的土豆和药锗搬上车，还有我攒的药材也搬上去。夏夏，你刚才跟你爹说的都是真心话，你真的想嫁给陆将军？爷爷，那你觉得陆基胜他人怎么样？夏夏，他人长得俊俏，眼底有活，人品不错，善于揣摩人心，是个聪明的孩子，未来前程也不错，但他心机深沉。夏夏，昨晚的事儿加上他看你的眼神，爷爷觉得不对味儿。爷爷，他看我的眼神像不像锁定兔子的饿狼？像。夏夏，像他这样的人一般不达目的不罢休。爷爷，你别担心，他是个有野心的人，不会做自毁前程的事。什么意思啊？爷爷，我听闻皇上有意把公主赐婚给陆定坤，陆家不会傻到违抗圣旨。夏夏，那你与他的事传到公主耳中，岂不是招祸呀？爷爷，你放心，咱们现在穷乡僻野，传不到公主耳中。待他与公主成亲后，我定会想法子自证清白，撇清与他所有的干系。夏夏，那我去劝劝你爹。哎，别，难得我爹拳爱女之心，要努力考进士。爷爷，你就让我爹去考，咱们等我爹考中之后再解释清楚这些也不迟啊。你这丫头贵得很。爷爷，我奶奶打算用我的婚事逼迫我大哥好好读书，想让我大哥给我撑腰。向你奶奶作风。
林老爷子点头，他一直夸陆将军好。所以咱们俩刚才说的事儿你要保密哦，别告诉我奶奶，也不告诉我爹，等他们考证再说。好，爷爷不说。陆将军，夏夏方才说你有正事要办，怎么还不走啊？我也命人去办了。陆将军，那个，我屋里还有好些东西没搬出来，我这腰……林家爷爷，我去给你办。那就辛苦陆将军。臭小子，想算计他孙女，不让你干点活，那怎么行？主子，我们来帮你。等等，陆将军，我那屋里的东西攒好久，你这些下属看着都……万一给我弄坏了怎么办？你们都退下，我来办。辛苦陆将军。夏夏奶奶经常夸，说你这孩子眼里有活，干活漂亮。又被夸了，姬申脸上露出了愉悦的笑，干活是更加的卖力。林家爷爷，你看看我家主子搬了这么久，额头都出汗了，我干活也很仔细，能不能让我？不能，徐公子，你不合适。林家爷爷，我哪儿不合适？林老爷子捋捋胡须，见东西都搬得差不多了，起身去驴棚把驴给牵了出来，留下徐天行站在原地发呆。为何主子行他不行？他与主子有何分别？他环顾四周，林文耀看他家主子的眼神就好似老岳父看女婿一样复杂。许桃花看他主子忙进忙出，笑得嘴都合不拢，明显很是喜欢。他又看看洗手都在偷笑的林立夏，脑海里总算是琢磨出味儿来，这林家是在考验孙女婿啊。想到这儿，徐天行忍不住笑了起来，他方才的银子没白花。还有没有要搬的？姬慎擦擦额头的汗，朝林立夏走过去。林立夏差点绷不住笑，他着实是没有想到，他爷爷知晓真相后，跟陆基慎也玩起了心眼子，把人当长工使唤。陆将军，东西都已经搬完了，真是辛苦你了，我给你换盆水，你好好洗洗手。看见林立夏脸上的笑，姬慎觉得他方才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他满脸的喜悦藏都藏不住。林立夏喊他洗手的口吻像极了徐老太太喊老爷子呀。他与林立夏共用一盆水，如此亲昵的举动只有夫妻才有吧。他伸手按住盆子，不等林立夏倒水，就将手伸到了还算清澈的水里，顺手拿起林立夏用过的香皂，打上泡泡，放在鼻尖闻闻，看向一脸呆住的林立夏。林立夏，梅花香味的，是我赠你那株红梅做的香皂。林立夏端起盆子，哗啦啦将盆里的水泼到地上。陆将军，缸里还有水。又不是没水，非要跟他用一盆，误会就是他故意造成的。挑水不易。转念一想，这徐老太太也是这样给林家老爷子换水的，他顿时又笑了起来。主子，你可是数万将士崇拜的瑞亲王，你怎能用别人用过的水？主子，您一个人忙前忙后，累得都出汗了，您腿疼不疼？方才忙的时候不觉得，这会儿竟隐隐作痛。林姑娘，我家主子的腿，这要是留下后遗症，以后上不了战场可如何是好？陆将军，都怪我呀，竟忘了你腿上刚好。你快坐下，我给你看看。林家爷爷，你腰不好，怎好这个时候让你劳累？林姑娘，我家主子这一路，他的腿上都是你在看。你之前也说我家主子不宜太劳累。林姑娘，我可以用我的虔诚对天发誓，我家主子长这么大，从未像今天这般劳累过。陆将军，你跟我进来。林家爷爷，你腰疼了吧？我来帮你揉揉。徐公子，林家爷爷，你别担心，林姑娘不是第一次给我家主子揉腿了，不是第一次。林老爷子瞪大眼睛，差点站不稳了。完了，夏夏的名声真的完了。徐公子，夏夏这一路都跟你们陆将军在一起。林家爷爷放心，林姑娘医术得你真传。放心个屁呀！林老爷子的心态都快崩了。你松开我！孩子他爹，你做什么？疼！哎呀，真的疼！哎呀，林立夏，你轻点儿！哎呀，疼！你轻点儿！孩子他爹，这夏夏他揉腿。林老爷子咬牙切齿，一巴掌拍在徐天行的手上，趁着徐天行松手，他大步流星地朝屋内走。进屋看见孙女穿戴整齐，两人同时松了一口气。爷爷，你给我看看，我这个手法有哪儿不对啊？他怎么喊得跟杀猪一样？定是这个臭小子想用苦肉计骗他孙女，被他孙女给识破了。夏夏，陆将军喊得这样凄惨，说明他这个腿伤大有隐患呐。啊，爷爷，那该怎么办？痛则不通，通则不痛。你刚才按的力道不够，我来给他按。看着林老爷子接过林立夏手中的桃木按摩棒，缓缓朝他走来，他赶紧给徐天行一个眼神。林家爷爷，你腰不舒服，怎好再让你劳累？林家爷爷，
你看东西早已搬上车，时间也不早了，咱们是不是该出发了呀？啊，陆将军的腿，林家搬家要紧。虽然疼，但确实好不少。林家爷爷，咱们出发吧。那陆将军，你以后再疼，我再给你按。用桃木做的按摩棒，他还是不要来自讨苦吃的好。看来他以后不能再用揉腿这招了，得换个别的法子。小陆，我看你搬东西的时候，你把披风给脱了，你是不是受寒了，腿才痛啊？小陆啊，等到梅花城啊，我让夏夏给你点个灸棒，驱寒就不疼了。好，陆将军，你等着啊。奶奶，我扶你上马车。好，小陆，奶奶给夏夏做袄子还剩点布料，等会儿啊，用这个红布给你做个护腿，你会不会嫌弃？小陆，夏夏常说红色吉利喜庆，你要是嫌弃红色，不嫌弃，一点都不嫌弃。奶奶，我很喜欢。夏夏，你奶奶胳膊肘开始往外拐了，拐的还算有数。半晌后，林老爷子回头看看锁好的院子门，又看看野梅山的方向，眼底浮现出一丝离乡的忧愁。夏夏，爷爷这一走，不知余生还有没有机会回来。爷爷，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青阳城有更好的资源，咱家考出一个进士的概率更大。爷爷，等咱家考出一个进士，我带你回来修祠堂，到那时咱们也算荣归故里。林家搬家的车队走在最前头，后边跟着基慎的带刀护卫，个个威风凛凛，骑着高头大马，护送着基慎那辆最奢华的马车。浩浩荡荡的车队很是引人注目，村里不少人都笑脸相迎。这些村民本就是得到林家照拂，又白得了5两银子，眼底只剩下对林家的羡慕和感激之情。林家还未发家前，林家吃得很差，但林家村的村民吃得更差。在林立夏的建议下，他特意在用早膳的时候让林立东带着他在村里转过几圈。那时林家村的百姓为储存过冬的粮食，家家户户夏日里几乎都是食野菜果腹。如今他发现村里人的气色比他离开的时候好了许多，他猜想是林家的几个作坊让村民们不再卖粮食换钱，商人重利不讲，但商人也利民。天行，你上来。主子，免礼，坐。谢主子，你有何吩咐？天行，你回京后尽心收集关于商人也利民之论据。主子，你想鼓励经商？天行啊，林家村的变化你我都看在眼里，此乃利民好事啊。主子，想说服朝中那些老顽固可未必容易。天行，你先试试，他们一意孤行，我不介意杀鸡给猴看。主子，论经商，属下认为林姑娘颇有心得，可否向林姑娘请教一下这个问题？合适吗？属下去不合适，主子去很合适。怎么合适啊？主子，林老爷子已经将您视为孙女婿在考验，您迟早与林姑娘是一家人，很合适。基慎的瞳孔放大一瞬，眼底闪过了一丝惊喜。难怪向来和善的林家老爷子今日刻意为难他，原来是将他视为孙女婿在考验，不枉他累出满身的汗呀。基慎摸摸腿上被林立夏用桃木棒按出来的淤青，嘴角勾起了一抹喜悦的笑。所以林立夏是因为羞涩而生气，才会对我下狠手。车子刚进梅花城，已是午时。相公，我二叔呢？在衙门外守着，唉，一整夜没回来。早上我让古明给他送饭，他也没吃。那陈菊花呢？昨晚罗大人连夜升堂断案，已将2人杖刑50棍，据说剩下要等朝廷裁决。林姑娘，县令判刑不得超过杖刑。陈菊花谋杀林产的长嫂，还让林家二叔遭到这样的屈辱，按照龙陵国律法，将他凌迟处死都难以泄恨。一般这样的案件，罗县令要上报他的上级官员或朝廷裁决。交通不便，这样漫长的过程岂不是便宜他？林姑娘若是着急。徐天行看向了一旁假装淡定的主子，我主子有法子，可让他快些服刑。夏夏，不必为难陆将军，50棍的杖刑，无人医治，活着也不过是多受点苦。对，让他先受一段非人待遇，再凌迟。最可恶的是那个奸夫，让我儿受了这么多委屈，也不知道朝廷律法对这样的人会怎么判。娘，那个奸夫也被关在梅花城的县衙，等朝廷裁决。那就等朝廷裁决。爷爷，我去一趟县衙，将二叔喊回来，咱们就走。林立夏戴着帷帽前脚出门，基慎带着护卫后脚跟上。县衙外，林文辉像个木雕一样站在县衙门口发愣，眼神空洞的好似一具行尸走肉，看得林立夏是又气又心疼。二叔，你不要命了？这么冷的天，你想冻死自己，死在陈菊花的前头，二叔你甘心吗？不甘心。夏夏，我昨晚就该杀了他们，跟他们2人同归于尽。
你同归于尽了，那我爷爷奶奶怎么办？也跟着同归于尽？二叔，你蠢死了！你都不知道钝刀子割肉更疼吗？还是说让他在牢里多受点罪再死，你会心疼他？二叔，你知道这个东西的药效？你是现在跟我乖乖回去，还是让我用这个捆你回去？夏夏，我错了，我跟你回去。在那等着，请官爷。使不得呀，林姑娘喊我老简就行。我家大人听见你的声音，让在下邀您进去坐坐呢。简说，我家发生的事儿你都知晓，帮我好好关照关照那个让我家蒙羞的人。林姑娘放心，您不说呀，已经有很多人关照过他了。哦，能让我进去看看不？下官见过陆将军。免礼。姬慎下马走到林立夏跟前，罗大人，带路去见见昨夜的犯人。罗海昌的瞳孔放大，这堂堂陆家二公子竟要陪同林立夏去牢狱那种污秽之地，这样关切的眼神不单是林立夏口中的皇亲国戚的合作伙伴吧？他满脸犹豫，先看看一脸淡然的林立夏，又看看一脸热切的姬慎，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这哪里是合作伙伴呀，这分明是爱慕林立夏。难怪昨日的护卫拿着瑞亲王的令牌让他尽快审案，这陆家二公子为林立夏竟不惜在瑞亲王跟前求这样的恩典，是真的陷进去了。陆将军，梅花城牢狱污秽不堪，怎敢让陆将军去那种地方？林立夏，你想进去看，还是让他将人带出来看？带出来看。罗大人既说牢狱污秽，那定然不好闻。好，去办。遵命。这个皇亲国戚与卢宣伟那个皇亲国戚真不是一个量级的。这个陆将军一个眼神都有一种让他不寒而栗的凉意，这么重的杀气，为何林立夏能如此淡定自如？陆将军，上次林姑娘为镇北军筹集的军粮，下官这段时间又凑集到了一批，您看。年后我命人来接。如此一来，下官能省心不少。陆将军，上次卢宣伟明抢咱们香皂作坊的秘方时，全靠着罗大人不畏强权才护住了秘方。不是你自己不畏强权吗？下官惭愧，主要是林姑娘行事果敢，人又聪慧。罗大人何时来梅花城任职的？回陆将军，下官已经在梅花城任职6年。6年，那是该动一动了。下官先谢过陆将军。这时，衙役拖着像死狗一样的陈菊花，一脸恭敬的复命：大人已带到。林文辉内心的恨逐渐消减了几分，他视线又看向姚世峰，姚世峰狼狈的样子不亚于陈菊花。陆大人，这2人的伤势若不医治，很难活着行刑。你将文书拿来，明日便有处刑结果。陆大人为讨好林姑娘，竟要再给瑞亲王求个恩典，这林立夏了不得呀！下官先谢过陆将军。姬慎没有接，他身后跟着的影中一脸恭敬地接过文书。林立夏愣怔一瞬，看着陆姬慎的眼神很是复杂。草民谢过陆将军，草民谢过陆将军。看着不停磕头的林文辉，林立夏的神情僵住。他知晓，按照这个时代的阶级，他应该也对陆姬慎行跪礼叩谢。他迟疑一瞬，还是很难说服自己行跪礼，便弯腰准备向姬慎鞠躬行礼。林立夏，你不必如此，你我相识微末，我许你一生见到我都不必行礼特权。姬慎这番话一出，率先瞳孔地震的是他身后的护卫。能让主子给这样承诺的人，他们敢肯定未来不会再有。与护卫们同样震惊的还有罗海昌，他一双眼眸盯着2人相握的手，内心很是庆幸他初次到林家时没摆架子，没让林立夏跪过他，的心跳漏了一拍。多谢陆将军，等你成为驸马爷，还望陆将军也别忘了今日的承诺。二叔，我们回家。姬慎僵住，哪儿来的驸马爷啊？都怪罗汉子乱嚼舌根。无论林立夏方才说什么，能让陆将军如此慌乱的姑娘，他以后都得敬着，不能得罪呀。主子，林姑娘他们已经走远了。追，林立夏，我带你骑。你想得美。雪花飞扬，寒冷带着刺骨的冷意如刀割般划过脸庞，那道好似与寒冷世界融为一体的身影显得格外的孤独落寞。青瑶姐姐，不是得感谢一下陆将军？文耀，夏夏说的有道理，小陆啊对立春颇为照顾，你这个做爹的是要感谢人家。陆将军，感谢你对立春的照拂，我干了，你随意。陆将军，你一个打胜仗的将军，不会喝不过我爹这个文弱的书生吧？姬慎也愣住，林立夏可真行，为灌醉他，激将法也给用上了。他肯定是疯了，明明知道林立夏在灌他，却还是很喜欢林立夏为他费尽心思的模样。会，陆将军，刚才夸你喝酒豪爽，你怎么不喝了？林立夏，你这样合适吗？夏夏，这么烈的酒，陆将军已经连着喝了4杯，差不多了。听见林老爷子这么说，林立夏知晓他想灌醉陆姬慎的心思已经被在场许多人都看明白，但转念一想，看明白就看明白，只要他有法子让陆姬慎喝，他能达到目的，还是他赢。
陆基慎爱跟骆子素比高下，搬出骆子素，他就不信拿捏不住他。哎呀，陆将军对不住啊，我以为你长得高大伟岸，酒量很好，没想到还比不上子素哥哥。谁比不上他？满上。豪爽，陆将军，像这样的烈酒，我子素哥哥能喝大半坛呢。大半坛算什么？我能喝一整坛。陆将军对夏夏如此上心，立冬若是能做官，两家门当户对后，这个孙女婿还是很不错的。收孙女婿一根老山参，应该也不算太过分吧。立冬，你一定要好好读书，争取早日做个官。爷爷，你放心，在陆将军的督促下，我一刻也不敢放松。陆将军，你对我学业上的指导，一杯酒难以表达我对你的感激之情。来，我再敬你一杯，请。陆将军好酒量，与我子素哥哥差不多。差不多。陆将军，再敬你一杯，请。主子，你要不要回忆一下你刚才说什么了？我上次与骆子素喝酒时，他喝的是度数很低的酒，我记得他没这么能喝。林姑娘，你莫不是想故意灌醉我家主子，趁机做点什么？做什么？徐公子，以你之见，我能做什么？这不好猜，也不敢猜。林姑娘，你快看，你父亲好似已经喝醉了。不是吧？他算好老爹有3两的量，才3杯就醉了。这一杯酒正好1两酒。林姑娘，你快看，你大哥也好似喝醉了，还有你二叔，方才独自又饮了3杯，也醉了。林姑娘，我家主子整整喝了8杯，8两酒已到了我家主子的极限。不过我家主子身份特殊，他就算喝得再醉，也要强装镇定。听见徐天行这样说，林立夏一脸狐疑地看着陆基慎，四目相视，那双深邃不见底的黑眸好似染上了几分醉意，比过去看他的眼神还要专注，倒是让他看不出对方醉还是没醉。陆将军，你还好吗？疼，很疼。将军，睡一觉，明天醒来头就不疼了。徐公子，对不住啊。不要，林夏，我有正事要与你说。不急，明日睡醒再说。徐公子，咱们香皂作坊合作的事不急于一时。林姑娘，忘记跟你说了，我家主子醉酒之后很固执，他想做的事儿一定要做，关键还忘事。哈，林夏，我有事儿要说，你答应过我的。徐天行憋着笑，看着瞠目结舌的林立夏，他很为难的样子。林姑娘，忘记跟你说了，主子一旦喝醉，手中抓到什么就再也不会松手。这是什么毛病？他算不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奶奶，咱家剪刀在哪儿？夏夏，不能剪。许桃花看出了孙女的心思，一脸心疼的模样。哎呦，这么好的衣裳，剪了浪费。林立夏拧眉，不能剪衣服，也不能将陆基慎的手给砍了，总不能让他一直拽着他吧。想到这儿，林立夏伸手去掰陆基慎的手指，1个手指，2个手指，眼看着快要将自己的衣袖拯救出来，陆基慎反手一握，紧抓住他的手。什么坏毛病？对不住啊，对不住。看着2个人紧握在一起的手，主子终于借酒做了早想做的事。林姑娘，我都说了，主子酒量不好，不能多饮，你非说喝多了睡一觉就没事，现在醉成这个样子，这可如何是好啊？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家主子故意占林姑娘的便宜。哎呀，怎么办呢？难道不是吗？手掌上，陆基慎的大掌紧紧地包裹着他的右手，滚烫的好似暖炉一样，烫得他心中不自在。那给他来一针桃影追魂，等他身子僵住之后强行掰开。哎，不行不行，林姑娘，我家主子明日还有要事，受不住江西毒的药效。夏夏，小徐说的对。哎，夏夏，你扶小鹿去你二哥屋里歇歇，等他睡着了，人放松了，这手啊自然就松开了。林立夏甩了甩姬氏的手，心道他奶奶都不怕他被人占便宜吗？想到这儿，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小身板，否决了这个念头。以陆基慎的身份，什么样的大家闺秀没有见过？为何要啃他这颗青果子？徐公子，扶稳你家主子。林姑娘，你搭把手，帮我扶住主子，千万别用劲挣扎，这个时候摔到主子，我死定了。一进屋，徐天行费力地将自家主子放到床上，给林立夏搬来了个小凳子。林姑娘，你看着我家主子，他喝水，劳烦你给主子喂点水，我去打盆水来给主子洗洗脸。徐天行说完，不等林立夏回他，整个人就跑到外边，顺势还把房门给带上。陆基慎，如今你那个忠心耿耿的下属不在，你落在我手里，你再不松开我的手，别怪我对你不客气。陆基慎抓着的手一用力，将林立夏拉到了自家跟前，迎着朦胧的灯光，气氛有种说不出的暧昧。基慎瞪大双眸，炙热的目光看向林立夏的小脸，明明算不上绝世美人，她为何就是移不开眼呢？
对上了那双深邃不见底的黑眸，李立夏受不住对方眼底的侵略性，他心跳不自觉地漏掉一拍，伸出左手拧上了陆基胜的耳朵，瞪大眼睛威胁道：“陆基胜，看着你这亲昵的眼神，分明就没醉，你快松开我的手！”基胜展颜一笑，仿佛整个世界都为之亮丽，紧盯着林立夏看的双眸，眼底璀璨如星辰，令人失神片刻。林立夏，从未有人揪过我的耳朵，这是夫妻间的亲密。对上那双意有所指的黑眸，登徒子，既然你这么享受，我满足你的受虐倾向。林立夏气鼓鼓地说完，上手直接扯陆基胜的脸蛋，好似在揉橡皮糖。陆基胜只是口嗨，他直接上手揉脸，他不觉得自己吃亏，手感挺软呀。陆基胜，你们世家贵公子的脸用什么保养的？基胜眼底的神情僵住一瞬，这林立夏下手可真狠呀，就像两人初次见面，他喊醒他的方式就是哐哐2巴掌。林立夏，你还揉过谁的脸？林立夏灿烂一笑，又睁开一下自己的手，结果还是没拉动。你独一份儿，也不是谁都有你这堪比城墙拐角的厚脸皮，你快松手，不然你明天可就不能见人了。听见林立夏说他是独一份儿，基胜的脑海里情不自禁地回想起许桃花对林老爷子的下手。林老爷子明明可以睁开，却偏偏假装喊疼，让许桃花怜惜。一开始他不懂，后来看两人相处的日常，他懂了，这就是民间夫妻亲昵的方式啊。林立夏，我脸好疼啊，感觉脸颊都被你拧麻了。胡说，我手也疼，你先撒手我就松手。我手没劲儿。基胜握着林立夏的手，目光灼灼地看着他。林立夏，其实你明白我的心思。明白，你贪图我赚钱的能力，想把我拐到京城给你赚钱，赚很多钱。基胜的神情一顿，这林立夏怎么会这样想他？是因为他隐瞒身份吗？林立夏，陆基胜，你千万别跟我说你看上我这张脸。林立夏打断了基胜的话，还不如你长得漂亮呢。基胜眼底的期待僵住，林立夏为何把他想成如此肤浅的人？陆基胜，你醉啦，你松开我的手，好好的睡一觉，明早醒来咱们还是最佳合伙人，好不好？听见林立夏只承认两人是合伙人，基胜心中升起了一股暴虐，伸手一拉，将林立夏给拽到了怀中，俯身上去，贴上那双他早就朝思暮想的红唇，好似想把人拆骨入腹。林立夏僵住，他被人强吻了。陆基胜这个疯子竟真的下嘴啃他这颗青涩的果子。林立夏是又羞又怒，使劲在那不安分的舌头上咬了一口，看着对方吃痛松开他的间隙，他一巴掌狠狠地甩了过去。登徒子，竟敢占我便宜，我打死你个登徒子！他捡陆基胜当背锅侠，怎料对方对他图谋不轨啊。林立夏，我会对你负责。基胜捂着被打的脸，脸很疼，心却莫名的很甜，竟生不起半分的气。你想得美！林立夏低头狠狠咬在陆基胜虎口的位置。我谁都不嫁。感受到了林立夏的怒火，基胜连忙松开手。为什么？嫁人有何好处？你看看薛静婉，遇人不淑，搭上全家的前程。你再看看周边的男人，没钱没权养不起媳妇，嫁人不过是从娘家吃苦变成到婆家吃苦。林立夏，你嫁我绝不会吃苦。别说太早，像你这样的世家贵公子，有几个后院只守一个女人？我带着丰厚的嫁妆嫁到一个陌生男人家中，你若移情，我和理很难，还得用嫁妆给你养后院的女人，我还不能心生嫉妒，不然一顶不贤的帽子扣下来，连累父兄教女不严，你说我图啥？基胜的神情僵住，原来林立夏小小年纪竟有这么多的顾虑。顺着这个思路，他将前世今生身边的人理一理，绝大多数都与林立夏说的大差不差。这是他第一次正视这个时代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差距。站在林立夏的立场，他有宠他护他的父兄，还有独自谋生的能力，他不像是大多数的女子没得选择，只能嫁人谋生。陆基胜，我不管你是真罪还是假罪，我今天把话说清楚，你我只能是合作关系，你要是敢借用手中强权逼迫我，别怪我报复你。基胜抬眸看了林立夏一瞬，他知道以林立夏胆大包天的性子，他说到做到，与其闹太僵，不如与林立夏保持眼前的关系，徐徐图之。总有一天，林立夏会明白，他不贪图他的钱，只图他的人。想到这儿，基胜揉了揉额头，假装半醉半醒。哎呀，林立夏，我疼，头疼，脑疼，舌头也疼。活该！林立夏狠狠地瞪了陆基胜一眼，也不管对方是真罪还是假罪，只要他别纠缠他。想到这儿，他起身打开门，只见徐天行端着一盆水，好似刚走到门口。主仆两人挺会演呀，狼狈为奸。徐天行的神情僵住，
他看见林立夏涨红的脸，就知晓自家主子借着酒劲占人家便宜了。林立夏能善罢甘休吗？他抬头看向姬慎，看见主子嘴角流着血迹，脸上还顶着个巴掌印。徐天行满脸的不敢置信，这养尊处优的主子竟被林立夏给打了，主子还没有生气。主子，我去给你取兵。不用。姬慎躺平了身体，手摸着脸颊，脑海里回味着方才那一吻，嘴角微微上扬。一巴掌换一吻，是他活该。与此同时，林立夏回到屋里，迫不及待地去漱口，想把嘴里另外一个人的气息毁尸灭迹。他的手情不自禁地捂住唇，脑海里被强吻的画面不停地浮现。他真是疯了，向来洁癖的他竟不觉得方才带着酒香味的吻讨厌。他怎么了？林立夏不敢深究，越想脸上的红晕就不受控制。立夏，听见清幽喊他，立夏赶紧捧起冷水敷敷脸，确定脸不那么烫才开门。清幽姐姐，这么晚你还不睡？立夏，我有解酒药。不用。立夏，我看陆将军对你好似图谋不轨。立夏，天色已晚，你早些休息，我明日再来寻你。清幽走后，近来睡眠很好的林立夏竟破天荒的在床上烙饼。临近天亮，他还没有睡着，心中的顾虑也很多。翻来覆去一夜，林立夏顶着微红的双眸去找陆继慎，门一推，屋里没人。别找了，早上天不亮他就走了，我正好看见。走了？立夏，你若是有要紧事，现在骑马去追还来得及。啊，没什么要紧事。天翔，你不来呢？用不上。那名很妩媚的女子，她挺起胸膛，对自己玲珑有致的身形很是满意。殿下，奴家黎霞前来侍寝。屋内没有一点的回应，黎霞迟疑一瞬，轻轻推门进入，看见床上合衣而卧的姬慎，她眼底露出了痴迷的表情。瑞亲王殿下好伟岸，瑞亲王殿下好俊朗啊！她若能成为瑞亲王的第一个女人，以后的荣华富贵还愁吗？这时，屋内突然窜出一道黄影子，朝她迎面扑来。他噌的一下坐起身子，正好看见老虎将一个红色的身影扑倒，很熟练地按住女子的脖子。看着老虎蠢萌的样子，姬慎的额头满是黑线。什么脏东西都朝爪子下按，脏不脏啊？松开！老虎低呜的声音中带着委屈，好似不明白他为何没有得到表扬。殿下，黎霞怕。立夏，你也配叫这个名儿？她乃紫竹城县令的嫡女，亦是紫竹城第一美女。她得知了瑞亲王在边境从军3年多，身边无侍女无姬妾。殿下饶命！殿下！来人！殿下有何吩咐？将他弄出去洗爪子，洗干净。殿下，他如何处置？拖出去斩了。姬慎揉了揉眉心，有些厌烦女子惊扰他的美梦。梦中林立夏长大了，身穿一袭红嫁衣，好看的耀眼。他看上她上花轿，还没有看见她嫁给他，就被这女子杀猪般的叫声给惊醒，真是讨厌至极。殿下，她好像是紫竹城县令的嫡女。殿下，紫竹城县令为官风评还不错，能不能看在他父亲的面上？他不配叫这个名儿。主子，紫竹城县令姓黎，黎明的黎。主子觉得他名字不好，不如他今日之后就叫李虎。李虎？天行啊，你随意给人家取名字，还能再随意一些不？殿下，李虎知错了，求殿下给李虎一个改过的机会。将他丢出去。徐军师，去给老虎拿点吃的来。殿下，给你点个安神香。不必了，殿下，那我让人给你备膳，再备一壶酒。遵命。今夜值班的人全部罚俸3个月，给老虎加肉。谢殿下开恩。无痕，认命吧。殿下，主子不会一直这么守着吧？紫竹城县令的女儿长得妩媚多娇，他主子竟没正经看一眼。认命吧，不想咱们以后的月俸都喂老虎，这样的事以后还是不要试探主子的底线。我让你拦了，你不拦。你是武官，你不拦，你让我一个文官去拦，合适吗？殿下，回京啊，有人比咱们还急。徐天行失笑。你不怕回京之后天天被主子罚给老虎洗爪子？不能吧。慎儿，你大哥已有嫡子了，你二哥也有嫡女，你三哥身边的2个侍妾也怀有身孕，你身边连个知心人都……母妃，看到您为儿子操劳，儿子很心疼，您喝杯茶润润喉。我的慎儿长大了。母妃，您别哭嘛，您一哭儿臣心疼。好，母妃不哭。母妃啊，儿臣命中有一劫，需要戒色3年才能化解。慎儿，什么劫？慎儿，母妃去求你父皇，让他多寻几个高僧给你算算。母妃，天机不可泄露，频繁算容易把福气算没了。那怎么办？母妃，
那个高僧说，儿臣这次腿伤已经应下一半劫难，只要儿臣愿意戒色3年，劫难自可化解。儿子，你愿意，母妃不愿意呀。慎儿，母妃也想抱孙子。母妃，孙子抱得早，不如抱得好。您再等3年，儿臣一定给你生个乖巧、聪慧、贴心的小孙子。慎儿，你身边那只老虎，母妃，那是守护兽，母妃万不可伤它。不伤，不伤。慎儿，你开府这么久，府中缺什么？母妃让人给你备。母妃，我什么都不缺。妹妹，哥哥给你说个好消息。是卢家的事儿判了吗？妹妹，你怎么知道啊？你猜卢家现在如何？如何？卢信镇那个老东西自裁谢罪了，卢家被罢官抄家，暂时窝在大皇子妃陪嫁的庄子里呢。卢信镇是谁？卢玄伟的爹吗？卢玄伟的祖父。当年卢家与骆家还交好时，卢玄伟的爹卢世美跟我的小姑姑情投意合。然后呢？怎么反目了？后来那个老东西跟我的祖父政见不合，两人谁都不服谁，他就让他儿子另娶了庞然。可恨呐！我那小姑姑对他痴心一片，最后却成了京城的笑柄。我小姑姑一时接受不了，最后想不开就跳河了。卢家太渣了，他怎么能因为政见不合就拆散一对有情人呢？太过分了。不过子素哥哥，你也别气，你看他们这不是报应来了？他们卢家要是不抛弃你小姑姑，肯定生不出卢学伟这样的祸害。还有，你小姑姑也幸好没有嫁给卢家。你看看卢家做的这是人事吗？修缮望龙河这么重要的事儿，他们怎可搜刮民膏、珠宝私囊？像这样的祸害，就应该将他们抄家流放，让他们全家都去挖矿、服徭役、赎罪。妹妹说的太好了，唉，可惜啊，卢信镇那个老东西曾为当今圣上挡过刀子。唉，没流放真是便宜他们了。妹妹，再给你说一件稀罕事儿。什么稀罕事儿？我听说呀，瑞亲王返京，京城不少的女子想攀高枝，前仆后继的朝他床上扑的。你猜发生什么事儿？都被他身边的老虎给扑了。扑瑞亲王的女子啊，都被他身边的老虎给扑了。这老虎听着咋这么像他养的那只老虎？妹妹，你怎么了？错过一次暴富的机会，心痛。妹妹，咱们跟舅舅办的素食面作坊生意很好啊，你家在青阳城的面馆生意也很好啊，咱们青阳城的书铺生意也很好啊，咱们在青阳城的香皂作坊生意也很好啊，这些都不算是暴富。不一样。妹妹，哥哥觉得你变了，当初你赚到100文就开心的欢呼雀跃，如今你赚几万两都没有当初那么开心，你变贪心了。林姑娘，在下奉主子命给您送礼，请林姑娘收下。箱子能装什么呀？赶紧抱稳箱子，去脚下一打滑，整个人朝后仰去。骆子素的这一摔，他手上的2个箱子彻底翻了，一大半都砸在了骆子素的身上。妹妹，快救救哥哥！孩儿他爹，你看，夏夏，谁把金子都锻造成手指头的模样？看着真瘆人。林立夏憋着笑，将地上的骆子素给拉了起来，看向一旁看热闹的影中。顿时林家人全明白了，夏夏，小鹿这个想法，别什么财啊？奶奶是别出心裁。夏夏，这有什么用啊？能带来好运。夏夏，这些金手指你打算？林姑娘，主子这儿还有一封信。说着，影中将信塞到了林立夏的手中，跑得飞快。林姑娘，在家还有要紧事儿。影中，我给你家主子备了一份乔迁回礼。林姑娘，我给主子带回去。你一个人可能拿不了。我不是一个人，我还有2个同伴。林姑娘若觉得人手不够，我还可以调。那你明日来拿可以？可以。林姑娘，在下还有一些要紧事儿。影中，你家主子是不是将老虎献给了瑞亲王？老虎现在确实在瑞亲王跟前。那你家主子是不是升官了？升了几级？林姑娘，要不你有何疑问在信中问我家主子，我怕说的不对回去挨罚。说完，影中一拍马，骑着马快速地消失在林立夏跟前。看来得到的好处不少呀。夏夏，这2箱金手指你真打算留下来？爹，先放我屋里。爹，夏夏收这么贵重的礼合适吗？咱家收的很多了，虱子多了不怕咬，这事儿随你妹妹高兴吧。立冬啊，你拜师的事儿钱先生还没松口。爹，或许拜不成师了。为何？你前几天不是说钱先生对你态度好不少？爹，钱家伯父说拜师就不能做他女婿。做他女婿？立冬啊，钱先生同意将他女儿许给你。爹，我感觉他好似同意了，又感觉差一点。立冬啊，爹现在就去找媒人去钱家提亲。爹，先缓2天，等我再谈谈钱家伯父的口风，咱们一次做到位。好，先缓缓。
夏夏，爹要跟你说。夏夏，爹要跟你说。爹，夏夏都知道这事儿，他出力颇多。我去跟你奶奶说。爹，我奶奶也知道，就我不知道。爹，我爷爷不知道，我二叔也不知道。财神来到我家门，欢天喜地过新年，送你一根金手指，祝你好运年复一年。林文耀揉了揉耳朵，看看捂着耳朵的儿子，父子两人对视一眼，加快脚步逃离现场。屋内，林立夏沉浸在收到200根金手指的欢喜之中，哼着跑调的小曲，看着陆基慎写的信，犹豫再三才拆开。游龙飞凤的好书法，言简意赅地说明卢家的事，并简单地提到2人合作香皂作坊的事。整封信并无肉麻的内容，看得林立夏长舒了一口气，感叹道：唉，果然背靠大树好乘凉。才3个月，鲁基慎的手下竟然把香皂作坊办得有模有样。不过鲁基慎是什么意思啊？光说香皂作坊办得好，又不说送账本给我看，是私吞了我的分红，还是想骗我去京城查账？想到这儿，林立夏脸颊有些发烫，脑海里情不自禁地浮现出被强吻的画面。他使劲地摇了摇头，看看一旁闪着金光的金手指，莫非这2箱金手指就是他的分红？这时，门口响起了骆子素慌慌张张的声音，声音中夹杂着几分兴奋：妹妹，那个骚狐狸来了！什么骚狐狸？林立夏一脸懵住的样子看向骆子素，骆子素手舞足蹈地比划着：就是穿着一袭红衣给你送土豆要这的骚狐狸。段子怀。林立夏的眼眸一亮，赶紧将2箱金手指给藏了起来，眼里带着段子怀缓缓走来。段子怀的脸上带着优雅的笑，周身的气度比之前更好，衬得那张脸更加的绝色好看。林姑娘别来无恙啊！段公子风采更盛。林立夏看得失神片刻，很快便稳住心神。看着林立夏失神片刻，眼底就恢复清明，段子怀眼底的笑僵住一瞬，很快便恢复了平静。林姑娘，听闻你去年出去游学了，玩得可开心？开心，相当开心。林立夏笑得客气不失礼貌，随口与段子怀寒暄道：段公子近来如何？不太好。段子怀好看的眼眸紧盯着林立夏的双眸。林姑娘，你给我供的香皂太少，供不应求啊。听见段子怀把话说得很直白，林立夏笑笑没有接对方的话。段子怀端起桌上的茶杯，优雅地品着茶，好似跟林立夏比耐心。林立夏想起了对方第一次的举动，忍不住笑道：段公子，你这回打算喝几壶茶？段子怀端着茶杯的手一顿，优雅地放下手中的杯子。林姑娘，你之前说的话还作数不？自然作数。林立夏端起茶杯，藏住心中的惊喜，静等段子怀先开口。林姑娘，在下又运来一些土豆和药蔗。段子怀看向林立夏道：之前运到梅花城，才知道你搬家，我又运到青阳城来。走，去看看。林立夏知晓段子怀铺垫这么久，就等他这句话。他起身看向一脸期待的骆子素，2人对视一眼，点头。林姑娘，请。段子怀优雅有礼。林姑娘，几个月不见，你长高不少啊。这话我爱听。林立夏笑得一脸灿烂，走路的时候特意走在骆子素的另外一侧，与段子怀保持一定的距离。立夏，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清幽姐姐，你有空不？林立夏挽住清幽的胳膊。去段公子家看看他带来的土豆和药蔗。我与你一同去。林立夏在林家门口环顾一周。段公子，你的马车呢？不用马车，那儿就是我家。你是怎么买下这套小院的？骆公子，我这套小院买得早，幸运。段子怀笑得一脸优雅。林姑娘，没想到咱们这么有缘分，我随意买的小院竟然隔这么近，这是不是叫近水楼台先得月呀？段公子，世间哪有那么多巧合？林姑娘，竟被你看出来了。段子怀刻意释放的男性魅力，一颦一动都好似训练过一样，好似刻意用美男计引林立夏乱心神。林立夏的嘴角狠狠地抽了一下，很想问问段子怀，他是不是与异性谈生意都用这一招？骚狐狸，咱们丑话说在前头，你想与我们合作生意可以，你敢居心不良打妹妹的主意，你可别怪我3脸不认人，让你出不了这青阳城。是南溪城那边的小曲吗？是南溪城小曲。林姑娘，意下如何？那就听听看。听见林立夏松口，段子怀眼底的笑容更加的勾人。几人刚落座，就出来几个长得很有异域风情的美女，穿着露腰舞裙，踩着小碎步，一跳一扭的登场。
哈哈哈！好，跳得太好了，上！林姑娘，喝茶。段子怀举着手中的茶杯，笑盈盈地看着林蜜夏。妹妹，你快帮哥哥看看，他们哪个长得最美啊？都很美。段公子，这几位漂亮的小姐姐不是龙鳞国的姑娘吧？她们来自凤麟国。凤麟国？段兄啊，怎样才能弄来这样的美人啊？段子怀眼底的笑意越来越大。这个骆家纨绔这会儿不喊他骚狐狸了。洛兄，你若喜欢，我将他们都送你也不是不行。那怎么行？君子怎能夺其所好？妹妹，哥哥真的喜欢。子素哥哥，我想起还有点要紧事儿。妹妹，骆家纨绔，你走不走？不走，是不是又想尝尝我的手段？林姑娘，你多给我配1万块香皂，我就将这几位舞姬赠送给洛兄。可以，区1万块香皂，我可以做。子素哥哥，快走！段公子，我们先告辞。子素哥哥，那个姓段的一看就目的不纯，谁知道他那些美人是不是细作？细作？妹妹怀疑美人是细作。子素哥哥，你想想看，你把这些美人带回骆家，他们若是细作，骆家会不会被有心人栽赃通敌？会，肯定会。姓段的骚狐狸，敢给哥哥下套。妹妹，你别拉着我，哥哥回去揍死他。林蜜夏看看自己空空的手，他没拉呀，他便宜一兄何时学会装腔作势了？妹妹，你别拦着我。哎呀，陛下，我们回屋，让这个纨绔自己玩。担心便宜一兄色迷心窍，林蜜夏临转身前又佯装气愤地说道：子素哥哥，那个姓段的肯定是看出你有才华，是龙鳞国未来的栋梁之才，才故意下这么大的套害你。妹妹放心，哥哥绝对不会给他这个机会。陛下，他什么时候才能反应过来你方才的话在哄他？也不全是哄他，其实子素哥哥很聪明，他是蜜罐里泡大的孩子，没有什么心眼儿，又没有把聪明用在正处。清幽姐姐，子素哥哥的哥哥据说是个天资聪慧的少年，他年少成名，是个优秀到许多人都忍不住拿出来激励自家孩子的人。子素哥哥成长在这样的骆家，应该从小没少被拿出来与他哥哥比较。其实他的压力应该也不小，他需要一些正向的认可。当这些正向的认可积累到一定程度，成为他努力的内驱力，我相信他终有一日会成为栋梁之才。这时，偷摸追上来的骆子素正好听到了林蜜夏这番话，激动的眼眸泛起了水雾。他知道妹妹在哄他，用他祖母的话说，从3岁小孩到60岁老人都喜欢听好听的话，他亦不例外。可他却不知，妹妹竟如此了解他，还对他的评价如此之高，这让他觉得不努力读书都对不起妹妹对他的期待呀。回去温书，这次争取考出一个好成绩。你以后肯定很会教小孩。我不会。林蜜夏的瞳孔放大一瞬，心生警觉，他未来二嫂是什么意思？他可不当德华呀，他招架不住呀。他娘去世的早，奶奶年纪大，他帮着大哥二哥娶媳妇儿可以，让他给大哥二哥带孩子，这是万万不能的。清幽姐姐，你帮我探探钱家姐姐的口风，她对我大哥怎么说？我才问，他就羞得满脸通红。那你看我大哥有机会吗？有，我虽没问出他对你大哥什么心思，却问出他对他之前的未婚夫是深恶痛绝。说说看。他说推他婚事的未婚夫是刑部侍郎的嫡次子，这身上也仅有个秀才功名。以前钱家伯父还是御史大夫的时候，他那个未婚夫一家人可讨好他们钱家了。可钱家伯父被罢官，他那个未婚夫翻脸呀比翻书还快，生怕被钱家连累，给他扣上了一个克妻的恶名，然后趁机就把婚给退了。什么人啊，背信弃义不说，还给人泼脏水，畜生不如。就是畜生。这钱姑娘的大哥死在赈灾中，二哥死在劫匪手中，最后脏水都泼在他身上，说他克妻。无稽之谈。林蜜夏狠狠地灌下一杯茶水，有些心疼钱多吉。有福之女不进无福之家，他那个前未婚夫人品不行，将来成就也好不到哪儿去。立夏，我明日就将你这番话说给钱姑娘听。不用，我已听见。听见多少？钱姑娘，不怪清幽姐姐，钱家姐姐，是我让清幽姐姐去打听你的心意，我大哥心悦你。立夏，我找你有别的事。钱家姐姐，这里没外人，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你要是瞧不上我大哥，我去做我大哥的思想工作，以后让他尽量避开你，也不影响咱们俩的感情。我没有，你大哥人挺好。钱家姐姐，你不嫌我大哥高攀你，我去请青阳城的县令做媒，绝不让你在这门亲事中受委屈。请青阳城县令做媒？对，青阳城的新县令与我有旧，
邀罗海昌给他大哥做媒，那个八面玲珑的人精应该是很乐意的。钱家姐姐，你意下如何？立夏，你不怕我克亲？我们兄妹几人自幼丧母，按照他们的谬论，我们兄妹是不是也克亲？胡说！钱家姐姐，这么说你不想我大哥克亲？立夏，钱家姐姐，这书是……立夏，我写的花本子。大哥，你何时学会喜怒不动声色，我就去找罗县令上门给你提亲。爹，夏夏的话你听见没有？仙姑娘同意这门亲事。立冬啊，夏夏还说，你何时学会喜怒不动声色，他才会邀请罗县令去钱家给你提亲。立冬，应钟。应钟。次日，应钟走到林家门口，正要敲门，就看见门从里面打开。应钟，你教我如何才能喜怒不动声色，让人猜不出心思啊？没发烧啊，怎么说胡话？他是暗卫转明卫，他的面无表情都是长久的血雨腥风中锻炼出来的，这让他如何教？应钟，你不在的这段时间，夏夏可是又弄出好几种零嘴，我敢保证你肯定没吃过。只要你教我如何面不改色，我可以把我那一份拿出来让你吃个够。林公子，我在青阳城待不了多久啊。没关系，你把诀窍写下来，我自己慢慢练习。林公子，我每次想大笑时或者想大怒时，都会深呼吸，让自己放松，尽量保持情绪的平稳，脸上就不会让人看出喜怒了。林公子，秘诀我已经跟你说了，剩下的呢要靠你自己多练习了。你说的零嘴什么时候给我呀？我现在去给你拿。林家爷爷，你这是做什么？要不要我帮你挖？是应钟啊，不用你挖，你朝右边走。我家夏夏备下好多回礼，一直在等着你。林家爷爷，那你忙。林姑娘，应钟，这些都带回家会不会很麻烦？不麻烦，不麻烦。林姑娘，这好像是书。对啊。林姑娘，她怎么在这儿？不知道她的目的是谁，你能帮我查查她的来历不？好。林姑娘，方才离去的那辆车装得很满，全部是香皂吗？段公子是要出去吗？哎呀，好困呢，该睡午觉了。妹妹，你在这儿做什么？看谁呢？子素哥哥，你书温习的怎样？哥哥一旦认真起来，那温书有如天助，考举人手到擒来。子素哥哥，这是你血脉中的读书天赋被激活了，等你考中了状元郎，咱们书铺的生意肯定更好。妹妹，哥哥去温书。子素哥哥真有上进心，我等会儿让庄妈妈给你炖个汤补补身子。好啊。大哥，你看子素哥哥多用功，你的书问的怎么样？这次有没有把握考中举人？夏夏，我比他更早开始努力。这么说你很有信心？夏夏，你看我已经学会喜怒不动声色，你是不是该兑现承诺？爹，你看大哥他学废了没？夏夏，爹还有最后一场考试，爹先去温书了。大哥，你说咱爹这次能考中秀才吗？不好说，爹前2次都考得挺好，只要3日后最后一场考试他不生病，他应该能够达成所愿。考秀才就达成所愿？夏夏，咱爹说他能想到送你最好的吉吉礼，就是让你成为秀才的女儿。夏夏，你看大哥练得怎么样？不怎么样。大哥，让你学习喜怒不形于色，不是让你练习面瘫，而且你想要走官场面瘫不讨喜的。那练什么？大哥，你去拿根筷子咬在嘴里，咱们练习天塌下来你都能笑着应对的从容。筷子咬到嘴里？大哥，我方才的样子你记住没有？是不是笑得很自然？对，就这样，保持住。是不是笑得很自然？对，就这样，保持住。你们在做什么？练习笑容。钱家姐姐，我大哥太容易喜形于色，我在练习他做个笑面虎。立夏，笑面虎是骂人的。钱姑娘，夏夏是想让我做个让人猜不出心思的人，我不是真的要做个凶狠的笑面虎。我知道你不是凶狠的人。哎呦，这就开始虐狗了。林立夏瞪大了吃瓜的眼睛，看看自家大哥，又看看钱多锦，突然升起了一个念头，他是闲疯了才会亲自监督自家大哥呀。钱家姐姐，俗话说得好，伸手不打笑脸人。我大哥日后做官，带有亲和力的微笑就是他以后的保护色，你帮我监督他好不好？殿下，听闻皇上要给我个公主赐婚，是你说服皇上打消念头？为什么？公主骄纵不适合你。骗人！你分明不想让我成亲。尚书家千金长得容貌倾城，荣将军千金英姿飒爽，御史家千金性子温柔贤惠，一个个都是京城难得的良配。你为阻扰我婚事，你派人偷袭人家媒婆，短短3个月
全京城的媒婆都被你祸害一个遍。现在媒婆一听说陆家要说媒，跑的都跟长了翅膀一样。殿下，是您要戒色3年，应该不会要我陪你戒色3年吧？女色无事，你年纪尚轻，应该将心思放在正事上，多为百姓谋福利。又借用他名头做什么？陆定坤心生警觉。殿下，咱们要攻打凤鸣国吗？打打杀杀的，劳民伤财。二表哥，望龙河重建的事情，本王需要亲自走一趟。阻挠他婚事，还拉他去青阳城那种穷乡僻壤去监督重修望龙河，他怎么摊上这么个表弟呢？好想打人啊！殿下，我是武官，你让武官去监督修望龙河合适吗？二表哥，你负责本王安全，好事多磨，你再等等，等熬过这3年，你想娶谁就娶谁。真要等3年？殿下，再等3年，人家天行的孩子都会喊爹了。本王把虎啸国进贡的雷霆剑赏您。雷霆剑赏我？殿下，您这次监督修缮望龙河之行，属下定会寸步不离，绝不让歹人靠近您半分。寸步不离倒不必。那你的婚事，殿下都没成亲，属下对殿下忠心耿耿，怎么好抢在殿下前头成亲呢？殿下，属下陪您戒色3年。姬慎眼底的笑意很浓，这个时候筹备，他应该能赶上林立夏的吉吉礼吧。子伯哥，这样的话，你在我面前说说就罢，日后切莫再提起。林姑娘那不是骆子素能惦记的。子伯哥，我会看着骆子素，不让她惹祸。无痕，帮我带一封信给她。那太好了，有子伯哥写信约束她，我也能省劲不少。刚到家门口，就看见一个身形娇弱的女子拉着陆家门卫哭哭啼啼，听着好生可怜啊。陆二公子，这位林姑娘自称是您的救命恩人，闹着非要见您。林姑娘，林家村林姑娘。你是陆定坤？林小雪是满眼的震惊，眼前的人是陆家二公子陆定坤，那陆家帮立夏烧火的人又是谁？他整个人瘫软在地上。自从龚行泰被外派至南西城做县令，他留在龚家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上个月他九死一生的生下一对龙凤胎，男孩刚生下来就被薛金丸给抱走，给他留下一个羸弱的女婴，他自己连饭都吃不饱，奶水也不足以喂养女婴。他去哀求公母，公母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他还活着，剩下的他怎么被搓磨都一概不管。他实在是活不下去了，才想法子逃出了龚家，求助到陆家，希望陆定坤能接济他一二，或者帮他给娘家人送个信。可眼前的陆定坤不是林家救助的那一个呀，他又该去求谁呢？陆二公子，有人冒充您的身份，欠下我们林家救命之恩。闭嘴！来人呐，备个软轿，让他送到瑞亲王府。瑞亲王府？林小雪震惊地瞪大双眸，难道真的被大人说对了？当初在林家抢着给立夏烧火的人，竟是龙鳞国最尊贵的瑞亲王，这怎么可能呢？堂堂的瑞亲王怎么会让立夏当做长工一样使唤？又是默书，又是写画本子，这个世界是疯了吧？他错过了什么？这轿子外真正的陆定坤一脸嫌弃又一脸恭敬，护送他朝瑞亲王府走，他心中悔得肠子都快青了。当初他若听林立夏的话，主动攀附的是瑞亲王，他生下的孩子就是皇家血脉呀。行差一步毁一生。林小雪想得正入神，软轿抬到瑞亲王门口停下，刚站稳身子，就看见云无痕迎面走来，连一个眼神都没有看他。无痕，要不要比一比啊？陆定坤一脸炫耀的模样，走到云无痕跟前。陆定坤，这不是虎啸国进贡给殿下的雷霆剑，怎么会在你手中？不给你摸，除非你能打赢我。你看我傻吗？不比就不比。无痕，林家姑娘我送到这儿，剩下你给殿下送进去，领赏算你的。林家姑娘？陆定坤，你不想活了吧？你竟敢把这个脏东西弄到殿下的王府？脏东西啊，不是殿下的救命恩人，不是他。拉扯之间，两个人打了起来。几个回合，云无痕便败在了雷霆剑下。你来做什么？严将军，我在龚家活不下去了，求你看在林家救过你主子的份上。林家救过主子，与你何干？你还不知道？你并非是林家的血脉。你胡说！我跟你解释这个做什么？将这个脏东西丢出京城。我不，我要见瑞亲王。堵上嘴，丢出去。两个随从对视一眼，一人脱下一只袜子，手脚麻利地塞到了林小雪的嘴里。动作快点，别惊扰殿下。另外，你们记住这张脸，只要他出现在王府附近，速速给我丢出京城。遵命。林小雪，管好你的嘴，
若敢在外面胡言乱语，乱棍打死，丢到乱葬岗。眼前这个冷酷无情、发号施令的云无痕，是那个在林家劈柴挑水的人吗？老天爷呀，他错过了什么？记住没？带走。随从便骑着马，提着林小雪，好似提着鸡仔一样，纵马朝城外的方向跑去。吴涵，快跟我说说林姑娘。想听啊？那你把这雷霆剑借我。想得美。陆定宽，你不怕下次再犯忌讳？吴涵，让殿下惦记的林家姑娘，是不是此刻就在青阳城啊？是啊，殿下自己想尽法子去见他心爱的姑娘，却处处阻挠我成亲，所以雷霆剑是补偿，真惨呐！殿下，方才有位林姑娘来寻你，云无痕直接让人将姑娘给丢出京城外。哎呦，那个自称是您救命恩人的姑娘，哭得真惨呐！殿下，是哭唧唧的林小雪。殿下，要不是属下来得及时，陆定坤就将人送进您府中了。殿下，属下不知这个林姑娘不是您惦记的林姑娘啊，她知晓本王的身份。殿下，属下已经警告过她，她应该不敢乱说话。这谁知道呀？云无痕，我看呀，你是近来被女色所累，武功退步了，考虑事情也不周全了。他返京后连女人的手都没摸过，何来被女色所累？殿下明鉴，属下对您忠心耿耿，心中只有您的安慰及国事，绝无贪恋女色。殿下，他说的话不能信，除非呀，也能让他戒色3年。好啊，果真是在报复他。殿下明鉴，自从知晓您命中有一劫，属下就决定与您一同戒色3年。无痕忠心可见，无痕派人去盯着林小雪，她敢乱说话，杀无赦。遵命。这下你满意了？满意。主子，属下邀请10个全福老人，合绣一个全福屏风，很适合林姑娘的吉吉礼。无痕，你这次差事办得不错，想要什么去本王司库选。走水了，隔壁的小院走水了，快起来救火！着火了，快起来救火呀！爹，哪儿着火了？爹，这好端端的，隔壁怎么会着火呢？不知道啊，我起夜发现不对，就赶紧喊了。谁烧了陆继慎的小院？子素哥哥，着火了！哪儿着火了？陆继慎的小院着火了。子素哥哥，你快穿上衣服，你熟悉隔壁布局，这次救火就靠你指挥了。妹妹，哥哥没有指挥过救火呀。咱们先想法子把隔壁的大门撞开。妹妹，现在燃烧的位置是柴房，看这么大的火势，应该控制不住了。妹妹，让它烧吧，等烧干净了，没有东西再烧，火势自然就熄灭了。若是风向变了呢？那就会连林家一起烧了，赶紧救火！陆定坤的房子随便烧，万不可波及到妹妹家的房子。子素哥哥，你想想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快速的进入隔壁？地窖，我舅母说这2套小院的地窖是连在一起的。对对对，2套小院地窖确实连在一起。快救火！妹妹，这边有一口井。哎呦，这哪个王八蛋放的火呀？别给我抓住，我扒了他的皮！王八蛋，有本事等陆继慎在的时候放火呀！有本事去祸害陆继慎，折腾林家老小算什么真本事？王八蛋，不敢硬刚陆继慎，竟然背后使坏！就是王八蛋，这就我什么时候是个头啊？除非老天爷下一场大雨。要下雨了。下雨好，希望是瓢泼大雨。深更半夜的，莫不是山匪？山匪不敢这么猖狂吧？不管了，先躲进地窖。主子，有人把你房子烧了，快出来，自己人！只见云无痕纵身一跃，就从院子外头跳到了院子里。林姑娘，你们这是在救火？对呀，你们带来多少人？快去救火！我们忙活了几个小时，要不是一场天降大雨，你家主子的院子要被烧光了。乐傻子，怎么回事？我怎么知道？谁知道陆定坤惹到哪个王八蛋了？火不是你放的？云无痕，分明是陆定坤那个王八蛋得罪人了，被人放火烧院子，差点连累妹妹家。我们累死累活的在这儿半夜灭火，你竟敢怀疑是老子放的火？老子要想放火，一定会选择陆定坤在的时候放，要烧就烧死他。老子才不稀罕烧一套破院子呢！你凭什么怀疑老子？林立夏提着桶瞥了他一眼，连热闹也不看了，转身就走。余光看向林立夏的背影，这林立夏是在生气吗？还是在故意避开他？解气没？滚！小仙，罗傻子，我错了，我给你赔罪，滚开！老子就不敢救火。妹妹，咱们回家。好，回去先煮个驱寒汤。好，哥哥给你烧火。积慎凝眉，他不在这几个月，洛寒子都住在林家吗？还学会了烧火？我寒，洛傻子，我这有子伯哥写给你的信。信？我寒，我大哥他还好吧？好，酒量都见长了。哎呀，不行，现在雨太大，信掏出来就被雨水淋糊了。洛傻子，这儿还剩一间屋子，咱们去？不去，刚烧过的院子臭死了，去林家我屋里。好你个云无寒，你又故意拖着我，让陆定坤去接近妹妹。哎呀，洛傻子，你在说什么？我知道你想家，临行前特意去洛家。这份书信你不想看了？跟我来，火烧的挺旺。陆定坤打仗厉害，怎么烧火也比他娴熟。
他至少要点2把干草，才能将林家厨房的火给烧旺。云无寒，他在镇北军中是不是要经常烧火啊？镇北军中谁敢让殿下烧火？也就只有林立夏敢让殿下坐在灶台前干烧火这等粗活。不经常烧火，还烧得这样旺，肯定是他烧火有天赋。殿下心那么热，火能烧不旺吗？为了早些见到林立夏，殿下差点把瑞亲王府的骏马给跑死。可怜他们这些护卫殿下安全的人，跑马累得大腿根生疼啊！你们无事？这2人要站在厨房门口看多久？有事，洛傻子，咱们去看戏，我再给你讲一讲京中的趣事。好，快给我讲一讲卢小伟的状况。他呀，好久没在街上看见他了。姑娘，让我来，你去换一身干净的衣裳。庄妈妈，我爷爷他怎么样了？姑娘，老爷子一连打了好几个喷嚏，我已将他扶到屋里。严墨和严厉在服侍老太太换衣裳。驱寒汤我已经放好料了，让他烧火多煮一会儿。我们都去换一身干净的衣裳。姑娘，这合适吗？他听见骆公子喊烧火公子陆定坤，那可是陆家的贵公子呀。姑娘怎敢把人家当长工使？庄妈妈，锅里也有他以及他的下属要喝的驱寒汤。林家出食材出场地，他付出劳动力，很公平合理。1炷香过去了，2炷香过去了，锅里的驱寒汤已煮好。姬慎将灶台里的火焰熄灭，还不见林立夏回来。陆将军，驱寒汤煮好了没？我先给姑娘盛一碗，她好似发烧了。林立夏发热了。陆将军，你别急，这男女授受不亲，你等等我。姬慎脚下一顿，江山和美人他都要，林立夏迟早是他的人，何来的男女授受不亲？说李太医来一趟林家。主子，李太医现在应该还在紫竹城附近才是，怎会如此嘛？你带人把青阳县所有的名医都请来。遵命。林立夏，你如何？姬慎推门而入，看见了林立夏的背影，他慌忙冲上前，手摸上了林立夏的额头。你做什么？林立夏，你发热了。我知道，送你的礼记和君子之道你都看了。林立夏，让我摸摸你的额头。有什么好摸？你摸摸能退烧，我让你手长在我额头上都行。林立夏，我帮你点燃艾灸棒。不用，我已经弄好了，你去安置你带来的人。姑娘，喝碗驱寒汤。哎呦，小心，有点烫，放在这儿凉凉。庄妈妈，你去看看我爷爷还有我奶奶的身子骨怎么样？好，陆将军，你站在这里不合适。林立夏凝眉，对陆基慎吓唬林家的下人很是不满。陆将军，为了给你的小院灭火，林家全家淋了大半夜的雨，能不能劳烦你去看看我爹怎么样？我也让影中去请大夫。好。林立夏对他已经开始有女儿家的羞涩了，这是好兆头呀。林立夏，驱寒汤的温度刚刚好，可以喝了。好。林立夏，让我来。你房子都被人点了，还有心思笑得出来？去烧点热水来。林立夏，听说林家隔壁搬来一个长得很俊俏的公子。你说段次怀？你怀疑这把火是他放的？姬慎的神情一顿，林立夏叫得这么亲切，是与那人关系很好吗？你俩有什么仇怨？展开说说。你与他关系很好。姬慎凝眉，心中隆起了一片阴霾。提到姓段的，林立夏怎会如此兴奋？算不上好。陆基慎，你只管说，我大概率会站你，我帮亲不帮理。站我帮亲不帮理？哎，你俩什么仇怨？主子，属下去的时候，林家的下人已经烧好了开水。给我，你退下。遵命。纵身一跃，跳到屋顶，忍不住又回头偷看。林立夏，喝点热水。好，你还会这个？给奶奶学的。你学习能力挺强呀。林立夏，你快点喝，我再给你倒一杯。正想说他喝不下，外边传来啪啪的一声巨响，好似什么重物跌落的声音。只见刚才送热水的护卫疼得一脸狰狞的从地上爬起来，还没站稳身子，就被好几片跌落的瓦片砸在了身上。哎呀！若非主子给林姑娘倒腾热水的举动让她太过震惊，她也不会脚下一滑就失了分寸呀。属下应承之错，请主子责罚。哪个王八蛋干的？骆子素鞋子都没有穿好，跑得一脸绯红，走路还有点一瘸一拐的。他看看地上跪着的影城，还有屋檐上掉下来的瓦片。陆定宽，你让你护卫在老子房顶做什么？影城爬洛憨的房顶做什么？影城怎么回事？陆定宽，老子为救你的破院子淋雨忙活了大半夜，老子都累得发热了，你还想让你护卫对老子做什么？姬慎的神情一凝，恨不得命人堵上骆子素那喋喋不休的嘴呀。子素哥哥，你发热头疼不？骆子素点点头，一脸委屈的模样，摸着大腿根跟林立夏诉苦。妹妹，哥哥头疼得昏昏沉沉的，连家书都来不及看，睡得正沉呢，一块碎瓦片就砸在腿上，疼死我了。最可气的是，瓦片再砸偏一点儿，就砸到他命根子了。那是真的好可怜。陆傻子，你发热不好休息，跑到这儿发什么疯？滚开！骆子素一脚朝云无痕踹过去，想着影城归云无痕管，他心中的火气更大了。老子说了，不是老子烧的院子，你们为何不信呢？我没不信啊。那他为何在老子屋顶还用瓦片砸老子的腿？影城，
怎么回事？云无痕的眼眸一寒，看看影城，影城又打了个冷战。不是吧？他听个墙角，一下得罪这么多人。属下知错。云无痕看看低着头一脸认罚的影城，又看看地上的瓦片，他纵身一跃，跳上了瓦片掉落的屋顶。向下看，正是骆子素的床。影城不会闲到看骆傻子睡觉。向远看，正是林立夏的房间，那就是影城偷看主子滑下了屋顶。理清了关键后，云无痕眼中满是好奇地看向自家主子，这主子是做什么了，竟将影城震惊地摔下屋顶？无痕，你处理。姬慎果断地将难题丢给了云无痕，深深瞥了一眼骆子素。林林夏，你还在发热，我扶你进屋继续艾灸。不急，子素哥哥，我煮了驱寒汤，我去喊庄妈妈给你盛一碗。妹妹，你也发热了？他下意识想伸手去摸，却被2只手同时挡住。姬慎眼眸冷冽地看着骆子素。骆憨子，你礼记白学了。林立夏一愣，这陆姬慎还真是双标呀，他自己摸他额头的时候就忘记礼记了。还不走？主子息怒，骆傻子发烧烧糊涂了，属下现在就带他回屋，给他喂驱寒汤，顺便给他念一念礼记。林立夏一愣，这样的发小他怎么就没有遇见一个？尹成，速速修好房顶，另外罚俸3个月赔偿林家。那我呢？他砸到老子就不用赔偿了，我赔偿你啊。骆傻子，等你回京，我给你买京城最好最贵的酒，要连买3个月，可以。我看你精神挺好，回屋看信吧。行，那就看看。林立夏，你发热不难受？难受啊。我看你兴致很好啊。羡慕，好羡慕子素哥哥有这么好的发小。什么叫发小？就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拥有许多共同的回忆，关系亲密而持久，就像子素哥哥和袁将军这样的。听完林立夏的解释，姬慎的嘴角勾起了一抹嗤笑。骆子素有云无痕这样的发小确实是幸事，但云无痕有骆子素这样的发小未必是幸事。这些话他说给林立夏听，以林立夏护短的性子也未必爱听。林立夏起风了。是有点凉。回京自己去领20军官。谢主子开恩。影城抬起头，满脸的欣喜。属下这就想法子修好屋子。还有隔壁的小院要修缮的给这边一模一样。影城身子轻颤一下，不是吧？他就弄掉了几片瓦，搭上3个月月俸，还要贴钱给主子修缮小院，还让不让人活了？主子，属下积蓄不够。姬慎的脚下一顿，深深地看了影城一眼。他像是那种压榨下属积蓄的主子吗？找账房支银子。谢主子开恩。影城激动的声音都带着笑意，纵身一跃跳上了屋顶。因为动作太猛，又不小心踩落一片瓦片，瓦片啪的一声掉在地上。很快，屋顶的破洞传来了骆子素愤怒的叫骂声：“又砸老子，你有完没完？”对不起，对不起。影城趴在破洞处连连道歉：“我研究一下怎样修缮。”话音刚落，又不小心踩落了一片瓦片。屋内的骆子素是彻底的坐不住了。云无寒，我不住在这儿了，我要你送我去舅舅家，现在立刻马上出发。骆傻子，你等一下，我去向主子告假。去吧。谢主子恩典。骆子素气得跳脚：“好你个陆定坤呐，你为赶我走，故意让你的属下用这种阴招。骆傻子，你别胡说，主子想要你的命都不过一句话的事儿，怎么可能会这么费劲呢？”骆子素满脸的不敢置信，云无痕是不是太抬举陆定坤了？他好歹也是帝师的孙子呀，就算贵为皇子，想要他的命也要掂量一下有没有法子全身而退。区区一个陆家的2公子，又不是当朝满身战功的睿亲王，怎敢如此嚣张？骆傻子，我给你看信。我弟子素亲启，为兄为你这段时间的表现感到骄傲。云无寒，你看见没？我大哥说他为我感到骄傲，这还是他第一次这样说呢。骆傻子，你再看看子波哥还说什么？前段时间祖父去了趟玲珑寺，带回了高僧解签，说青阳城望你，为兄和祖父都相信你在青阳城继续读书，定可考中举人。吾弟，为兄和祖父都在京中盼你中举人，扬眉吐气的回到京城。吾弟，你远在青阳城，为兄只担忧一件事，切莫招惹睿亲王，切莫得罪睿亲王，切莫激怒睿亲王。骆子素眼中的笑僵住了，一脸懵地看向云无痕。我大哥他这是什么意思啊？云无痕一脸的期待，他刚才把话说的那样直白，加上子伯哥这封信，骆傻子应该能悟到主子的身份吧？我与睿亲王又没交集，我大哥怎会连着3次提到睿亲王啊？云无痕扶额，他就不该对骆傻子的悟性有太高的期待呀，真是愁死个人。你再想想。骆子素满脸的疑惑，脑海里一亮，陆定坤一个武将不会平白无故来青阳城的。对，
云无痕一脸的期待，目光灼热的看着骆子素。然后呢？瑞亲王要来青阳城，莫不是瑞亲王还记恨我幼时打过他的事儿？云无痕神情一凝，对骆子素的悟性是彻底不抱希望了。唉，骆傻子，喝点水，有点热。骆子素接过杯子，刚抿一口就放下杯子，脑海里还在琢磨他大哥为何在信中强调3次瑞亲王。他发热又头疼，脑袋昏昏胀胀的，越琢磨越头疼。他揉了揉后脑勺的位置，索性不去想这些不开心的事儿。这时屋顶又啪的一声响，上面又掉下来一块瓦片。骆子素吓得一激灵，猛地站起身。我走，这个破地方住不成了。云无痕抬头看向了屋顶的破洞，正好看见影城一脸做错事的窘迫模样。你要带什么？哪些都不用收，我舅舅家都有信的，只带说开门。他难得趁陆基慎跟他下属说话的时间，率先跑进屋，把门给拴上，说什么也不能让他再进来了。林立夏，你在发热，将自己一个人关在屋里，若是没有若是，你别管我的事，赶紧想想你今天住哪儿。对呀，你院子烧成那样，肯定是不能再住人了。陆定宽，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帮你安排一个住所。哦，什么条件？基慎扫了云无痕一眼，眼眸冷冽地看着骆子素，这骆憨子又想做什么？骆傻子，你不是说要跟林姑娘打个招呼就走？别急。骆子素睁开了云无痕，朝着基慎的方向走去。见状，云无痕刚想拉住骆子素，就被主子的眼神止住。陆定宽，听说瑞亲王要来青阳城了，你肯定熟悉他的行程安排，只要你实时把他行程告知我，我给你在青阳城找个住所。子素哥哥，林立夏打开门，披着一件长披风，一脸无语地看着骆子素。你打听瑞亲王做什么？避开他。妹妹，瑞亲王那个心眼小的，他还在记恨我幼时打过他的事呢。哥哥想过了，只要避开他，他就没有机会找哥哥不痛快。见骆子素当面编排他心眼小，基慎眼底的神情是越来越冷。若非骆憨子阴差阳错的成为林立夏的义兄，他早就将这个碍眼的家伙丢出视线外了。子素哥哥，只要你乖乖的在家读书不乱跑，咱们遇不上瑞亲王的。妹妹啊，原来哥哥也是这样想的，可如今这情况不对呀。我大哥特意写信让我不要招惹瑞亲王，不要得罪瑞亲王，不要激怒瑞亲王。妹妹啊，你是不知道啊，我大哥那人向来不做捕风捉影的事儿，他特意写信提醒我，肯定不对劲儿。看着骆子素一脸惆怅又一脸摸不着北的模样，基慎眼神一寒，看向云无痕。他记得出发前云无痕特意去了一趟骆家。无痕，这事儿你怎么看？这次瑞亲王奉命监督修缮望龙河，要在青阳城很久。子伯哥知晓你惹是生非的性子，不放心你的安危，才特意提醒你的。骆傻子，你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瑞亲王贵为龙鳞国唯一的亲王，战功赫赫，又备受圣上宠爱，人家不会跟你这个纨绔计较的。基慎颇有深意地扫了云无痕一眼，别以为给他戴高帽，他就不追究这次险些暴露他身份的事。对，子素哥哥，我觉得云将军说的对，都说宰相肚里能撑船，瑞亲王的年纪轻轻就战功赫赫，他的肚量应该比宰相更大，不会计较你幼年打他的事，你别瞎琢磨。陆将军，你和瑞亲王是表兄弟，你肯定很了解他的性子，你告诉子素哥哥，瑞亲王会不会计较他年幼无知时犯下的错误？若我没记错，这个问题已经讨论过一次了，怎么又绕回来了？以瑞亲王的性子，懒得计较你幼年无知的事儿，但你这么能惹祸，我也不敢确定。他下意识地回头，看见云无痕一脸的惧怕，不停用眼色示意他切莫反驳。骆子素瞳孔放大一瞬，云无痕怎会如此惧怕陆定坤？眼前的人真的是陆定坤吗？传闻瑞亲王长得酷似生母，与陆定坤长得很是相像。若眼前的人不是陆定坤，而是战功赫赫的瑞亲王，他大哥的怀疑是不是一切都说得通？想到这儿，骆子素的脑海里将他如此挑衅对方的行为逐一回放，自己吓出了一身冷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堂堂的瑞亲王怎会抢着烧火？堂堂的瑞亲王怎会龟缩在林家？子素哥哥，你别怕，瑞亲王不会一直在青阳城，你住在我家少出门，遇不上他。林姑娘，骆傻子的屋顶被影城踩坏，住不了人，我送他。无妨，我二哥的屋子空着，让子素哥哥先搬到我二哥屋里。你不是吓唬你？骆憨子这副惊恐的模样，是不是已经猜到了他的身份？骆憨子，我堂堂陆家二公子，没有闲工夫在这吓唬你。你若想保命，就躲在你舅父家，多读书，少出门，肯定平安。陆将军，为何在胡家安全？难道住我家不安全吗？袁无痕下意识点头，骆傻子住在林家就是最不安全。夏，庄妈妈说你发烧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吹冷风？快进屋去。奶奶，我的院子烧毁了，我今夜一时半刻找不到住所。
找什么住所？我家李晨的屋子空着，你要是不嫌弃就住。不嫌弃，不嫌弃。骆子素是满眼震惊地看着季慎，又看看笑得一脸慈祥的许桃花，他情不自禁地摇摇头。他是疯了才会猜测眼前的人是瑞亲王呀。奶奶，我二哥那间屋子我已经说好了让子素哥哥住。奶奶，他姓林家住的不自在，要搬去他舅父家住。你看他行李都打包好了。小洛住在林家的时间有点久，想念家人很正常。林家奶奶他发热了，我带他回胡家看个大夫。说完不给骆子素开口的机会，便拽着骆子素走。英庄，怎么会有这么多大夫啊？主子说了，把齐元成名医都请来。看见云无痕一样震惊，英中的心中总算是平衡了几分。对了，我也派人去了胡家，胡家的府医也在来的路上。胡家府医也请来了。骆子素愣怔一瞬，果断选择不走了。吴海，你帮我把床挪个位置，我那个房间还能继续住人。云无痕懵了，愁死个人呐！事情的走向怎么不受控制了呢？哎呀，我头好疼啊！骆子素摸着后脑勺，一脸难受的模样。哎呀，我感觉脑子里有虫子在咬我。吴海，我生病都是因为帮助陆廷坤救活所致，他愿承担我的诊金，还得派人帮我照顾到病好。云无痕是瞠目结舌，骆傻子，你咋不上天呢？真是神仙难救，找死的鬼呀！他就发个愣的时间，骆子素已经追上了影中，理直气壮的找同盟。妹妹，咱们都是给陆廷坤灭火，造成林雨生病的，这按照道理，他应该承担咱们的诊金。有道理，陆将军，你看啊，我们林家先对你有救命之恩，再对你有救火之恩，咱们做人不能恩将仇报。你直说。陆将军，烧你房子的真凶未寻到，为我们林家人的安全，我觉得你换个地方住比较稳妥。看着陆基慎僵住的神情，林立夏脑海里就想起了被强吻的场景。他知道老太太看中陆基慎好，觉得对方是个人品家世都不错的孙女婿人选。老太太想把好的人选留给最宠爱的孙女，是这个时代所有长辈觉得为晚辈好的一种方式。客观上来看，陆基慎确实挺优秀，世家公子，还是皇亲国戚，年纪轻轻凭真本事当上将军，身后还跟着很优秀的徐天行和云无痕。无论是放在这个时代，还是放在兰星，都是属于打着灯笼都难寻的好夫婿人选。但他并未有嫁人的打算呀，主要是嫁人的风险太大，他一不喜欢宅斗，二不想拿后半生去赌一个男人对他的真心。或许他在感情上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逃避者，他怕受伤，怕沉沦，怕未来不可掌控。他选择了掐断感情的萌芽，让一切不可控提前扼杀在摇篮之中。他不敢留陆基慎住在林家，他怕这个对他图谋不轨的人对他展开强烈的攻势。都说烈女怕缠郎，他对领兵打仗的将军有天生的崇拜感，他怕自己高估自己的定力。陆将军，以你在朝中的地位，只要跟罗县令打个招呼，他很乐意帮忙的。林立夏想赶走他的意图太明显了，让他感到很挫败，但这种感觉比起前世绝望中求生的艰难不值得一提。他不会放弃，江山和美人他都要，就算暂时娶不到林立夏，他也想要把他放在眼皮子底下看着，绝不许旁人惦记。林立夏，晚了，早在你们林家帮我救火时，在幕后主使的眼里，咱们就是一条船上的同盟了。我住在这儿，我的护卫还可以保护你们。奶奶，我说的对不？对，小鹿说的对。夏夏，你二哥的屋子空着也是空着，不如让小鹿住下来。陆将军，借一步说话。看出了林立夏在妥协，姬慎眼底闪过了一丝欣喜。陆将军，我可以将我二哥的屋子暂时借给你住，等你的小院修缮好，你得尽快搬出去。另外，你不许再对我不轨。看着林立夏微红的脸颊，姬慎感到自己的心情犹如春风拂面，温暖而舒畅。林立夏并非对他无动于衷。什么叫不轨？四目相视，还没有住到林家，就开始对他步步紧逼。真让他住到林家，他还有安生的日子过吗？得给他一个教训。想到这儿，林立夏扬起了手腕的陶影追魂，快速的按下开关，针咻的一下飞向姬慎。姬慎身形一闪，避开陶影追魂的同时，手抓紧了林立夏的手腕，眼底露出了无奈的笑。现在恼羞成怒的林立夏像极了两个人养大的小老虎，真的被逼急了就亮起锋利的爪子。林立夏，我答应你，我住在林家的这段时间，没有你的允许，绝不发生那晚的事。抬脚就踹，他这一脚踹的是又急又猛。就在林立夏以为他要摔个狗吃屎时，陆基慎眼疾手快地伸出手臂，稳稳地扶住即将摔倒的他，
小心！两个人近在咫尺，他能清晰地闻见陆基胜用的是含血橙梅花做的香皂。陆基胜，你松手！还踹不？不踹了。脸颊发烫的不像他自己。你松手！林丽夏，我心悦你。这人怎么强吻他之后，就好似打开了某个不可言喻的开关，图谋不轨的心都不带掩藏的。陆将军，你很有眼光，我也心悦我自己。看着林丽夏眼底狡黠的光，姬慎整个人愣住。他预想过林丽夏的很多种回复，却没有料到林丽夏用这样的方式婉拒他，真是可爱又有趣呀。看见陆姬慎愣神，林丽夏抬脚踩在了姬慎的脚背上，趁着他吃痛的间隙睁开手拔腿就跑，跑得好似后面有饿狼追一般。姬慎是疼得龇牙咧嘴，一抬头看着林丽夏跑得很快的背影，他又忍不住笑了起来。发热还跑这么快？夏夏，你与小鹿说什么了？你怎么跑得满头都是汗？满头都是汗？奶奶，我流汗了，我退烧了。等他觉察到自己的情绪不受控时，他看见陆基慎一瘸一拐地走了过来，心中直犯嘀咕：他踩得有那么重吗？小鹿，你脚怎么了？没事，一会儿就好了。很快便看见基慎鞋子上的鞋印子，他抬眸看了看孙女的鞋，瞳孔放大一瞬，这夏夏好端端的踩小鹿做什么？夏夏，小鹿的脚……奶奶，你也淋了雨，让这些大夫们给把个脉吧。不用，奶奶身子骨好着呢。奶奶，他们来都来了，你不让他们把脉，银子也要照常给的。那把一个？对，把一个。你们带其他大夫给我爷爷我爹他们都把个脉。林姑娘，你先诊个脉，再让他去看你们家人。我不用，我都退烧了。林丽夏的话音刚落，就看见胡家府医提着药箱急匆匆的进来。林姑娘啊，听说你病了，病得严重不？让在下给你诊个脉。你先给子素哥哥诊脉，给他看过之后，我再诊脉也不迟。陆公子也发热了，都是给陆廷坤救火林雨林的，派人查背后纵火人。遵命。这个亏吃得有点狠。一场大火烧掉陆基慎2/3的小院，并到6个救火的人。在找到幕后主使，我必让他悔不当初。也不知道这放火之人真正想对付的人是谁。主子，因昨夜一场大雨，让追踪难度变得很大，属下有个怀疑，却无相关证据。说说看。主子，属下怀疑这把火是林家斜对角搬来的那户人家所致。属下顺着脚印排查许久，有一个脚步印曾出入过对面那户人家，但又不够明显。段资怀放的火？骚狐狸放的火？看着2双同样探究的黑眸，姬慎竟莫名觉得两人有点像。他摇摇头，觉得自己的想法很是荒谬。骆子素和林丽夏又不是亲兄妹，这两人怎么会有点像呢？陆将军，你摇头何意？你与段资怀到底有何仇怨？我不认识他。不认识？那他为何烧你的小院？主子，属下带人把他的院子围了，查查他的来历。姬慎沉思片刻，龙鳞国敢烧他院子的人屈指可数。那个姓段的来历不明，又刻意搬到他小院的隔壁去住，不是政敌就是情敌。速去。遵命。妹妹，咱们去看热闹。不能去，我与他是合作关系，看热闹伤财。妹妹，哥哥想去看热闹。你去没事儿。子素哥哥，你看完回来跟我讲讲进展。好啊好啊。骆子素探着头朝院子里不停地张望，嘴里还念叨着：怎么会没人呢？莫不是放完火就跑了？他跑了，他那几个漂亮到极致的凤鸣国美人呐。吴涵，我跟你说啊，骚狐狸的那几个舞姬跳舞可好看了，身上带的铃铛也是清脆悦耳。你与他交情很深？算不上，就跟他喝过一回酒，看过他的舞姬跳过一回舞。骆傻子，听闻你13岁就流连花楼，遇见喜欢的舞姬恨不得日日住在花楼天天唱曲儿，如今怎么改姓了？骆公子，京城现在还流传着你一脚踢废卢宣伟的丰功伟绩呢。对啊，骆公子，听说你当初就是为一个舞姬动的手。陆公子，是当初那个舞姬美艳，还是这个姓段的舞姬美艳啊？各有千秋吧。妹妹说，这个姓段的家里的舞姬啊，是那种带着异域风情的美艳，他们身子上都挂着小铃铛呢，一舞动的时候，曼妙的舞姿，再配上清脆悦耳的铃铛声，令人沉醉呀，令人回味无穷啊。云将军，不如咱们专门去看看。对，去看看美人还在不在。云将军，兄弟们都好奇。哎呀，对呀，围都围了，也不插进去看看了。来人，点火！点火！那美人怎么办？先点火，再砸开所有的门，
敢烧主子的小院，他逮不到人也烧对方一座小院，正好泄愤。所有人听令，守好出口，绝不放过一个活口，控制火势，不可蔓延到其他地方。遵命。段子怀的小院是在大白天着火，引来的动静比较大。这是私人恩怨，诸位请回，我保证大火不会波及到其他地方。水火不留情，你们有恩怨可以报官，怎可私自纵火行凶？先生言之有理。先生请看这边，那是我家主子的小院，被这家主人先给烧了。这家主人烧了我家主子的小院，连夜跑了。先生请放心，我就烧他一座小院泄愤，绝不会让火势蔓延到别处的。水火无情，能控制得住吗？钱家伯父，钱家姐姐，立夏。妹妹，那个姓段的不是好东西。怎么了？那姓段的刻意留下了一个地窖，我以为没人关在地窖里面呢，迫不及待的去打开，结果他那个破房子就塌了。林立夏瞠目结舌，骆子素狼狈的模样与蓝星玩鞭炮炸到自己的熊孩子没有什么区别。子素哥哥，你怎么还惦记着段子怀的那几个美人儿？那总不能见死不救吧？妹妹，你给我吹吹眼。是云无痕。云无痕同样狼狈的好似灰里打了个滚，整个人可以咕咚咚的。骆傻子，我给你吹。云无痕咬牙切齿，他就晚一会儿，骆傻子又不要命的去作死。你们别吹了，就你们两个人这个模样，越吹越严重，赶紧去洗洗。哎呦，夏夏说的对，你们呀，赶紧去洗一洗。林立夏，你很关心姓段的？我只关心还能不能赚他的钱。这个回答就很林立夏了。你少赚他的银子，我全都补给你。你钱多烧得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有时候他真希望林立夏能像京中那些女子一样，冲着他的身份和地位来攀附他。可当他回想起林立夏的一举一动，他有个感觉，林立夏一辈子也不会主动攀附任何男人。林立夏，我在京中见过林小雪，宫邢太被贬官到南西城，林小雪在宫家过得不好，她跑来求助我，被无痕命人丢到京城外。然后呢？林立夏满眼震惊，原书女主与原书男主的剧情好似没有按剧本走呀。是因为他这只外来的蝴蝶救了林家一大家子炮灰吗？他在玲珑寺遇见越王，阴差阳错的成为了越王的妾室。越王离了个大谱，那个越王什么来历？别担心，越王年岁比你祖父小不了几岁，有6旬了。这么大年纪的人，无论怎样保养，身上都是有老人味的。林小雪怎么下得了嘴？那个越王势力如何？他是什么样的人？会为妾室干违法的事不？一个没有实权的闲散王爷，能活到现在都是聪明人。林立夏很认同那句能活到现在的都是聪明人。难怪大家争破头都要朝大城市跑，机会就是多。怎么说？他若留在青阳城，在公家过得不好，撑死最多攀上个县令，跑到京城随便偶遇一个就是王爷。不行，我得有个心理准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一个闲散王爷想收拾林家易如反掌。林立夏，你不必惧怕，越王所剩寿元不多。越王还能活多久？活不到明年春闱。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你买通了他的御医？我没精力浪费在一个闲散王爷身上，凑巧知晓罢了。这个凑巧好呀。陆将军，你与我说的这些先不要跟我的家人讲。姬慎点头，刚要应下，看见花丛中站起来一个人。夏夏，我都听见了。二叔，你在做什么？我二叔读书犯困时都会嚼薄荷提神。二叔，没事吧？夏夏，你不必担忧我，他今后是好是坏，与我再无半分的关系，我不在意。二叔，最近明里暗里来打听您婚事的人不少。夏夏，不谈这些。林文辉眼中很不自在，嚼着薄荷就走。陆基慎，我二叔这个是不是叫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林立夏，若有王爷看中你，那我有多远跑多远。为什么？姬慎的眼底神情僵住，怎么与他想的不一样呢？能被王爷看中是什么好事儿？你见过几个王爷的后院只有一个女人，整日里困在后院，与一群女人斗来斗去，就为了争一个男人，又脏又累，付出与收获完全不成正比。我去看看我大哥。林立夏加快脚步朝林立东的住所走，不见钱多锦，他心中一喜，快步进屋。屋内，钱多锦一脸温柔恬静，用汤勺给林立东喂药。大哥，你退烧没？为何你的脸还这么红？夏夏，钱家伯父和大夫都去看咱们爹了，爹年岁大了，你也去看看。嫌我碍眼了？林立夏眼底的笑是越来越浓，他爹那边有大夫在，要是严重早就来找他了。别忘了，你们婚事的3媒6聘还没走完呢。夏夏，你现在打趣大哥都不怕等你出嫁时，我将这些还给妹夫。
大哥，只要你能为难得到他，你想怎么为难就怎么为难。他嘴角勾起了一抹笑，想难为他，借林立东一个胆子，他敢吗？林兄，好些日子不见，也不知你的课业是不是进步了？陆将军，我还病着呢，脑子不好使。金慎微微挑眉，扬起了手中的薄荷。来，嚼两片这个提神醒脑。你二叔就用这个法子，你应该向他学习。多谢陆将军好意，我正喝着药，脑子清醒着呢。清醒着就好。金慎从桌上抽出了一本书，看着书翻页翻得很旧，他眼底闪过了一丝满意。林兄，钱家虽然没落了，但钱姑娘的学识和涵养还在，你只有好好读书，才能让她扬眉吐气呀。林立东眼神僵住片刻，别以为你拿钱姑娘说事儿，我就不知道你逼我读书的目的。陆将军放心，我这段时间一直都有在用功读书。那我考考你。金慎扬起了手中的书，看向床上的林立东。林姑娘，大好事啊！陆将军，您也在。陆将军，下官是不是打扰到您用膳了？想到这儿，林立夏侧眸看向陆继慎，只见对方连眼皮子都没抬一下，不紧不慢地继续吃着饭，好似当罗县令不存在一样。罗大人，你用过早膳了没？你若不嫌弃，不嫌弃，不嫌弃。陆将军，下官升官的事儿还一直没来得及向您道谢。什么好消息？金慎优雅地放下筷子，侧眸看向罗海昌，无形的压力让罗海昌感到心颤。林姑娘父亲考中秀才了。林家伯父考中秀才了。他娶林立夏的助力又多了一个。终于考中秀才了，夏夏，今日起你就是秀才之女，这个吉吉礼你喜欢吗？喜欢。爹，那秋闱你还考吗？考。夏夏，爹出了考场，感觉自己考得不错，就开始温书了。爷爷，你看，我就说咱家都是读书的好苗子吧。你和奶奶都很聪明，怎么可能会生出笨孩子？你看我爹、我二叔、我大哥，一旦有读书的资源，个个脑袋都好使，一门三秀才呀。夏夏，一门三秀才，咱们林家村几百年也没这样的荣耀啊。对，咱们呀要回村再摆一回流水宴啊！摆流水宴？金慎抬眸，不敢置信地看向许桃花。林家来青阳城，不就是为了避开林文辉不光彩的事吗？娘说的对，要摆。对，要摆。可是离秋闱没多少时间了，这回村摆流水宴，一来一回要耽误7、8天，影响我爹他们考举人。那不行，眼下当以文耀、文辉、立冬，考举人要紧。爷爷言之有理，奶奶，不如这次的流水宴咱们先留着，等我爹、我二叔、我大哥他们考中举人，再回村摆。奶奶，那时回去摆，咱们家就是一门三举人，只有传承许多年的书香世家才有的荣誉。一门三举人，好啊，好呀！书香世家才有的荣誉。文耀啊，这次你考中秀才，咱们先不回村摆流水宴，爹等你考中举人，咱回村再摆。爹说的对，读书要紧，等考中举人再摆。考中举人，林文辉应该会同意再成个家吧？文辉，你觉得呢？对，考中举人再摆。大哥，夏夏的吉吉礼。二叔，就在青阳城办，在林家村邀几个亲近的人过来，来往的吃穿用度我都包了。夏夏，这样会不会委屈？不委屈。二叔，青阳城跟我合作的人个个都有钱，咱们回村办，岂不是要少收很多吉吉礼？陆将军，罗大人，我要是回村办吉吉礼，你们2个人必然不方便去林家村吧？林家二叔，林立夏说的对，我们都忙于公务，走不开。对，真走不开。二叔，哪样更划算？夏夏，你对二叔的好，二叔记在心底。打住！二叔，你如此煽情，该不会想让我给你养老吧？二叔，这个担子太重了。二叔，你今年才35，等秋闱考中举人，给我娶一个新二婶。今年结婚，明年生娃，等你老了，娃也长大了，刚好给你养老。文辉，你什么意思？你明明还这么年轻，就想让夏夏给你养老？你这个做二叔的，有没有考虑过，你这样让夏夏很难嫁人的？娘，我不是这个。文辉，你不能这样坑夏夏。爹，文辉呀，夏夏是你大嫂留给我的命根子。大哥，二叔，旁人知道夏夏要赡养二叔，她不好找婆家的。林文辉又要解释，又被林立东打断。我没想让夏夏给我养老。二叔，那你让谁养？二叔，我先去跟钱家姑娘商量一下。等等，立东，我也没说让你养老。哦，我明白了。二叔，你想开了，打算给我找个新二婶，生个堂弟让她养。我没想去。文辉，你还是想坑夏夏？娘，我没有。文辉，那你是什么意思？你不要夏夏养，不要立冬养，
又不愿娶亲，你作何打算？爹，我接受不了女子不贞，娶寡妇不愿，娶个小姑娘又不合适。只要二叔愿意娶亲，咱们可以邀请关媒慢慢看，说不定二叔也能遇见被耽误的大姑娘。夏夏说的对，慢慢找，总能遇见合适的。老夫人，晚辈有个侄女，之前定下一门亲事，她那个未婚夫身子骨不好，没成亲就染病去世，如今21还没收到合适婆家。罗大人，这克夫……无妨，我不信这些子虚乌有的事儿。文辉，有些事不能不信，有些人的命里是带煞的。娘，那我命里带什么？我为何活成这样？夏夏，你跟你二叔说。陆将军，你见多识广，你跟我二叔解释解释。金深的嘴角一抽，林立夏又把问题抛到他这儿，是信任还是坑他？连文辉的这个问题太尖锐了，他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呀。罗县令，你说说。罗海昌愣住一瞬，他看看许桃花，看看林立夏，再看看金深，不明白这问题绕了一圈，最后怎么丢给他了？再看看桌上的其他人，他好似丢给谁都不合适。林秀才，几年前我有幸遇见过一位高僧，他说人这一生都是有各自的使命，有人是来收债的，有人是来还债的，有人是来积攒功德的，还有人是来欠下功德的。依我看，你应该是来积攒功德的。陈菊花母子欠你的功德，这事他们没还，下世做牛做马都会偿还给你。还有我那个侄女，我觉得她是来还债的，还完她未婚夫一家，余生都是幸福美满的。罗县令大智慧啊！林立夏是满眼敬佩地看向罗海昌，这个职场老鸟应变能力是真强，不但成功开解了林文辉，还顺势又推销了一把他侄女，是个高手。二叔，我觉得罗大人言之有理，你积攒了这么多功德，余生都该是幸福美满的。文辉，罗大人和夏夏说的都对，你余生啊都是幸福美满的。娘，不愧是青阳城的父母官呀，见多识广，说话也中听。儿子悲惨的遭遇被罗大人这么一说，心气儿瞬间舒畅了不少。那他呢？他一生的使命是什么？他跟师傅学医后，他救治过这么多人，也是来积攒功德的。对，肯定是这样，因为积攒功德，他到晚年期盼的事儿才会一桩桩的实现。一门三秀才，几百年没有的荣誉，竟然到了林家，他继续积德行善，林家一门三举人也不是不行。文辉啊，罗大人说的对，你就是来积攒功德的。如今功德积攒够了，余生都该是幸福美满。爹，这个平平无奇的县令竟能将这么难回答的问题说得头头是道，是个人才。他积攒够功德，是不是也能幸福美满一生？二叔，你余生都是幸福美满的，你是不是该给幸福一个机会？比如找一个合适的姑娘成亲。对对对，文辉，你不想拖累夏夏和立冬，不想让爹娘担忧，你就该找个合适的姑娘成个亲。眉毛很浓，眼睛不大不小，鼻子也还挺高，看着不丑。他侄女应该也不丑。文辉，娘觉得罗大人侄女挺好的，你们两个人呢，都是经过波折的人，余生都该幸福，在一起应该叫好事成双吧。对对对，就是好事成双。罗海昌欣喜的茶杯差点端不稳，没想到高僧赠给他的经书陪他熬过痛苦的低谷，竟然还有如此的妙用。老夫人，我侄女在老家备受流言蜚语折磨，能不能让她陪老夫人在林家住上几日？夏夏，奶奶的脑子有些迷糊。可以，当然可以。好过盲婚哑嫁后两人过不好日子，生怨结仇好了数倍。这个职场老鸟情商很高啊，若能做出政绩，再有人提拔，罗海昌前途无量。罗大人，您侄女儿，咱们两家结亲，我以后该如何称呼您？叔爷爷？糟糕，只想着与林家交好，攀附瑞亲王的表兄陆将军，竟忘了辈分这茬了。林姑娘，不论婚事成与不成，咱们各论各的。你继续换我罗大人，我换你林姑娘，不妥。林家也算是半个书香世家，礼数不能少。真成亲家，公事上就喊罗大人，私下该喊叔叔就喊叔叔，该喊叔爷爷就喊叔爷爷。我没问题。爹，这事儿你怎么看？我也没问题，看你二叔。爹，我先去文书。不等回应就赶紧走，生怕晚一步又被追问这种让他不好回答的事儿。奶奶，我二叔害羞了，他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哎呦，害羞就对了，害羞啊，说明你二叔对这件事上心了。奶奶，我二叔跑得好快。夏夏，你二叔大小心虚就这样。罗大人，你侄女何时来呀？
对，何时来？还有，罗姑娘有什么喜好，性子如何？带几个丫鬟来，我命人按照罗姑娘的喜好安排。林姑娘，我侄女长得端庄大方，性子温柔有礼，不必刻意安排，就当她是你家亲戚。哪儿不妥？姬慎的眼底闪过一丝诧异，这林立夏为何这样看他？好似在防备他，又好似在算计他。没有不妥。罗大人，罗姑娘何时到？半个月左右。陆将军，能否劳烦您帮下官递个拜帖给瑞亲王？看着罗海昌手中的拜帖，姬慎一下子全都明白了。可以，下官谢谢陆将军。原来这才是罗海昌的来意呀！趁机在龙鳞国未来天子面前混个脸熟，好博个升官加禄的机会，真是好谋算。恭喜罗大人，这次瑞亲王监督修缮望龙河，正是您表现的好机会。借林姑娘吉言，诸位，县衙还有事，我先回去，有机会我再回请诸位。好，罗大人公务要紧，爹，你帮忙送送罗大人。陆将军，咱们合作的事有个细节要再商议一下，你随我来。姬慎捏着茶杯的手一紧，脑海里回想着林立夏神情变化的过程，瞬间全都明白过来了。这林立夏想赶他走啊？休想！两人并肩走着，走到林家后院一个新搭建的竹亭。陆将军，你出身世家，年纪轻轻就战功赫赫，又长得俊俏好看，又是瑞亲王身边的亲信。姬慎的瞳孔放大，这林立夏一下子夸他这么多，看来这次的算计不算小啊。林立夏，你直说。那我直言，有你这么优秀的人在前，万一罗姑娘住在林家这段时间，她看上你，对你心生爱慕，我尽量避开她。不行，我二叔好不容易松口，经不住二次打击。林立夏，你就是怕我坏你二叔好事？我哪句话说的不对？你是不是出身世家？是不是年纪轻轻就战功赫赫？你是不是长得俊俏好看？你是不是瑞亲王的亲信？你与我二叔摆在一处，只要眼没瞎的姑娘都会选择你。林立夏的连番质问，将姬慎满心的怒意问得再也气不起来。林立夏，既如此，你又为何拒绝我？四目相视，看着那双深邃不见底的双眸，此刻全神贯注地看着自己，林立夏很不自觉的心跳加速。他下意识地捂住心口，生怕那颗不安分的心跳出胸腔。一阵更加强烈的心跳声伴随着急切的呼吸声，让林立夏的心中是更加的慌乱。怎么陆姬慎的心跳比他跳得还快还急促？他不会故技重施吧？林立夏的心中一慌，正想着如何逃离，陆姬慎的脸是越来越近。陆姬慎，你林立夏的话刚说到一半，剩余的话就被吞噬了。他敲打着陆姬慎强壮有力的心口，想说的话全都变成了呜呜呜。姬慎凶狠又霸道，好似压抑许久的情绪按耐不住，在这一刻全都爆发出来。林立夏从最初的挣扎到根本挣扎不过，只能被迫接受，直到他感觉空气是越来越稀薄，快喘不上气了，对方才松开他，额头贴着他的额头。姬慎急促的呼吸，低沉的声音交汇在一起，特别的勾人。林立夏，你可明白我心意？你可明白我心意？他定定神，来回深呼吸了好几次，都稳不住乱跳的心神。老天爷呀，他是被下蛊了吗？再这样下去，他是不是要栽在男色上，变成患得患失的恋爱脑？林立夏向侧边一瞥，陆将军，我年岁小，你吓到我了，我都快喘不上气了。他顺势捂住眼，一个劲儿的干哭，却没有流下一滴眼泪，甚至心还莫名的有些甜。糟糕，心也坏掉了。林立夏干嚎得更大声，手指却悄悄漏了个缝。听见林立夏的哭声，姬慎整个人都愣住一瞬，心好似被重锤狠狠地敲击了一下，一抽一抽的痛。他满脸的懊悔，恨不得给自己一巴掌，都怪他太急切，竟将林立夏给吓哭了，这可如何是好？林立夏透过手指看见陆姬慎愧疚又无措的表情，他心中一喜，小说和电视都没白看，对付霸道男人威胁没用，撒娇示弱是最有效的。陆姬慎，你太过分了，我嘴都被你亲麻了，我以后都没脸见人了。林立夏说着，猛地推开陆姬慎，捂着脸跑出了好几步。想起他的目的未达成，他又停下脚步。陆姬慎，这段时间我不想见到你。姬慎的神情一凝，林立夏，他的话说到一半又被打断。
陆吉善，你不从我家搬走，我明天就离家出走。说完，听见身后有脚步声，林立夏撒腿就跑，跑得飞快，生怕被陆基胜给追上。发现他不但没哭，还脸烫的能煎鸡蛋，那他刚才的戏就白演了。林立夏一边捂着脸跑，一边假装在哭。基胜不敢追，愣在原地，看着林立夏的背影，眉头紧锁，捂着脸还跑这么快，看来他真的将人给吓坏了。基胜轻抿唇瓣，脑海里全是方才那一瞬间的激动，心跳莫名又快了不少。他方才有那么用力吗？竟将林立夏的嘴都气麻了。营中，速去将金收纸搬来。遵命。主子，影城修葺小院时发现您小院的地窖与林家地窖相连。地窖相连？基慎的眼眸深幽，那他不如先搬回自家小院，至少能让林立夏暂且消气。想到这儿，基慎大步流星带着几个护卫朝隔壁小院走。走出林家，他感受到了一道视线，好像在偷偷看他。他回眸一看，正好看见林立夏半蹲着身子躲在花丛后的身影。他神情一顿，林立夏这么快就不哭了，还躲在花丛中做什么？难道是监督他是不是搬走了？院长，小院修葺的怎样？回主子，小院烧毁的比较严重，至少还有10来天才能修缮好。10来天？来人，送个白帖去罗县令那边，就说我要去罗家借住几天。不行！林立夏一听，满脸焦急地从花丛中走出来。你不能去罗家住。为何？基慎的眼眸一亮，林立夏果然怕他住进罗家呀。许是从花丛中站起来的太快，头发上还挂着几片树叶，看着俏皮又可人。陆将军，既然你的小院还有10天能修缮好，那我再让你住10日。林立夏说话间，伸手将头顶的树叶摸下来，一点点撕碎。不能让陆基慎去罗家住，他那张俊俏的脸若被罗姑娘看中，他二叔才松口的婚事又要落空了。林立夏想得正入神，突然听到一道清冷略带喜悦的声音响起：立夏，你怎知我今日回来？立夏，这是我大师兄莫毅，你为何冲他直摇头？大师兄，见过莫师兄，用过早膳没？还没。就给我煮一份你家的那个素食面。没有？有，我让人给你煮。清幽姐姐，你吃什么？也素食面，省事。立夏，这陆将军什么时候来的？有10来天了。追得挺紧。进屋坐。陆将军，你今日不用忙公务？不忙。基慎端起了茶杯，神情淡淡的看着一袭白衣的莫毅。还未感谢莫公子。何意？他与对方没有交集，对方为何对他这么大的敌意？护心甲，莫公子锻造的护心甲曾替我等下致命一件。有意思，这陆将军将大师兄当成了假想敌，拿护心甲来宣示主权呢。与我何干？林姑娘，我这次来还有一事不明，还请你赐教。赐教不敢当，咱们可以探讨一二。你等等，林姑娘，你看这个像不像你画的莲奴？已经做出来了，能试试吗？可以。林姑娘，与你画的图纸有点差异，一次性最多发射8支箭。这已经很好啦。莫师兄，咱们换个位置，找个地方试一试威力。林林夏，去我的小院，那儿有护卫练习剑术的靶子。好呀。等等啊，莫师兄，你先吃面。这要是有手机，他一定要把眼前的这一幕给记录下来，传播出去，那他的速食面连广告费都省了。很好看。他吃面的样子，好像我们家的速食面是这世上最美味的佳肴。仅仅如此？莫师兄是机关术的天才。陆将军，等我试过莲弩的威力，跟莫师兄买一个送给你。送我？你送我珍珠的时候，我就等着拿这个给你做回礼了。竟准备这么久？这人做的护心甲，林立夏拿来送给他；这人做的莲奴，林立夏同样要买来送给他。这人不足为惧。林姑娘，一碗不够，我让人再煮。行，那咱们先去试莲弩。大师兄，我帮你洗。不用洗，毁了买新的。这多难扫。立夏，我大师兄洗洁，他不爱洗帕子，又不想别人捡他用过的帕子，就都毁了。我们回来前打扫干净。莫师兄，那是你们见过真正的舞剑。林立夏，你看好了。陆将军，我们是来试莲弩。无妨，先看那舞剑。大师兄，你说是他舞剑舞得好，还是你更胜一筹？看看便知。剑尖随着他的舞动，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完美的弧线，竹叶纷纷飘落，化作一片剑舞的盛宴。林立夏看的是目瞪口呆，他从未见过如此精彩绝伦的舞剑。竹叶、美男、长剑，这些元素交织在一起，构成一幅绝美的视觉盛宴，好想记录下来呀。随着舞剑的动作越来越激烈，林立夏心跳莫名的加快了不少，被这绝美的舞剑所牵动。他情不自禁地捂住心口，怕狂跳不止的心脏跳出胸腔外。
清幽看得目不转睛，莫弈看得眼睛都舍不得眨，连周遭的护卫都个个瞪大双眸，既震惊又敬佩，无人发出一点声音。直到剑舞落幕，姬慎收起长剑，任由无数竹叶飘落在他身上，他眼中闪烁着自信与骄傲。林立夏，我舞剑如何？好，很好，非常好。大师兄，如此精湛绝伦的剑法，可遇不可求哦。可感一比，请。软剑，立夏，这是我大师兄亲自锻造出来的绝影剑。绝影剑锋利无比，又灵活多变，可惜啊，材料极其难寻，世上仅此一把。莫弈轻轻一挥，软剑一下子将竹林旁的石头削去了一角，石头的碎片飞起，莫弈挥舞着绝影剑，刷刷刷的一通砍，无数细小的碎块散落一地，大小基本均匀。空气中寂静一片，大家都被莫弈手中的绝影剑的锋利程度给震慑住。姬慎瞳孔放大一瞬，如此锋利的软剑，看来幽影谷手中掌握着极强的锻造手段呀。看着姬慎的神情微变，周遭看热闹的护卫愣怔一瞬，从绝妙的剑法中缓过神来，纷纷拔剑，训练有素的将莫弈围在正中间，异口同声大喝道：大胆！退下！姬慎冷冽又威严的声音响起，周遭护卫个个忐忑不安，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这时冷城满脸又惊又恐，扑通一下跪在了姬慎跟前。主子，您身份尊贵，万不可有一点点的损伤，我等承受不起。退下！护卫们承受不住压力，纷纷朝后退去。你的绝影剑锋利无比，你的剑法也很好，我期待与你一战。请。你确定？莫弈满眼诧异，这人见识过他绝影剑的锋利，竟还敢与他一战，勇气可敬啊！我的绝影剑锋利无比，你手中的剑撑不过3招，我胜之不武。你可有别的利剑？此处没有，不过以我的剑法，就算这把剑再逊色，我也能撑住10招。你能撑住3招，人不伤剑不毁，就算你胜。等等，你们比武剑会受伤？文明剑法。不行，绝对不行！你们一个是京城陆家的二公子，领兵作战的天才，一个是幽影谷的大师兄，擅长机关术的天才。你们2个人谁有一丁点的损伤，都是龙鳞国莫大的损失，是天下百姓莫大的损失，比不得。他还没有看连弩的威力，就夸他是机关术的天才。难道他做出的连弩真的已经超出了林立夏的预期？立夏，我让大师兄点到为止，绝不伤到你的陆将军。刀剑无眼。林立夏的脸一红，什么叫他的陆将军？林立夏轻抿一下唇瓣，唇瓣还有些微麻，他狠狠地瞪了一眼陆姬慎。姬慎的神情一顿，眼神则变得幽深起来，他嘴角笑得微微上扬。清幽为何说他是林立夏的？难道林立夏向清幽袒露过女儿家的小心思？他伤不到我半分。你伤到他的手怎么办？他可是机关术的天才。林姑娘放心，他亦伤不到我半分。你们若真想比，我有个法子，能让你们比得尽兴还不伤对手。什么法子？你们把竹子当作剑，随便你们怎么打，最后谁手中的竹条剩下的竹叶最多，就算谁胜。哎，这个法子好啊！二位，要不要我给你们每人砍一截竹子？不用。差点什么呢？差一把瓜子，差一把零食，差一个西瓜。莫公子，请。陆将军，请。他们行礼后，各自身形一闪，步伐灵活，动作矫健。竹子枝在他们手中化作无坚不摧的利剑，每一次交锋都迸发出清脆的响声，回荡在众人的耳中。1斤100两位风华绝代的男人正在进行着一场很特别的比拼，他们时而如流水般轻盈飘忽，时而如狂风般迅猛凌厉，让周遭观看的人连眼睛都舍不得眨，生怕眨眼错过了精彩。随便用。看见林立夏眼中的惊奇，姬慎的眼中多了几分笑意。莫弈看了一圈，让护卫们把3种剑靶子摆在一起，手持连弩，退出在150米左右的位置，瞄准那些剑靶子，伴随着嗖嗖嗖的破风声，一支支的利剑如流星般射出，划破了空气中的宁静。周遭一片吸气声，姬慎满眼的激动，看着莫弈手中的连弩，好似看绝世珍宝一般。周遭的护卫看着莫弈手中的连弩，也恨不得上手去抢。好，太好了，莫师兄，你做的连弩魅力真大，比我预想中的好太多了，你真是个天才。天才不敢当。林姑娘，连弩可过关？过关，可否借己之剑？扣动扳机，看着一支支利剑如流星般射出，精准插进靶子里。林立夏激动的小脸绯红，他勇闯峡谷的经验没白费，有这么厉害的连弩，给他武装出一个战斗力很强的护卫队指日可待。莫师兄，莫师兄，你是客人，你先说吧。林姑娘，我想借书一阅，就是有连弩图纸的原书。姬慎瞳孔放大一瞬，连弩的威力这么大，林立夏手中有原书，传扬出去，林立夏还有活路。姬慎的神情凝重，看向莫弈的眼神带着几分考量。此人敢对林立夏不利，就算是个天才，他也必毁之。没有。那你图纸哪来的？一个跟我显摆的世外高人，他的手中有原书，可惜我的年纪太小，能记下来的不多。
跟你显摆的世外高人。对，那人长得童颜鹤发，慈眉善目，留着长到心口的白胡须，怎不见连弩心事啊？世外高人说威力太大，杀气太重。高人思虑很是周全，这个连弩的威力是挺大的，武器没威力，要来何用？姬慎的眼眸冷冽，脑海里回想起林立夏手持连弩射击的画面。有这么大威力的连弩，且对使用者的臂力要求不高，运用得当，可迅速提升军队的战斗力。连弩他势在必得。万师兄，我觉得武器不分好坏，关键是看使用武器的人是善是恶，你说对不对？对，林姑娘可以直言。此事说来话长，不如咱们边喝茶边聊。林立夏愣怔一瞬，赶紧跟上，走出了几步，却发现陆基慎没动。他停下脚步，回眸，露出一个客气不失礼貌的笑。陆将军，一起喝茶。基慎刚暗淡的神情逐渐亮了起来，他嘴角勾起了一抹笑。林立夏，你与莫毅要谈的事儿，是不是有什么要用到我？带你发家致富，来不？基慎眼底闪过一丝惊讶，这林立夏又想出了新的买卖。不来算了，我去找子素哥哥，让他找袁无痕一样的。来。基慎咬着牙打断了林立夏的话，他就沉思片刻，林立夏瞬间就想将他换掉。林立夏，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你找我是多么聪明的决定。看着陆基慎深邃的双眸，林立夏不自在地别开了眼。他抿抿唇瓣，不行，不能让陆基慎这么得意，不利于他等会儿的谈判。也未必，你若不来，我就去青阳城赌瑞亲王，我就不信抱着银子送人还没有人收。陆将军，话说瑞亲王修缮望龙河应该需要不少银子吧？你想做什么？林立夏用他真实的身份威胁他，此刻他向林立夏坦白，就相当于直接打林立夏的脸了，把林立夏惹毛了，还不知道他会怎样记恨于他。可不坦白，他又怕林立夏当场撞破他的身份，更加的恼怒。唉，真是进退两难呢。不做什么，无非是想拉未来的天子做合伙人。听说皇帝不好当，遇见灾年，皇帝还得掏私库填国库，又要养3宫6院72妃，瑞亲王他肯定缺银子。基慎的嘴角微微一抽，如此清奇的脑回路就很林立夏呀。他确实很缺银子，不然也不会私采银矿，得想个说辞打消林立夏的念头。林立夏，瑞亲王国事繁忙，他名下的产业都有专人打理。无妨，我也可以成为这样的专人。林立夏，你想当瑞亲王妃？林立夏的神情顿住，看着陆基慎带着探究又带着期待的眼神，他整个人脑袋有点懵。这人刚强吻他，如今又问他是不是想当瑞亲王妃，他什么意思？他在期待什么？期待他说不想，还是期待他说想？亦或者陆基慎想拿他去升官发财？不是没有可能啊。两个人养大的老虎，陆基慎转头就送去讨好瑞亲王，更何况是一个女人呢？林立夏的心中微微有些失望，面上却半分不暇。陆将军，瑞亲王有什么癖好？他喜欢你这样的姑娘。基慎目光炽热地看着林立夏，林立夏打个冷战，加快脚步。这陆基慎竟真的在打他主意。他在网上刷到过类似的案例，先包装出来一个有身份的帅哥，去勾引涉世未深的小姑娘，等小姑娘爱上帅哥，帅哥转身就将小姑娘卖给别人获利，像诈骗又像杀猪盘。林立夏刚敞开一点的心扉，瞬间又合得严严实实。他得防着陆基慎。莫毅桌上的一碗面吃的只剩下一个碗底子。这个茶很不错。大师兄，立夏想与我们幽影谷合作，组建一个镖局，专门帮达官贵人托运贵重物品。你想要批量联络？对。不行。为什么？怕朝廷忌惮。他拉陆基慎入局，就是想借陆家的势力，将镖局和连弩过到明路。陆将军，喝点茶润润喉。基慎端着茶杯的手一顿，目光灼灼地看着林立夏。开始了，林立夏又开始算计他了。他憋着笑，很享受此刻林立夏的讨好。林立夏，我不渴。不管用。不一会儿，研墨提着几坛酒，严厉端着几个酒杯过来。陆将军，这是我用今年的桃花酿的酒，又香又纯，还不醉人，你想不想尝尝？基慎捏着杯子的手一紧，嘴角勾起了一抹自嘲的笑。这么好的东西，林立夏早不拿晚不拿，有事求他才拿出来，不能这么快答应他，得让林立夏再哄哄他。又香又纯，还不醉人。莫毅的眼中闪烁着几分兴致。林姑娘，给我倒一杯尝尝。好呀，这坛我的。林立夏的脸颊一红，看着握住他手的大掌，微微蹙眉。陆基慎，这是什么毛病？你松手，我给你倒。哦，这么好的桃花酿，现在喝太浪费了，咱们先谈正事儿。三个人纷纷愣住，清幽使劲地咽了咽口水。对，先谈正事。现在不喝就别打开酒塞。他是故意的。林立夏，说吧。你先看这个。不行。为何？你们野心太大，想在龙陵国主要城市都设置镖局分部，太扎眼了。我知道，陆将军，咱们明人不说暗话。我拉你入局，就是看中你背靠瑞亲王，想让你疏通朝廷的关系。基慎合上了册子，看着林立夏的眼神很是复杂，又欣赏又担忧，欣赏林立夏的聪慧，又担心林立夏的聪慧给他惹来大祸。他的这个布局一旦实施，他写的这个星月镖局将会掌控龙陵国各个主要城的信息源，这对朝廷有极大的威慑。好在这份计划送到他的手中，
等星月镖局形成规模，他那时已经是龙鳞国的掌权人了。林立夏，还有呢？陆将军，你加入星月镖局，你们镇北军的伤兵、老兵、家人可以优先安置在星月镖局。林立夏，你说说看，如何合作？我和清幽姐姐为星月镖局的前期投入调研，花费了很多时间，我们2人各占2成。幽影谷提供星月镖局的武器和战备也占2成，你们镇北军占2成，最后2成通过你送给瑞亲王。送瑞亲王？对，若无意外，瑞亲王应该是龙鳞国未来的天子。陆将军，星月镖局送瑞亲王2成，可以庇佑咱们几10年无风险。这样的谋算可谓是咱们大家都不亏，瑞亲王也是获利者。林立夏，你就不怕押错宝？不会，只要瑞亲王他与咱们合作，他想不做那个位置都难。姬慎神情一顿，嘴角忍不住的上扬。他本就有9成的把握坐拥江山，再加上林立夏送来的联奴，送来的龙鳞国各城的信息源，打下凤鸣国，他都有6成胜算。他白捡了这么大的便宜。林立夏，此事我带镇北军和瑞亲王应下。莫公子，幽影谷意下如何？莫毅看着桌上的桃花酿，孤傲的眼神中闪过了一丝遗憾。这么香醇的桃花酿，林立夏说谈完正事才能喝。他拒绝林立夏后，注定是不能再尝上一尝了。说不遗憾是假的。没兴趣。为什么？大师兄，我知晓你除了机关术外，最讨厌各种麻烦事。星月镖局的事对咱们幽影谷有利，只要你点头同意，我可以说服4师弟和5师妹一起帮着打理镖局。他起身将酒坛子打开。莫师兄，咱们边喝边聊，你有什么顾虑可以畅所欲言。即使幽影谷不与你合作，这桃花酿还给我喝。莫师兄，我与清幽姐姐情同姐妹，她的大师兄我自然是当做兄长般的敬重。区区一坛桃花酿，既能入莫师兄的眼，那是我这个酿酒人的荣幸。等会儿给莫师兄带2坛走。还给带走2坛？幽影谷不想与朝廷牵扯太深，陆将军应该清楚。陆将军，为什么？与幽影谷的来历有关。传闻幽影谷藏匿在深山中，擅长毒术和机关术，亦正亦邪。朝廷多次想招安，却连幽影谷的入口都找不到。殊不知，幽影谷本就是前朝乱党。你胡说，分明是前朝皇帝昏庸无。幽儿，慎言，坐下，听陆将军继续说。有关幽影谷的来历，他派人探查出来的结果有好几种，他方才随便一试探就试出了真相。100年前，有位姓莫的工部尚书给前朝皇帝修缮皇陵不利，全家被流放。同时被流放的还有唐姓太医一大家人。前朝史书记载，流放途中这2家一共100余口人，杀死负责押送他们的借差神秘失踪了。再后来，擅长毒术和机关术的幽影谷横空出世。我猜你们幽影谷就是这2位被流放官员的家眷吧？莫毅直接捏碎了手中的杯子，一双孤傲的眼中带着冷冽的杀气看向姬慎。你究竟是谁？竟能查到如此隐秘的事？莫师兄，千万别冲动，他是镇北军陆家的2公子，陆家掌握那么多的兵权，又是皇亲国戚，收集消息的渠道多不奇怪。就算幽影谷如他所说是前朝被流放的官眷，我觉得也没啥不妥。官兵民反，皇帝无能，把人朝绝路逼，还不许人找条活路了？你们幽影谷只是避世求生，已经很好了。要是有一天有人敢把我逼到你们当初的境地，我敢把这天捅个窟窿，敢把皇帝拉下马。林立夏，你想开解他们，用不着拉自己垫背。这样大逆不道的话，他认识的人当中就林立夏一个人敢讲。无妨，天高皇帝远，皇帝也没长天眼天耳，他听不到。说得对，大师兄。林姑娘，你真的这样认为？莫师兄，一朝天子一朝臣，100年已过，皇帝都换了好几波了，幽影谷还有什么讲不开的？像你这样的机关术天才，本应该流芳百世，扬名天下，成为后世所有学习机关术的楷模，怎可因为100年前的昏君就放弃自己的人生理想呢？莫师兄，人生苦短，而且只活一次，咱们应该活得酣畅淋漓，而非现在的瞻前顾后。对，大师兄，困在幽影谷实属浪费你与生俱来的天赋。陆将军，你既知晓幽影谷这么多隐秘，我想听听你的看法。姬慎的神情一顿，他训斥林立夏是怕林立夏习惯性口出妄言，将来惹来灾祸。但他认同林立夏方才的话。姬慎思量了许久，想起了最近他在林家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有福之女不进无福之家。当年昏君德不配位，不配拥有幽影谷这样的能人奇才。你当真这样想？莫公子，你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话他听着怎么很是耳熟呢？莫师兄，你不放心瑞亲王的人品，也可以先以你自己的名义合作。待咱们合作2年后，你觉得这事儿还不妥，随时都可以撤出星月镖局。前期你只需要提供武器，我们也不窥探幽影谷的秘密，将来分开后也不影响幽影谷的现状。林姑娘，我带幽影谷加入星月镖局，这酒是不是该喝了？同意了。来，庆祝咱们合作愉快。合作愉快。这么好的桃花酿，这样举坛畅饮，着实有些浪费呀。应当配上好的白玉杯。白玉杯？林立夏，我明日就命人送一套上好的白玉杯来。不用，武功不受禄。林立夏，你过意不去，不如回赠我10坛桃花酿。没有，这酒我酿来自己解馋的，又没准备卖，没有那么多。那你还赠他2坛？都是合作关系，为何他有我没有？这都要争，也给你2坛。林立夏，你这次的星月镖局为何没喊洛憨子一起啊？关你什么事啊？姬慎的神情僵住，他就想知道他在林立夏心中是不是已经超过洛家那个纨绔。林立夏，你过河就拆桥啊？真不需要再认真想一想？可恶，陆姬慎竟敢威胁他。
洛家从不站队，我想背靠瑞亲王这棵大树，却不好让洛家为难。所以你在瑞亲王和洛家中优先选择了瑞亲王。林姑娘，我不喜占人便宜，你送我2坛桃花酿，我自会赠你一份回礼。你想要什么？什么都可以。林立夏眼眸亮晶晶地看着莫弈，莫弈心尖一颤，心跳不自觉地漏跳了一拍，微微别开眼。以身相许不行。你想得美！他一脸不解地看向金幽，好似在问莫弈，咱脑子突然就不正常了。立夏，不怪大师兄这样说，他出谷的次数不多，每次都能遇见这种以身相许的戏码。好，展开说说。说来话长，总之，要么是姑娘想方设法对他以身相许，要么是姑娘想方设法要他以身相许。啊，全是俊俏惹的祸。听见林立夏夸奖莫弈俊俏，姬慎觉得很是刺耳。他冷哼一声，看向莫弈的眼神很是不屑。被姑娘追着以身相许，又何值得骄傲的？有那么多姑娘想爬他的床，他有骄傲过吗？他只有烦不胜烦呢。这让我想起林家奶奶常说的一句话：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你说谁是蛋？哎，误会。这陆继慎搞什么呀？方才劝说莫弈的话说的就很好嘛，这会儿怎么又乱用词？男人的胜负欲怎么这么强？说着说着就一副又要干仗的架势。莫师兄，你别生气，他方才说的是想吃我奶奶煮的茶叶蛋。看见三人都愣住，林立夏知道他这个话说的他自己都不信。莫师兄，我想要你卖我2把莲弩，我需要还个人情。不卖。莫弈站起身，将莲弩拿了过来，递到林立夏跟前。赠你，算是桃花酿回礼。莫师兄，这不妥。我的桃花酿无非是花点时间，原料成本加在一起，总共也不超过1两银子，怎能与你这莲弩相提并论呢？莫弈将莲弩放在了桌上，抱着桃花酿喝得有滋有味。你拿着，莲弩对我来说，未做出来之前还有点研究价值，做出来之后无非也就是花点时间而已。相比之下，我觉得还比不上你赠我的桃花酿呢。莫师兄，既然你对我的桃花酿有这么高的评价，等会儿我那还有别的酒，你再挑2坛带走。好啊，我今夜就把另外一套莲弩做出来。有劳莫师兄。陆将军，我将这个莲弩赠给你做回礼，你看价值是否对等？赠我做回礼？姬慎满眼的狂喜。不对等，明天我命人再给你送几颗夜明珠来。是不妥吧？陆将军，我只出2坛桃花酿就换你1盒珍珠，我已经占了很大的便宜了。夜明珠你就赠给莫师兄吧。不必。2道声音异口同声，莫弈与姬慎对视一眼，都很嫌弃的别开眼。林姑娘，若非你，我的莲弩，他拿多少夜明珠我也不换。你想要我也不给呀。林立夏，我司库里的夜明珠那都是世间少有的，不是谁都舍得送的，我最多是拿银子给他买莲弩。哼，我最不缺银子，不卖。姬慎的眼眸一冷，看着莫弈的眼中带着几分杀意。陆将军，莫师兄，咱们都是一条船上的队友，夜明珠我要，你们2个人别再针锋相对了，好不好？林立夏，你让开，有些话我今天必须和他说清楚。莫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朝廷没对幽灵谷下手，那是你们还没有触碰到朝廷的底线。今日若非林立夏牵头引线，就冲你手中掌控着威力极大的莲弩，也足以让幽灵谷死上几回了。将军，你休要吓唬我们，这些年朝廷派来的人连入口都找不到。荡平幽灵谷有难度，一把大火烧毁幽灵谷那并不难。在场的3个人都愣住了，林立夏瞳孔放大一瞬，方才陆基慎说这话的时候，好像一个不将人命看在眼中的暴君，这才是他的真面目吗？林立夏的神情恍惚，无法将眼前带着嗜杀之气的陆基慎与那个主动烧火的人联想在一处。一个人究竟有多少张面孔？清幽同样震惊的缓不过神，他对陆将军的初印象是拄着拐杖一脸虔诚的给龙女庙偷偷添400两香火钱的柔情少年呀。幽影谷3面环山，就算是入口再隐蔽，也架不住大火烧山。想到这儿，他有些惧怕，看向一旁沉着脸不说话的莫弈。大师兄，别怕，陆将军，你威胁我们并不是要跟我们撕破脸，而是在提醒我们幽影谷要认清自己的身份。莫公子知晓就好，你们幽影谷并非是无懈可击的，你们参与星月镖局将会是你们100年以来最明智的决定。莫弈抓着酒坛子的手不停地收紧，明知道对方是在威胁他，他却不敢再以之前那样反击。直觉告诉他，眼前的人敢说就一定敢做。莫师兄，他话糙理不糙。林立夏硬着头皮站出来打圆场。陆基慎方才那番话明显是在给幽影谷下马威，可偏偏那番话乍一听很暴力，细一琢磨却句句肺腑之言。据说瑞亲王年满14岁后就上战场，如今又立下了赫赫战功，你们想想看，他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清幽纯粹就是好奇，莫弈下意识的追问，而姬慎就是想听听看林立夏对他真实身份的评价。是个狠人。怎么说？林立夏端起了桌上的杯子，一连喝下2杯茶水，不急不慢道：传闻瑞亲王生母陆贵妃在宫中很得圣宠，按照爱屋及乌的惯例，瑞亲王也很得圣宠。有道理。姬慎点头，顺手给林立夏的杯中添满了茶。
然后呢？照理说，睿亲王这么得宠，没有必要去镇北军从军，而他偏偏一去就是3年多，说明什么？说明他是个狠人。一个对自己狠的人，定然是个行事果敢、又心狠手辣的人。对，慈不掌兵。睿亲王从军3年多，立下了赫赫战功，又深受军中将士爱戴，而且他还很会为自己造势。莫师兄，以我熟读各种杂书的经验判断，睿亲王应该是个很霸道的人，绝不允许别人挑衅他，更不允许别人威胁到他。换言之，他这样的狠人做皇帝，应该能够坐稳很久。咱们与他合作，相当于提前投靠他。只要是星月镖局发展得好，咱们在他心中都有一席之位。姬慎的嘴角勾起，这林一夏从哪儿收集的信息，竟将他真实身份的性子说得8、9不离十。莫毅与清幽对视一眼，两人都明白过来，林一夏在点拨他们以后与星月镖局的合作，不要挑衅睿亲王，惹急了睿亲王，幽影谷或许真的会被一把大火烧个干净。相反，现在投靠睿亲王，幽影谷的未来又是另外一片光景。林姑娘，我不会刻意去讨好谁。莫师兄，我猜睿亲王日理万机，也没有时间见咱们也不用刻意去讨好谁，你就负责提供武器，剩余镖局筹备的事交给我和清幽姐姐，等到一切走上正轨，幽影谷再派一个能说会道的人来管理。莫毅与清幽对视一眼，两人同时想到了一个合适人选。主子，我们会出岔子了。你们先议，我有钥匙。莫师兄，咱们去挑酒。莫师兄，剩下的一个连弩不齐，你做好之后让清幽姐姐带给我。好。大师兄，你怪我不？怪你什么？我不拿你护心甲送立夏，就不会拿回连弩图纸，没有连弩，幽影谷就不会触碰到朝廷底线。幽儿，凡事有利就有弊啊。幽影谷看似避世安稳，实则也是将自己困在那片深山牢笼中啊。这些年啊，谷中外出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不甘一辈子困在那片深山牢笼当中。这次的合作对幽影谷来说是个契机，只不过呢，我有件事要确认一下。什么事？暂时还不能说。总之啊，你以后莫要去招惹陆将军。为何？你别招惹他就对了。他回去再翻翻藏书，或许是他相术学艺不精，他怎会从陆家二公子的脸上看出对方有帝王之相？而且他越试探对方，越觉得对方身上的气势不像是一个普通将军所能拥有的。这个问题不能深琢磨。那你看出来陆将军喜欢立夏没有？没朝这块想，所以他几次找我不痛快，是因为他在拈酸吃醋。对呀，大师兄，立夏从你那拿走的护心甲就穿在陆将军的身上。幽儿，你与林家二公子的事儿是认真的吗？大师兄，有何不妥吗？从清幽的话中，他能听得出陆家二公子对林立夏很是上心，而他又在陆家二公子的脸上看见了帝王之相，陆家有谋逆之心，林家也会被牵扯其中。幽儿，你与林家二公子的事儿不要操之过急。大师兄，你说了跟没说一样，到底有何不妥？林家将来会很麻烦。我不怕麻烦，他在林家住的这几个月，林家人对他都很好，他很喜欢林家人，就算他与林立春的事不成，就冲着他与林立夏的交情，他也不会在林家有麻烦时避开呀。大师兄，林家有何麻烦？幽儿，你就这么喜欢他？你们一共才见过几次面呢？清幽沉默一瞬，他自打有记忆以来就一直生活在幽影谷，他不知道他爹娘是谁，只知道师父给他母亲一样的关怀，莫毅给他兄长般的照顾，幽影谷就是他的家。从他与唐辉闹翻后，唐辉一边找他不痛快，一边联合谷中其他人对他说一些很刺耳的话，幽影谷便不再是他的避风港。大师兄，幽影谷有二师兄在，早没我的落脚之处。林家对于我来说相当于第二个幽影谷，我早已当林家人是家人。大师兄，林家人到底有何麻烦呀？你是不是看出什么了？幽儿，既然你这么喜欢林家人，我不会让林家有危险的。大师兄，你打算帮林家避开这场劫难？是也不是。幽儿，你可曾见过睿亲王？不曾见过。我想要确认一些事儿。幽儿，我们去会会睿亲王。好。清幽连连点头。大师兄，我们带上立夏？可以，我们明天去。大师兄，你一个人回客栈，我先去找立夏商量一下。回来，先回客栈给我帮忙。清幽姐姐，你们想要我一同去看睿亲王？好呀，我也想看看传闻中的睿亲王长得什么模样。夏夏，奶奶也想去看看。夏夏，奶奶活到这个岁数啊，还没有见过皇子龙孙长什么样呢。奶奶，我看你是想看看睿亲王长什么模样，好让大家羡慕你吧。哎呦，还是夏夏了解奶奶。许桃花笑得见牙不见眼，林立夏也跟着笑了起来。老太太辛苦一辈子，临到老就落下了一个好炫耀的毛病，又不伤天害理，有什么不能满足的？奶奶，咱们可以一起去，不过你要有心理准备，睿亲王或许没有那么容易见得到。这时院子门口响起了一阵急切的马蹄声，几个人抬头朝门口看，只见姬慎带着云无痕还有几个护卫风尘仆仆的回来。小陆，你回来了，吃过饭没有啊？肚子饿不饿？姬慎愣住一瞬，
他在林家住这么久，今日的许桃花格外热情。奶奶，我吃过饭了。上前扶住了许桃花另外一只胳膊，余光看向林立夏，发现林立夏看见他，眼眸也变得亮晶晶。他逐渐缓过神来，这祖孙两人有事找他帮忙呀。小陆，你是瑞亲王的表兄，你能不能带我们去看看瑞亲王呀？现在坦白，是不是好时机呢？陆将军，我奶奶跟你说笑呢，你忙活一天，赶紧回屋歇着。夏夏，奶奶方才的话是不是让小陆很难做呀？是的，奶奶，瑞亲王很有可能是下一任的皇帝，现在想杀他的人多不胜数。陆将军负责保护瑞亲王的安全，不能随意向旁人泄露瑞亲王的行踪。哎呦，夏夏，那咱们是不是见不到瑞亲王了？见得到，奶奶，我有办法。这林立夏又算计他什么？夏夏，你有什么办法？现在不能说，说出来就不管用了。看着林立夏又露出熟悉的笑，姬慎本能的觉得头皮有些发麻，直觉告诉他，林立夏方才看他的眼神肯定是在算计他，可到底在算计他什么呢？吴痕，去一趟王府别院，让他不可露正脸。遵命。云无痕领命，出门就打个哈欠，连夜赶去王府别院。陆定坤睡得昏昏沉沉，被云无痕从被窝里薅起来，他气得很想打人。云无痕，你最好有急事儿，殿下让你近段时间出门，切不可露正脸。就这点小事儿，你明日说也一样。云无痕嬉笑，避开陆定坤的腿，打了个长长的哈欠。陆定坤，你顶着殿下的身份，过着闭门不出的日子，别提有多逍遥了。少睡一会儿怎么啦？滚滚滚！陆定坤是满脸的烦躁，偏偏又踹不到云无痕，更加的暴躁。云无痕，你快给我滚！陆定坤，我要回去给殿下复命，你说说看，你明天怎么应对？你等着。金面具直掩住他的眼睛，露出他坚毅的鼻梁和紧闭的双唇。赤金打造的，陆家二公子果真有钱呐，这要不少金子吧？云无痕一边说一边用手去抠，很快便觉察出不对。他把面具放到鼻尖一闻，觉得面具上残留的污渍很是熟悉。这是什么？云无痕，你快把面具还给我，我看看。云无痕避开陆定坤的追赶，使劲的去抠污渍，一下子将外边表皮的金抠掉了一块，露出面具本身的铜。云无痕满脸的诧异，是鎏金？我攒的金子都被殿下用银子换走了，铜质和银质又不符合殿下身份。云无痕把玩着手中抠下来的鎏金，放到鼻尖又闻了闻，总算明白这熟悉的味道是什么了。陆定坤，你做面具竟是为了偷偷去林家面馆吃面？是你说面馆现做更好吃的。陆定坤瞥了云无痕一眼，幸好他做了2个面具，被云无痕扣坏一个，他手中还有个备用的，不然他顶着殿下的身份戴个缺货的面具，太损殿下形象了。云无痕，你扣坏这个面具，你要负责找人给我修好。修，给你修。云无痕一把夺过陆定坤手中的面具，深深地看了陆定坤一眼，转头就走。回到林家，看见主子屋内的灯还亮着，云无痕一脸带笑的敲门，进屋将面具递给主子，准备告陆定坤一状。主子，你看这个，这是个好法子呀，谁想出来的？赏银100两。云无痕的神情僵住。吴痕，没人多做几个这样的面具来，我有大用。主子，用鎏金还是用赤金做啊？主子，打造这样一个面具，少说要好几根金手指呢。您积攒来的金子，用鎏金？只用几次的面具，犯不着动用林立夏的金手指呀。遵命。陆将军，现在要出门。陆将军，你闻闻看，我新调配的这个驱蚊香囊好不好闻？姬慎是有点受宠若惊，不敢置信的从林立夏手中接过香囊。这平白无故的，林立夏怎么会突然对他这样热情，还让他闻香囊？他是要送他香囊吗？他知不知道女子送男子香囊代表着什么？陆将军，好不好闻？好闻。驱蚊呢？陆将军，你们忙望龙河的事很辛苦，靠近水边的草窝里蚊虫最多。是的。姬慎笑得嘴角上扬，果然是特意为他准备的。陆将军，把这些香囊给你还有你的护卫们分一分，不是白用哦。你们用完之后要告诉我效果如何，方便我改进这个香囊的配方，赚大钱。好，这是你缝的？是庄妈妈他们连夜做的。姬慎沉默，抬眸看着林立夏狡黠的眼神，总觉得哪儿不对。陆将军，这个香囊重在驱蚊效果好，你不会嫌弃粗糙不带吧？不会。姬慎好似怕林立夏不相信，当即把香囊系在了腰间。那他们呢？吴痕，过来分分。大家记得反馈效果。林立夏笑得一脸灿烂，冲着众人挥挥手，看着他们骑马离开。静幽抱着小狐狸出来，立夏，这小狐狸能顺着味道找到他们吗？试试看，不行还有小黄呢。狐狸属于犬科动物，拥有很敏锐的嗅觉，它平日里有意没意的把小狐狸跟小黄一起训练。陆基慎肯定想不到，他送给他们那些香囊不单是用来驱蚊，他们那么多人，目标那么大，带着小狐狸和小黄顺着马蹄印，肯定能够寻到踪迹。青幽姐姐，子素哥哥说陆将军与瑞亲王是表兄弟，长得有几分相似，应该很好辨认的。青幽姐姐，你带着小狐狸与莫师兄先走，沿途撒下这个。我奶奶年岁大，我们乘坐马车带着小黄跟在你们身后追，咱们晚点会合。大师兄，我带着小狐狸去追，你保护立夏和奶奶的安全。
清幽说完，不给莫弈反应的时间，抱着小狐狸跨上马背，一甩马缰绳，奔腾而去。莫师兄，你先走。青阳城我很熟，有清幽姐姐做的桃影追魂，安全没问题。不急，我随你们一起。林立夏迟疑一瞬，莫师兄，我们马车行得慢，你吃点零嘴打发时间。莫师兄，方子是我改良过的，整个龙鳞国独一份的味道。独一份？牛肉做的？对，尝尝看好不好吃？好吃。这时，顺着味道寻找的大黄突然停下，追着马车汪汪汪的低声叫着。车夫将马车停下，立下。清幽抱着小狐狸，骑着马走到马车前。我怀疑这就是瑞亲王在青阳城的别院。我看也像，不能再朝前走了，以免让瑞亲王的护卫发现了。奶奶，咱们在这儿歇歇，只要瑞亲王从那边出来，咱们一眼就能看见他长什么模样。夏夏，奶奶活到这个岁数，还是第一次见这么大、这么好看的院子，这一定很贵吧？贵，很贵。等大哥做官了，我也给奶奶盖一座这样的别院。好，好，奶奶等着。夏夏，咱们能过去看看不？应该可以去看看。刚才你们没来之前，我悄悄绕到了门口看了看，门口的护卫恰好都认识。都认识？清幽姐姐，守门的人莫不是陆将军的护卫？对呀，都是熟人，放咱们去看看，应该问题不大吧？林立夏满眼的诧异，这领一份工资打2份工，任何时代的打工人都不容易啊。不能去，清幽姐姐，我们一过去就暴露咱们用香囊追踪他们的事儿了。这样啊。这时他怀中的小狐狸使劲一挣扎，他以为小狐狸想去林立夏的怀中，就松开了小狐狸。怎料小狐狸一落地，滋溜一下就朝王府的别院跑。快回来！糟糕，小黄和小狐狸要坏事。那只狐狸好眼熟啊，这只狗也很眼熟。糟了，这是林家的狗，还有林姑娘的小狐狸。为首的护卫是一脸的慌张，赶紧跑去禀告云无痕。小狐狸顺着气味一路跑到了姬慎的书房，看见熟悉的人，一脸兴奋地朝姬慎的怀中跳。姬慎正在看公文，公文都是京中送来的要紧事，但突然感觉腿上一沉，他一低头，看见小狐狸瞪着圆溜溜的大眼睛，好似在对他笑。他头皮一麻，本能地朝门口张望，一眼便看见了门口的小黄。小黄摇着尾巴，一脸热切地朝他跑来，对着他龇牙笑。殿下，不好了！林姑娘带着小黄和小狐狸顺着香囊一路追来了。看见来人是云无痕，姬慎的神情一松，低头看着脚下的小黄。小黄听到自己的名字，欢喜的不停地摇尾巴，还兴奋地低声叫着。听着小黄兴奋的叫声，抬眸一看，看见小黄围着云无痕腰间的香囊直吐舌头。姬慎摸摸他腰间的香囊，好吧，他又被林立夏给算计了。林立夏就是用这个驱蚊的香囊，让小黄和小狐狸一路追踪他们，寻到别院。姬慎情不自禁地勾起了一抹笑，慌乱的心思逐渐稳定下来。林立夏在哪儿？别院出口的那条路上。殿下，林姑娘送的这些别有用心的香囊如何处理啊？留着驱蚊。留下？殿下，那咱们一举一动岂不是都会被林立夏掌控？有问题？属下不敢。殿下，陆定坤回来时撞见林姑娘，他去何处啊？应该是跑去林家面馆吃面去了，算着时间，应该就是这一会儿回来。不早说。吴涵，让人出去截住陆定坤，千万别撞见林立夏。遵命。吴涵，告诉陆定坤，罚他3个月月俸。是。云无痕的声音里带着幸灾乐祸的笑。他被罚这么多次，终于轮到陆定坤被罚了。如今陆定坤也被罚3个月月俸，他憋着的这口气终于是顺畅多了。姬慎抱着小狐狸，步伐急切地朝别院入口的路上走，身后则跟着摇尾巴的小黄。守门的护卫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迟疑一瞬，赶紧跟上。谁让你乱跑？今晚没有肉骨头吃。夏夏，这狗通人性，你呀别总吓唬他，给你吃肉骨头，给你吃。咱面馆的肉骨头不吃也浪费，都给你吃。奶奶，你们怎会在此啊？林立夏有些心虚，抬眸看向陆姬慎腰间的香囊，也不知道对方是明白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小陆，瑞亲王在不在别院呀？奶奶能去看看不？林立夏满眼的无语，不敢抬头。这下好了，他理由都不用编，他奶奶就不打自招了。去看看无妨。这时路口处响起了哒哒哒的马蹄声，还有陆定坤抱怨的声音。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我什么时候才能摘下面具，正大光明的好好吃一碗面呢？只见路口一个穿着淡金色锦袍的少年，骑着一匹马，戴着一个遮住眉眼的赤金面具，一脸发愣地看着他们几个人。林立夏的神情僵住，目不转睛地盯着金面具的少年看，这人是瑞亲王吧？这个时候穿得这样华贵，戴着金面具出现在这个路口，这鼻子与唇形与陆姬慎是有几分相似，不是瑞亲王又会是谁？不过这人怎么跟他想象中的不一样呢？莫非瑞亲王也是个吃货，特意戴着面具去他家面馆吃面？要不要上去打个招呼？莫毅则微微蹙眉。先不论这个少年是不是瑞亲王，光是对方遮住眉眼的面具都让他的相术无法施展，他这趟是白来了。这是什么个情况？他是谁？他该如何做？这时小黄好似感受到主人们紧绷的情绪，冲着陆定坤的方向狗仗人势的吼叫。林立夏懵了，这下完了，这狗这么没眼色，晚上会不会被端上桌？小黄快回来！
他抓狗躲，几经忙活，只抓到了狗尾巴。再叫，晚上吃狗肉！别叫，晚上给你吃大骨头。他顺着声音的方向看去，只见一袭金黄色背影的面具男骑着马朝相反的方向离去。这瑞亲王被狗给咬走了。小王，看看你干的好事，你真是长狗胆了，竟然敢咬瑞亲王！他编造身份的事，林立夏迟早有一天会知道。现在说的谎越多，将来林立夏攒的气就越多。是时候跟林立夏坦白身份了。要不是瑞亲王心胸宽广，做人坦荡荡，不跟你一个畜生计较，你今晚就被人端上桌了。小黄，你的狗命能保住，多亏了陆将军宽宏大量，重情重义，舍下面子为你求情。小黄，你要是识时务，就赶紧跟陆将军道谢。林立夏，我有话跟你说。陆将军，今日之事是我思虑不周，我跟你道歉。林立夏，你不必道歉，这件事我……陆将军，我知晓你嫌弃我口说无凭没诚意，待我备一份厚礼。备厚礼？陆将军，今日打扰你这么久，怪不好意思的。我们晚上备一桌好酒宴，亲自跟你致歉。看见林立夏上马车，清幽也赶紧翻身上马，莫毅紧跟其后。一行人走远后，姬慎一低头，看着怀中瞪大眼睛的小狐狸，他忍不住笑了起来。林立夏跑得可真快，连他的小狐狸都不要了。姬慎抱着小狐狸回到别院，一边撸狐狸一边看公文。等到他将公文处理完，他抱着小狐狸朝外走，刚出门就看见处在门口一脸忐忑的陆定坤。殿下，我没酿成大祸吧？殿下，我们离京前，姑母曾私下找过我。母妃找你何事？姑母想要那株红珊瑚，知晓你将红珊瑚带走，就想让我看看你把红珊瑚送给谁了。哦，殿下，您放心，有关您和林姑娘的消息，我是一个字都没跟姑母说。二表哥啊，咱们在明，大皇兄的人在暗，你顶着我的身份没事不要乱跑，否则我担心你安全。二表哥啊，你让我这么担心，罚你3个月月俸，应不应当？应当，太应当了。殿下，如有一日你对属下也这般关心，属下自当对殿下忠贞不渝，罚俸3年。殿下，我记得呀，您对无痕的关心从来不亚于我的。无痕，本王待你如何？殿下待属下极好，属下无有为报，我有一颗忠心回报殿下，天地日月可见。姬慎垂眸，看向跪在地上的云无痕，眼神中微微有些触动。前世今生，云无痕对他都是忠心耿耿，从未有过二心。云无痕年幼时家道中落，多亏了幼时骆子素的接济，后来追随他，生活才有改善。他众多的属下中，就属云无痕无依无靠，银钱上最不宽裕。无痕快起，办好秦安城的差事，回京后给你月俸加30%。谢殿下恩典，属下定会尽心尽力。殿下，还有我呢。殿下，我每天戴着这个面具，又闷又沉的，还不能光明正大的出门。殿下，我宁愿修山望龙河。二表哥，你再忍一忍，等我坦白身份之后，你就可以光明正大出门了。要多久啊？还有，我什么时候加月俸？办好秦安城差事。姬慎学着林立夏哄林立东的口吻。二表哥啊，你满身的才华不能只满足于眼前的成就和月俸啊，应该着眼于未来，至少要达到舅父如今的成就。嘿嘿，吴涵，你听见没？哎，听见了，听见了。殿下说办好秦阳城差事，回京就给我加3成月俸。好像哪儿不对劲儿啊！林家林立夏为道歉，很有兴致的亲自下厨炒一大桌菜，菜香味诱惑的小黄直在桌下摇尾巴。小洛，你回来了，瑞亲王没为难你吧？姬慎下马，将马缰绳递给了身后的护卫，冲着许桃花摇摇头。小洛，今日之事是奶奶冒失，奶奶没有见过皇子龙孙，没想到给你惹下了大麻烦。小洛啊，这是奶奶给你做的下山，奶奶给你赔罪，你晚点啊试试合不合适，不合适的话跟奶奶说，奶奶呀再给你改一改。奶奶，下山我收下，今日之事对我没有半分的影响，您不必担忧。哎呦，没有影响就好。小陆啊，夏夏亲自下厨给你备了一桌子的菜，要跟你道歉呢。亲自下厨？陆将军，你先洗手。陆将军，您快请坐，都是您在林家爱吃的家常菜，你快尝尝。我想跟大家坦白。主子，京中要紧事，请主子移步书房。姬慎的神情一顿，他了解云无痕，若非10万火急的事，云无痕不会在这个时候打断他。陆将军，致歉的事不急，你正是要紧。姬慎深深地看了林立夏一眼，快步随云无痕离去。看着姬慎离去的背影，林立夏的脸颊一红，幸好云无痕来得及时呀。陆姬慎该不会是想坦白他对他图谋不轨的事吧？夏夏，小陆想坦白什么？我看他那样子，好似是很大的事呀。应该不是什么要紧事儿。夏夏，你们今日这事办得很不妥。爷爷，我知晓错了。奶奶，咱们不是说好谁也不说的吗？夏夏，奶奶一辈子就没瞒过你爷爷什么事儿，今日的事，奶奶心底里害怕呀。今日之事，幸好有陆将军帮你周旋，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夏夏，由此可见，陆将军人品真的很不错。夏夏，奶奶看见了，小陆啊，不停跟那个戴面具的瑞亲王使眼色，瑞亲王才假装害怕狗离去。夏夏，小陆啊，人真不错。他也觉得陆姬慎人不错，怎么办？好感值又加了不少，这样下去他会不会沉沦？诸位，我有要紧事，先离开几日。看着姬慎离去的背影，林立夏想起他做了一桌子致歉的菜，对方连一口都没有吃到。
陆将军，你一口饭都没吃，将这些葱油饼带上。陆将军，天大地大，吃饭最大，路上垫垫肚子。好。姬慎的眼底闪过一丝笑意，满眼的不舍，却又不得不走。林立夏，等我。林立夏愣住一瞬，他还没有反应过来陆姬慎这话中的意思，就听到一阵急切的马蹄声，越行越远。看着跑马扬起的灰尘，林立夏头一次觉得心中空荡荡的。他这是怎么了？对，做错事愧疚。殿下，那些人有备而来，我差点就没命了。伤到哪儿了？二表哥，这段时间你就在别院好好养伤，剩余的事情交给我。陆定坤连连点头。殿下，你一定要为我报仇啊！哦，不对，是给您自己报仇。他们想杀的人是您呐！姬慎的眼底闪过嗜血的杀意。今日他戴着面具，初次与青阳城当地的官员会面，进行到一半，想起了林立夏说要做菜给他致歉的事，他就让二表哥戴着面具顶替他的身份，继续与官员寒暄。没想到回别院的路上，二表哥就被人刺杀，招招毙命。二表哥，你放心，给我3日，我要伤你的人统统去地狱忏悔。好，殿下，大皇子的人没达成目的，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我知道。姬慎眉头紧蹙，他就怕祸及林家，才赶紧带着人从林家搬了出来。这几天大皇子的人不清理干净，他暂且不能去林家。殿下，太医说我伤势不重，身子骨好，养几日就好了，您别太担心我。姬慎的嘴角一抽，本想说不担心的，话到嘴边换了个说辞。怎会不担心呢？我只有你一个二表哥呀。殿下，好在他们不知道您脱下瑞亲王服，穿着便衣，住在一个寻常秀才家。这次委屈二表哥了。二表哥想要什么，回去去我司库选。谢殿下恩典。殿下，我能要一根金手指吗？姬慎很想说不行，但看着自家二表哥的伤势，说不出拒绝的话，咬着牙道：可以。谢殿下恩典。陆定坤一脸的欣喜，得意的看向一旁的云无痕。云无痕不是说殿下最宝贝那些金手指谁也要不来吗？看他这不是要来了，他才是殿下最宠的属下。殿下，您身上什么味道呀？有点古怪呀。算着时间，他有好久不曾吃到林立夏做的葱油饼了。殿下，这是什么味道呀？我看你小布袋里还有很多，给我一个尝尝。殿下，我的肩膀伤口好疼啊，手伤到现在一直饿的呢。看着陆定坤渗血的伤口，姬慎从小布袋里拿出一个递过去。只能尝一个。殿下，你又管管陆定坤了，他这段时间总是戴着面具去林家面馆吃面，属下看他呀，就是想勾搭林姑娘的表姐，送您表姐夫。看着陆定坤咳得喘不上气，云无痕嘴角勾起了一抹得意的笑。主子，您看陆定坤咳成这个样子，他就是心虚了。洛傻子还说陆定坤幼时还偷看过花魁洗澡呢。主子，云无痕，你够了。殿下，我没有啊，我答应与您一起戒色3年，时刻不敢忘。偷看花魁洗澡的事儿，殿下，我那时年幼不懂事儿，被京中几个纨绔一蛊惑，就真看了。还有几人知晓？夏夏，二哥，你怎么回来了？怎么还弄得像个野人一样？林立春脸上的笑僵住，他摸摸脸上凌乱的胡须，正要跟妹妹解释，沿途来不及打理，就看见院子里走出一个熟悉的身影，正是他心心念念的人。林立春的脸瞬间涨得通红，恨不得立刻找个地方给藏起来。二哥，你到家不进院子，准备站在门口开朵花出来？夏夏，你打趣二哥是不想要二哥给你带的生辰礼物了？想要。他二哥弄得跟野人一样，是为了着急忙慌的参加他的吉吉礼。夏夏，那你就跟二哥说几句好听话。林一下回头看，只见许桃花提着一根棍子，气鼓鼓的朝这边来。臭小子，你还有脸回来？许桃花说着，棍子就朝林立春的身上招呼，用很大很夸张的动作扬起，却轻飘飘的落下。我打死你个臭小子！我让你一声不吭就跑去从军，你还有脸让夏夏跟你说好听的？奶奶，我错了，知道错了。你个不省心的臭小子，让你妹妹一个女孩子跑那么远去给你收拾，你怎么当哥哥的？奶奶，你别哭啊！你要不解气，你就再多打2下。不打了，你皮糙肉厚的，累手。二哥，你能在家待几天？至少你过完生辰吧。荣将军说我平时表现好，正好回家与家人团圆。那其他人呢？其他人家又不在这儿。二哥，你们一共多少人？你回家团圆，他们做什么？300多人。等梅花城县令筹集军粮，我们回去的时候顺道就运回军营了。二哥，你给瑞亲王送东西，有没有见到陆将军？没有，不过我好像隐隐约约听到有人说陆将军受伤了。陆将军受伤了？林立夏的心好似被针扎一样，微微刺痛。二哥，他在哪儿养伤？夏夏，几个月不见，你怎么对陆将军这么上心啊？林立夏神情僵住，莫非他真的栽到陆基慎这个坑里了？不可能。二哥，你乱想什么呢？我只是想让他多照顾你几分。我不用他照顾啊，荣将军对我很赏识啊。夏夏，二哥去打听一下陆将军在哪儿养伤。二哥，不必了，谁受伤也抵不上你的安全重要。大哥，你听见没？你听见没？在夏夏心中，还是我这个做二哥的最重要。立川，你回来这么久，胡须还不刮刮，不怕把清幽姑娘吓跑？夏夏，
二哥这个样子很丑吗？二哥，听清幽姐姐说，你转悠到幽灵谷谷外时，裹着花里胡哨的兽皮，像个野人。夏夏，二哥先回屋沐浴更衣了。莫不是陆基慎走了，不放心林家，还派暗卫护住林家？想到这儿，他进屋找来梯子，爬到梯子最顶端，手指紧紧地攥住头顶的桃树枝，佯装要摔倒，一脸惊恐地喊道：“救命啊！小心！”果然有人，好可怕呀，差点就摔跤了，幸好你来得及时。对了，影中，你怎么这么晚在我家？这也太巧了。看着林立夏浮夸的神情，影中脑海里闪现出林立夏一棍子给劫匪爆弹的画面。他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冷战，看着林立夏的眼神很是复杂。未来主母太敏锐了，他的差事不好干，生怕稍有不慎就被林立夏发现他们。林姑娘，我家主子遇上点麻烦事儿，怕带人对林家人下手，命属下带人守护林家安全。没想到他很守诺，这样的人能处。影中，那我与二哥的对话，你是不是也都听见了？没有，非礼勿看，非礼勿听。这时，一阵急切的脚步声从好几个方向跑来。夏夏，你没事吧？没事儿，我刚才爬梯子想摘个桃树枝，差点摔跤，一喊救命，没想到梯子他又稳住了。哎呦，幸好没摔倒。夏夏，下次爬梯子这样危险的活，留着让你大哥来。对，让你大哥来。夏夏，怎么不见你爹呢？爹看丽说要沐浴，就进屋看看。看什么？爹啊，你别打了！哎呀，爹啊，我知道错了。哎呀，爹啊，你打到我受伤的地方了。哎呀，真的好疼啊！哎呀，爹！闭嘴！你这个混小子，你当爹看到你满背的伤痕，爹不疼啊？爹，那你打吧。我打了，你赶紧穿衣服。咣当一声响，林文耀眼眶微红的走出来，看见门口的几人，他愣住一瞬。你们怎么来了？李东，你进屋看看，立春裤子穿好没？没有。混小子，出门前还光溜溜的背，回来后就满背的伤痕，不知道在外面受多大的罪。臭小子，回来一句话都不说，早知道我不打他了。奶奶，你别自责，你那一棍子呀，打在我二哥的一身戎装上，就跟挠痒痒一样。我二哥立志要当将军，他身上的每道伤痕都是功勋。幸好我找莫师兄定制的护心甲，这几天就快做好了。幽影谷的护心甲最好，这次就让我二哥穿着走。夏夏，你说的护心甲是不是幽影谷千金难寻的护心甲？对。我有护心甲了！幽影谷千金难寻的护心甲，别人想要都买不起呢！我家夏夏可真厉害。还是打轻了呀。二哥，你朝左侧翻看。左侧有什么？夏夏，他站在那儿多久了？他是谁？清幽姐姐，能不能帮我催一催莫师兄，赶在我二哥离开前把护心甲做好？可以。清幽眼底神情复杂，深深看了林立春一眼，就朝外走去。清幽姐姐，现在天都黑了，咱们不急这一会儿。无妨，我正好心烦。夏夏，我是不是吓着他了？傻站着做什么？还不快去追！好。林立夏拧着眉头朝花丛的方向走，确认没有林家其他人。影中，我有事儿问你。听见林立夏喊他，影中迟疑一瞬，从树上跳了下来。陆将军在哪儿养伤？林姑娘，主子没大碍。影中，我二哥满背的伤，我问他时，他也说自己没大碍。是瑞亲王别院吗？是。他留多少人在这儿？13人。你们怎么吃饭？干粮。住哪儿？住隔壁小院。你家主子有没有说这场麻烦何时能够了结？主子说3日。今日是不是第3日？是。你等我一下。影中，这里有迷药，还有桃影追魂，你把这些分一分，然后人分成2波，我们去趟别院。林姑娘，这不妥。有何不妥？后日是我及笄礼，明日我家陆陆续续会来很多亲戚，这场麻烦不尽快解决，等人将我们林家一锅端了。林姑娘，主子之令，我等不敢违抗。有事我扛着。他拍马上前。二哥，陆将军遇见一些麻烦，有可能会波及林家，影中留下几个护卫在林家，我怕护卫应付不过来。二哥，要不你先回家守着。好，我这就回去。等等我跟你一起回。两人刚走出没多远，客栈的门就打开了。莫毅一袭白衣，翻身上马，追着林立夏的方向跑。林姑娘，莫公子追上来了。我看见了。莫师兄，你来做什么？去看看，我与他比剑还没分出输赢，他还不能死。莫师兄，你这是何意？莫非你听到什么消息？去了就知道。林立夏环顾四周，看见王府别院的门口，陆基慎的护卫与一群黑衣人打得难舍难分，找了个合适藏身的地方躲着，生怕被人发现他白白送人头。一袭白衣的莫毅好似一个旁观者一样，站在林立夏不远处，静静看着影中他们发挥。莫师兄，咱们进去看看，此刻正是在瑞亲王面前刷好感的大好机会，说不定还能挣个从龙之功。方才藏身躲最快的是谁？陆将军，刺杀你的人是镇北军。镇北军？戒备，陆将军，我来助你。我妹妹呢？她有没有受伤？基慎嘴角一抽，
方才他私聊领兵之人时，怎会把林立春给忘了？二哥，咱家怎么办？夏夏，你头发怎么乱了？有没有受伤？没受伤，丢了一个发簪。二哥，你们都来了，咱家怎么办？前3个带着一拨人，二叔又喊来了作坊的人，都在咱家守着呢。我与黎兄带着属下弟兄过来，看看能不能帮上忙。安排的挺好。二哥，你带人来帮忙，为啥跑到最后面去了？哎，别提了，刚走到路口，我的马不知道踩到什么，好像扎到马蹄子了。奇怪，哪儿来的银簪子呀？哎，这么巧！二哥，这是我的银簪子，秦家姐姐给我做的绢花，被方才那个人一箭给射坏了。夏夏，这簪子是从你头顶射下来的。夏夏，那人呢？他在哪儿？二哥去杀了他。应该是死了吧？二哥，我用唐影追魂射中他，看见影中将他拖到院子里了。人已经处理干净了，怕吓到你，就拖到柴房处理的。办得漂亮！我家零食你想吃什么随便挑，算是我的谢礼。不敢当，应当是在下感谢林姑娘当机立断，解主子燃眉之急。这时，一只信鸽扑闪着翅膀落在了别院的石狮子上。影中，给风尊院传信，让他暂停手中事，尽快来青阳城。遵命。林立夏，你不怕吗？怕呀，陆将军，下次再遇见这种事，不要私下安排，可以提前跟我说，咱们或许可以有更好的应对方法。陆将军，别忘了，咱们可是一条船上的人，我一般情况下不抛弃队友，除非队友很可恶。陆将军，我们林家把宝都压在你与瑞亲王身上，我们林家永远站在你们身后，你们可一定要赢啊！林姑娘，这些贺礼可是我家主子准备了几个月，您若不收，属下回去交不了差呀。求林姑娘收下贺礼。求姑娘收下贺礼。我家主子愿林姑娘余生吉祥如意，富贵安康，幸福美满。我家主子愿林姑娘余生吉祥如意，富贵安康，幸福美满。林姑娘，收下吧。影中，你们快起来！请林姑娘收下贺礼，我等立刻向主子复命。请林姑娘收下贺礼，我等立刻向主子复命。就连影中等人对他的态度，也让他有种错觉，陆基慎是真的把他当成未来的妻子在敬重。怎么办？他觉得有点触动心弦，谁来帮他洗洗脑子呀？老爷子，您看，陆将军对林姑娘是真的很用心。夏夏，爷爷活这么大的岁数，从未见过吉吉贺礼送这么贵重的，这不单是用心，这是势在必得。林老爷子一语中的，林立夏慌的心跳漏掉了2拍，脸颊情不自禁地红了起来。原来真正心动时，就算平时稳如老狗，也会害羞到脸红。夏夏，你爷爷说的对。哎呦，夏夏，这么漂亮的红珊瑚树，咱们呀可得好好的保管，等你嫁给小陆那一日，当陪嫁送过去。奶奶，这么贵重的贺礼，夏夏，再贵重的贺礼啊，奶奶都让你爹给你陪嫁过去，最后还不是落入你们2个人的私库。小影啊，贺礼的事儿奶奶做主收下了，将来呀都给夏夏陪嫁。小影，你快别跪着了，这一路上抬这么贵重的贺礼，想必是费了不少力气吧？还好，林姑娘，您可有话带给主子？有，小影啊，进屋喝杯茶，慢慢聊。夏夏，人家小陆护送瑞亲王回京，都不忘你吉吉。等等，影中，你跟我来。李川，快跟去看看。好。影中，你家主子这次进京如此凶险，为何将你这个得力干将留在青阳城？对呀，为什么？这是不是叫什么色令智昏呢？二哥，你不要乱用词。我家主子才不色令智昏。林姑娘，我家主子心系百姓，体恤下属，因我一边照顾众生的影城，一边监督修缮望龙河呢。好，那他带的人？林姑娘担心我家主子。林姑娘，您别担忧，我家主子那是战场上一刀一剑拼出来的，他本身的武功也很好。明刀易躲，暗箭难防。你家主子身边潜伏的奸细都揪出来了？主子遇刺那一晚就揪出来3个叛徒，均已斩首。行动力很快嘛。影城的伤势如何？伤口已经结痂。林姑娘，您若无话带给主子，属下先告辞了。你不管理啊？不了，林姑娘，属下还得回去看看望龙河的进度，再看看影城的伤口。那还挺忙的。来者是客，怎么能让客人饿着肚子回去？二哥，你带影中去咱家厨房，凡是他爱吃的都给他们多装一些，让他们路上吃。这不好吧？你不拿才显得林家失礼。那我拿点，不好让林家失礼。姑娘，又来了一群穿红衣服的人送贺礼。是子苏哥哥？不是，好似斜对面那个长得很俊俏的段公子。段资怀？段公子别来无恙。在下刚到青阳城，听闻今日是林姑娘的吉吉礼，特意准备了一份薄礼送来，望林姑娘不要嫌弃啊。林姑娘，在下不了解青阳城的风俗，这些薄礼呢都是属下们备下的，不知道合不合林姑娘的心意。段公子，你送的贺礼太贵重了，我若是收下贺礼，其他的合作伙伴就会很为难。林姑娘，这些礼物还没打开看，你又怎知很贵重呢？段公子，
你看你这礼物的箱子都是上等的梨花木制成，礼物还能……段公子，你剩余几箱都是这个礼物吗？林姑娘，这样的贺礼你真不能收？谁说不能收？收！段公子送的礼物简直太合我心意了，必须收。什么礼物？这个骚狐狸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上次云无痕将骚狐狸的小院一把火烧个干净，骚狐狸连面都不敢露。现在他主子前脚回京，骚狐狸后脚就跑到林姑娘面前蹦跶。同样是穿红衣，同样在贺礼上绑上大红花，还比主子多送2担。就连身上的衣服穿的也与林姑娘极为相似。两人站在一处，乍一看就像一对要拜堂成亲的新人，真是癞蛤蟆爬到脚面上，不咬人也恶心人。这位公子，你来的正好，我正巧有桩事与你探讨一二。只见影中额头青筋突起，俨然是在刻意的压制着怒火。林立夏心中一惊，这两人不会在他吉吉礼上打起来吧？我今日只为贺林姑娘及笄而来。轻蔑的态度是压根儿就没有将影中看在眼里，气得影中握紧了拳头，恨不得一拳砸在段子怀的脸上。感谢段公子远道而来，为我精心准备了这些贺礼，您快屋里请。影中，你们两人有话，待我吉吉礼结束之后，你们再慢慢聊。如此一想，林姑娘只是单纯的喜欢这个骚狐狸的贺礼，并没有对骚狐狸另眼相看。这骚狐狸到底送了什么？这是什么东西啊？我喜欢的好东西。林立夏喜笑颜开，推开了影中，连忙将担子上的盖子盖住。他正愁之前土豆种子不够多，段子怀又给他送来了6担。大哥，你招待一下段公子。二哥，你将东西抬进屋子里。林老爷子，这位段公子从作坊拿香皂的。罗大人，这位段公子送来的贺礼很珍贵，很实用。哟，老天爷呀，又来了一群穿着红衣送贺礼的，这次呀，看着更像是送聘礼的了。妹妹，哥哥为贺你吉吉啊，特意打扮得很喜庆，还给你提前备下了6担贺礼，都是从京城运过来的。妹妹，这些贺礼啊，都是哥哥让哥哥的哥哥精心挑选的，你快过来看看你喜不喜欢。妹妹，你快看，这些贺礼啊，等你出嫁时可以直接抬走做嫁妆的。妹妹，这一担书啊，都是哥哥的哥哥收集来的各种书籍，据说呀，很适合女孩子做陪嫁。妹妹，你再看这一担，这都是时下京城最流行的布料了。妹妹，这一担呀，是京城最流行的女儿家的首饰。妹妹，那一担是字画。妹妹，这一担是糕点。哎呀，妹妹，这一担呀是名茶。林文耀吞吞口水，当初他拦着不让女儿认的义兄，怎么比他这个当爹的准备的还齐全？这得花多少银子呀？陆公子，你还有银子吃饭吗？妹妹，这个骚狐狸怎么还敢来呀？骚狐狸，你故意在妹妹的吉吉礼上穿成这个样子，你想做什么？你不也穿成这样？你什么心思，我就什么心思。哼，你能跟我比？我是妹妹的义兄，你算老几啊？段子怀，陆定坤对我出言不逊，我敢与他打架。而你呢？陆定坤把你的小院都烧了，你都不敢露面。傻子。段子怀冷笑，一个连姬慎和陆定坤都分不清的傻子，不知道在得意什么。他压下了嘴边的笑，笑得一脸和善又优雅地看着骆子硕。陆公子，在下最近听到一句民间俗语，不与傻子论长短。子素哥哥，这句我会对，不与小人争是非。小人？子素哥哥，准备这么多的贺礼，一定是忙得顾不上吃饭吧？妹妹，你这一说呀，哥哥确实感觉肚子饿了。子素哥哥想吃什么？我让研墨去给你准备。好吃的都来点。好。好一个林立夏，收他贺礼时喜笑颜开，维护骆子素时翻脸就骂他是小人，真是亲疏有别呀。哈哈哈！林姑娘好才学呀，又学到一句不与小人争是非。哈哈哈哈！小人。看着段子怀眼神的变化，影中凑到段子怀跟前道：迟早有一日剥下你的面具。这位公子，我并未得罪过你，你为何频频与我过不去？还装傻？等林姑娘吉吉礼后，咱们好好叙叙旧，慢慢算。好，我等你。林家奶奶。小影啊，奶奶求你一件事。奶奶，这求字可不敢当，您有事直接吩咐便是。小影，今日是我家夏夏的吉吉礼，不论你与那个段公子有何恩怨，都不要在夏夏的吉吉礼上闹。奶奶，我懂，绝不影响林姑娘的吉吉礼。哎，这就好。立冬、立春，你们将这些贺礼抬进屋，让庄妈妈登记造册，以后呀，都给夏夏做陪嫁。奶奶，骆公子只是义兄，他准备这么多贺礼，咱们都收合适吗？
夏夏说有来有往就合适，这些呀都是小洛的心意，夏夏不会让他吃亏的。啊，有道理。比不上就比不上了，各凭心意吧。娘，这么多贺礼都给立夏陪嫁，那立夏得嫁个什么样的人家？这事儿啊，你大哥自会操心。大哥，立夏及笄一下子就来了3个贵公子，都送这么贵重的贺礼，你最中意哪一个？夏夏还小。主子，前去探路的人回禀，前面遇见一个迎亲队伍，要不要让他们避一避？让迎亲队伍先走。遵命。殿下，喝点水。人算不如天算，很遗憾他不能亲自去看林立夏的吉吉礼。主子，这个时辰林姑娘应该已经收到您送的贺礼，她肯定会很高兴。主子，您送林姑娘的贺礼肯定没人比得过。是吗？骆子苏准备什么贺礼？主子，还是咱们龙鳞国开国君主英明将这个规定改了，不管女子有没有许人家，只要年满15岁，都可由父母主持操办吉吉礼。云寒，你到底想说什么啊？一抬眸，正好看见迎亲队伍的花轿撩开了一个缝隙，露出了一张很熟悉的脸。云无痕瞪大双眸，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揉揉眼，定睛一看，花轿里坐着的新娘确实是熟人。主子，那里面坐的新娘是李虎。谁是李虎啊？主子，你忘记了？她是紫竹城县令的女儿，也是第一个爬您床被老虎扑，从李霞改名叫李虎。竟是她！云寒，去查查她是否阳奉阴违。查她是否改名。速去。遵命。他不敢想象，有一日林立夏嫁人了，新郎不是他家主子，主子会疯到什么程度？不可能，主子这么好，林立夏不嫁主子，谁又敢娶她呢？这样的事绝不能发生。主子，他没有阳奉阴违，庚帖上是李虎。知道了。姬慎静静地看着迎亲的队伍离去，他绝不允许梦中的事应验，天下和林立夏他都要。吴寒，出发。主子，咱们自青阳城出发后遇袭2次，您都未曾好好休息过，属下担心您身子。主子，您身子要紧，若累病了耽误回京，还让林姑娘担忧。对，主子，咱们出城前，林姑娘在人群中到处找您，没有看到您，她很失望呢。她肯定不想看到您将自己累病了。赶路，今夜进城休息。姬慎的嘴角微微上扬，原来那时林立夏在找他。林姑娘，这是何物？闻着挺提神醒脑的。万金油。夏夏，营中有急事先走了。林姑娘，这个万金油除了提神醒脑，还有什么功效？清凉散热，祛风止痒，止痛。林姑娘，这个在南溪城很畅销，可否？段公子，这个原料难寻，万金油的价格很贵，其产量低。林姑娘只管开价。不是价格的问题，当初不知道哪个王八蛋放了一把火，差点烧到我家，惊动我全家去救火，踢翻了几坛子万金油。林姑娘，那准备的这些回礼的万金油是？仅剩下的2坛子。唉，给大家准备完回礼之后，我这里仅剩不到50瓶库存了。林姑娘，能否都让与我？不瞒段公子，这50瓶万金油，我本留着今年秋闱售卖给那些贵公子，一瓶打算卖20两。20两一瓶，我全要了。段公子，你不再考虑考虑？林姑娘怕我亏钱。林姑娘放心，就万金油的功效，送到南溪城那些富商手中，就算是50两一瓶，他们也会抢着要的。南溪城的有钱人真多。林姑娘，你不介意我高价回收你赠送给宾客的万金油吧？段公子，可以是可以，就是怕南溪城没有那么多的富贵人家，这高价收来的万金油就砸在手中了。林姑娘放心，我段家合作对象很广。有多广？若有机会，在下愿带林姑娘逐个拜访。这个时代，只有夫君能带自家娘子逐个拜访合作对象。段子怀这话中的深意很是明显。我只是随口一问。林姑娘，在下直觉很准，在下相信终有这一日。林立夏心道，段子怀要不是长了一张顶流的脸，他都怀疑对方是普信男了。段公子，时候不早了，我房中还有一些账本未看完。林姑娘，你先忙，在下也告辞。子素哥哥，你以后不要去招惹段自怀，他的心机之深堪比陆基慎，很危险。不就挺着忍吗？他院子被陆定坤烧成一片废墟，全程不见他提一句。这人许是在憋大招。妹妹，什么叫憋大招啊？就是攒着劲儿准备报复陆基慎。那好呀，可惜啊，暂时看不到他们2人谁会赢。子素哥哥，他们2个都不是善茬，咱们尽量谁都不得罪。听妹妹的，罗傻子活腻了。吴寒，听闻你收到罗子苏的信，呈上来。主子，都怪属下手抖，不小心将信烧毁了。吴寒，你可知本王回京后，从未收到颍中一封回信。殿下，您担心颍中已经遭遇不测？吴寒，骆子苏信中说什么？
回禀殿下，骆子素来信给属下炫耀，他送给林姑娘的贺礼比骚狐狸更讨林姑娘喜欢。他还说，林姑娘将万金油20两一瓶卖给了骚狐狸，赚来1000两银票都给他花了。主子，求您不要跟骆子素这个傻子计较。我想林姑娘是看出骆傻子没银子用，这才会给骆傻子1000两银票的。吴痕，你口中的骚狐狸就是烧本王小院的那个姓段的？是的，殿下怀疑他对影中下手？不止。京城大皇兄一边派人刺杀他，一边暗中给父皇下毒。他母妃看出端倪，才故意装病，让他尽快回京。殿下，大皇子已被发去守皇陵，如今京中局势已经稳定，要不让属下去一趟青阳城，定将这件事情查个水落石出。殿下，如今皇上龙体欠安，局势随时会有新变故，属下以为此刻离不开吴痕。殿下，是属下心急，担忧青阳城失控，是属下考虑不周，请殿下责罚。担心青阳城失控？吴痕，你是关心则乱呀。让风随影来一趟。风随影拜见殿下。算着时间，你妹妹此刻是不是已到青阳城？回禀殿下，属下曾跟嫣儿叮嘱过，让她到青阳城尽快给属下写信报平安。算着时间，再有1日，嫣儿的信就该到京城了。还要1日？殿下，贵妃娘娘急召，让您即刻入宫。来人，备马。风随影，你带着5、3刀暗中回到青阳城。遵命。主子，也许是有人拦下影中的信。主子，有人拦影中的信，却不会拦骆子素那个纨绔的信，就去一趟骆家，通过骆家联系上骆子素，他们就能知道影中的情况了。不错，主子，是骆家的马车。回来，拜见睿亲王殿下。骆大人免礼。骆大人，本王有要事，先行一步，你乘坐本王的软轿入宫。祖父，这软轿能坐吗？扶我上轿。诺王大人，皇上传召。有劳沈大人带路。老师，您来了。老臣参见皇上。老师，朕要走在您的前头了，皇上，您要保重龙体呀。老师，这些年，你可有怨过朕？老臣惶恐，老臣时刻感恩皇上体恤老臣。老师，朕想把皇位托付给慎儿，老师觉得他能否担起大任？皇上，老臣不敢妄议皇子。是不敢，还是不想？睿亲王殿下文武双全，其才情卓越，智勇兼备，然行事不羁，常亦出常轨之外，性稍暴戾，时有雷霆之怒，然其英明果断，亦能平治天下之乱，亦能威慑四海，不失一代雄主也。老师，朕的慎儿年满14岁就上战场，他过得比京城许多世家公子都辛苦。老臣明白，睿亲王殿下浴血奋战多年，沾染一些军种做派，也是环境造就的。老师说的极是。老师，朕想把慎儿托付给您。皇上，老臣年事已高，怕哪日身子不中用，就辜负皇上嘱托。老师，你知道朕为何要将这重任托付给您吗？老臣不知，请皇上明鉴。老师，您是两朝帝师，德高望重，为人清正廉洁，将慎儿托付给您，朕相信您会教导好慎儿。老臣惶恐，皇上，不知睿亲王可愿意？老师放心，慎儿对您对骆家都满是敬仰，皇上放心，老臣拼上这条老命，也绝不辜负皇上的嘱托。老师，朕早些退位，是不是还能多活一段时日？姑娘，奴婢早上去采买，走到路口遇见了一个猎户，他问清奴婢身份后，就塞给了奴婢一封血书。夏夏，有可能是找我的。夏夏，是影中。影中写的血书？二哥，影中是给我送贺礼后从林家离开遭到伏击，他曾经救过林家，这件事咱们不能坐视不理。夏夏，二哥现在就去召集人，立刻去救他。等等，二哥，你隶属镇北军，带着军中的人大张旗鼓的寻找，不光引人注目，将来还会被人诟病。夏夏，影中是陆将军的护卫，这没什么不妥吧？小心为上，这事儿你去通知罗海昌，让他召集人去寻找。夏夏，这一来一回要等多久啊？影中他撑得住吗？二哥，罗海昌寻找是做戏给幕后人看，你去寻找钱三哥，与风随英一同带着咱们作坊的人以寻找原料为由进山。这法子好。影中孤零零地困在一个狭小的山间夹缝里，身上的红衣早已被脱下，揉成一团，装在了一个包裹上，身上只穿着一袭白色里衣，衣服上血迹斑斑。林立夏上前几步，刚要伸手去探影中是否发烧，影中猛然睁开眼，下意识地要出手。林姑娘，属下无用，还连累您亲自来救我。说话中气很足，你摔断一条腿，
正是如此。林姑娘，我这腿还有没有机会保住啊？我看看。林姑娘，使不得，男女授受不亲，劳烦您将我送到林家，让林家爷爷帮我看看。你应该发烧了，多喝点水。谢谢林姑娘。研墨，拿10两银子给为咱们带路的张烈货。小杨，你这个腿伤很麻烦，很难治啊。林家爷爷，您有办法保住我的腿？有，但是很痛。林家爷爷，只要能保住我的腿，什么样的痛我都能忍受。小薇，夜太黑，爷爷的眼睛看不大清楚，你来将他腿上的腐肉剔除。林爷爷，我不行，我下不来手。那我来吧。不用，老爷子，我自己来，我能忍住痛。剔除腐肉有麻沸散，还不算痛。你断骨两端清洁后，我爷爷要用手法将断骨的两端对齐，之后的愈合是你要再经历一次这几日的痛。我不怕痛。喂，谁袭击你？风姑娘，你到青阳城几日？可曾见过影城？没有，我奉命前来是为殿下督办星月镖局的事。风姑娘，我接到影城的讯息，提早离开林家，回去的路上被人偷袭，一行人就我一个侥幸活下来。你怀疑影城？我也不想怀疑他，劳烦你偷偷去一趟主子的别院。不行，你让风姑娘此时去，就是让她去送死。影中，你几日都未曾好好用餐，我让研墨给你煮了粥。谢谢林姑娘。林姑娘，影城若是背叛主子，对您对主子都很不利。你想如何确认影城是否背叛？林姑娘，我与影城都是孤儿，两人经过重重考验，最终成为主子的安危。主子为我们两人分别赐名影中、影城，对我二人寄予厚望。我若身死，他便能掌控青阳城剩余的安危。懂，杀你，他上位，既隐瞒他是奸细的事，还能阴你主子一把。林姑娘，如今京中局势至关重要，我怕影城用您的安危来威胁主子。用我的安危威胁陆继慎？他对陆继慎有那么重要吗？林姑娘，主子对您用情至深，属下们也早已把您当作未来主母在京中。您影中，那你还能传讯回去吗？不行，属下失踪这么久，传信的渠道早就被影城掌控了。你让我理一理。假设影城不是内奸，谋害你的凶手定不会放过已受重伤的他。只要去瑞亲王的别院看看他是否还活着，就能确认他是不是内奸。我带出来的人武功都不差，我们侦损之后，影城不足以保命。他若平安无事活着，那就有蹊跷。可以我的武功，很难不被影城发现。风姑娘不能去，影城掌控你们在青阳城的势力，定会担心有漏网之鱼，就等着瓮中捉鳖呢。那有迷药行不行？不行，对方会有防范，而且现在还不确认瑞亲王别院是什么情况。那该怎么办？从目前的情况判断，虽不知影城是谁的人，但他暂时对林家没有敌意。不行，让主子知晓我让林姑娘去冒险，我就活到头了。我的意思是，我明日派人以林家的名义去给你送菜。这能行吗？送菜是其中一个办法，我们还可以通过罗大人寻找给瑞亲王倒夜香的人，让人以倒夜香为由，也能探一探虚实。这让谁去啊？认得影城的人都不便出现。我有法子。黎明夏立刻命研墨准备笔墨，很快就勾出影城的轮廓。哇，林姑娘，你将影城画得分毫不差，这换谁去都能认得出。影中，这个影城是哪里人？鼻子比你们高很多。我没细问过，不过呢，他的鼻子是很高，以前训练的时候还有人给他取外号叫大鼻子。影中，我明日去寻找子素哥哥，用骆家的联络渠道，先将你受伤的事传回京中，让你主子知道青阳城的变故，做到心中有数。属下谢谢林姑娘。林姑娘，属下不能住在林家，怕给林家招惹麻烦。是有些麻烦，当初负责修缮小院的人是影城，影城对林家的布局了如指掌。他得知你住在林家，你这条命10有8九保不住。你不能留在青阳城养伤，我让风姑娘送你走。青阳城的事交给我与你主子联络处理。属下谢过林姑娘。影中，你将粥喝了，我去打人送你走。风随隐返回了林家时，已是4日中午。黎明夏正在与罗海昌交谈。林姑娘，我未曾见到别院的人，就被守门的护卫轰了出来。如此不给你面子啊！俗话说，宰相门前七品官，如今瑞亲王风头正盛，陆将军也水涨船高。再等等，偷听陆继慎与他的对话，踩坏他家的屋顶，半夜3更在陆继慎的房间里翻来翻去。这人潜伏陆继慎身前这么久，没有做出伤害陆继慎及林家人的举动，谋划肯定更大。到底在谋划什么呢？林姑娘，发生何事？罗大人，假如影城是敌国奸细，他潜伏在陆将军跟前，有没有可能拿到兵防图？有可能。姑娘，吓死老奴了！老奴刚将菜送到别院门口，还未开口呢，就被守门的人用刀架在了脖子上。菜收了没有？没收。林姑娘，再等等，我派去收夜香的人还没回来。大人，不好了！扮成收夜香的陈山死了，而且他的死状很凄惨，四肢被人斩下，躯体都泡在夜香里面呢。罗海昌吓得手一抖，刚端起的茶杯啪嗒一声掉在了地上。林姑娘，这是警告，
定是陈山清晨到夜乡就被那些人看出异常，才不让我和送菜的人进门。我们已经打草惊蛇了。对方好嚣张的态度。罗大人，他占据的是瑞亲王别院，我们稍有不慎就会被扣上对瑞亲王不敬的帽子。林姑娘，这事儿很难办呐。林姑娘，我有个法子，就是不知道够不够周详。罗大人请说。林姑娘，陆将军对您极为信任，不如你多写几封书信，将这边情况告知陆将军，我派人分多个渠道送往京城陆家。是个好法子，我们不好动郢城，让陆将军自己派人过来处置郢城。林姑娘考虑的周详。林姑娘，你这些信都是幌子，真正的信我另有安排。郢城得意洋洋地将所有拦截的信一同交给他主子。主子，要如何处置他？别动他，设法将这些信都完好无缺地送到姬慎手中，让姬慎去烦躁。遵命。主子，那罗海昌，他是姬慎亲自安置在青阳城的，杀他容易打草惊蛇。主子，那他会不会坏事？区区一个县令，他还没那么大能耐，你只需盯紧他。遵命。主子看中林立夏，不让他动。罗海昌敢派人盯梢，他给罗海昌点教训还是可以的。郢城说办就办，趁着罗海昌去农田的路上，派人伪装成劫匪围堵住罗海昌。兄弟们，杀了这个狗官，为我们死去的大哥报仇！他躲，劫匪追，一番折腾下来，罗海昌身上的官服被人削得到处都漏风。狗官，算你命大，来日再取你性命。在两个护卫的搀扶下站起身，一检查身上的伤口都是皮外伤，他脑子里有个猜测。这时他带来的护卫一脸忐忑的请罪。大人，是小人护主不力，请大人责罚。不怪你，这些人不是劫匪，就单纯想给本官一个教训。大人，那咱们还去林家田庄吗？去，本官与林姑娘约好了，不能失约。当罗海昌穿着一身漏风的官服到达林家田庄时，林立夏目瞪口呆，半晌道：罗大人，是他按耐不住对你下手了？对，须是发现本官派人盯着瑞亲王别院，以他们的武功只吓唬你，却又不取你性命，是有所顾忌。林姑娘，本官受伤不要紧，只要信能够平安地送到陆将军手中。林立夏一脸敬佩地看着罗海昌，这人不愧是职场老油条啊，这心理素质是真好。罗大人放心，再有几日，陆将军定能收到信。林姑娘，你说的那个可以让我做出大政绩的事，罗大人跟我来。夏夏，罗大人这是怎么了？哦，遇上点事儿，都是皮外伤。罗大人，我家田庄现在种的这个叫土豆，能做出很多种美食，主要是亩产能达到1000斤。林姑娘，你方才说的是这个叫土豆的能亩产1000斤？是亩产量1000斤。罗大人，这个东西不光亩产量高，还能做出各种美食。林姑娘，冒昧问一下，这个土豆种子还有这个产量，您又是从何处得知的？林姑娘，2年后您定会成为青阳城百姓心中的大恩人。这我可不敢当。林姑娘一心为民，却又如此谦卑，让我自愧不如啊！林姑娘，我会尽快将林老爷子说的这些水稻增产法子整理入册，到时再拿给你们祖孙2人看。可以。林立夏笑盈盈地将罗海昌送走，他做梦都没有想到，他还没等来罗海昌，就先等来皇帝驾崩的消息，只能连夜去拜访罗海昌。罗大人，龙鳞国的新皇是谁？林姑娘，你来的正好，你不来我也正要去寻你。目前是瑞亲王监国，待皇上下葬之后，就是瑞亲王的登基大典。是瑞亲王，好呀！罗大人，盯梢郢城的人可以再多安排一些。京城骆家，你说这是林家传给陆将军的急信，有关瑞亲王的事儿？正是。大公子，林姑娘说此信有关国家大事，小的为送信，沿途跑死了好几匹马，你跟我都饿瘦一圈了。殿下，属下这有一封来自青阳城林姑娘的急信。骆子博的话还没说完，一道身影一闪，他手中的信就到了姬慎手中。骆子博满眼震惊不已，余光偷偷观察着看信的姬慎。有姬慎，展信月，感谢您送来的吉吉贺礼。我给你讲个故事做答谢。见复见。从前有个姑娘，还有2个护卫，一个叫小钟，一个叫小程。姑娘出远门前，将家中的事托给小钟管理。小钟外出办事时，收到小程的传讯，急于回家的路上遭到伏击，小钟跌落山崖，摔断了腿。小钟获救后，发现他所掌控的势力都落入到了小程的手中。小钟满心懊悔，却又不知小程有何谋算。从此以后，小钟做梦都想姑娘再派个人重新掌管落入到小程手中的势力。看完林立夏讲的故事，姬慎瞬间全部明白青阳城的变故。郢城是叛徒，只是他思来想去都没有想到，那个人会是主动替他挡刀的郢城。现在细细想来，郢城替他挡刀的举动，更像是刻意排除郢城自己是奸细的做法。传云无痕。殿下，
这封信很重要，骆家立下一功。骆家想要什么赏赐？谢殿下恩典，骆家不敢居功。没错，本王落难期间借用了二表哥的身份。骆子素不知本王的真实身份，你们谁都不许跟骆子素透露本王的身份。本王养伤期间，骆子素曾对本王扬言，他要考个状元郎，让本王对他刮目相看。本王还等着给他簪花呢。殿下，微臣告退。等等，帮本王再送一封信给林家。遵命。小钟，快将你家主子陆定坤在青阳城的恩怨说一遍。他要说很久。小钟，大公子问你话呢，你什么时候说清楚，什么时候才能再睡？哎呀，一时半刻说不完。东一榔头西一棒槌，胖中讲的杂乱无序，骆子博却惊出一身冷汗。子素当真与陆定坤打过架？打过，打完回来之后，公子每次喝酒后都会遗憾他没趁着陆定坤受腿伤的时候再狠狠揍他一顿，说以后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我看他是想上天，小时候打轻了。骆子博是又怒又怕，他纨绔弟弟骆子素幼时第一次见四皇子，就将四皇子按在地上骑着他，将一家人吓得睡不好觉。回来挨了一顿板子后，祖父责令骆子素不要招惹四皇子。四皇子年满14岁后，与陆定坤一同放弃了京中富贵日子，跑去边境从军。四皇子落难时，为了维护皇子体面，套用陆定坤的身份，他纨绔弟弟就分不清了。放眼望去，整个龙民国的官宦子弟敢2次殴打瑞亲王，殴打未来的皇帝，他纨绔弟弟是独一个呀！难怪瑞亲王不让他跟子素透露身份，还等着给子素簪花。骆子博气笑了：小钟，你主子最近读书怎么样？你给我醒醒！大公子问你，你家主子书读的怎么样？好啊，公子可厉害了，2周下时间就透过钱世仇的考核。钱世仇做梦都想收公子当学生。钱世仇想收子素当学生，这究竟怎么回事？子博，谁想收咱家子素当学生？祖父，您怎么来了？子博，听说你从宫中回来就急冲冲来找小钟，是不是子素又闯祸了？祖父，瑞亲王想通过咱家的渠道送一封信，我打算让小钟再跑一趟。还跑啊？大公子，再跑一趟青阳城还得受过几天，这得吃多少大肘子才能养回来呀？吃，你就知道吃，看看你胖的都找不到媳妇了。那就不找了，媳妇哪有大肘子香啊？老爷，大公子，这孩子呀，小时候饿怕了。小钟啊，这次你办好大公子交代的差事，爹明年就给你娶个媳妇儿。我不娶，我家公子都还没娶亲呢。你闭嘴！老爷，等瑞亲王登基之后啊，小公子再考个举人，这京城里的好姑娘抢着嫁他呢。祖父，听闻钱世仇学问很好，子素能拜入他门下，是他的造化。子博，去准备一份厚礼给钱家送去。子素能拜入钱世仇门下，将来考进士不愁，等子素考中功名，将来再娶个媳妇。我死后也有脸去见你祖母了。祖父，让子素拜师，您是否要亲自写一封书信给钱家？小周，子素何时被钱世仇看中？为何不见他说呀？这个嘛，有段时间了。公子说急着送上门不值钱，打算先晾钱世仇一阵子。看把他给狂的！小周，这话是你家主子从哪儿学来的？肯定是林家。公子会了很多新言辞，都是跟着林姑娘学的。也是林姑娘让子素去参加钱世仇的考核。是。子博，再多准备一份厚礼送林姑娘。还送啊？林姑娘一个吉吉礼，我家主子都给她准备了6等礼物呢。不一样。青阳城，林立夏从罗家出来时，月亮已经爬上了树梢。罗海昌不放心林立夏的安危。林姑娘，我派几个衙役送你回去。罗大人，不用了，你派人盯好郢城。说完，林立夏翻身上马，带着身后的护卫，趁着夜色朝林家赶去。快到林家路口时，突然听到一阵急切的马蹄声，像是从林家的方向赶来。快抓住林立夏，要活的，都小心着点，注意避开他的逃影追魂。林姑娘，劝你老实点，你那匕首可伤不到我们。谁要伤你们？郢城，你放我的护院离开，我跟你走，不然我死在你面前，我看你拿什么回去交差。你在吓唬我？郢城心中一慌，关于林立夏的事他听得可不少。这林立夏又疯又野，敢放火烧屋，敢把鸡肾当长弓使唤。主子这么看重林立夏，林立夏要是拿刀自裁在他眼前，他回去也别想活着。该如何是好呢？郢城，你掳我无非为财，为我手中的秘方。对我来说，千金散尽还复来，人命比秘方重要。我带来的这些护院都是我林家村的族人，
伤到他们，我如何跟族人交代？还不如死在这儿。应城，我数到3，你不放我的族人走，我林立夏宁死也不与你走。1、2。我同意放他们走，你别数了。从未有人数数数得让他这么有压迫感。立夏，我不走，我也不走，我跟他们拼了。对，跟他们拼了。不至于，他的主子无非就是想要个秘方，我给他秘方就是了。你们都先回去，等我跟他主子谈桩买卖，回来跟你们每个人赏银10两。我数到3，谁不走，这10两赏银就没了。1、2。林姑娘，你现在可以收起匕首了吧？当然。应城，前方带路，我会会你的主子。你不害怕？怕什么？应城，这世上就没有我谈不来的生意。林立夏，你走中间。好呀。应城，咱们要走多久？应城，你的主子我认得吗？应城，你主子长得俊俏不？应城，我肚子饿了。应城，你身上有没有吃的？应城，闭嘴！你吼我，你竟敢吼我！我不跟你走了。应城的头皮直发麻，这世上怎么会有如此反复无常的女人呢？林立夏，你真当我不敢杀你？你还吓唬我？要杀你现在就杀，这儿离我家不远，我死后回家也近。应城是气得心头一梗，掏出身后的剑，拉着马缰绳朝林立夏走过去。林立夏，你再动一下，我砍掉你一只胳膊。林立夏，你自己摘下桃影追魂，还是让我砍掉你一只胳膊？我砍你大爷呀！林立夏，林立夏，我数到3，你再不丢掉桃影追魂，我就砍掉你胳膊。前2日，他2哥和前3哥押运军粮回韩雪城了，谁这么好的剑法，竟能一下命中影城？那个仅凭林立夏一张图纸就做出威力很大连弩的墨翼，好厉害的剑法！林立夏趁着黑衣人所有注意力都在墨翼身上时，扬起了手中的迷药，拿出自己喂鸡的绝活，朝着周围的黑衣人撒去。咕咕咕咕咕咕！黑衣人听见林立夏的声音，早知道你会用不入流的手段，我们来时都吃过解毒丹。看见了这一幕的影城悔得肠子都青了，下次再抓林立夏，他一定要先打晕林立夏。这个女人是又野又疯，还狡猾如狐，杀伤力很大呀！撤离，快走！应城，你个老六，挟持女人算什么真本事？林立夏，你跟我走，我主子保你荣华富贵享之不尽。先说你的主子是谁，我再考虑一下。你去了就知道了。影城的话音刚落，2支利箭从不同方向射来，同时射中了他的身体，一支插在心口，一支插在腹部，咔嚓一声响，影城整个人重重的倒在地上。林姑娘，你没事吧？没事儿，你是？林姑娘，是我武三刀，我升千户长了。啊，是武千户啊！恭喜恭喜，谢谢你来救我。林姑娘，我先将他们处理了，再叙旧。谢谢莫师兄救我。那人是谁？为何要掳你？埋在陆将军身边的细作，不知为何要掳我。陛下有没有受伤？没有。青幽姐姐，我的家人他们还好吗？没事，就受到一点惊吓。他们来的时候我在前家，等我回家时正好遇见你的护院，说你被黑衣人给挟持，我骑马就追来了。谢谢青幽姐姐救我。没帮上忙，被你堂兄抢先了一步，那一箭是他射的。风随影见过林姑娘。见过风将军。使不得。林姑娘，你方才说影城他想挟持你，到底发生何事？说来话长，不如风将军先随我回家细说。好，风将军，你快来看呐，他们全都吐血了，是死士。影城是藏在主子身边的细作，带着一群不知哪儿培养出来的死士，想要掳走林立夏。哦，风将军，你家主子隔壁小院是影城修缮的，我觉得你有必要检查一下有没有隐患。多谢林姑娘，我这就带人去查。林姑娘早些休息。次日清晨，莫师兄，你怎么来了？背后之人不会善罢甘休的。林家可还有空房间？我在林家住上几日，护你周全。有。研墨，快去把我二哥的房间收拾出来，让莫师兄住。我不住他的屋，可还有别的屋？啊，有。研墨，去把陆将军住过的屋。林姑娘，这不妥。有何不妥？林立夏看向风随影，他记得陆基慎这个下属挺能干的，怎么会这么没有边际感呢？林姑娘，借一步说话。林姑娘，你向来聪慧，定然知晓我家主子的性子。您将主子住过的房屋让给莫公子，主子不会将你怎么样，属下少不了被主子责罚。陆基慎那人胜负欲很强烈，占有欲也很强烈，若是知晓房间让给了莫毅，确实会很麻烦。林姑娘，不如让莫公子住我主子的小院。你能替你主子做主？林姑娘，至今为止这座小院我家主子还未住过，这与把他住过的房间让人意义是不同的。林姑娘，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我觉得莫公子对你二哥有几分敌意。是有点儿。莫公子为何要住在林家？
真是保护林家人吗？还是别有所图？什么别有所图？林立夏心中咯噔一下，莫毅能图什么呢？方才我就发现莫公子看他师妹的眼神很不对劲。哪儿不对劲？脑海里全是他曾看过的狗血剧情，什么大师兄喜欢师妹，师妹喜欢二师兄，大师兄将满腔的深情化作亲情，以兄长的身份守护在师妹跟前，好不容易等到师妹与二师兄分手，又杀出他二哥。妈耶，难怪莫师兄对他二哥的敌意那么大，这换谁能忍呢？还有护心甲那么贵重的物品，清幽说拿来就拿来，这足以说明清幽在莫毅的心中很有地位啊。风随影提醒的对，不能让莫毅住在家里。他傻二哥好不容易遇见一个喜欢的女子，且清幽对他二哥也有几分好感，万不可让莫毅撬墙角啊！异地恋本就艰难，让莫毅住到林家，他傻二哥哪儿还有近水楼台先得月？林姑娘，你意下如何？风将军考虑周详，只要你能说服莫毅。林姑娘放心。大师兄，你向来不爱管闲事，你今日先救立夏，又想住到林家，你是不是看上立夏了？看上了。莫毅翻转着手中的火铳来回看，清幽咬紧唇瓣，内心很是纠结，他到底该帮谁呢？他亲眼见陆将军为求林立夏的姻缘，一人添2份香火钱，又见陆将军在林立夏的吉吉礼上送来那么贵重的贺礼。据他的观察来看，林立夏10有8九对陆将军已然动心。就算他站在大师兄这边，大师兄的胜算也不大呀。大师兄，你是咱们幽影谷中最优秀的弟子，但陆将军是京城陆家2公子，出身高贵且战功赫赫，与我何干？哎呀，大师兄，非要让我把话说得很直白吗？你抢不过陆将军的。我没跟他抢，我看上林立夏会很多稀奇古怪的机关术，并非他这个人。哎呦，你吓死我了！大师兄，你年纪不小了。莫公子，风随影笑脸盈盈的上前，看着莫毅道：男女授受不亲，你住林家对林姑娘名声不好，不如先在我家主子的小院住下。莫毅拧眉，陆将军住在林家时，咋就不说对林姑娘的名声不好？莫公子，听闻你喜好研究机关术，在下对机关术也颇有心得，可有拿手之作？你看这个，我称它为鹰爪钩，可助轻功不好的人飞檐走壁。有点意思啊。莫毅眼睛一亮，看着风随影轻松上树，取下鹰爪钩递给他。莫毅端详着鹰爪钩，这比市面上的要精巧许多。放带路。好。立夏，这个风将军与大师兄挺投缘的。好像是。清幽姐姐，莫师兄有没有定亲？没有啊，怎么了？那他有没有喜欢的人？也没有。大师兄痴迷机关术，没见对哪个姑娘上过心。清幽姐姐，看来莫师兄对机关术比对姑娘上心。好像是这样。立夏，今天风将军来得很及时，是不是陆将军安排的？陆基慎深谋远虑，许是许久都没有收到影中的信，便派风随影来查探，正好赶上今夜的事。立夏，你过去都说陆将军是心计深沉，如今却是深谋远虑，变化很大呀。有吗？子素哥哥，我细想了一番，辜负帝师大人的好意不妥，这份厚礼我先收下。子素哥哥，帝师大人喜欢什么，我给他老人家回一份礼物。妹妹，你不用回礼，我送给祖父的礼物，祖父样样都喜欢，全都是从你这儿拿的。妹妹，我祖父这不是又当上帝师了吗？估计忙到无暇顾及。公子，不是这样啊。公子，老爷写下一封书信，让小的给你，让您亲自去给钱先生送去。什么信？你为何不早说？还有，我根本就没给祖父说要拜师的事情，祖父怎会知晓？公子，你说林姑娘的信紧急，小的日夜赶路，大公子趁小的瞌睡时套话，小的哪里守得住啊？也是啊，我大哥向来聪明。对，是大公子让小的当着林姑娘的面再提及这封信。我大哥心眼可真多。哎呀，好疼啊，公子，小的知错了。都没用力，你怎么喊得跟狼叫一样？子素哥哥，以你的聪慧，只要稍微努力，龙鳞国的状元郎非你莫属。到时候你这双手就是状元手，满京城不知道多少读书人排着队等着状元手传递好运，岂能用来打人？况且打人手疼。状元手，小庄，以后办事机灵些，你主子我以后可不会随便提点你了。小的明白。林姑娘，您看这封信。信呢，自然是要送到钱先生手中。子素哥哥，咱们现在出发，到钱家正好赶上钱先生回家。风将军，你只要将信送到，剩下的事自然由你的主子操劳。陛下，
你送信给陆将军，是不是让他帮你买农田的事？是。林姑娘，属下可以为你效劳。封将军，你越过你主子，直接给立夏办事，妥当吗？不妥当。林姑娘，对不住，都怪我脑子糊涂。眼下望龙河的事最要紧，我可能无暇顾及其他。无妨，睿亲王即将登基，你家主子近来想必不算忙。林姑娘，是您将信写好送来，还是我跟您去取信？我明日写好送来。林姑娘慢走。次日辰时，林姑娘，送信带这么多银票不安全，不如让主子先给你垫上。让你主子垫上不妥。他占用陆基慎的现金流，陆基慎岂不是错过了捡漏的机会？断人财路，如同杀人父母。如今京中的机会多，你主子也正是用银子的时候。封将军，这银票你知我知，你派个亲信，我再安排一些星月镖局的护卫，正好见见世面。听林姑娘的安排。林姑娘，你打算何时让星月镖局的人出发？现在可以吗？可以。他脚下一顿，差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迟疑一瞬走上前。星月镖局为首带队的人，星月镖局披星戴月，为您的安全保驾护航。林姑娘，您这是？星月镖局试运行，是不是很醒目？何止醒目，简直太招摇了。招摇就对了，招摇才能达到广而告之的效果。林姑娘，你不怕遇上山匪？方将军，你是不是忘记了，星月镖局占股最大的人是睿亲王和你主子？林姑娘，山匪要打劫你，可不管背后的主子是谁。嫣儿，你这次也进京？林姑娘说要尽快建立京城分部。那还要我派人送信？要。风姑娘行程安排很满，办的是星月镖局的公事，我写信给你主子是私事。何况风姑娘说您亲自培养出来的人一个顶10个，星月镖局第一次试运行，不能出大错。方将军，你放心，你对星月镖局的支持，我都会写信向你主子说明，让他论功行赏。林姑娘，影城背后的主子还没查出来，您的安全重于一切。风将军，你说的很有道理，但老人常言，只有千日做贼，没有千日防贼。咱们一味的防守，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倒不如趁着星月镖局的事，咱们来个引蛇出洞。林姑娘，属下不赞成你引蛇出洞，太冒险了。我也不赞同。如今我们在明，敌人在暗，就怕那人对我们的情况了如指掌，一个弄不好，只怕咱们的引蛇出洞变成了对方的瓮中捉鳖。有道理，风将军，引蛇出洞以后再议，咱们先齐心协力，让星月镖局名扬龙鳞国。不行，这绝对不行，他绝对不能输给主母呀。他就算晚上少睡2个时辰，也定要将主子吩咐的差事给办好，办得让主子对他赞不绝口。林姑娘，你说的很有道理，属下安排2个人如何？2人足矣。林立夏达到目的，笑盈盈的目送星月镖局第一批开疆辟土的护卫离开。哟，陆公子，你怎么了？与丁学新的比试输了？你才输了呢，妹妹，哥哥与丁学新比了一个平局。平局？子素哥哥，你可真厉害！你才用功1年，就能与梅花书院第一才子打个平局。子素哥哥，你说你要是一直这样努力下去，龙鳞国这一届的状元郎舍你其谁？妹妹，你等着看，这一届的状元郎非我莫属。妹妹，哥哥先不跟你说了，哥哥要回去再看看书，明日找丁学新再比一次。子素哥哥，不要太废寝忘食哟。立夏，能不能把你对洛子素说的话都整理入册呀？做什么？酉阳谷有许多的孩子很闹腾，我想试试。立夏，你要是不想写，等我先记下来给小锦写，然后你再帮我们看看对不对？留着教孩子用。林立夏从清幽害羞的神色中猜到了几分，看见清幽点头，满脸羞涩的离开，林立夏的内心莫名很爽。他不过是顺着洛子素的毛驴，时不时借用几个小鸡汤，就将洛子素激得向状元郎看齐。未来二嫂和大嫂对他这套顺毛驴的办法很是认同。皇宫，他满眼的疲惫，揉揉太阳穴，看看手腕上的桃木珠串出神。风随影连着10来天都没有送信回来，林立夏在青阳城好不好啊？拜见殿下。风随影来信了？没有。影城背后的主子可查到是谁？属下无能。殿下，林姑娘让风随影派人给您送来一封。云无痕的话还没说完，手中的信就被姬慎夺走。主子，这次林姑娘写的信很厚，定是尝到了对您的相思之苦。相思之苦难为他了，相思确实挺苦。默默在心中祈祷，祈祷这封信能遂了殿下的心意。啪嗒啪嗒，星夜镖局，殿下为何是2块令牌？骆将军，展信月，星月镖局已经开始试运行，这2块令牌分别是你与睿亲王的，劳烦陆将军代为转交睿亲王。陆将军，前段时间帝师大人给我和钱伯父各赠了一套龙腾书院附近的小院，烦请陆将军帮我打探一下那套小院的价值，
再劳烦陆将军帮我购买京城附近的农庄，代我和钱伯父送给帝师做回礼。待我日后进京，亲自答谢陆将军。愿陆将军万事顺意。姬慎的眼底有些失望，通篇看下来，只看到了林立夏对他的客套，毫无半分思念之意。他攥紧了手中的令牌，心中升起了一股说不出来的火气。他冷哼一声，看向云无痕，什么相思之苦，就苦他一个人吗？林姑娘心中说什么了？为何短短一瞬间，主子神情变化这么大呢？殿下，林姑娘又给你送银票了，送这么多银票，她对你好用心啊。她送这么多银票，是托本王给她买农田。买农田？林姑娘真会给殿下找事做，她不知道殿下忙的都已经没空睡觉了，她怎么就不找我和天行呢？那是因为在林姑娘心中，殿下比你我更值得信赖。殿下，属下也想说这句话，为天行抢了先。殿下，林姑娘这次要在京城买农田，说明她快要进京了。待林姑娘进京，您随时都可以出宫看她，再也不用饱受相思之苦了。吴寒，你最近差事都办不好，原是心思没用对地方。属下无能。殿下，林姑娘要买什么样的农田？她买来赠给帝师的。天祥，你从本王的账上支出1万两银票，尽量选择好的农庄，加之以龙腾别院相当，一份以林立夏的名义，一份以钱世宠的名义送给帝师。殿下，属下近来公务诸多，这买农田的事儿，殿下，属下愿意代劳。殿下，属下了解骆家的情况，定能为林姑娘办好差事。殿下放心，属下买农田绝对不会耽误追查影城背后主子的事儿。殿下，天行要当爹了，属下帮他多分担几分，他才有空照顾他娘子。他娘子害喜严重，他每日忙完公务都会陪娘子用膳，娘子才会多吃2口。要当爹了，天行，恭喜你啊！待忙完这阵子，本王让你好好休沐几日。属下谢殿下恩典。吴寒，农庄的事就按照你说的去办，办好之后回本王。属下领命，属下会尽快办好这件差事。姬慎点头，一脸欣慰地看着云无痕和徐天行。今生林立夏及时救他，他保住了腿和命根子，靠着前世的记忆让身边人避开劫难。有云无痕、徐天行、风随影、陆定坤助他，他这一世的路走得尤为顺畅。殿下，属下有一事，不知当讲不当讲。天祥，你我之间无需如此拘谨，有事直说便是。殿下，近段时朝中许多大臣有意无意总是劝说属下，让属下劝说您早些立后。哦，姬慎对这事心中犹如明镜一般，他神情淡淡地看着徐天行。天祥，下次还有谁再提及这件事，你将他们的名字记录下来。殿下，您……本王让人好好查一查，他们经办的差事都办妥了没？若让本王知晓他们差事都没办好，就把心思动到立后上。哼！殿下，立后之事可以缓一缓，选秀之事要缓一缓。本王说过，戒色3年，言出必行。殿下，这史无前例，您的子嗣事关江山社稷，您一直不选秀不立后，朝中大臣和百姓们恐怕会非议纷纷。他们真关心江山社稷，就应该为百姓造福，而不是紧盯着本王的私事不放。殿下，您迟迟不肯选秀，若是给朝中大臣们知晓林姑娘的存在，定会将压力都给她。谁敢？姬慎怒不可言，额头的青筋都要跳起来。那些大臣们口口声声说为江山社稷，却不过是想满足自己的私欲。你敢说他们劝本王选秀，不是想把他们的女儿送进宫，一步登天？天行，你可知父王为何走得这样急？就是他的枕边人一口一口喂毒药，一个个急着催促本王选秀，是也想给本王喂毒药吗？看见他提及林立夏，殿下激动得像炸毛的猫，徐天行吓得额头直冒冷汗。天行，你想想法子，就说本王为江山社稷，为百姓安居，才戒色3年的。遵命。天下，你还好吧？腿软。无痕，咱们都是殿下的亲信，就没人去烦你。烦我什么啊？天下，你是不是忘记了我与陆定坤扬言要与殿下一同戒色3年？那陆定坤呢？他是殿下的表兄，就没人劝他？这你去问他。天行，不跟你说了，我得尽快去一趟骆家。徐大人，是林小雪。徐大人，小雪求您救救我！徐大人，你好人有好报。贱人，看你朝哪儿跑！徐大人，你不救我，就别怪我把你主子落难林家的事宣扬。啊！他抬起头，看见打他的人竟是云无痕。无痕，你怎么来了？我的人禀报，2个时辰前，越王死于马上风。无痕，这件事非同小可，应该立刻禀报给殿下。殿下，我要见殿下。来人，拖走！云无痕差点被气笑了。殿下忙得心力交瘁，怎会有时间见林小雪这个苦包呢？
云无痕一声令下，一个眼神，他身后带来的人立刻脱下了袜子，熟练塞到林小雪的嘴里。当初怜她、惜她、疼她、护她一辈子的龚兴泰，自打去了南溪城后，就对她不管不顾，放任薛静婉抢走他的儿子，放任府中的姨娘搓磨他，连饭都不让他吃饱。脑海里回想起林家村的一切，回想起林立夏曾经问过他的话：堂姐，你毫不保留地把心掏给龚兴泰，倘若有一天他对你的爱消失了呢？你靠什么度日？不会的，大人说他会怜我、惜我、疼我、护我一辈子。刚被赶出城市，他曾心中还怨恨林立夏，甚至他攀上越王，也想着谋得荣华富贵后稳稳压林立夏一头。直到进了越王后院，他才知晓，以色示人终究是上不了台面的玩意儿。天霞，卢家没落后，他家的农庄至今都还没卖出去。无痕，你给林姑娘买卢家的田庄，既讨好林姑娘，又讨好骆家，一箭双雕。唉，这可惜呀，林姑娘才送来1万两银票，吃不下卢家全部的田庄。天霞，你说我将骆傻子给我的2万两银票全部用来买卢家的田庄，骆傻子不会找我拼命吧？这要看你买哪儿，你挨着林姑娘家的买，骆子素的高兴还来不及呢。有道理呀。天霞，你快看，那人是不是林姑娘堂兄？是林姑娘的堂兄林芷山，上次喊主子一句妹夫，主子赏赐他家3顶金子。听见这话的林小雪满眼的不敢置信，她瞪大眼睛看向林芷山的方向，使劲的挣扎，使劲的挣扎。老实点，否则拔掉你舌头。他记得他曾劝说林立夏给瑞亲王当妾，林立夏不屑一顾的回他：滚一边，我给他当祖宗。难道他错了吗？男人不喜欢善良柔弱依靠他们的女子，更喜欢凶悍的要给他们当祖宗的女子吗？走水了！走水啦！不方走水啦！是林小雪，是差点害了林家中元节都被杀的林小雪。林芷山的脑袋里一片混乱，纠结他该不该管这件事。这时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4、5个蓝衣男子，2个人缠住于无痕的下属打，2个人各拖住林小雪的一只胳膊，还有1人开路，趁乱将一脸惊恐的林小雪给拖走。林芷山不敢跟太近，他远远地跟着对方，看见那几个人趁乱带着林小雪7拐8拐，将林小雪带进一个不起眼的院子。小院的门咯吱一声响后打开，他赶紧躲好，余光看向门的方向，只见抓林小雪的2个人一脸恭敬出来打开门，站在了两边。小院里走出一道火红的身影，那人转过身露出了正脸，正是林芷山见过的段子怀。皇宫内，殿下，越王生怕好日子过一天少一天，不遵守龙鳞国的礼法。他身为皇上的亲叔叔，竟然在国丧期间百日宣言，叫3女服侍，太兴奋，死于马上疯了。听见这话，姬慎一个用力，手中的笔断成了2截。无痕，速速带人封锁消息，凡是知晓此事的人，本王要他们永远闭嘴。殿下，迟啦！那些姬妾中有林小雪，属下本想将林小雪灌哑药，结果她被人劫走了。劫走了？殿下，劫走林小雪的人此刻还在城中，属下要不要封城？罢了。殿下，林小雪总归是林家养大的姑娘，她让越王死于马上疯的事儿，属下怕被人扒出来，连累林姑娘。无痕，不管你用什么法子，本王要你抹去林小雪曾给越王为妾的事儿。属下领命。殿下，属下今日在街上遇到了林姑娘的堂兄林芷山。林芷山？姬慎有几分印象，是林立夏那个很有眼力劲儿的堂兄，一口一个妹夫，喊得他颇为高兴，还赏了3锭金子呢。他在京中做什么？穿着一身绿油油的衣服，举着新月镖局的旗子，好似在招揽生意。是林立夏的主意。无痕，本王想等林立夏进京再谈判身份，本王不想林芷山发现。属下明白。林芷山，云将军，您来得正好，我有要事要与陆将军说，他们不让我进去。主子不在府上。林芷山，我现在有急事，你去那边茶楼等我。第一次感受到陆家与林家门楣相差甚远，陆将军对林立夏上心，为何没交代府中的守门人呢？2个人门不当户不对，立夏还有机会嫁入陆家吗？带着这些疑问，林芷山一人喝空了3壶茶，却还没等到云无痕来寻他。林芷山呐，人家只是跟你客套，你还当真了？这种复杂的心情一直持续到青阳城。立夏，星月镖局真有陆将军的一份吗？有啊，芷山哥，怎么了？立夏，我在陆家淋雨等了1个时辰，连陆家门都没有进去。他们陆家守门人看我的眼神，就好像我是招摇撞骗的街溜子一样。太过分了，芷山哥，姓陆的太过分。待他日后再来咱们林家，咱们也晾他1个时辰，不，晾他2个时辰。听见林立夏这护短的话，林芷山憋屈的气瞬间舒畅了不少。立夏，其实回来的路上我也想过，这是陆将军未必知情。怎么说？人多了，事情就不好管，而且有些人都是区别对待。我那天去陆家时，穿的就是寻常百姓的衣服，
估计是那守门人狗眼看人低。见林志山自己想明白，林立夏继续同仇敌忾。那就是陆基慎他御下不严，还得晾他一个时辰。立夏，晾陆将军不如晾云无痕。云无痕让我等他，结果他却没有赴约。云无痕太过分了，没遇见天塌下来的大事，他怎可言而无信呢？他堂堂一个将军，京城发生什么大事，能比与你赴约更加重要？林立夏看似为林志山打抱不平的话，却一言点醒林志山。立夏，云将军不是故意爽约，他可能有事被缠住了。见林志山情绪稳定，人逐渐冷静下来。志山哥，你找他们是什么要紧事？与林小雪有关？对，立夏，你说段子怀为何救走林小雪？林立夏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反而在琢磨另外一件事。这林小雪明明进了越王府，为何会被云无痕给抓住？什么情况下一个将军敢去抓一个王爷的姬妾？志山哥，你刚才说云无痕被缠住，是京城发生了什么大事？立夏，我遇见云无痕那一日，京城死了一个王爷，人称越王。越王？奶奶，以林小雪哭包的性子，她不敢杀人吧？她杀人？小雪连杀鸡都不敢，她没那胆子杀人，何况还是杀一个王爷呢？你奶奶说的对，小雪没胆子杀人，她虽对我们凉薄，但她没胆子杀人。连文辉的心情很是复杂，陈菊花对他造成的屈辱，穷其一生他也难释怀。如今再次听到林小雪的遭遇，林文辉心中像压着一块大石头一样难受。养条狗还有感情呢，何况是他抱着长大的孩子呢？他既怜悯林小雪的遭遇，又害怕林小雪为林家招惹祸事。你们都说他没胆子杀人，我就放心了。万辉，就算是小雪杀人了，也与咱家没有关系吧？有关系。龙陵国有些律法讲究连坐，身处高位的人才不管林小雪是不是野种呢，他们也不会给咱们林家解释的机会。孩子的爹，这可如何是好啊？夏夏，爷爷现在写断亲信，还来不来得及呀？没用的，中元节说写断亲信，本想是做给龚行泰的正妻看，是想让他知道咱们不会给林小雪撑腰。后来龚家和薛家都受到了惩罚，就没这个必要了。林小雪真干出触犯律法的事，朝廷连坐起来才不管咱们断亲没断亲，咱们一个都跑不了。万辉，是这样吗？是。连文辉脸色一片的灰白，养大个野种还提心吊胆，他前世到底造了什么孽呀？二叔，连坐是不是连整个林家村都会跟着小雪遭殃？死一个王爷，为何抓小雪？这要看他犯了什么事儿啊！爹娘，小雪从龚家出来之后攀上了越王，他许是又惹麻烦了。万辉，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啊？陆将军上次来时说的。夏夏，对不起，二叔又给家里添麻烦了。二叔，这不怪你。林立夏早知道林小雪是个麻烦，怪就怪他自己是个普通人，狠不下心杀人，一下子看了那么多的宫斗剧，他二叔就更冤枉了，娶错媳妇，养4个野种，最后还要为林小雪招惹的祸事愧对家人，妥妥是一大家子的炮灰冤种啊！陛下，段子怀与你关系不错，他救走林小雪，这对咱们林家来说是不是必过一劫？不好说。哎呦，老天爷呀，你咋这么不公平？我们林家一辈子没做过什么坏事，你怎么让我们摊上这样的倒霉事呢？爹，不如将我逐出家族，不管日后小雪做错任何事，要连坐就连坐我一个人。不至于，这事儿我有办法。什么办法？给林小雪办葬礼，我会找陆基慎帮着演一场戏，让他派人送来一个装着草木灰的罐子，并设法让所有人知晓林小雪从龚家逃出来后死在城外的一座破庙，骨灰已经被送进林家。如此一来，进入越王府的女子与我们没有半分干系。这能行吗？还有那个假骨灰如何处理啊？葬在哪儿？撒到勾魂河，就说这是林小雪死前的遗愿。陛下，不用找陆将军，就用我带回来的空酒坛子伪装一下。可以啊，咱们对外就说你接受不了堂妹烧成灰，还大病一场。二叔，段子怀心思沉重，伤人重利，我怕他救林小雪是图谋咱们家的香皂秘方。夏夏，你放心，二叔从未在小雪面前做过香皂，他也不知道秘方，就算他跪到二叔脚下哭也没用。若不想让他祸及林家，办完丧事后谁都不能再承认林小雪。夏夏，奶奶明白，办完葬礼后啊，他就是长得像小雪的骗子。奶奶说的对。林姑娘，风姑娘说有要紧事，我出去一下。林姑娘，这是我家主子写的信，要我亲手交给你。谢谢风姑娘。巧了，她刚想到解决林小雪的办法，陆基慎竟与她想到一块儿了。风姑娘，
你知不知道越王的死因？哼，那个老不休的死在床上，死得很不光彩。皇家下令让宇文恒封锁消息，却还是走漏了风声。我们离京时，满城百姓都在讨论越王的死因，看皇家的笑话呢。那宇文恒没事吧？被罚了半年月俸，最累的还是睿亲王殿下，要给先皇守孝，要处理朝堂大事，还要给这老不休的收拾烂摊子呢。那确实挺辛苦的。林姑娘，这事儿我配合你们，随你们走一趟林家村。好，这样更有信服力。林立夏喜笑颜开，送风水印离开，进屋宽慰林家众人。爷爷奶奶、爹、二叔、大哥，咱们不用再担心小雪祸及咱们林家了。陆基慎写信来说，他已经让云无痕抹去了林小雪给越王当妾的事，只要咱们这边葬礼一办，越王的死与咱们林家毫无关系。哎呦，当初小陆落难时啊，我就看出他人好，看看人家小陆做事多稳妥呀。爷爷奶奶，咱们何时回林家村？霞霞，咱们呀还得赶去龙隐寺还愿。是该去还愿。龙神在上，弟子心怀敬畏，特来感谢龙神神通广大，对弟子有求必应。龙神在上，弟子心怀敬畏，特来祈愿：一愿我儿林文耀这次能考中举人，二愿我儿林文辉这次能考中举人，三愿我孙林立东这次能考中举人，四愿我孙女林立夏与小陆的婚事顺利圆满，五愿我孙林立春平安无忧，六愿我们老两口无病无灾。爷爷，夏夏，你想问爷爷为何添这么多香火钱？小院子有些破败，院子里各个角落里蹲守着衣衫褴褛的孩子，他们手里拿着破碗，正端着碗一口一口地喝着粥。敞开的厨房里有2个龙隐寺的僧人，正在炉灶前煮着热气腾腾的粥。这么多年，龙隐寺一直还在接济着这些孩子。夏夏，爷爷年幼时随你曾奶奶来龙隐寺，饿得肚子咕咕响时，听说龙隐寺接济孤儿，爷爷便装作孤儿混进来喝过一回粥。好喝吗？好喝，粥比家里的还稠。不过回去就被你曾奶奶打了，以后再也没来过。这么多年，爷爷终于有机会偿还那一碗粥了。这么多年过去，龙隐寺能够一直坚持照拂这些孩子，实在让人可敬。爷爷，咱们再去添点香火钱。霞霞，咱们再去龙女峰拜一拜。拜。奶奶，这次咱们坐软轿上去行不行？不行。许桃花依然坚持要自己爬上去成一组。再次攀登龙女峰的299个台阶时，林立夏的脑海里回想起当初陆基慎拄着拐杖像猴子一样一层一层朝上跳。那时他只顾与陆基慎较劲，没有细琢磨。如今一回想，好似陆基慎那时就对他起了心思。这人是不是受虐狂啊？到底看中他什么了？哎，夏夏，当初小陆坐着轿子上去了又回来，拄着拐杖啊，一层一层的朝上跳。那时咱们都以为他要上公主，谁知道他竟是对你起了心思。奶奶，睿亲王已经登基，陆基慎现在是皇上跟前的红人，说不定就等着上公主呢。这不可能，奶奶看小陆不像是负心汉。林家奶奶，你们说的可是京城陆家2公子？段公子，别来无恙。林姑娘，好巧啊，在下也没想到在七巧街的龙女峰上会遇到林姑娘。段公子长成这样，还需要来龙女庙求姻缘？没办法，羡慕陆将军。在下去了一趟京城，听闻陆将军得到当朝8公主的青睐，在下四处打听，这才知晓陆将军曾在这儿求得一串桃木珠串，在下这才来这儿碰碰运气的。林立夏瞳孔放大一瞬，心口好似被一道利剑给刺中，这种钝痛的感觉好似抽身他周身的力气，让他全身发麻。他捂着心口自我安慰，陆基慎被8公主看上是好事，相当于他的合作伙伴更强了。可为何心痛的难受呢？他这颗心真不争气，说好的不动心，他却不知何时让陆基慎住进了他的心里。霞霞，他说的是小陆吗？小陆真的被公主看上，那你怎么办呀？霞霞，这位段公子肯定是弄错了，小陆才不是他说的那种人呢。霞霞，小陆多实诚的孩子，你做饭，他烧火。奶奶，姓陆的与咱们家只是合作关系，她是不是上公主与咱们又有什么关系？奶奶，你看看我，长得白白嫩嫩，还特别会赚钱，像是仇家的姑娘吗？不像。那不就对了。走，咱们呀再去龙女庙拜一拜。啊，对，拜一拜。霞霞，
奶奶呀，下次不在龙神殿求姻缘，不准。奶奶说的有道理，咱们去龙女庙求姻缘。看着祖孙两人挽着手，一步一个台阶的朝上走，段子怀迟疑一瞬，追上前。林奶奶，我扶你。不用。这个姓段的每次出现都带着不确定的目的，就算陆基慎要上公主，他也不想招惹这骚狐狸。他本就没有打算嫁人，却不知何时被陆基慎攻了心。这陆基慎现在要上公主，他正好掐断这株爱情的小火苗。段公子，你第一次来龙女庙，你先请。他到底哪儿比基慎差？林姑娘，你好似对段某一直很排斥，是段某哪儿惹你不高兴了？林立夏没理段子怀，扶着许桃花一口气爬上龙女峰，直奔龙女庙。夏夏，快添点香火钱，让龙女赐你一段美满姻缘。天空中晚霞还没有退，月亮就早早的出来抢风头。连月亮都这么积极搞事业，连牛郎和织女见面都不再哭泣，他又何须为一个变心的男人浪费心情呢？林姑娘，今日的晚霞真美呀。林立夏满眼嫌弃的看向段子怀，很想问问这人到底在打他什么主意，却被美色狠狠的晃了一下眼。果真是个骚狐狸呀，还是个心机不纯，时刻不忘勾引他的骚狐狸。林立夏默默移开几步，站得离段子怀远远的。看见了林立夏的举动，段子怀的掌心掐出了红印，感觉他的自尊心受到了重创，就没有再朝林立夏靠近。月神在上，请赐予我美满幸福的人生，让我与数不尽的金银财宝共度一生。段子怀震惊的瞪大眼睛，怀疑他的耳朵出了问题。月神在上，请赐予我美满幸福的人生，让我与数不尽的金银财宝共度一生。段子怀的嘴角抽了一下，谁家姑娘乞巧节不求姻缘，求金银财宝？月老在上，请赐予我与林立夏美满的姻缘，让我们彼此共度一生。段子怀的声音有点大，站在他周围的人都能够听清其愿词。林立夏的脚下一顿，回头狠狠地瞪了段子怀一眼，朝许桃花的方向走去。夏夏，这个段公子长得不比小鹿差，就是不知道他家庭背景如何呀？林奶奶，晚辈擅长经商，无官职，读书尚可，家中不缺各种金银珠宝。林姑娘若有兴趣，可到在下司库挑选一二。段公子说笑，就算段公子把司库都搬给我，咱们合作买卖的时候，我也不会给你让利。林姑娘，说到合作，在下这次有事相求。段公子，我现在没心情谈生意，等日后咱们青阳城细聊。段子怀毫不犹豫地追上林立夏，想要扶住许桃花另外一只胳膊，却被林立夏再次挡住。段公子，这不妥。两位等等，你们二人与龙女有缘，这是龙女赐予二位的，请二位各自收好。夏夏，快戴上，这是龙女赐的福气。一抬头，便看见段子怀带着另外一株桃木珠串，对他笑得很勾人。林姑娘，没想到在下今日这么有福气，与林姑娘一起得到桃木珠串，是个好兆头。段公子开心就好。夏夏，你今年又拿到桃木珠串了？大哥，祝你和钱姐姐白头偕老，幸福美满。奶奶，大哥，我已经有一串桃木珠串了，再拿一串，万一月老给多签姻缘，岂不是麻烦？好像有道理啊。什么有道理？小鹿那个混蛋东西已经攀上了当朝八公主，夏夏跟他一起拿到的桃木珠串已经不作数了。夏夏，奶奶说的是不是？大哥，是与不是与咱们没关系，咱们又不是非他不可。奶奶，龙女庙的桃木珠串每年都赠予10个有缘人，或许我的有缘人是旁人。大哥，下个月国丧结束，就该给你和钱姐姐办婚事，这串桃木珠串你拿着，图个好兆头。我年岁小，明年和后年的乞巧节都还可以再来祈愿。小五啊，你回来了。三哥，我回来了。陛下。段子怀这个骚狐狸果然肚子里没憋好屁，原本聊得热火朝天的奶奶辈全部瞠目结舌地看着林小雪，没有一人开口说话。五哥，上次智山回来说小雪死在京城了，他还将骨灰带回来了，这门口的人是谁呀？是骗子啊！林立夏索性搬了个小凳子，提着一个篮子，蹲在院子里一边割韭菜一边看戏。爷爷奶奶，我是小雪啊，你们养大的小雪。林老爷子虽不忍心，但一想到中元节经历的事，心就凉得不行。这位姑娘小雪早已死在了京城，她虽不是林家的孩子，但看在养育一场的份上，明日林家会按照她的遗愿，将她的骨灰撒进勾魂河里。爷爷，我就是小雪。这位姑娘出门在外，谁还没遇上一点难事啊？你是想讨一杯水喝，
还是想讨一个馒头？清泉爷爷，你看看我，我真的是林小雪，我还帮你家割过猪草。这位姑娘，你假装我们林家村的人，到底想做什么呀？清泉爷爷，我真的是小雪，我没死，你们为什么要给我办葬礼？你们是逼我去死。立冬，咱们带回来的糕点还有没有了？有。这位姑娘，我虽不知道你是哪家派来的骗子，但小雪真的已经死了。这位姑娘，看在你与小雪长得有几分相似的份上，这些糕点你拿去填肚子吧。夏夏，大哥能帮你做点什么？大哥，你去烧火，等二叔挑水回来，先把水烧上。好。哐当一声异响，众人看向了门口，是林文辉，是他重重放下水桶的声音。爹，我是小雪。爹，我受了好多苦，差点就再也见不到你了。爹，小雪好想你啊。林文辉想到他送林小雪和龚行泰离开的时候，两人不顾他脸面，趁他赶着驴车的时候，在车子里黏黏糊糊，好不要脸。那时他羞愧的没脸见人，将两人丢在城门口就离开了。这位姑娘，小雪已经死去多日，请不要再招摇撞骗。爹，小雪没死，你却要给小雪办葬礼。我爱你10几年的爹，难道你想眼睁睁的看着我生不如死吗？爹，你们不认我，我活得好好的，你们就给我办葬礼，你们就不怕我告官吗？你确定要告官？你想去哪儿告官？你对龙鳞国的律法知道多少？你确定你告得赢？是你，立夏，你什么都有了，为何还要唆使他们不认我？你非要逼死我才甘心吗？这位姑娘，你是谁？你问问这个院子里的人，看谁认识你是谁。这位姑娘，不要仗着与林小雪长得几分相似，就到我们林家村招摇撞骗。你想骗走我们林家村赖以生存的秘方，你先问问这里的人答不答应。不答应。立夏，看在咱们一起长大的份上，求你给我一条活路。这位姑娘，你想要拿走的东西会断绝我们林家村众人的活路，你觉得你一个人的命比他们更重要？立夏，要不要我派2个人将他丢出咱们村？有劳清泉爷爷。夏夏，二叔来。二叔，你将韭菜洗好之后先控水，我去和面。启昌媳妇儿，大年媳妇儿，你们2人将这个招摇撞骗的姑娘丢出咱们林家村。清泉爷爷，哼，瞪什么瞪？这块布是姓龚的那个吃闲饭包扎伤口用过的。哼，真是个脏东西。他林家人对他还很好，纷纷给他添妆。这次回来怎么这么大的差别？做错事的人是他娘陈菊花，又不是他。就算他不是林家的亲骨肉，他也是林家养大的孩子。林家人为什么对他如此恶毒？为什么不给他一条活路呢？林立夏已经拥有那么多秘方，拥有那么多银子，拥有那么多人的宠爱，分他一点又怎么样？他已经过得这么凄惨，林家人为什么要将他逼上绝路呢？上天怎会如此不公？林小雪是又气又恨，却被像拖死狗一样丢出了村外。骗子，不许你越过那棵树，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守在村口的几个半大孩子纷纷蹲下来，捡起地上的土块就朝他扔过去。臭骗子，快走！坏女人，快走！小树，我是小雪，是你的堂姐。你胡说！智山哥说林小雪那个不要脸的女人死在外面了。再说自己是林小雪的都是骗子，想骗走我们林家村的秘方，想让我们饿肚子，你就是坏女人。现在这儿都是咱们村自己人了。清泉爷爷，这个土豆的产量很高，我爷爷已经种过一茬，具体你问他更清楚。夜幕降临，哥哥的声音深沉而哀怨，如同一个小孩在黑暗中哭泣，更似鬼魅在哀怨。智山哥，你看他现在的样子，像不像鬼上身啊？胡说，哪来的女鬼？智山哥，我娘说沟回河里有鬼，让我晚上不能到河边玩。刚才鬼在水中叫，然后他一叫，鬼就不叫了，他就是给鬼上身了。勾魂河没有鬼，那是娃娃鱼的叫声。娃娃鱼能卖不少银子。林北，你们在这守着，我回去拿一个网回来。智山哥，你不要走，我们害怕。林北，那我在这守着，你回去拿网。我不去，我害怕。这时，林小雪那边发出了一阵诡异的笑声，每一个音符都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听着让人直冒鸡皮疙瘩，瘆人的很呢。智山哥，你听他的笑声更像鬼上身了。这世上哪来的鬼？就你这胆子，还想跟我去当镖师？智山哥，你说的不对，我娘说勾魂河有鬼，河里的鬼每年都要上来找替死鬼。你娘吓唬你的。林北，
高浑河下雨之后水流很急，大人们怕孩子来玩水掉入河中丢命，这才故意用鬼爪替身来吓唬你们。你快松手！我不松，要回咱们一起回。山哥，你要做什么？立夏，你怎么来了？刚才听到一道尖叫声，怕你们这边出事儿，就过来看看。我二叔不放心，也非要过来看看。丽夏姐，你快看，那个女骗子被女鬼上身了。丽夏姐姐，河里真的没有鬼，是娃娃鱼在叫。没有鬼，但是有吃人的蟒蛇，我和二哥亲眼见过。我爷爷不让抓，你们不要独自到勾魂河。丽夏姐姐，蟒蛇能卖不少钱吧？丽夏姐，蟒蛇怎么不吃它呀？咱们人太多，蟒蛇不敢出来。蟒蛇有好长时间没有吃人了，等咱们一走，它再蹲在河边，恐怕就要被蟒蛇吃了。要你偿命！丽夏姐姐，她这是鬼上身还是疯了呀？不知道，先看看。林北，你别怕，听说鬼最怕火，他敢过来，你就用火把烧他。丽夏姐，你好厉害呀！林北，你记住，这世上一切黑暗之物都见不得光，只要我们心向光明，坚守正义和善良，就无惧黑暗的侵袭。这也是所谓的邪不压正。这世上本无鬼，做亏心事的人多了，内心生出鬼。丽夏姐，什么叫亏心事啊？打破碗算不算呀？哼，打破碗属于意外，我还能将锅戳个窟窿呢。亏心事是指那些违背道德、伤害他人、触犯律法的不正当行为。丽夏姐，我懂了，我没做过这些亏心事，就算他被鬼上身，我也不惧怕他。说得好，智山哥，你习武阳气足，你拿火把去试试，看看他是不是装疯卖傻。立夏，这怎么是？次日早膳后，二叔，用罗县令的话说，你积攒了这么多功德，余生都是幸福美满的。二叔，朝你身后的西北方向看。只见林小雪蹲在西北方向的草丛里，一脸怨恨地看着他。为见证，我林文辉养大的林小雪，离家后死在京城，今日骨灰撒入勾魂河，以后凡是冒充小雪的人，与我林家无半分的关系。好，欢欢，我可以把这个女骗子抓去给我傻侄儿当媳妇不？与我无关。周婶儿一听这话，激动的两眼放光，猫着腰朝林小雪的方向跑去，一边跑一边伸手，那熟练的动作好似在逮鸡。他周婶儿，你咋一个人回来啦？嗨，我就是吓唬吓唬他。哎呀，他那样的丧气鬼，倒贴银子给我傻侄儿做媳妇，我都嫌他晦气的很呢。嘿呦，你就嘴硬吧，明明呀是你吃太多了，跑不过他。我刚才这么一跑，他以后肯定不敢再来了。那是自然。姓周的，下次呀少抢别人家的菜底子，就能给你家傻侄儿抢个媳妇儿。那可不是吗？昏暗的夜色中，10来个穿着夜行衣的人影鬼鬼祟祟地朝林立夏家走去。谁在那儿？黑衣人惊呼一声，摸着后脑勺来回看，将他拖到草窝。林之山换下曹青的帽子，拿起曹青手中的刀，迅速将曹青扒个一干二净，将衣服扔到勾魂河，留下一根裤腰带绑住了曹青的手脚，用渔网将曹青套个严实，扔在草窝里。曹青，你是不是想死啊？曹青，我们是来抓人，不是来杀人，你怕个鸟啊！曹青，走快点！曹青，快点！掏出了怀中的迷药包，趁机死死地按住那人的口鼻。等他跑到林家路口时，战斗已经全面结束，地上倒着10来个黑衣人，前方站着的4个黑衣人正在摩擦着手中的刀。我是林志山，请问是你啊？风随影忍不住轻声响：你为何穿成这样？风将军，去将那2个活口拖回去，好好的审。遵命。旁边的树上又跳下来2个人，那2人动作迅速，从草窝里扒出一个一干二净的人。将军，林公子将那人拖得一干二净的，要给他穿件衣服的什么？这还用问？万一吓到林姑娘，你吃罪得起。风将军，我不知道你在此，我想着脱光他们的衣服，就不怕他们迷药醒了之后跑了，为何不干脆杀了？不敢杀，怕给立夏和星月镖局惹麻烦。谁在那儿？吴奶奶，是我，智山。哦，智山呀，智山，看见夏夏没？立夏不在家。风将军，不好了，立夏好像被那些黑衣人给抓走了。没有，我的人就守在林家外面，林姑娘没出过门，肯定就在林家院子里。小风，你怎么在这儿？林家奶奶，先找林姑娘要紧。哦，对，先找夏夏。夏夏能去哪儿啊？风将军，你确定立夏没有出过家门？风将军，会不会有人越过你们将立夏抓走了？绝无可能。林家奶奶，你仔细想一想，林家还有什么地方没找过？哦，还有茅房没有找过。哎呦，夏夏也不在茅房。那能去哪儿？都没有。夏夏能去哪儿啊？林家奶奶，我帮你。哼，不用你帮。
就是你家主子让我家夏夏伤心，我不要你家好心。林家奶奶，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主子他怎么会惹？有什么误会？林家奶奶，我家主子对林姑娘很用心，很认真，绝无轻慢林姑娘半分，日后你们自然知晓。奶奶，你做什么？夏夏，你怎么跑到地窖睡了？这儿凉快啊。风将军，你怎会在此？奉主子命令，保护林姑娘的安全。什么意思啊？你家主子招惹上八公主，怕八公主派人杀我，又来保护我？不是，影城背后主使没抓到，主子怕有人掳走你，这才命属下保护你。啊，原来是这样啊。陆继深派人保护他，他受之无愧。风将军，我们沿途回来的路上，你们一直都在？是，林姑娘，我家主子与八公主绝不是你想象中的关系，具体等你到了京城，主子会亲自跟你解释。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将军，少了一个人。飞远，什么少了一个人？将军，被林公子保住的歹人少一个。怎么可能？衣服都扒光了，人能跑哪儿去啊？蹊跷的是，从天黑寻到天亮，这不可能啊！列下，我拿的是烈性迷药，歹人不可能有力气跑，那人怎么能凭空消失了？清泉爷爷，有没有可能是村里人救走歹人，还把人给藏起来了？有这个可能。赶紧找，我怕晚了，那歹人药效解开了，反手就是一个赶尽杀绝。快去周婶家！丑八怪，快滚开！丑八怪，我杀了你！林立夏更加的不解，他顺着男人吼叫声的屋子看过去，那是周氏最靠边的屋子，一眼能看出这是后期新加盖的。智山哥，那是谁的屋子？立夏，你先回去。我不回去。林立夏摇头，目不转睛地看向那间屋子。这就好比追剧，正满腔好奇地等待看结果，不让看呢，那还不得砸电视？立夏，听话，快回去，莫让这阿杂事污了你的耳朵。他猜测那间屋子里住着周婶的长女林大幸，这林大幸比林立纯小2个月，小时候上山摔了一跤，脸磕在石头上，留下了一道比蜈蚣还难看的伤疤。去年开春，林大幸好不容易嫁到隔壁陈家村，还没来得及生下一儿半女，林大幸的丈夫就在去年冬天上山砍柴时滚下山崖给摔死了。婆家非说林大幸脸上带着疤克夫，克死了自己的儿子，把林大幸给赶回了娘家。至于屋里男人气急败坏的吼叫声，像是林大幸将人给办了。这林大幸可真是猛啊！林宝荣，方才找人的时候你装的可笑了，你告诉我，现在大幸屋里的人是谁？清泉说：“你放开我男人，这事儿是我的主意。”我看你们一家人都不想要命了。清泉说：“这事儿没那么严重，我们将他的手脚都捆着呢，等他给我们大幸留个孩子，那时候我们再将人交给你们，你们再处置也不迟呀。”胡闹！你们知道那人是谁吗？就敢让林大幸交人？清泉说：“我管他是谁呀，我就看他长得好，才留给我家大幸的。你们谁今天敢坏我们大幸的好事儿，我就跟他拼命。”泼妇！林宝荣，管好你媳妇儿，我管不住。林宝荣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紧紧地守在林大幸的房间门口。清泉说：“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让我们家大幸留个后，将来的日子也有盼头。”智山，这事儿……风将军，这事该如何是好？风随影跟在主子身边当差这么久，见过野兽，见过生死，却也没见过这样的奇葩事啊！他脑子里也是一团懵。听着屋里男人的叫声，他竟不知该说是羡慕还是同情。咯吱一声响，女人抬起头，露出左半边脸上的蜈蚣疤痕，惊得风随影心中一颤。原来是个破相的丑姑娘，难怪要用这种法子。人呢？风随影推开了林大幸，快步进屋，一眼看见了床上的男人。男人长得浓眉大眼，高鼻梁，嘴里塞着一件破衣服，胸膛前还有几道指甲抓过的伤痕。男人身上只穿着一条里裤，床上凌乱的模样与他在青楼查案时撞上的场景差不多了。那位叫林大幸的丑姑娘应该是已经成事，这可如何是好啊？风随影下意识拔掉男人嘴里的衣服。你叫草青对吧？你怎么知道？是你们冤我，将我绑到这个丑女人的床上，对不对？他当差这么久，还是第一次碰见这样倒霉又憨的歹人呢。你笑什么？你是第一次吧？风随影实在是没有见过这样憨的新兵蛋子，怀疑对方是第一次出来办差，就落入如今这种境遇。曹青曲解了风随影的这番话，下意识地夹紧腿。第一次又怎么样？原来他们说的荤段子是真的，第一次真的会疼，难怪你叫的那样凄惨。立夏，我看那个风将军很听你的话，你能不能帮你大幸姐呀？跟那个风将军求个情。林立夏瞠目结舌，
虽然屋里那人不是啥好人，但这也属于强抢民男吧。哎呦，李夏，你大姓姐命苦呀！我和你林叔活着的时候还能照顾他几分，就怕我们死后你大姓姐呀一个人孤苦无依的。李夏，你让封将军宽限几天，等我家大姓怀上孩子，你们再将人带走处置。周婶这没脸没皮的话，林清泉实在是听不下去。这样彪悍的行为，他活到这个岁数听都没有听过。胡闹！你不嫌丢人，我们林家村的姑娘还嫌丢人呢。那我家大姓怎么办？让你家林北给我们家大姓养老？这关我们家林北什么事儿啊？那我家大姓老了怎么办？林立夏看的是唏嘘不已。周婶既是非又泼辣，但对女儿是真的好，比卖女儿的林文雅强。立夏，我年轻时也是个说话轻声细语的姑娘家，如今成为这样的泼妇，都是这个世道给逼的。你大姓姐的奶奶真不是个东西，当年看着我好欺负，处处琢磨我，愣生生的把我累小产。当年大姓才5岁，冒雨上山给我弄来了一根野山参，要不是那一株野山参，我早就去见阎王了。你们是没有看到呀，我家大姓回来的时候，脸上的血水都染红了身前的衣裳，好似不知道疼一样，手里攥着野山参，一个劲儿的朝我嘴里喂。林清泉的神情复杂。大姓姐，你才5岁就认识野山参了？林大姓一脸的愧疚，低下了头，不敢看林立夏的双眸。周婶一脸愧疚，有点后悔他情急之下说漏了嘴。他哪认识野山参呐？是你爷爷发现野山参，见山参的年份不大，就系上了一根红绳。你爷爷本想留着以后急用的，被大姓这孩子看见了。当时啊，大姓问你爷爷为何要系红绳，你爷爷说那是救命的药，不系一根红绳以后就找不到了。可怜你娘难产的时候，你爷爷上山想寻野山参，这才发现野山参早就被人挖走了。立夏，当年你大姓姐年纪小，他也不知道那野山参是你爷爷留给你娘用的呀。立夏，等我知道大姓抢了你爷爷系好红绳的野山参时，你娘她已经去了。周婶说着，扑通一声给林立夏跪下。立夏，野山参的事儿，你要怪就怪我吧，不要怪你大姓姐，她年岁小，也不知道会发生后来的事儿。周婶，你起来说。立夏，好了，你别为难立夏，野山参的事儿五哥早就知道，之所以不跟你们计较，是因为野山参救不回立夏的娘。周婶，你先起来，野山参的事儿不怪大姓姐。立夏，那屋里男人的事儿，林立夏是哭笑不得。那可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呢，又不是一条狗。他同情林大姓的遭遇，欣赏林大姓不惧世俗的观念，但他在蓝星形成的三观无法说服自己帮林大姓霸王硬上弓。周婶，这个我真帮不了你。立夏，你这么厉害，你一句话就能改变你大姓姐？娘，算了，这都是我的命。哎呦，这怎么能算了呢？我家大姓勤劳能干，本来长得也算周正，就是因为……好了，别哭了，给你宽限2日够吗？林大姓愣住，完全没有想到风随影竟会主动妥协。林姑娘，你何时回青阳城？大概5日后吧，我爷爷说等地种上再走。最多给你宽限5日，等林姑娘回青阳城，我就要把人带走。哎，好，大姓5日足够了。封将军，那人招了没有？没有，林姑娘，那个叫曹青的就是个新兵蛋子，什么都不知道，好像是第一次出任务。封将军，那人武功怎么样？武功已经被我给废了，不是林大姓对手。哎，可怜的愣头青。那他知道自己的处境吗？他自己选的，死或废，他选废。4舍5入，就当曹青是自愿被废武功，自愿给林大姓留个孩子。某种程度讲，他也很敬佩林大姓迈出勇敢去父留子的第一步。可惜这个时代，女子想要立女户比登天还难。封将军，你对当今的皇上了解多不多？京城皇宫，看完堆积如山的奏折，姬慎一脸疲惫地靠在龙椅上，微微垂着头。他双眼布满血丝，手指有意无意转动手腕上的桃木珠串。自他登基后，就再也没有收到林立夏一封信。他在忙什么？为什么不给他写信？皇上，风随影派人送来林姑娘的信。袁无痕的话还没说完，信就到了姬慎的手中。袁无痕神情僵住，主子都当皇上了，看见林姑娘的信还是这么急不可耐。陆将军展信月，有幸发现一片盐湖，回赠陆将军做谢礼。没了。林姑娘信中说什么了？皇上为何这么失望啊？皇上，
莫不是林姑娘寻到一座盐湖，想与您合作制盐？非也，这是她赠给朕的回礼。他又悄悄地凑上前，余光偷看皇上手中的信，瞬间是明白了，皇上嫌信写得太短。皇上，林姑娘对您太用心了，她那样爱才的人，竟然送您一片盐湖。云无痕，你过来，跟朕解释一下，你从哪儿看出她对朕用心呢？就在云无痕百愁莫展之时，徐天行带着风随影写的信来了。皇上，无痕的人又收到一封风随影送来的急信，据说与林姑娘的信一前一后到，微臣不敢耽误。呈上来。皇上，您上次吩咐的事儿，微臣都已经办妥，可有新的差事交给微臣办。天行，看看这个。姬慎笑得很是愉悦，将手中的信递给了徐天行。皇上，林姑娘偷偷画您30多幅画像，这都不叫对您用心，那什么叫啊？尚可。陶福，清点一下，这儿一共有多少幅画像？陶福是一脸的震惊，皇上那么宝贵的柜子，藏的不是古玩珍宝，竟是画像。徐天行也是一脸的错愕，皇上何时画了一柜子林姑娘的画像？云无痕则狠狠地吞咽一口，莫不是皇上要跟林姑娘比一比，谁画对方的画像多吗？皇上，这儿一共有52幅画像。姬慎的眉头紧锁，他思念无处排解时，都会静下心画画。画像数量相差甚远，他竟比朕还忙。皇上，以微臣拙见，林姑娘这种画技所需时间，应该比皇上的要久。加上林姑娘年岁小，学画画时间不如皇上学得久。微臣以为林姑娘画皇上一幅画像，所需的时间比皇上画2幅还要久。天行言之有理。天行，你看看这个。皇上，林姑娘就送你一片盐湖，出手如此阔绰，寻遍3国找不到第2位啊，真是羡煞微臣了。哦，皇上，微臣认识的人当中，收过姑娘最贵重的礼物，也不过是条腰带。皇上，林姑娘一直对您很是用心，从护心甲、藏书、连弩到盐湖，她送你的礼物，随便说出去一样，都足以羡煞龙鳞国所有的男人。她确实用心了。皇上，您吩咐微臣给林姑娘买的农田，微臣送到洛家3次，被拒3次。帝师不肯收林姑娘和钱世成的回礼，微臣手中这些田契该怎么办？那些农田可有耕种？有耕种。微臣买下洛家农田后，洛家不肯收，微臣怕错过耕种季节，就先找管事种上了大豆。好，无痕，你把农田情况整理一下，朕写一封书信告知林立夏。陶福，尽快将朕司库里的那辆镶金手指备好。天行，龙腾书院的小院要加快进度，一定要在秋闱前盖好。皇上，您什么都安排好了。若林立东没考中举人，您这番安排岂不是前功尽弃啊？姬慎心中一紧，他等不及了，他绝不允许出现这样的情况。天行，你有何良策？皇上，眼下离考试只有几天的时间，微臣曾查过钱世崇，以他的才学，教导林公子考举足矣。皇上，待林公子考中举人之后，微臣为他引荐微臣的老师，国子监祭酒柳元璋。正是，希望这次不会被林姑娘抢先。是朕多虑了，以林立夏的性子，怕是他早就筹谋好了。皇上言之有理，林姑娘这般精心的筹谋之下，她父兄都考不中，皇上现在派谁去救急也无用。天行，尽快多收集一些书，朕派人给林立夏送去。遵命。天下，你说皇上这般待林姑娘，她以后夫纲可镇？无痕，你有心思琢磨这些，还是先想一想林姑娘进京之后知道皇上身份后的其他事吧。什么意思啊？林姑娘不知道主子身份时，那么努力想攀附主子睿亲王的身份，难不成她会嫌弃主子是皇上？以林姑娘的性子，你觉得皇宫对她来说算什么？算什么？咱们皇上文武双全，相貌一绝，满京城的姑娘谁不想入宫啊？徐天行突然不想跟云无痕探讨这个问题了。林立夏对入宫期盼，主子又怎会瞻前顾后，不敢坦白身份？这事儿肯定不简单呀，他得提前做好准备。派人去将林姑娘书铺的画本子都买一些，或许能找到应对之策。林老夫人，这是我侄女君兰。君兰，快来见过林老夫人和林姑娘。晚辈君兰见过林老夫人。好。许桃花好似从罗君兰的身上看到了大儿媳妇的影子，一边赞叹读过书的姑娘看着就是不一样，一边发愁怕人家姑娘看不上林文辉。君兰，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镯子，可能有点俗气，你别嫌弃呀。君兰，长者赐，
不可辞。君兰，快谢过林老夫人。君兰谢过林老夫人。君兰手镯给林老夫人和林姑娘备了一些桃木雕件，还望两位不要嫌弃才好。罗姑娘甚雕刻。自从她背负一个客夫的名头后，就不好与家中姑娘住一起。她一个人住在家里的农庄，照看一片桃林，闲来无事就爱上了雕刻。雕刻可以让她将专注力放在桃木上，不再懊悔过去，不再畏惧将来。罗姑娘的手真巧，这桃木簪雕刻的真精致，颇有灵气，我很喜欢。奶奶，你快看，好看不？哎呦，好看，好看！桃木簪纹理自然，蕴藏着岁月的痕迹，散发着古朴的韵味。奶奶，以后咱们进京，你这样穿戴，别人不知道咱们底细，还以为咱们是文化底蕴深厚的书香世家呢。哦，书香世家。夏夏，奶奶总共没认识几个字，才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这很容易让人拆穿。林老夫人，你慈祥善良，待人宽厚，这样的气度比有些书香世家的老夫人可强得多。奶奶，罗大人说的对。那好啊。罗海潮满脸的欣喜，藏也藏不住。林老夫人还喜欢什么样式？只管让君兰给你雕刻。夏夏，派个人去催催，让你二叔啊今日早些从作坊回来。林老夫人，以后日子还长呢，不急于眼前这一时。罗大人，你觉得我开玉饰铺子能行吗？别人我不好说，但是林姑娘想做的事，一定能做成。罗大人谬赞，若是罗姑娘肯帮忙，这事做成的概率更大。罗姑娘，你能雕刻出这么精致的桃木物件，可见你拥有极高的审美和雕刻天赋。那我尽力一试。小叔，你可否帮我寻一下玉石相关的书？罗姑娘，不必麻烦罗大人，我家书铺就有许多这样的书，让我二叔带你去拿就好。二叔，你回来啦！你看，这是罗姑娘雕刻的桃木簪，她在这方面可有天赋了。我要与她开玉饰铺子，你带她去咱家书铺拿几本玉相关的书。夏夏，这不合适。二叔，你看，罗姑娘肯住进咱家，又如此羞涩的模样，可见对这门亲事有几分期待。二叔都这个年纪了。二叔，你看不上人家姑娘，那罗姑娘可就惨了，今生大概率只能青灯伴古佛，了却此生。这不至于吧？二叔，难道你嫌弃罗姑娘克夫？无稽之谈，我是怕耽误人家姑娘。二叔，你想太多了。二叔，罗海昌是个人精，他不会按着不情不愿的侄女儿跟咱家结亲，说不定罗姑娘早就想过你。早就想过我。他大人家姑娘太多，人家姑娘的小叔还是青阳城县令，他何能入人家姑娘的眼？二叔，结亲是结两性之好，罗海昌及罗姑娘看重的是咱家的未来，你若怕辜负人家姑娘，你就好好读书。二叔，你若能从举人一路考到进士，罗姑娘就是官夫人，总比后半生青灯古佛强吧。他不会按着不情不愿的侄女儿跟咱家结亲，说不定罗姑娘早就想过你。早就想过我。他大人家姑娘太多，人家姑娘的小叔还是青阳城县令，他何能入人家姑娘的眼？二叔，结亲是结两性之好，罗海昌及罗姑娘看重的是咱家的未来，你若怕辜负人家姑娘，你就好好读书。二叔，你若能从举人一路考到进士，罗姑娘就是官夫人，总比后半生青灯古佛强吧。二叔，你看那儿，子素哥哥旁边那两箱书都是皇宫藏书阁出来的。皇宫藏书馆。夏夏，二叔先去挑一本书，再带罗姑娘去书铺。可以呀，二叔若能考中举人，再迎娶罗姑娘，定能让罗姑娘风光嫁人，在娘家也有面子。这事不急，等你大哥成亲再说。那是自然，等我大哥娶了锦姐姐，你娶二婶的婚事就交给锦姐姐去操心。夏夏，你大哥的婚事还有没有什么要二叔做的？暂时没有，庄妈妈和锦姐姐张罗了不少。二叔，你就负责好好读书，顺便招待好罗姑娘。林姑娘，幸不辱命，白玉连理枝雕刻好了。林姑娘，这是你大哥大嫂那一对白玉连理枝。风将军，这白玉连理枝雕刻的极好，不知可否为我引荐这位雕刻师傅？可以，不过有件事还请林姑娘恕罪。什么事？这么严肃的表情？在下找人雕刻白玉连理枝时，存了一个私心，用我家主子的名字与林姑娘的名字也雕了一对白玉连理枝。然后呢？丢了一块玉佩，请姑娘责罚。丢了哪一块？丢了背后刻着下的那块。风将军，咱们明人不说暗话，我猜那块玉佩被你送给了陆基慎，竟被姑娘给识破了。姑娘若想收回自己那块玉佩，劳烦你保管好这块玉佩，待你进京之后亲自找主人去换。风将军，
你将玉佩送给你主子，就不怕给我招来八公主的报复？八公主的婚事已定，是顾荣善的后人顾诗明。你主子被抛弃了？各种曲直待林姑娘进京后自然明白。而且我家主子为天下黎民百姓，自愿将婚期推迟3年。风将军，你主子与八公主关系匪浅，是为了给我找皇宫藏书？林姑娘，这个问题你当面问主子更妥当。当面问他？林立夏捏紧盒子里那一枚白玉莲理枝，轻轻摩擦着玉佩背后的那个肾，很快便觉察出不对。风将军，你主子大名陆定坤，小名陆基慎，你为何独独雕刻慎字？风将军，你主子是不是有事瞒着我？是，主子落难时在身份上对林姑娘有所隐瞒，但主子对林姑娘心意是真的。姬乃龙鳞国皇室姓氏，陆应该是他的母姓。能借用陆定坤身份的皇子，还让骆子素认错的皇子，除了母妃出自陆家的四皇子，还能是谁？所以频频送他金手指强吻他的人，是之前的瑞亲王，是现在龙鳞国的当朝天子。妈呀，好惊悚啊！林立夏捂着心口，心脏狂跳的速度好似跑了一场马拉松。一个把他好感值拉满的男人，竟然是龙国当朝天子，闹呢！他本就是感情中的怯懦者，却让那么霸道的人强制将他拉进了这场感情的漩涡之中。爱在不确定的时候，早已不知什么时候伤了心。在他拿起玉佩准备接纳这段感情时，却发现他爱上了一个不能去爱的人。林姑娘，主子对你隐瞒身份，乃形势所逼。方将军，你让我静一静。让他去宫斗宅斗，他一不屑去害人，二也狠不下心。以他目前的情况进宫，他活不过3年，可那样他就会成为手染血腥的钮钴禄夏。纵观历史和宫斗剧，哪个进宫的女人能善始善终？搞不好还会连累她的家人都跟着下地狱。不，他不愿过这样的人生，也不愿意家人跟他一起把命悬在裤腰带上。人这一生有很多需求，爱情不能凌驾在安全需求之上，爱情不能牺牲家人的幸福，爱情更不能伤害别人，失去自我。他要亲手掐灭这份感情，还不能激怒姬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像姬慎那样的人，一旦被激怒，谁知道会不会做出囚禁他、强制爱的虐文情节呢？风将军，我对你主子掏心掏肺的好，他竟欺瞒我至今。风将军，是不是在你主子的心中，我就是他招来逗去的猫狗？林姑娘，千错万错，都是属下的错。对，就是你的错。谁要你自作主张弄来这个破玉佩？你不弄来这个破玉佩，我又怎么会知道他欺瞒我的事？我要跟他恩断义绝。林姑娘，在下知错，请林姑娘责罚。风随影扑通一下跪倒在林立夏面前，吓得额头直冒冷汗。皇上这么重视林姑娘，林姑娘若因此事与皇上心生隔阂，她保不住命事小，就怕连累家人呢。林姑娘，主子对你的心意是真，你千万不要跟主子生分。你说他对我的情意是真？千真万确，主子都愿意为您将婚事推迟3年。你让我想想，推迟婚期容易，爱1年也容易，可爱一生一世却不容易。寻常男人的爱能持续10年就算是深情了，何况是帝王的爱呢？风将军，我想等你主子亲自跟我坦白他的身份，再决定原不原谅他。要在下如何做？不要告诉你主子我知道他隐瞒我身份的事。这怕是不妥吧？我已经把带你名字的玉佩送到主子手中了。你有说在另一块的玉佩上雕刻了一个慎字吗？这个没说。这样，你以我的名义送去的玉佩我不追究，这块玉佩的事你要瞒下来，不能透露半分。林立夏说话间，将雕刻带着慎字的玉佩揣到自己的荷包中。等我到京城，我等他亲自跟我坦白。风将军，丑话说到前头，你要是违背咱们今日之约，我就跟你主子分道扬镳，还把责任都推到你头上。风随影不敢置信地瞪大眼睛，抬眸仰望着站在面前的林立夏。林姑娘，这是在威胁他吗？林姑娘，你是不是猜到我主子的身份了？不知道。林立夏一口否决，绝不能让风随影知道他知道姬慎是皇上。我只知道他隐瞒我，不信任我，想玩弄我的感情。林姑娘，这是误会。林姑娘，是不是我不告诉主子这块玉佩的事儿，你就不会与主子恩断义绝了？看他表现，若他对我坦诚，对我真心相待，我的身份能与他门当户对，自然不会跟他撕破脸。好，我答应你，绝不跟主子透露半分。风将军，你快快请起。看着林立夏伸过来的手，风随影可不敢搭上去，手撑着地站了起来。林姑娘，那块白玉还剩下许多边角料，我让人做出了平安扣，放在这儿吧。风将军，今日的事你知我知，
在下明白，在下绝不向任何人多言。他跟在林姑娘身边不短，第一次见到如此吓人的林姑娘，这气势，这口吻，与皇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呀。莫非这就是两人看对眼的缘故？你偷偷摸摸在这儿做甚呐？今日放榜，看骆公子这样子，考中举人了。区一个举人，不费吹灰之力。恭喜恭喜！看来林姑娘说的不错，骆公子是状元之资。看三位这样子，都是考中的举人，恭喜恭喜！侥幸之喜啊！妹妹，你猜哥哥这次考得怎样？自然极好。妹妹，你眼眶怎么红了？高兴的，熬了这么久，咱们林家终于出举人了。夏夏，爹也很高兴。今天开始，你就是举人的女儿，亦是举人的妹妹，亦是举人的侄女。光这些不够，妹妹，你等着，哥哥考中状元，让你当状元郎的妹妹。听见这话，本来还在祭奠爱情夭折的林立夏，突然有些同情骆子素。便宜义兄是更惨了，将姬慎错认成陆定坤，做过了多少挑战姬慎的事，这不亚于摸老虎的屁股呀！可怜的义兄，拼尽全力考状元，到时发现是姬慎给他簪花，会不会下药？要不要将姬慎的身份告诉骆子素？不对，骆子素的祖父都给姬慎当老师了，骆家人怎会不知道姬慎的身份？知道，可为何又不告诉骆子素呢？子素哥哥，这个赠你，恭喜你考中举人，祝你早日考中状元。夏夏，爹也会努力，争取让你做进士的女儿。爹，二叔，这个赠你们，恭喜你们考中举人，愿你们早日考中进士。夏夏，大哥也会努力考中进士。大哥，平安扣没你的。夏夏，奶奶说你给我们雕刻了白玉连理枝，这盒子就是吗？是。大哥，玉佩何时送给锦姐姐，你自己决定。夏夏，谢谢你。兄妹间不言谢。爹，你去给爷爷奶奶报喜，我把这些收起来。一进屋，整个人瘫坐在床前的地上。他若没穿书，就不会爬那么高挖野菜，就遇不到姬慎。以姬慎的伤势，没有得到及时救治，会怎样？会残废。皇子身份会残废。这些线索结合在一起，那姬慎就是原书中一笔带过的暴力的残王，七平子贵书中的大反派。妈呀！他只想自救，他不知道姬慎是原书中的反派呀。他招惹了反派，救了反派，反派一跃成为了皇帝。现如今因为他的介入，剧情全乱了。他以后怎么办呢？林立夏心乱如麻，起身拿起了一瓶荷花酿，边喝边琢磨。如今他倒是出息了，不光带着家人避开炮灰命运，还捡回来一个大反派。夏夏，真给你说中了，咱们林家的祖坟冒青烟了，一门三举人。夏夏呀，咱们家出这么大的喜事，应该回去祭祖，拜谢老祖宗保佑。是要回去祭祖，等我大哥二叔都成亲了，咱们就回去。奶奶，秦姐姐和罗姑娘的亲戚都在青阳城，咱们回村摆酒不方便。奶奶，等咱们青阳城摆完酒宴，回去请大家吃流水席，到那时咱家就是五喜临门。好啊，五喜临门好啊。奶奶，以咱家现在藏书的储备量，我爹他们考进士还是有很大胜算的，咱们要尽快进京，预留给他们读书的时间才更多。哎呦，奶奶知道，咱们这次回林家村不能在家中久住。奶奶，咱家现在不缺银子，村里的族学也办起来了，干脆咱家再起一个大院子。起大院子？咱们家现在的院子就很大呀。再起一个更大更奢华的，你和爷爷的亲人都在林家村，等我大哥他们安置下来，我就带你和爷爷回来养老。哎呦，这个好。最近呀，我给你爷爷可发愁了，又想跟你们去京城看看，又怕自己老了不能落叶归根。奶奶，那你赶紧找我爷爷拿主意，看看村里谁适合帮咱们监督盖院子。好，奶奶呀，这就去。立夏，我是来给你辞行的。他二叔考中举人，接下来就是走流程迎娶罗君兰进门。罗姑娘，你住哪儿？暂住我小叔家。小叔说让我从他家出嫁。啊，罗大人考虑周详。林姑娘，恭喜恭喜！林家一门三举人，我也跟着沾光。同喜同喜。骆大人，谁是第一名？骆公子啊，他跑得那么快，竟没有跟你说他是解元。没有，估计他想说没机会说。骆公子考中解元，大家都很诧异。没什么好诧异，骆家书香门第，子素哥哥颇有读书的天赋，之前是不爱学而已。妹妹说的对，才考中一个区解元就很诧异，
那等我考中状元，岂不是个个要跌破下巴了？紫苏哥哥，你才一认真读书，就一下子考中了解元，肯定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学习榜样。可能吧。紫苏哥哥，你这一回京，青阳城的很多学子就难有机会再见到你，不如你给他们一个仰慕你的机会。仰慕我的机会？怎么给？咱们办一个讲座。这有什么好分享的呀，妹妹？哥哥就随便学一学，不费吹灰之力就一下子考中解元。莫非天赋真的如此重要？我当年读书的时候都是天天熬夜苦读啊。哎呀，天赋不一样，我就随便读读。对，紫苏哥哥天赋好，又很会选书，应该跟大家分享分享。林姑娘言之有理，不如由我筹办这个分享会。林家张灯结彩，红绸高挂，小院弥漫着喜庆的氛围，宾客们络绎不绝，欢声笑语，此起彼伏，热闹非凡。新郎林立东英俊，新娘钱多锦娇美，三拜之礼庄重典雅。新娘钱多锦在丫鬟严默严厉的搀扶下，被送入了林家早已备好的新房。林立夏满心的欢喜，打算今日就将林家后院的掌权交给大嫂。刚走到新房门口，被影中和风随影拦下。林姑娘，属下有要事要禀报。影中何事？查段子怀的人回来了，他身份没问题，就是南西城剑锋10多的首富。影中，区南西城的首富，他敢挑战你的主子？林姑娘，你是不是知晓我主子？对，知晓段子怀烧了你主子的小院，你主子可是镇北军的陆家二公子。你说没人给段子怀撑腰，他一个商贾如何敢？林姑娘，派去查段子怀的人说，段子怀之前想投靠大皇子一派，属下猜段子怀放火烧我主子的小院，就是给大皇子的投名状。只是后来大皇子败得太快，之后段子怀就跑得也飞快。影中，你主子打算如何处置段子怀？段子怀若识相，我主子自然不屑跟他计较。明白。有钱不赚是王八蛋呀！段子怀心机深沉，动机不纯，可手里的好东西却不少，都是千年的狐狸，玩一回聊斋，看看谁的段位高又何妨？林姑娘，在下刚到青阳城，听说今日是你大哥婚事，就备了一份薄礼，匆匆赶来。段公子有心了，上次你让冯掌柜送来一车玉石，我一直等着给你回礼呢。哦，不知道林姑娘打算送我什么回礼啊？3箱万金油，不知段公子是否嫌弃？只要是林姑娘送的，在下欣喜都来不及，又怎会嫌弃呢？段子怀说着，又一副深情款款的模样。林立夏微微别开眼，这个骚狐狸又对他展示美男计啊！段公子，突然想起来，我还有点事要处理，我先带你入席。我带段公子入席。段公子，我奉命保护林姑娘，这段时间任林姑娘差遣。段公子不会拒绝我带你入席吧？姬慎对林立夏太伤心了，竟派出这么多暗卫保护他。如此一来，他想带走林立夏，就只剩下一个办法。有劳。段公子，请。我该叫你封将军还是封公子啊？罢了，叫什么都一样，你最后都是死。段子怀，别以为你是贵客，我就不敢对你动手。封将军，你主子知道你对林姑娘心思不纯吗？你胡说！风随影急得脸颊瞬间一片通红，恨不得一拳打爆段子怀满嘴牙。封将军，你越急就越心虚。段子怀！风随影低吼一声，单手锁喉，将段子怀按在墙角。你在找死！杀了我，你如何跟林姑娘交代？风随影神情僵住，段子怀掰开了风随影的手，风淡云轻地拍了拍身上的灰尘。封将军，你护他跟护眼珠子一样，暂且当你是奉命行事，但你看他的眼神都是男人，你当旁人是傻子。风随影心中一紧，暗自捏紧拳头，他都已经很克制了，还这么明显吗？其实这事不怪你，像她这般好的姑娘，任谁与她相处久了都会被她吸引的。就如我，最初只是对林家香皂感兴趣，她却勾起我对她的好奇。我越想了解她，就越想琢磨她，然后不知不觉就越陷越深了。你同我说这些做甚？风随影抬眸，看着段子怀雌雄难辨的俊脸，心中慢慢涌起了一股苦涩。他连这个商贾都不如。我与你不同，我护她是因为她是我未来主母，我敬她亦是因为她是我未来主母。封将军，你要自欺欺人到何时啊？你看看这满场的宾客，有哪个不是敬他？又有几人同你一般用那样的眼神看着他？我若是你啊，要么与主子争一争，要么就趁陷得不深，尽快抽身。抽身？段子怀，你是不是以为只要我撤离他身边，你就有机会带走他？我心悦他不假，他为定亲，我为娶妻，他善经商，我也善经商。比起陆家高门大户的牢笼，你怎知我不是最合适？难怪骆子苏喊你骚狐狸，你这人确实很令人讨厌。
你谬赞。冯将军，咱们已经在这儿站这么久了，一起喝一杯。请。看见段子怀，林志山瞳孔放大一瞬，这个骚狐狸还有脸来？段公子，稀客。段公子，我是林志山，感谢你远道而来参加我堂兄的婚宴呐。来，段公子，请允许我替我堂妹立夏敬你一杯，请。请。竟妄想用酒把他灌醉，他且看看谁先醉。林立夏推开门，一眼便看见大嫂钱多锦穿着一袭大红嫁衣，一脸羞涩与期待坐在床边，桌上糕点一块未动，旁边托盘里摆着红盖头与玉如意，显然是他大哥已经来过。大嫂，我日盼夜盼，终于把你盼进门了。立夏，大嫂，我怕你今天饿肚子，特意让研墨给你准备了糕点，谁知道被我大哥抢先一步。大嫂，你看，那些糕点都是我大哥亲自找庄妈妈给你做的，你要是今日饿肚子，我大哥这心思就白费了。我不饿。大嫂，这个红枣桂圆糕寓意你与我大哥的日子红火圆满，幸福甜蜜，你要不要？要。大嫂，清幽姐姐早就自告奋勇说陪你，怎么不见她呢？方才你大哥来的时候，他出去了。猜我带了什么？鸡汤。我奶奶昨晚就让庄妈妈炖的，我还以为她会让我大哥提来呢。奶奶是打算让你大哥提来的，是你大哥怕饿着你大嫂，让庄妈妈先送来，被我抢了先。清幽，谢谢你。来日等你成亲时，我也定不会让你饿着。喝你的鸡汤吧，知道你喜欢四季花，特意给你泡了水，等会儿让你漱口。还是你想的周到，他大嫂用月季花漱口，等会儿满嘴的月季花的清香，他大哥可不能掉链子。大嫂，今天开始咱们就是一家人，你善长家，我善赚钱，以后家里的事就靠你多费心了。看着手中的钥匙，钱多锦心中涌起了一股被人信任的感动。别人家争来夺取的掌家权，她嫁入林家的第一天，小姑子直接交给她。很坦率的小姑子，很贴心的夫君，很温暖的奶奶，很暖心的妯娌，让她对婚后的日子充满了期待。立夏，我定不负你所望。大嫂，咱家简单，你别给自己太大压力，一切慢慢来。清幽姐姐，你陪我大嫂说说话，我出去还有点事儿。姑娘，你快去看看，那边要打起来了。谁这么不懂礼数，在我大哥的婚宴上打架？风将军、段公子还有尹公子，他们坐在哪儿？快给我带路。与芝山公子一桌。姑娘，他们喝了不少酒。林立夏转过弯，一眼便看见风随影提着段子怀的衣领，一副随时要干仗的模样，纷纷看热闹。风将军，你作甚？将到嘴的你找打改成一副嬉闹的姿态。你喝不喝？喝就喝。听见段子怀说喝，影中面无表情，端着酒杯就灌了段子怀，将段子怀灌得咳嗽不停。别喝太急，你看都呛着了，快喝点水压一压。林志山，你拿错了，那是酒。反手倒满一碗酒，接着林志山继续灌段子怀。段公子，快喝点压压。林立夏是瞠目结舌，段子怀怎么惹到这三个人了？竟让这三人一唱一和，当着众人的面在酒桌上直接灌段子怀。人有远近亲疏，情有深浅厚薄，林立夏自然是站他堂兄这边了。试图想让林立夏来解救他，谁知林立夏竟瞪大双眸，一副看戏的姿态。他气得心肝直颤，再让这几人灌下去，他的假壳就会变成真壳了。段子怀猛地一推，想将灌他酒的风随影给推开，谁知风随影借着这个力道，重重地摔在地上，发出一声闷哼。哎呀，段公子你做甚呢？你要摔死我呀！这下原本的假壳瞬间变成了真壳，才一会儿的功夫，段子怀就咳嗽得满脸通红。风随影和影中一副憋笑憋得脸通红的样子，林志山差点笑出声，假模假样的给段子怀拍背。段公子，你没事吧？要不要？不要。骚狐狸啊，你脸怎么这么红啊？要不要再喝点酒压一压？压你妈呀！段子怀气得心头一梗，干脆两眼一闭，来个装醉。风将军，我家没有客房了，能不能？能。林姑娘放心，我会给她妥善安排好住宿。有劳风将军了。只要不在他大哥婚宴上打架，剩余的他才不管呢。志山哥，我答应回赠3箱万金油给段公子，你帮他装车，跟风将军一起送他。好啊。冯队长，不会要将骚狐狸丢进花楼吧？有何不可？罗子素，你读那么多书，可听说过狐狸有发情期？有。冯队长，我发现呀，你比云无痕脑子灵光。那是自然。风随影扛起了段子怀，大步流星对花楼迎客的姑娘道：去安排间上房，把你们店里接客最多的姑娘统统喊来。这么狠？骆子素一脸同情地看着段子怀，想看看这段子怀到底能装多久。
风随影感觉背后一热，一股酒臭味扑鼻而来，他气得反手一扔。段子怀抓着花楼的门槛，摇摇晃晃的站稳。风将军，这是哪儿？我头好晕啊！骚狐狸，你故意吐我一身！哎呦，这位爷呀，我求求你，咱们换个地方吐。落你大爷！骚狐狸，你离我远点！骆子素跳着躲开了段子怀，还不忘伸手反推段子怀一把。公子，我是念夏，你怎么喝这么多？殿下，你们怎么来了？公子，我们再不来，你就被林家人送到花楼了。哎，你这个丫鬟怎么乱泼脏水啊？是你主子醉酒后哭着喊着要来的。对，我们都可以作证。段子怀，你要逛花楼，我送你来的稍慢一些，你就吐了我一身。对，就是段公子要逛花楼，我们酒宴上的人都可以作证。殿下，走，这地方不好，咱不要学他，堕落。对，他就是堕落。洛兄误会了，这间花楼的东家喜欢跟我们段记买香料，我是来谈生意。堕落就是堕落，别找借口。这间花楼与我名下几个铺子都有生意往来，谁见我进过花楼啊？在下汗颜，不知道洛兄现在修身养性竟会错意了。什么意思啊？洛兄，万金油和香皂在南西城那边供不应求，只要你帮我说服林姑娘，让她多供一些货源给我，我将这2个丫鬟赠你，让他们随你回京。赠我？骆子素吞咽一口，如今他学业有成，再带这2个美人回京，绝对算是荣归故里了，定会羡煞京城那帮纨绔。段兄，你这个提议当真是有些难办呐，你容我试一试。洛兄，林姑娘向来敬重你，你肯帮忙，这事就成一大半。你别高兴太早，妹妹待我是极好，但我向来也不愿她为难。明白，这事骆公子肯开口，我已经很知足了。事能办成，你可以直接带走他们；事不成，你出银子才能带走。你等我消息。马车上，风随影盯着骆子素看了许久。骆纨绔，你已经考中解元，不会没看出来段子怀有问题。看出来了，他有他的算盘，我有我的算盘，就看谁笑到最后了。妹妹，哥哥知道呢，段子怀想害我，想用美人误我读书，可他那2个丫鬟的名字一听就知道他对你图谋不轨。哥哥把他丫鬟弄来，马上就给他们改个名字。念夏、恋夏。据我所知，南西城酷热难耐，夏季很长，或许是他离家后的一个念想。还可以这样解释啊？妹妹，那他说的合作？子素哥哥，你告诉他，供应跟不上，除非他愿意加银子。明白。我看呀，他不缺银子，那美人能要吗？子素哥哥，我刚才细琢磨了一番，段子怀是嫉妒你了。他嫉妒你拥有这么好的读书天赋，故意派2个美人霍霍你。我怕他背后有阿杂手段。妹妹说的对，他确实是不如我，妒忌我那也是人之常情。子素哥哥，咱们不能让他得逞，不如你将美人带回来，平日让清幽姐姐给你盯着。卢宣伟，你这老鼠洞打得不错呀，是得你娘的人传，还是得你爹的人传呐？怎么不说话了？骆子素又一颗石子砸在了卢宣伟身上。你当初带人抢妹妹秘方时，那可是嚣张极了。骆子素，是不是让你痛打我一顿，你就畅快了，你就能放过卢家了？想让我放过卢家，得先问问你爹做的好事儿。卢世美，你觉得这事可能吗？我今天就带我小姑姑。哎呦！骆子素话说到一半，突然脚下一滑，整个人要朝坑里栽。你吓死人啦！痛打丧家犬，差点把自己给打进去。这便宜义兄是第一人啊！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什么绝对不可能啊？顺着卢世美的视线，骆子素很快发现对方质疑的对象是林立夏。卢世美，你看谁呢？云儿，你是云儿，你终于来看我了。卢世美，你害死我小姑姑，你还有脸提我小姑姑的闺名？不对，你不是洛云，洛云她早就跳河死了。你是谁？是谁？你怎么会和洛云长得一模一样？林立夏瞠目结舌，一脸不敢置信地看向旁边的骆子素。妈耶，是卢世美疯了，还是她真的与骆子素小姑姑长得相似？洛云，云娘，不会是同一个人吧？天哪，别告诉他，他打赌认下的便宜义兄是他娘舅家的亲表兄，他娘亲爹是帝师，骆家会把他们当成碰瓷的吧？妹妹，骆子素同样满眼震惊，可惜小姑姑死后成为骆家的禁忌，他从未见过小姑姑的画像。妹妹，你喊她妹妹？好一个骆家呀！自是书香门第，竟让女儿诈死，另嫁旁人。你们瞒天过海这么多年，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一直讨伐我们卢家。你们骆家就是伪君子！
你闭嘴！两人对视一眼，同样诧异地看着对方，两人的心情都很不平静。同样不平静的还有风随影，他满眼诧异地看着骆子素，又看看林立夏，心中好似被人剜了一刀。林立夏是帝师的外孙女，皇上是不是可以马上娶她为后了？林姑娘，这个老匹夫敢惹你生气，我现在就下去揍他。好一个三朝帝师，好一个伪君子啊！武千户，命人堵上他的嘴。他与骆子素以义兄妹相称这么久，他对骆家和卢家的恩怨也算是了解。骆家与卢家因骆子素小姑姑之死反目成仇，两家在朝堂上针尖对麦芒多年。这时候坐实了卢世美这番话，定让骆家人这些年的仇视沦为笑柄。老匹夫，你如意算盘打得真好！你们卢家自己搜刮民脂民膏，鱼肉百姓，跌落了尘埃，还想拉着骆家陪葬。但你千不该万不该把我也拉进这个漩涡，朝我娘的身上泼脏水。武千户，劳烦把他拉上来，我去找个棍子狠狠揍他一顿。武三刀愣住一瞬，像拖死狗一样将堵住嘴的卢世美给拖了上来，命人狠狠地按住他。林姑娘，有我武三刀在，收拾这种鱼肉百姓的贪官，怎劳你动手？武三刀说着，手脚并用，连打带踢，拳脚落在卢世美的身上。卢世美的嘴被臭鞋子堵着，被打得面目狰狞，却一个劲儿的狂癫的笑着。老匹夫，你还笑得出来？老匹夫，我骆子素早就想痛揍你一顿了，今日终于有机会了。这个老匹夫疯了。顺着卢世美的思路，他小姑姑当年跳河没死，妹妹会是小姑姑的女儿吗？妹妹，子素哥哥，这个老匹夫狡猾得很，随意扯个说辞就想给帝师大人泼脏水。你们骆家远在京城，我们林家穷在乡野，岂能听他乱嚼舌根子？认亲肯定是要认的，但应该怎样认才不会坏了祖父的名声，才不会让妹妹一家人受到诟病，这可要细琢磨一番。武强国，这人乱给我祖父泼脏水，我能不能毒哑他？寻找哑药多麻烦，我武三刀手起刀落，保证他以后再也开不了口。武千户，这事儿不好让你手染血腥。林姑娘放心，我武三刀不杀他，我割猪舌头绝对是一把好手。说完，他拔掉卢世美嘴里的臭鞋，掏出了一把匕首，不想让林立夏目睹血腥，便提着卢世美转了个身。啊的一声尖叫之后，卢世美满嘴流着血，昏死过去。带他去上药，这个要不我一并处置了。好啊好啊！林立夏是满眼的惊讶，这武三刀从哪儿学来这么利落的割舌手段？破船还有3000钉，卢世美好歹是大皇子妃的生父，武三刀一个山匪出身的千户长，能承担起后果吗？风将军，武千户这样做，卢家的党羽会不会寻他的麻烦？不会，林姑娘莫担忧，我武三刀心中有数。我武三刀可是护送过皇上的千户长，他们谁找我不痛快，就是找皇上不痛快。林姑娘，武三刀说的没错。风随影面无表情，看着武三刀手起刀落，利索割掉卢玄伟的舌头。像卢家这样的贪官早就该死了，若非皇上开恩让他们挖矿修路，他们岂会活到今天？废物再利用，修路挖坑是个利国利民的赎罪机会，挺好。妹妹这么一说啊，我也觉得皇上挺英明的。这么英明的皇上，应该不会计较我们小时候的事吧？子素哥哥，你努力读书，常为龙鳞国不可缺少的栋梁之才。看在你能为国效力的份上，我想皇上应该不会太为难你。有道理啊！这么好看又聪明的妹妹，一定是他小姑姑留在世上的血脉。难怪他们这么投缘，这是血脉的羁绊，让他感到无比的亲切呀。妹妹，我们回家，哥哥一定要努力读书，待哥哥考中状元，先考考这个陆定坤的学问。骆子素，记住你今天说的话，以后千万不要怂。哼，我骆子素从来都不知道怂字怎么写。这么会作死，得亏有个三朝帝师的祖父罩着他，不然迟早要玩脱。子素哥哥，咱们说话留3分余地，别说太满。妹妹，这次回京啊，哥哥有很大的把握能赢过陆定坤。子素哥哥，你在努力读书，别人也没停下。没关系啊，哥哥比不赢，还有哥哥的哥哥；哥哥的哥哥比不赢，还有哥哥的祖父。妹妹，哥哥决定了，以后想娶你的人呐，必须要在学问上赢过骆家的男人。陆哥哥，你这个决定妙呀！骆家男人也包括帝师大人吧？当然。谁能在学问上胜过帝师大人？林姑娘还能嫁得出去吗？对呀，谁能在学问上赢过他祖父？妹妹找不到夫婿怎么办？林姑娘，我这有养了2个月的小野猪，烤一烤，外酥里嫩，咱们去挑一只烤来吃啊！啊，去看看。好啊。京城皇宫，
骆子伯手持一份奏折，一脸激动走到脚下生风，跟在大太监身后。一踏入殿内，就看见皇上很专注的在画画，嘴边带着若有若无的笑。骆子伯愣怔一瞬，难道皇宫的传闻都是真的？皇上用绘画排解对心上人的思念之情？皇上，风随影派人送来了林姑娘给您的回礼，快呈上来。竟是一块玉佩。皇上，这好似是用您送过去的那块玉石雕刻而成。朕瞧着这玉佩像是一对儿。是一对儿。皇上，这是白玉连理枝，寓意着夫妻之间相互扶持，不离不弃，共同奔赴未来的承诺。直到感觉玉佩不平，他翻开玉佩的背面一看，看见上面那个下字，他激动的心跳如击鼓。寓意着夫妻之间相互扶持，不离不弃，共赴未来的承诺。皇上，这一般是民间夫妻的承诺，林姑娘送您这样的玉佩，妈，朕不配吗？骆子伯心中一惊，连忙跪下来请罪。臣惶恐。皇上，这白玉连理枝玉佩像两棵互相缠绕着的树，相互依偎形成完美的整体，乃民间夫妻情深意重之象征。皇上，您贵为天子，是送您玉佩的林姑娘痴心妄想罢了。陆爱卿啊，你可知朕用了多少心思才养出他这份痴心妄想啊？骆子伯瞪大双眸，满眼不敢置信，他方才会错意了。龙鳞国皇上竟是情种吗？他余光看向龙案，很想看一看让皇上成为情种的林姑娘究竟美成什么模样。骆子伯心中涌起了一股难以言喻的好奇心，见皇上没有制止他，他大着胆子拿起桌上的画像，看清了那张他记忆中很熟悉的脸。骆子伯像个木雕一样僵住，这个林姑娘的眉眼为何与他记忆中的小姑姑长得一模一样呢？骆子伯怀疑自己看差了，他闭上眼又睁开眼，反复几次，画像的脸依然是他熟悉的那张脸。骆子伯激动的脚下发颤，这世上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怎么可能长得一模一样的眉眼？陆爱卿，你这是什么表情？是觉得朕这幅画有什么问题？皇上，画架上的姑娘长得太有福气了，臣怕看错，反复确认，这位林姑娘就是个有大福气的人。陆爱卿有眼光，她是很有福气。陆爱卿，你深夜入宫，所谓何事啊？回禀皇上，大喜！臣看到青阳城县令这份奏折，臣欢喜的等不及明日禀报皇上。皇上，罗县令在奏折中上报，青阳城境内水稻增产3成之多，且发现有种粮食高产，可亩产量达到1000斤之多，实乃龙鳞国百姓之幸。高达1000斤之多。陆爱卿，尽快派人去核实，朕要知道这份奏折后的全部信息。臣遵旨。皇上，陆家今日收到一车新鲜玩意儿，臣特意送来给您尝尝。呈上来。金慎想起来，他在青阳城时用的是陆定坤的身份。陆定坤打开食盒，食盒一共3层，第一层是水煮囫囵土豆，第2层是土豆炖排骨，第3层是土豆焖鸡。皇上，这青阳城县令很有趣，给陆家送礼还送食谱，您尝尝。是送朕的，可以计入史册的高产粮食种子，林立夏就毫不保留地给了罗海昌，而罗海昌却在奏折中只言片语都不提及林家，辜负了林立夏对其的信任啊！这个罗海昌真是让人可气。皇上，那个县令啊，还送了一封信，臣与他交集不多，猜这封信是朕的。罗海昌这个老狐狸还算是深谋远虑，做事很是有分寸，怕县令的奏折送不到他手中，特意给陆家送去土豆，又给他写了一封情深意切的书信。在书信中全盘托出了土豆的来历，还知道狠狠夸林立夏一番，挺识趣的。陆爱卿，青阳城不必派人去了，陶福传朕口谕，让吏部尽快推荐人接替青阳城县令一职，将青阳城原县令罗海昌调回京中，任吏部正五品郎中。罗海昌好运道啊，这短短1年多的时间官升3级，竟从梅花城一个从6品县令一跃成为京官。骆子伯手持画像在祖父书房急得走来走去，心乱如麻，连祖父何时进来都不知道。子伯，好端端的你拿着你小姑姑的画像作甚？祖父，小姑姑当年没死，还另嫁了旁人，不可能。子伯，是不是有你小姑姑的消息？祖父，我在皇上那儿看到林姑娘的画像，眉眼与小姑姑一模一样。祖父，以前虽然想不明白，咱家子孙那么不着调，为何那么听林姑娘的话，如今明白这是血脉的羁绊。祖父，虽然怀疑林姑娘是小姑姑的血脉，却想不明白小姑姑为何窝在山野人家，不近亲寻咱们。云儿啊，是爹的错，云儿，是爹对不起你。
当年他娘带着小姑姑去青阳城时，他已经7、8岁了，记得很多事情。他记忆中的小姑姑说话温婉好听，性格温柔又体贴，对祖父和祖母都是很敬重。卢世美另娶别人后，他小姑姑曾消沉过一段时间，却没有到轻生的地步。这小姑姑为何会跳河呢？这个问题困扰他很多年，他却一直琢磨不明白。祖父，当年除了卢家的事儿，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导致小姑姑轻生了？不，你去安排，明日出发去青阳城。祖父确认你表妹的身份后，再细说。祖父，不可，您身体撑不住这样的劳累奔波。子伯，祖父怕等不及。祖父，子素信上说他会跟随林家一同进京，我怕咱们路上错过。林立夏刚走到路口，就看见胖忠背着林文耀吭叽吭叽地朝回走。我爹他怎么了？林立夏一脸慌张迎上前，一股酒味扑鼻而来。妹妹，你爹醉倒在你娘坟前了。不稀奇，以前我家穷，我爹有心事只能去我娘坟前坐一坐。现在我家有钱了，我爹终于有机会去我娘的坟前一醉解千愁。骆子素从林立夏轻描淡写的口吻中听出了几分无奈和淡淡的悲凉。他想象不到，连喝酒都是奢侈的日子，他小姑姑是如何忍受下来的。妹妹，你爹和你娘感情很好，周围人都说好。妹妹，我有事跟你说。子素哥哥，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觉得这事儿等咱们进京从长计议。为什么？妹妹，你是不是知道我们是有……子素哥哥，隔墙有耳。妹妹，咱们回家说。好，子素哥哥，咱们以兄妹相处这么久，堪比有血缘关系的亲兄妹。奶奶，你怎么出来了？夏夏，奶奶说……大哥大嫂，咱们回家说。大哥，娘走的时候你已有6、7岁，你可曾听娘提及过外祖家？没有。夏夏，这事儿咱们应该怎么办？大哥，娘没有失忆，也没有被囚禁，却从来不提娘家，我想定有隐情。妹妹，能有什么隐情啊？就是被卢世美伤到了。我记忆中啊，骆家每一个人都很怀念小姑姑，祖母逝世前还喊着小姑姑的名字呢。可芸娘活着时，村里人一问她娘家的事儿，她就掉眼泪呀。子素哥哥，我娘的事不如等咱们进京见到你祖父以后再议。妹妹，你不想认骆家？子素哥哥，这件事等咱们回京，我带我爹去骆家，咱们再商议。这林姑娘有什么要紧事，特意避开他们几人，关上门跟骆子素议呢？还要带林文耀去骆家商议，莫不是两家要议亲？吴涵，去清场。遵命。谁家的马车跑这么急切？主子，骆家未接骆傻子，阵仗可真大。骆家将碍眼的骆子素接走，正好方便他与林立夏叙旧啊，挺好的。吴涵，挪马车让骆家。遵命。主子，帝师大人亲自来接骆傻子了。骆明德跟他告假半月之久，他昨天才派人去给骆明德诊病。御医跟他禀告说，帝师的身子是大喜大悲后的七情内伤，需静养。吴涵，去传旨，让骆大人爱惜自个儿身子，莫要站在那儿吹冷风。遵命。主子，听着马蹄声的方向，像是有人要进城，会不会是林姑娘啊？姬慎撩开了马车帘子，正要下车时，看着对面望云亭的帝师，他又放下了帘子。不妥，林家人还不知道他的身份，他这个时候下马车，定会被帝师祖孙俩当面识破他身份，平天波澜呀！主子，确认了，是林家的人。为首的是林姑娘的堂兄林志山，他手里还扛着新月镖局的旗帜呢。他们停下来了。主子，属下。祖父，大哥，我回来了。这个招摇的傻子，就算是荣归故里，也不至于打扮得像个新郎官吧？这好好的一匹白马，还系上一个大红绸，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要去迎国走。很快，从他的方向正好看见骆明德很激动地朝林家方向张望。姬慎不悦地拧紧眉头。骆明德身子骨不好，接到骆憨子，为何还不走呢？吴涵，下去催促一下，让骆家人带着骆子素快走。主子，林姑娘出来了。朕看见了。姬慎目光炙热地看着林立夏。分别了186天，林立夏长开了不少呀。一袭鲜艳如火的红衣，配上灿烂的笑，鲜活又灵动，炫目至极。这碍眼的骆家人何时才走呢？主子，不对劲儿啊！于洪恒满眼惊骇。林姑娘扶着帝师坐上了骆家的马车，朕看到了。不学无术的纨绔，稍稍取得一点成绩，就让骆家人将改变纨绔的林立夏封入座上宾。朕这一趟白来了。吴涵，回宫。主子，您在车上等一下，属下现在就带林姑娘来见您。去吧，切勿暴露朕的身份。属下明白。
晚辈无痕，问帝师大人安。我怕我将他打发了。帝师大人，无痕寻林姑娘有事商议，还请帝师大人行个方便。云将军，林立夏是知道躲不过去了，他撩开了马车帘子，看向不远处那一辆低调奢华的马车，说心中不激动，肯定是假。马车帘子后，专注炙热看着他的人是已经登基为皇的姬慎呢。两人半年未见，他此刻去见他，谁知道那个霸道的男人会做出什么疯举？可不去见他，好似也不行。谁知道这个执掌天下的男人会不会一气之下当众对他袒露身份？到时他就再也没有回旋余地了。不行，他得先稳住姬慎，反正姬慎是不知道他已经知晓他真实的身份。云将军，陆将军近来可好？好，他在马车上等着林姑娘。那可是不巧了，我们林家早就递了拜帖去骆家，不好让帝师大人多等。云将军，劳烦你将这个带给陆将军，告诉他3日后林家邀他吃饭。林立夏说话间，摘下他腰间压裙摆的一枚平安扣递了过去。这，帝师大人，可否借您车上礼盒一用？取出了红木盒内的玉镯，递给了林立夏。这本就是送你的见面礼。谢谢帝师大人，林将军劳烦你了。不麻烦，不麻烦。主子，骆家魏骆傻子对林姑娘一家人都很礼遇。拿来。主子，林姑娘说她先给骆家递了拜帖，邀您3日后去林家吃饭。3日后？姬慎攥着红木盒子的手紧了又紧，他一日都不想多等啊。林立夏送他白玉连理枝，又送他贴身带着的玉佩，两人明明近在咫尺，却又不愿来见他。他待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思？姬慎透过帘子看着骆家的马车从他车前离去，却不见林立夏掀开帘子回看他。姬慎的心中是更加的气闷。跟上。马车上的林立夏发现姬慎命云无痕跟着他，他情不自禁地攥紧了手心。疯男人想做什么？不能让他跟去骆家。想到这儿，林立夏掀开了马车帘子，回看向云无痕的方向，正好与掀开车帘的姬慎视线对上。那双炙热又有侵略性的目光让他想起了上次被强吻的画面，他顿时心跳犹如击鼓。为掩饰他的慌乱，他赶紧放下了帘子，脸颊却还在发烫。怎么了？陆定宽，许久未见，你怎么还这么厚脸皮跟着妹妹啊？听见骆子素的声音，林立夏与骆明德同时掀开马车帘子看过去。马车外，骆子素骑着白马。陆定宽，我已经考中解元，下一个目标就是状元。等我考中状元，第一个要在学问上胜过你，杀杀你的威风。就凭你？姬慎连个眼神都没给骆子素，紧盯着马车对面的林立夏。他方才躲他，是因为害羞吗？骆子素可气坏了，他挑灯夜读这么久，好不容易取得今天这番成就，陆定坤还看不起他，就这还想娶妹妹？不行，得杀一杀陆定坤嚣张的气焰。陆定宽，我跟你说啊，以后凡是想娶妹妹的男人，必须要在学问上超过我们骆家男人。闭嘴！骆子素蒙住了，他说的不对吗？为什么祖父、大哥、姑丈云无痕他们都呵斥他？云无痕揉了揉眉心，他升官的速度赶不上骆子素作死的速度呀。林文耀也是满眼的无语，骆子素当众这么说，是想让他家夏夏嫁不出去吗？胡闹！你如此说，是想盼着祖父死？祖父，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给妹妹撑腰呢。不过脑子，你方才的话是想让咱祖父给求亲的人放水，还是怕他嫁不出去？大哥，我就是故意针对陆定坤呐。想起了两人之前的明争暗斗，他一次都没在陆定坤那儿讨到便宜。祖父，大哥，陆定坤在青阳城时总欺负我，还占了我家的小院呢。子素，休得颠倒黑白。这个眼盲心瞎的傻弟弟真是不能要了呀！过去与京城纨绔意气之争也就罢了，如今还敢倒打一耙对上皇上，真会作死呀！偏偏对面皇上冷着脸，还揣着明白装糊涂，静静看他傻弟弟作死。云无痕不敢违抗圣旨，他们骆家人也不敢违抗圣旨，跟傻弟弟挑破皇上的身份。怎么办？谁来救救他家傻弟弟呀？他祖父可是3朝帝师呀，为何看起来也有些怕陆定坤呢？就连车帘后面的林立夏也好似在躲避陆定坤的眼神，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呢？他下马，一身体挡在马车前，正好挡住姬慎看林立夏的目光。妹妹不怕，哥哥给你挡着，看他能将我怎样。骆傻子，你穿的衣服太阳底下又红又闪的，你想闪瞎他们谁的眼呀？有中闪？骆子素回头看见祖父在揉眼睛，看见林立夏用手挡着光，他灵机一动，看他怎么去闪瞎陆定坤的双眼。骆傻子，别胡闹！云无痕，你松开我！再观姬慎，
面对骆子素挑衅的态度，犹如游戏大佬面对萌新的挑衅，压根儿就没有当一回事啊！全程都没有给骆子素一个眼神，所有注意力都用来盯他了。这两人根本不是一个量级。子素哥哥，你努力读书，以后凡是去我家提亲的人，你负责给我守肋。听见这话，骆子素瞬间不再跳脚，好似斗赢的大公鸡，只差对天长鸣，昭告所有人，这一局他骆子素胜利了。陆定官，你听见没有？姬慎轻轻地瞥了骆子素一眼，就再次收回了视线，看向对面的林立夏。洛寒子又中计了，竟没听出林立夏这番话的重点在努力读书上。林立夏，你家面馆开张的事儿犹在眼前，你让骆子素守擂，就不怕你家门槛被踏破？林立夏瞳孔微微一震。面馆开张时，骆子素守不住擂台，天天懊悔读书不用功。姬慎这样拱火，骆子素还不得炸了？陆定官，你瞧不起谁呢？如今我学问好着呢。有多好？敢不敢去挑战龙腾书院第一才子顾诗明？顾诗明比他小几个月，在他还是纨绔时，顾诗明就素有才子之称。可恶，陆定坤故意挖坑等着他跳呢，怎么办？不敢吧？谁不敢？陆定官，你给我等着，我迟早摘掉顾世明第一才子的头衔。林立夏瞠目结舌，姬慎不愧是能站稳皇位的人呢，捏人命脉，一击必中。骆子素是翻不出姬慎的手掌心了。骆明德眉头紧锁，他这个三朝帝师白当了，在拿捏孙子上还不如皇上半分谋略。那你可要趁早啊，等到顾诗明考中状元，你就是笑话一场了。你才是笑话一场呢，顾诗明才是他最大的对手呀。子素哥哥，你别慌，你才认真读书1年就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你要相信自己读书天赋异禀。看着林立夏的眼神越发的深幽，原来洛憨子的轻狂是林立夏一点点喂大的。骆子素确实有点读书天赋，但顾诗明读书天赋亦不差，除非骆子素能比顾诗明读书更加的刻苦。林立夏，你看着他像是能做到的人吗？谁说我做不到啊？这半年时间，我骆子素都没有在死之前睡过觉。子素长大了，子素莫慌，你祖母说你有福气，只要你肯学，祖父有法子让你赢过顾诗明。咱们回家。肯学肯学。听见祖父给他打气，骆子素激动的连连点头，牵着马跟上马车。祖父，您说的法子是什么呀？能不能让我先超过陆定坤呀？他抬眸看向皇上，连他这个三朝帝师都常常感叹，对于读书，皇上聪慧的好似上一辈子早已学透，一点就悟。子素，祖父累了。林立夏，帝师大人累了，应该让他好好休息。你坐我的马车，我送你去骆家赴宴。这不合适，您的车驾，您身边的护卫都太过引人注目，他出进京城，担不起这些瞩目。对对对，林立夏连连点头。疯男人看他的眼神充满了掠夺和侵略性，他说什么都不能上他马车。我记得云将军曾说过，满京城的闺阁千金做梦都盼着嫁给你，我可不想去拉这个仇恨值。主子，林姑娘这话听着有点酸，说明她比之前更在意你。林立夏咬紧牙槽，员外你等着，下次来云家请你喝醋。有点酸，他不能将人逼得太紧，免得林立夏又给他送来一车的礼记。他总不能让满朝的文武都跟着再学一遍礼记。陆将军，我肚子饿了，沿途奔波都没有吃好，天大地大，吃饭最大。陆将军，小米有空再续。小仲，将马车赶快点，等会儿进城请你吃猪蹄膀。哦，好好好，公子，你骑马快些，回去晚了，猪蹄膀小的就一个人吃完了。妹妹，你等等哥哥。先告退。骆大人，谨言慎行，方是长远之道。谨遵教诲。陆将军、云将军，今日先行一步。林文耀骑着马从姬慎马车前经过时，笑得一脸客套。等家里安顿好了，再邀你们来吃饭。好，一定去。主子，咱们还追林姑娘的马车吗？不追了，她肚子饿时心情不好，回去吧。让风随影觐见。骆子博抬头看着门匾，门匾是新挂上去的，上面简简单单2个字：林宅。门口摆着2座威风凛凛的石雕老虎，让骆子博诧异了一瞬。骆子素看出了不对劲。妹妹，哥哥看着石雕老虎有点眼熟啊。哦，哥哥想起来了，妹妹，这是照着陆定坤养大的那只老虎雕刻的，看着挺威风啊。夏夏呀，我听闻石雕老虎是贵族才能摆设。对呀，夏夏，陆将军送咱们这对石雕老虎会不会不太合适啊？子博哥哥，像我们这样的富裕人家摆这个是不是违规了？没有。骆子博收起了眼底的震惊。若你们自建小院，这石雕摆在这儿是不合规矩，但这龙腾别院乃是皇上命人建造，先是赏赐给我祖父，我祖父又转赠给你们，这就不违规了。咱们的马车停在这儿有一会儿了，
怎么都没人来开门？夏夏，我们都在这儿。钱多锦挽着清幽从林家隔壁小院出来，林立夏笑着走过去，看见上面挂着钱宅的门匾。大嫂，才几步之遥，你以后回娘家很方便。只是钱伯父可能要受累了。这话怎么讲啊？钱伯父学问好，我爹我大哥他们读书读不明白，少不了要上门请教您。晚辈骆子博见过钱先生，祖父让晚辈代他向您问好，感谢您对我们家子嗣这段时间的悉心教导。骆大人，您这番话折煞老夫啊，是子嗣自己有天分。钱世崇带着骆子博进入了钱家，林立夏转个身观察周围的其他别院，他寻找了一圈，很确定没有在别家门口看到石雕的摆件。他忍不住脸颊发烫，姬慎这个皇上闲得很嘛，特意给林家弄这么一对石雕老虎，他想做什么？林立夏，你在看什么？听见那道熟悉的声音，林立夏心中一颤，心跳犹如在击鼓。这年头当皇上这么闲的吗？说好3日后邀他吃饭，他怎么现在就来了？晚霞的余晖洒在他的身上，仿佛为他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光环，显得他俊朗非凡。陆将军，这是你家？林立夏，想不想参观一下我的小院？不太方便。陆将军，我家初到京城，还有许多的事情要操办。我帮你。林立夏，要我做什么？陆将军，让你干活会不会不太合适？这儿是京城。林立夏，在林家村，在梅花城，在青阳城，你可没少让我干活，到京城就怕啦？有点怕。林立夏低下头，藏住了眼中的狡黠目光。毕竟你现在是皇上的表兄，身份非同一般，我怕让你干完活后，你来个秋后算账。林立夏，这些年我给你家干的活还少吗？之前没有秋后算账，以后也不会有秋后算账的。说吧，你要我做什么？这对石雕老虎是不是你的意思？是。想不想见见你亲手养大的老虎？等得空再说。陆将军，这对石雕老虎位置有些不正，你帮我挪动一下。主子，让属下来。林姑娘，这个石雕老虎你想怎么调整？云将军，左边的老虎头朝外边挪一挪，右边的老虎头朝里边挪一挪。林立夏眼中的遗憾一闪而过，很快又恢复了笑脸盈盈的模样。林姑娘，我家主子到现在还没用晚膳呢。那陆将军快回家用膳吧。陆将军，饿久了对胃不好，你赶快回家吃饭吧。林立夏，你听说过龙腾书院的柳元璋吗？听说过，听说教出来很多栋梁之才。想不想让你大哥拜在他的门下？想。那进屋聊？对，进屋聊。你若不嫌弃。不嫌弃啊！我现在还时常惦记你在林家村时做的饭呢。皇宫什么山珍海味没有？姬氏干嘛非要吃我做的饭？什么意思？奴役我？林立夏，龙腾别院的布局都一样，厨房在西边。姬慎说着就朝林家厨房的方向走去。袁无痕惊得脚下一顿，不是吧？别告诉他皇上这么殷勤的朝林家厨房走，是要去烧火？看见姬慎熟门熟路朝林家厨房走，林立夏瞳孔地震。姬慎这是什么意思？莫不是还要给他烧火？他掌勺配个皇上给他烧火，这顿饭也不是不能做。陆将军，没想到我当时随口一说圈地盖房，你回京就付出实际行动，这波没少赚吧？林立夏，你羡慕吗？不羡慕，我无权无势，这圈地盖房的生意我可做不了。林立夏，只要你愿意，我可以让你成为。陆将军，食材很丰盛，好像柴火不太够了。我去劈柴。陆将军，回京这么久，你还记得如何生火吗？记得。姬慎笑着坐到小板凳前，拿起火折子点燃一把干草，等干草燃烧后才放下木柴，不一会儿就将火烧得很旺。陆将军，你将火烧得再大一些，这样煮出来的排骨粥才香。好。透过水蒸气看着忙着切菜的林立夏，姬慎笑得一脸满足。他听说只有恩爱的寻常夫妻才会一个烧火一个掌勺。林立夏，我有件事想跟您坦白。哐的一声响，你偷偷昧下我银子了？没有，林立夏，我不缺你这点银子。当初在林家我逼你发毒誓的时候，你糊弄我了。陆将军，我最讨厌欺骗，你这个表情肯定是糊弄我了。没有，我就想说柳元璋的事儿。柳元璋什么事？只要姬慎不坦白身份，他就还能把姬慎当长工再使唤一段时间。陆姬慎，你将火烧大点，难怪我奶奶总夸你会做事。林立夏，柳元璋是天行的老师，让他给你大哥引荐不难，但是你大哥想要拜在柳元璋门下，恐怕要……妹妹，你在哪儿啊？
我在厨房。林立夏拿着菜刀跑到厨房门口应了一句，又回到厨房继续切菜。妹妹，我跟大哥过来跟你道别。紫苏哥哥，子博哥哥，你们这么快就回来了？咱先生年纪大了，累得不轻呢，让他好好歇歇。妹妹，陆定坤怎么在这儿？他住隔壁。就看见骆子博脚下踉跄一下，朝厨房门口跑去。他表妹竟让皇上烧火。林姑娘，柴劈好了。林姑娘，你看柴够不够用？不够的话，我再劈点。严将军，你要是还能劈的话，就再多劈一点，我待会儿多做点饼让你带走。劈得动。云无痕看向坐在灶台前的皇上，这皇上都烧火了，他劈点柴怎么了？关键是这两人都还很配合，太惊悚了。子素，你去烧火。我抢兵陆定坤，还是让他烧火吧。抢？陆定坤，你从林家村给妹妹烧火，一路烧到了京城，你是不是烧火上瘾呐？骆子素，你这么闲，有信心赢过顾时明？妹妹，你做什么好吃的呀？弄个排骨粥，2位再做个葱油饼配粥。妹妹，哥哥也好久没吃你做的饭了。众人抬眸去看，姬慎捡起了掉落在地上的柴火，淡定自如地塞到灶台下。骆大人，听闻你们户部最近很忙呢？是很忙。立夏姑娘，我府中还有要事，今日先告辞了。子博哥哥，我送你。不了，等会儿锅里的粥糊了。夏夏，我送他们。小姑父，少让那个陆将军干点活。这个话得跟夏夏说。哎，算了，当他没说吧。表妹明明知晓皇上身份，还故意看着皇上给他烧火，想必是很享受奴役皇上的乐趣。厨房内看着忙碌的林立夏，姬慎的心中有种说不出的踏实感。林立夏，火够不够？刚刚好。林立夏，你与骆家关系很好，骆子博为何在这儿？我们两家生意来往很多，他顺道来拜访钱先生。你喊他子博哥哥。子素哥哥是我义兄，我随他喊。寻常百姓家亲戚都这样呀。拿出一双筷子，将饼递到他跟前。骆将军，饿了这么久，先吃几块饼垫垫肚子。他明知这一抹熟悉又狡黠的笑是林立夏算计他之前的惯用讨好手段，可他偏偏说不出拒绝的话。他拿起了筷子，坐在灶台前，细嚼慢咽地品尝着新鲜出锅的葱油饼。好吃吗？好吃。好吃就多吃点，粥差不多也要好了，我再给你盛一碗粥。半晌后，等到姬慎吃饱，心情正好时，林立夏笑得更甜了。陆将军，你能不能让徐天行来我家指导一下我大哥？陆将军，俗话说得好，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徐天行肯定了解柳元璋，知道柳元璋都考哪些范围。云无痕蹲在门口，听见林立夏这番话，低声笑得一脸的幸灾乐祸。以他对皇上的了解，皇上不会拒绝林姑娘的要求，到时候受累的就是徐天行了。哎呀，皇上吃林姑娘一顿饭，他给林家劈了一堆柴火，足够林家用半个月。徐天行负责指导林立东，怎么着也需要受累半个月呀，想想就很公平。就是可怜他这胳膊，得回宫抹点药才能提得动剑呢。肚子却发出了一阵咕噜噜的空腹鸣响，引得厨房内两人纷纷看向他。失礼，失礼。话音刚落，就得到主子一个冷眼。林姑娘，柴火都已经劈好了，若无其他事，我先告。严将军，吃个饼垫垫肚子。严将军，你尝尝。你看陆将军做事，这顿饭你劈柴，他烧火，我掌勺，3人合力完成的，有你一份功劳。严将军，蹲在那儿吃多难受，来，坐这儿吃。林立夏搬了个小板凳，特意放在姬慎的对面。严将军，你就坐在这儿吃，正好方便聊天。云无痕一脸惊恐地看着林立夏，聊什么？皇上已经觉得他很碍眼了，再聊下去，他又要被罚月俸了。陆将军，严将军可以坐在这儿吗？坐。姬慎冷眼扫了云无痕一眼，眼神只差没写明快吃，吃完滚蛋。云无痕的身子一颤，狼吞虎咽地吃着盘子里的饼。看着云无痕吃得很急，林立夏心中也是很慌张。云将军，你别急，慢慢吃，这还有很多。仓促之下，一大口没嚼碎的饼卡在了嗓子眼儿，被噎得面红耳赤，脖子上青筋都要露出来了。见状，林立夏心中一惊，连忙放下了手中的锅铲，冲着灶台前的姬慎喊道：“陆姬慎，快过来帮忙，云无痕快噎死了！”姬慎的嘴角一抽，放下了手中的柴火，一脸嫌弃地提着云无痕丢到了厨房门口，用空心手掌多次拍打云无痕背部，直到云无痕吐出一大口的饼。这闹的什么事儿？差点噎死个将军！无痕多谢主子救命之恩，自己收拾干净。姬慎满眼嫌弃地转身进了厨房。主子，林姑娘，属下刚才被噎得嗓子疼，想回去找个大夫看看。去吧。云将军，今日辛苦你了，这些你带着路上吃。厨房内，云无痕一走，姬慎觉得哪儿都很顺眼，就是林立夏不敢看他。林立夏，徐天行最近有些忙，我教你大哥读书如何？你不忙？林立夏拿着锅铲的手一颤，不敢置信地看着姬慎。陆将军，我好总劳烦你教我大哥读。无妨，林立夏，有无痕和天行分担，我晚上过来教你大哥读书。这不妥。怎么不妥？林立夏是在害羞吗？
林立夏，你忘记了，当初是你逼着我让我教你大哥读书，那时妥当，现在为何就不妥当了？那不一样，陆将军，我大哥与大嫂新婚燕尔，晚上不方便读书太晚。新婚燕尔？姬慎打断了林立夏的话，眼眸幽深。为什么不方便读太晚？陆将军言之有理，我这就去喊我大哥来。看见林立夏落跑的背影，姬慎满眼的错愕。他是吓着林立夏了？林立夏跑这么快，锅里的饼他不能不管呀。若是让饼糊了，林立夏回来看见肯定要说他。姬慎将火调到最小，洗了洗手，一脸认真站在灶台前，转动着锅里的饼。营中仓皇赶来，正好看见皇上在做葱油饼，他惊得脚下一踉跄，差点就被嘴里没吃完的饼给呛着。他方才吃的饼不是林姑娘做的，而是皇上做的。老天爷呀，他这么仓促跑来讨好皇上，全是瞎折腾。若不能他吃了皇上做的葱油饼，还看见高高在上的皇上在做葱油饼，会不会被罚越放？想到这儿，英中悄悄地后退了一步，退出了皇上的视野范围。英中，你来了，怎么不进去啊？英中是满头的黑线，环顾四周，看见地上有个空水桶，我打算把水缸挑满再进去。哦，陆将军，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呢？我家夏夏呢？林家伯父，许久未见，你书读得怎样？林文耀的神情僵住，普天之下，他应该是最惨的岳父吧？一见面，话说不到2句就要考他学问。林家伯父，难道你想在你女儿需要你时，你除了眼泪一无所有吗？陆将军，您请出题。林文耀咬着牙，硬着头皮做出了备考的架势。见状，英中想笑又不敢笑，却很同情林文耀。别人家都是岳父考女婿，逼着女婿用功读书，考中功名才能娶女儿。可到皇上这儿，变成了女婿考岳父学问，还逼迫岳父努力读书，好娶岳父家的女儿。英中提着水桶的手一顿，忍不住又笑了起来。妥了，皇上考完岳父，又要考未来大舅哥呀，这个热闹更好看了。尹中，你怎么来了？你主子呢？回林姑娘，我家主子在考林家伯父的学问。考我爹学问？林家伯父，这个题你都答不上来，你读书还需更用功一些。我现在就回去读。看着自家老爹仓皇逃跑的背影，林立东想转身，却被自家妹妹一把推到了厨房。大哥，陆将军不辞辛苦的要教你读书，你好好学，大嫂还等着你给他正诰命夫人呢。陆将军，我大哥就交给你了，你认真教，我屋里还有一堆事要做。说完，林立夏不给2人反应的时间，转身就走。林中，你很闲，就去将院子里的空地翻一翻。遵命。林立东，你这次进京有什么打算？夏夏都安排好了。去龙腾书院读书，然后参加明年的春闱。考中之后，你想过仕途有什么打算吗？陆将军，仕途的事儿不是我想怎样就怎样的，还要看当今圣上怎么安排。陆将军，实不相瞒，我家夏夏的意思是，等我考中进士，他就花钱疏通关系，让我外放做官。哦，林立东，林立夏有没有说为何是外放，而不是留在京中做京官？林立东，你妹妹对你期望颇高，她想让你拜在柳元璋门下。我认为，只要结合你个人仕途的打算，再考虑拜在谁门下合适。陆将军深思远虑。陆将军，我家夏夏说我情商不高，留在京中做京官很难出头。夏夏说让我寻个外放的机会，更容易出政绩。夏夏还有一句，外放当土皇帝，可比留在京城装孙子来的自在。林立东是没敢说呀。他倒是考虑得很周详啊。可你若不能通过明年的春闱，他的一切谋划都白费了。林立东，许久未见，让我考考你的学问。姑娘，不好了，老夫人发热了。大哥，你快骑马去一趟骆家，借他们的府医一用，奶奶发热了。好，且慢，营中就近请个太医来。遵命。谢谢。这位沈太医住得近，而且医术不错。有劳沈太医了。使不得，姑娘，可否让在下先看看病人的情况？营中，速去把药取来。遵命。沈太医辛苦了，喝茶。能为您效劳，是小的荣幸。沈太医，您若方便，给我爷爷也看看。荣幸之至。姑娘，你有时饥饱不均，导致脾胃受损，气血生化无源，身子骨亏虚，那会怎样？轻者影响子嗣，重者影响寿元。那陆将军，出锅的第一碗就给你端来了，你快尝尝。林姑娘，主子到现在还没有用膳呢，这个先喝，暖胃。陆将军，你今日来晚了，我们已经用过膳了，这是让袁嬷嬷重新给你做的。奶奶身子好点没？姬慎一边吃饭一边与林立夏闲聊，这可将一旁的容嬷嬷震惊的眼珠子都快要掉出来了。这还是那个养尊处优的皇上吗？竟喊一个农妇老太太奶奶，还有点咳嗽。陆将军，
我们初到京城，你给了我这么多的帮助，我想送你几幅画做谢礼，不知你能否看得上？什么画？你在这儿等一下。姬慎起身，走到箱子前，拿起一幅画打开，眼底全是笑意。为何想到画我？为你祈福。我之前说过，咱们是一条船上的人，只有你好，我们林家才会越来越好。抬起手，做出了一个屏退下人的举动。林立夏觉察出不对，连忙站起身，比容嬷嬷先一步走去。他心底打起了12分的戒备啊，脑海里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被强吻的画面。陆将军，这雪越下越大，天也越来越冷，我怕你回去的路上冻感冒，我现在就送你回去。我喝了那个汤，特别容易犯困。林立夏，你不必送我，早些回去休息。我看到你上马车就回来。林立夏，家里缺什么，你跟影中说，让他去办。不缺，什么都不缺。你给我找来的人很得力，早在下雪前就准备好了一切。如此甚好。陆将军，看见这漫天的白雪，让我想起了去年的事。那时你我皆是被生活所迫，不得不在茫茫的白雪中赶路。幸好今年咱们就不必那么辛苦。陆将军，我打算配合沈太医好好的调养身子，尽量不在雪中吹冷风。你也尽量少出门，好好的养一养身子，等雪停了再出门。你不想见到我？天寒地冻的，担心你不安全，也担心你受寒。林立夏，我从小习武，身子骨比一般人康健许多。那也没有必要吃这个苦，关心你的人舍不得你吃苦。好，依你。等风雪停了，我再来看你。风雪停了，湿气也重，也容易湿邪入体。等地面干了，太阳出来了，你再来，我给你做一道新菜。好。直到这场雪下下停停，停停下下，地面1个多月都没有干过，他再也坐不住了。影中，他为何在这儿？主子，骆子苏说林家读书氛围好，这段时间一直住这儿。影中的话音刚落，姬慎气得捏碎了手中的杯子，他可能又被林立夏给骗了。容嬷嬷，怎不见林立夏？林姑娘出去了。出去了？林立夏，他骗我。容嬷嬷，他去哪儿了？去看铺子了。出去了多久了？用过早膳就出去了。往常这个时间，姑娘快要回来了。往常？姬慎眼中的冷意又深了几分。说好的养身子，这么冷的天，林立夏竟然经常冒着风雪出门。搬张椅子来，我等他。姬慎把玩着林立夏赠他的平安扣，静坐在林家院子门口，眼眸盯着门前那条路。云无痕与影中一左一右伴在姬慎身侧，像2个门神。林立夏乘着马车，远远看见这3人的架势，就觉察出不对了。陆将军，你来的正好，这是我给你准备的新年礼物，正好不用我亲自跑一趟陆家了。姬慎眼底怒火凝固，慢慢的转变成不敢置信的欣喜。林立夏冒着风雪出门，竟是为了给他准备新年礼物。他还怀疑林立夏，实在是太不应该了。林立夏，我有话跟你说。哎，又来了，姬慎又想跟他坦白身份了。陆将军，不急，我这沿途回来又饿又累，等咱们用过晚膳再坐下来慢慢说。容嬷嬷，快取暖炉来。哦，老奴马上去取。不用，车上的手炉一直暖着，方才急着给你送礼，忘了拿。林立夏，以后不可如此，你安好足以胜过一切。由心而生的甜蜜涌上了头，脸颊烫得不受控制。林立夏不敢直视姬慎那双专注又深情的眼眸，他看向一脸震惊的容嬷嬷。容嬷嬷，晚膳可有准备好？灰姑娘准备好了。容嬷嬷，你去唤我大哥出来陪陆将军用膳，我与青妖姐姐他们一桌。去唤林家伯父一起，顺便考考他们学问。林文耀听见这话，恨不得掉个头，转身离这不速之客越远越好。他一脸求助地看向女儿，看着自家老爹一脸惧怕的模样，林立夏很想大笑，又觉得不厚道。这才哪儿到哪儿啊？等他爹他大哥知道了姬慎的身份，那才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茫茫的白雪中，就只有他和姬慎2架马车，还有姬慎忠心耿耿的护卫。这对敢强吻他的姬慎，岂不是再无顾忌？怎么办？林立夏心中慌得溃不成军，想要下马车却也来不及，眼睁睁地看着姬慎行云流水地踏上他的马车。下去。姬慎一声令下，将严墨赶下了马车。马车外传来一阵急促的嘎吱嘎吱声，脚步从马车周围向远处扩散。林立夏下意识地掀开车帘，看见影中带着人撤离到马车10米远的位置，还不忘带上严墨。他心中又慌又乱，姬慎将人支开这么远，想要对他做什么？林立夏，你在躲我？为什么？你让我害怕。
林立夏眼眸看着马车外边，不敢回头，他怕看到姬慎那张俊脸，守不住掐断这段情愫的初心呢。你不守礼，我是女子，你做的这些事……林立夏，我娶你！姬慎急切地说出了内心压抑许久的情感。林立夏心尖一颤，抓着帘子的手紧到指尖开始发白。原本还算宽敞的马车，因为多了一个姬慎，让他觉得空气都稀薄了不少。脸颊烫的能煎鸡蛋，说不心动肯定是假。这可不是什么法治社会，这是皇权至上的封建社会呀！姬慎就是最高统治者。我二哥尚未成亲，女子成婚太早影响寿元，我3年后才会考虑议亲。你这样对我步步紧逼，我怕你失去克制力，我将万劫不复。难怪林立夏会用迷药将他迷晕，这得有多怕呀！面对林立夏，他确实不能太信任他的克制力。林立夏，你别怕，我跟你保证，尚未娶你前，我会极力克制自己。都能克制自己，又怎会有情难自禁这个词？姬慎心尖一颤，忍不住的狂喜涌上了心头。原来这段感情不止他一个人在压抑和克制，林立夏同样怕情难自禁。你想我如何做？少见面，尤其是不能独处在这种狭小的空间。听见了林立夏这样说，姬慎心中的狂喜逐渐的平息下来，取而代之的是一丝无奈的笑。林立夏，我答应你，但你也答应我一件事。什么事？有关我身份的事。你不用说了，我们身份相差悬殊，所以才要3年后再议。陆姬慎，这是这批玉石料子中最特殊的一块，也是我最喜欢的一块，送你。送我的？陆姬慎，我在紫竹城买了院子，买了农田，我们合伙办个万金油作坊，我出技术出场地，你负责出人出力，利用你手中的人脉，将万金油销售到凤鸣国和虎啸国，赚来的银子除去成本，咱们2人5-5分如何？你这是什么眼神？林立夏瞪大双眸，心中越发的没有底气，说话的声音却越来越大。稳赚不赔的买卖，别人求都求不来，我带你一起赚钱，你还不乐意？为什么选紫竹城？那儿风景好，离京城近，物价便宜，成本低，商贸又发达，是最优的选择。好，雪越下越大了，我要回家，暖手炉你拿去。听出了林立夏想赶他下车，姬慎叫住，没有去接暖手炉。你拿着。看着林立夏眼中狡黠的笑，姬慎的神情是神经。从他踏上马车，就一直被林立夏牵着鼻子走，答应林立夏要手语，还同意林立夏在紫竹城。林立夏总是能牵动他的情绪，他也总是对林立夏一次次的妥协。两人的命运，或许从他第一次向林立夏求救时早已注定吧。想到这儿，姬慎握紧了手中不够暖的手炉，极力克制想要吻上去的冲动。林立夏，临近除夕我会越来越忙，年前应该没有时间再见面，我送你回家，顺便考一考你大哥的学问。从童生一路考中贡士，终于迎来了最后的殿试。骆子素的心中忐忑不安，他余光偷偷地看向龙椅，皇上穿着一身的龙袍，端坐在龙椅上，手中捧着一本书，正好遮住了脸。骆子素无论如何挪动目光，都看不清皇上的脸。他眼中闪过了一丝遗憾，侧眸看向排在最后的林立东，又看见殿内的丁学新、孙清河、顾诗明都在认真的答题。时间一点点的过去，等到所有考生都交卷后，姬慎放下手中的书，缓步走向考生。看见皇上脸的那一刻，骆子素惊得一屁股坐在地上，满眼的不敢置信。皇上怎么与陆定坤长得一模一样呢？不对，是皇上用陆定坤的身份将他当猴耍了这么久。也不对，是皇上落难时怕有损皇子身份，借用陆定坤的身份。皇上好深的心机呀，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跟他打赌，这他还能赢吗？骆子素慌得又摔了一跤。姬慎冷眼扫了骆子素一眼，眼眸落在了林立东的身上。林立东满眼的惊愕，不停地吞咽口水，顺带揉了揉眼。老天爷呀，他没看错吧？那个一有机会就考他功课，经常督促他读书，对他妹妹图谋不轨的人是皇上？他眼花了吧？林立东闭上眼又睁开眼，始终不敢相信。看见林立东满眼的惊慌，姬慎比林立东更加的紧张。林文辉今年没有参加春闱，林文耀连贡士都没考中，林立东是最后的希望了。林立东若是考砸了，他岂不是又要等3年？考得怎样？尽力了。林立东慌乱的说话都结巴了。看见林立东慌乱的模样，姬慎的心中觉得有点凉。一回头，看见主考官都纷纷看向他，
他脚步一挪，看向旁边曾在面馆得过第1的丁学新。这个学子林立夏还夸过他的话。你考得怎样？丁学新脸上的惊讶一点也不亚于骆子素和林立东。他吞咽一口，起身行礼道：回禀皇上，学生尽力了。姬慎点点头，脚步一转，走到了骆子素跟前。骆子素，你考得怎样？可有机会赢得赌约？骆子素从地上爬了起来，低着头，不敢直视姬慎的脸，说话的口吻依然与之前一样，毫不畏惧。启禀皇上，我是很有信心赢过顾世明的。不过呢，这要看您是不是公平公正，是不是偏袒顾世明。骆子素此话一出，店内负责监考的官员纷纷脸色一变。姬慎居高临下的看向骆子素道：骆子素，你输给朕那么多次，你的努力朕都看在眼里。你有真才实学，朕让你赢一次又何妨？骆子素满眼的震惊，走出了店外，脑子里还回旋着这句话。李东，你说他这是什么意思啊？皇上应该是个心胸广阔的人。子素哥，这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这皇上肚里应该也能撑船吧？李东，咱们赶紧回家告诉妹妹，那个陆定坤是假的。他……骆子素话说到一半就顿住了，愤怒一点点的涌上心头。李东，你先回去告诉妹妹，我先去找云无痕算账。算什么账？林立东拉住了骆子素的胳膊，骆子素满眼的愤恨。要不是云无痕误导我，我肯定早就将皇上认出来了。子素哥，皇上方才的意思没有要与你计较，你不懂。骆子素涨红了一张脸。就算他不计较，我也很崩溃。他竟当着皇上的面吹嘘他幼年打过皇上的事，难怪云无痕会捂他的嘴，将他生生的拖拽出林家。只怕那时皇上就有弄死他的心。他还抢过皇上的拐杖，跟皇上比剑术没比赢，他还差点把皇上给扑倒了。哎，我这行为真是耗得犬毛鼻子，自己找死。子素哥，夏夏扯着老虎尾巴喊救命，作此行为与你不差上下呀。李东，走快点，妹妹知道咱们殿试，特意从紫竹城赶回来，说不定她此时就在皇宫外边等着咱们呢。两人一路小跑，一出宫门，很快在排在外面的人群中就看见了林家的马车。两人加快脚步，掀开马车帘子，顿时吓得脚下一踉跄，差点栽了个跟头。骆子素与林立东对视一眼，两人满眼的疑惑：皇上为何稳稳地坐在林家的马车内呢？无需多礼。姬慎不等两人行礼，率先开口：妹妹呢？没来。姬慎合上了手中的书道：林立东，朕喜欢林家平凡的生活，你可懂朕的意思？你还想瞒着妹妹？朕怕吓着她。确实挺吓人。皇上，您对我家夏夏究竟作何打算？朕要娶她，朕要让她做这天下最尊贵的女人。你想迎娶妹妹为后，这不符合宫规吧？现在是不行，等你做到正五品官，她就可以参加选秀。林立东满眼的不敢置信，还有完没完了？他这进士还没考出个结果，皇上就已经把做五品官压力给到了他。老天爷呀，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学生定当竭尽全力，不负所望。上车，朕送你们回家。林立东与骆子素对视一眼，不敢抗旨不遵。两人小心翼翼坐在马车两旁，如坐针毡。不用看了，朕跟陆爱卿说了，送你回家。骆子素的神情僵住，满眼不敢置信地看着掌控全局的皇上。皇上，我祖父和大哥早就知道我认错您的事儿。是朕不让他们说呢。骆子素差点将后槽牙给咬断，心中恨不得活撕了云无痕。他老虎嘴里拔牙，将当今皇上得罪的这么狠，以后这仕途怎么办呀？皇上，您这马车是林家的吧？是朕跟林立夏换的。皇上，您还记得我送您青阳城一套小院的事吧？不是被朕骗走的？都是云无痕误导我。骆子素，朕腿伤未愈时，朕记得你抢走了朕的拐杖。皇上，我错了，我跟您赔罪。听到骆子素低头服小赔不是，姬慎通体顺畅。罢了，拐杖的事儿朕可以既往不咎，但是你要识趣。皇上这句他识趣是什么意思？马车在林家的门口停下，骆子素和林立东一脸的恭敬，等着皇上先下车。姬慎临下车时还特意看了两人一眼，然后才从容下车。哎呦，小陆，我家立东呢？正要下车的林立东听见自家奶奶喊皇上小陆，吓得脚下一踉跄，差点一个跟头栽了下去。幸亏姬慎察觉异样，伸手扶林立东一把，就是这一扶，让林立东更加的惶恐，脸色瞬间变得煞白。陈文宪，林立夏被看得很不自在，
他移开了眼，很想知道他大哥和骆子素电视的时候有没有撞破其身的身份。大哥，电视已经结束，无论考没考好，结果已定，你不要有太大的心理负担。小陆，听说考中举人，花点银子疏通关系也能做官。林立东满头的黑线，他奶奶可真行啊，当着皇上的面问花钱疏通关系买官的事，真是老寿星上吊，找死呀！奶奶，明日才出结果，我这次答题挺得心应手。那就是说考得还不错。你这个混小子，考好了你装出那副神情给谁看？你想吓死奶奶呀？奶奶，我电视这么重要的事儿，怎么不见我爹来接我？你爹的马车都驾好了，小陆派人说呀，他送你们回来。罗大人来了，你爹和你爷爷呀，在屋里陪着罗大人聊天呢。咱们也别站在这儿了，都去屋里坐，正好陪陪罗大人。小陆啊，你有段时间没来了，这次想吃什么？都行。李东，你看他那做派，怪我眼拙吗？林立东收起了眼底的震惊，一本正经的摇头。不怪。谁能想到皇子这么有眼色，他们农家的粗活都干得有模有样。他挺能放低姿态，这事儿跟妹妹说嘛。走一步看一步吧。子素哥，他如今身份今非昔比，你有何打算？也走一步看一步吧。像我这般经历，全京城再也找不出第二人了。林立东愣住，这值得骄傲？心可真大呀。夏夏，他说他要娶你，要让你做这天下最尊贵的女人。林立夏心中一颤，内心翻江倒海，一样的难以平静。大哥，你也读了不少的史书，你见过有几个皇后最后善终的？一入宫门深似海。你看我这脑子，进宫能不能活过3年？林立东摇摇头，他妹妹聪明是很聪明，但本性太过善良，长这么大连鸡都没杀过。这么良善的性子，在杀人不见血的深宫，靠什么活下来？夏夏，我看他对你挺用心，或许……大哥，每年进宫选秀的女子，一个赛一个的漂亮，一个赛一个的年轻，你觉得我能留住她几年真心？夏夏，我记得你的志向是当皇后，那是哄我二哥的。林立夏满眼的无语，他当时故意提一个痴心妄想的说辞，是想让他二哥不要冒险。那时他也没想到，他捡回来的背锅侠是个皇子呀，最后还登上了皇位。大哥，我一点也不想当皇后，更不想进宫。我早在去年就识破他的身份，故意不告诉你们，是怕你们演技不好被他发现。夏夏，他说让大哥做到正五品官，让你参加选秀。大哥，你先答应他，咱们争取一个外放的官。这天高皇帝远，短时间哪有那么快做出政绩？升官哪有那么容易？大哥，他对外宣称为先皇守孝，为百姓祈福，祭祀3年，如今已经过去1年。再等2年，朝中的大臣势必会催促他成亲。他是皇上，身上系着传承皇位的重任，到时候势必会选秀。而你的官职不够，我也参加不了选秀。等他宫中的美人多了，自然也就不再惦记我了。这能行吗？夏夏，他从前年就开始督促我和爹读书，没那么容易断念吧？大哥，走一步看一步，不管能不能成，不能与他撕破脸，也不能暴露我知道他身份的事，先继续与他周旋下去。不到最后一步，谁会赢也说不准。夏夏，你不怕他翻脸？大哥，我逼他发过誓，当时他挺介意那誓言，我就赌他怕誓言应验。听出了自家妹妹是铁了心的不想进宫，林立东的心中五味杂陈。皇上要他好好做官，努力升到5品官，想迎娶他妹妹，而他妹妹呢，要他慢点做官，官职不要升得那么快，不想进宫。这2人目标不一致，各有各的算计，却都将压力给到了他。他找谁说理去？大哥，那后宫宫斗可比赚钱费脑子的多，我没本事斗不赢，咱们全家都可能被我连累。说什么傻话？夏夏，咱家能有今天，都是你一点点努力挣出来的，咱家不怕被你连累。夏夏，大哥怕你错过幸福，你对他就没有一点喜欢？我喜欢他，却不喜欢他的身份。比起喜欢他，我更喜欢自由，更喜欢能掌控的人生。夏夏，其实你的决定，大哥支持你。大哥，这事儿就咱们兄妹知道，先不要告诉其他人。要不要告诉爹呀？不告诉。子素哥呢？他也不能说。不能说，他性子容易冲动，藏不住事。对了，大哥，子素哥哥呢？去找云无痕算账了。好你个云无痕，我从小就把你当亲兄弟，你竟然坑我！陆少大，你冷静一点。云无痕是3两下就制服了骆子素，将骆子素拽到院子里，关上了门，
才松开对骆子素的禁锢。云无寒，你说你为什么误导我？你差点害死我了！骆子素满腔的怒火，又是扯头发，又是踢腿，都被云无痕轻松的躲过去。云无寒，你害死我了！我要跟你绝交！我傻子，满眼无奈的表情。我明里暗里提醒你多少回了？是你非要招惹皇上？那你跟我说他是陆定官，我那么相信你，谁想到你竟骗我？陆傻子，那是主子的命令，我又岂敢违抗主子命令？骆子素厮打的手顿住了，整个人瘫坐在地上。连他祖父和大哥都不敢违抗圣意，他又有什么资格怪云无痕呢？就连他不也是被逼着守密吗？看着骆子素一脸失魂落魄的模样，云无痕转身进屋。骆傻子，你别想太多了，主子心胸宽广，不会为难你的。已经为难过了。骆子素狠狠地灌了一口酒，他拿我当猴耍。看着骆子素愤愤不平的样子，云无痕想笑又不敢笑得太明显，举起了酒坛子狠狠灌一口，却冷不防被酒呛得咳嗽不停。咋不呛死你啊？骆子素嘴里恶狠狠地说着，手上却很有节奏地给云无痕拍着后背。不一会儿，云无痕就缓过劲儿，不再咳嗽。骆子素举着酒坛，一口气将酒喝完，酒坛子砸在地上，发出啪嗒一声响。算了，不跟你计较了。骆傻子，你去哪儿？回家，找我祖父和大哥要补偿。姬慎端坐在龙椅之上，看着骆子素在文武百官的簇拥下缓缓步入大殿。骆子素身穿一袭崭新的状元袍，衣袂飘飘，面如冠玉，脸上带着得意的笑，眼中却藏着几分忐忑，还有几分难以察觉的心虚。这让姬慎想起骆子素与黎密夏当初的对话。哥哥可是出身书香世家，应该在文采上胜我俩。妹妹，你等哥哥考中状元，看他陆定坤还敢不敢用鼻孔看人？子素哥哥，我觉得他肯定不敢。我已经能够想到你考中状元，皇上给你簪花时他惊掉下巴的丑态。回忆起往昔，姬慎眼底带着几分狡黠的笑，他轻轻抬手示意骆子素上前。骆子素一脸恭敬地走上前，深深一鞠躬，然后抬起头，目光与姬慎相遇。姬慎从大太监陶福手中的盘子里拿起了一朵盛开的牡丹花，这花色泽艳丽，花瓣丰满，象征着皇家的尊贵与繁荣。他轻轻地将花插在骆子素的发髻上，动作优雅而从容。骆子素，朕给你簪花，你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惊喜，惊喜。骆子素勉强挤出了一抹笑，只敢说惊喜，却不敢说意外。这一刻，大殿中的气氛好像凝固一般庄重，文武百官都屏住了呼吸，目光紧紧地盯着这一幕。骆子素虽感到忐忑，却更多的感到了自豪和欣喜。骆子素，你的努力朕都看在眼底，你有今日成就，堪当我龙陵国世家子弟学习的榜样。你证明了自己确实是天资聪慧，过去没有用对地方，如今却是才华横溢，成为了金科状元。我希望你以后能够继续当世家子弟的楷模。骆子素满眼的不敢置信，皇上当众给他这么高的认可和评价，这太让他意外了。臣定当不负皇恩，以至于让骆子素这个状元游街一度成为龙陵国近几十年人气最高的一次状元游街。人潮涌动，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整个京城都沉浸在一片欢乐与喜悦之中。骆子素骑着高头大马，身披状元红袍，头戴金花乌纱帽，神采奕奕地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那张俊朗的脸庞上洋溢着自信与自豪的笑容，引得街边的百姓纷纷驻足观看，赞叹不已。街道两边的商铺二楼以及街道两旁的人群中，不少的妙龄女子纷纷含羞带笑看着骆子素。随着队伍的前行，不时有手帕、香囊等女子的物件从各个角度飞来，落在了骆子素的身上。骆子素得意的好似开屏的孔雀，不停地对那些姑娘点头致谢。黎密夏坐在茶楼的2层，透过窗户看见了这一幕，忍不住笑了起来。清幽姐姐，你猜子素哥哥今日的风光，他要炫耀多久？以他的性子，要炫耀到老。我看也是。妹妹，骆子素从街道的商铺里终于找到黎密夏所在的位置，激动地扬着手，不停地对黎密夏招手，脸上笑得肆意又张扬。骆子素的这一举动引得不少人纷纷朝黎密夏这边看。黎密夏赶紧避开了众人的视线，抓起早已备好的香囊朝骆子素的方向砸去，然后余光却看见一道红影一闪，有人率先一步接触他的香囊。黎密夏愣住，谁这么无聊？他表兄考中状元，他扔个香囊凑凑人气，怎么还被人给截胡了？他抓起了一旁的帷帽戴上。清幽姐姐，我去隔壁看看。我陪你去。隔壁的人好似早知道黎密夏会去，门敞开着等他。两人一进屋，就看见一个巨大的屏风立在门口，隔着屏风隐隐约约能看见坐在桌子前喝茶的只有一人。
林立夏脚步一顿，怀疑坐在屏风那边喝茶的人是龙民国当今皇上姬慎。他当即拉着清幽转身，身后却传来段子怀带着笑意的声音：“林姑娘，别来无恙啊。”段公子，你怎么来京城了？当然为林姑娘而来。林姑娘，不如坐下来喝杯茶聊。喝茶可以。林立夏绕过屏风，拉着清幽走到段子怀跟前，伸出了手：“先还给我。”“什么？”“香囊。别说不是你，香味骗不了人。”段子怀的神情顿住片刻，忍不住笑了起来：“林姑娘不要的东西，谁捡那是谁的。”林立夏微微蹙眉，他没想到一向维持优雅人设的段子怀竟说出这么无赖的话。段公子可能误会了，那香囊不是我的，是我家研墨做的。他仰慕子素哥哥，却恰好风寒不能出来，让我代他抛的。段子怀神情僵住，握着手中的香囊，还也不是，留也不是。这时骆子素还在喊妹妹，段子怀索性探出头，瞄准了骆子素，狠狠地抛了过去，一下子砸在骆子素的帽子上，引得所有人都纷纷朝上看。大街上有人惊呼道：“今夜稀奇啊，还有男子给状元扔香囊。”“哎呀，莫不是个断袖啊？”“这不好说，今年的状元郎比以往的状元郎都俊俏。”“走，少女哥哥，去看看谁家的段袖竟当街给状元郎扔香囊呢？”“哎，对，去看看，我还没见过断袖呢。”看着一群人呼呼啦啦朝茶楼这边走，段子怀是当场傻眼了，扔个不要的香囊也能闹出这么大的风波吗？“段公子，你保重。”林立夏对段子怀拱拱手，拉着清幽转身就朝自己的包间走。进门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包间的门从内到外都给锁死，生怕晚一步是非波及到他呀。“是这间吧？”“好像是隔壁那一间。”“不管了，都悄悄看。”“诸位，你们敲错了，扔香囊的男子在隔壁包间。”林立夏打开窗户想看热闹，却看见一道身影跳窗而下。林立夏朝下看，只见段子怀落地后对他扬起了一个灿烂的笑，拱了拱手：“林姑娘，再会。”段子怀这一举动引得不少人纷纷抬头朝上看。林立夏侧过身子，正好避开了众人探究的眼神。要不是下面人多，他真想抓起杯子砸在段子怀的脸上。众目睽睽之下，段子怀故意将焦点引到两人身上，势必会引起一些吃瓜群众的好奇。这时影中身形一闪，出现在林立夏的包间。“姑娘，要给他个教训不？”“别轻举妄动，就怕这是调虎离山之计。他这时候来京城，10之8九为了万金油，收拾他不急于眼前。”“是属下考虑不周。”“来人，抓住那个闹事的骚狐狸，他竟然敢破坏本庄园的声誉。对，就那个穿红衣服的。”林立夏侧眸朝下看去，正好看见骆子素扔出一把赏钱，那些拿到赏钱的护卫们一个比一个积极，纷纷涌向了段子怀。见状，段子怀转身就跑，一边跑一边朝人群中撒金豆子。看见有人撒金豆子，围观的百姓一个比一个的情绪高涨，争着抢着蹲下身开始捡金豆子。林立夏的脸色大变：“影中，快让下面的人维护秩序，莫要闹出踩踏伤人事件。”“遵命。”“影中，银票你先拿着。”“姑娘，使不得呀，怎能让您破费啊？”“无妨，这笔银子我会找段子怀讨要。”影中僵住，一脸恭敬地看向门口。“主子，您来了。”林立夏身子一颤，状元游街这么热闹的场合，姬慎怎么来了？不怕皇上掉马甲吗？方才表现不错，都是跟林姑娘学的。他转过身，正好看见姬慎摘下帷帽，目光灼灼地看着他，看得他心中一慌，赶紧垂下了眸，避开了姬慎明目张胆的眼神。“你别信影中谦虚的话，我可没有本事教他那些。”“是跟你学的。”姬慎缓缓地朝林立夏走来。“你二哥升官宴那天，你就是用这法子镇住混乱的。”他受不住姬慎那灼热的目光，索性转过身看向了窗外。见林立夏只看窗外不看他，姬慎抬脚走到窗前，紧挨着林立夏站立。“你在看谁？”他说话的声音伴随着他呼吸间细微的温热气息，轻轻掠过林立夏的耳廓，带来一丝酥麻的感觉，这让林立夏是又慌又乱，下意识地回头去看，唇瓣正好与弯下腰的姬慎给撞上，感受到唇上的柔软，林立夏震惊地瞪大眼睛，惊慌失措地想要撤离，一只大掌拦住了他的腰身，加深了这个意外的吻。林立夏满眼不敢置信地看着姬慎近在咫尺的俊颜，心跳瞬间加速到要跳出胸膛。他伸手想要推开姬慎，却被越抱越紧，气得他只能在姬慎的腰间扭开关，却因快要窒息的感觉，手上根本用不上多大的劲。“快看，2楼有人亲嘴儿。”“哎呦，谁这样急不可耐呀？”这话听得林立夏又羞又怒，狠下心一口咬破姬慎的唇瓣，腰间的禁锢松开了。“林立夏，你咬这么狠？”
你不守信用。是你先吻我的。林立夏狠狠地瞪了姬慎一眼，咬着牙道：那是个意外。你吻了我是事实。姬慎的手指轻抚下唇瓣上的血迹，继续控诉道：你咬了我也是事实，我唇上的伤，你让我如何跟大家解释？方才他情急之下咬的是有点狠了，伤口没个3-5天好不了。姬慎身为皇上，每日都要面对文武百官，顶着这么一个令人猜测的伤口，难免不会让人看戏。别人猜不到他，姬慎身边的亲信还有他外祖父和大表哥肯定能猜到他。大刑的社死呀！京城不能久留，他明日就去紫竹城，非必要他先不回京。至于姬慎，你自求多福吧，我才不管你怎么解释。林立夏，你给我上药。林立夏挣扎着想要站起身，姬慎的手如铁钳般紧紧地扣住他的腰，让他动弹不得。林立夏，你不给我上药，我就不放你走。你耍无赖！林立夏控诉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他活了2世，还是第一次坐在一个异性的大腿上，温热的触感让他慌乱的心跳如擂鼓般震耳欲聋。看出了林立夏的慌乱，姬慎心情好的好似喝酒一样沉醉。林立夏，你咬破的伤口，你给我上药好不好？林立夏深吸了一口气，定定神，心中默念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不管用，索性直接闭上了眼。你放开我，我去给你买药。林立夏，你闭上眼，怎么拿药？怎么给我上药？我得先去买药。不用买，我腰间有，你拿。这个时候，林立夏可不敢在姬慎腰间乱摸。影中，影中！可无论他怎么喊，都没有人回应。屋外，影中站在门口，屏住呼吸，好似一个石头摆件。清幽则站在一旁，脸上端着一副风淡云轻的侠女模样，竖着耳朵，恨不得贴在门上听听屋内的动静。别喊啦，没有我的命令，他是不敢闯进屋内的。我那银票白瞎了，药在哪儿？腰间。前腰还是后腰？前腰。左边还是右边？右边。我拿药了啊，你不许乱动。林立夏看见姬慎点头才动手，他打开了玉盒，一股清香好闻的味道扑鼻而来。挺香，挺好闻的。林立夏用食指轻轻蘸出一点药膏，轻柔地给姬慎唇瓣上上药。轻柔的举动好似一根羽毛在心尖上轻轻地划过，那种悸动的心情让姬慎心情好的好似看到了百花盛开一样。他静静地看着林立夏专注而温柔的脸庞，内心涌起了难以形容的满足感。好了，涂完了，你再不松开我，等会儿哪儿受伤我就不敢保证了。看出了林立夏凶狠的话中藏着羞涩，姬慎不敢将人逼得太紧。林立夏噌一下站起身，跑到门口使劲地去拉门，门却纹丝不动。鲁姬慎，快让影中把门打开，不然我跟你翻脸了。影中，开门。鲁姬慎，你说的话也不好使了。或许他有事被绊住了。姬慎摸了摸茶壶，感觉水还热着，他顺手给林立夏倒上一杯水。林立夏，喝杯水。我不渴。林立夏屹立在门口，说什么也不靠近姬慎。林立夏，你再不过来，我就过去了。我过去，你不许。林立夏话说到一半，门口响起了一阵急切有序的脚步声。他眯着眼，透过门缝从里朝外看，却看见云无痕带着一行人停留在门口的正中央。主子，事已办妥，开门。你们去哪儿了？去楼下看热闹了。怎么这么安静？一部分人回家了，一部分追着落傻的继续围观状元游街呢。那我们也回家。林立夏，我送你回家。不行，绝对不行。林姑娘，主子唇瓣上的伤。摔的。林立夏迫不及待地打断了云无痕的话，心虚的找理由证明他没有说谎。刚才他脚下打滑，一不小心磕在窗户上，然后就这样了。云无痕满眼的无语，当他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走吗？谁磕在窗户上，还在唇瓣上磕出一个牙印来？罢了，看着皇上笑得一脸回味的样子，明显是乐在其中呀，需要他出什么头？主子，这窗户竟敢伤你，属下这就命人将他拆了。你说拆不拆？拆，有本事你们将整个茶楼都拆了。说完转身就走。看出了林立夏羞恼了，姬慎摸了摸唇瓣的伤口，看向云无痕。这个月月俸为老虎。云无痕是瞠目结舌，明明主子将人惹恼了，为何罚他的月俸去喂这两人养大的老虎？这个月月俸为老虎。看着影中幸灾乐祸的模样，云无痕挥起了拳头就朝影中身上砸。影中身形一闪，躲避云无痕这一拳，就去追自家主子。林立夏，我送你回家，
不行，让你送我回家，咱们两人的名声都别想要了。无妨，我不介意。有人问起来，我就按照你方才的理由说磕到窗户上了。你将追帽带上，咱们骑马去玲珑寺逛逛。好，清幽姐姐，你要不要一起去？清幽刚想说要，一抬头便看见了姬慎冷冽的眼眸，顿时改口道：“不了，我去星月镖局看看。”林丽夏，来都来了，进去看看。好。林丽夏，你喜欢这些雕刻？我喜欢一切美好的东西。那我们去玲珑寺正殿。你常来。姬慎脚下一顿，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今生他来玲珑寺不多，可前生他是玲珑寺的常客呀。林丽夏，你喜欢，我以后可以陪你常来。两位，贫道观你们二人与龙神有缘，要不要抽个签儿？又有缘了。你投了多少香火钱？既有缘就抽一个，香火钱都捐了，一起抽一个。抽，必须抽。穿越时空寻真爱，错失良缘独终生。看清了竹签上的字，他整个人僵在原地，满眼不敢置信地看着修士。邪门，太邪门了！他怎么会抽到这样的竹签呢？姑娘，可要解签？你给他解签。我自己能解。姬慎眼疾手快，同样藏起手中的竹签，心中震惊的久久不能平静。他满眼忐忑地看着林立夏。重生归来觅良缘，机缘一瞬莫失签。他的这支签重生归来是应了他的寄语，良缘指的是林立夏，可机缘为何只有短短的一瞬呢？还告诫他不要错失良机。林立夏，我帮你解签。不用，我看得懂。林立夏的手紧紧地捂着怀中的签，他的那支签上半句正好说明他的来历，而下半句在告诫他错失良缘将会孤独终生，正好与他的规划不谋而合。这玲珑寺是真邪门，随便摇一摇就能摇出来这么灵验的签。他回家后定会找个保险盒，给这道签上9道大锁。看出了林立夏眼中的惊愕和不安，姬慎心中是更加的焦灼不安，隐隐觉得有些事在超出他的掌控力。林立夏，要不我们两人交换一下彼此抽到的这支签？不换。陆姬慎，我听人说抽到上好的签要藏好，等到签应验才能展示给亲密的人看。你真的抽到上好的签？那是自然。我看你表情不像。那是怕泄露签的内容，让我这支上好的签白费了。你口中亲密的人是指你未来夫君？天快黑了，我们回去吧。姬慎看向微笑着的修士，又掏出了一叠银票递上去。道长，能帮我看看方才那位姑娘抽到了哪支签吗？施主，命运轮盘已转动，未经当事人同意泄露天机遭反噬，你确定还要窥探？我不怕被反噬。反噬的不是你，而是你们竹签上预测的事儿，另生波折。你确定还要继续窥探？他手中的这支签的下半句都已经够让他忧虑和不安。不窥探了。林立夏，你何时去紫竹城？明早就走。不等你大哥？等他做什么？等你大哥定官职啊。不等了，历年的任命都没有那么快的。你在躲我？没有，我回紫竹城谈大买卖。什么大买卖？是与那个段资怀谈吗？对，姓段的觊觎我手中的秘方，我觊觎他手中的销售渠道。林立夏，段资怀是个怎样的人？段资怀是个捉摸不透的狡猾商人，比起你，他相差甚远。相差甚远？具体哪些方面？让我想想，他行事明理光明磊落，他为人两面三刀，还没有你有眼色，倒是掏银子很爽快。林立夏，我掏金子给你时，比他还要爽快许多。陆姬慎，等我与段资怀谈下这笔买卖，咱们两个人的未来3年都能躺着数钱，数到手抽筋。谁稀罕？林立夏，咱们合作的香道作坊是时候盘一盘账了。要给我分银子啦？我明天不走，你让人把账本送到我家。好，分了银子做什么？圆梦，我答应过子素哥哥，给他开一个可以喝酒听曲的酒楼，他都已经考中状元，我该兑现了。怎么不见你给我圆梦啊？林立夏嘴角一抽，不敢追问姬慎有什么梦想，他可没有能力给皇帝圆梦啊。进城了，天也黑了，我得赶紧回家报个平安。说完，林立夏不给姬慎说话的机会，一扯马缰绳，御马离开。速去护他周全。遵命。皇上，夏夏已经走了。何时走的？收到您送来的金手指没多久，夏夏就走了。算着时间，此刻应该已经到望云亭了。来人，备快马！姬慎的眼神瞬间转冷，当即骑上快马去追。他身后的护卫纷纷上马，群马奔跑，扬起了一阵灰尘，一阵急切的马蹄奔腾声由远至近。姑娘，听这马蹄声，好像是急着赶路，咱们避一避。好，让他们先行。姑娘，
主子来了。谁来了？林立夏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刚下马车，就看见姬慎骑着快马已经冲到了马车前。只见姬慎用力地勒紧缰绳，马前蹄高高跃起，稳稳地停在了马车前。紫竹城有要紧事。都退下。姬慎拉着林立夏踏上了马车，将林立夏逼到马车的一角。鲁姬慎，你想做什么？林立夏，你知道我对你的心思吧？我知道。林立夏，我想娶你，你的回应是？你为何要逼我？我年岁还小，家中兄长尚未成亲，你为什么现在就非要我给你一个说辞？你是不是欺负我们林家非正经的书香门第？林立夏说着，还狠狠地掐一把自己的大腿，疼得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转。我们初识时，你就要教我礼记，你从那个时候就在心中轻视于我。林立夏，我从未轻视过你。你现在不想回答，我等你。林立夏，你是不喜欢我送的金手指，还是害怕见到我？害怕见到你，更怕别人发现你这个伤口与我有关。所以你跑了，留我一个人应对这些？我要脸。林立夏，你暗指我不要脸？林立夏有些忍俊不禁，捂着帕子低着头，不想回答这个问题。林立夏，等你生辰就回京，好不好？今年生辰不同去年，不必大费周章。林立夏，你的每个生辰对我来说都很重要，我想跟你过生辰。离我的生辰还有1个月，到时候若是天气好，我就回京过生辰。林立夏，想不想我送你去紫竹城？细密的雨滴纷纷扬扬地落下，轻轻敲打着莲池中的荷叶，发出清脆又空灵的声音。雨化为水珠，在荷叶上滚动，如同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珍珠。刚满半岁的小侄儿伸出小手，紧紧地攥住小姑姑的手指，嘴里发出咯咯咯的笑声。立夏，这雨不算大，你去年生辰没有回京，现在从紫竹城出发，今年17岁的生辰还来得及回京过。不回，半路上下大雨，冻着我们小泽西怎么办？少拿我们西西做挡箭牌，他才半岁，挡不住的。挡不住吗？挡不住。钱多锦笑着回应林立夏，又给儿子擦了擦口水。立夏，你就不怕将人逼急了，他从京城追到紫竹城？啊，应该不会吧？林立夏心中一紧，这话说的就有些没底气了。这时院子外响起了一阵急切的马蹄声，由远至近，又戛然而止，好像停在院子外。林立夏心中一慌，从小侄儿掌心中抽出手指，刚拿起雨伞，影中一脸慌张地跑进来。姑娘，主子来了。立夏，这就是你说的应该不会？这时一阵急切的脚步声传来，他一抬头就看见姬慎带着满身的风雨气息，大步流星地朝他走来。林立夏心中一慌，丧心病狂地抢过钱多锦怀中的小侄儿。小泽西，你看谁来啦？这是有多厚颜无耻啊！他就愣住一瞬，儿子就被小姑子抢走做挡箭牌。可怜他才半岁的儿子还不知道小姑姑做了什么，咧着嘴对着迎面走来的皇上一个劲儿的傻笑。鲁姬慎，你来的正好，你快看看我的小侄儿可爱不？面对一张天真无邪的小脸，姬慎憋屈着的怒火瞬间僵住。眼看着口水快要滴到他胳膊上时，他一脸嫌弃的后退，退到凉亭边上，才发现林立夏抱着的婴孩穿着与林立夏一模一样款式的衣服。他愣住一瞬，怀疑他方才耳朵听错了。侄儿还是侄女儿？侄儿。立夏准备衣服时尚不知道孩子性别，准备的男女款都有，不穿放在那儿浪费了。你喜欢女儿？第一个生儿子好，儿子可以保护女儿。回头一看，小侄儿不知何时抓着他一缕头发盘在小手，扬着小拳头朝嘴里喂。林立夏失笑，又后退回去，想掰开小侄儿的手，却又被小侄儿攥紧了手指。大嫂，你别笑了，快把我的头发从小泽西的手中解救出来。这会儿不用他做挡箭牌了。挡箭牌？林立夏要帮忙不？不用了。容嬷嬷，给我拿个剪刀来。姑娘，使不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伤之。啊，一缕头发而已。林立夏的话都没说完，身边便多了一道身影。他一回头，看见姬慎摘下腰间的红玉佩，用帕子擦干净，递到小泽西跟前。他在长乳牙，会经历一个流口水的阶段。我们的孩子也会这样？谁跟你？林立夏，等我。林立夏，说好回京过生辰，为何又爽约？你明知故问，你松开我。
不松。哎呀，林立夏，我头疼。我还头疼呢，你是不是发热了？你摸摸看。你发热了，你衣服都湿了。我想跟你过生辰，林立夏，你很关心我。你跟我来，尹周，去给你主子买一身换洗衣裳。是。姑娘，您看这个可以不？这是什么？姑娘，老奴见你不善女工，就趁闲暇的时间给未来姑爷准备了几身新衣。可以是可以，就是不知道尺寸。合适，肯定很合适。姑娘，这是老奴在宫中练就的本领，一眼呀就能看出一个人的衣服尺码。尹周，给你主子送进去，就说是你买的。我听到了，林立夏，送给你未来夫君的衣裳，你让我穿。去给你主子买一套新。林立夏瞠目结舌，不是发热了吗？跑得还挺快的。儿女情长，怎有国家事业重要呢？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做皇上的怎么可以休息？不行，得把姬慎送回去上班。尹周，去备车，等会儿送你主子回京。姑娘，主子特意过来跟你过生辰。是你主子的身体重要，还是我的生辰重要？主子身体重要。立夏，你们身上的衣服是不是现在最流行的情侣款？情侣款？林立夏，这身情侣款的衣服我很喜欢，你的心思我懂了。大嫂，我去换个衣服。你帮我抱一会儿西西，我内急。林立夏瞠目结舌，低头看看同款式的小侄儿，再看看对面同款式的姬慎，搞什么呀？他想去换件衣服都不行，被迫与姬慎和小侄儿组成了亲子装了。姑娘，驱寒汤煮好了，端给他喝。换了干净衣服，我感觉好多了。你不是最喜欢喝驱寒汤吗？我不发热了。林立夏看见小侄儿在眯眼睛，就轻轻地拍着小侄儿哄睡。姬慎看得目不转睛，原来林立夏还有这么温柔恬静的一面。影中备车怎么这么慢？林立夏，我才刚到，你就想赶我走？林立夏扶额，想说你什么身份，你自己不清楚吗？林立夏，你何时知晓我身份的？你又是何时知晓我知晓的？你离京那日，你说汗血宝马上可休息，我却没时间休息。草率了，他琢磨了1年都没有想到，竟是他自己暴露这件事。草率了，他琢磨了1年都没有想到，竟是他自己暴露这件事。我进京那一日，发现帝师祖孙2人看你的眼色很恭敬，后来一琢磨，你身边的袁无痕、徐天行、风随影和影中他们个个都不凡，能让他们这么优秀的人忠心耿耿一心追随的人，绝非陆家2公子这么简单。后来我记着去书铺的时候，去了一趟陆家那条路，我看见了真正的陆定坤。林立夏，你不怪我隐瞒身份？一开始怪过，后来一想，你当时处境不同，换作是我会跟你同样的选择。林立夏，那后来我无数次想跟你坦白身份，为什么都被你故意打断？臣女林立夏拜见皇上。林立夏，我说过，许你永远不必对我行礼，你忘了？没忘。林立夏抬眸，看着近在咫尺的俊脸，心间是颤了又颤，深吸一口气，还压不住悸动的心。您如今身份不同，不知道您的身份尚可不行礼，知道您的身份却不行礼，就会落人话柄。林立夏，让我抱抱。你先斩后奏。林立夏被抱个猝不及防，刚想睁开，姬慎大掌扶在了他的后脑勺。林立夏，你要再动，会发生什么，我可就不敢保证了。等徒子。林立夏，这段时间你知道我收到什么奏折最多？林立夏，他们上最多的奏折都在催我选秀。对上了姬慎深情又炙热的目光，林立夏立刻明白这句话背后的深意，他慌得好似火星撞地球一样。林立夏想得正入神，姬慎突然伸手抬起他的下巴，逼着他正面直勾勾地看着他的脸。林立夏，你应该明白，无论我的身份是谁，我想娶你的心不曾动摇半分。选秀有什么条件？正5品以上官眷，未婚配者都要参加选秀。如此甚好。正5品以上官眷，他大哥还是从6品，选秀与他有什么关系？林立夏，我送你个礼物。林立夏，你过生辰，你还给我什么礼物？你先松开我，我去拿。林立夏，你能给我准备礼物就已经让我很开心了，具体礼物是什么不重要，让我再抱抱。这个礼物不一样，在我知道你身份后就打算送给你，它可以增强龙鳞国的武力值。增强龙鳞国武力值？对。林立夏挣开姬慎的手，转过身，一路小跑回自己的房间，坐在床上直喘粗气。可每当他有半分想沉沦时，都会被理智拉回现实。选秀啊，一群女人像畜生一样，经过层层关卡，进入深宫大院，争夺一个男人的宠爱。讲到这儿，林立夏走到洗漱架前，用盆中的冷水敷了敷脸，冰冷的水冲走了林立夏心中想要回应这份感情的热情。
他一打开门，姬慎站在他房门外，目光灼灼地看着他。林立夏，我方才反应过来，你好似用礼物转移我注意力。皇上，我好心给你准备礼物，你竟然这样怀疑我，这礼物你不想要就算了。想要。姬慎眼疾手快地抓住林立夏的手，眼底有些患得患失的模样。我怕你送我礼物是想让我快些离开这儿。林立夏的瞳孔放大一瞬，这小子反应是越来越快了。是我错了，我一直以为你想做一个盛世明君，生怕稍有不慎就让你背上骂名，遗臭万年。没想到你竟怀疑。哼！林立夏，我错了，你别哭啊。你怎会错了？是我错了。林立夏避开了姬慎的动作，他穿帮，他躲，他追，他又急又乱，想狠狠地掐一把大腿，逼出一点眼泪。结果他一使劲掐，腿竟不疼，肉还硬得硌手。林立夏，你以前只拧人，怎么现在掐人呢？掐错人了。林立夏瞠目结舌，他狗胆包天掐了皇帝。妈呀，好爽啊！林立夏，你又骗我！皇上，你猜盒子里是什么可以增强龙鳞国的武力值？你又想转移注意力？什么东西？能有连弩好？看看就知道了。带着姬慎去影中练武的地方，一枪便打爆了稻草人，当场震惊姬慎。林立夏，这是什么？为何会有这么大的冲击力？皇上，欲戴王冠，必承其重。你也想做个盛世明君吧？林立夏，你口中的盛世明君是个怎样的盛世明君？德化四海，具备高尚的品德和道德风范，能够以身作则，感召和引领百姓，选贤任能，关心百姓的疾苦，致力于改善百姓的生活水平，促进社会的繁荣和发展，善于纳谏，能够倾听不同的意见和建议，广开言路，不断地提高龙鳞国的各方面管理，维护国家安全，采取有效的措施来保障龙鳞国的安全和稳定，抵御外敌的入侵，推动文化发展，促进教育的普及和知识的传播，提高百姓们的个人认知水平，经济繁荣，实施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促进农业、商业和手工业的繁荣。真有这样的盛世？有，皇上，只要您朝着这个目标努力，总有一天龙鳞国终将成为这样的盛世，您终将成为流芳百世的盛世明君。听完了林立夏这番话，姬慎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在沸腾，终于明白骆子素为何能考中状元。邓公子，与你谈一桩买卖，就是不知你敢不敢接？林姑娘，听闻皇上要选秀了，林姑娘要与我谈的买卖，可是与今年的选秀有关？邓公子果然是消息灵通，那你猜猜我今日来寻你的目的？哈哈哈哈哈！林姑娘，我曾在京中见过真正的陆定坤，我知道在你的吉吉礼上给你大送贺礼的其实是皇上。林姑娘，我猜你也定然知晓他真实身份，而你在紫竹城一住就是2年多，你是在躲他吧？林姑娘，你不想进宫？见林立夏不回他，段子怀瞬间明白了林立夏此刻的心思。林姑娘，3年来我对你的心思天地可证，日月可见，只要你愿意嫁我，我今生定不负你。邓公子，我对男女感情没有半分心思，谁都不想嫁，只想做自由自在的富贵闲人。为何？这个小孩没娘，说来话长。邓公子，我要在3日内嫁人，写婚书前先写和离书，婚后彼此不承担夫妻义务，婚期1年，1年后和离。和离时我会把万金油的秘方作为补偿，填补男方这1年的损失。林姑娘，我想你是误会了，我倾慕你不是为你手中的秘方。邓公子，你我都是生意人，知道万金油秘方的价值有多高。邓公子不愿意，自然会有其他觊觎万金油秘方的人愿意。林姑娘，留步！林姑娘，约定婚期1年，如果这1年你我产生真正的男女之情，婚姻可延续不？可以。林姑娘，我同意你的提议，不过不是为了万金油的秘方，而是想给我们2人未来一个机会。邓公子，婚期定在明日，除了花轿迎亲外，一切从简。明日成亲？等会儿我就命人送聘礼。不必这么麻烦。陛下，我努力3年多才能娶到你，岂可敷衍？邓公子，我不想节外生枝。林姑娘放心，聘礼不会少的，也绝对不会惊动皇上。告别了段子怀，带着研墨回家，刚到门口就被围着他家的士兵惊得心中扑通扑通直跳。谁带兵包围了他家？请问你是谁的麾下？平白无故为何将我家围住？夏夏，你去哪儿了？二哥，哈哈哈，夏夏，二哥升正五品将军了，以后你就是正五品官军了。夏夏，二哥厉害不？夏夏，有谁再敢欺负你，告诉二哥，二哥带人把他家给围了。二哥，你经常跟你同袍开这种玩笑吗？
你是官儿，又不是匪。林姑娘放心，这样的话，林将军经常在军中说。对，大家都明白，林将军这番话呀，就是为了表明为妹妹撑腰。夏夏，你放心，二哥读了不少书，懂律法。二哥，你怎么回京了？哈哈哈哈！夏夏，二哥这次可是立了大功，荣将军给我收了官，还给我放了3个月的假，让我回来成亲呢。林立夏心中一颤，内心悸动的扑通扑通跳个不停。他在密谋如何不嫁姬慎，姬慎在密谋如何迎娶他。夏夏，你怎么一直皱着眉啊？夏夏，你与陆将军……二哥，你去见过咱大哥没？没有，不顺路。夏夏，二哥想回来看你。夏夏，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了，从我进入镇北军后，就一直有人在暗中关照我。二哥，咱们外祖家是书香世家，不是骆家，那是谁啊？夏夏，我发现连荣将军对我都不一样。二哥，你来的正好，我明日成亲，你背我出嫁。夏夏，你再说一遍，你明天成亲。二哥，你升正五品，我的名字出现在选秀名单上。哎呀，早知道如此，我当初就不该一刀将敌国将军砍了。夏夏，你要嫁那人是谁啊？要是不好，咱们就不嫁了，大不了正五品，二哥不要了。二哥，正五品的将军不当了，你拿什么娶清幽姐姐？他都已经等了你3年了。夏夏，姓段的就是你要嫁的人？林立春跃跃欲试，非要跟段子怀比划几招。林二哥武功高强，在下十分佩服，在下输得心服口服。妹夫，打不过我，你不要泄气。妹夫，我这般经历啊，整个镇北军也找不出第二人。妹夫，你是我家夏夏选的人，就是我林立春要护着的人。明日谁敢破坏我家夏夏的婚事，我非要跟他拼个。二哥，吃个桃。妹夫，这桃很甜，你要不要吃一个？段公子，时候不早了，婚书放在这儿，我写好后念研墨给你送去。林姑娘，这是我最后一次这样称呼你。明日之后，你喜欢我称呼你为娘子，还是夫人，亦或是夏夏？换我立夏。立夏。不过没关系，待明日成婚后，林立夏便是他的女人，他这一生只能是他的女人。立夏，我先回去筹备，以后我们再补办一场更盛大的婚礼。送走了段子怀后，林立夏一个人提着几坛梨花酿，坐在杏花树下独酌，面前的桌上摆着一张未写完的婚书。他也不确定掐断与姬慎的情缘，与段子怀协议成婚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抉择。他只知道爱情与自由放在天平秤上，他只能选择一个时，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自由。穿越时空寻真爱，错失良缘度终生。心中感叹，玲珑寺有点东西，当年随意抽到的一支签，竟算出他的余生。借着6分醉意，将他对姬慎的感情以及今日做决策的原因全部写在纸上，用防潮纸给裹上，连同那支签一同装进了酒坛之中，吭叽吭叽地埋在了杏花树下。然后在婚书上填上女方那一部分，命研墨送给了段子怀。皇宫，姬慎刚要安歇，便感觉心中慌得不行，他心中很不踏实。陶佛，把选秀名单呈上来。皇上，林姑娘选秀的圣旨已经拟好，只等林将军返京，便会送去林家。姬慎蹙眉，又掏出了玲珑寺抽到的那一支签，翻来覆去的看。重生归来觅良缘，机缘一瞬莫失牵。皇上，姑驸马行色匆匆赶来，好像是有很要紧的事要禀报。快传。姬慎的神情一震，当初顾世明自请外放，他特意将顾世明外放到紫竹城，莫不是与林立夏有关？皇上，林姑娘明日出嫁。你再说一遍。启禀皇上，今日申时，林姑娘的婚书送到了县城手中，差一点就完成了备案的手续。她要嫁的人是谁？姬慎咬着牙，每一个字都压抑着雷霆之怒。段子怀。皇上，我暂且压下2人的婚书，确定2人明日成亲。明日成亲？姬慎气得握紧了手中那支签，脑海里后半句机缘一瞬莫失牵。陶佛，传朕口谕，命云无痕请点3000御林军，朕要抢亲。皇上，不可，待御林军抢亲，有损您的名誉，岂不会载入史册的？朕管不了那么多，朕为了娶林立夏，精心谋划了3年多，眼看着好事将成，他却转嫁别人，朕快要疯了。朕今日就带兵将他要嫁之人一点点碾碎，朕要问问他，朕到底哪不如段子怀。皇上，气大伤身，您莫要伤到龙体，或许事情另有隐情呢。什么隐情？他嫁旁人。皇上，据我观察，林姑娘之前对段子怀一直不大热情，这次2人突然成亲，或许与您即将选秀有关。你是说林立夏不愿入宫？他为何不愿入宫？他说他的志向就是当皇后啊。皇上，
您的志向是盛世明君，不如你当面问问林姑娘。听到顾世明提及盛世明君，姬慎就忍不住想起了林立夏，心中压抑的怒气瞬间爆发。不必再劝，朕就算被骂暴君，也不会看着林立夏嫁给别人。主子，方才林家研墨送来了您与林姑娘的婚书，小的用银子疏通了县城的关系，送到了县衙备案。蠢货，谁让你自作主张？主子，小的听说龙陵国的婚书要在县衙备案才生效。蠢货，你不知道那县令是驸马爷，是姬慎特意派来紫竹城关照林立夏的。知道，所以小的买通的是县城啊。你快去县衙看看，有任何消息第一时间回来禀报。半晌后，主子，小的错了，那县城拿了小的银子不办事儿。主子，据说顾世明连夜骑着八公主的汗血宝马进京了。蠢货，蠢货，蠢货！大人，速去紫竹城往返京城的路上守着，见到姬慎就地诛杀，谁取了姬慎的人头，赏银1万两。卯时，启禀主子，龙陵国的皇帝带着数千御林军快要到城门下了。快要到城门了。段子怀看着身上已经穿好的新郎服，恨不得当场将蠢货属下于飞给杀了。来了多少人？启禀主子，属下目测至少有2000人以上。姬慎他疯了！段子怀气得一把将桌子上的东西扫落，噼里哐啷一阵响后，段子怀听出了一阵不对劲的异响。姬慎这个疯子竟来得如此快，他差一点啊，差一点就能娶到姬慎娶不到的女人，带走下金蛋的林立夏。大人，早安道，撤！主子，那迎亲的……段子怀一脚将于飞踹倒。大人，迎亲话叫照旧，就说我有事耽误了，不能亲自前去。夏夏，这个姓段的怎么回事啊？迎亲这么重要的日子他都不来，岂不是让人看你笑话呀？夏夏，咱们不嫁了，不嫁给这个姓段的，二哥养你。林立夏的嘴角一抽，他二哥真是现实的可爱呀！昨日还一口一句妹夫喊段子怀，今日不见段子怀迎亲，瞬间改口姓段的。二哥，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婚礼不能赌气。夏夏，上来，二哥送你出家。听见这一句二哥送你出家，林立夏的眼眶瞬间湿润了，心中涌起了一股难以言喻的满足感。二哥，谢谢你。自家兄妹说什么傻话？林立春从未想过送妹妹出嫁是这种说不出来的失落感。夏夏，幸好是二哥送你出家，换做咱大哥啊，他不一定背得动你。二哥，这话你敢跟大哥讲不？我有什么不敢呀？论官职，我官职比大哥高；论体格，大哥打不过我。夏夏，这怎么才走了几步就到了？二哥，你放心，我就算嫁人也是与你最亲。听见这话，林立春心中瞬间舒畅了不少，骑着马跟在花轿旁边。这时，不远处传来一阵急切的马蹄声，林立春神情瞬间凝重。夏夏，不对劲儿，二哥听这马蹄声，像是训练有素的军中之人。夏夏，莫不是出事了？听我令，等会儿无论发生何事，定要护我妹妹周全。领命。林将军，好像不对劲儿，朝我们而来的人穿着御林军的衣服。御林军为何要围住我们？传皇上口谕，所有镇北军的人全部退到3里外。遵命。这时，林立春壮着胆子走到云无痕跟前讨价还价。云将军，能不能看在咱们有几分交情的份上，让我送完妹妹出嫁才？不行，你看那人是谁？顺着云无痕的眼神，林立春一眼看见骑着马走来的姬慎。当他看清姬慎身上的龙袍时，林立春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用手使劲地揉了揉眼睛，定睛一看，终于慌乱地跪在地上。微臣叩见皇上。带着怒意，大步流星地踏上花轿，将一脸惊慌失措的林立夏压在了花轿上。林立夏，听闻你今日成亲，朕要将你今日所嫁之人一点一点碾碎，就在这花轿上与你洞房。疯子！林立夏瞳孔一震，看着姬慎怒不可言的脸，他又气又怒又心虚，躲开了姬慎强吻下来的唇，怒骂道：姬慎，你这个疯批暴君，强掳别人的新娘洞房，你就不怕受世人唾骂？对，朕疯了，朕被你气疯了。视线下移，看见林立夏身上穿着一袭大红嫁衣时，他心中涌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委屈。这种委屈在他心中肆意的生长，化成再也压抑不住的怒火。林立夏，朕挑选最好的布料让你织成嫁衣，等待迎娶你，你却穿着它转嫁旁人。林立夏，朕为娶你筹谋3年多，是让你这样扎朕的心吗？姬慎，住手！别逼我恨你！林立夏紧紧地捂着李毅的领口，生怕姬慎疯到花轿上与他洞房。林立夏，你处处算计朕，就朕回去给你堂姐拉郎配，让朕教你哥读书，让朕背黑锅，又借用朕的名头下退觊觎你的贪官，利用完朕后，又想将朕一脚踹开，转嫁旁人，朕答应了吗？姬慎，我从未答应嫁你。刚恢复一丝理智的姬慎听见林立夏说从未答应嫁他，他气得又将林立夏压在花轿上，一把扯下脖子上戴着的白玉连理枝。林立夏，你从未答应嫁朕，为何送朕白玉连理枝？对，我承认心悦你，
听见林立夏承认心悦他，姬慎心中的火气顿时消散了几分，但是一低头看上地上的甲片碎衣，他的神情瞬间又变得很复杂。林立夏，你已骗过朕许多回，朕不知你哪句是真。林立夏心疼一个，在姬慎的心中，他竟成了凤娘的孩子。你不信，就将白玉莲理枝还给我。你想得美！林立夏，朕来这儿之前已经命人荡平了段泽怀的住所，你休想拿朕的白玉莲理枝送给段泽怀。荡平段泽怀的住所。林立夏瞳孔放大一瞬，心中涌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慌乱和愧疚之情。姬慎，你个疯批！我就是不想进宫水秀才与段泽怀协议成婚，你这个疯子竟然乱杀无辜！协议成婚？你嫁段泽怀不是因为心悦他？不是。林立夏答得斩钉截铁，这一刻后悔拉段泽怀下水，他甚至不敢为段泽怀求情，怕更加激怒胜负欲很强的姬慎。姬慎，我只对你一人动心。胡说！姬慎怒吼着打断了林立夏的话，脸色变得异常的复杂。他已分不清这句动听的话是不是林立夏的权宜之计。林立夏，你休想用甜言蜜语哄朕放过段泽怀！提到段泽怀，姬慎心中就嫉妒的疯狂。是不是他晚一步，今夜林立夏就彻底属于段泽怀了？他不敢想象这个画面，否则他会压抑不住怒火，将促成这一切的所有人都给碾碎。林立夏，从现在开始，你只能属于我。说着，姬慎狠狠地吻住了林立夏的唇，恨不得将其融入体内，让林立夏再也没有机会逃跑。又凶又狠的吻，将林立夏亲得快要窒息了。他想要咬姬慎一口，却又每次的被姬慎巧妙地避开。他费力拍打着姬慎的胸口，姬慎好似没有察觉一样，所有的嫉妒和怒意化为了疯狂。林立夏眼中流出绝望的惊恐，他不敢想象，任事态发展下去，他这个在大婚当日被姬慎按在花轿上洞房的新娘，将会面对怎样恐怖的余生。害怕、惊恐、委屈、不甘心、愤怒、沉重的无力感，各种复杂的情绪在林立夏的心头交替出现。他的眼泪好似打开了阀门的水龙头，啪嗒啪嗒落个不停，吓得身子都开始轻轻的颤抖。姬慎感觉到林立夏的惊恐，心中一软，舍不得将林立夏逼太紧。他松开了林立夏，看见林立夏满眼绝望的流眼泪，脸色苍白的好似一个求死之人，他又慌又乱，怕将林立夏逼太狠，林立夏绝望后求死，两人生死相隔，那才是永别。他满眼的懊悔，一拳将花轿捶得裂开了一个缝隙，任手上的血迹流了下来。林立夏，你又赢了。林立夏的眼泪僵住一瞬，慌乱的坐起身，将被撕烂的里衣拢了拢。无论他如何努力，被撕烂的衣服依然无法蔽体。林立夏又羞又怒又着急，眼泪像断线的珠子一样顺着脸颊大颗大颗的滚落下来，看得姬慎心中发疼。一边气他对林立夏狠不下心，一边又不争气的把龙袍脱下来。看见姬慎解腰带，林立夏更加的惊恐。姬慎，你若敢对我用强，我对天起誓，今生与你不死不休4个字，林立夏还未说出口，姬慎就将身上脱下来的龙袍盖在了林立夏的身上。林立夏愣住一瞬，赶紧用龙袍裹紧了身体，满眼诧异的看着姬慎。他没有想到，看似疯狂的姬慎却在最后一刻留住了他的清白，还脱下龙袍保住他的尊严。林立夏，你别高兴太早，朕现在放过你，并不代表朕允许你可以嫁给旁人。我谁都不嫁可以吗？不可以。姬慎抬起了林立夏的下巴，一字一顿的宣示主权。林立夏，从你救起朕那一刻，你就与朕命运交纵了，早已经有了说不清道不明的牵绊，你只能属于朕。林立夏，只要朕活着一日，你就得陪在朕身边一日。朕对天发誓，只要你敢逃离朕，朕就屠尽与你有关的所有人，朕陪你一起下地狱。林立夏，你是乖乖做朕的皇后，还是让朕求你做朕的皇后？疯子，绝对是疯子！他当初是哪根筋没接对，竟招惹上姬慎这个疯逼反派，当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不仅没拆成 CP， 还把自己给搭进去，被迫承受姬慎的强制爱。姬慎，你我相识近4年，你了解我的性格，应该还记得我说过的话。我的人生宗旨是做一个有锋芒的善良人，遇强则强，遇弱则弱，遇善则善，遇恶则恶。姬慎，你想做我的男人可以，今生今世只能属于我。我这人要么不碰感情，要么就眼底容不得一点沙子，占有欲强烈的我自己都怕。
你拥有我之后，胆敢碰其他女人一次，你最好直接杀了我，否则我定会设法杀了你碰的女人，然后再与你同归于尽。姬慎满眼的震惊，不敢置信的看着林丽夏，却不怀疑林丽夏的话。这就是你不愿选秀的原因？对，你是皇帝，注定拥有后宫佳丽无数，而我善妒又占有欲强烈，不适合进宫，更不适合当皇后。姬慎，你放过我也是放过你自己，你还能拥有各式各样的佳丽，我也继续做一个有锋芒的善良人。我将我名下的产业让出一半给你养兵，祝你成为盛世明君，也不枉我对你心动一场。林丽夏，休想我放过你！他才不要林丽夏的一半产业，他就只要林丽夏这个人。至于盛世明君，有林丽夏陪着他，他才愿意为林丽夏设立的目标为之一起努力。林丽夏，朕同样嫉妒心和占有欲都很强烈，但朕与你不同，朕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绝不放手。而你呢，连说都不说，连试也不试，就怯懦的放弃。林丽夏，无论你的话说的多好听，你对朕的真心绝不如朕对你的真心多。林丽夏的心间发颤，心脏不受控制的想要跳出胸膛之外。他低头看看身上的龙袍，脑海里却一片混乱。他方才比姬慎更疯狂的话是适得其反了吗？为何觉得姬慎非但没有被他方才的话给吓退，反而隐隐还有些高兴？男人心海底针啊！林丽夏想得正入神，突然被姬慎给拉了起来，强制为他穿上龙袍，然后一把抱起林丽夏，冷冽着声音给外边所有人下令：所有人听令，转过身去。姬慎的一声令下，所有御林军纷纷训练有素的背过身，无一人敢偷看。姬慎抱着林丽夏缓步下了花轿。林丽夏，朕不动你，给你尊重，是为了与你长久和美的过一生。朕已经命人将你居住的住所翻个底朝天。若是让朕知道你对旁人动了情，朕今晚就要了你。林丽夏心中发颤，心情复杂的找不到形容词。她兰心的奶奶说过，一个人在盛怒中的举动最能看出人品。姬慎说对了，他不像姬慎这样执着和勇敢，他对感情态度消极又怯懦，才会一手造成今日的闹剧。姬慎就算气到发疯发狂，却在他掉眼泪时守住了最后的理智，没有伤他半分。或许他该赌一把，轰轰烈烈的爱一场，回应姬慎这段炙热又浓烈的深情。随你怎么找，也只能找出我对你一人动心的证据。最好如此。姬慎眼底的冷冽又褪去几分，却依然不踏实。很快，派去搜查的云无痕一脸复杂的举着一本账册，连同一个开了封的酒坛子过来。启禀皇上，林姑娘和段姿怀并没有任何的书信，只有这一本账册，还有林姑娘埋在杏树下的心事。呈上来。姬慎小心翼翼地放下穿着龙袍的林丽夏，迫不及待地打开账册，一册写满字的纸掉落下来。他心中一紧，深深地看了林丽夏一眼，接过云无痕捡起来的纸。恭喜皇上是小皇子。皇后可好？皇后娘娘一切安好。陆嬷嬷，皇后有没有说朕何时可以进去看她？回禀皇上，娘娘说她一切都好，让您不用担心，让您把注意力用在你们的孩子身上。像捧着稀世珍宝一样抱着林丽夏拼命生下的儿子，嘴角的弧度是越来越大，忍不住笑出声。恭喜皇上，贺喜皇上，喜得灵儿。啥？听见孩子哭得很凶，姬慎是满脸的无措，语无伦次起来。哎呦，儿子，你别哭，都是父皇不好，父皇不该大声说话吓到你。哎呦，儿子呀，你别哭了，父皇给你念你最爱的三字经。人之初。姬慎三字经念到一半，就见他怀中的孩子突然不哭了。他满眼惊讶地瞪大眼睛，是他儿子天资聪慧，生来就是爱读书的孩子，还是胎教起了作用？看见这一幕的清幽忍不住心中连番赞叹，不愧是一个人添2份香火钱的男人呐，连哄孩子都比寻常男人做得好。真应该把林立春送到宫中，跟皇上学一学如何哄孩子。娘子，你感觉怎样？很困，很累，将孩子放到我身边来，我们一起睡。娘娘，你刚生产，不要心急，老奴扶着你，先适应一下身子的平衡感，再走路。娘子，你这个时候应该好好休息。夫君，孩子起名了没？还没想到合适的。叫玉儿如何？玉儿，连在一起叫姬玉，与姬玉同音。夫君，能遇见你，对我对林家来说，本就是上天给我们的最大一次机遇。娘子，你才是为夫最大的机遇。娘子，等玉儿满18岁，我就把皇位让给她，带你回到我们相遇的地方。那不行，至少得等她满22才行。我18就登基了。那不一样，
玉儿有你这么优秀的父亲，他不必那么早就辛苦。等玉儿满22周岁，我也46岁了，不知道能拉开多大的弓，能打到多大的猎物。夫君，只要你还能烧火，我就依然爱你如初。